此刻，盛唐酒店热闹非凡，一对经历10年爱情长跑的青梅竹马正站在婚礼殿堂上，整个大厅坐满了新郎陆晨的亲朋好友，都准备见证陆晨和沈雪这对金童玉女迎来最幸福的时刻。可新娘沈雪接下来的一番话让陆晨愣住了，更让满座亲朋无比震惊。陆晨，我不能和你结婚了。刚刚王岩打来电话，他打球把腿摔伤了，我必须得去照顾他。王岩同样也爱了我10年，虽然我选择了和你结婚，但我也得照顾他的感受。你是能理解我的，对吧？穿着一袭婚纱的沈雪开着陆晨的婚车飞快离开了。如遭晴天霹雳的陆晨感觉眼前一黑，昏倒在地上。新郎晕倒了，快叫救护车！心跳骤停了，快给他推一针肾上腺素！主治医师正在拼命抢救陆晨。沈雪，我视你为挚爱，你为了男闺蜜竟然要害我！陆晨突然从 ICU 病床上坐了起来，眼神血红的怒吼道，吓得主治医生一屁股摔倒在地上，旁边的护士妹妹更是吓得跳了起来。陆晨突然愣住了，这不是3年前我在婚礼上被沈雪气进 ICU 的情景吗？我竟然穿越回到了3年前。不过这一天恰好是创世游戏横空出世的日子，玩家进入游戏，杀怪就能升级变强，更能将游戏内能力提取到现实，强者随手便能撕山裂海，甚至打穿星辰。从此地球变成弱肉强食的末世。当无数人都在艰难求生时，陆晨已经悄然成为了全球前100强者。本来陆晨有机会更进一步，努力成为全球最顶尖的强者，但沈雪却以未婚妻的名义向陆晨索要极品装备和宝物。直到陆晨带着沈雪去刷龙神遗迹，没想到沈雪把王岩也带上了，这让陆晨很生气，但沈雪却指责他小心眼，人家王岩来都来了，带我一个也是带，带我们2个也是带。陆晨一句话都没说，埋头刷怪，两人跟着混经验。可等到终极 BOSS 临死自爆时，所有人都得逃离，两人却把陆晨封死在了终极 BOSS 洞穴里。陆晨最终和 BOSS 同归于尽。他临死前看着沈雪和王岩走了过来，愤怒地问道，沈雪，我视你为挚爱，你却勾结男闺蜜要害我。沈雪笑嘻嘻地说道，傻瓜，我知道你对我付出了很多感情，可我根本不爱你啊。知道我为什么向你表白，和你在一起吗？不过是完成主人的任务罢了。王岩满脸贪婪地夺走陆晨怀里的龙神蛋，他突然抓出一瓶毒药，疯狂地灌进陆晨嘴里，死舔狗，你的价值已经被我榨干了，喝了这瓶灵魂燃尽毒药，你现实中也会死掉，你的女人，你的财富，你的宝物，统统都是老子的。最终陆晨带着满脸的不甘和震怒，最终含恨而亡。等陆晨再次睁开眼睛，看见主治医师和护士妹妹正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己。最终陆晨在父母陪同下办理了出院手续，但这一次婚礼上因为沈雪闹出的笑话，让陆晨一家人丢尽了脸面，彻底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王岩，你上一世将我玩弄得好惨，这一世我要将这份折磨1000倍万倍的奉还给你。陆晨眼神冰冷，内心如刀。陆晨和沈雪、王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沈雪和王岩一直很亲密，可沈雪却突然向陆晨表白，做了陆晨女友。陆晨和沈雪谈了10年恋爱，也被王岩插足了10年。这10年经历过无数让陆晨糟心的事情。陆晨买2张电影票，打算和沈雪看电影，沈雪却一声不吭地带着电影票去找王岩，还不接陆晨电话。等陆晨找到他们时，沈雪却生气道，陆晨，你那么小心眼干嘛？王岩又不是外人，我跟他在一起你还不放心吗？陆晨那天真的被气笑了。后来陆晨给沈雪过生日庆生，沈雪这次叫上陆晨和王岩一起给他过生日，生日蛋糕和饭店包间都是陆晨订的。沈雪却在吹灭蜡烛的许愿环节上许愿道，祝王岩事事顺遂，下辈子可别和我赌气了，要早点娶我哦。气得陆晨冒着漫天大雪徒步回了家。过了2个小时，沈雪才领着王岩回来。陆晨质问他，沈雪却一脸满不在乎，陆晨，你怎么这么小气？我说的是下辈子让王岩娶我，这辈子我不还是你的吗？类似这样的事情，陆晨被沈雪恶心了无数次。每次陆晨实在受不了，向沈雪提出分手时，沈雪都会道德绑架陆晨，甚至打电话给陆晨父母告状，哭着说陆晨要跟他分手。结果就是陆晨被父母臭骂一顿，说沈雪是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好姑娘，男人得有度量，你多宠沈雪，对她好一点，她不久跟你走得近了。沈雪还在一旁委屈巴巴说道，是啊，我就是想让陆晨对我好一点而已。回想起沈雪那个绿茶婊，陆晨更是觉得恶心。这对狗男女直接将他们宰了，陆晨都觉得便宜他们了，必须得将他们折磨到生不如死，才能解陆晨的心头之恨。这一世他拥有前世登峰造极的游戏经验，更是有一颗冷漠绝情的复仇之心。要复仇
就得先变强。冰冷的机械声音骤然在陆晨脑海里响起：你获得了龙神蛋。龙神蛋正在认主。你获得了龙神的传承。龙神蛋，龙神传承。陆晨瞳孔一缩，骤然惊住了。我死了之后，不仅带着龙神蛋一起重生了，并且还获得了龙神传承。第二章，婚礼推迟点怎么了？王岩微伤的可是一条腿啊！陆晨摊开双手，一枚散发着暗金色光晕的龙神蛋出现在他手心之上。龙神可是创世世界的至高神之一啊！没想到他还未出生的幼崽，竟然成了我这一世的宠物。陆晨内心有些兴奋，等他将这只龙神蛋孵化出来，必然能成为自己最忠诚、最强力的神宠。至于龙神传承，龙神传承第一层，万物皆可合成。你可以将任意的2样东西合成为更高阶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装备、技能、天赋、宠物、坐骑、道具、药剂、宝箱、隐藏任务。龙神传承第二层，暂未解锁。龙神传承第三层，暂未解锁。陆晨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虽然还没有使用过龙神传承的能力，但仅仅从传承描述上就能看出这个传承有多么逆天。万物皆可合成，才仅仅只是龙神传承的第一层能力。陆晨无法想象，一旦将龙神传承之力全部解锁，获得的奖励会有多么丰厚。就在这时，陆晨的微信突然响了一下。他打开微信一看，是沈雪发来的消息：陆晨，真对不起啊，这次因为王岩受伤，咱俩婚礼没能顺利举行，下次一定补上。不过这回王岩钱不够交医药费了，你过来帮忙把医药费交一下，好不好？陆晨冷笑一声，沈雪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啊！就因为男闺蜜不小心崴住脚，连婚都不结了，都要去看她。如今男闺蜜没钱交医药费，还要自己去送钱，自己前世就是太善良了，忍着恶心去替他们把医药费交了。结果王岩和沈雪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俩人开着车就回家了，把陆晨一个扔在了医院，导致陆晨耽误了宝贵的时间，没能在创世开服的第一时间进入游戏，让他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想到这里，陆晨直接毫不犹豫地将沈雪的微信好友给删除了。一对狗男女，想屁吃呢？等老子有实力了，第一时间先宰你们这对狗男女！陆晨抬头看见钟表上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57分，距离3点创世游戏开服仅仅只剩3分钟时间。他目光盯着钟表时间，准备在第一时间冲进游戏。与此同时，中心医院骨科门诊内，右脚缠着石膏板的王岩正一脸期盼地盯着沈雪。怎么样？陆晨一直都是对你死心塌地的舔狗，以他的尿性，很快就把药费送过来了吧？沈雪脸色阴沉，摇了摇头，低声骂道：陆晨看样子是生气了，给我微信都删了。他什么时候心性变得这么狭隘了？我不就是割了和他的婚礼吗？一场婚礼而已，有那么重要吗？一场婚礼随时什么时候都能办，王岩微伤的可是一条腿啊！王岩连忙劝说道：他就算生气了，你随便哄哄他，他不还得乖乖听你的？我昨天在酒吧课要把钱用完了，要是他不来交医药费，我可咋整？沈雪露出一抹迷之自信的冷笑：你放心吧，陆晨性格我了解，我就算做的事情再过分，他也不敢在我面前生气超过3分钟。你瞧着吧，最多不超过3分钟，他还得乖乖把我添加回来，并且赔礼道歉。要想让我原谅他，他就得给我发红包，到时候不仅你的医药费有了，咱俩还能拿着他的钱去吃个涮火锅。听到沈雪这么一说，王岩顿时咧嘴一笑。像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不管沈雪做的事情多么离谱，最后一定是陆晨心软低头，然后赔礼道歉和红包补偿。这回他们只需要等着收红包就行了。很快3分钟已经过去，沈雪和王岩还在翘首期盼着陆晨重新加回好友，然后风尘仆仆地赶来交医药费并且赔礼道歉。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陆晨此时已经戴上了创世游戏指环，大脑连接异次元游戏世界，他的精神体已经进入了游戏世界。他看见一座座庄严肃穆的至高神像屹立着，有狰狞丑陋的恶魔神像，有浑身长满翅膀的天使神像，还有浑身精灵的龙神雕像。突然，一道冰冷的机械声音骤然在陆晨脑海响起：欢迎来到创世世界，正在抽取您的本命天赋。本命天赋抽取成功，你获得了 S 级天赋战斗牧师。战斗牧师，你的治疗技能不仅能治疗友军，还能对敌人造成治疗量的等额伤害。竟然是 S 级天赋战斗牧师，陆晨瞬间惊住了。天赋决定职业，他抽到战斗牧师这个天赋，就注定要玩牧师职业。牧师是个典型的大后期职业，越到后期越可怕。一个神级禁咒神之救赎，能瞬间让数百万死掉的友军直接满血复活，并且状态拉满。一个神级禁咒圣耀天印，能给数百万队友加上超强 buff， 战斗力翻10倍。因此，
牧师到了后期，就是其他所有职业玩家眼里的木点。牧师这个职业堪称变态，但缺陷也是有的，那就是缺少输出技能，仅有的输出技能圣光剑士伤害也低得可怜。因此，牧师这个职业就注定是个升级非常困难，但发育起来无比逆天的职业。但陆晨获得战斗牧师天赋后，就恰好弥补了牧师职业最大的短板。一个治疗术砸过去，直接秒杀一群怪物，绝对能将别的玩家给看傻眼了。陆晨对这个天赋已经十分满意，他正准备离开，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骤然在他背后响起：“年轻人，你很特别。”吾从你身上感受到了熟悉的龙气。陆晨顿时一愣，转头发现竟然是那座龙神雕像，竟然口吐人言，继续道：“冥冥之中，我感觉你与吴龙族有缘。既然有缘遇见，吾赐你一份见面礼。”叮！你获得了抽取第2个本命天赋的机会。第2天赋，陆晨眼神一喜，内心充满兴奋。不管新天赋是什么，对他来说都是巨大提升。龙神传承第1层能力，万物皆可合成，是可以合成天赋的。S 级天赋本身就已经珍贵无比，如果再加上新天赋，合成出一个更加强大天赋。陆晨眼神充满期待，不知能合成出什么样强大的天赋。第3章，合成 SSSSS 级至尊天赋。叮！恭喜你获得了 SS 级第2天赋阳兽收割者。阳兽收割者，你击杀玩家或野怪后，将会按一定比例汲取敌人寿命。当玩家寿命被你汲取殆尽，在现实中也会死亡。陆晨眼神一亮，第2天赋竟然是更加优秀的 SS 级的，这可比他前世获得的 C 级天赋体质强化要强太多了。最为关键的是，陆晨要将这2个天赋进行融合， S 级天赋和 SS 级天赋进行合成，不知能合成什么天赋。陆晨死死盯着龙神传承，果断催动第1层能力，万物皆可合成，已放入 S 级天赋战斗牧师和 SS 级天赋圣光恩赐，合成需消耗20年寿命，是否确认合成？寿命为现实中寿命，当寿命耗尽，你将会直接死亡。新天赋将会保留你汲取怪物和玩家寿命的能力。看到合成天赋的提示，陆晨瞳孔一缩，有些心跳加速。如此逆天的合成，果然是需要付出代价。虽然代价是寿命，但付出的寿命却能通过杀怪和击杀玩家弥补回来，甚至得到更多的寿命。这笔付出很值得。陆晨猛一咬牙，果断点击合成。恭喜，天赋合成成功！你获得 SSSSS 级至尊天赋杀戮牧神。杀戮牧神，你的所有治疗技能都能对敌人造成3倍治疗效果的伤害，该效果随等级逐步提升至100倍、10000倍乃至10000倍。至高天赋追加效果，你击杀玩家或野怪后，将会按一定比例汲取敌人寿命。SSSSS 级至尊天赋，陆晨瞬间惊住了，内心狂喜。哪怕是前世第1强者拥有的也仅仅只是 SSS 级天赋，也就是说 SSS 级天赋已经是玩家抽到的最强天赋的极限。而他这 SSSSS 级至尊天赋还没进入游戏，就已经碾压了全球所有玩家。最为逆天的是，他这 SSSSS 级至尊天赋还是成长型的，一旦让治疗术造成的伤害强化到10000倍，别说是巅峰玩家了，就连诸天神明都得被陆晨一个治疗术瞬间秒杀。陆晨强压着激动的心情，选择游戏名字为穆天尊，并且将容貌上调了 15%， 以免被熟人认出自己。旋即，一股神秘力量将陆晨包裹。等陆晨恢复意识清醒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灾厄之村。环顾周围，到处都是玩家被怪物疯狂宰割的画面，成群食尸鬼贪婪地环顾着周围，只要有新手玩家敢刷新出来，便挥动着锋利的尖爪疯狂扑向玩家。许多新人玩家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就被扑杀来的食尸鬼用利爪洞穿心脏，满脸惊骇的悍然倒地。不断有玩家的惨叫声和求救声传入陆晨耳中。啊！救命啊！怎么刚进游戏就被怪物追着杀？别的游戏都是玩家等着怪物刷新练级，为什么这个游戏是怪物等着玩家刷新就扑上去咬？难道我们才是这个游戏的怪物？食尸鬼大哥，别咬我了，我的裙子都被撕破了！操！一开局就是地狱难度，这垃圾游戏狗都不玩，老子退游！别的网游是为了让玩家身心愉悦，但这个游戏开局就是无数玩家的噩梦。玩家刚一进入游戏，就要被游戏里的怪物疯狂毒打，但那群因为受不了折磨选择退游的玩家，很快就会后悔，因为过不了多久，玩家们就会逐渐发现，在游戏里获得的能力是能够提取到现实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获得游戏中的实力，那些选择不进入游戏的普通人生存环境将会越来越差。最终，等那群普通人幡然醒悟过来，选择跟风进入游戏时，不好意思，已经彻底晚了。第一批进入游戏的玩家
已经遥遥领先后入游戏的玩家，并且会以强大的实力疯狂掠夺压榨新人玩家，圈养新人玩家成为矿奴或者药奴，一辈子失去自由，失去尊严。稍敢反抗，用特殊毒药直接彻底抹杀，这个人在现实世界也会随之死亡。陆晨看着周围玩家全都无比慌乱和恐惧，拼命的四处逃窜，躲避食尸鬼的疯狂追杀，他内心丝毫不慌。陆晨很清楚，四处东逃西窜没有任何意义，提升自己的实力，获得击败食尸鬼的实力才是关键。眼看着一只食尸鬼正贪婪的朝自己扑来，陆晨一个灵巧的侧身一扭，躲过食尸鬼的进攻。趁食尸鬼还没反应过来，陆晨快步朝着杂货铺走去。老板，给我来一本治疗术技能书。陆晨花掉身上仅有的10个铜币，买下治疗术技能。治疗术，新手技能，能治疗自己或友军的生命值。骤然之间，刚刚一击扑空的食尸鬼已经恼羞成怒地朝着陆晨再次撕咬扑来。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学习治疗术。他直接将刚刚学习好的治疗术丢过去。原本用于回血的治疗术，在杀戮木神天赋加持下，化作3倍回血量的高额伤害砸在食尸鬼身上。哗！食尸鬼那腐烂的肉身瞬间被圣光的力量击溃，一身烂肉轰然炸开，化作一滩血泥融化在地上。3点经验值到账，1天寿命到账。其他玩家还在被食尸鬼追得满街乱窜，陆晨已经能轻松秒杀食尸鬼。这般异于常人的举动，瞬间便引起了身旁玩家的注意。卧槽，大哥，你竟然能击败食尸鬼！刚刚那个食尸鬼被你一招就击败了。身旁这名玩家下意识的一声惊呼，顿时引起了周围更多玩家的注意。这些玩家们注意到陆晨脚下的食尸鬼尸体，顿时目目相觑，脸上全都写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大佬，你是怎么做到的？太牛逼了！大哥哥，小妹求保护，我会穿黑丝跳科目3。去，一边骚去。兄弟，你是不是开挂了？陆晨仅仅只是击杀了一只食尸鬼，瞬间就引来了无数玩家的注目。他没有搭理这群玩家，等治疗术冷却时间完毕之后，又轰击在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头食尸鬼身上。又一头食尸鬼被陆晨秒杀，10经验值和1天寿命再次到账，再度引起了更多玩家的注意和惊呼。卧槽，大佬牛逼！大神，能不能让我跟你混？大哥，重金贵求你击杀食尸鬼的办法。这时，无数的玩家朝着陆晨聚拢过来，纷纷都渴望得到陆晨的保护。第4章，委屈。没有哪个女生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见大量玩家蜂拥般朝自己涌了过来，陆晨眉头微微一皱，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大量玩家一旦将他身边围得水泄不通，势必会严重影响他刷怪的效率。陆晨见势不对，正准备开溜，他却突然注意到刚刚击杀的食尸鬼身下竟然爆出了一本技能书。陆晨顿时眼神一亮，治疗术虽然能秒杀食尸鬼，但冷却时间太长了。不管爆出的技能书是什么，只要和治疗术进行合成，就肯定能合成出更强大的技能。陆晨立即跑过去，伸手去捡这本掉落的技能书。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细手竟然也摸向了这本技能书。陆晨眉头一皱，创世游戏是没有掉宝保护的，怪物掉落的宝物谁都可以捡。陆晨眼疾手快，抢先一步将技能书捡了起来，收入囊中。可就是这一举动，瞬间便引起了这名女人的尖叫。臭男人，真不要脸，竟然偷拍我裙底！女人这一尖叫，瞬间让全场玩家都注意到了正在弯腰的陆晨。不是吧，大神这么强，怎么会偷拍女玩家？大神是不是在弯腰捡装备啊？一般网游打完怪不都会掉装备吗？对啊，我作为一个女玩家，巴不得和大神组 CP 求保护，他完全没必要去干这种猥琐的事情。这时，很多玩家都觉得这件事逻辑不通，以陆晨大神玩家的身份，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偷拍女玩家裙底这么掉分的事情。也许是为了巴结陆晨，也许是真的认为陆晨没必要偷拍猥亵女生。总之，绝大多数玩家都选择站在了陆晨这边，帮陆晨说话。陆晨隐约感觉这个女玩家声音有些熟悉，他抬起头看向这个女玩家。当陆晨看清这个女玩家的身份，他顿时眉头皱了起来。这女玩家竟然是沈雪儿的亲妹妹，名叫沈薇薇。竟然是她！陆晨顿时感觉不奇怪了。有奇葩的姐姐，就必有奇葩的妹妹。她姐姐沈雪儿放弃自己婚礼，去看望打球崴脚的男闺蜜，甚至还联合男闺蜜做出无数背叛她、恶心她，甚至害死陆晨的事情。她这个妹妹更是奇葩中的大奇葩。沈薇薇是微博上小有名气的女权博主，她时常在微博说出各种惊世骇俗的逆天言论。为什么教育我们女生不去夜店，却不教育坏人不要伤害我们？难道保护花的方式就是不让花盛开？抗日战争中阵亡的80%都是男性，那是因为男性廉价，女性就是比男性天生高贵。
因为妻子出轨，黑人染艾滋就离婚的男人真是渣，就算孩子不是他的，那也是生命啊。有没有想过染病的老婆带着孩子以后怎么生活？他在微博上疯狂为女性打抱不平，积累了近万名同为小仙女的粉丝。沈薇薇能和陆晨出生在同一新手村，完全不是巧合。创世游戏的新手村是按地区分配的，陆晨这个新手村的玩家全都是云城区附近的人，但此时只有陆晨知道这一点，其他玩家还没有意识到。沈薇薇就住在陆晨家隔壁，进入游戏后离得自然非常近。此时沈薇薇见周围玩家全都在替陆晨说话，顿时委屈地哭了起来。沈薇薇一哭，顿时让那群替陆晨说话的玩家们愣住了。美女，你哭什么呀？人家刚刚大神可能就是在捡装备，你是不是误会人家了？见大量玩家目光全都聚焦在了自己身上，沈薇薇顿时戏精附体，她眼眶通红，泪水不停在眼眶里打转，最后越哭越委屈，眼泪簌簌地顺着脸颊滑落，嘴唇发颤，呜咽道：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一个弱女生？就因为她是大神，你们都在替她说话。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这个遭遇猥亵的受害人的感受？难道强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沈薇薇的这番话让周围很多人都有些动容了。同情弱者毕竟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你确定大神真的偷拍猥亵你了吗？有人问道。沈薇薇满眼泪光，颤抖着身体抬起头，红着眼睛说道：如果我说一句假话，我爸明天就被车撞死。没有哪个女生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沈薇薇这话一出，很多不清楚事情真相的玩家都有些相信了她的话，毕竟她都拿亲生父亲的命发誓了，她总不能为了诬陷一个人，连亲生父亲的生死都不顾了吧。此刻所有玩家全都转头看向了陆晨，质问道：臭不要脸，没想到你竟然能做出这么禽兽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就算你实力再强，我们新手村也不欢迎你这样的流氓。如果你不能给一个合理解释的话，就请给人家女生道歉，然后永远滚出我们新手村。经过沈薇薇一番诬陷，让陆晨从一个众人敬仰的大神瞬间成了众人唾弃的禽兽败类，甚至要将陆晨赶出新手村。面对众夫所指，陆晨始终平静如水。可就在这时，众人背后突然响起一道端庄清熟的美妇声音：你们这帮女权真是女人中的败类，天天打着女权的名号为自己谋利，你们不是要看证据吗？我正好录了完整录像。听到美妇这么一喊，陆晨和众人纷纷转头看了过去。在陆晨击杀第一个食尸鬼时，美妇就注意到了陆晨。他进入创世游戏就是为了收集游戏素材，用于官方秘密研究，所以习惯全程开着游戏录像。美妇正好将沈薇薇诬陷陆晨事件的完整录像拿了出来，并且邀请所有人观看他全程录制的录像。录像上清晰地看到陆晨弯腰去捡技能书，沈薇薇伸手去抢，结果没抢到，惹得他恼羞成怒，诬陷陆晨猥亵自己的情景。众人看到这一幕，对沈薇薇的同情瞬间变成了厌恶。诬陷了别人，竟然还拿自己父亲发誓，这操作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大孝女啊，真是哄堂大笑。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绝对给她进死猪笼里。还没有哪个女生会拿自己的清白的开玩笑，女生们的清白就是被你们这群小仙女这样霍霍没的。以后我再也无法直视这句话了，真是令人作呕。面对众人的群体嘲讽，沈薇薇并不觉得是自己错了，而是憎恨美妇坏了她的好事。要你多管闲事，真下头！沈薇薇愤怒地扑向美妇，伸手要掐美妇的脖子。都怪你，都怪你！美妇好心替陆晨解围，却被沈薇薇强行攻击。陆晨岂能坐视不理？令人作呕的母躯，给爷死！陆晨手中迸发出一道圣光，一发治疗术狠狠砸向沈薇薇。第5章，众人震惊，陆晨的恐怖实力。治疗圣光轰击在沈薇薇身上的一瞬间，啊！沈薇薇痛苦地发出惨叫声，那治愈生命的治疗术落在她身上，却犹如极其痛楚的刑罚。她俏脸上浮现出充满怨念的恨意，死死地盯着陆晨，仿佛恨不得吃他的肉，啃他的骨。尽管沈薇薇恨意滔天，最终还是死在陆晨的治疗术下。你击杀了玩家芦苇微微，触发天赋效果，你获得30天寿命。玩家芦苇微微损失30天真实寿命。芦苇微微是张微微的游戏名。让陆晨没想到的是，击杀一只食尸鬼仅仅只获得1天寿命，击杀张微微竟然汲取了他足足30天的寿命。不过击杀了芦苇微微之后，陆晨的罪恶值增加了10点，身上已经隐隐泛起灰暗的罪恶光芒。这意味着别人能看见陆晨身上的罪恶值，身上的罪恶值越高，死亡损失的经验和掉落的装备就越多。若是身上罪恶值过高，很容易被其他玩家视作肥肉。果然，已经有不少玩家目光死死盯着陆晨，低声窃窃私语。游戏刚刚提示穆天尊是罪恶玩家，
只要击杀穆天尊，就有高概率爆出他身上的宝物，还能找村长领惩恶奖励。要不干一票大的？他虽然能秒杀一个玩家，但仗不住我们人多啊。他最多秒杀我们其中一人，咱们其余人绝对能将他乱拳打死。干一把吧，反正都是一级，怕他娘的腿！干死穆天尊！宝物和奖励咱们平分。陆晨感觉到周围玩家投来敌意的目光，重活一世，他很清楚这群玩家的目的就是击杀自己，爆出宝物和领取惩恶奖励。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击杀张薇薇并无任何过错，但在利益面前，绝大多数人都只会在乎利益而不顾对错。看着10几名纹身壮汉玩家已经将自己围了起来，陆晨内心一沉，眼神充满冷静。越是深陷危机，越要保持冷静。一发治疗术最多只能秒杀一人，但剩余10几名大汉玩家绝对会趁着治疗术冷却时间一拥而上击杀自己。治疗术的威力不够让自己解决这次危机，那么如果将治疗术进行一次合成呢？陆晨决定赌一把，这是他唯一绝境翻盘的机会。陆晨果断掏出刚刚爆出的技能书生命祝福。生命祝福释放后，给周围友军提升 10% 攻击力。果断献祭生命祝福技能，与治疗术一起丢入合成炉中。合成治疗术和生命祝福，合成需消耗30天寿命。是否确认合成？确认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高级技能治疗链。治疗链发出一道治疗链，在友军身上跳跃，能连续治疗多个友军。竟然是治疗链！陆晨眼前一亮，在别人手里，治疗链只能群体加血，但他有着杀戮牧神天赋啊！治疗链在他手里就是3倍伤害的群伤神级。陆晨还没来得及欣喜，就有一名壮汉率先一拳轰击过来，大声喊道：“老子先去卖屁股，等会记得给老子分奖励和宝物！”眼看壮汉来势汹汹，陆晨直接一脚将他踹飞出去。治疗链给他一个人太浪费了，我没有针对谁，你们这群傻大个都是垃圾！陆晨果断发起群嘲，蔑视的眼光扫视10几名蠢蠢欲动的壮汉。这群壮汉瞬间就被激怒了，操！还真让你给装上了，开局拿到点优势，让你认不清自己是老几了。野狼会的兄弟们，给我往死里揍他丫的！10几名纹身大汉顿时一拥而上，凶神恶煞地朝陆晨扑来。陆晨眼神始终平静如水，他右手一挥，一股比治疗术更加绚丽耀眼的治疗链圣光骤然喷涌而出，瞬间轰击在离陆晨最近的那名壮汉身上。啊！壮汉带着凄厉的惨叫声含恨而亡。其余壮汉见状，顿时神情凶光大盛。兄弟们，穆天尊的技能已经用掉了，技能陷入冷却，他就是没牙的老虎，干死他！分赏金，分宝物。可接下来让10几名壮汉惊骇无比的一幕发生了。治疗链秒杀掉刚刚那名壮汉后，竟然诡异无比的撞向了身旁的另一名壮汉。第二个壮汉也被瞬间秒杀。紧接着治疗链继续跳跃，第3个壮汉、第4个壮汉、第5个壮汉接连被治疗链击杀。这一幕顿时让其余壮汉们全都吓傻了，神情惊骇无比。在他们眼里，此时的陆晨简直比死神还要恐怖。他怎么变得这么强？这怎么可能？他的技能明明只能击杀一个人啊！老子就不该听信血狼那牲口的话，害得老子得罪了这么一尊大神。此刻那群存活着的大汉玩家全都咬牙切齿，悔恨无比。这个游戏的死亡惩罚极其严重，经验、属性、装备、金钱全部都会遭受严重损失。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们得罪了一尊游戏里的大神玩家。大神玩家能杀他们一次，就能杀他们无数次，杀得他们毫无游戏体验，甚至杀得他们不敢再上线这个游戏。而这全都因为那名叫血狼的壮汉心生贪念，蛊惑怂恿了他们。这一刻，所有壮汉玩家全都怨恨地看向壮汉血狼。与此同时，周围看热闹的玩家们在看向陆晨的目光变得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卧槽，游戏才刚开始就能以一敌10几，这放在三国时期绝对就是武神赵子龙一样的虎将啊！太牛逼了！大佬，小弟献上自己的派，能不能跟你混？大神，处不处 CP？ 小妹会夹子音，双腿也很会夹哦。大佬，你刚刚放的是什么技能？简直帅炸了！兄弟，我是梅老板，你带我练级，我绝对不会亏待你。大哥，求个好友喂！能跟大哥出生在同一个新手村，我都感觉万分荣幸。一时间，周围无数玩家朝着全都狂热崇拜地看着陆晨。此刻，陆晨在他们眼里就是游戏里的超级偶像，无数迷弟迷妹化身陆晨的狂热粉丝。但此时陆晨的注意力完全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冰冷地看着存活的几名壮汉身上。
治疗链的冷却时间很短，第二发治疗链冷却时间已经刷新。治疗链的光芒再度在陆晨手心涌现，望着陆晨手里的圣光，壮汉条件反射般的本能畏惧。壮汉们咬着牙走到陆晨面前，求情道：“我们都是野狼会的成员，我们老大贪狼是洛水市云城区的地下皇帝，给我们野狼会个面子，这件事咱们互不追究，以后再见面都是朋友。”这群人全都是臭名昭著的野狼会帮凶。陆晨眼神微微一眯，野狼会在他们云城区坏事做尽，拐卖孩子、抢劫斗殴、卖药开赌、买卖器官，几乎无恶不作。野狼会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据说野狼会背后有一个可怕的背景靠山。陆晨亲眼见过野狼会的会长贪狼奸淫幼女，逼良为娼。他还见过沈雪和王岩曾经和野狼帮的老大贪狼在一起喝过酒。沈雪和王岩前世敢对自己做的那么绝情，绝对有贪狼在背后暗中作祟。壮汉们见陆晨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顿时脸上松了一口气，以为陆晨被野狼帮的威名所震慑。可他们正准备转身离开，背后骤然传来陆晨冰冷的声音，吓得他们浑身一颤。一群社会败类，我说过要放你们走了吗？第6章合成装备。金色传说。陆晨的声音宛如九幽地狱的死神，彻底宣告了这群野狼会败类们的死刑。一直默不作声的血狼蓦然转头，死死盯着陆晨，声音沙哑道：“穆天尊，你不过是在游戏开局领先了我们，但我们野狼会有着你无法想象的财力和权势。你得罪我们，野狼会绝对让你在这个游戏混不下去。”野狼会这种只敢龟缩在云城区欺压本地穷苦百姓的垃圾帮派，也敢威胁自己。陆晨马上就能将游戏里的能力提取到现实。3天之内，陆晨必定让野狼会这群人渣败类从此人间蒸发。陆晨神情淡漠，仿佛神明俯视蝼蚁。威胁我，让你们贪狼老大滚来送死。他那冷漠如刀的声音让壮汉们内心凉到谷底。壮汉们对视一眼，纷纷抱起杀向陆晨。陆晨脸色傲然，大手一挥，治疗链原本是救死扶伤的奶剂，在他手里却成了死神的锁链。乳白色的治疗链每跳跃在一名壮汉身上，都必定将壮汉的肉身贯穿，血量瞬间清零。群体秒杀。这群壮汉带着满脸的愤恨和不甘，纷纷肉身炸裂而亡。在众多玩家围观下，陆晨凭一己之力震杀10几名野狼会壮汉，自己却毫发无伤，彻底征服了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所有玩家。此刻，无数玩家全都崇拜无比地看向陆晨，内心更是久久无法平静。天哪，这群壮汉玩家竟然是野狼会的败类们！穆天尊大神真是干得漂亮！我就是云城本地人，这群野狼会渣子到处敲诈勒索，逼着我们交保护费。穆天尊大佬，你真是替我们云城本地人出了一口恶气啊！卧槽，这要求！我也是云城市民啊！穆天尊大佬以后就是我的偶像，更是我们云城区的英雄啊！我也是云城人，我也是+1，我也是+10086。天哪，穆天尊大佬该不会也是我们云城人吧？随着越来越多人承认自己是云城人，他们越发肯定穆天尊大佬极有可能也是云城本地人。所有人内心全都充满了激动。穆天尊大佬不仅和他们同一新手村，更和他们住在同一城市啊！甚至有些女玩家内心幻想着能不能和穆天尊大神发生些什么。突然有人发现陆晨已经消失不见。咦，穆天尊大佬呢？与此同时，一道游戏提示在陆晨耳边响起：你刚刚击杀了独狼、剑狼、雷狼等12名玩家，触发天赋效果，你获得360天寿命。12名死亡玩家集体损失30天真实寿命，360天寿命到账。但那群壮汉们还没碰到陆晨，就被陆晨集体秒杀，因此陆晨被判定为主动杀人，并且是连续杀了13人。他的罪恶值越积越高。陆晨身上聚集着一股阴森可怖的黑气，让人一眼望去便知陆晨杀人无数，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狂魔。但陆晨毫不在乎，身上的高罪恶值虽然会引来一些高手为了装备和奖励刺杀自己，但恰好也能触发到一些奖励丰厚的隐藏任务。前世有个隐藏任务，奖励是超级隐藏职业转职书，这个任务只有高罪恶值的人才能触发。现在就去做。陆晨眼神涌动起一抹期待之色，他快步来到后街大院，找到村长。村长是个拄着拐杖的枯瘦老头，见到陆晨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黑气，顿时瞳孔一缩，脸上露出一抹冰冷的敌意。你这十恶不赦的杀人魔，也敢来我这里？大黄、旺财、小黑，给我拿下此人！村长一声令下，3头浑身肥膘的恶犬从狗笼里冲了出来。这3只恶犬全都是3级精英怪物，比新手广场上的1级食尸鬼要强大得多。看着3头恶犬朝自己扑来，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天冷了，吃顿狗肉火锅正好能补补身体。
他手中的治疗链瞬间迸发而出，治疗链的高额伤害连续轰击在每一头恶犬的身上。3头恶犬被治疗链击中，血量瞬间暴跌，使得3头恶犬全都进入血怒状态，凶厉无比的朝着陆晨扑杀而至。陆晨一点不慌，转身就跑。3头恶犬疯狂猛追，陆晨等到治疗链冷却恢复后，又是一发治疗链砸了过去。3头恶犬集体暴毙，3命呜呼！你获得90点经验值，你获得30天寿命。丰厚的经验值涌入体内，陆晨经验值一路暴涨。恭喜，你升到了2级！恭喜，你升到了3级！这升级速度可比在广场上杀食尸鬼太多了，真不赖。每升1级能获得5点属性点，可自由分配在力量、智力、敏捷、耐力、体质上。陆晨没有丝毫犹豫，将10点属性点全部梭哈，点在智力上。智力越高，法伤和奶量才会越高，治疗链伤害也会相应提升。咦，竟然还爆装备了！陆晨突然注意到恶犬尸体下爆出一个闪光的武器——打狗棒，品质普通级，攻击力加10，附加效果对狗和狼类怪物额外附加 35% 伤害。这棒槌不错，可惜我是个牧师，总不能拿棒子敲狗吧。不过村长的看门狗属于特殊怪物，宝物爆率极高，这条狗都爆装备了，另外2头狗不会不爆吧？陆晨走到第2条恶犬尸体身旁，翻找宝物。果然，一个项链被陆晨找了出来。狗牙项链，品质普通级，攻击力加5，攻击速度正 10%。干，又是一件我用不上的物理装备。陆晨有些无奈，他已经准备往暴力牧师方向发展了，总不能让他一个牧师拎着打狗棒去杀怪吧？既然2件装备都没什么用，那不如就废物利用一下，进行合成，说不定2件废物装备也能合出1件宝物出来呢。陆晨没有犹豫，直接将打狗棒和狼牙项链丢入龙神传承的合成器内。合成打狗棒和狼牙项链，合成需消耗100天寿命，是否确认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392天，合成将会优先扣除额外寿命，当额外寿命耗尽时，则会扣除自身寿命。确认合成。陆晨声音刚刚落下，便有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从合成器内迸发出来。陆晨顿时瞳孔一缩，惊住了。卧槽！金色传说竟然出金了！第7章，跪下道歉，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金色高级装备狼骨权杖。狼骨权杖，品质高级，金色，法术伤害加50，治疗效果加100，附加效果对狗和狼类怪物额外附加 50% 伤害。金色装备附加效果，击杀狗和狼类怪物宝物爆率提升 300%。不仅合成出了稀有武器，并且还有金色附加效果。最关键的是，这还是一件牧师极品武器。陆晨眼神有些惊喜，1000件同级别装备里，才有可能出现一件同级别金装。金装附加的特殊效果往往极其恐怖，比如这件狼骨权杖不仅能对狼犬类怪物额外多造成 50% 伤害，甚至还将狼犬类怪物的宝物爆率提升到了恐怖的 400%。这意味着任何狼犬类副本都将成为陆晨的刷宝福地。恰好新手村外就有一片狼人森林，里面驻守的嗜血狼人 BOSS 一定还没被人手杀过。BOSS 手杀本就爆率极其之高，再加上狼祭祀权杖的 300% 爆率提升，大概率能爆出无比珍贵的超级品宝物。领完隐藏任务，立刻就动身前往狼人森林。紧接着，陆晨又从第3具狗尸身上搜到一本技能书，召唤地狱犬，召唤出一只地狱恶犬为你作战，品阶为5级精英怪物。我一个光明牧师，你让我再召唤地狱犬？陆晨觉得有些怪异，自己这个牧师一身高罪恶值，手里拎着狼骨权杖，还能召唤出邪恶阵营的地狱犬。他说自己是牧师，谁信啊？陆晨将召唤地狱犬技能领悟学习，然后扛着3具狗尸来到了村长院里。老登，有没有兴趣支个锅，搓一顿狗肉火锅？陆晨似笑非笑地看着村长，村长眼神惊骇，嘴皮子都在哆嗦。你这杀千刀的，你把我的3条狗都给杀了，你到底想干什么？陆晨耸了耸肩道，我只是想找你领隐藏任务，你非要放狗咬我，我这只是正当防卫。村长咬牙切齿道，你要隐藏任务是吧？我给你个最难的，你要是死在，那可不关我的事。一道游戏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村长向你发布唯一隐藏任务，以恶制恶。狼人森林的嗜血狼人经常猎杀无辜村民，村长想请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去击杀恶狼 BOSS。 如果你被嗜血狼人击杀，你将等级掉落为1级，如果你击杀了嗜血狼人，你将获得超级隐藏职业。我接受。陆晨很清楚老村长的目的，他恐怕是希望自己死在嗜血狼人 BOSS 手里。不过很可惜，
嗜血狼人 BOSS 虽然强到变态，但陆晨非常清楚嗜血狼人的致命弱点，这个超级隐藏职业他要定了。陆晨穿过人流涌动的新手村，前往狼人森林。路过新手广场时，发现玩家们已经开始联手对抗成群的食尸鬼了，甚至很多有丰富游戏经验的玩家已经开始去村外刷怪了。陆晨正准备走出新手村时，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背后贼溜溜地盯着自己，被跟踪了。陆晨悄无声息地召唤出地狱犬，然后拐进一个死胡同里。果然，一个 ID 名叫微微小跟班的玩家跟了进来。咦，人呢？微微小跟班跟着陆晨进了胡同小路，但左顾右盼也没找到陆晨的声音。突然，一只手拍在微微小跟班的肩膀上，问道：“你是在找我吧？”微微小跟班转头一看，竟然是陆晨正站在他背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微微小跟班眼神闪过一抹厉色，拔出一把短笔，直接捅向陆晨。沈微微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你让她没脸在这个新手村待下去，我要杀了你！还没等微微小跟班声音落下，地狱犬早已从墙上扑了下来，一口咬碎微微小跟班的脑袋。呸！暖男排狗后面，陆晨属实没想到，沈微微这样的女权竟然也有男的舔她。你刚刚击杀了玩家微微小跟班，触发天赋效果，你获得50天寿命。玩家微微小跟班损失50天真实寿命。咦，这次击杀玩家获得的寿命竟然从30天提升到了50天，难道是因为自己等级提升了的缘故？看来极有可能是自己等级越高，击杀几许玩家的寿命就越高。不过微微的小跟班死后，竟然爆出了一本技能书：圣光祝福，释放光明祝福之力，提升友军的攻击力和防御力。竟然是牧师技能，陆晨眼神一喜，这个技能正好用来合成。陆晨目前有2个技能，治疗链和召唤地狱犬。治疗链是陆晨的主力输出技能，召唤地狱犬这个技能作用就比较一般了，毕竟只能召唤出一只5级精英怪物。陆晨决定牺牲掉召唤地狱犬技能，将召唤地狱犬和圣光祝福进行合成。合成技能召唤地狱犬和圣光祝福需消耗200天寿命，是否确认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342天，确认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稀有技能召唤裁决天使。召唤裁决天使，召唤出一只幼年裁决天使为你作战，品阶为7级领主怪物。出稀有技能了，稀有技能比高级技能要珍贵得多。陆晨随手将裁决天使召唤出来，一只身披白色双翼的幼年裁决天使出现在陆晨面前。幼年代表着这只裁决天使有巨大的提升潜力，这只裁决天使的属性面板更是比先前的地狱犬强悍得多。有了这只裁决天使帮忙，击败嗜血狼人 BOSS 就容易多了。陆晨感到很满意，他正准备离开胡同，前往狼人森林。可就在这时，一群来者不善的玩家突然围了过来，将胡同死死堵住了。为首的竟然是沈微微。沈微微这次为了报仇，特意找来了一群实力不俗的打手。这群打手最强的一人已经率先升到了2级。沈微微满脸戾气地盯着陆晨，冷声厉道：“穆天尊，你害我颜面扫地，还想走？简直做梦！跪下，给我道歉！”第8章，天哪！爆出沈微微的黑丝了。沈微微一脸嘲弄地看着陆晨，在他看来，陆晨虽然实力不弱，但今天也得跪下给他道歉。他请来的可是一群邻村的高手玩家，在本村玩家还被食尸鬼追得抱头鼠窜时，邻村这群高手玩家已经能带队击杀食尸鬼，在游戏开服不到3个小时就已经率先升到了2级。沈微微始终认为自己村的男玩家就是不如邻村的男玩家厉害，陆晨就算在本村算是强者，也没见他升到2级。面对外村2级高手带领的一群强者，陆晨这样的假高手绝对一碰就碎。沈微微见陆晨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冷哼一声：“真是土里土气的本地男啊，这点阵仗就把吓得不敢说话了。你现在立马向全村发起公告，告诉所有人是你用了隐秘的手段偷拍本小姐，还找人录了假视频诬陷本小姐，目的就是想毁本小姐清白。现在立刻按本小姐的吩咐去做，否则我就将你杀到0级，让你永远玩不了这个游戏。”沈微微颐指气使的恶心模样，和她姐沈雪不能说很像，简直是一模一样。陆晨脸上露出一抹冷漠的笑容：“是吗？那你试试看。”他那淡漠到骨子里的态度，已经完全是将沈微微和这群打手视为渺小的蝼蚁，而他陆晨则是那俯视蝼蚁的神明。呵，狂妄自大！好哥哥们，给穆天尊杀到心服口服为止，让他主动跪着给我唱征服！沈微微一声娇喝，那群邻村的打手全都露出残忍的笑容，朝着陆晨扑杀过来。小子，你什么实力啊？还让你装起来了。此刻，成群的打手朝着胡同里的陆晨涌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打手们，
陆晨双手负立于身后，神情更是平静到了极点。一名打手率先冲到陆晨身旁，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的笑容。可还没等他的斧子触碰到陆晨，一旁的裁决天使便已经出手了。永恒燃烧的羽翼，带我脱离凡间的沉沦。裁决天使手中的利刃突然迸发出极致炎热的火光，那洗礼罪恶的烈焰狠狠斩击在这名打手的身上。仅仅是烈焰触碰到打手的一瞬间，这名打手便瞬间被恐怖的烈焰燃为灰烬，瞬间秒杀。这一幕让众多打手全都瞳孔一缩，内心有些震撼。但沈微微却发出尖锐的催促声：“他不过就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谁要是怕了，今晚不准进我房间。”沈微微这句话充满了威胁的意味。很显然，他之所以能请得动这群打手替他出头，也是付出了一些出卖清白的代价。这群打手顿时精神一振，瞬间变得勇猛起来，朝陆晨蜂拥般再度杀来。但陆晨眼神淡漠无比，平静地站在原地。以7级审判天使的恐怖实力，足以轻松横扫新手村附近绝大多数的 BOSS， 又岂是这群1、2级的萌新玩家所能匹敌的？完全就是降维打击式的绝对碾压。见证至高的烈火吧！裁决天使高举利刃，无边恐怖的烈焰从他周身蔓延开来。哗！一时间，整片区域陷入一片火海。沈微微和众打手们全都被烈焰焚烧到无处可逃，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啊！该死的穆天尊！你等着，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沈微微满脸都是尖酸刻薄和愤怒，最终含恨倒在了血泊之中。那群打手玩家更是满脸惊骇，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之色。你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强？大家都是才进入游戏不久，你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强？你是不是开挂了？你肯定作弊了，我要举报你！陆晨根本没有理他，冷漠地看着这群打手在裁决天使的烈焰火海中化为灰烬。你刚刚击杀了玩家沈微微，也傲奈我何，龙傲天下等20名玩家触发天赋效果，你获得1000天寿命，20名死亡玩家集体损失50天真实寿命。刚刚这波击杀足足给陆晨提供了将近3年的寿命。陆晨毫不客气地将这一大波寿命全部收入囊中。这群打手玩家绝大多数都穷得都比脸干净，死了什么都报不出来。不过沈微微和那名2级打手玩家倒是出货了。沈微微爆出了一件黑丝长袜，黑丝长袜，品质普通级，佩戴要求女性才能穿戴，装备效果狂暴时刻，女性玩家穿上黑丝长袜时，身边所有男性玩家每秒提升 2.5% 攻速，最高可提升 25% 攻速。陆晨顿时有些惊住了，干！竟然连这么离谱的装备都能设计出来，穿上能给身边男玩家加攻速，设计师真是天秀啊！这件装备只有女性才能穿戴，但不影响陆晨进行合成熔炼。紧接着，陆晨又看向了那名2级打手爆出的东西，这是一本技能书，法术飞弹。法术飞弹达到3级可学习，召唤出一发能量球砸向敌人，冷却时间3秒。这是一本法式技能书，那名2级玩家还没升到3级，所以学不了这个技能，却被陆晨击杀后爆了出来。前期这种高伤害法系技能价值极其昂贵，等那名2级玩家复活后，发现自己技能书被爆了，绝对肠子都要悔青了。陆晨决定走牧师路线，法式技能他不需要，果断将黑丝长袜和法术飞弹丢入龙神传承的合成器内。他想试试不同种类的2样东西能否进行合成。合成装备黑丝长袜和技能书法术飞弹，合成需消耗2年寿命，是否确认合成？竟然还真能跨物种合成！陆晨微微一惊，果断选择合成。确认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便有一道炽盛耀眼的乳白色光芒从合成器内迸发出来。第9章，风华绝代的女剑仙，合成成功！恭喜你获得了超稀有技能救赎之剑。救赎之剑向队友发射一枚蕴含圣光力量的箭矢，治疗队友100点生命值，冷却时间 0.5 秒。这个技能冷却时间竟然只有 0.5 秒。陆晨眼神有些惊喜，他目前正好缺一个持续输出技能，这个技能来的真是太是时候了。救赎之剑能治疗队友100生命值，在杀戮牧神的天赋加持下，那就能造成足足300点伤害啊！最关键的是，此技能冷却时间非常短。陆晨看到自己的 SSSSS 级天赋杀戮牧神技能图标突然闪动了一下。杀戮牧神，你的所有治疗技能都能对敌人造成3倍、4倍治疗效果的伤害，该效果随等级逐步提升至100倍、10000倍乃至1万倍。杀戮牧神的治疗效果竟然从3倍变成了4倍，那就是说救赎之剑至少能造成400点伤害，在装备属性的加持下，实际伤害其实还会更高。这也太变态了，真不愧是 SSSSS 级天赋的威力，就算是10级后完成转职的法师，
伤害都远远不如自己啊！要知道，陆晨现在才仅仅只有3级而已。之前我还有些担心我能不能打得过嗜血狼人 BOSS， 但现在我已经有绝对的把握，能击杀掉嗜血狼人。陆晨眼神闪过一抹期待之色，只要击杀掉嗜血狼人 BOSS， 他就能转职成牧师系的超级隐藏职业了。陆晨快步朝着狼人森林进发，路过新手村外围，已经有很多新人玩家在这里奋力地击杀着石甲虫。这些石甲虫不仅防高血厚，并且击杀之后给的经验值还少得可怜。唯一的好处在于石甲虫攻击力非常低，新人玩家组队击杀石甲虫虽然升级效率非常慢，但胜在十分安全，是新人刷怪升级的稳妥选择。但陆晨肯定看不上这些经验少到可怜的石甲虫，他快步穿过石甲虫沼泽，来到了人烟稀少的狼人森林。阴森的森林里，浓郁的血腥味和狼人身上的骚臭味融合在一起，让陆晨感觉有些反胃。陆晨刚刚踏入狼人森林，便隐隐感受到一股阴冷的杀意。他环顾周围，却没有发现狼人的踪迹。不对，陆晨突然感觉头顶一凉，看见2头眼神凶厉的灰色狼人从树上朝自己狠狠扑来。他赶紧一个懒驴打滚，以最快速度逃离了狼人的扑杀范围，这才堪堪躲过2头狼人的联手扑杀。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敢来你狼爷爷地盘上撒野！狼人发出狰狞的吼叫，刚刚落地又迅速朝陆晨撕咬过来，根本不给陆晨任何喘息和反应的时间。陆晨也不废话，抬手就是一记救赎之剑爆射过去。咻！泛着金色圣光的救赎之剑狠狠洞穿狼人的头颅。-456，一道飘红的伤害从狼人身上泛起。这头狼人带着满脸的惊骇和不甘，最终头颅炸裂，一命呜呼。狼人智商比普通怪物要高。另一头狼人见陆晨实力如此恐怖，转身就要飞奔逃离。很显然，他是要给嗜血狼人 BOSS 通风报信，但陆晨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又是一发救赎之剑爆射而出，咻！-457，救赎之剑狠狠钉进了狼人的咽喉上，嫣红腥臭的狼血如涌泉般从狼人脖梗处喷出。呜！狼人惨叫的声音还未落下，健壮的身体便已经轰然倒地。你获得100点经验值，你获得40天寿命。狼人是5级怪物，提供的经验值相当丰厚，仅仅2头狼人便给陆晨提供了足足100点经验值。100点经验值灌入体内，让他的经验槽瞬间爆满。恭喜，你升到了4级，升级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智力上，让陆晨的技能伤害又提高了一丝。突然之间，远处一道愤怒的女人声音传入陆晨耳中：贪狼，说好的杀掉嗜血狼人 BOSS 之后平分奖励，你竟然出尔反尔！远处的贪狼发出阴恻恻的笑声：BOSS 手杀的奖励一定是最丰厚的，我凭什么和你平分？9月双华，我喊你来合作，就是想让你当炮灰的。我贪狼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不过你的姿色我很喜欢，如果你愿意让我爽一晚的话，我不仅不会杀你，还会分你一些奖励，怎么样？嘿嘿嘿！陆晨定睛望去，果然是贪狼本人。贪狼正带着一群野狼会的玩家，将那个名叫9月双华的女玩家围了起来。9月双华很显然是个超级女高手，不然也不可能有资格和贪狼联手围杀嗜血狼人 BOSS。只可惜他不了解贪狼的为人，他费尽千辛万苦和贪狼联手将嗜血狼人 BOSS 杀到残血时，却遭到了贪狼的背叛偷袭。此刻的他已经奄奄一息，濒临死亡。提起9月双华这个名字，陆晨油然生出一股敬意。她是前世全球前10强者中唯一的女性玩家，据说更是极为罕见的 SS 级天赋拥有者。身为女人，职业却是九剑仙，不仅一手剑术强到诡异无比，容貌更是清冷脱俗，犹如画卷里走出的仙子般风华绝代。当怪物兽潮入侵现实时，龙国边关危在旦夕。9月双华一人一剑镇守天渊，连80万国防军都挡不住的兽潮，他却敢凭肉身去硬抗。他选择献祭自己的灵魂，施展出了九剑仙的禁忌剑术死亡莲华。最终，他与100万怪物兽潮同归于尽，付出生命代价，帮龙国度过了一次绝境浩劫。换作是我，真不一定有他那么大的魄力，那么强烈的爱国信念。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但至少，像他这样甘愿为国赴死的巾帼英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贪狼手里，更不能看着他被贪狼羞辱。陆晨抬手将9月双华切换成友军模式，一发蕴含着强大治愈之力的救赎之剑朝着奄奄一息的9月双华射去。第10章，陆晨出手，女剑仙震惊。与此同时，贪狼提着一把沾满鲜血的铁刃，一脸狞笑的朝着9月双华步步逼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让我爽一晚，我就不杀你，否则我就将你杀到0级为止。9月双华眼神冰冷，看向贪狼的目光充满厌恶之色。
做梦，长得像猪头肉一样，想的倒是挺美。老娘就是用水泥奉上，也不可能便宜给你。九月双华这番话，无疑是深深刺痛了贪狼的心。从小到大，最让贪狼自卑的就是自己那张丑陋的胖脸。自从他势力强大之后，但凡敢说他胖或者丑的人，全都被他以最残忍的方式折磨而死。看着九月双华临死之前还要嘲讽自己，贪狼彻底怒了。臭娘们，你在找死！贪狼挥动血刃，狠狠朝着九月双华斩去。他要将九月双华碎尸万段，才能解心头之恨。九月双华眼睁睁看着贪狼的血刃斩向自己，处于濒死状态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泛着璀璨圣芒的救赎之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入了九月双华的体内。哗！骤然之间，九月双华血量直接被拉上来一大截，从濒死状态恢复过来后，瞬间便恢复了作战能力。叮！玩家穆天尊向你使用了救赎之剑，你恢复了178点生命值。竟然有人出手救我！九月双华娇躯一震，身为高手的他瞬间便恢复了战斗意识。他身体猛然翻滚，堪堪躲过了贪狼致命的一刀。贪狼脸上更是露出一抹震怒之色，神情狰狞地盯着陆晨。敢帮九月双华，就是在和我野狼会作对。臭小子，你在找死！一起上，先弄死这个该死的臭小子！贪狼大手一挥，野狼会几十人全都一冲而上，朝着陆晨杀了过来。所有野狼会玩家都去围攻陆晨了，九月双华这边暂时安全了。九月双华完全可以趁这个时间全身而退，但他压根没有这么想过。穆天尊在他绝境之时救他一命，他宁愿自己死在这里，也绝不愿连累到好心帮他的穆天尊。九月双华纵身一跃，出手便是一记拔剑斩，炫白色的剑气如匹练般朝四面八方扩散而出，瞬间便将几十名野狼会玩家全部掀飞出去。可惜他装备太差，拔剑斩虽然击倒了野狼会众人，但野狼会众人很快便爬了起来，再次朝陆晨杀来。九月双华那鲜美的身影毅然挡在陆晨面前。弟弟，你先走，这是姐姐的个人恩怨，不能将你卷入其中。记住姐姐的名字，九月双华，以后姐姐必定回报你的恩情。九月双华现实中曾是龙国剑术冠军，为国争光，拿过奥运金牌。虽然他刚刚进入这个游戏，但也能将现实中的剑术技巧无比娴熟地施展出来。他一人一剑在人群中狂舞，破烂的铁剑在他手中如艺术般绽放。九月双华用极致的剑术躲开了一次又一次敌人的致命攻击。他很尽力，但他手中的破烂铁剑却不争气。铁剑在一次又一次攻击中，耐久度最终清零，最终断成两截。一个失去剑的剑术大师，无异于没牙的老虎。野狼会众人一脸狞笑的疯狂攻杀九月双华，眼看九月双华已经奄奄一息，贪狼更是嘲讽的看着陆晨：“小子，你不是要救人吗？来啊！今天你能把他救了，我喊你亲爹。”陆晨耸了耸肩，他一直没出手，就是想看看九月双华的实力到底如何。看来九月双华实力比陆晨想象中还要强，只是武器差了点意思。陆晨更清楚的是，自从在新手村杀了野狼会的10几名玩家，以贪狼睚眦必报的性格，也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等他杀了九月双华之后，很快就轮到自己了。但陆晨不可能给贪狼这个机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更何况九月双华还是个值得被尊重的女人，值得结交。陆晨耸了耸肩，走了出来。狗犊子净想美事，我可不想当你爹，更没你这便宜儿子。他抬手就是一道治疗链，狠狠轰击在贪狼的身上。贪狼的血量瞬间见底。虽然贪狼堪堪扛住了这一击，但其他野狼会玩家可没他这么好的装备。治疗链不断撞击在一名又一名野狼会玩家身上，被治疗链击中的其他野狼会玩家全都被瞬间秒杀，一击毙命。这一幕让贪狼瞳孔一缩，脸上露出浓烈的惊骇之色。你是穆天尊？是你在新手村连杀我们野狼会10几人？贪狼瞬间想起了12名野狼会帮众哭爹喊娘的找他，求他出手报仇的情景。穆天尊屡次坏他好事，他瞬间对穆天尊恨得咬牙切齿。九月双华绝美的眸子里更是亮起一抹震惊之色。小弟弟，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这么强，来和姐姐组队。九月双华向你发起组队邀请，是否接受？九月双华先遭受野狼会的攻击，和他组队之后，陆晨杀人就不会再长罪恶值了，果断接受。陆晨又是一发救赎之剑射进了九月双华的体内，瞬间将九月双华血量直接灌满，满到都快溢出来那种。九月双华随手捡起一根树枝，以树枝为剑，杀入野狼会人群。陆晨则站在远处，一道道救赎之剑如加特林机枪般
疯狂爆射而出。咻咻咻咻咻，负498，负497，负499，每一发救赎之箭都必定带走野狼会一名玩家的性命。陆晨以每秒2发的速度，短短20秒中间便将野狼会众人全部秒杀殆尽。你刚刚击杀了玩家沈微微、野奥奈我和龙傲天下等30名玩家，触发天赋效果，你获得1500天寿命，30名死亡玩家集体损失50天真实寿命。转瞬之间，陆晨便将野狼会众人全部清场。九月双华一脸惊愕地看着陆晨，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陆晨却丝毫没有在意九月双华那无比惊异的目光，他径直朝着贪狼的尸体走去。野狼会所有财富全部都集中在贪狼身上，贪狼一定富得流油，野狼会的一切财富都得跟他姓陆，陆晨全都要。第11章，女剑仙骇然，陆晨到底是何方神圣？陆晨走到贪狼尸体旁，将贪狼掉落在地上的宝物全部捡起。叮，你捡起了夜幕长袍。叮，你捡起了技能书背刺刺客技能。叮，你捡起了技能书嘲讽战士技能。刚进游戏的玩家基本全都穷得可怜，贪狼能有这些家底，全都是他带着小弟从别的玩家手里威逼强抢来的。不过这次倒是便宜了陆晨。陆晨将目光落在刚刚爆出的夜幕长袍上。夜幕长袍，品质高级，物理防御加80，法术防御加100，附加效果，当你静止不动时将自动进入隐身状态。这个隐身效果在很多时候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奇效。目前就爆出了这一件装备，陆晨暂时还无法进行合成。陆晨决定先穿在身上，等爆出其他装备后再和这件装备合成一下，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随后陆晨将目光落在了背刺和嘲讽这2本技能书上。这2本技能书的效果都很好理解，背刺是用匕首攻击敌人后背时伤害提升 50%， 嘲讽是强制周围的怪物或玩家攻击自己。这2个技能对陆晨来说都很鸡肋，将这2个技能进行技能合成，回炉重造一番是他们最好的归宿。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2本技能书背刺和嘲讽丢入龙神传承的合成器内。合成技能书背刺和技能书嘲讽，合成需消耗3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便有一道炽盛耀眼的乳白色光芒从合成器内迸发出来。合成成功，恭喜你获得了超稀有技能光之囚笼。光之囚笼召唤出一道巨大的光之牢笼，将目标范围内的敌人囚禁进去。如果选择囚禁队友，那么牢笼内的队友将每秒恢复150加 0.3 治疗强度的血量，牢笼持续3秒。牧师的控制技能竟然也能给队友回血。陆晨眼神微微有些惊喜，他可是有着 SSSSS 级杀戮牧神天赋，能对敌人造成4倍治疗量的伤害。这个技能每秒恢复队友150加血量，就意味着在陆晨手里能每秒对敌人造成600加的光属性伤害啊，并且还有额外的治疗强度加成，实际伤害比面板显示的伤害数字要更高。可骤然之间，一道冷冽的寒风袭向陆晨身后，他感觉背后一阵发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陆晨下意识转头看去，那头遭受重创的嗜血狼人 BOSS 伤势竟然已经完全恢复，眼神猩红暴戾，挥动尖爪朝陆晨撕裂而来。小弟弟，你快撤！九月双华惊呼一声，娇躯毅然挡在陆晨身前，强行顶住了嗜血狼人这突然偷袭的一击。但九月双华自己也不好受，强行硬抗嗜血狼人这一击，让他的血量瞬间跌落一大半，就连他的衣服也被撕裂开来，露出大片的雪白肌肤。尽管九月双华伤势不轻，但他俏脸上却无半分畏惧之色，拎起木剑朝着嗜血狼人 BOSS 再度斩去，突出一个字：够勇。一时间，九月双华凭借高超的剑术造诣和灵巧胜伐，竟然能与嗜血狼人 BOSS 打得有来有回。他的伤害虽然很刮痧，但胜在刮得够快，1秒5刮。按他这么消耗下去，最多只需要3天3夜就能将嗜血狼人给强行刮痧刮死。该死的母跳蚤，我要将你撕碎！嗜血狼人 BOSS 怒吼一声，浑身毛发骤然变得赤红无比，浑身气势暴涨，就连体型都变大了许多。嗜血狼人过度愤怒，进入了狂暴状态，攻击力、攻速、血量、防御、生命恢复速度全都属性翻倍。狂暴状态的嗜血狼人一巴掌便将九月双华拍飞出去，旋即狂暴嗜血狼人就要扑到九月双华身上，给他最后致命一击。陆晨耸了耸肩，该他出手了。他之前一直没出手，就是为了等嗜血狼人蜕变成狂暴嗜血狼人。如果击杀的是狂暴嗜血狼人，说不定能从村长那里得到隐藏转职任务的额外奖励。陆晨大手一挥，
光之囚笼骤然发动，一道道金色圣光编制成一座坚不可摧的牢笼，将狂暴嗜血狼人强行囚禁其中。牢笼之中有金色光线不断穿梭，这些原本用于恢复友军血量的圣光，在杀戮牧神天赋加持下，变成了4倍伤害，不断轰击在狂暴嗜血狼人的身上。负697，负696，负698，狂暴嗜血狼人疯狂撞击着圣光牢笼，直到他撞得头破血流，也无法损伤牢笼丝毫，只能绝望地抵抗着圣光贯穿狼躯的极致痛楚刑罚。陆晨随手补上2发救赎之剑，便彻底终结了狂暴嗜血狼人充满罪恶的一生。一旁的九月双华亲眼目睹这一幕，彻底惊呆了，俏脸上尽是难以置信之色。在狂暴嗜血狼人面前，他连一招都扛不住，但陆晨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轻轻松松将狂暴嗜血狼人秒杀了。我不仅是全国剑术冠军，更是获得了剑道隐藏职业啊！我都这么强了，在他面前差距竟然如此之大，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九月双华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挫败感，那种拼尽所有努力和运气，却仍旧比不上陆晨的挫败感。叮！你击杀了8级领主 BOSS 狂暴嗜血狼人，获得500点经验值，你获得3年寿命。狂暴嗜血狼人 BOSS 提供的经验值极为丰厚，陆晨经验值不断暴涨。恭喜你升到了4级，恭喜你升到了5级，恭喜你升到了6级，让陆晨的等级从原本的3级连升3级，直接提升到了6级。这时陆晨突然注意到狂暴嗜血狼人的尸体下竟然还爆出了一堆金光灿灿的宝物，出货了！陆晨顿时目光一亮，内心大喜。第12章游戏实力提取到现实。陆晨快步走到狂暴嗜血狼人尸体旁，将他掉落的宝物全部捡起。叮！你捡起了狂战士转职卷轴。叮！你捡起了稀有装备苍狼绑腿。叮！你捡起了150枚铜币，竟然爆出了一件转职卷轴。狂战士转职卷轴，职业评级5星，转职要求10级。描述：比普通战士职业实力更加强大，但战斗状态下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理智，请谨慎选择。在前世，能转职成5星级别的职业，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 95% 以上的玩家。但陆晨对战士职业不感兴趣，有杀戮牧神这个逆天天赋在，牧师职业才是他的归宿。转职卷轴和转职卷轴进行合成，说不定能合成更强大的转职卷轴。陆晨内心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将即将完成隐藏任务获得的隐藏职业卷轴和这个职业卷轴合成一番，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得等拿到隐藏转职任务奖励才行。紧接着，陆晨将目光落在狂暴嗜血狼人爆出的装备上。苍狼绑腿，稀有，物理防御加120，攻击速度正 25%， 佩戴要求5级，附加效果：战斗状态下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提升 15%。这是一件偏战士属性的装备，对陆晨用处不大，正好可以用来合成。陆晨果断将夜幕长袍和苍狼绑腿一起放入合成器中。合成技能夜幕长袍和苍狼绑腿需消耗1年寿命，是否确认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682天，确认合成。陆晨果断回应道：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装备暗夜收割者法袍，超稀有。暗夜收割者法袍，超稀有，物理防御加180，法术防御加200，佩戴要求5级，附加效果：暗夜收割开启后进入隐身状态，当你出手攻击时将会解除隐身状态，在隐身刚解除3秒内，你的伤害额外提升 30%。 陆晨目光顿时亮了起来，这件装备简直就是夜幕长袍的升级版。隐身状态可以随意移动，并且出手攻击时还有额外伤害加成。如果穿着暗夜收割者法袍在现实中刺杀别人，绝对没有任何人能防得住。陆晨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将暗夜收割者法袍穿在身上。装备技能悄悄启动，他的身体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九月双华见到这一幕，眼神顿时有些震惊。隐身不是转职成刺客才有的技能吗？你竟然掌握了隐身技能？陆晨没有回应他的话，只是淡淡说了句有缘再见。下一刻，陆晨便带着狂暴嗜血狼人的尸体离开了狼人森林。隐藏转职任务已经完成，陆晨直奔朝着老村长的位置而去。5分钟后，陆晨出现在了老村长的身旁，拍着老村长的肩膀，亲切问候道：老邓，你的任务我完成了，该给我发放隐藏转职奖励了。陆晨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老村长直接一个踉跄，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老村长瞪了一眼刚解除隐身的陆晨，没好气说道：臭小子，你光明正大的来找我不好吗？非得估一下我，我这把老骨头差点被你吓散架。把你的任务完成凭证拿出来，我才能给你结算奖励。
陆晨直接将狂暴嗜血狼人躯体扔到老村长面前，老村长脸上露出一抹不可思议之色，惊呼道：“普通的嗜血狼人应该是青色毛皮才对，你猎杀的这头嗜血狼人毛皮怎么是血红色的？好强的一股狂暴气息！天哪，你击杀的竟然是一头发生过变异进化的狂暴嗜血狼人！尊敬的勇士，你是怎么做到的？”老村长认出狂暴嗜血狼人的那一刻，就连称呼陆晨的语气都变了，瞬间从臭小子变成了尊敬的勇士。他活了近100岁，狂暴嗜血狼人的实力有多么恐怖，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尊敬的勇士，不管你是怎么做到的，你都为村子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除了承诺你的奖励之外，我还要给予你额外的奖励。叮，你完成了村长的隐藏任务，以恶制恶。你获得隐藏任务奖励，隐藏职业卷轴。你获得额外任务奖励，能力提取药水。星之牧师转职卷轴，职业评级7星，转职要求10级。描述：转职成为掌握星之力量的神秘牧师，你将获得星之牧师专属技能和神通，能转职成7星职业，已经足以超越 98% 以上的玩家了。但陆晨决定继续赌一把，将狂战士转职卷轴和星之牧师转职卷轴进行合成。合成技能狂战士转职卷轴和星之牧师转职卷轴需消耗2年寿命，是否确认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317天。确认合成。陆晨果断回应道：“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转职卷轴——月神祭祀。月神祭祀转职卷轴，牧师系，职业评级9星，转职要求10级。描述：转职成为掌握皓月神力的强大祭祀，你将获得月神祭祀专属技能和神通，全球唯一隐藏职业。5星转职卷轴和7星转职卷轴竟然合成出了9星转职卷轴。”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他原本以为合成出一个8星转职卷轴就已经很不错了，9星已经是职业转职的最高级别极限了。转职成为9星职业，意味着陆晨在转职的那一刻就已经领先了全球所有玩家。想到这里，陆晨目光不由变得炽热起来。只要达到10级，他就能立即转职成全球唯一隐藏职业月神祭祀。陆晨有些期待，成为月神祭祀将会拥有什么技能和天赋神通。除此之外，还有一份额外奖励的能力提取药水。能力提取药水，作用：喝下去后能将游戏内的一部分实力提取到现实中。陆晨看到能力提取药水，目光瞬间亮了起来。这极有可能是全服出现的第一瓶能力提取药水。喝下这瓶药水之后，他将在现实中拥有不可思议的超强实力。陆晨目光一凝，正准备将能力提取药水直接喝下，背后突然传来一道爆响之声，砰！村长家大门瞬间被踹得粉碎。一群浑身满是纹身的玩家将陆晨给围了起来。贪狼一脸狞笑地盯着陆晨：“穆天尊，我认出你了，你叫陆晨。最多3分钟时间，我的人就会冲进你家里。游戏里你有多么嚣张，现实中我就让你有多凄惨。”哈哈哈哈！第13章，于现实中无敌，刺杀贪狼。你说你要派人来冲我家？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惊异之色。贪狼见陆晨反应有些惊疑，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狰狞。你怕了？哈哈，我知道你心里很慌。我建议你现在就给我磕头道歉，我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贪狼身上早就背负了无数命案，他是真的敢在现实中杀人。正是他的狠辣残暴，再加上背后有靠山撑腰，这才成就了他云城霸主的地位。面对贪狼的咄咄逼人，陆晨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诡异。是吗？说好的要来，可不许不来哦。陆晨抬手就是一记治疗链，金色的治疗光芒瞬间轰击在贪狼和野狼会众人身上，随后又补上几道救赎之剑，轻松便又将贪狼等人送回了复活点。临死前还能听到贪狼愤怒的叫嚣道：“陆晨，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陆晨无所谓的耸了耸肩，他将贪狼等人死后爆出的寿命和战利品全部收入囊中。随后，陆晨果断将能力提取药水喝了下去。叮！你现实中获得了技能治疗链。叮！你现实中获得了技能救赎之剑。叮！你现实中获得了天赋杀戮牧神。叮！你现实中获得了装备暗夜收割者法袍。连续4道游戏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这些技能和装备复制到现实中之后，对游戏内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相当于陆晨在游戏内和现实中都拥有这些能力和装备。确认这一切完成之后，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城一座隐秘别墅内，砰！贪狼愤怒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整个金丝紫檀木桌被震得嗡嗡巨响。该死的陆晨，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贪狼身旁一名黄毛小弟连忙说道。
老大放心，血狼已经带着兄弟们去找陆晨算账了。估计要不了多久，陆晨血淋淋的人头就会被送到您面前。贪狼听到这话，内心的愤怒才稍稍平静了下来。与此同时，陆晨摘下游戏登录指环，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他身上隐隐散发着圣洁的光之气息，并且治疗链和救赎之剑的释放方法已经无比娴熟地浮现在他脑海里。陆晨选择将暗夜收割者法袍的外观隐藏了起来，只保留属性加成和装备技能，这样不容易引人注目。从外表上看，此时的陆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谁也无法想到他已经掌握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超凡力量。陆晨父母是做贸易生意的，经常天南海北到处跑，陆晨有时1个月都不一定能见到他们一次。他们将陆晨从医院接回家后，便急匆匆地开着大货车离开了。不过这些陆晨早就已经习惯了。咔嚓咔嚓，门外突然传来撬锁的声音。陆晨眼神骤然一凝，野狼会的人果然来了。别把锁撬坏了，我给你们开门。陆晨声音淡然，走过去一下子就把门打开了。门口站着3名身高1.9米的壮汉，手臂上全是野狼会的独特纹身，手里各自攥着一把锋利的尖刀。血狼脸上露出一抹冰冷的狠色，拔出尖刀就要捅向陆晨。砰！他手里的尖刀不过是区区凡物，撞击在暗夜收割者法袍上，根本伤及不了陆晨分毫。尖刀如同撞击在钢板上一般，竟然砰的一声断成了2截。血狼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他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你身上穿防弹衣了？血狼一副见鬼了的模样。陆晨懒得跟他废话，抬手一挥，救赎之剑瞬间发动。咻！一道金色光剑撕破空气，狠狠轰击在血狼脑袋上。砰！血狼瞬间头颅爆裂，随后整个肉身都被圣光的力量融化成灰烬。这一幕要多惊悚就有多惊悚。2名野狼会小弟见到这一幕，吓得浑身瑟瑟发抖，连站都站不稳了。2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疯狂给陆晨磕头求饶。神仙大人，求你网开一面，我们知道错了，都是贪狼指使我们来的，冤有头债有主，求求您放过我们吧。陆晨深知斩草除根的重要性，既然得罪了野狼会，那就必须将整个野狼会斩尽杀绝，一个人都不能留。他抬手又是一发救赎之剑，毫不留情射向2名跪地磕头的小弟。咻！救赎之剑1穿2，瞬间抹杀2人。将血狼3人斩杀之后，3具尸体上竟然各自钻出1缕血线，涌入陆晨体内。陆晨吸收完这3缕血气之后，隐约感觉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好处。他感觉自身体质竟然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力量、速度、反应、寿命、颜值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陆晨很清楚，这是利用超凡力量杀人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他，其他玩家将游戏实力提取到现实之后，也会逐渐发现通过杀人就能获得各种不可思议的好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地球很快就会变成强者杀戮的乐园，整个世界很快就会沦为一片末世。不能浪费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变得无比宝贵。陆晨快速将3具尸体焚尸灭迹之后，果断开启暗夜收割者法袍的隐身技能，整个人瞬间消失于无形之中。陆晨仿佛是游离于这个人类社会之外的超凡刺客，穿过灯火通明的街道，甚至他还乘坐了一趟地铁，都无人发现他的踪迹。很快，陆晨来到了野狼会的市郊区别墅前。他凭借着隐身能力，肆无忌惮地从2名野狼会成员身旁走过，径直进入了别墅客厅。一群野狼会小弟正坐在客厅里打牌，整个客厅一片喧嚣。猴子，草你怎么又赢了？老子运气好挡都挡不住，嘎嘎嘎！下把让你输的裤子都提不起来。陆晨环顾一圈，却没有发现贪狼的踪迹。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就在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阵淫荡的笑声，正是来自贪狼。嘿嘿嘿，你呀！第14章，徒手接子弹，众人惊骇，是贪狼。陆晨眼神一凝，他飞快朝着别墅2楼冲去。可他刚踏上旋转楼梯，整个房间骤然响起滴滴滴的警报声。警戒！所有人警戒！有人闯进别墅了！一道公鸭嗓的尖叫声瞬间让所有嬉笑玩闹的野狼会成员变得警惕起来，有的持枪，有的拎着电棍，还有的拎着砍刀，闯进各个房间，疯狂开始巡逻。陆晨也懒得跟他们墨迹，就算他们知道有人来了，只要自己不出手，他们也不可能找到隐身的自己。陆晨直接来到贪狼的房间，看见贪狼正要扑向一个肤白貌美的美妇身上。这美妇，陆晨竟有些眼熟。陆晨刚进游戏被沈微微诬陷后，就是这美妇替自己解的围。美妇此刻情迷意乱，显然已经被贪狼下了迷药，就是要玷污他发泄欲望，却被陆晨撞了个正着。之前你帮了我一次，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你竟然落到了贪狼的手里。陆晨抬手就是一记救赎之剑迸射而出。咻！救赎之剑泛着暗金色的光芒，
瞬间贯穿贪狼的头颅，脑浆迸裂。啊！伴随着贪狼无比凄惨的惨叫声，他整个身体瞬间被圣光的力量融化，变为一滩血水。贪狼到死都不知道杀他的是谁，简直是死不瞑目。美妇也被刚才这一幕给吓住了，意识竟然瞬间清醒了大半。他瞪大双眼看着陆晨，连说话都在哆嗦。你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你是什么妖魔鬼怪？可他话音还未落，门外疯狂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群野狼会成员猛然推门而入，见到陆晨的那一刻，瞬间惊住了。更让野狼会众人惊骇的是，陆晨脚下蔓延着大片尚未凝固的嫣红鲜血。陆晨看上去一副毫发无伤的优雅姿态，那血迹显然不是他的，那血迹难道是贪狼的？野狼会众人顿时脸色阴沉无比，用枪指着陆晨的脑门，冷冷质问道：我们老大呢？你把我们老大怎么样了？陆晨嘴角轻轻勾起一抹弧度，他已经去见阎王爷了。他一个人上路太孤独了，不如你们一起上路陪陪他。陆晨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但在美妇的眼里，陆晨的笑容简直比恶魔还要可怕10000倍。他亲眼目睹了陆晨凭空出现，又使用了一种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诡异力量，直接将贪狼抹杀在原地。虽然9年制义务教育告诉他要相信科学，但眼前这少年施展的手段简直就像传说中的仙神。找死！一个小头目顿时怒了，直接扣动扳机，咻！一发冰冷的金属子弹撕裂空气，朝着陆晨的脑袋迸射而去。如此之近的距离，陆晨根本躲无可躲。小头目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在他的眼里，陆晨仿佛已经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自从子弹射出的那一刻，他认为自己就已经宣判了陆晨的死刑。而此时的美妇更是吓得惊叫出声。虽然眼前少年的手段诡异到他根本理解不了，但他至少很清楚一点，这少年是野狼会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也只有这少年才有可能救他。但少年一旦被子弹射杀，他一样逃不了被羞辱奸杀的命运，最多只是换个人玩弄他罢了。可接下来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陆晨竟然徒手接住了子弹，那一发比音速还要快的子弹竟然被陆晨2根手指轻轻一夹，稳稳地夹在了2指之间。实际上在别人眼里快到肉眼根本看不清的子弹速度，在陆晨眼里速度却仿佛放慢了10000倍。自从喝下能力提取药水之后，他的身体素质就已经得到了全方位的巨大提升。刚刚的几次杀人更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身体强度和反应速度。别人看上去惊为天人的空手接子弹，实际上对现在的陆晨来说比喝水还要简单。亲眼目睹陆晨手接子弹，野狼会众人瞬间惊得瞪大了眼睛，满脸都是不敢相信之色，内心更是犹如掀起一道巨大的惊涛骇浪，久久难以平静下来。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神仙吗？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会有神仙？你到底是何方神圣？难道是外星人？野狼会众人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被颠覆了，那名为首的小头目更是满眼都是难以置信之色。小头目脸上更是惊骇无比，他猛一咬牙，又朝着陆晨连开数枪，咻咻咻咻，4发子弹连成一条直线，朝着陆晨贯穿而去。陆晨眼神一冷，稳稳将4发子弹全都稳稳夹在5指之间，轻松接住。他大手一挥，将所有子弹全都抛飞出去。砰砰砰砰砰，5发子弹宛如5道锋利无比的飞刀，精准无比地刺入5名野狼会成员的眉心，瞬间便带走了5名野狼会成员的性命，瞬间毙命。美妇早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撼的久久都说不出话来，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震撼，实在太震撼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被困在了贪狼的手里，都有人能救他。更想象不到的是，救自己的人竟然手段如此神鬼莫测，说眼前这少年是神仙都一点也不为过。陆晨刚刚的举动在美妇眼里是震撼，在野狼会众人的眼里却成了深深的惊骇和恐惧。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得罪了一个怎样可怕的存在，他们更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惹到了眼前这个可怕的恶魔。面对陆晨这个神鬼莫测的恶魔存在，野狼会众人内心已经再也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反抗欲望，他们此刻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逃，逃得越远越好，一定要逃离眼前这个可怕恶魔的魔爪。这一刻，所有野狼会成员竟然不约而同地转身疯狂逃窜，他们甚至连都不敢回头看一眼。可就在这时，陆晨那恶魔般的冰冷声音骤然响起：逃！我允许你们逃了吗？陆晨声音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疯狂逃窜的野狼会成员身体全都猛然一颤，一股无法言喻的极致恐惧瞬间涌向众人心头。第15章，政府军力支援，保护我方陆晨。野狼会众人听到这句话，全身止不住的颤抖，腿都在不听使唤的发软。
陆晨的一句话，相当于彻底宣布了他们的死刑。野狼会众人拼命疯狂逃窜，但随着陆晨大手轻轻一挥，一道治疗链瞬间迸射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贯穿了一名又一名野狼会成员的身体。野狼会众人胸口全都被贯穿了一道血淋淋的巨大血洞，一时间鲜血喷涌，凄惨哀嚎。仅仅一瞬之间，野狼会众人集体毙命，整个恶名远扬的野狼会所有核心成员全部团灭。一旁的美妇亲眼目睹这一幕，内心一片震动。他望着转身离去的少年身影，总觉得此人有几分熟悉，仿佛在哪里见过他，却又始终想不起来。美妇望着少年跳窗离去，眼神泛起一抹异色，出声喊道：“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陆晨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头也不回的就离去了，只留下一道淡淡的声音：“不用谢哥，哥的名字叫雷锋。”直到陆晨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美妇找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道：“10分钟之内到我的坐标来见我。我很生气，你敢耽误哪怕1分钟，后果自负。”美妇挂断电话，不到10分钟时间，成排的军车飞驰而来，各种虎式坦克，各种防弹战车，各种高科技装甲车，全都停靠在了野狼会别墅的门口。一群身穿制式军装的武装战士从战车的鱼贯而出，迅速便将整个别墅保护得密不透风，警戒系数拉满。一名双鬓花白的中山装老者拄着拐杖从最高级别的装甲车上走了下来，两边有武装战士为他开道。中山装老者脸色愠怒地走进别墅，直到见美妇相安无事，这才松了口气，咬牙切齿道：“野狼会这帮杂碎，没想到他们竟然敢将手伸到小姐这里。1天之内，我必定让整个野狼会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美妇摆了摆手，将她今天亲眼目睹的一切全部详细讲给了老者，尤其是陆晨如何凭空出现，如何用超能力杀死贪狼，又如何空手接住子弹，不费吹灰之力团灭掉整个野狼会核心组织的过程，讲得十分详细。老者听完之后，眼神无比骇然：“这怎么可能？小姐，你莫不是在说笑？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诡异莫测的超能力？”老者满脸不可置信，虽然小姐从不说谎，但她说的话实在太过于匪夷所思。直到美妇将整个别墅的监控调了出来，老者亲眼目睹了陆晨凭空出现后，用诡异手段杀掉别墅内所有贪狼会成员的一幕后，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震撼之色。难道是创世游戏的力量？恐怕也只有创世游戏才能让人拥有如此超凡莫测的神力。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才仅仅游戏开服1天，竟然就已经有人从创世游戏内提取出了力量，这比我预想的要早太多了。中山装老人眼神骤然一凝，沉声道：“必须尽快查出这个少年的身份和下落。我会安排军方力量对云城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很快就能将这少年的身份和下落查个水落石出。”美妇盯着中山装老者，脸色有些发冷：“不许查他！”老者见美妇脸色有些不悦，连忙说道：“小姐，此人关系着创世游戏的秘密，对于我们的情报部门非常重要。”美妇声音变得无比冰冷：“我说了，不许查他！他救了我，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要给他添麻烦。你们要查情报，从其他人身上入手。另外，将野狼会的覆灭宣布是军方力量所为，不仅我们不能查他，也不能让别的势力注意到他。”中山装老人面色显得十分犹豫，显然此事牵扯过于巨大，但他想到美妇背后的巨大势力，最终选择了妥协，同意了美妇的要求。美妇站在窗边，望着陆晨离去的方向，微微一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住你了，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与此同时，陆晨回到了家里，他的手机铃声始终在响个不停，是沈雪儿打来的。沈雪儿给他打了足足30多个电话，但陆晨一个都没接。沈雪儿见陆晨始终不接他电话，在短信上用充满威胁的语气给陆晨发消息道：“陆晨，你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彻底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拿1000块钱来小肥羊火锅餐厅，王岩我们3个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只要你愿意诚恳的给我道个歉，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放我俩鸽子，我就考虑和你重归于好。以后你还是有机会继续和我订婚的。”陆晨顿时有些被沈雪儿的话逗笑了，他在订婚宴上都能逃婚去找男闺蜜，放自己鸽子的事只字不提，他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放他鸽子，没有去医院给他男闺蜜交医药费，他哪来的逼脸啊？用王思图那句话真是完美形容了他这个人，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陆晨懒得和他讲一句废话，直接将沈雪儿的电话号码拉黑加删除，彻底关进黑名单内。随后陆晨直接登录进了创世游戏。随着游戏开服的时间变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来。等到明天游戏更新之后，
创世游戏的力量将会彻底改变现实世界的秩序规则，所有热武器力量将会集体失效，不断会有玩家从创世世界中获得出超凡力量，逐渐现实世界变得失去秩序，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力将会越来越弱，最终整个现实世界将沦为一片弱肉强食、无比混乱的末世。陆晨必须加快自己升级变强的速度，尽快在游戏前期建立起自己的实力优势，唯有这样，他才有足够的实力自保，才能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在这时，一道巨大的全服公告突然在陆晨眼前出现。陆晨看到这一幕，瞳孔骤然一缩。第16章史诗级隐藏任务，陆晨出手。云城区政府通告：凡是天赋级别为 C 级以上玩家，皆可选择加入政府或军方部门，享受五险一金待遇，享受公务员工资待遇，可入编制。很显然，国家政府部门已经察觉到了创世游戏即将改变现实世界的秩序规则，创世游戏强者的地位将会变得越来越高。目前以创世游戏高手的身份加入政府部门，还只是享受普通的公务员待遇，但等到越来越多的玩家从游戏里获得超凡力量之后，国家政府部门将会对此事无比重视，开始不惜花费重金和大量资源收编和拉拢游戏强者。毕竟热武器的力量明天开始便会彻底失效，国家政府部门想要继续保持对国内人民的统治力，就必须组建出一支游戏高手组成的超凡力量军队，并且这支超凡力量军队的势力还必须远远强过一切民间强者组织。不过陆晨对此没有太大兴趣，他很清楚，加入任何组织都要受制于人，听人指挥，唯有保持自由身，才能凭借前世的宝贵记忆，最快程度的提升自身实力。就在这时，新手村内突然传来一阵无比喧闹的议论声。你们听说了吗？村子后山那里突然冒出了一只血蟒，好多玩家都死在了那里。天哪，后山可是做采药和挖矿任务的必经之路啊，要是后山都去不了，那岂不是赚钱任务一样都做不了了？听说已经有不少强者组队去挑战那只血蟒了，只是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怕是不知道那血蟒有多厉害，要是有人能击败血蟒 BOSS， 肯定会被全服通告。陆晨听到周围玩家们窃窃私语的议论声，眼神顿时一亮。这只血蟒在前世也出现过，它可不仅仅是一个 BOSS， 而是一个史诗级隐藏任务的触发开关。前世是魂殿公会的会长魂少帝击败了这头血蟒 BOSS， 获得了这个史诗级隐藏任务。魂少帝后来为了给魂殿公会吸引流量，发布帖子详细公布了这个史诗级隐藏任务的完整详细流程。魂少帝最终只达成了这个史诗级隐藏任务的 10% 完成度，就已经让他成为了国服前10的超级强者。陆晨不敢想象，如果能将这个史诗级隐藏任务的完成度达到 60%， 甚至是 100%， 所获得的任务奖励将会有多么变态。这可是10年难得一遇的史诗级隐藏剧情啊！整个游戏，甚至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都将因为我在这个史诗级剧情的不同选择而改变。我必须抢到血蟒 BOSS 的首杀，拿下这个史诗级隐藏任务。想到这里，陆晨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眼神更是无比炽热。他果断朝着后山的方向飞快跑去。3分钟后，陆晨来到了人流拥挤的后山。后山原本只有采药和挖矿赚钱的生活玩家才会前来，此时因为血蟒 BOSS 的出现，竟然比新手村广场还要热闹。一只浑身布满血色鳞片的巨蟒，整个蛇躯宛如山丘般庞大，一双深绿色的树瞳正在冰冷地盯着向他发起挑战的玩家们。血蟒那淡漠不屑的神情，仿佛是在嘲笑着玩家们的自不量力。他已经击杀了一波又一波的玩家，随着血蟒击杀的玩家越来越多，他的实力竟然变得越来越强大。很显然，血蟒能通过不断杀戮玩家，大幅度提升他的实力。这时，又有一队玩家队伍对血蟒 BOSS 发起了挑战。带队的是一个年过40的光头大叔，手里拎着大锤，带着一群中年大叔朝着 BOSS 冲了上去。陆晨一眼看去，这光头大叔竟有些眼熟。不对，这不是我亲二舅吗？ ID 名叫罗洪国，还真是我二舅。我二舅可真虎，直接拿自己真名当游戏 ID。 罗洪国是陆晨母亲的弟弟，年过40了，还没结婚，是个典型的游戏迷。年轻的时候沉迷贪玩蓝月和征途，没想到现在又投入进了创世网游，还当上了小队指挥。陆晨对光头二舅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虽然沉迷游戏，但一直对自己挺不错。小时候陆晨父母经常吵架，父母只要一吵架，陆晨就跑到二舅家，二舅带陆晨开黑打游戏，还请陆晨下馆子吃大餐。光头二舅连个正经工作都没，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对陆晨却很舍得，每次陆晨找他玩都是好吃好喝招待。这一点陆晨对光头二舅一直都挺感激的。二虎和猴子在前排顶住血蟒的伤害，大海别心疼蓝药，奶量一定跟上啊！傻猪你玩刺客得会绕后，被刺 BOSS 有额外伤害加成。不得不说，
光头二舅指挥起来还是有一套的。在光头二舅稳定有序的指挥下，这支中年大叔组成的队伍竟然是截至目前为止最有希望击杀血蟒的一支队伍。血蟒 BOSS 的血量被不断压低，逐渐压到了 50% 以下。可就在这时，一道充满威胁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闲杂玩家全部滚开！这个血蟒 BOSS 我们魂殿公会包场了！一群身穿黑衣的魂殿公会玩家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他们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攻 BOSS， 而是对围观的玩家们发起了攻击。魂少帝不断释放出爆裂火球，莫名的对周围玩家发起了群体攻击，疯狂收割着围观玩家的生命。叮！玩家魂少帝击杀了玩家爷奥奈沃和。叮！玩家魂少帝击杀了玩家果盘先生。叮！玩家魂少帝击杀了玩家奇迹行者。一时之间，周围玩家全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我们错了，别杀我们啊！嫌我们碍事，我们现在就走。魂殿公会太过分了，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就要对我们集体剿灭。魂殿公会早就在别的游戏里恶名昭著了，没想到来了创世网游，竟然还是这么横行恶霸。谁让魂殿那么有钱有势啊？网游不都是这样，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此刻，玩家们为了躲避魂殿玩家的疯狂追杀，不断四处逃窜。玩家们对魂殿公会心生畏惧的同时，又无比厌恶。魂少帝似乎却很享受当一个猎人，不断释放爆裂火球，收割着一个又一个玩家们的生命。他的罪恶值在不断飙升，浑身散发出比陆晨还要浓郁的多的黑气。魂少帝这个 ID 名字已经杀人红名，红到发黑了。此刻，藏匿在暗处的陆晨一直悄然观察着这一切。怪不得魂少帝能在前世拿到史诗级隐藏任务，原来竟是依靠这种横行霸道的方式。陆晨眼睛微微一眯，透露出一抹浓烈的杀意。第17章，团灭魂殿。魂少帝惊骇，魂少帝将所有无辜玩家全都赶尽杀绝后，转而将目光打量在了光头二舅带领的这支队伍身上。光头二舅领着一群中年大叔玩家，费尽千辛万苦，眼看就要将血蟒 BOSS 的血量压低到斩杀线以下。魂少帝不出意外，悍然动手了。一群魂殿公会玩家将光头二舅等人团团围住，然后对准光头二舅等人就是疯狂猛攻，简直无耻！我们好不容易才将 BOSS 磨到圣意丝血，你竟然要抢我们 BOSS， 真恶心啊！光头二舅忍不住破口大骂道。魂少帝露出一抹无耻的笑容，我们不仅要抢你的 BOSS， 还要杀光你的人。嘿嘿嘿，我就喜欢你这副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模样。随着魂殿公会高手不断进攻，光头二舅等人血量不断暴跌，眼看已经奄奄一息，光头二舅脸上露出一抹绝望的神色。陆晨心里清楚，不能再等了。召唤裁决天使，大手一挥，六芒召唤星阵骤然浮现，一只身披烈焰双翼的金色碎发少女从召唤星阵中踏空而出。背负滔天罪孽的邪恶之徒们，迎接盛宴的审判吧！天使少女挥动烈焰之刃，横踏虚空之中，疯狂劈砍着手中的流火之刃。流火之刃的每一次挥击，都必将收割一名魂殿公会高手的性命。这群魂殿高手欺压无辜玩家时有多嚣张，此刻就有多凄惨。但凡是被裁决天使击杀掉的魂殿高手，全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盛焰逐渐焚化为灰烬。那种极致的痛苦与绝望，让每一名魂殿高手内心笼罩上了一层阴影。魂少帝目光顿时阴沉了下来，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哪里冒出来的怪物，竟然敢坏我的好事！魂殿众人听令，分出一部分玩家拖住这只白翅膀怪物，等击杀掉血蟒之后，再全力宰杀这只白翅膀怪物。随着魂少帝一声令下，分出一部分魂殿高手朝着裁决天使杀来。自不量力！陆晨冷笑一声，随着他大手一挥，光之囚笼技能启动，一道泛着璀璨白色圣光的牢笼骤然降下，将魂殿众多高手全都困进了囚笼之中。光之囚笼不仅能给裁决天使源源不断的恢复血量，还能对魂殿高手造成恐怖的伤害。此消彼长之下，魂殿高手不断被裁决天使疯狂击杀。叮！你击杀了魂殿、暗刺、魂殿、霸王、魂殿、花尘等48名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2880天寿命。48名死亡玩家集体损失60天真实寿命，一次性收割了2880天寿命。果然还是杀玩家赚寿命效率要高得多。仅仅片刻之间，魂殿公会所有高手全部被陆晨斩尽杀绝，仅只剩下魂少帝满脸惊骇地站在原地，脸上尽是难以置信之色，脸色无比阴沉地盯着陆晨。你杀了我魂殿这么多人，你完了，你彻底完了！我魂少帝发誓，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也要查出你现实中的身份，我要让你在现实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魂少帝眼神狰狞，内心更是盛怒至极。
他现实中是一家医药公司的大股东，前段时间全世界发生了一场瘟疫，他靠研发全民抗体疫苗赚了近100亿的财富。虽然后来他被查出花费重金贿赂官员，研发的疫苗不仅毫无用处，甚至还对人体有害，但他却依靠家族强大势力强行压制了民间对他的不良舆论。如今拿着坑害百姓身体健康赚来的不义之财，砸重金投入创世网游，立志要在创世网游内成为一方霸主。他有钱有势，更有滔天的家族势力撑腰，一路发展起来顺风顺水。如今陆晨突然出手，近乎全歼了他魂殿公会的所有高手，这让他如何能不怒？魂少帝内心立誓，哪怕花费重金，哪怕不惜动用家族势力，也要让眼前此人付出血的代价。可尽管魂少帝无比愤怒，陆晨神情却依旧淡漠平静。他对魂少帝的所作所为再清楚不过。前世魂少帝成为顶尖高手后，为了追求永生不死的科技研发，他更是疯狂绑架无辜百姓进行人体实验，解剖了一个又一个可怜的孩子。这样的禽兽恶魔，就算死后被送进18层地狱，都算便宜他了。魂少帝抬手瞬发一道爆裂火球，朝着陆晨骤然轰来。Nice！ 爆裂火球轰击在陆晨身上，暗夜收割者法袍高达200的法术防御，让陆晨根本受不到一丝一毫的伤害。魂少帝目瞪口呆，满脸惊骇之色。他引以为傲的爆裂火球，竟然连陆晨的防御都没破。陆晨眼神淡漠，声音冰冷：“真是甜造！杀你这样罪孽滔天的恶魔，简直就是替天行道，功德无量。”陆晨手中法杖光芒涌动，救赎之剑骤然迸射而出，璀璨耀眼的救赎之剑宛如天神对邪魔的无情审判，瞬间贯穿魂少帝的胸腔。魂少帝胸口被贯穿出一道巨大的血洞，鲜血猛然喷涌而出。穆天尊，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魂少帝愤怒咆哮着，他眼神充满愤怒和不甘，最终血量清零，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光头二舅站在一旁，亲眼目睹了魂少帝和魂殿公会众人全都被陆晨轻松秒杀，顿时感觉无比解气，朝着魂少帝的尸体狠狠吐了口唾沫。呸呸呸！真是活该，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敢嚣张到无法无天了。今天偏偏就有大神教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道理。老叔我玩游戏几十年，最厌恶的就是你这样的纨绔富少。光头二舅对魂少帝一顿劈头盖脸怒骂之后，顿时感觉无比解气，屁颠屁颠跑到陆晨面前，一脸崇拜地看向陆晨，竖着大拇指说道：“大神，你真是太牛了！老叔我就佩服你这样的游戏大神，我做梦都想有一个像你这么玩游戏牛逼的大神当兄弟。”光头二舅眼珠一转，突然拍住陆晨肩膀说道：“你玩游戏这妖牛，肯定不愿意当我小弟。要不这样，我当你小弟，认你当大哥。大哥你只要认下我这个小弟，以后大哥只要你一句话，小弟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第18章触发史诗级隐藏任务，全国震惊。二舅要认自己当大哥？陆晨瞬间懵住了。要是二舅知道自己是他外甥陆晨的话，不知会是什么表情。我考虑考虑吧。陆晨只能敷衍道。光头二舅听到这话，脸上竟然露出一抹喜色。我懂，大哥您是我要看我以后表现，对吧？您放心，我绝对会成为一个最合格的小弟。光头二舅拍着胸脯，信誓旦旦道。陆晨顿时有些无语，谁说要看你表现了？看不出来自己这是婉拒的意思吗？可还没等陆晨开口，光头二舅竟然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泛着幽蓝色光芒的腰带，毕恭毕敬地递到了陆晨面前。大哥，这是小弟孝敬您的，请您笑纳。陆晨定睛一看，光头二舅送给自己的竟是一件稀有级装备。由于陆晨有超级合成的能力，装备和技能书都是他最急缺的。拥有的装备越多，就能合成更多更强大的极品装备，永远不存在浪费，更不可能会有多余的装备。不过二舅的生活条件陆晨是最清楚的，他平时一盒泡面都恨不得分2顿吃，而这件稀有级腰带随便卖，至少也能卖出3000块，也能极大改善他的生活啊。陆晨转念一想，如果自己不收下二舅这件装备的话，没准他就认别人当大哥，送给别人了。收了他的装备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以后想办法再回馈给他算了。陆晨叹了口气，接过了光头二舅一脸殷勤递来的稀有装备。碧水之环腰带，稀有，生命值提升150点，背包栏提升20格，佩戴要求5级，附加效果碧水清幽，受到攻击时有 10% 概率恢复30点血量。陆晨刚接过碧水之环腰带，光头二舅突然头上显示掉线状态，不知光头二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光头二舅便一声不吭地退出了游戏。二舅那边估计是出什么事情了，等会下线去找他问问。陆晨总感觉二舅强制掉线的情况有些不太对劲，打算等处理完眼前的事情，去光头二舅那一趟。可就在此刻，
陆晨骤然感觉眼前一片血红，眼神顿时一惊。蛰伏许久的血蟒竟然盯上了只剩孤身一人的陆晨，骤然发动袭击。一颗颗猩红血色的尖锐毒牙如狂风骤雨般从血蟒布满獠牙的大嘴中喷吐而出，朝着陆晨爆射而来。轰轰轰轰轰！陆晨不敢拖大，猛然一个懒驴打滚，堪堪躲过了血蟒的突然袭击。没有自保技能，还真是自己的一大缺陷。遇见血蟒这种只会横冲直撞的低智商 BOSS， 还能应付得了。若是遇见一些智商不亚于人类的高智商 BOSS， 肯定会想方设法的针对自己没有保命技能的缺点，将自己逼入险境。不过至少得是20级以上的领主怪物，才可能拥有高智商。眼前区区的血蟒 BOSS， 陆晨依然能够轻松应对。他手中法杖一挥，一道道救赎之剑骤然迸射而出。咻咻咻咻咻！冷却时间仅有 0.5 秒的救赎之剑，如加特林子弹般朝着血蟒最脆弱的7寸之处轰炸射去。轰然之间，血蟒布满血红鳞片的巨大蛇躯就被轰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嫣红的芒血如柱般不断喷涌而出。趁他病，要他命！裁决天使趁机骤然出手，挥动流火之刃，朝着血蟒背后暴袭劈击而下。羽翼煌煌，希冀朗朗！裁决天使一声厉喝，流火之刃轰然斩击在血蟒的身躯之上。砰！随着一道炸裂般的轰然巨响，血蟒的肉身轰然断成2截。血蟒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一命呜呼。叮！你击杀了10级领主 BOSS 深红血蟒，获得800点经验值。你获得4年寿命。深红血蟒作为10级 BOSS 提供的击杀经验值，比嗜血狼人 BOSS 还要更加丰厚。丰厚的经验值涌入陆晨体内，旋即他身上浮现出一道洁白的升级光芒。恭喜，你升到了7级！恭喜，你升到了8级！恭喜，你升到了9级！陆晨等级瞬间突破到了9级。可就在这时，一道游戏提示浮现在他眼前：血蟒 BOSS 属于特殊怪物，被你击杀后将会进行全服通告。如果你愿意在全服通告中公布自己游戏 ID， 你将获得额外奖励。陆晨觉得没必要隐藏自己 ID， 在游戏里树立一定得名声威望，才能让更多的强者愿意追随自己，从而组建起属于自己的势力。更何况选择公布 ID 还有额外的系统奖励，简直一举两得。选择公布 ID， 陆晨果断选择道。一道金色横幅的全服通告骤然在全服所有玩家眼前浮现而出。重要通告：落水市玩家穆天尊斩杀剧情 BOSS 深红血蟒，成功触发史诗及隐藏任务。穆天尊在接下来的史诗及隐藏任务中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将极大影响游戏剧情走向和未来的世界势力布局。创世是一款自由度极高的全民网游，这个世界充满机遇和挑战。如果你能在这款游戏里闯出一番成就，你将会在现实中拥有不可想象的财富、势力、力量，甚至是永生。全服通告竟然一次性连续通告了3遍，并且每一次通告都响彻在每一名玩家的耳边，并且消息栏里也出现了文字版的全服通告提醒，足以可见这个全服通告的重要性，含金量更是高到了极点。这个全服通告刚一推出，无数玩家瞬间沸腾了。那些刚刚被魂殿公会魂少帝疯狂追杀屠戮而惨死的玩家，更是顿时瞪大了眼睛，眼神充满了惊喜，内心感觉舒畅无比，非常解气。太好了，太解气了！让魂少帝那么嚣张，最后击杀深红血蟒 BOSS 的竟然不是他！哈哈哈！魂少帝横行霸道，作恶多端，没让他拿到 BOSS 击杀真是上天有眼。虽然不清楚这位穆天尊大佬是谁，但我只想说一句，大佬干得漂亮。看全服通告内容就知道这个 BOSS 有多么重要。这种能改变未来走向的史诗及隐藏任务，必然有着不可想象的巨大丰厚奖励。魂少帝没杀掉这个 BOSS， 估计他肠子都要悔青了。哈哈，我的天啊！击杀 BOSS 拿到史诗及隐藏任务的竟然是穆天尊大佬。你们不会还不知道穆天尊大佬是谁吧？这位大佬可是在1级的时候就单挑干得了野狼会一群流氓玩家，直接干得嚣张跋扈的野狼会从此一蹶不振。这位穆天尊大佬实在太牛逼了！思思，我的天啊！刚刚系统提示说穆天尊大佬是落水市人，卧槽！我竟然和穆天尊大佬在同一座城市。此刻有无数落水市玩家注意到了穆天尊竟然也是落水市人，瞬间这群玩家激动不已，对陆晨既羡慕又敬佩。第19章龙国，全力保护陆晨，他是掌握全人类命运的关键之人。一时间，无数落水市玩家心情更是充满了激动。天哪！穆天尊大佬竟然是咱们落水市人，怪不得他第一个铲除的就是落水市的野狼会。要是能在现实中偶遇穆天尊大佬就好了。
小妹正好缺一个男朋友，要是穆天尊能做我对象就好了。你在做梦呢？像穆天尊这样的大佬，只要他招招手，有多少美女愿意投怀送抱？像你这样的姿色，给穆天尊大佬当暖床丫鬟，人家都不一定收你。自从全服通告发放之后，关于穆天尊的消息便如瘟疫般迅速传遍了每一名玩家的耳中，甚至就连洛水市的政府军方都对此事无比重视。洛水市绝密军方基地战略办公室内，一名气质绝佳的美妇摘下游戏登录指环，俏脸浮现出一抹震惊之色。如果陆晨见到这美妇，绝对会认得她，此女正是陆晨在野狼会别墅内救下的绝美少妇。站在绝美少妇的身旁的那名中山装老者，脸上满是震惊之色，眼神更是无比肃然。万万没想到啊！决定游戏剧情发展方向的关键先生，竟然出现在了咱们洛水市。这件事对咱们洛水市，乃至整个龙国都无比重要啊！要知道，整个人类现实世界的未来命运，都将受到创世网游的巨大影响。穆天尊既然能够决定游戏世界的未来，那岂不是等同于他能够决定全人类的未来命运啊？据政府情报所知，已经有漂亮国和樱花国的特种兵渗透进了咱们洛水市，他们此行目的就是为了刺杀穆天尊，杀死游戏身份为穆天尊的那名玩家。无论是漂亮国还是樱花国，都绝对不会允许咱们龙国诞生出这么一位掌握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人物。美妇听到这话，俏脸瞬间露出一抹愠怒之色。穆天尊的存在关系着我们龙国未来能否崛起，他绝不能被漂亮国和樱花国所杀害。调动洛水市所有军队力量，地毯式搜查穆天尊玩家的下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他保住。中山装老者似乎想到什么，突然说道：小姐，你说穆天尊有没有可能会是覆灭野狼会救您一命的那个少年？能在游戏前期就将游戏里的力量提取到了现实，他能做到这一点，一定是游戏里的顶级强者。像他这种强者，放眼整个龙国都不多见，在咱们洛水市更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击败魂殿公会，夺得深红血蟒 BOSS 的击杀。美妇顿时眼神一亮，喃喃自语道：难道穆天尊真的是他？如果是他的话，可就太好了。与此同时，游戏世界内，九月双华站在雪原山脉上，手执利剑，疯狂屠戮着一只又一只暴躁雪原，最终就连雪原王也都倒在了他的剑下。他突然看见全服通告的信息，脸上露出一抹震惊之色。天哪！穆天尊弟弟竟然成为了决定游戏未来命运的关键先生。在见识了穆天尊强大的实力之后，九月双华早已将穆天尊视为追赶和挑战的目标。可尽管他拼命努力，陆晨始终领先在他前面。可越是这样，越是能燃起九月双华的斗志。穆天尊弟弟，我会将你视为一生追赶的目标，直到超越你为止。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位于洛水市最繁华的核心商业圈，坐落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医药大厦。魂少帝站在奢华无比的办公室内，他眼神无比阴沉，脸色更是铁青至极。台下竟有一群身穿防弹衣、手持 AK-47 的黑人雇佣兵，毕恭毕敬地站在魂少帝的面前。该死！该死！没想到深红血蟒 BOSS 竟然如此重要，如此重要的史诗级任务 BOSS 竟然被该死的穆天尊给夺走了。如果击杀史诗级 BOSS 的是我，未来我必定能跻身成为国服顶尖强者，甚至是全国第一强者。本该属于我的天大机缘，却眼睁睁被穆天尊这个混蛋夺走了。穆天尊，你真是罪该万死！魂少帝目光扫视这群身材高大的黑人雇佣兵，沉声道：为了请动你们，我已经支付了1500万美金，只要你们能将穆天尊找出来并且杀死，事成之后我会额外再支付你们1500万美金。为首的黑人雇佣兵杰克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拍着胸脯说道：陈少，你就放心吧，我们狼魂佣兵团刺杀过无数富豪、高管，甚至是总统，每次都能完美执行任务，从未失手过。穆天尊区区一名沉迷游戏的普通人，我们绝对能将他揪出来，砍下他的脑袋，送到陈少你的面前。那就好，穆天尊，你就等死吧。魂少帝露出一抹阴厉的冷笑。此时，游戏系统已经将公布游戏 ID 奖励的游戏礼包发放到了陆晨的背包里。不过游戏礼包要求达到10级才能开启，陆晨现在已经9级，距离10级仅仅只差一步之遥。升到10级后，不仅能开启游戏礼包，更能进行隐藏职业转职，完全就是质变的提升。陆晨走到深红血蟒 BOSS 尸体旁，将爆出的战利品捡了起来。叮！你拾取了超稀有装备血魔之怒腰带。叮！你拾取了180枚铜币。叮！你拾取了史诗级任务关键之物巫妖王的密信，竟然爆了一件超稀有级别的腰带。陆晨眼神骤然一亮，刚才光头二舅送给自己的稀有级腰带就已经很珍贵了，没想到深红血蟒 BOSS 竟然又给自己爆了一件更高品质的腰带。别人拥有2件腰带部位的装备，只能选择卖掉1件，
但陆晨却能将两件装备合二为一，成为更强大的装备。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选择合成。合成稀有装备碧水之环腰带和超稀有装备血魔之怒，需消耗3年寿命。是否确认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4927天。确认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玄铁级装备碧血丹心腰带。装备分级为高级、稀有、超稀有、玄铁、赤铜、密银、黄金、铂金、翡翠、钻石级。碧血丹心腰带，玄铁级，生命值提升300点，背包栏提升30格，佩戴要求8级。附加效果：碧血丹心，当你受到伤害时，自身的治疗效果、法术伤害、物理伤害全都提升150点。看见碧血丹心腰带的属性，陆晨有些惊住了。他手里的狼骨权杖才只增加50点法术伤害，而这件腰带竟然都能给他提供足足150点法伤和治疗效果，实在太强了。陆晨果断将碧血丹心腰带带在身上。他突然注意到了背包里那枚超极品的龙神蛋，这枚龙神蛋是陆晨从前世带回来的，一旦孵化，他就能瞬间拥有一头霸气无比的超级神龙作为宠物。龙神蛋随时都可以选择孵化，但陆晨很清楚，早就将超级神龙孵化出来，会让超级神龙的成长潜力严重受损。要想让超级神龙成为最为强大的超极品龙宠，就必须用各种龙血对龙神蛋进行浇灌。龙神蛋吸收的龙血种类越多，孵化出来之后才会潜力更加强大。如果龙神蛋能够吸收5种以上的龙血，未来必定能培养成神明级的超级神龙。我一定要尽快为龙神蛋收集龙血浇灌，我要在邪魔战争之前将超级神龙孵化出来。陆晨眼神掠过一道金光，他很清楚，这个世界很快就要天下大乱。这个世界的邪魔势力已经蠢蠢欲动，他们不断侵吞人类的地盘，全人类都即将面临灭顶之灾。随着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之后，邪魔势力将会入侵地球，疯狂侵略人类的城市，屠杀所有人类。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所有人类都被邪魔斩尽杀绝，陆晨也注定会死。陆晨必须在邪魔战争开启之前积累足够强大的实力，这不仅是为了拯救全人类，更是为了陆晨自己能够活下去。而赢下邪魔战争的关键，就是陆晨手里这份密信。第20章，你和你儿媳的事情，你也不想被你儿子知道吧？巫妖王帝密信，内容不可查看，保密级别绝密，作用找到巫妖王，将这封密信交给他，你将获得巫妖王的奖赏。陆晨很清楚整个任务的来龙去脉，巫妖王便是邪魔势力的一员大将，他一旦接到这份密令，就会毁灭掉所有新手村，断绝人类不断诞生强者的命脉，让人类再也无法培养出任何强者。前世魂少帝将这份密令交给巫妖王后，巫妖王虽然给了魂少帝一些奖赏，但也在他体内种下了致命的毒蛊。种下毒蛊后，只要巫妖王一个念头，魂少帝便会彻底在现实中死亡，所以魂少帝只能被迫成为巫妖王的奴隶。陆晨可不会像魂少帝那么蠢，巫妖王的奖赏陆晨必须领，但去找巫妖王之前，他要提前备好一份化解巫妖王毒蛊的解药。巫妖王以为控制住了陆晨，其实陆晨根本不受他的控制，唯有这样才能骗取巫妖王的信任，不断从他身上榨取更多的极品宝物和奖赏。先去找化解巫妖王毒蛊的解药。想到这里，陆晨眼神金光一闪，果断前往老村长家里。很快，陆晨来到了老村长的院里。刚走进门，陆晨见老村长正在厨房里炖着排骨，香气四溢。老头，好香的排骨啊，给我也整点呗。陆晨自来熟的凑了过去。老村长见到陆晨的一瞬间，脸色顿时垮了下来。上次你宰了老夫3条狗，老夫还没跟你算账呢，赶紧离开这里，老夫不想看到你。老村长直接下了逐客令。陆晨耸了耸肩，说道：我可不是来找你的，我要见光明圣殿的圣女。老村长脸上闪过一抹惊讶，但很快便掩饰了下来，阴沉着脸说道：我不认识你说的圣女，你要找圣女，去别处找去。陆晨嘴角突然勾起一抹笑容，你不认识圣女没关系，我找的圣女就是你女儿莉莉丝，她现在就在屋里吧，我进去找她。老村长脸上露出一抹愤怒之色，在他眼里，陆晨这种高罪恶值的罪孽之人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好人。女儿莉莉丝可是他的心肝宝贝，他绝不允许陆晨这样的坏小子玷污了自己女儿。我的屋子不许你进！老村长伸手一拦，挡住了陆晨的去路。陆晨耸了耸肩道：莉莉丝是你和你儿媳偷偷私生的孩子吧？我要是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让你儿子知道了这件事，你猜他会不会直接把你埋进棺材里？陆晨重活一世，对很多隐秘的事情了如指掌。老村长的儿子是滨海城的将军，参军之后将妻子留在老家，结果这老村长看似道貌岸然，却偷偷爬花儿媳，还让儿媳怀上了崽子。
他儿子还兴高采烈的以为自己抱女儿了，其实只是添了个妹妹，取名为莉莉丝。莉莉丝从小就有极其强大的精神力，被光明教皇看中，选为了候补圣女。陆晨随口一句话，却让老村长浑身陡然一个激灵，浑身都在剧烈发颤。你到底想怎么样？陆晨微微一笑，只要你让莉莉丝帮我一个忙，我就替你保密这件事。老村长犹豫了一下，最终咬了咬牙，答应了下来。他领着陆晨进了屋里。陆晨看见一名容貌宛如天仙般绝美的白色圣袍少女，正双手合十，端坐床上，闭眸祷告着：主啊，愿您的圣光洒在每一位虔诚的信徒身上。莉莉丝低声呢喃着，声音宛如天籁。陆晨笑着说道：光明神可不会在乎你的祈祷，你要是能为光明神办点实事，说不定能得到光明神的赏赐。莉莉丝猛然睁大眼睛，瞪着陆晨怒斥道：大胆，你竟敢直呼主的名讳，立马跪下，给尊贵的主磕头认罪。陆晨瞥了老村长一眼，低声说道：你也不想让莉莉丝知道你是他父亲，而不是他爷爷吧？听到陆晨的威胁，老村长脸色一沉，只能走到莉莉丝身边，说道：乖孙女啊，他是你爷爷的好友，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一个忙，看在爷爷我的面子上，你帮帮他吧。莉莉丝顿时感到有些不满，但碍于爷爷、父亲的情面，盯着陆晨问道：你要我帮你什么忙？陆晨直接开口道：我要一瓶净化之水。净化之水无比珍贵，只有光明圣殿的圣泉才能少量产出，但提前喝下净化之水，就能悄然化解掉巫妖王种下的毒蛊。见巫妖王之前，必须提前备好净化之水。莉莉丝瞪大眼睛，想都别想，净化之水如此珍贵之物，我不可能给你的。陆晨对莉莉丝的拒绝一点都不意外，但他提前已经准备好了说辞。净化之水是很珍贵，但别忘了你现在只是候补圣女，像你这样候补圣女，整个光明圣殿起码有1000名。你要想成为至高无上的真正圣女，就必须为光明神立下巨大的功劳才行。你有办法让我立功？莉莉丝半信半疑地打量着陆晨。陆晨掏出巫妖王的密信，说道：邪魔势力给巫妖王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毁灭掉人类阵营所有的新手村。我准备假意投靠巫妖王，打探更多的情报出来，但投靠巫妖王之前，我必须提前准备好净化之水。只要你配合我，等巫妖王想要毁灭新手村的那一天，联手杀掉他。邪魔势力是你们光明势力的死对头，只要这件事办成，光明教皇一定会重重赏赐你的。陆晨只是想利用光明圣殿的力量，光明圣殿同样罪大恶极。前世人类与邪魔势力正在激烈血战之时，光明圣殿趁机侵入地球，使用邪术洗脑了10几亿的人类，将他们控制成了光明圣殿的信徒奴仆。一旦被控制成了光明圣殿的信徒，就会彻底失去的思想，成为只会效忠于光明神的工具人，和死了没什么两样。如果说邪魔势力是真小人，光明势力就是伪君子。但陆晨打算做一个双面间谍，一边帮光明圣殿打探邪魔势力的情报，一边帮邪魔势力打探光明圣殿的情报，直到两方势力斗得不可开交，陆晨就能从两大势力身上不断榨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莉莉丝看见陆晨手里的巫妖王密信，相信了陆晨的话。好，只要你帮我成为真正的圣女，我莉莉丝绝不会亏待你。巫妖王的毒蛊非常厉害，普通净化之水效果可能不够，我给你2瓶高等净化之水。陆晨眼神骤然一亮，2瓶净化之水还是高等的，如果将2瓶高等净化之水进行合成，说不定能合成出一份意想不到的超级神药。第21章，以为你是正人君子，没想到你是流氓。莉莉丝将2瓶高等净化之水从怀里取出，递给陆晨。陆晨接过2瓶高等净化之水，内心有些惊喜，脸上却表现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穆天尊，记住你的承诺，只要能杀死巫妖王，让我为光明神立下功劳，我会给你一份你无法想象的巨大奖赏。陆晨离开村长家，只听见莉莉丝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咬吧，光明圣女和巫妖王尽情互相咬吧，你们越是互相算计，越是斗得不可开交，我才越能从你们身上榨取更多的好处和利益。出了新手村后，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他将2瓶高等净化之水取了出来。高等净化之水作用：服用后1个小时内你将免疫一切剧毒，额外作用：永久提升你30点力量值。普通净化之水只能解毒，但高等净化之水却能额外提升足足30点力量值。这30点永久力量，如果给战士玩家，绝对能让战士玩家狂喜。但陆晨身为牧师，完全不需要提升力量，高等净化之水直接喝绝对是浪费，那就直接合成。陆晨果断启动万物合成器，将2瓶高等净化之水全部扔进合成篮内，将2瓶高等净化之水5星进行合成，需消耗4年寿命，是否确认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3832天。
合成2瓶药水竟然这么贵。陆晨微微皱眉，但还是选择合成。叮！本次合成幸运地触发了暴击奖励，本次合成发生了变异进化，你获得了9星秘药亵渎虫。亵渎虫永久获得。作用：将亵渎虫融入体内后，亵渎虫将会吸收掉你所承受的一切负面效果，并且随时能将吸收掉的负面效果转移到敌人身上。负面效果包括剧毒、精神控制、出血、眩晕、催眠等等。额外作用：亵渎虫每吸收一次负面效果，你都能随机获得一份奖励。看到亵渎虫的效果，陆晨瞬间惊住了。拥有亵渎虫后，陆晨不仅能永久免疫一切控制和负面效果，还能将收到的控制和负面效果转移给敌人。遭受控制和负面效果时，还能获得额外奖励。真不愧是9星秘药，效果竟然如此变态。有了亵渎虫，陆晨巴不得巫妖王能在自己身上种毒蛊。毒蛊不仅无法对陆晨造成任何伤害，甚至还能给陆晨带来永久性的好处。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亵渎虫融入体内。叮！亵渎虫以认你为主，你获得了亵渎虫的所有能力。亵渎虫化作一道暗黑色的微光，钻入陆晨的手心之中。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陆晨直接前往光明教堂。这里的红衣主教有时会发布一些奖励丰厚的隐藏任务，这里熙熙攘攘挤满了玩家，都是想找红衣主教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触发隐藏任务的领取条件。一名慈眉善目的红衣主教正跪在光明神雕像前，虔诚地祷告着：伟大的光明神啊，我是您最虔诚的信徒，也是您最忠诚的奴仆。周围许多玩家为了触发隐藏任务，都争着找红衣主教搭话。主教大人，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请问加入光明圣殿需要什么条件吗？主教大人，花多少钱能从你这里领取到隐藏任务？面对众多玩家的搭讪，红衣主教始终不理不睬，让这群玩家急得直跺脚。我都在这里蹲一下午了，红衣主教根本就不搭理任何玩家。谁说这里能领到隐藏任务？根本就是骗人的。散了，咱们都赶紧去练级吧，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谁要是能在这领到隐藏任务，我直播剁掉。无数玩家纷纷怀疑红衣主教这里根本就没有隐藏任务，交头接耳地议论着。9月双华恰好也在这里蹲红衣主教的隐藏任务，但红衣主教谁都不搭理，让他也最终失去了耐心，准备转身离开。他刚一转身，竟然不小心撞在了一名男玩家的怀里。9月双华脸色有些不悦，突然抬头，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容，正是陆晨。穆天尊，竟然能在这里碰到你！9月双华顿时眉头舒展，脸上漾起一抹笑容。你是来碰运气找隐藏任务的吧？我在这里蹲了好久，也没见谁能领到隐藏任务，别来这里浪费时间了，和姐姐一起去练级吧。陆晨笑着说道，别人领不到，不代表我也领不到。9月双华撇了撇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要是能领到隐藏任务，我喊你爸爸。陆晨耸了耸肩，果断朝着红衣主教走去，要是能在床上喊就更好了。9月双华俏脸泛红，清脆道，以为你是正人君子，没想到你是个流氓。你要是接不到隐藏任务，你以后喊我姑奶奶。此刻所有人众目睽睽地盯着陆晨，都在等着陆晨失败而归，看他出洋相。9月双华更是一双杏目瞪着陆晨，丝毫不觉得陆晨有任何机会。陆晨走到红衣主教面前，拍着红衣主教的肩膀说道，老登，快把你的隐藏任务交出来。陆晨此言一出，周围玩家瞬间哄堂大笑，这番话等于彻底将红衣主教给得罪了。9月双华更加不信陆晨能领到隐藏任务。红衣主教蓦然睁开双眼，盯着陆晨道，胆敢出言不逊，你将受到主的制裁。红衣主教眼看要出手镇杀陆晨，陆晨附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说道，巫妖王，你也不想你的身份暴露吧？陆晨此言一出，红衣主教顿时大惊。红衣主教掏出一张传送卷轴，当着无数玩家的面将陆晨直接带走了。见到这一幕，无数玩家瞬间惊呆了。天哪，红衣主教竟然将他带走了，难道他真触发隐藏任务了？太牛了，我们对红衣主教毕恭毕敬，他都不理我们，人家骂骂咧咧，直接称呼红衣主教是老登，竟然都能触发隐藏任务。你们就没注意到那个玩家的名字吗？他是穆天尊啊！卧槽，原来竟然是穆天尊大佬，怪不得红衣主教这么给面子。穆天尊大佬能团灭魂殿公会，拿下史诗级隐藏任务，我都已经觉得他很牛逼了，没想到他竟然随口骂红衣主教2句，就触发了红衣主教的隐藏任务。我严重怀疑穆天尊大佬是创世游戏的亲儿子，这是妥妥的气运之子啊！对了，刚刚说谁能领到隐藏任务就剁掉的兄弟呢？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你赖不掉的。提起穆天尊，在场的所有玩家全都露出无比羡慕的神情。9月双华脸色却早已霞红一片，
竟莫名脑补出了在床上喊陆晨爸爸的画面。他内心虽然羞涩，但却又有些担心陆晨的安危，担心红衣主教可能会加害陆晨。9月双华连忙给陆晨发了一个好友消息：穆天尊，红衣主教不会害你吧？如果你遇到危险了，就给我发个坐标，我去帮你。第22章，丰厚奖励，骗取巫妖王的宝物。与此同时，陆晨已经被红衣主教带进了一座诡异阴森的亡灵大殿之内，周围到处骷髅战士和僵尸怪物。红衣主教那慈眉善目的模样顿时变得阴森可怖，一双浑浊的眸子闪烁着冰冷的寒光，死死盯着陆晨。小子，你怎么知道我真实身份是巫妖王？陆晨被巫妖王盯得有些发毛，他很清楚，如果自己无法给巫妖王一个合理的解释，自己必死无疑。陆晨将血蟒爆出的密信递给巫妖王，眼神平静地说道：黑暗势力委派我交给你一份密信，密信的内容是让你毁掉附近所有的新手村。实际上，那只血蟒 BOSS 才是负责送信的，但陆晨这么说，必死无疑。他必须先骗取巫妖王的信任。巫妖王看完信件内容，目光顿时变得阴厉无比。信件内容是真的，但我不信任你这个人。黑暗势力不可能派你一个陌生人类来给我送信。陆晨同样盯着巫妖王，我虽是人类，却有一颗向往黑暗之心。你杀了我，以后可没法向黑皇大人交差。巫妖王眼神变得阴晴不定，很快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小子，你很聪明，我的确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帮忙，但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巫妖王取出一瓶黑气缠绕的药瓶，仅仅从药瓶外观上来看，就深知这药绝对有问题。喝下它，以后你就是我的人。如果不喝，我就把你炼成干尸。骤然之间，一道系统声音在陆晨耳边响起：叮！你正遭遇艰难的生死抉择，请做出你的选择。1. 喝下毒蛊，巫妖王只需意念一动，就能直接抹杀你的生死。但作为回报，你将完全赢得巫妖王的信任，他会将各种奖励丰厚的隐藏任务交给你。2. 拒绝喝毒蛊，你的灵魂将会被巫妖王直接抹杀。好狠！灵魂被抹杀，可绝不仅仅是游戏死亡，而是在现实中直接脑死亡，瞬间毙命。陆晨瞳孔一缩，还好他提前准备好了应对之法。老东西，等我将你身上的利益全部榨干之后，你就等死吧。陆晨内心杀意涌动，但脸上却露出一抹谦卑之色，毕恭毕敬地说道：尊敬的巫妖王大人，我甘愿为您献出我的生命。陆晨打开毒蛊，直接一饮而尽。毒蛊刚钻入陆晨体内，便被他体内的亵毒虫直接一口吞噬。可怜的毒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亵毒虫强行转化成养料，滋养住陆晨的肉身。叮！你体内的亵毒虫吞噬了奴役毒蛊，你获得了特殊能力，初级毒性免疫。你将完全免疫所有低于30级怪物的毒属性攻击。嘶嘶！看到亵毒虫提供的丰厚奖励，陆晨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卧槽，这也太丰厚了！有了初级毒性免疫能力，陆晨前期几乎可以随意横闯，碾压所有毒属性的 BOSS。陆晨完全可以专挑毒属性的 BOSS 去刷经验、刷宝物。巫妖王盯着陆晨喝下毒蛊，露出一抹瘆人的笑容。很好，以后你就是本王最忠实的奴仆了。你最好不要有背叛本王的心思，否则本王一个念头，你就会直接魂飞魄散。本王正好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做。叮！巫妖王向你发布了隐藏任务：刺杀光明骑士团。光明圣殿的骑士即将带着一头火焰巨龙的尸体路过新手村，你需要杀死光明圣殿的所有骑士，将火焰巨龙的尸体带给巫妖王。火焰巨龙尸体，陆晨眼神骤然掠过一抹惊喜之色。他的龙神蛋正好需要龙血浇灌滋养，才能孵化出潜力更加强大的龙种。只要获得火焰巨龙的尸体，那就一定能从龙尸上抽走龙血。陆晨内心无比狂喜，但为了从巫妖王身上榨取更多的好处，他故意表现出一副很是为难的模样。巫妖王大人，以我目前的实力，恐怕不是光明骑士们的对手啊。巫妖王嗤笑一声：你不就是想要好处吗？放心，本王从不亏待自己人。巫妖王大手一挥，扔出一张布满黑暗气息的转职卷轴和一枚极为不凡的戒指落到陆晨手里。伪装之戒，玄铁级，治疗强度加200法术攻击力加180法力恢复速度提升100%，佩戴要求5级。附加效果：伪装启动后，你能伪装成任何人的模样，持续30分钟。这个伪装技能如果用好了，绝对就是神技啊！比如陆晨完全可以在杀人时伪装成自己仇人的模样，杀人夺宝受益的是自己，背锅被追杀的就是自己的仇人，简直完美啊！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伪装之戒戴在了身上。紧接着，他目光炽热地看向了这张无比珍贵的转职卷轴。死亡骑士转职卷轴，职业评级8星，转职要求10级。描述：转职后能成为拥有强大亡灵力量的死亡骑士，
能操纵无穷无尽的死尸为你作战。好东西啊！他虽然不会转职成死亡骑士，但这评级高达8星的转职卷轴，如果和9星的月神祭祀转职卷轴再进行合成，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呢。陆晨内心有些喜悦，不动声色地将死亡骑士转职卷轴收入囊中，然后毕恭毕敬地说道：“巫妖王大人请放心，我一定将火焰龙狮给您带回来。”接到隐藏任务后，陆晨直接离开了亡灵大殿。火焰巨龙尸体可是好东西，无论和什么东西进行合成，都绝对能合成出无比强大的神器或者至宝。陆晨肯定不会将火焰巨龙尸体这样的珍贵之物交给巫妖王，如果巫妖王怪罪下来，大不了将锅甩给光明圣殿就是了。反正这2大势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很快就会相继入侵地球，屠杀人类。看他们2大势力狗咬狗就是了。陆晨只负责煽风点火，疯狂榨取利益。他将死亡骑士转职卷轴8星和月神祭祀转职卷轴9星取了出来。前世陆晨见过的最高转职级别就是9星，但陆晨这次想试试能不能突破极限，果断赌一把。合成技能死亡骑士转职卷轴8星和月神祭祀转职卷轴9星，需消耗5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372天。好家伙，这次合成转职书竟然需要消耗足足1825天寿命。这次合成之后，陆晨的额外寿命就所剩无几了。尽管有些奢侈，但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还是选择合成。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一黑一白2张卷轴在龙神之力的加持下，无比玄妙的融合到了一起。等融合完成的那一刻，一道无比璀璨金色圣光骤然从崭新的转职卷轴之中爆发开来。看到这一幕，陆晨瞳孔一缩，瞬间惊住了。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转职卷轴。第23章震惊10星级转职卷轴。你获得了新的转职卷轴皓日星君。皓日星君转职卷轴牧师系。职业评级10星。转职要求10级。描述：至高神职，一旦转职成皓日星君，你将可以操纵来自太阳的伟岸神力，全球唯一超级隐藏职业。看到皓日星君转职卷轴的一瞬间，陆晨瞬间惊住了，竟然真的有10星职业，这是前世从未出现过的最高级别啊！毫无疑问，这也绝对是牧师系的最强至高职业啊！我要尽快转职！陆晨眼神涌起一抹激动和期待。就在此时，陆晨突然连续收到几十名好友申请。陆晨现在已经小有名气，每天都有大量玩家加他好友，他都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一次却不一样，加他好友的几十名玩家竟然游戏 ID 出奇的一致，全都是不吃香菜、小熊饼干、花尘飞等清一色的女性玩家名。陆晨可不认为自己魅力大到能吸引这么多女性玩家加他好友，他想都没想，直接点了全部拒绝添加好友。与此同时，一座情趣电竞酒店内，张薇薇和一群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小太妹躺在一张大圆床上。一名打着舌钉、臀部纹着出入平安的紫发少女突然皱眉说道：“薇薇姐，那个叫穆天尊的狗男人竟然拒绝了我们的好友申请。”紧接着，身旁一群精神小妹也全都纷纷怒斥道：“这穆天尊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竟然连我们女生的好友申请都敢拒绝，真是给他闭脸了！这样不知好歹的狗男人，就应该把他第3条腿嘎了，让他当太监。当太监都太便宜他了，应该立个法律判他死刑都不为过。”沈微微也皱起了眉，露出不满神色说道：“本来还想将他勾引出来，上完床直接告他强奸，让他牢底坐穿。既然他敬酒不吃罚酒，那就直接用激将法。”姐妹们在线上疯狂骂他，羞辱他，就不信他能忍住不动手，等他来了，直接下药废了他。沈微微此言一出，立马引起了这群精神小妹的赞同。在他们眼里，从来就不会将男人当人看，认为男人就该给女性当狗。穆天尊身为卑贱的男人，却敢拒绝添加自己好友，还羞辱自己的好姐妹沈微微，就该直接给他物理阉割。很快，沈微微和这群精神小妹们重新回到游戏，在同城频道上对陆晨进行疯狂辱骂贬低。而此时，陆晨正准备寻找光明骑士团的踪迹，却突然注意到了有一群女人如疯狗般在同城频道疯狂辱骂自己。带头骂的最狠的就是沈微微。陆晨瞳孔掠过一抹蚀骨的寒意。我本不想与你计较，你却3番4次的诬陷辱骂我，真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动你？老子杀女人从不心慈手软。尤其是一想到沈微微是未婚妻沈雪儿的亲妹妹，陆晨更是内心恼火。这对姐妹真没一个是好东西。游戏里杀人有什么意思？陆晨决定直接下线，化身劲夫万豪，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线下单杀。他先是找到老村长，从老村长那里友好和善的要来了一瓶能力提取药水。陆晨直接将整瓶能力提取药水直接灌进嘴里，一饮而尽。叮！你现实中获得了技能，
召唤裁决天使。叮！你现实中获得了装备伪装之戒。叮！你现实中获得了装备碧血丹心腰带。叮！你现实中增加了50点智力属性。叮！你现实中增加了50点体质属性。连续5道游戏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陆晨下线之后，感受到自己现实中的身体素质在游戏能力灌体之后获得了进一步的蜕变。他从厨房拿来一把纯钢锻造的菜刀，2根手指轻轻一夹，整个厚重结实的钢制菜刀竟然咔嚓一声直接断成2截。除此之外，陆晨感觉自己的视力、听力、反应能力全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甚至陆晨身上的气质也变得凌厉了许多。感受到自身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满意之色。他随手点开微信，突然看到张薇薇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说对女孩子不礼貌的狗男人不配活在这个世上，还好我温柔迷人又可爱。左下角附上坐标，洛水市云城区盛和情趣电竞酒店。很好，正愁找不到你在哪呢，你竟然连自己坐标位置都给附上了。陆晨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他果断开启伪装戒指的伪装能力，将自己伪装成王岩的模样，这样才方便等完事之后将黑锅甩到王岩身上。开启伪装能力后，陆晨照了照镜子，自己简直变得跟王岩一模一样，身材瘦高，鹰钩鼻。王岩这个形象简直太方便自己肆无忌惮的作案了，无论闹起多大的风波，都是王岩背黑锅。伪装成王岩的模样后，陆晨直接来到盛和情趣电竞酒店。陆晨走到酒店前台，说道：“给沈薇薇的房间多开一晚。”如果直接问前台沈薇薇住在几号房，前台肯定不会泄露住户隐私信息。但如果是给沈薇薇房间加钱，那就不一样了。前台小姐一脸礼貌地说道：“请问是要给438号房间的沈薇薇小姐加一天吗？需要您支付388元。这么贵，不加了。”陆晨摆了摆手，他径直坐上电梯，来到4楼38号房间。刚一推开门，陆晨就看到一幅不可描述的荡乱画面。沈薇薇见到陆晨，实际看到的是王岩，瞬间愣住了。“岩哥哥，你怎么来了？”陆晨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怎么，我不能来吗？”沈薇薇露出一抹你玩味的笑容：“岩哥哥，你肯定可以来啊。不过，岩哥哥你来找我，肯定有你的目的吧？你猜？”陆晨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沈薇薇脸上突然漾起一抹红润的春色，一丝不挂地走到陆晨面前，附在陆晨耳边，声音狐媚地说道：“岩哥哥，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本事，能让我姐对你如此迷恋？要不，让我也试试。”第24章，王岩躺着也背锅，狗咬狗的好戏。沈薇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带着她那狐媚的笑容，信息量很大。陆晨眼神微微一眯，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一巴掌拍在沈薇薇身后。沈薇薇被拍得身体前倾，一声妩媚的娇喘：“啊呜！”沈薇薇眼神变得有些迷乱，陆晨眼神却变得冰冷无比，猛然一巴掌扇在沈薇薇俏脸上，砰！沈薇薇直接被扇飞好几米远，重重摔在了地上，她门牙都被摔断好几颗，痛得满嘴吐血。沈薇薇眼神骇然，突然看到镜子里自己鼻骨塌陷，近乎毁容的模样，满脸怒容地盯着陆晨：“王岩，你有病啊！”她身旁的精神小妹们更是怒气冲冲地盯着陆晨，怒斥道：“王岩，你完了！沈薇薇可是你小姨子，更是沈雪儿的亲妹妹，我们不仅要将这件事告诉沈雪儿，还要报警将你送进牢里，让你牢底坐穿。”看着这群精神小妹将所有的愤怒的归结到王岩身上，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他们这么一说，陆晨就知道接下来必然有一场狗咬狗的好戏即将上演。陆晨很期待，他将计就计地说道：“是吗？如果将你们一块杀了，就不会有人向沈雪儿告密，更不会有人报警。”陆晨掐住沈薇薇的脖子，咔嚓一用力，竟然直接将沈薇薇的脖子拧断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无头尸体更是不断淌血。啊！救命啊！杀人了！这无比血腥的一幕吓得这群精神小妹发出歇斯底里的惊恐尖叫。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狞笑，如同拎小鸡一般将精神小妹们拎了起来，然后从4楼高的窗户处将这群精神小妹一个个扔了下去。这群精神小妹跟着沈薇薇在网上疯狂造谣遍地男性，还在游戏里疯狂诬陷辱骂自己，将他们从4楼高的窗户扔下去，至少也得落个终生残疾。很快，楼下传来凄惨无比的尖叫声：“啊，完了！我的双腿彻底断了，我的手臂彻底废了啊！都是王岩害的，他杀人了！报警！报警！必须判他死刑！”很快，救护车和警车相继赶来，在得知情况之后，开始到处搜查通缉犯罪嫌疑人王岩的下落。而此时，陆晨早已经开启暗夜收割者的隐身能力，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盛和情趣电竞酒店。
任谁都不可能怀疑到陆晨身上，因为陆晨的身影从来都没有在盛和情趣电竞酒店出现过。摄像头拍下的只有王岩进了沈微微的房间。接下来，陆晨只需要等着看一场狗咬狗的精彩好戏。很快，陆晨回到了家里，重新登录了游戏。前世之仇要报，但在游戏中不断变强也无比重要。创世世界和地球很快就会打通传送门，黑暗势力和光明圣殿都会疯狂入侵地球，屠戮灭绝人类。陆晨必须尽快将实力提升到足够强大，才能在未来混乱的模式之中存活下来，甚至是称王称霸。此时，陆晨直奔光明骑士团的坐标位置。他前世对整个创世游戏发生过的所有剧情全都了如指掌，很轻易就找到了押送火焰巨龙尸体的光明骑士团。一群身穿白色铠甲的光明骑士们正在平原上一路前行。陆晨眼神微微一眯，直接率先出手，朝着光明骑士团发起偷袭。与此同时，警察突然闯进了沈雪儿家里，将沈雪儿押送到了警局。死者是她妹妹沈微微，杀人嫌疑犯是她男闺蜜王岩。刑警自然要对沈雪儿进行审讯，并且将事情原委告知了沈雪儿。沈雪儿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宛如晴天霹雳，自己最好的男闺蜜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会这样？王岩杀害我妹妹肯定是有原因的。抛开事实不谈，这件事情陆晨有很大责任。如果陆晨及时将王岩的医药费送过来，并且向我俩赔礼道歉请客吃饭，就不会导致王岩心情不好，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来。这件事都怪陆晨，都怪陆晨，这笔账必须算在陆晨身上，陆晨必须为我妹妹的死负全责。在沈雪儿眼里，王岩可是她最好的男闺蜜，哪怕做错了一点小事，也是应该被原谅的。但陆晨害得王岩做了错事，就得必须为此付出千倍万倍的惨痛代价。对，陆晨已经是成年人了，做错了事情就得承担责任。沈雪儿给王岩发送了一道微信消息：岩哥哥，都怪陆晨让你心情不好，不小心做了出格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将罪责推到陆晨身上，让他替你坐牢。接到消息的王岩一脸懵逼，我只不过是在家里睡了一觉，沈雪儿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岩正准备给沈雪儿打电话问问她的话是什么意思，突然门外传来无比愤怒的声音。那群精神小妹的父母领着警察已经堵在了王岩家门口。王岩就住在这里，就是他害得我女儿断了双腿，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警察同志，你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给王岩那个坏蛋判重刑啊！是啊，王岩把我女儿摔成了植物人，后半辈子都要昏迷不醒，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王岩害惨了我们这么多家庭，警察同志，你们一定不能放过他啊！一定要将他重判，最好能将他判死刑，我们绝不谅解。王岩隔着门缝看见武警持枪强行撬他的门锁，一群精神小妹父母更是愤怒到咬牙切齿。王岩突然心里很是发慌，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难道摊上什么大事了？与此同时，沈雪儿离开警局后，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如果让陆晨主动承认这件事情责任在他，那么王岩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沈雪儿眼睛一亮，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她直接给陆晨打过去一个电话，可陆晨压根不接她的电话，气得沈雪儿无可奈何，只能玩回创世网游发泄下情绪。她玩创世网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靠着夹子音装萌妹子到处找人带，靠着白嫖别人宝贵的练级时间，她也升到了3级。这一次她打算继续找大神带，跟着大神白嫖经验。进入游戏后，她出了新手村，疯狂到处寻找大神，企图跟着白嫖经验。她突然看到前方一个熟悉的男人身影，让她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第25章，陆晨疯狂屠戮。沈雪儿震惊，这不是陆晨的二舅吗？沈雪儿看到前方一个身材高大的光头中年男人正在带队清剿野猪林的野猪。光头二舅击杀野猪效率非常之快，看样子实力非常不俗。沈雪儿眼神闪过一抹惊喜之色，快步走了过去。在他看来，陆晨二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游戏高手，不仅能带自己快速升级，还能顺势打听一下陆晨的下落，让他站出来替王岩背锅认罪。如果陆晨再不站出来替王岩背锅认罪，王岩就真的要被警局拘留判重罪了。毕竟牵扯一条人命和10几人沦为残废，牢底坐穿都是小事，有可能还会被判处死刑。陆晨，该你站出来的时候，你死到哪里去了？真是个没卵蛋的男人。沈雪儿对陆晨很失望，咬牙切齿暗道。他咬了咬牙，快步走到正在奋力刷怪的光头二舅身旁。沈雪儿有着惊人的表演天赋，她迅速伪装出一副乖巧温柔的模样，朝着光头二舅款款有礼道：二舅，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陆晨的未婚妻沈雪儿，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您。光头二舅瞥了他一眼，却冷笑一声，根本没有给沈雪儿好脸色看。他早就看出沈雪儿是个很有心机的绿茶女，她根本就不会对陆晨真心实意的付出，跟陆晨在一起纯粹就是为了玩弄陆晨的感情，骗取陆晨的钱财。
光头二舅还曾经多次提醒过陆晨父母，这种女孩千万不能娶回去。可陆晨父母一心想早点抱孙子，哪里听得进去光头二舅的话，反倒把光头二舅骂得狗血淋头。你自己没娶上媳妇就算了，也想让我家陆晨娶不上媳妇儿？先管好你自己吧。光头二舅被陆晨父母骂得哑口无言。后来事情果然如光头二舅猜测的那样，沈雪儿在结婚典礼上竟然为了别的男人放弃了和陆晨的婚礼，选择逃婚，将陆晨和陆家的面子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摔碎了一地。光头二舅无妻无孩，从小就把陆晨当成自己亲生孩子看待。他在婚礼上亲眼见到沈雪儿如此冷漠无情地对待陆晨，又怎会给沈雪儿好脸色看？滚蛋！你不配当陆晨的未婚妻！如果不是看在陆晨面子上，我真想一刀劈了你！光头二舅从未如此痛恨过一个人，他盯着沈雪儿的眼神甚至流露出了一抹杀意。沈雪儿有些不敢置信陆晨二舅竟然会如此对他，他仍有些不甘心。你不愿意带我升级就算了，告诉我陆晨在哪里总可以吧？光头二舅竟然一脚踹在沈雪儿胸口，将他踹得倒飞出去，狠狠瞪着他威胁道：赶紧滚！听到没有？我早就给陆晨物色好了外室儿媳的人选，你要是再敢接近陆晨，我见你一次杀你一次。光头二舅已经为陆晨做好打算，准备将自己队伍里一名刚满18岁的妹子介绍给陆晨。这妹子虽然家里条件一般，但心地善良，总是为别人着想，最重要的是她颜值长相比沈雪儿强太多了，陆晨带她出去绝对嘎嘎有面子。沈雪儿见光头二舅眼露杀机，竟然真对自己动了杀心，她顿时露出一抹怨毒的神色。一辈子娶不到女人的绝户男人，玩个游戏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你比陆晨还让人恶心，你等着吧，我一定能傍上一个比你厉害10倍的游戏大神，我让他杀你1000次，杀你10000次。沈雪儿不敢看光头二舅那想要杀人的目光，他骂完直接转头就跑。沈雪儿直到跑到好几公里外，见光头二舅没有追上来，这才松了口气。这是一片广袤的草原，周围人烟寂寥，但远处竟有一道激烈无比的战斗声音。沈雪儿正愁找不到大神带自己，连忙望了过去，可他亲眼目睹的这一幕却让他感到无比震撼，内心更是惊喜万分。竟然是穆天尊，是那个以一己之力剿灭整个野狼会的穆天尊，更是那个斩杀魂殿、团灭魂少帝、豪取史诗级隐藏任务的穆天尊。可以说，游戏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子，极有可能就是这名掌握史诗级隐藏任务的穆天尊说了算。而此刻，穆天尊正和一群身穿银白圣铠的骑士 NPC 不断激战。准确来说，是穆天尊一个人竟然在单挑一群实力极其恐怖的高等级 NPC。穆天尊不断释放出一道道泛着圣洁光芒的治疗箭矢，但让沈雪儿震惊的是，那用于治疗的光属性箭矢射在光明骑士的身上。穆天尊竟然每射出一发光属性箭矢，都能秒杀掉一名实力极其强大的光明骑士。穆天尊身上泛起纯净圣洁的牧师技能光芒，却宛如最无情冷漠的死神，疯狂收割着一名又一名光明骑士的性命。几十名光明骑士几乎转瞬之间就被穆天尊尽数秒杀。穆天尊身上黑袍猎猎，傲然屹立，神情更是淡漠无比。此刻在沈雪儿眼里，眼前的穆天尊宛如恩赦亿万种族的光明神，又仿佛地狱里走出来的最残忍无情的死神，这让沈雪儿内心又惊又喜。此刻在他的心目中，穆天尊就是当之无愧的整个新手村第一强者。如果能让穆天尊喜欢上我，让他带我练级，那我岂不是能突飞猛进的快速升级，实力迅速暴涨？我还要让穆天尊替我报今天之仇。陆晨二舅不仅骂我、羞辱我，还狠狠踹了我一脚。必须让穆天尊大神将陆晨二舅杀成0级，杀到出不了新手村为止。如今让我有幸碰见了穆天尊大神，我必须要让穆天尊大神为我心动，心甘情愿的带我升级，为我付出一切。沈雪儿想到这里，眼神充满惊喜之色，内心更是对眼前的穆天尊升起了一抹爱慕之意。他快步朝着穆天尊跑了过去，内心正不断想着怎么才能让穆天尊死心塌地的成为他的群下之臣。只是他不知道，穆天尊就是修改了长相的陆晨。第26章，收获至宝，转职神职。穆天尊大神，你好帅啊！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您，您可是我的偶像啊！沈雪儿表演出一副极其崇拜的神情，朝着陆晨跑了过来。可由于陆晨疯狂的杀戮，周围的光明骑士已经进入了愤怒状态。这个女人是他的队友，给我死！沈雪儿还没来得及靠近陆晨，便被认定是陆晨的同伙，直接被光明骑士一刀狠狠劈在身上。沈雪儿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瞬间人头落地。他满脸懵逼的送回了复活点，等级跌落1级，自身属性也随之暴跌。沈雪儿站在新手村的复活点，竟然丝毫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又惊又喜。光明骑士实力竟然这么强，一刀直接将我秒杀了。而这恰恰证明了
穆天尊的实力足够强大，他竟然能凭一己之力杀得成群的光明骑士溃不成军。这么强的男人，必须得为我所用。穆天尊，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得到你。沈雪儿刚刚从复活点走出来，连身上的衣裙都被爆出来了，全身只剩奶罩和三角胖次的沈雪儿，竟然丝毫不觉得羞耻，她反倒觉得这样半遮半露的自己更加性感。雪白的身材和摇摇欲坠的大灯更加能俘获穆天尊的心，让穆天尊死心塌地地爱上自己。在他看来，自己是因为穆天尊才损失等级和装备的，穆天尊应该拿出一套更好的极品装备补偿自己，这样自己岂不是血赚？沈雪儿打定主意后，再次朝着陆晨的方向赶了过去。很快，沈雪儿便抵达了陆晨的身旁。只是他刚刚抵达陆晨身旁，便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住了。穆天尊一袭黑袍，神情淡漠，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身上只沾染了一丝斩杀光明骑士时溅在身上的血迹，而在他的脚下却是堆积如山的尸山血海。一整队的光明骑士竟无一人存活，全都被穆天尊以一人之力全部屠戮殆尽。此刻的穆天尊在沈雪儿眼里宛如冷漠无情的杀神，他好帅啊，他也太强了，这样优秀的男人一定要属于我沈雪儿的。沈雪儿看着穆天尊那伟岸挺拔的身影，一时之间看得竟有些痴了，眼神里难掩对穆天尊的崇拜和爱慕之意。周围骑士已经全部死绝，他终于可以放心地靠近陆晨身边。沈雪儿走到陆晨身边，眼神里全都是崇拜的小星星。他刻意扭动着饱满的臀部，企图以自己丰腴圆润的身材勾引起陆晨的情欲。穆天尊哥哥，你好厉害啊，我好喜欢你。刚刚为了找你，我被光明骑士杀了一次，连衣服都被爆没了。穆天尊哥哥，你应该也是落水市的吧？等会要不要约个地方见小妹一面？酒店你来定。沈雪儿最后一句话已经很露骨，她要的就是以最快的方式抓住穆天尊的心。她就不信穆天尊在自己如此赤裸裸的表白之下还能把持得住。沈雪儿非常自信地认为穆天尊必定拜倒在自己的16裙下，成为自己的裙下之臣。可接下来让沈雪儿无比骇然的一幕发生了。穆天尊仅仅只是眼神冰冷地瞥了他一眼，旋即瞳孔一缩，眼神里掠过一抹浓烈刻骨的杀意。穆天尊竟然连一句话都没说，直接一拳砸在他的脑门上。轰！沈雪儿哪里承受得了穆天尊这毫不留情一拳，他瞬间头颅爆裂，眼神里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轰然暴毙身亡。沈雪儿又被送回复活点了。穆天尊，他为什么要杀我？沈雪儿眼神骇然，他至死都没想明白穆天尊为什么要杀自己。尤其是穆天尊盯着自己时，那冰冷到了极致的杀人眼神，仿佛是有着滔天的仇念。沈雪儿轻轻舔舐了一下嘴唇，俏脸上竟然露出一抹变态般的笑容。穆天尊，没想到你和我一样都是个变态。我喜欢受虐，你喜欢虐人，我就是因为王岩经常虐待我，我才喜欢上他的。没想到你竟然更变态，直接动手要杀我。你好坏呀，我好喜欢这样的你，咱俩简直太般配了。哈哈！沈雪儿竟然越想越兴奋，眼神里充满了对穆天尊的崇拜和狂热。穆天尊，我一定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让你死心塌地的爱上我。与此同时，陆晨脸上露出一抹冰冷的笑容，他怎么也没想到沈雪儿竟然还能主动找上门来。沈雪儿果然是个不知廉耻的婊子，趋炎附势的到处勾搭男人。陆晨内心已经有了决定，直接杀了沈雪儿，岂不是太便宜他了？他要慢慢的折磨沈雪儿，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痛苦与绝望。陆晨要等沈雪儿承受过最极致的痛苦与绝望之后，再让以最残忍痛苦的方式杀了他。这一世，陆晨不会再对他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只有浓烈到极致的杀心。这时，击杀光明骑士和沈雪儿所获得的经验和寿命已经全部到账。叮！你击杀了28名光明骑士，获得1800点经验值，你获得2240天寿命。叮！你击杀了玩家温柔雪儿，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80天寿命。玩家温柔雪儿损失80天现实寿命。斩杀28名光明骑士，给陆晨提供的经验值和寿命都极为丰厚。丰厚的经验值涌入陆晨体内，他身上不断泛起炫白色的升级光芒。这一刻，陆晨的等级开始快速暴涨。恭喜，你升到了10级！恭喜，你升到了11级！这一波让陆晨的等级连升2级，直接达到了11级。在升到10级之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多了足足3倍，升级难度大大提升。陆晨迅速地走到光明骑士的尸体旁，将这些光明骑士死后掉落的战利品全部捡起来。叮！你拾取了至尊火焰巨龙的尸体。叮！你拾取了赤铜级技能书8级崩。叮！你拾取了神秘特殊矿石冰魄运神石。
叮，你拾取了312枚铜币，收获非常丰厚，不仅拿到了火焰巨龙尸体和一本赤铜级技能书，更是获得了一枚极其特殊的神秘矿石——冰魄运神石。品质未知，作用：如果将这枚矿石融入进冰系装备或者冰类系宠物身上，将会使其发生不可思议的惊人蜕变。陆晨眼神一亮，他果断将冰魄运神石收了起来。而接下来就是陆晨无比期待的时刻，终于能够转职成为牧师系的最强实星职业昊日星君，并且游戏系统奖励的特殊礼包也能开启了。第27章超级神龙宠物要孵化出生。陆晨眼神期待地将昊日星君转职卷轴、实星神职和游戏系统奖励礼包取了出来。他先是将游戏系统奖励礼包直接打开。叮，你打开了游戏系统奖励礼包，恭喜，你获得了赤铜级宠物玄水龟，竟然是一只赤铜级宠物。陆晨眼神一喜，他拥有前世记忆，深知创世网游内想要得到一只宠物近乎难如登天，哪怕到了游戏后期，拥有宠物的玩家也不足1%。虽然陆晨已经拥有一只龙神蛋了，但不影响陆晨同时拥有2只宠物。在龙神蛋还未孵化前，这只玄水龟便是陆晨最佳的战斗伙伴，哪怕等到龙神蛋孵化之后，玄水龟同样作用巨大。陆晨打算将玄水龟打造成一只防御型宠物，而超级神龙是攻击型宠物，2只宠物一攻一守，攻守兼备。玄水龟是冰系宠物，刚刚获得的冰魄运神石正好可以让玄水龟进行合成进化。陆晨眼神顿时亮了起来，果断将超级合成器和冰魄运神石一起取了出来，将玄水龟宠物赤铜级和雷霆运神石需消耗6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867天，确定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宠物极冰地凯龟密银级。极冰地凯龟，品阶密银级等级，1攻击力，10法术攻击，20防御力，1000技能，反伤刺甲，将受到伤害的100%返还给敌人。一只浑身布满冰灵倒刺的冰龟宝宝从合成器中爬了出来，它憨憨的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陆晨，可爱又憨厚。刚刚出生的冰龟宝宝身上还沾着蛋壳里的粘液，肚子却发出了咕咕的叫声，看样子是饿了。小家伙还真可爱。陆晨揉了揉冰龟宝宝的小脑袋，将破裂的蛋壳碎片喂给冰龟宝宝。冰龟宝宝嗅了嗅喂到他嘴边的蛋壳碎片，似乎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冰龟宝宝趴在陆晨手心上，大快朵颐地吞吃着蛋壳。你的冰龟宝宝吞吃了蛋壳，防御力加5。你的冰龟宝宝吞吃了蛋壳，防御力加5。你的冰龟宝宝吞吃了蛋壳，防御力加5。冰龟宝宝吞吃蛋壳的过程中，防御属性竟然也在随之增长。将所有蛋壳全部吞吃掉之后，冰龟宝宝竟然提升了足足50点防御力，让原本防御力就已经极其恐怖的冰龟宝宝变得更加无坚不摧。阿哥，冰龟宝宝吃饱之后还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一脸亲昵的偎依在陆晨脚边，发出欢快的声音。看着冰龟宝宝那恐怖到了极点的防御属性，陆晨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冰龟宝宝不仅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前排坦克，更是附带高达100%的恐怖反伤效果呀！冰龟宝宝挨打不一定掉血，但敢攻击他的敌人一定疯狂掉血。随后，陆晨又将昊日星君转职卷轴取了出来。叮，你是否确定转职为牧师系实星神职昊日星君？确定转职。陆晨眼神里迸发出一抹期待之色。当他选择确定的那一刻，整个转职卷轴化作一道璀璨耀眼的金色圣光，涌入陆晨体内。轰隆隆，骤然之间，陆晨背后浮现出熊熊燃烧的烈日虚影。此刻的他宛如太阳神降世。恭喜，转职成功！你成功转职为牧师系实星神职昊日星君。你的法术攻击力提升100点，你的治疗强度提升100点，你的生命值提升1000点，你的法力值提升1000点。你获得了新技能昊日星辉，太阳神辉，将太阳之力普照在目标区域，每秒治疗目标范围内的友军350点生命值。陆晨的杀戮牧神天赋目前已经能将治疗量转化为5倍伤害，这意味着太阳神辉技能一旦开启，范围内敌人都将承受到每秒将近2000点的伤害值。只可惜陆晨的额外寿命只剩677天，根本不够进行一次合成。不然若是将刚刚获得的8级崩技能和太阳神辉技能进行合成，必然能将太阳神辉升级成一个威力更加恐怖的神技。看来要想办法收集更多的寿命了，陆晨心中暗道。最后，陆晨将目光落在了火焰巨龙的尸体上。庞大的火焰巨龙尸体横陈在陆晨面前，陆晨眼神掠过一抹期待之色。
终于可以酝酿那枚龙神蛋了。陆晨将泛着清幽光芒的龙神蛋取了出来，放在火焰巨龙尸体身下，然后狠狠割开火焰巨龙的赤红色鳞片，嫣红的龙血顺着伤口不断渗透出来，龙血一滴接着一滴，不断滴落在龙神蛋上。龙血滴入龙神蛋后，迅速便被龙神蛋吸收。在龙血的不断滋养下，龙神蛋上的青色龙纹变得更加玄妙，龙神蛋的气势也在不断攀升。龙神蛋吸收了一滴火焰巨龙之血，防御力加1。龙神蛋吸收了一滴火焰巨龙之血，法术攻击力加1。龙神蛋吸收了一滴火焰巨龙之血，生命值加10。一头火焰巨龙尸体宛如一座巨大的山丘，这样一滴一滴的滴入龙神蛋内，要想将龙血吸收干净，恐怕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陆晨感觉这样实在太慢了，他直接将火焰巨龙尸体割开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将整个龙神蛋塞进了火焰巨龙体内。龙神蛋漂浮在磅礴如海的龙血之中，开始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龙血。这一刻，海量的龙血不断涌入龙神蛋内，龙神蛋骤然迸发出妖异夺目的血红光芒。龙神蛋吸收了1吨火焰巨龙之血，防御力加100。龙神蛋吸收了1吨火焰巨龙之血，法术攻击力加100。龙神蛋吸收了1吨火焰巨龙之血，生命值加1000。随着龙神蛋吸收的龙血越来越多，整个巨大的火焰龙尸竟然逐渐变得干瘪。片刻之后，庞大的火焰巨龙彻底变成一具干尸，而吸收了上万公斤火焰龙血的龙神蛋，此刻竟然隐隐爆发出一道磅礴霸道的龙吟之声。咔嚓一声，龙神蛋竟然隐隐有了碎裂之势。难道说，盯着隐隐想要碎裂的龙神蛋，陆晨眼神迸发出一抹金光，内心有些期待。第28章，这么能装逼，看网络小说看多了吧？陆晨死死盯着不断颤动的龙神蛋，龙神蛋颤动出一丝碎裂的痕迹，但这碎裂的痕迹竟然爆发出炽热无比的火光，最终凝聚成赤红色的龙神纹路，凝聚在了龙神蛋之上，使得整个龙神蛋被一股炽盛无比的烈焰包裹，竟隐隐诞生出一股炽热可怕的龙神之威。看样子龙神蛋并没有提前孵化，晚些孵化也好，这样我就有时间收集更多的龙血给龙神蛋吸收。吸收的龙血越多，孵化出来的超级神龙才会潜力越恐怖，实力也越强大。陆晨眼神里迸发出一抹金光。可就在此刻，一道充满杀意的厉喝之声骤然在陆晨背后响起：“穆天尊，滚过来受死！”陆晨转头看去，竟是魂少帝领着一群魂殿玩家将陆晨给包围了起来。魂少帝这次只带了9个人来，但这9个人全部竟然都是5级以上玩家，很显然全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其中更有一名披头散发的卑贱少年，等级竟然已经达到了10级。他浑身泛着世人的肃杀之意，很显然已经完成了转职，并且还是隐藏职业剑魔。以卑贱少年的等级和实力，放眼周围10几新手村，都绝对是首屈一指的顶尖强者。只是这卑贱少年 ID 并没有魂殿的统一前缀，而是叫剑北玄。剑北玄神情冷漠，站在魂少帝身侧。魂少帝转头看向剑北玄，说道：“北玄兄弟，前面这小子就是穆天尊，可别小看他，我上次就是栽在他手里，被他抢走了那个无比重要的史诗级任务，还害我惨死。帮我将他宰到0级，你每宰他一次，我给你100万现金。”剑北玄叼着狗尾巴草，一脸不屑地走了出来。切，就这小子的命也值100万，杀他一次100万，4舍5入跟捡钱有什么区别？剑北玄拔出背后血剑，浑身骤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肃杀之势，凌空一跃，携着邪异猩红的漫天血气，朝着陆晨狠狠暴斩而下。小子，乖乖受死！你敢替魂少帝做事，你可知下场？陆晨反问道。我剑北玄一生行事，何须向你解释？剑北玄眼神孤傲，神情淡漠。这么能装逼，看网络小说看多了吧？陆晨嗤笑一声，双手负立于身后，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面对剑北玄那恐怖到极致的攻杀之势，陆晨竟然站在原地稳然不动。周围所有关注战局的魂殿玩家全都忍不住议论纷纷。穆天尊怎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难道他自知不是剑魔剑北玄的对手，直接放弃反抗了？我看也是。剑北玄不仅已经完成转职，更是成为了强大的隐藏职业。穆天尊也就欺负没转职的普通玩家，真正碰见剑北玄这种顶尖高手，穆天尊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没错，穆天尊这种欺软怕硬的怂货，也就前期勉强能出点风头，等到了游戏中期，随便一个玩家都能将穆天尊踩在脚下，像蚂蚁一样将他踩死。魂少帝顿时露出得意的笑容，内心更有种大仇得报的无比畅快之感，嗤笑道：“穆天尊，现在知道怕了，可惜已经晚了。从你抢我史诗级隐藏任务的那一刻，你与我的仇恨早就已经不共戴天。今天杀你，
只是我报仇的开始，接下来你会被一次又一次的被杀，直到你死到临极。另外，我已经在现实中派出你无法想象的超级狠人，正在疯狂搜寻你下落。一旦你的下落暴露，你就彻底去死。魂少帝的话还没说完，他的声音却已经戛然而止。魂少帝满眼都是震惊之色，有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剑北玄挥出杀意磅礴的一剑，即将斩在陆晨身上的那一刻，陆晨竟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轻轻抬起了手心的小乌龟。小乌龟只有他手心那么大，却勇敢地用龟壳去硬抗剑北玄那霸道无匹的一剑。但接下来这一幕却让魂少帝和魂殿高手们全都深深震撼住了。小乌龟的龟壳与剑北玄的血剑狠狠碰撞在一起，竟然将剑北玄的恐怖剑意完全反弹了回去。小乌龟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甚至还嘲讽般地吐出小舌头，充满了挑衅与不屑。这是他的技能反伤刺甲生效了，能将受到的所有伤害100%返还给敌人。那股恐怖无比的剑势完全反噬到剑北玄身上，竟然直接将剑北玄震飞出去。-299，剑北玄头顶飘出一道血红的伤害数字，让他血量瞬间少了一大截。若非剑魔职业天生血厚，早就被反伤给直接反死了。剑北玄眼神惊骇地盯着陆晨，脸上骇然露出一副难以置信之色。他不敢相信陆晨手里这只不到巴掌大的绿皮龟实力竟然如此恐怖。魂少帝盯着陆晨，出言嘲讽道：“小子，你靠宠物算什么本事？难道你要当一只缩头乌龟，靠另一只乌龟保命？没有这只乌龟，你连屁都不是。”魂少帝出言嘲讽，就是要激怒陆晨，让陆晨放弃乌龟宠物这一大杀器。可还没等陆晨说话，剑北玄突然瞪了魂少帝一眼：“你别插嘴，宠物也算实力的一部分，都不许插手，我要和穆天尊1v1真男人大战！”剑北玄突然暴躁一吼，竟然将魂少帝给镇住了。剑北玄身影突然一闪，竟然直接瞬移到了陆晨背后，骤然朝着陆晨后脑勺狠狠斩下。小子，这次你的乌龟可来不及保你了，血爆剑斩！可还没等剑北玄这一击落下，陆晨一声低吟，救赎之剑，咻咻咻，连续3发蕴含光明胜利的救赎圣剑骤然朝着剑北玄爆射而去。剑北玄隐隐感受到了救赎之剑所蕴含的恐怖杀伤力，不得不转攻为守，用血剑去抵挡3发救赎之剑的强势之威。枪枪枪，3发救赎之剑撞在血剑之上，骤然光芒迸射，发出尖锐的脆响。-220，部分伤害抵消。-219，部分伤害抵消。-221，部分伤害抵消。哪怕伤害被抵消掉一大半，但这连续3道恐怖的伤害数字仍旧让剑北玄有些吃不消，血量瞬间跌了一大半。第29章，我和穆天尊1v1男人大战，谁都不准插手。眼看剑北玄竟有些不敌陆晨，魂少帝眼神掠过一道寒光，厉喝道：“布置8绝魂杀阵，绞杀陆晨！”这一刻，所有魂殿高手全都露出视死如归的神情。何为8绝魂杀阵？乃是绝心、绝魂、绝魄、绝气、绝血、绝脉、绝髓、绝骨7绝魂杀阵，属于杀敌1000，自损1万的献祭招式。一旦开启，只要敌人血量不超过5000点，都必将和这8个人同归于尽。而这就是魂少帝灭杀陆晨的真正计划。如果剑北玄能杀死陆晨，那便皆大欢喜；如果剑北玄打不赢陆晨，至少也能拖住陆晨。魂少帝趁此时机布置8绝魂杀阵，绞杀陆晨。无论如何，陆晨都将陷入必死之局。陆晨感受到8绝魂杀阵的恐怖气势，骤然瞳孔一缩，内心生出一股危机感。不过，陆晨还有底牌，他正准备召唤出裁决天使，去提前破坏正在布置中的8绝魂杀阵。可就在这时，正在疯狂进攻的剑北玄却突然停手了。剑北玄眼神死死盯着魂少帝，怒斥道：“魂少帝，你在看不起我？我和穆天尊1v1男人大战，不准你插手。”魂少帝摇了摇头，眼神变得无比冰冷：“你已经输了，你不是穆天尊的对手，但是穆天尊今天必须死。”剑北玄内心感觉无比憋屈，不仅没打赢陆晨，还被魂少帝嘲讽了一番。他骤然拔剑，转身竟然一刀狠狠劈在魂少帝脑袋上。谁让你插手了？谁让你看不起小爷我？呸！魂少帝骤然脑袋崩裂，血量瞬间清零。他带着满脸难以置信的神情，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一刀出暴击，一刀毙命。见到魂少帝死了，周围的魂殿高手瞬间慌了。老大没了，快逃啊！穆天尊和剑北玄这2大超级高手联手，才死咱们这群还没转职的菜鸡玩家，比碾死蚂蚁还容易啊！一瞬间，8大魂殿高手纷纷落荒而逃。
剑北玄拔出血剑，竟朝着八大魂殿高手怒劈而去。陆晨却在这时坐不住了，怒斥道：“妈的，狗逼抢我人头！他缺额外寿命合成升级太阳神辉技能呢，正急需击杀玩家报寿命。剑北玄竟然在这个时候疯狂抢他人头，陆晨也不藏拙了，直接大手一挥，太阳神辉骤然启动，一轮炽热耀眼的烈阳出现在8名魂殿高手和剑北玄的头顶，太阳发射出耀斑光线，照射在众人身上的一瞬间，负1744，负1745，负1747，恐怖的超高温辐射伤害瞬间便将8名魂殿高手和剑北玄直接融化，瞬间秒杀，魂飞烟灭。这恐怖的太阳神辉威力让陆晨直接惊呆了，好猛的技能！只要进行合成升级，这个技能还可以变得更猛。叮！你击杀了8名魂殿公会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6400天寿命。8名魂殿公会玩家各损失80天现实寿命。叮！你击杀了玩家剑北玄，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100天寿命。玩家剑北玄损失100天现实寿命，一共斩获6400天寿命。美滋滋，可以直接合成技能了喽！陆晨果断将超级合成器和8级崩技能书取了出来，将8级崩技能书和太阳神辉技能加入合成器内，将8级崩赤铜级技能和太阳神辉密银级技能需消耗7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7177天，确定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技能耀日神鞭黄金级。耀日神鞭将太阳神力凝聚成一把神鞭，可以用来抽打友军或者敌人。抽打友军时，给友军恢复400点生命值，并且提升30%攻速；抽打敌人时，给敌人造成400点伤害，并且降低敌人30%移速。陆晨眼前顿时一亮，太阳神辉技能只是一个短暂爆发技能，而进化之后，耀日神鞭技能成为了持续高爆发技能，不仅伤害变得更高了，持续时间也变得更加持久了。陆晨用木桩实验了一下耀日神鞭的技能伤害，在杀戮牧神天赋加持下，耀日神鞭技能实际伤害为治疗效果乘5加技能伤害等于实际伤害量，足足有2500点伤害，比原本的太阳神辉高出足足750点伤害。陆晨感觉非常满意。与此同时，剑北玄突然发来消息，穆天尊，魂少帝派出的雇佣兵已经分析出了你住在洛水市云城区，你很快就会被他们找到，注意保命，可别死了。陆晨瞳孔一缩，为什么要帮我？剑北玄淡淡回道，你杀了我一次，我必须得杀回来，我必须堂堂正正击败你，在我击败你之前，你不准死。陆晨顿时有些无言以对。剑北玄虽然爱装逼了点，但称得上是一个可敬的对手。而此时，陆晨直接来到了村长后院，找到了光明圣女莉莉丝。圣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巫妖王派人劫掠了路过的圣骑士队伍，杀死了所有圣骑士，并且还抢走了一头巨龙的尸体。陆晨要彻底挑起巫妖王和圣女莉莉丝的矛盾，必须让他们互相仇视起来，这样才方便陆晨从两人的斗争中不断榨取利益。圣女莉莉丝眼神顿时一惊，不好，那只火焰巨龙尸体一旦落到巫妖王手里，必然会被制作成一只强大的亡灵古龙。你帮我找到那具火焰巨龙的尸体，在尸体上洒入光明圣水，一旦巫妖王想要制作亡灵古龙，光明圣水将会直接引爆火焰巨龙尸体，绝对能将巫妖王炸成重伤。巫妖王一旦重伤，你第一时间联系我，我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击杀巫妖王。叮！你接到了史诗级隐藏任务，反杀巫妖王。任务内容配合圣女莉莉丝的计划，将光明圣水倒进火焰巨龙尸体上，配合李莉莉丝杀死巫妖王。若完成任务，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第30章，你俩斗得越惨烈，我就越能榨取更多的利益。任务我接了。陆晨点了点头，接下了任务。斗吧，让巫妖王和光明圣女使劲斗吧。你俩斗得越惨烈，我就越能从你俩身上榨取更多的丰厚利益。陆晨眼神闪过一道金光，直接离开了圣女莉莉丝的住处。陆晨突然感觉肚子有些咕咕叫了。虽然他在游戏里已经有了不俗的实力，但现实中还是一个需要吃五谷杂粮的凡人，饿了就得吃饭补充营养。陆晨直接选择下线。对了，之前二舅好像遇到了一些事情，话都没说完就直接掉线了，正好问问二舅发生了什么事情，顺便蹭顿饭。陆晨眼神一亮，直接起身出门，打出租车来到了二舅家。可当陆晨推开二舅家大门，看到屋子里惨烈景象的那一刻，陆晨直接懵住了。只见整个房间一片狼藉，桌子被掀翻在地，倾倒啤酒，玻璃杯的瓶子全都碎成一地，地上流淌着各种浑浊的液体和玻璃碎片，甚至还夹杂着刺鼻的血迹。
很显然，二舅家这里一定发生了无比惨烈的激战斗殴。陆晨心中暗道不妙，糟了，一定是什么人突然闯进了二舅家，然后将二舅家砸得一片狼藉。二舅竭力反抗，最终还是被带走了。只是二舅现在到底是死是活？以二舅的游戏等级，现在应该已经获得了一部分游戏实力。既然有人能将二舅带走，那就说明掳走二舅的人一定也提取了创世网游的超凡力量，并且这群人的超凡力量一定比二舅的超凡力量更强。越是这种紧要关头，陆晨越是冷静无比，不断的进行理性分析。这群人的实力一定很强，我要让实力变得更强，才能想办法救出二舅。陆晨重新回到游戏。如今普通能力提取药水已经在市场上能够买得到，这群掳走二舅的人一定是发挥重金，从游戏内市场上购入了一批能力提取药水。陆晨只有一个人，要想以少胜多，就必须提取出更强的实力出来。我必须得弄到一份更高阶的力量提取药水。陆晨转身直接回到了圣女莉莉丝的住处。圣女莉莉丝盯着陆晨，目光有些不善。交代给你的事情还没完成，你回来做什么？陆晨开门见山说道，我要一瓶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普通的能力提取药水大多都是赤铜级的，其实秘银级的能力提取药水就已经能击败他们了。但陆晨为了保险起见，最好还是能要来一瓶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圣女莉莉丝摇了摇头，有些厌恶地看向陆晨，我讨厌贪得无厌的人，你配合我杀死巫妖王，我会考虑给你一瓶秘银级能力提取药水。陆晨毫无犹豫地拒绝了，我就要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而且必须现在就给我。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告诉巫妖王你要毒害他的消息。巫妖王若是得知这个消息，不仅你的所有计划全部功亏一篑，甚至就连你本人也必定遭到巫妖王无穷无尽的报复。孰轻孰重，你自己看着办。陆晨没有丝毫犹豫，转头就走。他也是在赌，他在赌圣女莉莉丝一定会喊他停住脚步。3，陆晨一边朝门外走，一边心中默念倒数。1，圣女莉莉丝依旧没有叫住他。陆晨内心咯噔一下，只能硬着头皮踏出房门。你小子真是让人厌恶。这瓶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给你了，但你要是敢将我的计划泄密给巫妖王，我一定亲手杀了你。一瓶金灿灿的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被圣女莉莉丝扔了出来，落到苏晨面前。苏晨眼神闪过一抹金光，稳稳将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接在手里。在圣女莉莉丝杀意腾腾的目光之下，他径直离开了。拼着得罪圣女莉莉丝的代价，只是为了得到一瓶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其实有些不值得。但如果没有这瓶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陆晨就没把握从一群拥有超凡力量的神秘人手里救回二舅。陆晨回想起小时候父母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才只有6岁的他哭着跑到了二舅家。二舅那时候穷的房租都欠了好几个月，还是领着他去吃了顿丰盛的火锅。可能是二舅不想陆晨因为父母吵架留下心理阴影，吃完饭后，二舅还领着陆晨去了他最爱的游乐场。陆晨在里面玩得很开心，却无意间看到窗外二舅卑躬屈膝的给游乐场管理员赔礼迎笑。长大后，陆晨才逐渐想明白，一张游乐场门票可能不贵，但二舅那时候的经济状况，他是真的掏不起了。但二舅宁愿逢迎陪笑，也要给陆晨抹去童年的阴霾，换来一份他童真无邪的欢乐。在别人眼里，二舅是个既没出息也没钱，甚至还没媳妇没孩子的烂混子。但陆晨从小父母感情就不好，父亲酗酒，母亲嗜赌，他的童年孤独又缺爱。是二舅倾其所有，给陆晨凄凉的童年涂抹上了一道明媚的亲情，是陆晨年少时仅有不多的一道光。若是二舅真的出事，陆晨会悔恨一辈子。陆晨眼睛有些发红，他毫不犹豫地仰头喝下了这瓶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叮！你现实中获得了超级技能耀日神变。叮！你现实中获得了宠物伪装及冰帝凯龟。叮！你现实中获得了能力初级毒性免疫。叮！你现实中获得了体内蛊虫亵毒虫。叮！你现实中增加了300点法术攻击，300点治疗强度，100点攻击力。连续5道游戏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陆晨直接下线，他清晰地感受到了浑身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现实里法术攻击和治疗强度足足提升了300点，这让他的实力直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变，并且还增加了一大堆的能力，就连神技耀日神辉都被陆晨提取了出来。可接下来，陆晨突然想到一个新的难题，这群神秘歹徒到底将二舅掳到了哪里？我该去哪营救二舅呢？第31章，等我死了以后，我得指望那个傻小子给我送终，只能先去报警，让警察帮忙查明歹徒的身份和下落。陆晨眼神一凝，飞快赶往最近的派出所。可让陆晨没想到的是，整个派出所竟然空荡荡的。陆晨在里面转了一圈，竟然连一个穿警服的都没碰见，只看到一个穿着保安服的看门大爷。陆晨只能朝看门大爷问道：“大爷，
今天派出所里怎么一个警察都没有？我是来报案的，我的亲人被坏人劫走了。看门大爷递出来一个登记表，说道：“你登记一下报案信息，留个联系电话，等办案警察回来了，他们会通知你。”陆晨连忙问道：“得多久？”看门大爷摇了摇头，说道：“不清楚，可能明天，也可能下个星期，甚至可能半个月后。听说最近有款叫创世的网游火了，玩家竟然能从游戏里提取力量，导致很多创世玩家获得超凡力量之后，就到处犯罪作案，警力根本不够用。最近为了加快破案速度，就连院里的警犬都被活活累死了3条。”陆晨顿时有些急了。由于创世网游导致犯罪案件暴增，派出所警察正忙得不可开交。等轮到查办陆晨二舅的失踪案，恐怕二舅早就被嘎了。怎么办？陆晨就算有实力能救出二舅，可也得能找到二舅的下落才行啊。就在陆晨因为找不到二舅下落感到无比头疼之时，他身旁竟然响起了一道隐约熟悉的女人声音：“雷锋哥，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你，你来这里也是为了报案？”陆晨抬头发现眼前的女人竟然是曾经被野狼会贪狼囚禁在房间里的那个美妇。救了美妇之后，美妇问陆晨名字，陆晨很装逼的说了一句：“不用谢哥，哥叫雷锋。”没想到竟然被美妇拿来调侃自己了。陆晨无奈说道：“我二舅被歹徒掳走了，歹徒有超凡力量，并且很强。”美妇顿时皱眉：“这个二舅对你是不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陆晨毫不犹豫的说道。美妇突然咬了咬牙，说道：“那好，跟我来，我帮你救你二舅。”陆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美妇拽进了一辆黑色奥迪 A8 轿车里面。美妇猛踩油门，轿车嗡的一声，在大街上竟然直接飙到了180码。等下车时，陆晨发现竟然来到了一个军事秘密基地，许多武装特警正在基地内丝毫不敢停歇的忙碌着，直到美妇领着陆晨走了过去，才有武警打招呼道：“杜小姐回来了。芊芊姐，杜将军正在到处找你呢。你跑哪了？”陆晨瞬间明悟，眼前的美妇应该是叫杜芊芊，那个杜将军很有可能就是他爹。杜芊芊压根不理这群武装特警，他直接拉着陆晨进到了一间巨大的监控室内。这个监控室足足有上万块监控屏幕，无比清晰地监控着整个落水市的每一个角落。陆晨顿时眼前一亮，有监控那就好办了。我二舅住在云城区2仙桥附近4号廉租楼4楼404。杜芊芊虽是女人，办事效率极快，她眼睛飞快扫描着每一块监控，很快便调出了2仙桥附近的所有监控。杜芊芊将监控倒放回去，很快便找到了破案线索。一辆50红光面包车内冲出了一群身穿防弹背心的黑人，他们飞快冲进4号廉租楼，没过多久便将被五花大绑满身是血的二舅扔进了面包车内，然后开车扬长而去。顺着监控一路监视这辆面包车，最终面包车竟然停在了郊区的一座烂尾楼内。将监控放大，竟然还能看到二舅被绑在一根钢筋上，一名身材魁梧的黑人正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二舅。你和穆天尊打过交道，我们老板正在现实中通缉穆天尊本人，配合我们找出穆天尊，就放你回去。二舅被抽得满嘴是血，左腰上竟然缝着一道蜈蚣般的巨大伤疤，一看便知是被挖走了一颗肾腰子。二舅奄奄一息，却倔得一批：“老子反正也没老婆，腰子留着也没用，你有本事宰了老子！”黑人眼神阴狠无比地盯着二舅，发怒道：“穆天尊和你非亲非故，不值得你这样拼了性命保他。你实力还算勉强可以，只要你配合我们引诱出穆天尊的下落，我就让你加入我们狼魂佣兵团，带你一起发财。”让黑人没想到的是，二舅竟然直接一口唾沫吐在黑人脸上，大笑道：“我呸！老子不稀罕，卑贱黑奴，只配当美洲农场主的狗。”这句话直接让黑人瞬间破防，黑人如同被接逆鳞，疯狂抽打着二舅的身体，每抽在二舅身上一次，他身上便多出一道血淋淋的伤疤，他离死神也就越近一步。见二舅如此受虐待，陆晨眼睛瞬间红了：“狗日的黑人们，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杜芊芊连忙说道：“目前整个军事基地正在全力侦破一超大案件，我父亲恐怕不会同意我调兵协助你。”陆晨说道：“不用调兵，把你车借我。”杜芊芊连忙将奥迪 A8 车钥匙交给陆晨，车上有一身防爆警服和防爆钢盔，一定要穿上保命。陆晨没有回话，直接开上奥迪 A8，将车速瞬间飙到240码，一路尘土飞扬，发动机疯狂轰鸣。陆晨开车疯狂冲向二舅被绑架的位置，再晚一点，二舅真要没命了。杜芊芊全程盯着监控看，被陆晨疯狂飙车的一幕惊呆了。天哪，雷锋哥真发疯了！我的飙车速度在他面前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幼稚。杜芊芊有些不放心，眼睛死死都在盯着监控内的陆晨，一刻都不敢松懈。他已经下定决心，如果陆晨真遇到危险，他哪怕拼着严重受罚，也要求父亲派兵增援陆晨。如果父亲不同意，
他就以死相逼。而此时，陆晨已经冲到了二舅被绑架的烂尾楼里，他不想让二舅认出自己，不然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陆晨直接穿上了杜芊芊的防暴警服和钢盔，他整个人宛如一个人形装甲，浑身露出一双眼睛，谁都认不出他来。陆晨快步冲到烂尾楼2楼，跑到二舅面前，别怕，我是来救你的。陆晨压低声音，让嗓音变得沙哑。二舅眼神一亮，特种武警，你们来了几个人？陆晨说道，就我一个。二舅脸色顿时垮了下来，那咱俩都完了，你刚上楼就被那群黑人雇佣兵发现了，你救不了我的。陆晨突然问出了一个心中的疑问，穆天尊跟你又不熟，你没必要非得保他啊。二舅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我玩游戏30多年了，早就看透了游戏里的感情都是虚假的，随时都可能被游戏里的兄弟背刺。陆晨更加疑惑不解，你都看透了，为什么还死命保穆天尊？二舅突然咧嘴笑了起来，因为穆天尊的背影很像一个人，很像那个从小没爹疼没娘爱的傻小子。虽然我知道那个傻小子估计不会玩创世网游，但万一穆天尊真是那个傻小子，我要是把他害死了，我得悔恨一辈子。我这辈子是没什么出息了，但我得指望那个傻小子等我死了以后给我送终。陆晨听着听着，眼眶已经通红，泪水已经浸透了脸颊。可就在这时，砰！陆晨背后突然传来一道震耳欲聋的踹门声，一名高大魁梧的黑人雇佣兵狠狠踢碎铁门，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小子，你就是穆天尊吧？你果然上钩了。第32章，你必死无疑，且死无全尸。上钩？你想多了，他可没找我，而是恰好被我碰上了。陆晨眼神露出一抹冷冽的笑容。你真的是穆天尊？二舅脸上露出一抹惊愕的神情，眼神瞪得大如牛铃，脸色震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黑人雇佣兵脸色变得狰狞无比，不管你是上钩了还是自己送上门了，你今天都是死路一条。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狼魂佣兵团任务完成率是100%，我们刺杀名单上有9000多人，无一例外全部死亡，而你今天也必死无疑。黑人雇佣兵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骤然掏出一把暗紫色的匕首，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创世游戏赐予我的力量太强大了，感谢上帝，这是属于我们雇佣兵最好的时代。黑人雇佣兵竟然瞬间出现在陆晨背后，拔出紫色匕首，狠狠扎向陆晨后脖颈。陆晨反应何等之快，直接侧身翻滚，躲过黑人雇佣兵这致命的一击。他反手就是一拳，狠狠砸在黑人雇佣兵脸上。在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的加持下，哪怕只是一击牧师的普通攻击，力度都强到可怕。砰的一声，陆晨一拳砸的黑人雇佣兵眼珠爆裂，左半边脸直接塌陷下去。黑人雇佣兵忍受着无比惨烈的剧痛，竟然忍住一声不吭，反手就将毒笔狠狠插向陆晨心脏。陆晨眼神骤然一缩，他没想到黑人雇佣兵竟然会这么狠，选择以命搏命的打法。这一刀来不及躲闪，只能徒手硬接黑人雇佣兵这一刀。好在陆晨身上穿着防暴警服，厚厚的警服防御性相当不错。陆晨用手狠狠抓住黑恶人雇佣兵刺来的匕首，可这匕首非常诡异，竟然削铁如泥般的划破了防暴警服。陆晨手掌瞬间被划破，喷涌出浓烈的鲜血。最为诡异的是，这把撕裂陆晨手掌的紫色匕首竟然喷射出一股刺鼻难闻的液体，顺着伤口的鲜血钻入了陆晨的体内。但黑人雇佣兵脸上却骤然露出一抹得意无比的疯狂笑容。你死定了，这是我们狼魂雇佣兵研制的 Z1 剧毒药水，任何人沾上一点都必定全身化为脓水，你必死无疑，且死无全尸。陆晨眼神始终平静如水，心脏却在剧烈狂跳。太惊险了，他想过这群黑人雇佣兵实力不俗，但没想到会这么难缠。幸好亵渎虫让他拥有了毒性免疫能力，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又将毒性免疫能力提取到了现实之中。若不是这一连串的侥幸，陆晨恐怕真要嘎了。而此时，二舅顿时脸色难看无比，显然已经慌了神。穆天尊，你怎么样了？你可千万别出事啊！二舅拼命的想要冲上来帮忙，可他被粗铁链子狠狠锁着，浑身又遍体鳞伤，腰子还被嘎了一个，根本心有余而力不足。陆晨防暴警服里突然响起美妇杜芊芊焦急无比的声音：天啊，对方竟然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狼魂佣兵团！ Z1 药水的毒性极其剧烈，哪怕只需要1毫升就能毒死10头成年大象。你千万别吓我啊！你一定要撑住，我现在就去找我父亲，我就是求他也得给你求来特警援兵。杜芊芊的身份是特警情报部部长，对各种剧毒武器非常了解，很清楚 Z1 剧毒的威力有多么恐怖。他冲出监控室，快速赶往父亲的总指挥室。与此同时，
黑人雇佣兵脸上的笑容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满脸的震惊和难以置信。他死死盯着陆晨，一副见了鬼的表情。Z1剧毒药水明明处之必死，为什么在你身上没有显现一丝效果？这不可能，这不科学啊！陆晨脸上露出一抹冷冽的笑容，创世网游力量都能降临现实了，你还跟我讲科学？真是蠢货，蠢不可耐！陆晨抬手就是一记救赎之剑，狠狠射穿这名黑人雇佣兵的心脏。黑人雇佣兵直到临死之前，满脸都是难以置信和无比震惊，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输在了哪里。砰砰砰！骤然之间，一群黑人雇佣兵同伙蜂拥般冲到了那名死去的黑人雇佣兵面前，脸色阴沉的将尸体抬到了一旁。为首的黑人雇佣兵是一名独眼龙，身高足有1.9米，眼神阴狠的俯视着陆晨。他叫威尔，跟我出生入死8年了，本来做完这单就准备退休的，却被你杀死了。我会将你的头颅割下来，放在他的陵墓前，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敢杀威尔，敢杀我们狼魂佣兵团成员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独眼龙大手一挥，所有黑人雇佣兵骤然全都拔出武器，蜂拥般朝陆晨发起无比猛烈的攻势。有人手持钢刀冲了过来，有人抬着重机枪朝陆晨疯狂扫射，更有一名黑人女性竟然身上迸发出血红色的光芒，给冲锋陷阵的黑人们增加狂热状态。身上带着狂热 buff 的黑人雇佣兵们眼神全都变得血红无比，发出疯狂无比的怒吼之声。啊啊啊！去死！去下地狱！面对攻势凶猛的黑人雇佣兵们，陆晨眼神始终平静如水。他轻轻一抬手，召唤光芒骤然涌现，骑兵地凯龟那不起眼身影骤然浮现。所有黑人雇佣兵都没有将毫不起眼的骑兵地凯龟当回事，但当重机枪扫射到陆晨面前之时，骑兵地凯龟却毫不犹豫地替陆晨挡下了狂风骤雨般的子弹。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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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兵地凯龟竟然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替陆晨将所有重机枪子弹全部都挡了下来。重机枪子弹撞击在骑兵地凯龟身上的一瞬间，骑兵地凯龟身上发出刺耳无比的硬物撞击声音。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雇佣兵头目独眼龙和所有雇佣兵，还有二舅全都深深的震撼住了。重机枪子弹撞在骑兵地凯龟身上之后，竟然直接被反弹出去了，然后竟然诡异无比的转头射向了那群扫射子弹的黑人重机枪手们。咻咻咻咻咻！子弹撕裂空气，发出啸耳的风声。原本射向陆晨的子弹，竟然全都射进了黑人重机枪手的眉心之中。第33章，只要我点燃这个核爆装置，整个落水市都将沦为废墟。啊呀！一名名黑人重机枪手发出无比痛苦的惨叫声，然后集体毙命。亲眼目睹这一幕，二舅瞬间懵住了。陆晨先是承受 Z1 剧毒药水而毫发无伤，如今竟然又将所有重机枪子弹全部返还回去。如此神乎其神的绝技，让二舅瞬间看傻了眼，神情激动无比，眼神更是涌起一抹狂喜。天哪，穆天尊你竟然这么强！好，好，太好了！二舅连说3声好字，老脸上竟然泛着泪光，满脸都是喜极而泣和激动。反观雇佣兵头目独眼龙，脸色已经变得阴沉无比，死死盯着陆晨，仿佛是在盯着一个不敢置信的怪物，眼神里尽是惊骇之色。你竟然用一只乌龟挡住了所有重机枪子弹，还反弹射死了我的所有重机枪手，这怎么可能？与此同时，手持尖刀利刃的黑人雇佣兵们也全都冲到了陆晨面前。这群黑人雇佣兵将陆晨团团围住，脸上露出狰狞无比的残忍笑容。这只乌龟最多帮你抵挡一个方向的进攻，而你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来自四面八方的疯狂进攻，阁下又该如何应对？黑人雇佣兵们纷纷手持利刃，朝着陆晨暴斩而下。面对数不尽的乱刀疯狂暴斩而来，陆晨冷笑一声，他体内竟然爆发出一股刺鼻血腥的紫色毒物。陆晨体内的亵毒虫吸收了 Z1 剧毒药水的所有毒素，而现在又将所有毒气全部喷出体外。滋滋滋！面对疯狂席卷而出的紫色毒物，这群黑人雇佣兵瞬间懵住了。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剧毒紫物便被吸进了黑人雇佣兵们的口鼻之中。黑人雇佣兵们哪怕只是吸收了一丁点的 Z1 毒物，瞬间便目眦欲裂，眼球疯狂暴突，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叫声。啊啊啊！一群原本生龙活虎的黑人雇佣兵们，竟然仅仅只是一瞬之间便全部瘫倒在地上。所有黑人雇佣兵全都化为一滩腥臭难闻的脓水，瞬间尸骨无存。与此同时，杜将军一脸无奈地被杜芊芊带进了监控室内。眼下正是创世力量将士世界大乱的时候，杜将军身为凤省战区总司令，
负责维护整个凤省的秩序和稳定。像被绑架这种小事情，他根本顾不得去处理，因为整个军务部都实在太忙了，忙到不可开交。如果不是杜芊芊不依不挠的苦求，杜将军根本不可能抽身前来管这种小事。可当杜将军看到监控室内陆晨正与黑人雇佣兵们激烈血拼的一幕时，哪怕一向心思深沉的杜将军，此时也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住了。快将屏幕画面放大，画面锁定在这个穿防暴警服的少年身上。杜将军眼睛死死盯着陆晨，他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少年面对的可是闻名全世界且恶名昭著的狼魂佣兵团啊！少年竟然能顶住狼魂佣兵团无数强者的疯狂围攻，不，准确来说，是他仅凭一己之力，便单方面暴虐了大名鼎鼎的狼魂佣兵团无数高手。仅只用了一招，少年就将整个狼魂佣兵团绝大多数高手尽数秒杀。恐怖，实在太恐怖了！眼前这少年的实力，已经无法用恐怖如斯来形容了，简直就是个怪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形杀戮机器。杜将军目光死死盯着陆晨的身影，脑海里反复回放着陆晨虐杀狼魂佣兵团众高手的画面。许久之后，他才终于回过神来，转而看向杜芊芊：“你让我派重兵去营救的人，就是这个少年吗？以他如此恐怖的实力，就算真的要救，救的也是狼魂佣兵团的人吧？”杜芊芊也被刚刚陆晨虐杀狼魂佣兵团众高手的画面给深深震撼住了，一双杏目更是瞪得滚圆。他原本还心急火燎地请求父亲派人救援陆晨，没想到领着父亲来到监控室，看到的竟是如此巨大反转的一幕。杜将军目光盯着陆晨打量了许久，又看了杜芊芊一眼，微微叹了口气：“女大不中留啊！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小子虽然实力惊人，但人品还无法确定，能不能当我们杜家的女婿还有待考量。”杜芊芊瞬间满脸泛红，杏目瞪了杜将军一眼：“爸，你在胡说什么呢？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关心他是应该的。”杜将军没有跟杜芊芊继续争论下去，眼看着整个狼魂佣兵团所有高手被陆晨近乎斩尽杀绝，存活着的仅只剩头目独眼龙一人。杜将军突然一脸正色地说道：“你想办法联系到这少年，让他留独眼龙一命。我们龙国境内不允许任何佣兵团进入，他们偷渡进洛水市，一定是背后有人暗中指使。我们的刑讯部有办法让独眼龙吐露出所有的秘密和内幕。”杜芊芊点了点头，迅速联络到陆晨，示意陆晨不要杀死独眼龙，将独眼龙带回军事基地，审讯出独眼龙来洛水市绑架人的原因真相和幕后主使。陆晨同意了，他抽出曜日神鞭，宛如审判罪孽之人的神旗，目光森然地走向独眼龙。独眼龙眼睁睁看着一名又一名属下死在陆晨的手里，最终整个闻名世界的狼魂佣兵团竟然全军覆灭在了陆晨一人手里。他眼神充满了怨毒和愤怒：“狼魂佣兵团是我倾尽此生的心血，却被你给毁了，你必须给狼魂佣兵团所有人陪葬。”独眼龙眼神变得阴毒无比，突然张开厚重的黑色作战服，里面竟然用于自爆的核爆装置。他眼神阴狠地盯着陆晨，突然疯狂地放声大笑道：“这个核爆装置的威力你无法想象，它是全世界爆炸威力最强的随身携带核爆装置，代号梦魇。只要我点燃这个核爆装置，整个洛水市都将沦为废墟。和我一起感受这个世界的痛楚吧。”陆晨已经来不及阻止他，独眼龙早已启动了核爆装置，他浑身涌起超高温的剧烈火光，仿佛是太阳沉沦前的余晖，欲要吞噬掉众生万灵。此刻整个洛水市1000多万市民都将要遭遇一场巨大的灭世浩劫。陆晨和二舅，乃至于整个军事基地里的所有特警，包括杜将军和杜芊芊，全都不可能逃过此劫。第34章，全市人民为他陪葬，英雄赴死。此刻，原本一场普普通通的绑架案，竟然意外演变成了一座城市的巨大浩劫。独眼龙身上的核爆装置不断发出刺耳的警报声，炽热的火光在独眼龙身上不断猛窜，那绚丽又致命的火光在独眼龙身上不断升腾，他宛如末世浩劫之中的戏命师。哪怕是独眼龙拥有创世网游赋予的超凡力量，也被核爆装置的启动高舞烫得浑身涨红，血脉喷张，神情更是痛苦到目眦欲裂。陆晨盯着独眼龙，深知这是一场无比恐怖的浩劫。独眼龙身上的核爆装置正在倒计时，核爆装置上的秒针每跳动一次，都犹如死神更加逼近一步。此刻，陆晨、二舅、杜将军、杜芊芊，甚至是整个洛水市1300万名百姓的生命，全都系于独眼龙的身上。独眼龙已有向死之心，但他要拉着1300多万条性命为他陪葬。陆晨眼神死死盯着独眼龙：“你取消核爆装置，我放你离开。”独眼龙脸上露出一抹无比狰狞的笑容：“不可能！为了揪出你，我们狼魂佣兵团一共29人，死的只剩下我一个，我不能让我的兄弟们白白牺牲。”陆晨叹了口气：“
你这又何必呢？就算你带着我们所有人同归于尽，你的兄弟们也不可能死而复生。你离开之后，可以重新招人，组建成一支崭新的狼魂佣兵团啊！独眼龙突然笑了，笑得很灿烂。不，那样组建起来的狼魂佣兵团毫无任何意义。你知道吗？我们狼魂佣兵团之所以闻名世界，那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支毫无败绩、金主任务完成率100%的封神级佣兵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佣兵团能与我的狼魂佣兵团媲美。这是狼魂佣兵团的神话，更是我引以为傲的最高荣耀。而如今，你要打碎狼魂佣兵团的不败神话，等于是在将我在自尊心按在地上摩擦。所以，狼魂佣兵团哪怕全体覆灭，也必须带着永远不败的神话而覆灭。我可以死，但狼魂佣兵团绝对不能败。独眼龙脸上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那是他誓死捍卫的荣耀，更是一份独属于狼魂佣兵团的骄傲。与此同时，军事秘密基地监控室内，杜将军和杜芊芊全程监听这一切。杜芊芊瞪大双眼，满脸都是骇然之色。天哪！独眼龙竟然带了核爆装置，他竟然能将核爆装置悄无声息地带进龙国境内。完了，彻底完了！核爆装置即将彻底引爆，整个落水市所有人都要为独眼龙陪葬。杜将军眼神闪过一抹决然之色，迅速冲到了广播室，动用最高权限，直接强行切断所有电视频道源，将所有电视频道和所有 App 平台直播强行转换为他的现场直播。此刻，有的孩子正抱着手机看游戏直播，有的中年人正在看财经频道，有的老人正在看新闻联播。但此刻，所有人的手机和电视屏幕画面全都突然出现了一个面露无比严峻之色的中年男人形象，正是杜将军。杜将军雷厉风行地说道：“落水市即将面临一场无比严重的核爆炸，整个落水市都即将沦为一片废墟。核爆即将发生位置：云城区锦绣小区4号烂尾楼2楼。核爆时间10分钟之内。”杜将军此言一出，落水市内的所有人全部都被深深地镇住了，没有人敢怀疑杜将军此言的真实性。毕竟能将所有屏幕画面全部切换到统一的直播画面，这需要极高无比的权限等级。更是有不少人都在报纸和新闻报道上见到过杜将军，知道杜将军是一位地位极高的龙国高官。这一刻，落水市所有市民全部都慌了。我的天啊！落水市竟然要发生核爆炸！核爆之下，众生平等，无人能幸存。完了，彻底完了！杜将军已经报出了核爆地点，那还不赶紧逃啊？能逃多远逃多远，逃得离核爆发生地越远越好。逃个屁啊！你没听见距离核爆炸只剩不到10分钟了吗？核爆炸能将整个落水市都化为废墟，你踏马跑得再快，能跑过核爆炸的速度？我还是处男啊，我不想死啊，怎么办啊？听杜将军安排，杜将军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反正都难逃一死，死了就当为国捐躯。很快，无数落水市市民带着无比恐惧和高度紧张的情绪，聆听着杜将军接下来的命令。我，杜洪江将军，请求云城区锦绣小区附近所有在职军警人员和退役军警人员出列，听我安排。此次核爆源是代号梦魇的便携式核爆装置，能将锦绣小区附近方圆1000平方公里全部夷为平地，但附近方圆3万平方公里都将受到极其严重的核辐射。核辐射能杀死 99.9% 的市民，即便侥幸生还的市民，体内也会产生大量癌变，痛苦终生。但万幸的是，云城区军务所正好存着一批核辐射屏蔽仪，是从国外进口的高精密屏蔽仪，能扛住核爆的威力，且能正常屏蔽核辐射。核辐射屏蔽仪只能屏蔽3万平方公里范围的核辐射，无法解除1000平方公里内的核爆，所以需要一批锦绣小区附近的警务人员自愿牺牲，将至少1000枚核辐射屏蔽仪放置到锦绣小区4号楼附近，并且将所有核辐射屏蔽仪通电。这么做至少能保全落水市 97% 的市民活下来，不会受到核辐射伤害。但这批携带核辐射屏蔽仪前往锦绣小区的警务人员将没有时间撤离现场，会全部死于核爆之中。此次行动全属自愿，凡是自愿牺牲的军警人员，你们全部都是落水市的英雄。杜将军此言一出，所有观看直播的落水市市民全部都惊住了。杜将军的意思是，需要一批警察和军人自愿牺牲，赶赴核爆地点的一线位置，从而保全绝大多数的落水市市民。可是，这样自愿赴死的安排，又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执行呢？哪怕是警察或者军人，他们也有求生的欲望啊！谁会做这种甘愿舍弃自己生命，只为保全他人性命的蠢事呢？一时之间，竟无一人响应杜将军的命令，但也没有人会怪这些锦绣小区附近的军警人员不去服从杜将军安排。每个人都渴望活着呀！这一刻，所有落水市市民全部都绝望了，无人愿意赴死，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要死。
所有洛水市市民都要死在笼罩全市的核辐射之下。杜将军此时也更是有心无力，他距离锦绣花园足足有500公里远，10分钟根本来不及，只能寄希望于有人能自愿站出来牺牲。但此刻所有人都沉默了，让杜将军眼神也变得有些黯然。可就在这时，沉默许久的频道消息里突然出现了一道消息：退役老兵丁老三愿意服从安排。第35章，他们不为核爆，不为生死，更不为粉身碎骨。一座破败的廉租房内，丁老三将手里的香烟猛吸2口，然后熄灭在烟灰缸里，然后从床头颤抖着取出仅剩的800块钱，塞进6岁女儿的口袋里，眼神带着不舍说道：妞妞啊，爹怪自己没本事，让你跟着爹受苦了。你拿着这笔钱去你二叔家，让他收留你。爹要走了。穿着破棉袄的妞妞紧紧拽住丁老三的腿，哭得稀里哗啦，稚嫩的眼睛里尽是无助和悲痛。爹，是妞妞哪里惹你生气了吗？妞妞哪里做错了？妞妞一定改。妞妞很小时候妈妈就生病死了，爹你也要抛弃妞妞了吗？能不能别离开妞妞？妞妞好怕。丁老三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妞妞，顿时眼睛泛红，老泪纵横的往下流。妞，不是爹要抛弃你，而是爹要去办一件大事，爹要救你的命，更要救全市人民的命。妞妞哭着说道：为什么非得是爹爹去？别人去不行吗？我就剩爹爹一个亲人了，我不想失去爹爹啊。丁老三满眼是泪的说道，因为丁老三不仅是妞妞的爹，更是一名守家卫国的老兵。这次核爆直播不仅有全国人民看着，就连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一定在关注着这件事。爹要向全世界证明，龙国人民子弟兵绝不是孬种。救救老兵，愿赴国难。丁老三转身毅然决然的走了，最后也没有再看妞妞一眼。他怕自己再看妞妞一眼就会舍不得走，更没勇气走了。丁老三下楼之后，竭尽全力朝着存放核辐射屏蔽仪的军务所飞奔而去。虽然丁老三甘愿赴死，但仅仅只有丁老三一人赴死是远远不够的。核辐射屏蔽仪有足足上千个，每个都有100多斤重，至少需要1000人甘愿赴死，才能阻止核辐射爆发。与此同时，锦绣小区附近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新郎是一名刚刚入职的缉毒警察，才刚刚年满24周岁；新娘则是一名端庄漂亮的手术医生。新娘肚子隆起，显然已经有了极为明显的身孕。新郎新娘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本该组建成一个无比幸福的3口之家，有着让人羡慕的美好未来。但突如其来的核爆让婚礼现场所有人都懵住了。新郎突然拥抱着新娘，深情地亲吻了一下，然后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安然，对不起，我身为人民警察，必须为全市人民的安危考虑，你能理解我的，对吗？新娘看懂了新郎的想法，满眼泪光的紧紧抱住新郎，呜咽着说道：处理核爆炸那是军人的事情啊，你是一名缉毒警察呀，核爆炸不是你该管的事情啊。新郎的眼神充满了坚毅，眼角却隐约有泪光闪烁，他在极力掩饰自己的不舍。保卫国家，保护人民是我从小的理想，所以我才立志成为一名缉毒警察。如今1000多万市民遭逢大难，我如果这时候不站出来，我会悔恨一辈子。新娘用力地抱着新郎，满眼泪光地说道：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父亲了，但我会告诉孩子，他的父亲是铁骨铮铮的缉毒警察，更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大英雄。新郎用力点头，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了婚礼现场，奔向了存放核辐射屏蔽仪的军务所。与此同时，云城区人民医院4楼病房里，一名满脸英气的女子正坐在病床前，悉心地给瘫痪在床的爷爷喂饭。眼前的女子正是创世网游里的女剑仙九月双华。可背后电视机上突然播放出来的核爆炸紧急通知，却让九月双华眉头紧皱，一副都是魂不守舍的神情。她正给爷爷喂饭，突然一走神，手里的瓷碗掉落在地上，碎了一地。九月双华一脸歉意地说道：对不起，爷爷，我刚才走神了。爷爷却摇了摇头说道：小双，你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你的心思爷爷能不知道？你如果想去救全市人民，你就去吧，爷爷支持你。九月双华瞬间惊住了，他本以为还要好言好语的劝说爷爷同意，没想到爷爷竟然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突然一下子给九月双华整不会了。可是我走了之后，爷爷你怎么办？你瘫痪在床，以后没人照顾你了怎么办？爷爷轻声说道：傻孩子，这个时候还惦记着爷爷呢。我虽然瘫了，但至少还能坐得动轮椅呢。我这双腿就是断在了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你父亲为了保卫国家，更是舍弃了性命。你虽是女儿身，却流淌着咱们家一脉相承的爱国情怀。人民大义，国难当头，义不容辞。你快去吧。九月双华用力点了点头，将碎了一地的瓷碗碎片扫干净后，他后头看了一眼爷爷，却看见爷爷早已老泪纵横，哭得泣不成声。爷爷，
保重！9月双华不敢再看爷爷一眼，从4层高楼一跃而下，背着长剑朝军务所飞奔而去。然而，丁老三，缉毒警察新郎9月双华只是1000名甘愿赴死的军警人员的缩影。此刻，有成千上万名军人和警务人员纷纷主动请愿，甘愿舍生赴死，为救落水市，更为救全市1300多万名市民。就连杜将军也被成千上万名自愿赴死的军警人员深深的动容了。他将监控画面切到了锦绣小区上空，成千上万名毅然决然的身影带着核辐射屏蔽仪，朝着锦绣小区的方向飞奔而去。他们不畏核爆，不畏生死，更不畏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第36章，我炎黄子孙皆有如此血性，我龙国何愁不兴？望着成千上万名军人和警察前仆后继地抱着核辐射屏蔽仪，自愿赶往锦绣小区赴死，杜将军被监控里的一幕深深动容了。如果不是他离锦绣小区太远，他恨不得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到锦绣小区前线，为1300万市民赴死。好，好，好啊！我炎黄子孙皆有如此血性，万众齐心，我龙国何愁不兴啊！杜将军此刻已经热泪盈眶，连说3声好字。此时哪怕千言万语，也无法形容他无比动容的心情。此刻，洛水市1300万市民，乃至龙国14亿市民，此刻全都对这群自愿赴死的军警人员心怀感激。正是这群可爱的人们，用血肉筑成龙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捍卫龙国的大好河山。数千名军警人员组成的敢死队，此刻已经带着所有核辐射屏蔽仪，在锦绣小区周围就位。此刻，杜将军已经将监控画面调到了锦绣小区上空，并且全程将监控画面进行直播。洛水市1000多万市民望着监控画面下，黑人独眼龙身上不断涌起绚烂耀眼的火光。独眼龙身上核爆装置的爆炸正在飞快的倒计时，核爆装置的数字每跳动一次，洛水市所有市民的心情就跟着紧张了一分。一定要成啊！可敬的英雄们，你们一定要成功啊！祈祷老天爷，一定要让我们安稳的度过这场核爆浩劫啊！万恶的黑人雇佣兵竟然偷渡到我们龙国的地盘作乱，真是太可恶了！所有洛水市市民此刻全都在看直播，全都死死盯着独眼龙身上的核装置倒计时。成千上万名军警人员在与死神争分夺秒，准备启动核辐射屏蔽仪。核爆时间已经越来越逼近，杜将军目光死死盯着正在试图启动的核辐射屏蔽仪，内心隐隐有些不安，马上就要核爆炸了。核辐射屏蔽仪怎么还没启动好？杜将军匆忙拨通一名在场布置核辐射屏蔽仪的军警人员电话，急促询问道：怎么回事？核辐射屏蔽仪怎么还没启动好？核爆装置马上就要爆发，如果你们准备不好，整个洛水市所有市民都要死在核辐射之中啊！被杜将军质问的那名军警人员此刻已经急得满头大汗，他脸色惨白地说道：杜将军，这批核辐射屏蔽仪似乎是被人动了手脚，刚刚我们做实验时还好好的，这回突然启动不了了。我怀疑这批核辐射屏蔽仪在制造出来的时候就被人暗中设置了远程遥控程序。杜将军听到这话，顿时脸色变得难看至极，眼神里尽是愤怒和绝望。该死的漂亮国，该死！这批核辐射屏蔽仪是从漂亮国进口的，一定是他们动了手脚。漂亮国一定在暗中关注着这场核爆事件直播，就等着在最关键的时刻狠狠坑杀我们。绝望！此刻就连杜将军也深深的绝望了。原本以为核辐射屏蔽仪是拯救洛水市1000多万市民性命的救命稻草，是最后绝处逢生的希望，没想到却是漂亮国早已设计好的陷阱。这种巨大希望破灭之后，产生巨大的失望和绝望，带来巨大的落差感，无论谁都无法接受。杜将军满脸绝望地站在直播画面前，绝望地向全市人民无比愧疚地说道：我要深感抱歉地向大家公布一个无比遗憾的消息，这批核辐射屏蔽仪被漂亮国暗中动了手脚，仅剩的几秒钟根本无法破解漂亮国的内置程序，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洛水市市民都即将要死在这场核爆之中了。对不起，大家！杜将军眼神充满了愧疚，在直播之中竟向所有洛水市市民跪下了。看着杜将军满脸的自责与绝望，所有洛水市市民此刻彻底傻眼了。天哪！核辐射屏蔽仪竟然被漂亮国暗中动了手脚！完了，我们彻底完了！该死的漂亮国，为什么要坑害我们？我们已经必死无疑，只希望其他省市的同胞们能铭记此恨，有朝一日能替我们洛水市1300万市民报仇雪恨啊！杜将军已经尽力了，谁也没想到漂亮国会做出如此无耻的事情。杜将军千万不要自责啊！这一刻，洛水市1000多万市民之中，有人恐惧，有人绝望，有人平静赴死，有人怨恨漂亮国的无耻行径，但他们所有人都清楚，自己和家人们很快就要化为一捧黄土，被历史长河所铭记。而此时，锦绣小区的监控画面仍在持续直播，
1000多万名落水市市民都在盯着监控中的核爆装置即将引爆，距离核爆炸只剩下最后3秒，他们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可就在这时，一道身穿防爆警服的少年身影竟然朝着独眼龙走了过去。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陆晨。他并不知道此刻所有落水市市民都在盯着自己，为他的举动感到无比疑惑。这个警服少年要做什么？核爆装置一旦启动，根本无法解除啊！他就算冲到黑人雇佣兵面前狠狠揍他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终究还是要死的。我理解他，可能他是想临死之前揍黑人雇佣兵一顿解解气吧。唉，毕竟都是马上要死的人了，无论做出什么举动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这一刻，杜将军和所有落水市市民都在死死盯着飞奔向核爆装置的陆晨，但没人对他抱有希望，只当是临死之前的一场闹剧。就在数亿人关注的直播画面之中，陆晨一脸遗憾地摇了摇头，揪着独眼龙的衣领，低声说道：“看来你仍然没有认错放弃的觉悟啊！可我想告诉你，你就算自爆赴死，狼魂佣兵团的不败神话也注定要终结。你所能杀死的只有你自己，你既无法杀死我，更无法杀死整个落水市的1000多万名市民。”独眼龙脸上露出一抹疯狂无比的狞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别想从我嘴里套出任何核爆装置的密码。实话告诉你，核爆装置根本没有密码，马上必将引爆。你和我，还有这个城市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是吗？”陆晨突然笑了，笑得很灿烂。我一向最喜欢的就是做到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陆晨骤然大手一挥，无尽璀璨的金色圣光骤然涌现。而接下来，让杜将军和1000多万名落水市市民，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所有人都无比震撼、无比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第37章，亿万人震惊，获得成长神器圣耀天使之杖。天哪，这个少年难道有超能力？他是神仙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他居然能召唤出如此伟岸壮观的金色光芒。9年义务教育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但少年施展出来的这一幕根本无法用科学来解释啊，完全就是超能力啊！也有可能是故弄玄虚而已，估计也就和魔术一样，是唬人的手段罢了。可不管他是故弄玄虚还是真有超能力，他都注定要和其他落水市市民一样死在核爆之中。这一刻，所有人都纷纷摇头叹息，最后把陆晨这一行为归结为虚假的魔术表演。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狠狠打了所有质疑陆晨之人的脸。刚刚那一幕若是还能用魔术表演来解释，但接下来发生这一幕完完全全就是真正的神迹降临。只见陆晨所召唤而出的那道金色光芒竟然凝聚成了一道6芒星召唤法阵，召唤裁决天使。随着陆晨一声低吟，一道手执流火之刃的雪白身影骤然浮现于几十亿观看直播画面之人的眼前。那英姿飒爽的绝美身影，那燃烧烈焰的流火之刃，那洁白唯美的天使之翼。他玉足横踏虚空之中，浑身散发着不染纤尘的高贵气质，尤其是他那极致完美的精致容颜，完全就是真正的天使下凡降临人间啊！当他伸出玉足从传送法阵之中踏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彻底惊呆了。我的天啊，他竟然是真的天使啊！这不会是 VR 投影吧？不可能， VR 投影不可能有这么真实。莫非这个世界真的有神？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那一定就是眼前这个少年。在所有人无比震撼的目光之下，裁决天使朝着陆晨恭敬躬身：“主人，裁决天使艾离，听候您的差遣。”陆晨指了指独眼龙，又指了指天空。裁决天使顿时心领神会，抓起携带核爆装置的独眼龙，骤然飞向了九霄天空。望着这一幕，1000多万落水市市民全都惊呆了。天哪，这不是 VR 投影，这是真的天使啊！这只天使完全服从少年的命令，是少年让他将黑人雇佣兵带向天空的。天哪，这个少年莫非就是神明？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神，太不可思议了！少年命令天使将黑人雇佣兵带到天上是做什么？难道是为了救我们？不仅仅是落水市的所有市民为陆晨那宛如仙神般的手段所震撼，就连杜将军也被陆晨的所作所为给深深震惊住了。尽管他知道陆晨能从创世网游之中提取出超凡力量，但万万也没想到陆晨提取出来的超凡力量竟然如此强大，如此可怕。天哪，创世游戏才刚刚开服1天，他竟然都已经拥有了极为珍贵的召唤技能，并且还将召唤技能提取到了现实之中，甚至他所拥有的召唤生物竟然还是传说之中的天使。我起初也设想过用直升机将独眼龙带到天空之中，然后让核爆炸发生在天空上，
但直升机的飞行高度极为有限，根本远远达不到能让地面避免核爆的标准。只是，这天使真的能做到吗？杜将军盯着掠向天际的裁决天使，一向沉着冷静的他，此刻也有些心情紧张。与此同时，裁决天使抓着独眼龙的脑袋，已经飞到了千里高空。独眼龙满眼都是难以置信之色，但万里高空之中空气极度稀薄，已经让他意识模糊，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不，这不可能！独眼龙发出最后歇斯底里的疯狂怒吼。核爆装置倒计时结束，在九霄云外的天空之中爆发出震耳轰鸣的庞大蘑菇云，轰隆隆隆隆隆，恐怖的核爆炸巨响，哪怕是远隔万里高空，都震得所有人耳膜刺痛，心惊胆战，大脑轰鸣，发自灵魂深处的极致恐惧与震颤。大恐怖，实在太恐怖了！没有亲眼见过核爆炸的人，绝对无法体会到核爆炸那一刻，让所有人感到浑身都在惊恐震颤，灵魂都在战栗不安。所有人仰头望去，天空之上尽是一片血红之色，宛如红日侵吞万里云霄，驱散万里云霄，将整个天空都渲染成了悲壮的血红色。陆晨静静望着天空，脸上重新露出了一抹笑容。终于结束了，但其实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他很清楚，狼魂佣兵团只是一枚投石问路的棋子，暗中指挥操纵狼魂佣兵团的幕后主使，一定在某个阴暗的角落，悄悄谋划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更大阴谋。就在这时，突然一道系统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了起来：你在现实中击杀了狼魂佣兵团29人，获得145点自由属性点。自由属性点可用于提升法术伤害、治疗效果、攻击力、血量、蓝量等属性。由于你是全服首个击杀能力者的玩家，额外奖励成长神器1件。恭喜，你获得了成长神器圣耀天使之杖。圣耀天使之杖，当前品阶1星神器，可成长。治疗效果加300，治疗暴击率正 10%， 治疗暴击效果正 10%， 生命值加1000，法力值加1000，神器技能提升到2星神器后自动觉醒。一把金光耀眼的神器法杖骤然出现在陆晨手心之中，陆晨眼神掠过一抹惊喜之色。果然，在现实中击杀创世能力提取玩家就能获得的无比丰厚的奖励。陆晨不喜乱杀无辜，但像狼魂佣兵团这种恶贯满盈的罪恶之徒，不管来多少，陆晨都杀多少。陆晨还另外获得了145点属性点。陆晨毫不犹豫地将所有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上，让陆晨的智力瞬间暴增3倍，从原本的65点智力竟然直接暴涨到了210点。这145点智力提升和成长神器奖励不仅是现实之中的收获，陆晨同样能将145点智力提升和成长神器带回到游戏之中。此时此刻，二舅瞪大眼睛看着苏晨，眼神尽是难以置信之色。他越发觉得穆天尊的身影和自己的外甥陆晨非常像。二舅目光激动地盯着陆晨，突然问道：穆天尊，你是不是陆晨？第38章，美妇杜芊芊的爱慕，升级神器。面对二舅突然这么一问，陆晨微微一怔，他摇了摇头，说道：老邓，你认错人了。现实世界即将沦为乱世，自己的身份过早暴露不是什么好事。他既然选择了登顶巅峰之路，就注定要与很多人有利益之争，注定要得罪很多人。二舅仅仅是与穆天尊这个身份有一面之缘，便已经遭来如此巨大的横祸。如果让别人知道二舅就是穆天尊的舅舅，避免不了会给二舅引来更大的灾难。陆晨为了掩饰身份，连看都没看二舅一眼，便转身离去了，只留下目瞪口呆的二舅看着陆晨远去的身影，喃喃道：难道真是我认错人了？可穆天尊的背影真的和陆晨那小子很像很像啊。很快便有一辆警车迅速驶来，将二舅接走了，说是要调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幕后真相。与此同时，劫后余生的洛水市市民们感到无比庆幸，更是对那个凭一己之力阻止核爆，在绝境之中力挽狂澜的神秘少年充满了感激。太好了，没想到我竟然还能活下来。刚刚那个少年真的帅爆了，召唤出一只超级华丽的天使，直接将黑人雇佣兵带到了九霄云外，阻止了这场威胁咱们1000多万生命的核爆。是啊，我感觉他真的就像神明一样，他刚刚的施法手段根本就不是凡人能做到的。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普通人，但那个少年的出现让我瞬间明悟，他就是真正的神仙啊！太帅了，他好帅啊！如果我能嫁给他，让我长生不死我都愿意啊！楼上的，你在想屁吃？你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那个拯救洛水市千万市民的神秘少年，真是让我既崇拜又羡慕。他竟然能召唤出的那只天使，不仅美若天仙，实力更是强到令人发指。最重要的是，天使还完全服从那个少年的命令。
真不敢想象，有一只那么绝美的天使对自己言听计从，会是什么体验？是啊，论颜值论身材，就算是现实中的明星网红，都根本无法跟那只天使相提并论。那少年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神，好想知道那少年是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啊？此刻，全国人民都在回想着陆晨宛如神明般绝境救场的那一幕，全都在纷纷议论着。与此同时，杜芊芊望着陆晨离去的身影，俏脸上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之色，眼神里更是闪过一抹仰慕之色，喃喃道：“不会有错的，他一定就是穆天尊。这才多久不见，他的实力竟然又变强了这么多，真希望能经常见到他啊。”杜芊芊似是突然想到什么，黯然失落地摇了摇头。算了，像我这样离过婚还带着个女儿的人，不该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那般实力强大又受人仰慕的少年，又怎么会看上我这种离过婚的女人呢？杜将军突然推开门，走到杜芊芊身边，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女儿啊，你如果不勇敢的去试一试，怎么会知道他愿不愿意呢？当初我也是一个山沟沟里的穷小子，靠着一腔孤勇追求你妈，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勇敢的去追求你爱慕的那个人吧，爸爸支持你。”杜芊芊顿时俏脸一片泛红，将头悄悄埋低，但她眼神里似是鼓起了一股勇气，脑海里不断回想着陆晨那孤傲清冷的身影，她脸上不自觉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与此同时，陆晨已经回到了游戏之中，他手里拎着圣耀天使之杖，先是找到一只皮皮猪之王 BOSS 实验了一下神器的威力。陆晨召唤出一道道救赎之剑，疯狂爆射到皮皮猪之王 BOSS 的脑袋上。-497、-496、-498，高额的伤害数字不断从皮皮猪之王脑袋上飘出。短短不过几秒钟时间，一头10级精英 BOSS 便被陆晨直接斩杀。叮！你击杀了10级精英 BOSS， 皮皮猪之王获得1500点经验值，你获得1000天额外寿命。这武器真不愧是成长神器啊！还没有进行成长进行，就已经让我的伤害比之前翻了2倍还多。要是能让这件成长神器进行一次成长进化，不知能蜕变到多么强大的地步。陆晨眼神里掠过一抹兴奋的神色，丰厚的经验值和额外寿命从皮皮猪之王 BOSS 身上爆了出来，飞快涌入他的体内。陆晨身上泛起炫白色的升级光芒。恭喜你升到了12级，恭喜你升到了13级。连升2级得到的10点自由属性全部投在智力上，让陆晨的法术攻击和治疗效果再度提升。皮皮猪之王竟然出货了！陆晨一脚踢开皮皮猪之王的尸体，没想到他身下竟然爆出了一堆金光灿灿的宝物。皮皮猪之王一向以新手村 BOSS 之耻而出名，就是因为他身为 BOSS 爆率却出奇的低。但其实皮皮猪之王虽然极少出货，但一旦出货，掉出装备宝物的质量却是出奇的高。叮！你捡起了秘银级武器神圣牧师之杖。叮！你捡起了386枚铜币神圣牧师之杖。品质：秘银级法术伤害加150治疗效果加150附加效果，你的治疗效果额外提升 15%， 的确是一件非常不错的牧师杖。只可惜陆晨有了成长神器法杖圣耀天使之杖，这枚秘银级牧师杖就显得没什么作用了。不过正好可以废物利用一下，将这枚秘银级神圣牧师之杖融合给成长神器圣耀天使之杖。不过单单将一件秘银级法杖进行融合，恐怕还不足以进化成长神器。还有陆晨之前佩戴的狼骨权杖也一起给融了。虽然成长神器的成长条件极为苛刻，必须找到能冶炼神器的神将，还得完成极为繁琐的连环任务，但陆晨有超级合成器，完全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就能简单粗暴地进行神器升级。这样升级出来的效果反而品质更高，还有可能创造出意外的惊喜。已经将狼骨权杖、金色高级武器和神圣牧师之杖、秘银级武器指定为合成材料，为成长神器圣耀天使之杖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8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5622天。第39章意外惊喜，成长神器进化，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2件装备化作2股无比纯粹的天地能量，涌入成长神器圣耀天使之杖内。骤然间，一股绚丽耀眼夺目的灿金色光芒从进化后崭新的成长神器之中爆发开来。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崭新的成长神器不死金身之杖，神器2星。不死金身之杖，当前品阶神器2星，可成长。治疗效果加400，治疗暴击率正 12%， 治疗暴击效果正 12%， 生命值加1200，法力值加1200，神器技能不死金身开启后，你将在3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效果。将蜕变进化之后的不死金身之杖握在手里，陆晨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属性和战斗力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并且还掌握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保命技能，3秒无敌且免控。陆晨将不死金身之杖拿在手里，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件成长神器进化到2星之后，威力有多么强大。他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可骤然之间，陆晨周围变成弥漫起一股诡异刺鼻的血雾。他瞬间如临大敌，眼神变得无比警惕。一道苍老阴森的声音骤然在他背后响起：“小子，火焰巨龙尸体已经被你拿到了吧？为什么拖这么久不来见我？”陆晨转身看到一张丑陋狰狞的鬼脸，果然是巫妖王。巫妖王脸色有些阴沉，目光死死盯着陆晨。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巫妖王大人，我的小命还捏在您手里，我可不敢背叛您。实不相瞒，我刚当是被光明圣女强行掳走了。光明圣女想让我坑杀您，但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亡灵之主，我可不愿背叛您。”陆晨毫不犹豫的就将光明圣女给卖了。他很清楚，只有出卖光明圣女才能收获最大的利益。第一，自己将如此重要的情报提供给巫妖王，自己问巫妖王索要一笔赏赐不过分吧？第二，光明圣女若是死在巫妖王手里，必然会引来光明圣殿的震怒，必然能让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这样陆晨就能更加舒服地坐收渔翁之利了。果然，巫妖王听到光明圣女要坑杀自己，顿时目光变得森寒无比。他捏碎一张血红传送卷轴，将陆晨带回到亡灵大殿之中。小子，光明圣女都和你说了什么？全部如实道来。陆晨讲出了光明圣女让他在火焰巨龙尸体上撒入光明圣水，一旦将火焰巨龙尸体制作成亡灵古龙，火焰巨龙尸体将会直接被引爆。他大手一摊，将光明圣水侵蚀过的火焰巨龙尸体取了出来，放在巫妖王面前。巫妖王目光顿时变得森寒无比，他抓起火焰巨龙尸体，趴在上面用力嗅了起来。巫妖王脸色变得很是难看，我的确闻到了一股极为隐晦的光明圣水气息。光明圣女果然在上面动了手脚，如此宝贵的一副巨龙尸体被这么浪费了，真是太可惜了。陆晨笑着说道：“巨龙尸体的确不能再用了，但却能将光明圣女骗到这里。光明圣女害得您白白损失了一具珍贵的巨龙尸体，您难道不想报复她吗？如果您将光明圣女杀死，不仅可以出口恶气，甚至还等于为黑暗势力立下大功。巫妖王大人，说不定黑暗神王一高兴就把您提升为4大魔将之一了。”听到陆晨充满诱惑的建议，巫妖王目光大盛，顿时有些心动了。很好，你的忠诚让我很满意，就按你说的做，事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你。巫妖王提前在亡灵大殿布置好亡灵杀阵，然后伪装成一副被光明圣女炸成重伤，然后已经奄奄一息的模样。陆晨则捏碎光明圣女的信号卷轴，果然，光明圣女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亡灵大殿之中。他见到已经重伤奄奄一息的巫妖王，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小子，你做得很好，但我不喜欢你这样贪得无厌的人。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了，所以你和巫妖王都必须死。”光明圣女身上骤然浮现出耀眼的光明圣铠，她手执一把光明战刃，金发飘舞，浑身迸发出璀璨圣洁的强大气势。“小子，我先拿你祭刀！”光明圣女眼神掠过一抹浓烈的杀念，竟然朝着陆晨暴斩而下。见光明圣女来势汹汹地朝自己杀来，陆晨脸上竟露出一抹笑容。果然背叛光明圣女是最正确的选择。像光明圣女这种过河拆桥的婊子，陆晨选择背叛她，一点心理负担都不用有。尊敬的巫妖王大人，这个疯女人要杀我！陆晨选择祸水东引，直接跑向巫妖王的身旁。巫妖王也感受到光明圣女来势汹汹的杀意，索性也不装了。他骤然掏出骷髅权杖，鼓手猛然一挥，竟然有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从地下不断爬出。这群无穷无尽的骷髅战士顿时蜂拥般的杀向光明圣女。见到巫妖王突然复苏，光明圣女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的骇然之色，瞬间也明白了这是陆晨为他设好的陷阱。“小子，你竟然背叛我，我要杀了你！”光明圣女一向心高气傲，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背叛？她俏脸顿时变得无比狰狞，拔出光明战刃，朝着陆晨狠狠劈来一道剑气。巨大的剑气蕴含着可怕的光明圣力，呼啸之间朝着陆晨猛袭而来。陆晨笑嘻嘻地躲至巫妖王身后，然后毫不客气地辱骂道：“你刚刚不是嚣张无比的要杀我吗？我本来就是巫妖王大人的忠实信徒，怎么能称之为背叛呢？我不仅要帮助巫妖王大人杀了你，更要铲除整个光明势力。”陆晨辱骂光明圣女的同时，还不忘向巫妖王表一番忠心。巫妖王听到陆晨的话，枯瘦的鬼脸上挤出一抹得意之色：“小子，你放心，本王绝不会像光明圣女这样的做背信弃义之事。待我杀死光明圣女，绝对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奖赏。”见陆晨对光明圣女一顿痛骂，巫妖王对陆晨顿时心生好感，有些喜欢上陆晨这小子了。巫妖王挥动古杖，
鼓杖之中骤然爆发出一股血腥刺鼻的亡灵之力，一道巨大的骨矛骤然从早已布置的亡灵杀阵中迸发而出，狠狠射向光明圣女。光明圣女顿时眼神有些惊骇。第40章，将光明圣女养成宠物。骨矛速度快到了极致，光明圣女根本无比躲闪，骨矛狠狠洞穿光明圣女的琵琶骨，将她死死钉在了墙壁之上。啊！光明圣女忍不住发出一道凄厉诱人的娇喘，脸色显得无比痛苦，任凭她多么用力挣扎，始终都无济于事。光明圣女心知自己已经落败，脸上露出满脸的不甘和愤怒。巫妖王，有种你杀了我啊！巫妖王一脸遗憾地看着光明圣女，撇了撇嘴说道：多么精致的美人啊，不敢想象把你送上天的感觉能有多快乐。可惜我转化成巫妖之体后，已经失去了男女之欢的能力，不然真想享受一番啊。巫妖王转头看向陆晨说道：小子，我决定把她送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珍惜，别把自己身体掏空了。巫妖王将骨杖扎入光明圣女的胸口，将她浑身所有光明圣力彻底废掉，然后如同拎着死人一般，将彻底沦为废人的光明圣女扔到陆晨面前。陆晨一脸笑容地看着光明圣女，附在光明圣女耳边压低声音说道：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你要不要考虑当我的宠物？虽然你全身修为废了，但我有信心把我培养成一只合格的人形宠物。光明圣女愤怒地盯着陆晨：你杀了我吧，我宁愿死，也不愿被你这么羞辱。陆晨笑容变得无比灿烂：那可由不得你。陆晨既然已经得到了光明圣女的处置权，当然得物尽其用，将光明圣女莉莉丝濒死状态和疾冰地凯龟秘银级宠物进行合成，需消耗1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702天。陆晨只是想要一只言听计从的光明圣女宠物，随手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真能合成。不过需要消耗的寿命太多了，陆晨的储存寿命有些不够，但这都不是事，差的那点寿命等会刷点怪就能补齐了。陆晨已经有些期待的想试试将光明圣女和自己的宠物进行合成，能合成出什么来。他先将疾冰地凯龟和满脸仇怨的光明圣女一起丢入宠物空间内。陆晨一脸恭敬地看向巫妖王：感谢巫妖王大人的赏赐。巫妖王丑陋的鬼脸上露出一抹瘆人的笑容：小子，这件事你办得很不错，刚刚送给你的光明圣女只是即兴奖励，这才是真正给你的奖励。叮，你获得了巫妖王的赏赐，你得到了8000点经验值，你得到了黄金级装备死灵魔戒，你得到了1000枚亡灵币，在亡灵主城可以消费使用。骤然之间，一笔丰厚的经验值涌入陆晨体内，他身上泛起白色升级光芒，陆晨的等级开始暴涨。恭喜你升到了14级，恭喜你升到了15级，恭喜你升到了16级，恭喜你升到了17级，恭喜你升到了18级。果然还是巫妖王够舍得呀，一笔丰厚的经验值竟然让陆晨瞬间连升5级，这比苦逼无聊的打怪升级速度可快多了。陆晨手里已经有了伪装之戒，如今又多了一枚死灵魔戒，他既不选择带死灵魔戒，也不准备继续带伪装之戒，而是要将2枚戒指进行合成，试试能不能合成出一枚更强大的戒指。将死灵魔戒黄金级和伪装之戒玄铁级宠物进行合成，需消耗3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702天，果然合成装备需要消耗的寿命要少得多。陆晨直接选择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隐身戒指铂金级，隐身戒指铂金级，治疗强度加200，法术攻击力加200，法力恢复速度提升180%，佩戴要求10级。附加效果：隐身启动后，你将进入隐身状态，并且隐身后的下一次技能伤害将会产生双倍暴击伤害。好东西啊！陆晨果断将隐身戒指戴在手上。这时，巫妖王突然开口说道：光明圣女一旦失踪，他父亲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光明圣女父亲刚刚升任成为了滨海城主，一定会到处派人打探光明圣女的下落。你想办法告诉滨海城主，光明圣女被吸血鬼女皇杀死了。吸血鬼女皇虽然来自黑暗势力，但是我的死对头，如果能借滨海城主之手除掉吸血鬼女皇，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叮，你得到了巫妖王发布的史诗级隐藏任务，嫁祸吸血鬼女皇。任务内容：将光明圣女莉莉丝的死亡嫁祸给吸血鬼圣女，让她的父亲滨海城主出手杀死吸血鬼女皇。完成任务，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陆晨非常愉快地接下来任务，事情果然朝着陆晨早已谋划好的方向发展了。随着滨海城主和吸血鬼女皇也被卷入进来，黑暗势力和光明圣殿的矛盾将会越来越深。陆晨接下来就是要将黑暗势力和光明圣殿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逼着两大势力不得不进行全面战争。不仅陆晨能从中获取巨大利益，同时也为整个地球所有人类赢得了无比宝贵的发育时间。等两大势力入侵地球时，让人类有一丝绝境翻盘的机会。陆晨离开大殿后，直接前往滨海城。滨海城是一座城镇级主城，包括陆晨出生的新手村在内，一共附近99个新手村，全部都归属滨海城管辖。陆晨来到滨海城门口，发现这里比新手村要热闹得多。附近所有玩家离开新手村后，都会第一时间来滨海城。这里存在更多的赚钱机会，大量的隐藏任务和极品装备，谁都有可能获得。可陆晨刚要走进滨海城，突然一群玩家围了上来，拦住陆晨的去路。小子，进城先交保护费，不然弄死你！交500铜币，少1枚铜币都不行，快点掏钱！陆晨突然感觉这道声音很是熟悉，他抬头一看，索要入城费的头目竟然是沈雪儿的男闺蜜王岩。见到王岩，陆晨笑容顿时无比浓烈。前世就是王岩挑唆沈雪儿，让他害死了陆晨。正愁到处找不到王岩，没想到王岩竟然自己撞上来了。第41章，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进城还用交保护费？我可没听说滨海城有这规矩。陆晨耸了耸肩，丝毫没将王岩的威胁放在眼里。王岩脸上露出一抹狞笑，没听过这规矩？那我告诉你，我的规矩就是规矩。王岩盯着身穿一身黑袍的陆晨，眼神里更是充满了轻蔑。自从穆天尊身穿一袭黑袍，以一敌百，屠戮了魂殿公会绝大部分精锐玩家的事情在全网爆火之后，就有很多崇拜穆天尊的玩家也换上了和穆天尊一模一样的黑袍，并且还会将 ID 遮起来，从而形成了一股风潮。王岩见到陆晨第一眼，便认定了陆晨就是穆天尊的粉丝，就喜欢专挑穆天尊的粉丝欺负，见一个杀一个。原因也很简单，王岩刚进入游戏就混进了魂殿公会，由于他格外会舔得魂殿会长魂少帝非常舒服，魂少帝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高管的职位。自从魂少帝带着一众精锐被穆天尊团灭之后，就对穆天尊充满了怨气。王岩为了舔魂少帝，不惜想方设法的恶心穆天尊。穆天尊实力强大，他不敢招惹，他就专挑穆天尊的粉丝欺负。在整个滨海城，谁敢说穆天尊一句好话，王岩立马派人将他毫不留情面的杀到零级，搞得整个滨海城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辱骂遍地穆天尊的传言，说穆天尊是靠偷袭才赢了魂殿公会，属于卑鄙小人的行径。短短不到半天时间，就有100多个崇拜穆天尊的粉丝实在受不了王岩如此羞辱穆天尊，为了替穆天尊伸张正义，而被王岩杀到零级，并且还找到了这些粉丝现实中的地址，将他们毒打一顿。有些宁死也要支持穆天尊的粉丝，更是被王岩派人直接打成了残废。王岩一脸狞笑地盯着陆晨：“你也是穆天尊的粉丝吧？那就不是交保护费这么简单了，而是必须得死。你是我今天杀得第198个穆天尊的粉丝，以后记住你的编号198，因为我会见你一次杀你一次，杀到你退游为止。”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是吗？那也请记住你的编号438，因为你像个婆娘一样，人蠢话又多。”就在此时，陆晨身边竟然围上来了一群玩家。让陆晨有些惊讶的是，这群玩家竟然全都和他穿的一模一样，都是一身黑袍 ，ID 隐藏。这群黑袍玩家刚一赶过来，就拍住陆晨肩膀说：“兄弟，你跟我们一样，也是穆天尊的粉丝吧？这群魂殿的王八犊子欺人太甚，穆天尊大佬他不敢招惹，就来欺负咱们这群粉丝。兄弟你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这群魂殿玩家欺负你，除非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黑袍玩家此言一出，其他身穿黑袍的穆天尊粉丝们也全都群情激愤了起来，纷纷将陆晨护在了身后，挡在王岩一群人面前。对，只要有我们在，魂殿的瘪犊子们就别想动这位小兄弟，必须让魂殿这群王八犊子们知道，我们穆天尊粉丝团也不是好惹的。穆天尊大佬一身傲骨，咱们当粉丝的也绝不能给大佬丢脸。陆晨看着这群粉丝们悍不畏死的替自己说话，他心里不由生出一抹暖意。他重生一世，但也绝不愿做自私之人。那些伤害自己、欺骗自己的人，陆晨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但那些真心对待自己的人，陆晨也绝对不会冷眼看着他们受欺负。此刻，王岩身旁一名瘦猴身材的魂殿玩家突然朝着陆晨射来一发毒箭。咻！这支毒箭很阴险，趁人多混杂，直接射向陆晨头部。但陆晨根本不慌不忙，直接召唤出极冰地凯龟。极冰地凯龟替陆晨挡下这一箭，反伤自假效果瞬间触发，毒箭瞬间反弹回去，直接洞穿了这名瘦猴玩家的脑袋。啊！王岩表哥，替我报仇！瘦猴玩家惨叫一声，瞬间毙命。王岩看着身旁瘦猴玩家惨死的尸体，脸上瞬间变得阴沉无比。我表弟就这么死了？
竟然敢杀我表弟，真是找死！王岩身后的魂殿玩家们连忙说道：“老大，节哀呀！”王岩抬起头，眼神毒怨地盯着陆晨，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给我宰了这群穆天尊的脑残粉们，一个不留！一群魂殿玩家瞬间一拥而上，气势汹汹地冲杀过来。但这群身穿黑袍的穆天尊粉丝们也丝毫不怂地纷纷冲了上去，两方势力激战成一团。但魂殿玩家们凭借充足的资金和强取豪夺，各个装备十分精良。反观穆天尊粉丝们，装备则要简陋得多。很快，魂殿玩家们便以压倒性的优势击溃了穆天尊的粉丝们。这群身穿黑袍的穆天尊粉丝们纷纷血量见底，眼看就要团灭在魂殿公会手里。陆晨索性也不隐藏身份了，果断施展耀日神鞭技能。陆晨手中的不死金身之杖化作金光璀璨的耀日神鞭，他冲杀上去，开始疯狂抽打魂殿公会的玩家。只是耀日神鞭的伤害实在太逆天了，每一鞭抽下去都能打出2000多的伤害，负2599，负2598，负2601。这群魂殿公会玩家普遍血量都不过1000，只要被耀日神鞭碰到，就是瞬间秒杀。由于陆晨的加入，双方局势瞬间发生巨大转变，短短片刻之间，便有足足50多名魂殿玩家被陆晨疯狂屠戮而死。此刻，周围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陆晨的存在。众人看着陆晨宛如杀神一般，手持金色神鞭，见谁抽谁，一边秒杀一个，瞬间目瞪口呆，脸上满是震撼之色。叮！你击杀了56名魂殿公会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5600天寿命。56名魂殿公会玩家各自损失100天现实寿命，海量寿命疯狂涌入陆晨体内。陆晨正愁寿命不够用呢，瞬间储存寿命又变得充裕了起来。而此时，突然有一名眼尖的穆天尊粉丝突然无比惊喜地喊道：“这身影，这么凶悍的杀人方式，还有这只能反弹伤害的冰龟，绝对不会有错。他就是穆天尊大佬啊！天哪！穆天尊大佬得知我们粉丝受欺负了，竟然过来替我们报仇啊！我太激动了。”第42章，夫人，你也不想这事被丈夫知道吧？随着这名穆天尊粉丝突然一喊，周围其他穆天尊粉丝们瞬间眼神变得激动无比，神情更是惊喜万分。哇，真的是穆天尊大佬啊！我们追星成功了，竟然见到了穆天尊本尊！哈哈，这群欺软怕硬的魂殿鳖犊子们，没想到穆天尊大佬会亲自出手吧？穆天尊大佬实在太宠粉了，得知咱们粉丝被魂殿鳖犊子们欺负了，第一时间就来替咱们报仇了，泪目了。要是早知道穆天尊大佬这么宠粉，让我嫁给他我都心甘情愿啊！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奔我脸上了，什么好事都让你给想到了，想嫁给穆天尊大佬的女粉们，恐怕都有后宫佳丽3000了。别看陆晨的粉丝们全都一脸惊喜，纷纷乐开了花。反观王岩和魂殿玩家们，脸色全都一脸铁青，难看无比。穆天尊的战斗视频早就在网上爆火了，刚刚更是亲眼见识了穆天尊的实力有多么凶悍。如果再跟穆天尊继续硬碰硬的干下去，必然是以团灭而收场。但如果就这么灰溜溜的逃跑了，那也太丢脸了。王岩咬了咬牙，盯着陆晨说道：“穆天尊，你给我等着，我们魂殿公会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兄弟们，咱们搬救兵去！”陆晨脸上露出冰冷的笑容。王岩，我说过要放你们走了吗？王岩瞬间打了个激灵，脸色有些惊骇。他的游戏 ID 是魂天炎，他的现实名字在游戏里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穆天尊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但王岩还没来得及问出内心疑问，便瞬间被陆晨一道救赎之剑洞穿脖颈，负1499，一剑飘血，血溅当场。王岩瞬间被一剑秒杀。王岩至死也没想白，穆天尊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知道他现实中的名字。此刻，陆晨击杀所有魂殿玩家之后，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临走之前，他还不忘将王岩和魂殿玩家爆出的装备金钱全部搜刮了一遍。等穆天尊粉丝们想要找陆晨要签名时，才发现陆晨已经消失不见了。5分钟后，陆晨来到了城主府门口，准备继续进行巫妖王的隐藏任务。不过他可没打算完全听巫妖王的话照做，而是要为自己谋利。陆晨内心早已布好了一个局，只要顺利进行，就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城主府修缮的极为气派，门口有2座石狮子雕像，一名身穿麻衣的中年人正在门口浇花。陆晨走到中年人面前，笑着说道：“城主大人，你女儿都被人杀死了，你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浇花？”中年人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无比，脸上充满了杀意。小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陆晨脸上的笑容依旧如故。光明圣女莉莉丝是你女儿吧？她被黑暗势力引诱了出去，
现在生死不明。光明圣女此时正奄奄一息的被陆晨关在宠物空间内。陆晨从她身上扒下来一件圣女长袍，拿到中年人面前。中年人瞳孔一缩，眼神瞬间震惊无比。这是莉莉丝的圣女袍，莉莉丝竟然真的出事了。中年人瞬间眼神里露出浓烈的杀意，拔剑指着陆晨的脖子，逼问道：小子，快告诉我莉莉丝的下落，否则我杀了你！面对如此嚣张跋扈的滨海城主，陆晨对他没一点好感。魂殿公会之所以能在滨海城内如此嚣张跋扈的到处杀人，到处收保护费，跟滨海城主的故意纵容脱不了干系。陆晨很清楚，魂少帝暗中向滨海城主行贿，使得魂殿公会玩家在滨海城内享有特权，疯狂欺负敲诈其他玩家。滨海城通缉队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其他玩家敢在滨海城敢犯一点错，立马就会被通缉队疯狂追杀。面对滨海城主的逼问，陆晨始终表现得从容不迫，是吸血鬼女皇干的。这是黑暗势力交给吸血鬼女皇的密信。陆晨递给滨海城主一封信件，信件是巫妖王提前伪造的，内容是黑暗神王发布了任务，让吸血鬼女皇出手杀死圣女莉莉丝。滨海城主拆开信，见到信件上的内容，顿时怒意大盛。的确是黑暗势力的特殊纸张，伪造不了。信件上注明了，吸血鬼女皇就住在地下巢穴里。小子，你可以滚了，我现在就去找吸血鬼女皇为女儿报仇。滨海城主果然是过河拆桥之人。滨海城主一声猛喝，一头黄金狮就飞了过来。他骑着黄金狮就飞向天空，朝着吸血鬼女皇的方向飞掠而去。见滨海城主已经去找吸血鬼女王了，陆晨趁着滨海城主不在，直接开启隐身戒指的隐身能力，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城主府内。可让陆晨没想到的是，他在城主府转悠了一大圈，愣是没找到城主府的宝物藏在了哪里。没想到滨海城主竟然如此谨慎，将宝物都藏在了极为隐秘的地方。陆晨转身到了城主夫人的住处，却听见里面发出一阵阵充满诱惑的娇喘声。他隔着窗户一看，竟然是一名管家和城主夫人正在偷偷行苟合之事。陆晨冷笑一声，直接推开门，射出一道救赎之剑，瞬间将管家当场击毙。管家满脸惊骇地倒在了城主夫人肚皮上。城主夫人瞬间满脸惊恐，盯着陆晨道：你是谁？竟然敢闯城主府，找死啊！陆晨冷笑一声：夫人，我擅闯城主府是死罪，但你身为城主夫人苟合下人，同样也是死罪啊！你也不想让城主知道这件事吧？城主夫人盯着陆晨：你到底想干什么？陆晨冷笑道：你把城主府的宝物交给我，我就替你保守秘密，怎么样？城主夫人无奈说道：城主一向极为谨慎，他的宝物藏在哪，就连我也不知道。陆晨耸了耸肩，说道：那我只好将你私通下人的秘密告诉城主了。城主夫人瞬间秒悚，连忙说道：城主刚刚从拍卖行高价收来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宝物，这件珍贵宝物他还没来得及藏起来，我现在就带你拿到这件珍贵宝物。第43章，红衣怨灵以吸食男人阳气为食。陆晨没想到的是，城主夫人答应帮他找宝物之后，竟然带着他直接出了城主府，直接来到了后山的一处乱葬岗。陆晨望着周围到处臭气熏天的尸体，到处透露着诡异和阴森，他微微皱眉问道：城主会将宝物藏在乱葬岗这么诡异的地方吗？城主夫人解释道：宝物当然是要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滨海城盗贼横行，若是将宝物藏在城主府内，宝物总是会莫名失窃，怪不得。陆晨微微点头。城主夫人又说道：只是没有哪个盗贼会像你这么鸡贼，竟然拿着我的把柄威胁我给你找宝物。宝物可以给你，但你可能无福消受了。城主夫人声音瞬间变得阴柔鬼魅起来，竟然瞬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陆晨背后。咔嚓！城主夫人瞬间将陆晨扑倒在地，脸色变得苍白又狰狞，嘴角竟然露出锋利的獠牙。你不是城主夫人，你是红衣怨灵！陆晨瞬间如临大敌，他被城主夫人狠狠压在身下，城主夫人竟然要扒他的衣服。陆晨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此事绝对不能让城主夫人得逞。红衣怨灵以吸食男人阳气为食，一旦被红衣怨灵强占身体，陆晨瞬间就会被他吸干阳气，瞬间沦为干尸。红衣怨灵狞笑道：我当然就是城主夫人啊，我的这具身体就是从城主夫人身上夺舍来的，怪不得城主夫人会将自己引诱到乱葬岗，原来他早就已经被红衣怨灵夺舍了身体。这乱葬岗上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尸体，恐怕都是死于红衣怨灵之手啊。想到这里，陆晨不由感到一阵恶寒，他拼尽全力挣扎，试图想要摆脱红衣怨灵的控制，但红衣怨灵用力死死掐住陆晨的脖子，根本不给他任何挣扎的机会。陆晨自知不是红衣怨灵的对手，决定进行道德绑架。你虽然是红衣怨灵，但你曾经也是正常的人类啊！你害死那么多人，还害死了城主夫人，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可让陆晨没想到的是，这句话竟然深深刺激到了红衣怨灵。红衣怨灵眼神瞬间变得怨毒无比，脸色更是狰狞到扭曲恐怖，咬牙切齿道：“是啊，你也知道我曾经是正常人类，可你知道我是怎么变成红衣怨灵的吗？就是被城主夫人给害死的。城主夫人不仅害死了我，还害死了我全家。”红衣怨灵内心埋藏着滔天的怨气，许久都得不到发现，此时内心不吐不快。他将整个事件完完整整地讲述了出来。半年前，红衣怨灵曾经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家里虽然贫穷，但父母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他去后山采药，却意外撞见了城主夫人竟然在山洞里偷男人，偷的还是滨海城主的父亲，也就是陆晨遇见的那个新手村村长。他再三向城主夫人承诺，绝不会将此事泄密。但等他回到家时，却骇然发现家里满地都是亲人的尸体。他爹死了，他娘死了，他大哥死了，他二姐死了，就连他那还没满月的小侄女都没放过。全家13口人命全部死于非命。他娘咽气前告诉他，是城主夫人杀了他们全家，让他赶紧逃。他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正准备要逃，却被城主夫人冲进来，一刀给捅死了。他内心怀着巨大的怨念而死，死后魂魄竟然转化成了红衣怨灵，当前将亲手杀死自己的城主夫人给夺舍了。然后他就以城主夫人的身份苟在了城主府内，以偷猎男人阳气为食。听到红衣怨灵的凄惨经历，陆晨沉默了。红衣怨灵虽然是城主夫人为仇敌，却占据着城主夫人的身体。陆晨叹了口气说道：“我替你保守秘密，你还当你的城主夫人？你能不能别杀我？”红衣怨灵瞬间怒意大盛：“我也说过要替城府夫人保密，但她还是杀了我全家13条人命。我比较宽厚仁慈，只杀你一人。”陆晨顿时有些无语：“你管这叫宽厚仁慈？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红衣怨灵双眼瞬间通红，爆发出浓烈的杀意：“我不许你这样说我，我和他不是一类人。”他张开大嘴，露出尖锐无比的獠牙，朝着陆晨喉咙狠狠咬了下去。陆晨顿时眼神一阵恶寒，红衣怨灵可是妖将级 BOSS， 要是被红衣怨灵的獠牙咬中，必死无疑啊！陆晨赶紧掏出不死金身之杖，发动不死金身技能。叮！骤然一声脆响，陆晨竟然化身变成了一具无法行动的小金人。红衣怨灵咔嚓一声，獠牙咬在了小金人上。砰！红衣怨灵的一对獠牙竟然被齐齐崩断，他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叫声，痛得红衣怨灵龇牙咧嘴，满地打滚。陆晨顿时眼神一亮，这是唯一绝地反杀的机会，趁他病要他命。光之囚笼，陆晨大手一挥，瞬间以圣光之力交织成一座牢笼，将红衣怨灵封印其中，然后瞬间召唤出裁决天使和骑兵地凯龟，以3打1的攻势对红衣怨灵疯狂发动袭击。红衣怨灵瞬间怒意大盛，疯狂朝着陆晨扑了过来。骑兵地凯龟勇敢地挡在陆晨面前，替陆晨挡下了红衣怨灵一波又一波的疯狂攻击。红衣怨灵实力太强大了，哪怕是防御力超强的骑兵地凯龟，竟然都有些扛不住红衣怨灵的攻击。眼看骑兵地凯龟就要血量见底，陆晨果断催动曜日神鞭技能，他一边疯狂抽打骑兵地凯龟，给骑兵地凯龟恢复血量，一边疯狂抽打红衣怨灵，每一鞭子抽在红衣怨灵身上都能打掉他将近5%的血量。就这样，陆晨左一鞭子右一鞭子的疯狂猛抽，抽的骑兵地凯龟兴奋无比，越战越勇，又抽的红衣怨灵惨叫连连，发出销魂的惨叫声。啊啊啊！第44章，天啊！竟然合成出一个80级的妖皇级超级强者！城主夫人欺负我，你也欺负我，凭什么被欺负的总是我？啊！我要杀了你！红衣怨灵眼神怨毒地瞪着陆晨，陆晨根本不回应他，继续狠狠抽他。红衣怨灵不听话怎么办？多抽他几鞭子就好了。很快，红衣怨灵就被陆晨硬生生抽得半死不活，陷入了濒死状态。陆晨正准备杀他，突然想到光明圣女还被囚禁在宠物空间内，他本来想将光明圣女和骑兵地凯龟进行合成，但想了想，觉得二者属性根本就不契合。如果是将红衣怨灵和光明圣女进行合成呢？不对劲，这红衣怨灵用的可是城主夫人的身体啊，光明圣女是她的亲女儿啊，这下可有意思了。陆晨直接将濒死状态的光明圣女莉莉丝扔了出来。光明圣女莉莉丝刚被放出来，就满脸仇视地盯着陆晨。死叛徒，识相，赶紧放了我！我爹是滨海城主，如果让他知道你囚禁了我，他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陆晨笑嘻嘻地说道：“别拿你爹威胁我，
你娘来了都没用，不信你看看，那是谁？莉莉丝循着陆晨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她看到红衣怨灵的一瞬间，深深的惊住了。娘，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娘！莉莉丝胸口被巫妖王的骨毛贯穿了一个巨大的血洞，她身体无比虚弱，但她硬撑着身体的剧痛，挪动身体，拼命爬到红衣怨灵的身旁。莉莉丝紧紧抱住红衣怨灵，满脸泪目的说道：“娘，你怎么样了？娘，是不是穆天尊那个混蛋把你害成这样？爹一定会替咱娘俩报仇的。”红衣怨灵瞬间惊醒过来，一脸敌视的盯着莉莉丝：“你是光明圣女莉莉丝？你是滨海城主的女儿？”莉莉丝一脸不解，连忙问道：“我是莉莉丝啊，娘，你怎么不认识我了？”红衣怨灵顿时凶光大盛，伸手狠狠掐向莉莉丝的脖子。果然是你，莉莉丝，都怨你娘，是你娘将我害成了这个样子，但你娘已经死了，你也去九泉之下给你娘作伴吧。莉莉丝瞬间懵住了，你不是我娘吗？怎么说我娘已经死了，还把你害成了这样？娘不会是被穆天尊这个混蛋折磨的精神分裂了吧？一定是的，都怪穆天尊这个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他。陆晨见莉莉丝和红衣怨灵全都目露凶光，不敢再拖下去，不然等会非得出人命不可。陆晨赶紧将两女扔进了超级合成器内，将光明圣女莉莉丝濒死状态和红衣怨灵威古斯濒死状态进行合成，需消耗15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8302天，竟然这么贵！陆晨有些惊住了。不过好在之前击杀王岩和魂殿玩家积累了一大波额外寿命，贵肯定有贵的道理，没必要犹豫，直接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生命体圣邪双女。圣邪双女，品阶妖皇级，等级80攻击力，10000法术攻击，10000防御力，8200生命值，10000技能，双形态。圣邪双女身体里住着光明圣女和红衣怨灵两个灵魂，并且互相仇视。当光明圣女接管身体时，圣邪双女将进入光明形态，能施展各种光明系的禁咒。远程法师。当红衣怨灵接管身体时，圣邪双女将进入怨魂形态，能施展各种黑暗系的禁咒。近战刺客。看到圣邪双女的属性，一瞬间，陆晨瞬间惊住了，这属性也太豪华了，攻击力和法术攻击都高达10000点，简直太变态了。就凭这恐怖的双攻数值，新手村的绝大多数 BOSS 都能直接被他一招秒杀啊！万万没想到，妖将级的红衣怨灵和同等实力的光明圣女进行合成之后，竟然一连跨越了妖王、妖帅、妖相、妖尊、妖圣5个大境界，直接蜕变成了前期堪称无敌的妖皇级，并且还是等级高达80级的超级存在啊！陆晨目光落在圣邪双女身上，却见到圣邪双女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一会变成美妇模样的城主夫人，优雅而温柔；一会变成萝莉模样的光明圣女，傲娇而稚嫩。圣邪双女竟然狠狠掐住自己脖子，俏脸狰狞的怒骂道：“威古斯，竟然是你杀了我母亲！我要杀了你，替我母亲报仇！莉莉丝，是你母亲害死了我全家，我也要杀了你全家，替我全家报仇！威古斯，和你用同一具身体，真让我感到无比恶心！莉莉丝，以后每天都要和你待一起，真让我感到厌恶！威古斯，你这个卑贱的村姑，给我提鞋都不配！莉莉丝，你这个宫袭杂交的野种，你让感觉肮脏！”圣邪双女体内的两具灵魂仍旧在疯狂互相人身攻击，一道清脆的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由于你实力太弱，暂时无法将圣邪双女收为宠物。在你将圣邪双女收为宠物之前，圣邪双女拥有自我意志，不会轻易替你出手，但圣邪双女仍会在你处于生死关头时出手救你性命。因为你一旦死亡，圣邪双女作为你的附属也会随之死亡。”看到系统提示，陆晨瞬间明白过来，他就像是戒指里的老爷爷，轻易不会出手，但却能在我危难之际保我不死。可关键是，圣邪双女体内的莉莉丝和威古斯仍旧在孜孜不倦地亲切问候对方祖籍。陆晨瞬间想到2个关键词：祖安10年钢琴家，永烈双子千绝。问题是，圣邪双女这么一个自己都恨不得掐死自己的附属生命体，真能在绝境之时保自己性命不死吗？陆晨对这个问题深感怀疑，自己还是尽快升级变强，早点将圣邪双女收为宠物更靠谱一点。咦，这里竟然有黄金宝箱！陆晨正准备去找王岩和魂殿工会再去收点保护费寿命，他突然注意到脚下竟然踩到了一个黄金宝箱，难道这就是滨海城主藏在这里的宝物？陆晨瞬间眼前一亮，伸手去捡黄金宝箱。第45章，我最喜欢折磨女人了。叮，是否打开黄金宝箱？陆晨捡起宝箱，直接选择打开。恭喜，
你获得了黄金级战士技能拔刀斩，运气还不错，竟然爆出了一本黄金级技能书。虽然战士技能对我没用，但正好可以用来合成出更强的牧师新技能。陆晨发现一个规律，无论是任何东西，只要经过超级合成器进行合成升级之后，都必定会进化成最为契合陆晨的高阶宝物。这一点让陆晨极为满意。他思考了一下，决定将曜日神鞭进行升级合成。曜日神鞭是陆晨目前最强输出技能，陆晨决定赌一把，看看能合成出什么新技能。将曜日神鞭黄金级技能和拔刀斩黄金级技能需消耗7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827天，果断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技能赤焰圣翼铂金级。赤焰圣翼，你背后凝聚出一对光明之力和烈焰之力交融而成的巨大翅膀。翅膀不仅可以低空飞翔，还可以用翅膀疯狂抽击友军或者敌人。每次抽击友军，给友军恢复600点生命值，并且提升50%攻击力。每次抽打敌人，给敌人造成600点伤害，并且降低敌人50%防御力。见到合成出来的新技能赤焰圣翼，陆晨内心有些惊喜。这个新技能不仅伤害比原先高了足足50%，并且还让我拥有了飞行能力。陆晨试了一下，新技能可以完美触发杀戮牧神天赋的治疗效果，转化为5倍伤害，再加上原本附带的600点伤害，那就是足足3600点基础伤害。再加上陆晨的基础属性加成，这个技能单次爆发伤害要高达4000点以上。如此恐怖的伤害，让陆晨的输出能力又提升了一个巨大的档次。陆晨果断启动赤焰圣翼，一对熊熊燃烧着烈焰的巨大翅膀从陆晨背后凝聚而成，翅膀宛如陆晨手臂一般挥动自如。陆晨轻轻挥动翅膀，瞬间便腾空而起，飞到了高空之上。他在天空上俯视着整个滨海城池，整个滨海城人流拥挤，在陆晨眼里，这些人影渺小的如同蚂蚁一般。咦，滨海城后街竟然有魂殿玩家在厮杀。陆晨注意到一群带有魂殿后缀的玩家正在围杀一群女玩家，带头的是魂殿会长魂少帝，而喊得最狠的竟然是王岩。你们这群婊子，竟然敢在滨海城到处问穆天尊的下落！不管你们是有什么事找穆天尊，你们今天都得死，除非你们愿意一起让我们老大爽一晚，并且发誓以后和穆天尊断绝关系。陆晨眼神一凝，骤然爆发出一股浓烈的寒意。他突然注意到，这群女玩家中的两女竟然看上去极为眼熟，竟然是美肤杜芊芊和九月双华，他俩怎么凑到一块去了？此时，这群女玩家中实力最强的自然是女剑仙九月双华，但他们撞见的这群魂殿玩家全都是魂殿最顶级的一批高手，精锐中的精锐。九月双华凭一己之力，硬生生顶住了10名魂殿精锐的进攻，但魂少帝这次带来的精锐高手足足有近100人，纵使九月双华实力再强，也难免有些寡不敌众。杜芊芊和其他女玩家实力更加远远不是魂殿精锐玩家的对手，很快便陷入败势。不断有女玩家被魂殿精锐玩家残忍屠戮，他们杀人的方式极为下三滥，竟然专挑女玩家的胸脯和臀部去刺。女玩家们不堪受辱，被逼得宁愿自尽，也不愿再受这群魂殿渣子们的调戏羞辱。随着女玩家越死越多，就连美妇杜芊芊也被逼到了绝路。10几名魂殿渣子一脸淫笑的将美妇杜芊芊逼到了墙角处，甚至还用匕首刺穿她的双臂，将杜芊芊死死钉在墙角上，想要一拥而上，图谋不轨。芊芊姐，我来救你！九月双华顿时面露焦急之色，不惜一切代价冲了过去，将围攻杜芊芊的魂殿精锐全部挑飞，但他自己却也被身后的魂殿精锐疯狂攻击。九月双华血量迅速暴跌，陷入了濒死状态。芊芊姐，你快走！你别管我，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穆天尊啊！王岩却在这时狞笑说道：“一个都别想走，统统拿下！”在众多魂殿精锐的围攻之下，杜芊芊和九月双华全都血量见底，陷入濒死状态。王岩更是抢走了两女的武器，逼得两女连自尽的机会都没有。见一切大功告成，王岩一脸谄媚地走到魂少帝面前，恭敬地说道：“老大，这两女是死是活，任由您来处置。”杜芊芊和九月双华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更是被王岩夺走了武器。两女纷纷面露绝望之色，落到魂殿的手里，他们甚至连自尽的机会都没有。魂少帝满意地露出一抹变态版的笑容，朝着两女步步逼近。很好，我最喜欢折磨女人了。可魂少帝声音还没来得及落下，他身后便传来一阵幽冷无比的声音：“我也喜欢折磨人，但我喜欢折磨男人。你一定想试试吧？”魂少帝骤然转头，看到陆晨的一瞬间，瞳孔骤然一缩，眼神迸发出浓烈无比的杀意。穆天尊，我正到处悬赏通缉你，没想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上次的仇，
我要让你加倍奉还！魂少帝骤然一声令下，近100名魂殿精锐全都杀意浓烈的朝陆晨围杀而至。见到陆晨突然来了，杜芊芊和九月双华全都面露担忧之色。通过刚刚交手，他们深知这群魂殿精锐实力有多么恐怖，再加上人多势众，他们虽然很清楚陆晨实力强大，但也绝不认为陆晨能敌得过近100名魂殿精锐高手。穆天尊，现在不是说事的时候，你快离开这里吧，我们就算死一次也不能拖累你。等晚点我去找你，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第46章，承认穆天尊实力强很难吗？杜芊芊眼神无比担忧地看着陆晨，但陆晨眼神始终平静如水。这群魂殿渣子，尤其是王岩和魂少帝，被陆晨碰见就是死罪，必须得死的死罪。眼看众多魂殿精锐朝自己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陆晨背后骤然凝聚出一对炽盛耀眼的庞大双翼，翅膀疯狂挥动之间，竟有赤焰之力和圣光之力不断交织，爆发出无比恢宏的强大气势。就在魂殿众精锐挥刀疯狂砍来的一瞬间，那巨大的赤焰圣翼凭借手长的巨大优势，先一步狠狠斩击在魂殿精锐们的身上。负4444，负4444，负4444，仅仅一个照面，一大群魂殿精锐竟然全部被陆晨一翅膀劈死。这群魂殿精锐血量最高的也才不过1000滴血出头，这一翅膀拍下去，这群魂殿精锐还倒欠陆晨3000多滴血，秒杀，瞬间秒杀一大片。望见这一幕，杜芊芊和九月双华顿时目瞪口呆，眼神全都难掩震撼之色。他们都知道陆晨实力很强，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强。她们一群姐妹拼尽全力，近乎折损了所有人都敌不过的魂殿精锐，竟然被陆晨随手一击，直接秒杀了一大片，瞬间奠定了胜局。震撼，实在太震撼了。不仅是杜芊芊和九月双华感到无比震撼，就连王岩和魂少帝更是满脸都是惊骇之色，眼神里尽是难以置信之色。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群精锐高手都是我不幸花费1000万美金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穆天尊你就算实力再强，也绝不可能将他们全部一击秒杀。你一定是开挂了，我要举报你，你等着被封号吧。九月双华却突然开口了，无情的嘲讽道：菜就是菜，找什么借口？承认穆天尊实力强很难吗？不管你们再怎么挑衅嘲讽，在穆天尊弟弟眼里，你们都是一群蝼蚁般的弱者，打不过别人就说别人开挂，像你们这种心态，一辈子都成为不了强者。穆天尊是你们一辈子仰望的存在。杜芊芊也附和道：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穆天尊就是比你们实力强，你们一群人加起来都比不上穆天尊一根手指头。魂少帝脸色顿时变得阴沉无比。王爷你断后，以后我会替你报仇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岩咬了咬牙，只好硬着头皮朝陆晨冲了过来，只为给魂少帝赢取逃跑时间。陆晨冷笑一声，还留得青山在，我直接将青山给你掀翻了。陆晨一巴掌将王岩狠狠拍成肉泥，然后直接挥动翅膀，骤然朝着魂少帝追去。他抓起魂少帝的脖子，直接飞掠到了万丈高空之上，然后毫不留情地将魂少帝从高空丢了下去。魂少帝面露惊恐之色，却根本无力反抗，只能大声怒骂道：穆天尊，我一定要杀了你，我这辈子和你不死不休。可魂少帝声音还没落下，他便狠狠摔倒了地面上，砰，瞬间整个地面都被砸出一道深坑，魂少帝直接暴毙身亡。叮，你击杀了99名魂殿公会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9900天寿命。99名魂殿公会玩家各自损失100天现实寿命，又是一大波寿命入账。陆晨毫不客气地笑纳了，顺便还收割了一大波战利品。这群魂殿精锐都是恶贯满盈之人，为了抢 BOSS 抢宝物抢财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杀了无数无辜的玩家。这群人就没一个罪恶值低于30的。陆晨杀了他们，不仅罪恶值没涨一点，反倒还降了许多。就连系统都判定陆晨这波杀人是纯属为民除害，替所有滨海城玩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叮，你拾取了1001枚铜币。叮，你拾取了秘银级刺客技能书割喉背刺。叮，你拾取了秘银级射手技能书暴风3连射。叮，你拾取了秘银级骑士技能书驯兽术。没想到魂少帝竟然这么服，一次性竟然报了3本秘银级技能书。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这3本秘银技能书全部扔进超级合成器内进行合成，将割喉背刺秘银级技能和暴风3连射秘银级技能和驯兽术秘银级技能需消耗8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0172天，果断合成。恭喜！
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技能神圣护盾铂金级。神圣护盾开启之后，获得一个能抵消5000点伤害的护盾，护盾持续期间能免疫一切控制效果。护盾加免控。陆晨目前正缺防御技能呢，来的真是太及时了。陆晨走到杜芊芊和九月双华面前，射出2道救赎之箭，分别射向杜芊芊和九月双华。陆晨将他们设为了队友，加1887，加1222，两发救赎之箭瞬间将濒死状态的两女瞬间拉到满血。杜芊芊连忙走到陆晨身边说道：穆天尊，我父亲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委托你帮忙，当然也会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陆晨正好急需用钱，地球即将陷入乱世，生存物资即将变得无比稀缺，如果能拿到军方一笔丰厚的金钱报酬，他就有充足的资金去购置大批的食物和日用品。毕竟就算他实力再强，目前也只是肉体凡胎，也得吃饭喝水，维持身体能量。你父亲找我有什么事？陆晨问道。杜芊芊直接说道：自从创世游戏力量降临现实之后，创世世界的黑暗势力疯狂作乱，全国各地频繁爆发各种诡异事件。云城三中是整个洛水市学生平均成绩排名垫底的一所学校，但最近半个月，云城三中所有学生的成绩竟然全部突飞猛进，许多原本成绩平庸的云城三中学生竟然冲到了全市前10的名次。云城三中竟然从全市倒数第一学校一举冲刺到了全市学生成绩排名第1的尖子学校。陆晨也有些惊了，他之前就是云城三中的学生，这个学校有多差劲，陆晨比谁都清楚。学生们厕所抽烟，晚上逃课出去上网，女生偷偷堕胎，甚至还有师生恋的。总之，一切离谱的事情在云城三中都是那么的习以为常。但云城三中这么垃圾的学校，能短短半个月时间冲刺成为全市成绩排名第1的学校，陆晨打死都不敢相信。但他还是说道：那不是挺好的吗？虽然有点离谱，但这是一件好事啊。杜芊芊顿时瞪大眼睛说道：怎么可能是好事？学生成绩是全都提上去了，但这半个月时间足足猝死了3000多名学生。这个学校总共就5000多名学生，半个月猝死了一大半。经过分析发现，这个学校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创世世界里的黑暗势力暗中布局的一个巨大阴谋。你的实力有目共睹，并且云城三中还是你的母校，所以你能不能出手救救云城三中的孩子们？杜芊芊眼巴巴地看着陆晨，恳求道。第47章诱骗女皇。线下见面。陆晨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能成功营救出二舅，离不开杜芊芊的帮忙。更何况一旦云城三中被黑暗势力完全渗透掌控，黑暗势力必然会继续侵吞整个云城区。苏晨从小在云城区长大，对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他绝不愿看着生养自己的家乡沦为黑暗势力的殖民地。我可以接受这个任务。陆晨点头同意了。真的吗？太好了。杜芊芊俏脸露出一抹惊喜之色，竟然直接搂住了陆晨的脖子。嗨嗨！陆晨见杜芊芊竟然如此亲密地搂着自己，猝不及防之下让他感到有些不适应。杜芊芊也感觉自己有些失态了，连忙从陆晨身上下来，有些尴尬地说道：不好意思哈，是我有些失态了，我刚刚只是太激动了，你千万不要多想哈。陆晨平静地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我不会多想的。见陆晨反应如此平静，杜芊芊内心竟不自觉间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不过很快便被他掩饰了过去。杜芊芊笑着说道：对了，由于你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我还给你找了一名好搭档，就是这位九月双华，也是我在游戏里认识的好闺蜜。等会你们俩线下约着见个面，一起完成这次任务。杜芊芊是风韵多姿的川渝市温婉美妇，而九月双华就是英姿飒爽的尔滨市高挑御姐。不同的出生地域和风土人情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只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们才都来到了洛水市定居。九月双华笑着说道：我和穆天尊弟弟早就认识了，只是没有线下见过面，正好这次见见现实中的穆天尊弟弟是什么样子。陆晨点了点头说道：好嘞，很期待和双华姐这次见面，那就10分钟后咱们约到小肥羊餐厅见面。与九月双华和杜芊芊告别之后，陆晨深知黑暗势力的实力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更可怕，绝不好惹。要想解决被黑暗力量渗透的云城三中，仅凭陆晨目前现实中的实力，恐怕也有不小的风险。为了有十足的把握，陆晨决定得找到一份更高级的铂金级能力提取药水。若是能有一份铂金级能力提取药水，绝对能让苏晨实力发生巨大的蜕变。想到铂金级能量提取药水，陆晨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吸血鬼女皇。黑暗势力和光明圣殿为了入侵地球位面，必然准备了大量的能力提取药水。只有足够的能力提取药水，才能让他们来到现实位面之后，仍旧拥有强大的实力。在前世，吸血鬼女皇可是黑暗势力入侵地球位面的先锋军。
他手里必然掌握着更高阶的能力提取药水。也不知滨海城主和吸血鬼女皇斗得怎么样了，恐怕滨海城主还不知道，不仅他女儿被偷了，就连妻子也被偷走了。那就去吸血鬼女皇那里一趟，看看现在什么情况。陆晨想到这里，果断展开赤焰圣翼，骤然腾空而起，飞掠到了9天之上。陆晨朝着吸血鬼女王的地下巢穴一路飞掠而去。抵达地下巢穴后，很快便见到了处于奄奄一息状态的吸血鬼女皇。她披着凌乱的白发，浑身满是剑伤，性感的红唇此时也沾满了鲜血。吸血鬼女王眼神里带着滔天的怒意，自言自语道：“这滨海城主真当我好惹的不成？老娘又没惹他，平白无故来找老娘的麻烦。等老娘伤势恢复好了，立马就去将整个滨海城给掀了。”见到吸血鬼女皇浑身重伤，却不见滨海城主的踪影，陆晨瞬间便明白过来，一定是吸血鬼女皇和滨海城主斗得两败俱伤，最终滨海城主也身受重伤，无奈离去。陆晨满脸笑容，走到吸血鬼女皇身边说道：“这事恐怕怨不得滨海城主，是有人故意要陷害你啊，不然滨海城主怎么会平白无故找你麻烦？”吸血鬼女皇眼神冰冷地盯着陆晨，瞬间充满了警惕。“你是谁？你告诉我这些有什么目的？”陆晨早已想好了说辞，说道：“我是滨海城主的人。滨海城主回去之后告诉我，他是受了巫妖王的蒙骗，是巫妖王告诉他，他女儿光明圣女莉莉丝被你掳走了，所以才会来找你的麻烦。”吸血鬼女皇虽然对陆晨的身份有些怀疑，但陆晨的这番话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滨海城主为什么突然会来找他麻烦，甚至嘴里还嚷嚷着让自己还他女儿。陆晨见吸血鬼女皇仍然有些怀疑自己的身份，他直接掏出了最后的绝杀底牌巫妖王的信件。信封是黑暗势力特殊打造的，上面写着：“黑暗神王发布命令，让吸血鬼女皇掳走滨海城主的女儿莉莉丝。”吸血鬼女皇顿时勃然大怒，怒斥道：“黑暗神王根本就没有向我发布过这样的命令，我更没有掳走过滨海城主女儿。但这张纸是黑暗势力才能制造出来的，字迹也是巫妖王写出来的。该死的巫妖王，为了竞争4大魔将的位置，竟然用这么无耻的手段，想要害我于死地！”吸血鬼女皇眼神充满了滔天的怒意，骤然气势大盛，就连披散的白色长发都在飘扬激荡。“巫妖王，我一定要杀了你！不报此仇，我誓不为然！我不仅要尽快恢复实力，更要晋升到女帝境界。若是我能晋升成为吸血鬼女帝，斩杀巫妖王必然易如反掌。”吸血鬼女皇目光突然落在陆晨身上，眼神瞬间变得妩媚迷离。“勇士，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事后我必有重献。”叮！吸血鬼女皇向你发布了史诗级隐藏任务，布置血祭大阵，助吸血鬼女皇晋升女帝境界。任务内容：请你帮吸血鬼女皇布置血祭大阵，吸干1000名人类的鲜血，助她晋升成为女帝境界。事成之后，吸血鬼女皇会给予你丰厚的奖励。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吸血鬼女皇这个任务竟然要杀1000名无辜人类，助她晋升女帝，这任务简直丧尽天良啊！可这任务要是不做，就无法激化吸血鬼女皇和巫妖王的矛盾。如此一来，陆晨想当个双面间谍，从双方之间疯狂榨取利益的计划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血祭1000个人类，这任务做还是不做？陆晨感觉有些头疼。第48章，两女争宠。陆晨是我的男人。陆晨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瞬间眼前一亮。杀1000个无辜的人类，陆晨不愿意去做，但杀1000名恶贯满盈的该杀之人，岂不是等于为民除害了？反而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陆晨记得，光明圣殿每隔1个星期都必定会进行一次聚集所有信徒为光明神进行膜拜，供奉香火。那些信徒完全已经被光明圣殿所洗脑，将来会成为光明圣殿进攻地球的帮凶，用这些光明信徒的性命去完成吸血鬼女皇的任务。不仅陆晨能得到吸血鬼女皇的信任，谋取更大的好处，并且光明教会死了1000名信徒，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找黑暗势力算账，完全就是一举两得呀！想到这里，陆晨已经做好了打算。陆晨看向吸血鬼女皇，笑着说道：“我可以帮你这个忙，前提是你现在先送我一瓶铂金级能力提取药水，以示诚意。”吸血鬼女皇顿时有些割肉难舍，说道：“你要这么高阶的能力提取药水做什么？这个太珍贵了，我最多给你一瓶黄金级能力提取药水。”陆晨耸了耸肩，说道：“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诚意，既然你不愿意，那就一拍两散，再见了。”陆晨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去。吸血鬼女皇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无比肉疼地从怀里取出一瓶铂金级能力提取药水，扔给了陆晨。“小子，你最好别让我失望。”陆晨接过铂金级能力提取药水，笑着说道：“你就放心吧，我绝对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
离开吸血鬼女皇的地下巢穴后，陆晨果断将铂金级能力提取药水喝了下去。叮！你现实中获得了超级专属技能赤焰圣翼。叮！你现实中获得了生命体圣邪双女。叮！你现实中获得了铂金级装备隐身戒指。叮！你现实中获得了铂金级技能神圣护盾。叮！你现实中增加了500点法术攻击，500点治疗强度，300点防御力。连续5道游戏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陆晨果断选择下线。他脸上闪过一抹惊喜的神色。回到现实之后，陆晨能清晰地感受到喝下自身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蜕变，不仅有了更强的装备和技能加持，就连自身属性也得到了巨大的增强。接下来我就有十足的把握去应对云城3中的黑暗力量了。先去小肥羊餐厅一趟，去和9月双华碰面。陆晨果断直奔小肥羊火锅餐厅。小肥羊火锅餐厅离陆晨家不远，5分钟之后，陆晨便抵达了小肥羊火锅餐厅门口。刚走进门，他就看到了一名身材高挑、酒红色长发的漂亮女人，正独自坐在一张桌前。她穿着白色深 V 衬衫、黑丝包臀裙、黑色皮靴，俨然一副都市丽人的形象。这女人看上去和9月双华有8分相像，但比游戏里的9月双华更加惊艳动人，绝对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极品美人。陆晨一看便知，这个看上去约莫有25岁左右的漂亮女人，就是9月双华无疑了。只是陆晨没想到，9月双华在游戏里竟然还故意将自己颜值调低了，也不知他是不在乎自己的外貌，还是故意隐藏自己身份，不想因为美貌惹来祸端。陆晨走到9月双华面前，笑着说道：“你比我想象中的要漂亮啊。”9月双华抬头看到陆晨的一瞬间，也愣住了。他见到陆晨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发型干净利落，仿佛刚刚从学校里走出来一般。穆天尊弟弟，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轻啊！你叫我姐姐，没叫亏哦。9月双华天生就是豪爽性格，典型的热情话多，甚至还好奇地问了陆晨的感情史。得知沈雪儿在婚礼现场放弃和陆晨结婚，去找男闺蜜的事情，顿时给9月双华气得很是恼火。弟弟，这样的女人咱不要也罢。姐姐身边有很多单身闺蜜，都是身材又好，颜值又高，关键还性格都特别好，一点都不作。到时候你随便挑，你看中姐姐哪个闺蜜，姐姐一定帮你撮合成。9月双华拍着沉甸甸的胸脯，信誓旦旦地打包票道。9月双华的善解人意和热情，顿时让陆晨心生不少好感。可就在这时，一对男女突然走到陆晨面前，女的更是用力拍住陆晨的桌子。陆晨抬头一看，竟然是沈雪儿和王岩。沈雪儿一脸冷笑说道：“陆晨，我给你打电话，你都敢不接，竟然来这里吃独食了。既然在这里碰到你了，你就顺便把我们那桌的单也买了吧。你是要向我和王岩赔罪道歉的，让你买个单不过分吧？”陆晨顿时心生不悦之色，可还没等他开口，9月双华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冷笑道：“凭什么让陆晨给你买单？你配吗？你这样的绿茶婊，我看见就犯恶心。”沈雪儿和王岩这才注意到陆晨对桌正坐着9月双华这样一个顶级美女。9月双华论颜值，比电视上的顶流女明星都要惊艳得多，气质更是碾压沈雪儿这样的60分普通美女。在9月双华这样高贵的白天鹅面前，沈雪儿引以为傲的颜值和身材瞬间便如小丑鸭般黯然失色。沈雪儿虽然形象差了9月双华好几个档次，但气势却丝毫不怂。她怒目瞪着9月双华，呵斥道：“我跟我男人说话关你屁事啊！你是谁啊？多管闲事！”沈雪儿只当9月双华是来多管闲事的。在沈雪儿眼里，陆晨就是一个对她言听计从的窝囊废，根本不可能跟9月双华这样的顶级美女扯上一丝一毫的关系。9月双华突然从桌子上翻过去，一屁股坐在了陆晨怀里，贴住陆晨的胸膛，趾高气扬地笑着说道：“陆晨是我的男人，我俩已经准备见父母，定结婚日子了。对了，我还有3辆跑车，5座别墅，名下还有3000多万的存款。等我和陆晨结婚以后，我会将这些全部转移到陆晨名下，毕竟以后他都是我男人了，我的男人我必须宠着。你觉得陆晨已经有我了，还能看得上你这样的捞女吗？”9月双华这话一出，沈雪儿和王岩顿时目瞪口呆，两人眼神全都露出一抹难以置信之色，脸色更是震撼无比。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陆晨竟然会突然有了一个如此风华绝代的极品女友，甚至这个绝美女友还是个身价1000万的女富婆。第49章，我和陆晨一会要去亲热了，你不会还要跟着吧？王岩此时更是呆若木鸡，他一直认为陆晨低他一等，就连沈雪都舍弃了陆晨，爱慕上了自己。王岩更是为此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而如今竟然有一个如此美若天仙的极品女人，如此亲昵地坐在陆晨怀里。跟陆晨怀里高贵飒美的绝美女人一比，沈雪儿就犹如村姑般土里土气，俗不可耐。
更是让王岩根本难以接受。看着陆晨抱得美人归，这比杀了他王岩都难受啊！王岩目瞪口呆地说道：“这不可能，不可能！陆晨，你一定是为了报复我，故意花钱请了个美女来配合你演戏，故意气我们，对不对？你的把戏我一眼就看穿了。”听到王岩这么一解释，沈雪儿瞬间眼前一亮，也连忙附和道：“没错，肯定是这样，差点就被陆晨给欺骗了。陆晨，你这么软弱无能的屌丝男，怎么可能找得到如此漂亮惊艳的大美女？人家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你？一定是花钱在故意气我们。请动这样级别的美女，价格肯定不便宜吧？你说你花这样的冤枉钱干嘛？你拿着这笔钱请我和王岩吃顿饭，再拿份礼物给我们赔罪道歉，我还是会给你重新在一起的机会啊！”九月双华顿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直言不讳地说道：“你认为我是陆晨花钱请的托？你们可真是蠢得可爱！承认陆晨的优秀很难吗？沈雪儿，之前是你有眼无珠，错过了陆晨这样的好男人，而选择了你身边这个只会谄媚、拍马屁的垃圾男人。”九月双华身为性情直爽的耳滨女人，外表有多高贵飒美，言语就有多犀利，充满攻击性。沈雪儿和王岩顿时被九月双华对的脸色铁青，憋屈无比。但九月双华却毫不留情地继续言语攻击，冷笑说道：“不妨告诉你们，我这次是主动约陆晨见面的，甚至还给陆晨送了一份小礼物。”九月双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红色礼盒，他打开礼盒的一瞬间，沈雪儿瞬间惊住了，就连王岩也忍不住瞪大了双眼。这是一块精致的黑金手表，上面篆刻着精致典雅的品牌英文名 Vacheron Constantin。沈雪儿惊得指着九月双华拿出的手表，脱口而出：“这是江诗丹顿最新经典限量款，价值30多万元美金，并且限量20个，一般人根本抢不到。我正好刚看过江诗丹顿这款手表的发布会。”九月双华却根本无视沈雪儿和王岩无比震惊的表情，他自顾自地将手表取出，然后伸出玉手牵着陆晨的手掌，将限量款江诗丹顿手表戴在了陆晨左手上。九月双华打量着戴上江诗丹顿手表的陆晨，花痴地说道：“我的男人就是底子好，戴上手表身上的卓越气质瞬间就显现出来了，好帅哦！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很般配啊？”九月双华甘愿当陆晨身旁的绿叶，小女人般的偎依在陆晨怀里，俏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王岩眼睁睁看着九月双华和陆晨秀恩爱，心情更是恼火万分，讽刺道：“什么限量款的江诗丹顿手表？陆晨，你演戏演的还挺足啊！这手表一看就是赝品，陆晨就是故意找你演戏的，你也绝对是个假富婆。”沈雪儿连忙附和道：“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仅这表肯定是假的，你们俩的情侣关系肯定是假的。你这样的美女，就算眼睛再瞎，也不可能短短2、3天时间就愿意和陆晨这样的废物在一起。”九月双华嗤笑一声，言语攻击性依旧顶级：“假的？真是可笑！你们就像是2只最愚蠢的井底之蛙，总觉得自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就以为外面的世界都是假的。”沈雪儿和王岩仍旧无法接受，更不愿接受陆晨能找到一个如此美若天仙又善解人意的女友。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沈雪儿和王岩全都目瞪口呆，彻底震撼了。九月双华抬起挺翘的臀部，竟然跨出她那修长笔直的玉腿，直接骑到了陆晨身上。她深情地看着陆晨，温柔地朝着陆晨嘴唇吻了下去。九月双华那情意绵绵的模样，看上去风情万种，美艳到不可方物。她那充满御姐味的性格本就充满了攻击性，细蛇般的香舌不断向前探索游荡，约莫足足持续了10几分钟。九月双华才意犹未尽地娇声道：“陈哥哥，你真讨厌，都把人家舌头弄麻了。”陆晨感觉很无辜，不是一直都是你占据主导权的吗？我一直都是被迫的一方啊。九月双华却笑嘻嘻地说道：“看来这些你都不懂啊。不过也对，像沈雪儿这样无趣的绿茶女，怎么会教你这些呢？不过没关系，以后姐姐慢慢教你。”九月双华总是明里暗里的嘲讽沈雪儿2句，气得沈雪儿咬牙切齿，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你到底图陆晨什么啊？图陆晨年纪大，图陆晨不洗澡。九月双华笑嘻嘻地说道：“你是捞女，所以你总想图自己男人点什么？我只图我的男人心里有我就够了。”暴击！九月双华句句话都是暴击，气得沈雪儿哑口无言，彻底说不出半句话来。王岩却一脸邪意地说道：“美女，你既然连陆晨都能看上，那你肯定也能看上我。我怎么也比陆晨优秀多了，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和你在一起。”王岩这话一出，九月双华还没开口，沈雪儿却是被气得差点脑淤血。王岩，你……沈雪儿瞬间被气崩了，因为九月双华的出现，不仅陆晨对她移情别恋，就连王岩也想抛弃她，另寻新欢。九月双华顿时笑了：“沈雪儿，看到没？
你选男人的眼光真的太差劲了，完全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啊！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看上这样朝三暮四的男人，我心里只容得下陆晨一个人。哦，对了，我和陆晨一会要去亲热了，你不会还要跟着吧？第50章，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什么？他竟然要和陆晨去亲热了？九月双华这话一出，沈雪儿和王岩顿时目瞪口呆，眼神里满是震撼之色。尤其是王岩，此刻心里更是说不出的难受。跟九月双华一比，自己身边的沈雪儿完全就不香了呀。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但陆晨的成功更让他无比揪心。王岩和沈雪儿此时已经完全对九月双华的话深信不疑，毕竟他都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所有人的面和陆晨法式湿吻10分钟，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呢？看着九月双华亲密的挽着陆晨的手臂离去，王岩此时心里比杀了他都难受啊。沈雪儿此时更是醋意大发，盯着陆晨和九月双华离去的背影，咬牙切齿道：“这个妖艳贱货，不就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吗？就算你再漂亮，早晚也都有人老珠黄的那天。就算你拿一块冒牌的僵尸单盾假表，也无法掩盖你身上的穷酸样。”可沈雪儿的话还没说完，接下来的一幕瞬间让沈雪儿被啪啪啪的打脸，脸上简直火辣辣的疼啊！九月双华竟然挽着陆晨坐上了一辆最新款的顶配保时捷卡宴，仅仅这辆车的价格都绝对在200万以上，并且这种还没上市的最新款保时捷，一定是有特殊的渠道人脉才能提前买得到。见到陆晨和九月双华亲密的坐上了保时捷轿车，沈雪儿更是气得脸色铁青，眼神又恼又怒。王岩目光死死盯着陆晨两人开着保时捷扬长而去的背影，阴狠狠地说道：“别急，我在创世网游里已经投靠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老大。老大不仅游戏里实力强大，在现实中更是有着不可想象的强大实力。要不了多久，我一定会成为陆晨仰望而不可及的存在。到那时候，我捏死陆晨像捏死蚂蚁一样简单。”沈雪儿顿时满眼放光，说道：“真的吗？那太好了，到时候我可要狠狠地在陆晨面前炫耀一番，狠狠出一口今天的恶气，让他今天羞辱我，气死我了。”王岩眼睛微微一眯，说道：“到时候不只要狠狠羞辱陆晨，我要夺走他的一切，让他含恨死在我手里。”但王岩心里埋藏着一句话，不会告诉沈雪儿。他傍上了大佬，很快就能飞黄腾达是真的，但等他飞黄腾达之后，绝对会第一个抛弃沈雪儿。沈雪儿愿意陪自己吃苦，是他自己的事，但他绝对不会带着沈雪儿这个累赘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九月双华开着保时捷一路飞驰，陆晨坐在副驾驶，转头看向正在开车的九月双华。他戴着墨镜，开车的姿态绝对是又飒又美。想起刚刚九月双华替自己在沈雪儿和王岩面前出了一口恶气，陆晨内心升起一股暖意。刚才谢谢你。九月双华笑嘻嘻地说道：“弟弟见外了呀，行侠仗义是姐的人生信念，你可不要多想哈。不过我这次行侠仗义付出的代价有点大，连初吻都赔给你了。”陆晨微微一惊，原来刚刚是你的初吻啊，我还以为……九月双华黛眉微微一挑，你小子是不是想挨揍？那会儿是气氛烘托到那里了，法式湿吻是唯一能证明咱俩关系的方式，就是要狠狠镇住他们。主要还是姐对你有点好感，要是换做别人，根本别想碰姐一下。陆晨一脸恍然大悟地说道：“原来姐你对我有好感啊？不过你是不是走错路了？这是去3中的路，不是咱们去酒店亲热的路啊！”九月双华顿时俏脸一片泛红，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狠狠捏住陆晨大腿上的肉，狠狠一拧，连姐的玩笑都敢开了是不？你想亲热是吧？行啊！九月双华直接一个甩尾漂移，转头朝着酒店驶去。我可以言出必行，不过你也得付出点小小的代价。等会亲热过后，你的2弟就得抵押给我。九月双华比了个剪刀咔嚓的手势，吓得陆晨下体一颤。以九月双华的性格，陆晨丝毫不怀疑他真能干得出来。陆晨咳嗽2声说道：“还是正事要紧，我做这个时间太持久，等先救了云城3中的孩子们再说。”两人一路飞驰，很快抵达了云城3中。陆晨隔着车窗往云城3中方向看去，他远远望去，便发觉了整个云城3中充满了诡异的气息，黑雾弥天，笼罩着整个滨海3中上方，显得整个学校都阴森无比。校门口的门卫大叔虎视眈眈地把持着大门，似乎不会放任何一名校外人员进入。但这完全难不倒陆晨和九月双华这2个拥有超凡力量之人。两人将车停靠在一旁，轻轻一跃，便跳过了校园围栏，溜进了学校内。刚靠近教学楼，陆晨便听见到处都是朗朗的读书声。学校里有读书声本来是正常的，但诡异的是，现在时间是凌晨半夜啊！本来是学生们应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但整个教学楼所有灯全部亮着，每个教室里都坐满了学生。九月双华突然说道：“
自从这个学校被黑暗势力污染之后，这里所有的学生都会挑灯夜读的天亮。陆晨问道：那白天呢？九月双华说道：白天继续学习，就连吃饭也是在教室里完成的。每人每天学习时间都在22个小时以上，并且没有任何休息日。陆晨眼神瞬间一惊，他瞬间明白过来，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猝死率高达 60% 以上。照这么学下去，谁不猝死啊？可诡异的是，整个教学楼内竟然听不到任何学生的抱怨声，所有学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有的学生熬得眼睛血丝发红，满眼都是黑眼圈，疲倦到再也支持不下去，却突然拿出一把铅笔刀，狠狠在肚子上划了一刀，鲜血喷涌而出。剧烈的刺痛感瞬间让这名学生瞬间清醒过来，完全不顾肚子上鲜血横流，继续贪婪地学习着书本上的知识。其他学生看到这一幕也丝毫不会在意，似乎所有人都对此习以为常。还有的学生饿得头晕眼花，连坐都坐不稳了，眼看就要晕死过去，却拿出一根绳子强行勒住自己脖子，强行不让自己晕倒过去，最终却再也支撑不住，活生生被绳子勒到窒息而死。他身旁的同桌见他被绳子勒死了，顿时两眼放光，竟然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疯狂地吞咽着他的鲜血和血肉，一边生吞着刚死掉的同学的血肉，一边孜孜不倦地背诵着课文。血肉滴答滴答地浸透了整个书本，刺鼻的血腥味却丝毫不影响同桌对学习课本知识的渴望。就连讲台上的老师也全然漠视着这一切，甚至老师脸上还露出了赞许的笑容。陆晨这才看明白过来，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哪里是一所学校啊，根本就是一座人间炼狱。第51章，挽救3000多名师生的性命。陆晨目光死死盯着讲台上的男老师，只见男老师的头顶也隐隐凝聚出了一团阴森邪异的黑气。九月双华解释道：你看见老师头顶这团黑气了吗？这恐怕就是精神污染的扩散源，只要这个老师站在这里，这群学生就会受到精神监管，无法自我控制的疯狂机可是学习。陆晨瞳孔骤然一缩，难道要杀了这个老师才能让这些学生摆脱精神控制？九月双华无奈说道：我们的原则是尽量不伤及无辜，但在无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可以行使杀人豁免权。这名男老师已经不再是正常人类了，而是黑暗势力所奴役的信徒。他不会在乎国家存亡，也不会在乎学生死活，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他的心里只剩下对黑暗势力的愚忠，这就是被洗脑的黑暗信徒。信仰黑暗，赞美黑暗。这名男老师突然激情澎湃地高喊道。随后整个教室里所有学生瞬间响应起来，发出山呼海啸般的高呼声：信仰黑暗，赞美黑暗，信仰黑暗，赞美黑暗，信仰。整个教室里所有学生全都受到了浓烈的精神感染，有人激动的喜极而泣，泪流满面；有人激动的浑身发颤，嘴皮子都在哆嗦；还有人激动的喜极而悲，口吐白沫。疯了！整个教室里所有学生都疯了，连一个正常学生都找不到。男老师对教室里的氛围显得非常满意，大声说道：同学们，我要恭喜你们，能活到现在的同时都是有着超乎常人的精神力和身体素质。你们已经通过了黑暗势力的筛选，你们有资格拜入痛苦女王麾下，成为黑暗势力最忠诚的信徒。男老师突然大手一挥，一缕缕猩红无比的血色丝线从他嘴里疯狂吐出，意图连接到教室内的每一名学生。不好，他要将所有学生全部转化为他的附庸。九月双华顿时大惊失色，不顾一切冲了上去，他拔剑狠狠斩向那些连接到所有学生的血红丝线。砰！所有血红丝线被应声斩断，如飘絮般缓缓飘落在地上。只见那血色丝线的断口处竟然爬出了一只又一只血红色的蛰虫。这些蛰虫从血红丝线中爬出之后，竟然疯狂贪婪地吞噬着地上的血迹和死去学生的尸体。仅仅片刻之间，那名上吊自缢而死的学生尸体竟然便被血蛰虫们吞噬掉所有血肉，只剩下一具狰狞恐怖的骷髅架子。而此时，男老师满脸愤怒，表情扭曲地盯着九月双华：你为什么要阻止这群孩子进步？为什么要阻止这群孩子投入痛苦女王的怀抱？你罪不可赦！男老师拿起讲台上的戒尺，朝着九月双华疯狂劈砍过去。九月双华果断拿剑格挡，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把戒尺斩在长剑上的一瞬间，竟然无比诡异地穿透了过去，导致戒尺狠狠劈砍到了九月双华的手腕上。九月双华手腕吃痛，长剑从手里脱落。一旦失去武器，他将更加无法抗衡愤怒的男老师。但九月双华竟然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临场反应能力。他双腿凌空跃起，然后双脚精准地夹住了掉落下来的长剑，然后双腿猛然一蹬，长剑的剑尖狠狠刺入男老师的胸膛。男老师低头看到自己胸膛处被刺穿一道巨大的血洞，
鲜血如泉水般喷涌而出。他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这怎么可能？男老师的脸色从愤怒不甘，最后竟然逐渐解脱，变得释怀自然，脸上甚至还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伟大的痛苦女王，为您战死是我的至高荣耀。随后，男老师身体瘫软到地上，最终气绝而亡。男老师死去之后，头顶上那片浓烈黑云也最终消散。教室里所有的学生逐渐变得清醒过来，学生们癫狂变态的神情逐渐变得茫然和疑惑。他们看着教室里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尸体和吞吃尸体的血蛰虫。清醒过来的学生们脸上写满了恐惧，哆哆嗦嗦地问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见一个脸色狰狞的疯女人，一边疯狂割我的身体，一边命令我快点学习。我学习的速度只要稍微慢下来一点，她就会割下我身体的一部分。太可怕了，简直就像是身处地狱。叮铃铃，叮铃铃，整个学校突然响起警铃声，然后教室喇叭里响起一个男人威严的声音：3年级2班出现入侵者，全体师生注意，立即赶赴3年2班，将捣乱的入侵者立刻处死。随着男人声音落下，整座教学楼内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和高昂的呼喊声：处死捣乱的入侵者，处死捣乱的入侵者，处死！陆晨和9月双华隔着窗户向外看去，竟然3000多名师生全都疯狂地朝着他们所在的教室冲了过来。所有楼梯和走廊里挤满了冲过来的学生。9月双华顿时脸色变得左右为难，这该怎么办？总不能为了救学校里的学生，将所有老师都杀死吧？虽然是这群老师们控制了所有学生，但他们其实也是被黑暗势力控制的无辜受害者。沉默许久的陆晨突然说道：既然是老师控制了这名学生，那么必然也有人控制着这群老师。如果干掉那个控制老师的幕后之人，不就等于解救了所有老师和学生吗？9月双华瞬间恍然大悟，眼神一亮，老师控制学生，那么控制老师的一定就是校长了。陆晨点了点头说道：对，刚刚在喇叭上喊麦指挥的那个男人十有八九就是校长。陆晨指着对面办公楼2楼办公室内一名穿着行政夹克的中年男人的身影，解决掉这个校长，才能挽救3000多名师生的性命。第52章，陆晨的身体里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怪物？9月双华顺着陆晨指去的方向望去，不仅望见了那个校长的身影，更望见了他头顶上高悬着一片无比巨大的黑色浓雾。这片黑色浓雾的浓度和面积都要比刚刚死去的那名男老师要强太多了，比男老师至少强几百倍，甚至上千倍。如果说男老师头顶的黑色浓雾是一碗水的话，那么校长头顶的黑色浓雾就是一条汹涌澎湃的长河。9月双华顿时紧皱眉头，被黑气污染越严重，就意味着实力越强大。看校长头顶的黑气浓郁程度，实力恐怕至少是刚刚那名男老师的几百倍。正是因为这个校长的存在，这里的黑暗污染才一直没办法被解决。可眼看着数千名陷入癫狂的师生已经快要冲进教室，已经将整个教室门堵得水泄不通。年久失修的教室门根本承受不住数千名师生的疯狂撞击，眼看就要摇摇欲坠，被强行撞开。9月双华突然说道：万幸这是1楼，你带着这群清醒过来的学生们翻窗撤离，我去找校长切磋一下。陆晨摇了摇头说道：门卫已经将校门锁死，谁都走不了，我们一起去会会校长。陆晨大手一挥，3道救赎之剑瞬间迸发而出，瞬间便将3道窗户全部击碎。陆晨和9月双华领着几十名清醒过来的学生翻窗离开教室，快速冲向校长办公室。校长是一名竖着大背头的中年男人，盯着朝自己冲来的陆晨和9月双华等人。校长脸上露出一抹冷笑声：学习重于一切，所有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影响孩子们学习成绩的人全都该死。校长脱去外套，露出浑身虬结的精健肌肉，浑身青筋凸起，推开办公室门，朝着陆晨等人冲来的方向也快步冲了过去。学习，学习，所有人都必须学习，不学习的孩子就是废物，就是败类，就是渣子。自己不学习还影响别人学习的入侵者更是死罪。9月双华拔出长剑，猛然一个箭步朝着校长一剑斩来。校长竟然直接伸手抓住长剑，那宛如莽荒巨兽般的恐怖力量骤然爆发出来，直接将9月双华手里的长剑硬生生夺了过去。校长另外一只手突然抓住9月双华的脖子，宛如拎小鸡一般将9月双华拎到了高空中。9月双华瞬间眼神骇然无比。校长冷笑一声，蚍蜉撼树，不自量力。被校长夺过来的那把长剑竟然被他轻轻一用力便碾成钢铁粉末。给你2个选择，加入黑暗势力，或者被我拧断脖子。9月双华脸色却坚毅无比，虽死无悔。愚蠢，自寻死路！校长狠狠一拳就要砸向9月双华的脑袋。
以校长那蛮荒巨兽般的恐怖力量，绝对足以一拳毙命。陆晨瞬间一惊，赶紧释放出神圣护盾，一道泛着神圣力量的金色护盾笼罩在九月双华的周身，但校长的拳头仅仅一击，便将神圣护盾彻底击碎。校长顿时目光盯向陆晨，冷笑连连：“小子，没想到有点能耐，但他必须死。”校长又挥出一拳，狠狠砸向九月双华，这一拳更加迅猛，更加是大力沉。陆晨果断召唤赤炎双翼，冲了上去，泛着光明盛焰的翅膀狠狠斩击在校长身上。校长身上被划出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这防御力实在太恐怖了。赤炎双翼的伤害已经非常之高了，但也仅仅只是能破校长的防御，根本不致命。如此这般下去，就算是他能将校长慢慢磨死，九月双华也早就凉凉了。陆晨眼神充满了愤怒、不甘，甚至还有深深的无力感。他挥动赤炎双翼，拼命抽打着校长的身体，将校长抽得鲜血淋漓，血肉横飞。但校长仿佛没有痛觉一般，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享受的笑容，转而挥出一拳，狠狠砸向陆晨。只有这一拳即将砸在陆晨身上时，陆晨才感受到了什么叫深深的绝望。九月双华见陆晨为救自己而导致身陷险境，他鼻头一酸，再也忍不住眼眶里的泪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而此时，一道愤怒的声音突然从陆晨体内迸发出来，那盛气凌人的气势震得校长眼神骇然，连连后退。就连周围教学楼和办公楼也随着这道愤怒的声音不断震颤，不断摇晃。周围大地上更是由于承受不住这股霸道无比的气势，崩裂出密密麻麻的蛛网状裂痕，深深的缝隙沟壑更是深不见底。恐怖，大恐怖，实在太恐怖了。九月双华顿时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我的天啊，他的身体里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怪物？他身后那群清醒状态的学生们也全都脸上浮现出极致的震撼，看向陆晨的眼神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陆晨也微微有些诧异，低头竟然看到一个身材长相酷似光明圣女莉莉丝的女孩从他身体里爬了出来。他一边往外爬，一边似乎还在谈判着：“威古斯，你这个蠢货，现在不是跟我争身体控制权的时候，如果宿主死了，你和我都得玩完。”莉莉丝体内仍然有另外一道声音在喋喋不休，但姿态似乎低了不少，显然已经暂时性的向莉莉丝妥协。她穿着精美得体的光明圣女袍，拎着一枚精致的木狮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高贵圣洁的气息。莉莉丝转头看向陆晨，悠悠说道：“每天和威古斯那个蠢货吵架，都已经让我很累了，还要出来替你收拾烂摊子。看好了，我只演示这一次。”身材娇小的莉莉丝闲庭信步般走到身高足有1.9米的校长面前，却竟有一种俯视校长的气势和姿态。校长盯着莉莉丝质问道：“你为什么不学习？像你这个年纪的学生，就应该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不学习，你怎么出人头地？”莉莉丝淑女的外表下却展露出盛气凌人的气势，她掐着腰毫不留情地回怼道：“是谁告诉你，做人一定要出人头地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如果所有学生都追求高分数，都追求学术造诣的话，谁给你做美味的小甜点、小笼包、小龙虾？谁给你盖教学楼、商业楼、摩天大厦？谁给你造过山车、旋转木马、摩天轮？你真是太愚蠢了，蠢到愚不可及。像你这样常磕猪脑袋的货色当校长，真是所有孩子们的不幸。”第53章丰厚奖励，意外惊喜。面对莉莉丝毫不客气的嘲讽，校长顿时气得脸色铁青，眼神充满了愤怒：“我要将我的所有学生培养成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你说的这些垃圾工作，应该由外校的垃圾学生去做。”莉莉丝摇了摇头，毫不客气地批判道：“没想到你身为校长，却是如此鼠目寸光、自私自利之人。睁大眼睛，看清楚你们学校的校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正为人师者，应该胸怀宽广，心系天下，而不是像你这样为了自己业绩疯狂折磨、璀璨自己的学生。”莉莉丝大手一挥，只见校训上4行圣言骤然，宛如熊熊燃烧的烈阳，迸发出璀璨夺目的炽热光芒。那炽盛无比的浩荡烈阳，照亮了整个学校的每一处角落。此刻，那3000多名遭受精神污染的师生们突然停住了奔袭而来的脚步，他们浑身都在剧烈颤抖，犹如只能在黑夜前行的黑蝙蝠，深深畏惧着头顶之上的烈阳普照。所有师生们脸上那狰狞扭曲的神情逐渐消散，逐渐变得茫然无措，最终缓缓恢复意识，清醒了过来。太可怕了，我好像做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噩梦。我也一样，再也不想回到那段痛苦的噩梦之中。能重新呼吸到甘甜清新的空气，我都感觉无比庆幸。
我好像看见了学长陆晨，他不是早就已经毕业了吗？是他拯救了我们吗？我们的校长简直就是一头癫狂的恶魔。陆晨学长敢跟校长对峙，就足以让我很敬佩他。是陆晨学长救了我们。我记得我们刚才全都身体不受控制地杀向了陆晨学长，但陆晨学长临危不乱，镇压住了校长，让我们重新获得了解脱和自由。陆晨学长好强啊！要是我能像陆晨学长一样强就好了。他简直就像是传说中的神仙，他真是帅的同时又强的过分。我太崇拜陆晨学长了。我单方面宣布，以后他就是我偶像。是练习2年半的那种吗？滚犊子！一个中分肌男也配合陆晨学长相提并论？陆晨学长就是我心目中的神，而那个坤坤只是一个小丑。一时之间，所有师生全都清醒了过来。他们这段时间里就像是一具具被人操纵的傀儡，充满了绝望，却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们所有人都亲眼目睹到，是陆晨在绝境之中拯救了他们所有人，将他们从恐怖惊悚的地狱之中拯救了出来。无数师生对陆晨充满了感激，更有无数师生看向陆晨的生眼神充满了崇拜和敬仰。其中一名中年女老师突然挤出人群，眼神惊喜地走到陆晨身边。陆晨，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高中3年的班主任啊。陆晨目光看了过去，曾经的记忆依稀浮现，他想起了班主任对自己的恩情。陆晨曾经因为父母吵架无家可归时，班主任将他带回了家，还给他做了一顿热腾腾的饺子，并且让陆晨以后每次不敢回家时都尽管来班主任家，他给做好吃的。陆晨从小缺少父母的疼爱，所以每次想起这名善良可敬的班主任，都让他内心涌起一丝暖意。中年女老师走到陆晨面前，双手紧紧握住陆晨的手掌，充满了感激地说道：多亏有你啊，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全校师生恐怕都要死在这所学校里。老师代表全校师生向你表示深深的感谢啊。孩子，等你忙完了一定要来老师家一趟，老师还给你包饺子吃。老师记得你最爱吃羊肉馅的，小时候每顿都能吃2大碗。陆晨陪着老师寒暄了一番，这才将老师送了回去。临走前，老师还依依不舍地看了陆晨一眼，嘱咐陆晨一定要来他家吃一顿小时候的羊肉饺子。等到将所有师生全都疏散离校之后，校长这才幡然醒悟过来，突然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有罪啊，我犯了大罪啊！是我急功近利，为了尽快将学校的名次提升来，听信了痛苦女王的蛊惑，我愧对所有孩子们，我没脸再活下去了。校长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毫不犹豫地朝着自己腹部捅去。九月双华眼疾手快，直接一脚狠狠踢在校长手臂上，将匕首踢落在地。正巧这时，杜芊芊领着一群特种武警迅速赶到，将校长直接扣押进警车。杜芊芊面带笑容地说道：这次多亏了你们俩，尤其是陆晨弟弟，这刚刚在监控上都看到了，陆晨弟弟这次可是立了大功，挽救了3000多名老师和孩子的性命啊！大领导决定奖励你们每人一座云顶天宫的豪华别墅。另外，陆晨特别授予荣誉少尉的军衔，你以后享有少尉的一切特权，比如少尉级薪水待遇、刑事豁免、节日奖金、免费医疗等，但不需要承担任何少尉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随时欢迎你加入国家部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少尉军官。杜芊芊将一身笔挺干练的少尉军装递交给陆晨，军衔上绣着一道金线和一颗金星，赫然是少尉军衔。陆晨微笑说道：我自由惯了，暂时还不想加入国家部门。加入国家部门就意味着要受到极其严苛的管理和约束，比起受人约束，陆晨更喜欢自由自在的发展。不过，当国家有难之时，陆晨仍旧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毕竟龙国是他的根，根若是被毁灭了，他这片无根飘零的树叶又怎能活得下去？杜芊芊和9月双华要带着校长回去审问，问出更多有关痛苦女王的线索。就在此时，一道系统声音突然在陆晨脑海里响起：你在现实中击溃了黑暗势力在云城3中学校的布局，奖励翡翠宝箱 X1 和200点自由属性点。翡翠宝箱开启后，随机获得一个翡翠级宝物。陆晨先是将20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投入到智力上，这200点智力加成能让他在现实和游戏里同时获得巨大的伤害提升。紧接着便果断选择开启翡翠宝箱。叮，是否确定开启翡翠宝箱？确定开启。旋即，一道璀璨夺目的光芒骤然迸发而出，陆晨瞳孔一缩，骤然惊住了。恭喜，你意外触发了第54章收获禁咒，毁天灭地之威。恭喜，你意外触发了幸运暴击，你从翡翠宝箱内开出了禁咒技能神焰天征牧师系。神焰天征范围杀伤型禁咒，一旦开启，周围所有敌人都将受到每秒1000点圣光伤害。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学习禁咒技能。他还没来得及惊喜，
紧接着又一道系统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由于你掌握了第一个禁咒技能，你的杀戮牧神天赋发生了进化。你的治疗技能对敌人造成5倍治疗效果的伤害，你的伤害技能和治疗技能全都对敌人造成6倍伤害。不仅伤害提升了足足1倍，并且就连伤害型技能以后也能获得翻6倍的伤害加成，简直恐怖如斯。原本就已经高达每秒1000点伤害的神焰天征技能，在杀戮牧神天赋加持下，更是能造成足足6000加的恐怖伤害。如此恐怖的范围型禁咒，一个技能就能足以秒杀整个怪物区的所有怪物，绝对能让陆晨接下来的升级速度快到震惊所有人的地步。而此时，陆晨则是直接回了家，重新登录上了游戏。陆晨看了一眼时间，光明教会马上就要举行信徒祷告仪式了，陆晨必须抓住这个时间，将血祭大阵布置在离他最近的这座光明教会内，不仅能完成吸血鬼女皇的任务，拿到一笔丰厚的奖励，还能顺势激起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更大的矛盾。陆晨要做一只幕后无形的黑手，悄然不断地激化两大势力的矛盾，最终让双方势力不得不掀起一场史诗级别的旷世大战。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陆晨要成为他们两败俱伤之后的最大赢家。他要运筹帷幄，一战封神。陆晨果断开启赤炎圣翼技能，一对燃烧着熊熊烈焰的圣翼，宛如蝴蝶翅膀般从他的背后骤然绽开。陆晨腾空一跃，翅膀挥动之间便翱翔到了天空之上。5分钟后，陆晨顺利抵达了光明教会附近。他横踏万里高空，俯视着下方一座座充满西方气息的教堂建筑。无数身披白衣的信徒虔诚地跪在教堂广场上，双手合十，对着光明神像不断进行祷告。尊敬的主啊，请您收下我最卑微的祈祷，我愿将我的一切灵魂和肉身献祭给至高无上的主。随着白衣信徒们不断跪地祷告，他们身上竟然有一缕缕灵魂从体内漂浮而出，被源源不断地吸入光明神像之内。随着灵魂不断被吸入光明神像，光明神像的气势变得越来越庞大。那些被吸走灵魂的信徒们却瞬间变得无比苍老，很多正值壮年的年轻人竟然脸上长出了皱纹，头发变得花白，气息变得垂老衰弱。陆晨很清楚，这群信徒不断被光明神掏空身体和灵魂，却仍会坚定不移地信仰光明神，甘愿继续为光明神作恶。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潜入到教廷之中，将吸血鬼女皇早已准备好的血祭大阵布置到在周围的每一处角落。随着光明神像的光芒越来越盛，竟然隐隐有神明的虚影浮现。眼看整个祈祷仪式已经进行到了最重要的部分，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浓郁的笑容。接下来，享受一场最血腥的盛宴吧。骤然之间，一道道宛如火山喷发般的血焰从地心之中喷涌而出，骤然将整个光明教会内的所有信徒全部笼罩其中。这一股股万丈高的庞大血焰，如滔滔洪水般朝着光明信徒们席卷而去。凡是被卷入血焰之中的光明信徒，全都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叫声，最终身体血肉被吞噬殆尽，最终尸骨无存。啊！怎么会这样？伟大的光明神啊！有邪恶之人在疯狂屠杀您的信徒，请您救救您的子民吧！就算是死，我也想死在光明神的怀抱之中，而不是被黑暗势力吞噬折磨而死啊！一时之间，整个教廷广场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哪怕是有白衣牧师们联手抵御血焰的汹涌进攻，但依旧被血焰压迫到节节败退。该死！这么浓郁的血腥气息，一定是黑暗势力在谋害我们。我已经通知了3位红衣大主教，他们正在飞速赶往这里。我们就算是死，也绝不能放过这群罪孽深重的黑暗势力渣子。最终，血祭大阵吞噬进了整个光明教堂所有牧师和信徒，总计3000多人。这虽然只是光明圣殿的一个分部，但一次性死了这么多信徒，也绝对不是光明教皇所能忍受的。以光明教皇睚眦必报的性格，势必不会善罢甘休。叮！你击杀了30名光明牧师，获得3000点经验值，你获得3000天额外寿命。叮！你击杀了3330名光明信徒，获得3300点经验值，你获得3330天额外寿命。丰厚的经验值和寿命奖励疯狂涌入陆晨体内，陆晨顿时有些喜出望外。就连他也没想到，竟然用吸血鬼女王的血祭大阵杀死的敌人，也能将经验值和寿命值算在他身上。瞬间便让陆晨收获了6330点经验值和6330天额外寿命，不仅让陆晨的额外储存寿命达到了13582天，更是让他的等级突飞猛进。一道道绚丽的白色升级光芒不断从陆晨身上泛起。恭喜你升到了19级，恭喜你升到了20级，恭喜你升到了21级。丰厚的经验值让陆晨一口气升到了21级，甚至他的杀戮牧神天赋竟然在突破20级之后获得了进一步的蜕变进化。叮！由于你突破了20级，
你的杀戮牧神天赋发生了进化，你的伤害技能和治疗技能全都对敌人造成6倍伤害，你的伤害技能和治疗技能全都对敌人造成7倍伤害，足足7倍伤害啊！正当陆晨有些惊喜之时，他背后突然响起一道无比愤怒的声音，一群气势汹汹的红衣大主教携着滔天震怒的光明圣威，骤然朝着陆晨镇压而至。该死的黑暗势力渣子，竟然敢屠我光明教廷足足3000名信徒，我要你血债血偿！第55章，禁咒之下，毫发无伤。陆晨的恐怖防御力，面对3名气势汹汹的红衣大主教袭杀而来，陆晨眼神一凝，瞬间便认出了这3名红衣大主教的来历。这3名红衣大主教联手统治着整个滨海城范围内的所有光明信徒，为了谋求一己私利，3名红衣大主教竟然和滨海城主联手，垄断收购了整个滨海城内所有的粮食，硬生生将粮食抬高到几千倍的价格，害得滨海城百姓1个月的薪水竟然只够买一块黑面包，逼得无数无辜百姓不得不忍受饥饿，活活饿死了滨海城1大半的人口。无数百姓被逼着卖儿卖女，义子相食，整个滨海城甚至沦为了人吃人的人间炼狱。通过压榨百姓赚得盆满钵满的3名红衣大主教开始疯狂纳妾享乐，大肆挥霍不义之财。他们尝到甜头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起来，每隔3-5年都要通过抬高粮食价格疯狂收割一笔财富，害得百姓食不果腹，饿死无数。他们表面看上去道貌岸然，实际上则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禽兽恶魔。从此他们3名大主教便是饥荒的代名词，凡是他们统御的地盘上，百姓每隔几年都要饿死1大半。陆晨双眼微微一眯，眼神里迸发出浓烈无比的杀意。杀你们这3头禽兽，实属替天行道，老天爷都得给我记一笔大功德。3名红衣大主教浑身沐浴着强大的雷电，更是滔滔不绝的圣光气息在他们周身不断环绕。他们骤然凝聚出3道泛着紫色雷电神威的圣雷之矛，携着压覆天地的恐怖威势，朝着陆晨狠狠投掷而来。即雷电圣矛，斩魔诛邪。面对威势恐怖的3道雷电圣矛，陆晨神情却显得无比平静。他轻轻一挥手，低吟道：“神圣护盾。”一道宛如鸡蛋壳般的淡金色光照在陆晨周身凝聚成型。骤然之间，3道雷电圣矛撕裂无尽虚空，狠狠轰击在神圣护盾之上。砰！一攻一守，狠狠碰撞之间，所爆发出来的威势竟然将周围100米之内炸出一道巨大的深坑。为首的红衣大主教瞳孔骤然一缩，眼神露出一抹趾高气昂的轻蔑之色。这雷电圣矛的威力能瞬间抹杀一头翡翠级猛犸象 BOSS， 更何况还是足足3道雷电圣矛共同镇杀，足以将这小子瞬间轰杀，魂飞魄散，尸骨无存。另外2名红衣大主教顿时也笑了起来。是啊，就凭那小子的等级，根本不可能挡得住雷电圣矛的伤害，这就是敢招惹我们的凄惨下场。只可惜死了一批准备献祭给主的信徒，死了就死了吧，再洗脑招揽一批就是了。那些渔民就像是韭菜一样，永远都割不完的，根本不必心疼。能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献祭给主，成为被主奴役的傀儡，是他们此生最大的荣幸。红衣大主教的话还没说完，便被陆晨冷笑的声音瞬间打断。就这，3名红衣大主教下意识望了过去，却看到了一幕让3名红衣大主教尽皆无比震惊的画面。他们竟然看到陆晨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身上干净到没有一丝灰尘，但金色的神圣护盾仍旧庇护在陆晨的周身。刚刚3发毁天灭地的雷电圣矛，竟然连陆晨的护盾都没破。3名红衣大主教瞬间眼神无比震撼，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心情更是犹如掀起一道惊涛骇浪般，久久无法平静。这小子竟然毫发无伤，那可是3发小型禁咒级别的雷电圣矛啊！就连钻石级 BOSS 挨了这3发雷电圣矛，至少也得重伤啊！他究竟是何方神圣？黑暗势力什么时候出了实力如此恐怖如斯的强者？为何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一时之间，3名红衣大主教面面相觑，脸上尽是惊骇之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万万不敢相信等级只有区区21级的陆晨，防御能力竟然如此变态。他们对陆晨的 SSSSS 级杀戮牧神天赋根本一无所知。自从杀戮牧神天赋经历上次蜕变进化之后，不仅仅治疗和伤害能够翻7倍，甚至就连护盾值在杀戮牧神天赋的加持下也能提高足足7倍。原本等同5000生命值的神圣护盾加持在陆晨身上，护盾值竟然高达35000点，这哪里是牧师啊，简直比肉盾职业的防御能力还要变态得多，活生生就是集牧师、法师、肉盾职业的所有优点于一体的超级移动炮台啊！此刻，陆晨脸上露出一抹冷冽的笑容，接下来可就该我出手了。赤炎圣意，
陆晨背后骤然绽开一对燃烧着赤红烈焰的巨大翅膀，他骤然飞掠而去。那熊熊燃烧的赤焰圣翼，宛如一道蕴含着至阳至热神力的火焰利刃，携着足以焚化一切的超高温度，朝着3名红衣大主教疯狂暴斩而下。砰！这一击宛如大日沉沦，恐怖的烈焰将3名红衣大主教彻底吞没。啊！3名红衣大主教带着无比凄厉的惨叫之声，被陆晨瞬间一击抹杀。骤然之间，3名红衣大主教提供的海量经验值和储存寿命，如滚滚洪流般疯狂涌入陆晨体内。叮！你击杀了3名红衣大主教，获得6000点经验值，你获得6000天额外寿命。丰厚的经验值让陆晨的等级继续飙升。恭喜，你升到了22级！恭喜，你升到了23级！可就在这时，虚空之中竟然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金色裂缝，一名骑着黄金狮子的金发骑士骤然从裂缝之中猛踏而出。金发骑士手持金色战锤，身穿金色圣铠，金色的眸子里满是冷漠和盛气凌人。他狠狠踏出一脚，将脚下的红衣大主教尸体碾成粉碎。然后金发骑士竟然将3名红衣大主教尸体内的灵魂强行抽离出来，质问道：赫德，光明教会滨海城分部为何会被毁成这样？红衣大主教灵魂体连忙说道：尊敬的圣骑士大人，都怪这名该死的小子，他是黑暗势力的走狗。他不仅摧毁了整个滨海城光明教会分部，杀死了3000多名光明教会的信徒，就连我们3人也全都死在了他的手里。圣骑士大人，您可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红衣大主教满脸悲愤地指着远处的陆晨。圣骑士眼神里骤然露出一抹残忍之色，一名区区20多级的小家伙就能将你们整个滨海城光明教堂分部给拆了，你们这3名红衣大主教只能说全都是废物，你们3人的罪孽无法被饶恕。圣骑士将3名红衣大主教的灵魂扔在地上，他胯下的黄金狮子狠狠扑了过去，将3名红衣大主教的灵魂全部吞噬了下去。3名红衣大主教彻底魂飞魄散，灵魂都被黄金狮子吞噬，连轮回重生都不可能有了。黄金狮子吃饱该干活了，看到那小子没？将他狠狠撕碎。圣骑士脸上露出无比冰冷的残忍笑容，他对自己人尚且如此残忍，更何况是对待陆晨这个敌人呢？一旦落到圣骑士的手里，陆晨的下场只怕比这3名红衣大主教更惨。第56章，卧槽，捡到宝了！意外之喜。面对黄金狮子狠狠扑了过来，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摇人。他又不是黑暗势力的人，没必要替吸血鬼女皇如此卖命。是时候该将吸血鬼女皇拉出来挡枪了。等他们2人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陆晨再站出来捡漏，坐收渔翁之利。陆晨果断撕碎吸血鬼女皇留给他的通讯卷轴，然后大声喊道：吸血鬼女皇大人，血祭大阵已经为您布置完成了，只要您前来吸收了血祭大阵的血红能量，就能晋升成为女帝了。随着陆晨的大声呼喊，果然很快就有了回应。一道血红色的传送门骤然从虚空之中浮现而出，一只穿着锋利高跟鞋的白皙玉足从传送门中踏了出来。紧接着，身穿华贵红袍的吸血鬼女皇犹如雍容贵妇般缓缓走了出来。她眼神炽热地盯着血红能量已经蓄满的血祭大阵，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小家伙，你做得很好，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晋升女帝了。陆晨却指着圣骑士说道：女皇大人，如果您不将这个碍眼的家伙杀死，他恐怕不会容许您顺利完成晋升仪式。他的声音刚刚落下，圣骑士便气势汹汹地朝陆晨冲了过来。陆晨直接躲至吸血鬼女皇身后，还顺手在吸血鬼女皇的腰肢上摸了一把。她的腰肢纤细如柳，弹性十足，除了皮肤触感有些冰凉之外，简直是完美身材。吸血鬼女皇此刻正将注意力盯在圣骑士身上，竟丝毫没有在意到陆晨对她的亵渎。吸血鬼女皇纤手轻轻一挥，整个天穹突然变得血红无比，就连天空之上的白云竟然也变成了嫣红无比的血云。骤然之间，天空之中竟然刮起了腥风血雨，如一道道猩红的血刺竟然从天空之中如狂风暴雨般疯狂坠落，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血刺朝着圣骑士爆射而去。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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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竟然瞬间便将圣骑士砸成了一个血红色的刺猬。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身中千万血刺的圣骑士竟然还能站在原地。圣骑士背负万千血刺，仍然杀意凌厉无比，挥动黄金战锤朝着吸血鬼女皇狠狠砸了过去。吸血鬼女皇身影瞬间变得虚无缥缈，化为一滩血池。圣骑士的黄金战锤突然失去了吸血鬼女皇这个攻击目标，只好砸向躲在吸血鬼女皇身后的陆晨。坑爹呢！
陆晨忍不住低骂一声，然后开启不死金身之杖的无敌效果，化身免疫伤害的小金人，这才躲过了这威力恐怖的一击。圣骑士接连2次失去攻击目标，让他脸色变得有些阴沉。吸血鬼女皇却在此时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圣骑士背后，轻声道：“拔毛！”砰！一瞬之间，圣骑士身上扎满的千万道血毛竟然瞬间炸裂开来。砰！饶是圣骑士防高血后，瞬间也被炸得鲜血淋漓。圣骑士瞬间血量暴跌，但圣骑士也丝毫不怂，竟然也选择摇人。4名同样身穿金色铠甲的圣骑士纷纷从传送裂缝中踏了出来。1v2，圣骑士可能不是吸血鬼女皇的对手，但此时赫然变成了4v2，不对，准确来说应该是4v1，因为陆晨心里想的是坐收渔翁之利，根本没想给吸血鬼女皇当帮手。吸血鬼女皇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原本她已经稳稳能击败圣骑士，却没想到圣骑士竟然一次性摇来了4个同伙。她能摇人，吸血鬼女皇却无人能摇。一向性格孤僻的吸血鬼女皇，在黑暗势力中属于是人缘极差的那一类，不仅和巫妖王是死对头，就连其他黑暗势力的小头目也和她多多少少有些矛盾。但哪怕形势已经逆转到对她极其不利，吸血鬼女皇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血祭大阵已经布置完成，耗费了她无数珍贵至极的材料。要是放弃了这次晋升女帝的机会，她恐怕就要一辈子被巫妖王踩在脚下了。她绝不甘心。吸血鬼女皇咬了咬牙，毅然决定燃烧寿命，换取短暂的强大实力。吸血鬼女皇骤然眼神也变得凌厉无比，浑身气势大盛，飘逸的白发不断飞舞，衣袍猎猎。她双手指甲变得修长尖锐，浑身爆发出恐怖的血气幻影，朝着5名圣骑士疯狂袭杀而去。陆晨悠闲地看着吸血鬼女皇和5名圣骑士杀成一团，他就差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边看好戏一边嗑瓜子了。他这时突然注意到红衣大主教的尸体下还隐隐有着金光闪烁。咦，红衣大主教竟然还掉落宝物了！陆晨眼神一亮，顿时有些意外之喜。此刻吸血鬼女皇和5名圣骑士正斗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此时的陆晨。陆晨快步走了上去，将3名红衣大主教掉落的宝物全部捡了起来。刚刚捡起战利品的一瞬间，陆晨便有些惊住了。卧槽，好东西啊，捡到宝了！第57章收获藏宝图。吸血鬼女皇跪求相救。叮，你捡起了880枚铜币。叮，你捡起了龙之遗迹藏宝图。叮，你捡起了翡翠级装备祥云战靴。叮，你捡起了翡翠级装备虎纹腰带。竟然爆出了一张龙之遗迹的藏宝图。陆晨脸色顿时一喜，既然是龙之遗迹，那就意味着里面必然藏着一头巨龙的尸体，这是他遇见的第2具龙尸了。收集到的龙血越多，龙神蛋所孵化出来的超级神龙就越强大。一旦等到超级神龙孵化出来之时，陆晨的实力必然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惊人蜕变，并且巨龙一向视财如命，最喜爱珍藏极品宝物。龙之遗迹内绝不仅仅只有巨龙身体，必然还埋藏着丰厚的宝藏。陆晨眼神闪过一抹期待之色，悄无声息地将龙之遗迹藏宝图收进背包里，然后将目光落在了2件翡翠级装备上。虎纹腰带翡翠级，防御力加500，生命值加1500，背包栏加50格，佩戴要求20级。附加效果：虎纹护体，你受到的所有物理伤害将全部降低1000点，低于1000点伤害的物理攻击无法对你造成伤害。这件翡翠级装备的属性相当实用。陆晨果断替换掉了原先的玄铁级的碧血丹心腰带，将虎纹腰带带在装备栏里。紧接着，陆晨看向了第2件翡翠级装备祥云战靴翡翠级，攻击速度正 30%， 移动速度正 20%， 脱离战斗后额外提升 80%， 移速佩戴要求20级。附加效果：祥云开启后，你的跳跃力提升10倍，能轻易跳到10米高的距离。这件装备的属性虽然属性很强大，但对陆晨很鸡肋。他身为牧师，不需要攻击速度，更是有赤焰圣翼飞行能力，完全不需要脱战移动速度和跳跃能力。不过陆晨刚刚正好替换下来一件玄铁及碧血丹心腰带，正好将这2件装备进行合成一番，也算是完美废物利用了。已确定将祥云战靴翡翠级和碧血丹心腰带玄铁级投入超级合成器内。当前额外寿命为19582天。你意外触发特殊进化，需要做出以下选择： 1. 消耗7年寿命进行普通进化，进化后祥云战靴仍为翡翠级，但属性将会得到提升。 2. 消耗10年寿命进行高阶合成，有一定概率合成出一件更高阶的装备。剩余储存寿命还有足足19582天。如此多的寿命，陆晨完全没必要节省，
要选就选最好的。我选择2。陆晨果断选择道。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钻石级装备瞬影挪移木靴。瞬影挪移木靴，钻石级，治疗效果加500法术伤害，加500防御力，加600佩戴要求，20级。附加效果，瞬影挪移，催动后你能瞬间移动到10米内的任何位置，并且下一次技能伤害额外提升100%。好技能，有了这个技能，陆晨保命手段又多了一个，并且还能提升技能爆发伤害。如果陆晨瞬移之后直接丢出一个禁咒神焰天征，让禁咒技能伤害直接翻倍，那伤害陆晨简直不敢想。而此时5名圣骑士和吸血鬼女皇仍旧在激烈厮杀，只是这5名圣骑士不仅人数优势巨大，并且还能联手组成5星圣光阵，杀得吸血鬼女皇节节败退，血量不断暴跌。骑着黄金狮子的圣骑士面带冷笑，嘲讽道：大名鼎鼎的吸血鬼女皇，实力也不过如此，只要将你杀了，我们便是大功一件。吸血鬼女皇已经陷入绝境，眼看就要进入濒死状态，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陆晨身上，目光楚楚可怜地看向陆晨，哀求道：穆天尊，能不能想办法救救我？只要你帮助我击败这群圣骑士，我可以送你一本钻石级技能书。陆晨顿时眼前一亮，吸血鬼女皇眼看就要被圣骑士活活围殴致死，身陷绝境出手果然大方。但陆晨认为，吸血鬼女皇既然能送出一本钻石级技能书，那她身上必然不止一本钻石级技能书，极有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的宝物。能压榨吸血鬼女皇的机会可不多遇，必须得把她彻底榨干净，榨得连一滴都剩不下才行。陆晨一脸为难地说道：吸血鬼女皇大人，不是我不想帮你啊，只是这群圣骑士实力如此强大，我不可能为了一件钻石级技能书就去冒死救你啊。陆晨的意思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了，就是一句话，这活太危险了，得加钱。吸血鬼女皇活了上千年，哪能不明白陆晨是在趁机敲诈自己？他咬了咬牙说道：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小子，我再额外给你一件钻石级装备，这是我全部家底了，我就算被他们活活围杀而死，也给不了你更多东西了。可还没等陆晨发话，那头骑着黄金狮子的圣骑士却一脸冷笑的嘲讽道：小子，你别痴心妄想了，你和吸血鬼女皇一个都逃不了，将你尸体剁碎喂给我的坐骑，是你唯一的归宿。身旁的4名圣骑士更是嗤笑起来，这小子还真当自己是救世主了，连自己几斤几两都拎不清楚的家伙，还想救人？我们先将吸血鬼女皇围杀，等会就轮到你了，蠢货小子！陆晨本来还想做看好戏，没想到这群圣骑士竟然还敢如此嘲讽自己，这就是他们自寻死路了。陆晨冷笑一声，大声说道：吸血鬼女皇，你再额外送我一份钻石级能力提取药水，我保你不死。吸血鬼女皇眼神充满了无奈，我可以答应你，但钻石级能力提取药水需要等我晋升成为女帝后才能从黑暗势力那里申请得到，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给你。定！吸血鬼女皇与你达成协定，只要你助她击败5名圣骑士，她就送你一件钻石级技能书，一件钻石级装备，一份钻石级能力提取药水，你是否同意？第58章，你不讲信用，还想晋升女帝？陆晨作乱，同意。吸血鬼女皇如此慷慨，陆晨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果断同意下来。陆晨抬手就是连续3发救赎之箭，咻咻咻，朝着吸血鬼女皇射了过去。他当然不是要击杀吸血鬼女皇，而是已经将吸血鬼女皇设定为队友，为其治疗血量。加3559，加3560，加7330，治疗暴击。在杀戮牧神的加持下，陆晨的伤害和治疗效果全都有足足7倍效果，极为变态。连续3发救赎之箭，瞬间便给吸血鬼女皇恢复了1万多血量。看着吸血鬼女皇血量暴涨，5名圣骑士瞬间绷不住了。纳尼？这是什么治疗量？他区区一个20多级的小垃圾，竟然治疗能力如此恐怖，就连光明圣殿的大祭司治疗量都没有如此恐怖啊！5名圣骑士满脸都是骇然之色，眼神更是震撼无比。吸血鬼女皇却在这时大喜过望，他起初也没觉得陆晨能救得了自己，许以重力求陆晨帮忙出手，纯属死马当活马医，根本不抱丝毫希望。吸血鬼女皇万万没想到，陆晨竟然一直都在隐藏实力，他的治疗能力竟然如此强大。可就此时，5名圣骑士突然齐齐盯向陆晨，眼神里爆发出浓烈的杀意。奶量再强又能如何？那我们就先杀了你，杀了你之后，吸血鬼女皇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骤然之间，5名圣骑士顿时挥起圣锤，纷纷朝着陆晨爆锤而来。吸血鬼女皇见识了陆晨恐怖的治疗能力之后，已经将陆晨视为了救命稻草，只要陆晨不死，
就能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奶量，他就不可能死。吸血鬼女皇又岂能眼睁睁看着陆晨被杀？她没有丝毫犹豫，果断朝着5名圣骑士骤然出手。血域求天牢！吸血鬼女皇先手一挥，无数道血线从她指尖喷发而出，朝着5名圣骑士爆射而去。随后，这一道道血线竟然交织成一道血红色的囚笼，将5名圣骑士全都禁锢其中。陆晨趁此机会也丝毫不怂，果断开启催动瞬影挪移墓穴的瞬影挪移技能。陆晨直接瞬移到5名圣骑士的面前，贴脸直接开大，神焰天征！陆晨一声低喝，一股霸绝天地的恐怖盛焰瞬间从他体内爆发开来。轰隆隆！一瞬之间，所产生的恐怖冲击波引得周围大地不断崩裂，房屋建筑全部坍塌，树木尽皆连根折断，就连远处那连绵不绝的山脉都在止不住的震颤。恐怖，实在太恐怖了！此刻，就连吸血鬼女皇都彻底惊住了。她完全没想到，自己随手招来的一个20多级小喽啰，实力竟然恐怖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就连吸血鬼女皇也不得不暂避锋芒，远远躲开。但此时最为惊恐骇然的，自然是被囚禁在血牢之中的5名圣骑士。他们已经完全不敢再有丝毫的轻蔑和嘲讽，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惊骇和震撼。5名圣骑士内心全都涌起一股无比强烈的生死危机感，这一股股的盛焰不断喷涌到他们身上。负7989，负15959，暴击伤害，负15960，暴击伤害。他们的血量在不断疯狂暴跌，眼看就要命悬一线。所有圣骑士全都面露绝望之色，他们既无法短时间内逃脱出血牢，更不可能抗得出陆晨的神焰天征持续不断的恐怖伤害。如此下去，必死无疑。却就在这时，那名骑着黄金狮子的圣骑士突然脸上露出一抹扭曲的狞笑：“兄弟们，对不住了，你们顶住，我一定会将此事禀告给教皇大人，教皇大人一定会替你们4个报仇的。”那头黄金狮子竟然直接踏破虚空，带着那名圣骑士钻入了虚空裂缝之中，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剩余的4名圣骑士可就没这么好运了，只能无比痛苦地承受着神焰天征的恐怖伤害，被活活焚烧而死。啊！该死的阿尔萨斯，我们前来出手助你，你却背弃我们，独自逃生。4名圣骑士带着满脸的愤怒和不甘，含恨而亡。叮！你击杀了4名圣骑士，获得1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万天额外寿命。一股丰厚的经验值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等级开始疯狂暴涨。恭喜，你升到了24级！恭喜，你升到了25级！恭喜，你升到了26级！再度连升3级！如此恐怖的升级速度，若是被别的玩家看到，不知得震惊到什么程度。而此时，陆晨转头望向吸血鬼女皇，直接要求道：“答应我的钻石级技能书和钻石级装备，该兑现了吧？”吸血鬼女皇却根本不理睬陆晨，直接朝着血祭仪式飞了过去。只要她完成了血祭晋升，蜕变成女帝之后，根本就不会再将陆晨放在眼里。陆晨脸色骤然一冷，朝着吸血鬼女皇追了过去。怎么，想赖账不成？我的账可不是那么好赖的。吸血鬼女皇却丝毫不以为意，脸上还露出一抹得意洋洋的笑容。贪得无厌的家伙，我就是要赖你账，你能如何？像刚刚那种级别的禁咒，冷却时间极长，你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放出第2个禁咒，所以你根本拿我没办法。等我晋升女帝之后，我根本就不怕你了。吸血鬼女皇飞快钻入了血祭大阵的血池之中，恐怖的血之能量不断朝着她的体内涌去，她的气势变得越来越强势，她的笑容也越来越浓烈。哈哈，没想到吧，我才是最后的赢家。吸血鬼女皇眼神充满了得意之色，不断吸收着庞大的血之能量，娇躯更是激动的止不住的颤抖。见吸血鬼女皇如此不讲信用，陆晨眼神顿时露出一抹浓烈的杀意。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陆晨的禁咒神焰天征的确无法连续施展2次，但陆晨手里还有一份净化之水，这是光明圣女莉莉丝为了杀死巫妖王所留给他的。既然这份净化之水有杀死巫妖王的威力，那必然也能杀死吸血鬼女皇。陆晨毫不犹豫地将一整瓶净化之水全部灌入了血祭大阵的血池之中。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净化之水融入血池之中的一瞬间，竟然爆发出一股充满邪欲的气息，整个血池瞬间变得春水荡漾，就连吸血鬼女皇那绝美的身材展露无遗。我靠！净化之水加血之能量池水竟然产生了离谱的化合反应，融合成了春药。陆晨瞬间惊住了。吸血鬼女皇正在贪婪地吸收着血池的能量，她的身体却变得越来越潮热，脸上更是满面潮红，眼神迷乱不知，如同一汪春水在荡漾。热！
好热啊！快来帮我，我要受不了了。第59章，吸血鬼女帝居然怀孕了。陆晨此刻已经惊呆了，他本想用净化之水毒杀吸血鬼女皇，却万万没想到净化之水遇到血之能量，竟然能让人激起如此强烈的血欲。吸血鬼女皇竟然开始用力撕扯自己的衣服，她那华贵精美的红色裘皮长袍被她硬生生用锋利的指甲撕裂，肌肤雪白的傲然身材一览无余，最终一丝不挂地出现在陆晨面前。陆晨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吸血鬼女皇猛然扑了过来，将他拽进了血池之中。快，我需要被满足！吸血鬼女皇脸颊潮红，浑身滚烫。吸血鬼女皇根本不给陆晨任何选择的机会，直接将他按在血池底部，用力撕扯他的衣服。充满血腥气息的献祭血池，一时之间竟然变成了吸血鬼女皇展露强势女王本性，肆意享受起了鱼水之欢。刺鼻浓烈的血腥味，竟然给这场本不该有的干柴烈火气氛平添了几分特别的趣味。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吸血鬼女皇眼神逐渐变得清醒过来，整个献祭血池内所有血红能量已经被她吸收殆尽。我要杀了你！吸血鬼女皇瞬间便意识到，她刚刚和陆晨竟然发生了关系，她守了近千年的贞洁竟然毁在了一个人族小子的身上。最为关键的是，吸血鬼家族的老祖宗为了联姻银月狼族，已经将吸血鬼女皇指婚给了银月狼帝。银月狼族乃是黑暗势力内极其强势的一大霸主势力，比吸血鬼家族更是强上100倍不止。若是银月狼帝得知自己的未婚妻被一个人类小子给睡了，以银月狼帝暴君般的暴脾气，不仅要满世界的追杀陆晨，恐怕就连整个吸血鬼家族都得被银月狼族给灭族了。吸血鬼女皇瞬间感觉头皮发麻，她的那个未婚夫可是个动不动就是灭人全族的煞神。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不仅她自己完了，就连整个吸血鬼家族都要因为她彻底毁了。没想到你这么润啊！吸血鬼女皇突然听见陆晨喃喃自语的声音，她紧咬贝齿，眼神如同淬了冰的刀子，充满肃杀愤怒之意，抬手就是狠狠一抓，刺向陆晨的脖子。但陆晨瞬间便感觉到了那冰冷的杀意，赶紧催动瞬影挪移墓穴的瞬影挪移技能，他直接瞬移到10米之外，躲过了吸血鬼女皇悲愤滔天的一击。陆晨已经感受到了吸血鬼女皇此刻浑身气势简直强到离谱，她显然已经晋升成为了吸血鬼女帝，实力比之前强10倍都不止。陆晨很清楚，以自己目前的实力，也就能跟没晋升前的吸血鬼女皇打一打。但他晋升吸血鬼女帝之后，自己这点实力跟她打起来，根本就是他的玩具，任他拿捏的那种。所以，陆晨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提升实力，等自己实力强大之后，再来找回场子，回来拿捏他。陆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绽开赤焰圣翼，果断逃离这里。吸血鬼女帝见陆晨瞬间便跑得无影无踪，顿时眼神充满愤怒。这小子爽完，直接就跑了，我却要承受银月狼帝的愤怒。以银月狼帝那敏锐的嗅觉，见到我一瞬间就能闻出来，我已经失去了处子之身。银月狼帝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恐怕什么疯狂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肯定会疯狂报复我们吸血鬼家族。这小子不仅害惨了我，更是害惨了我们整个吸血鬼家族啊！吸血鬼女帝越想越气，心情更是凉到了谷底。可接下来，她注意到了一件更加令她不能接受的事情：吸血鬼女帝竟然清晰地感受到怀孕了，怀的竟然还是那个人类小子的种。吸血鬼女帝降心，此子一定不能留，否则必将给我们卡伦家族引来灭族之祸。吸血鬼女帝运转体内力量，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只长顽强死活就是不，似乎这才能有一线生机。吸血鬼女帝就是不信邪，她不断的运转力量，想静一，可人的意志力卯足了吃奶的劲，也要赖在吸血鬼女帝的使不出来，疯狂的吸收着吸血鬼女帝体内的营养。足足5个小时过去了，吸血鬼女帝快要崩溃的哭出来了。这呼就赖定她了，非要认她当妈。毁灭吧，我累了。孩子，你愿意留就留下吧，但你亲爹已经跑路了，你的后爹恐怕也不会留你啊。吸血鬼女帝痛苦的闭上了眼睛，无奈接受了这个现实。她已经预想到了银月狼帝即将发疯的场面，一旦被银月狼帝得知自己喜当爹，一尸两命，恐怕是他和腹中胎儿唯一的结局。要不还是先躲躲吧，只能先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吸血鬼女帝决定先带球跑路，绝对不能被银月狼帝抓到。至于他背后的吸血鬼家族，他是顾不了了。银月狼帝爱诛他全族就诛他全族吧，先顾着自己和胎儿的命再说。第60章，给你100万，陪我一晚。与此同时，陆晨决定去找巫妖王。吸血鬼女帝已经被他祸害完了，做人就要雨露均沾，巫妖王也得被他祸害才行。赤炎圣翼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陆晨只用了10几分钟时间，便又回到了熟悉的新手村。可刚走进新手村没多远，陆晨便被一名长相妖娆的女玩家挡住了去路。这女玩家 ID 名叫黑桃女王，虽然等级只有1级，全身却清一色极品装备，身上最差的装备竟然都是黄金级的，甚至手里的魔棒还是翡翠级的，一看便是现实背景极其可怕的超级氪金玩家。但她的打扮异常暴露，甚至就连胸前一对车灯都是半遮半露。黑桃女王一脸高傲的姿态打量着陆晨：“你就是穆天尊吧？我要玩你一晚，价格随你开。你表现好的话，我可以包月，甚至包年。”滚！陆晨仅仅只瞥了他一眼，便直接拒绝了。陆晨仅仅看了他一眼，便认出了他就是粤省大名鼎鼎的黑桃公会头目黑桃女王林丹丹。所谓黑桃公会，就是林丹丹带领一群女生组建的媚黑公会。公会里的所有女生全都有共同的爱好，极其迷恋黑人。身为黑桃公会会长的林丹丹更是战绩斐然，据说是黑人万人斩。经历过上万名黑人的林丹丹，几乎所有性病她都得过一遍。她通过做很多犯罪生意赚了大量的钱，花费海量的治疗费用才勉强续命。江湖人称外号生化母体，凡是和她身体接触过的男人必定会得各种癌、梅、淋等重症，很快便会死于非命。林丹丹可能是黑人玩腻了，突然看上了全国直播画面里挽救了整个落水市的穆天尊。他觉得像穆天尊这么优秀的男人，不好好玩一玩时再可惜了，便坐着私人飞机千里迢迢的从粤省飞到了落水市。虽然在现实中没找到穆天尊，却在游戏里碰见了。可让林丹丹没想到的是，自己千里迢迢的来找穆天尊，穆天尊竟然毫不留情面的拒绝了他，这让林丹丹觉得很没有面子。他目光死死盯着陆晨：“你竟然敢拒绝我，是觉得我开不起价格吗？100万一晚。”陆晨看他一眼便觉得无比厌恶，更加不会碰他这个浑身肮脏的生化母体。别说是100万了，就是1个亿，我的回应也是一样，立马滚，从我眼前消失！陆晨冷冰冰地说道。他直接转身离开，根本不理睬林丹丹。但林丹丹却不依不挠，直接挡住了陆晨的去路。林丹丹眼神生气地盯着陆晨，怒斥道：“穆天尊，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卑贱的龙国男人，我愿意宠幸你，是你莫大的荣幸。就连比你高贵1万倍的黑人都巴不得上我的床，你也配拒绝我？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乖乖陪我一晚，要么我派人杀你全家。”陆晨没有说话，直接用行动回答了他，抬手就是一击救赎之剑迸射出去。咻！负1499，救赎之剑狠狠洞穿林丹丹的头颅。你！林丹丹带着满脸的愤怒和难以置信，被瞬间秒杀，送回了复活点。他万万没想到，穆天尊竟然明知他的身份，还敢动手杀他。穆天尊，你完了，你彻底完了！你这个卑贱的龙国男，我要将你双手双脚全部砍下来，囚禁成我的玩物。等将你玩腻之后，我还要将你的腰子挖出来，卖给缅国人，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林丹丹气得直接游戏下线，然后迅速召集了数百名黑人杀手，开始地毯式搜索整个落水市，到处疯狂搜寻穆天尊下落。他是要将穆天尊狠狠蹂躏，以报今日之仇。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你击杀了玩家黑桃女王，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120天寿命。玩家黑桃女王损失120天现实寿命，这么点寿命真不够塞牙缝的。但让陆晨没想到的是，林丹丹被杀之后，竟然将他身上2件翡翠级装备全部爆了出来。叮！你捡起了翡翠级首饰冰霜之怒项链。叮！你捡起了翡翠级首饰火精灵戒指。这2件装备的属性，陆晨连看都懒得看。林丹丹身上掉落的装备，就算属性再好，他也嫌脏，不会去带。但只要通过超级合成器进行融合，就能将所有杂质全部剔除干净，并且融合成为一件更强的新装备。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冰霜之怒项链和火精灵戒指全部丢入超级合成器内进行合成。将冰霜之怒项链、翡翠级和火精灵戒指、翡翠级进行合成，需消耗12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6052天。陆晨目前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储存寿命。确定合成，陆晨直接回应道：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冰封万里项链钻石级。冰封万里项链钻石级，治疗强度加280，法术攻击力加280，法力恢复速度提升200%，佩戴要求20级。附加效果冰封，当你受到攻击时，有50%概率触发冰封效果，使攻击你的敌人陷入冰冻状态，持续3秒。
冷却时间10秒。陆晨顿时眼神一喜，这个附加技能已经相当变态，别人打你就会被冻住，这是绝好的反制技能啊！陆晨果断将冰封万里项链带在装备栏里，不仅多了一个被动技能冰封，并且治疗强度和法术攻击也获得了一定提升。随后，陆晨便直接来到新手村的教堂内，一名红衣主教正跪在光明神像前虔诚地祈祷着。陆晨一看便看出他就是假的红衣主教，实际身份是巫妖王。巫妖王见到陆晨回来的一瞬间，眼神骤然一震：“小子，你终于回来了！如果你再不回来，我都以为你要背叛本王了。”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巫妖王大人，我的小命都捏在您手里，又怎么敢背叛你呢？您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在我的挑唆下，滨海城主和吸血鬼女皇已经斗得两败俱伤，就连滨海城内的3名红衣大主教也已经死了。眼下您正是进攻滨海城的绝好机会啊！一旦您帮黑暗势力占领了整个滨海城，必然会得到黑暗神王的嘉奖，身受重伤的吸血鬼女皇绝对无法再和您竞争4魔将的位置，魔将的尊位非您莫属。”陆晨甚至还拿出了滨海城3名红衣大主教的遗物，他说的话半真半假，却充满了信服力。巫妖王虽然对陆晨的话半信半疑，但陆晨拿出了3件沾满血迹的红衣大主教遗物，便有些相信了陆晨的话。怪不得滨海城最近格外安静，原来滨海城已经元气大伤了，城主重伤，3名大主教全部身死，滨海城拿什么抵抗我的大军入侵？巫妖王骤然化作一道体型巨大的亡灵古龙，浑身爆发出森冷霸道的气势。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又找到了一具冰龙尸体，成功蜕变成了亡灵古龙，我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滨海城，我势在必得，我现在就组织大军，准备进攻滨海城。巫妖王挥动古翼，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陆晨眼睛微微一眯，盯着巫妖王离去的身影，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他决定现在就将巫妖王进攻滨海城的消息告诉光明圣殿，然后陆晨便能坐看好戏，看光明圣殿和巫妖王狗咬狗的好戏。第61章八尺夫人阴谋再现。目送巫妖王离开之后，陆晨果断打开巫妖王送的钻石级宝箱。叮，你获得了钻石级能力提取药水。叮，你触发了额外暴击奖励，你额外获得了高级精神免疫药水，竟然出了奖励暴击，同时得到了2份奖励，意外之喜。陆晨果断先将高级精神免疫药水喝了下去。叮，你获得了高级精神免疫能力，高级精神免疫，80级以下的精神控制或精神污染无法对你造成任何影响。紧接着，陆晨又将钻石级能力提取药水喝了下去。叮，你现实中获得了牧师系禁咒技能神焰天征。叮，你现实中获得了特殊能力高级精神免疫。叮，你现实中获得了钻石级装备瞬影魔仪木靴。叮，你现实中获得了钻石级装备冰封万里项链。叮，你现实中增加了800点法术攻击，800点治疗强度，3000点生命值。就在此时，陆晨突然注意到杜芊芊发来一道好友消息：穆天尊，政府奖励给你的云顶天宫别墅已经通过审批了，你现在就可以搬过去。9月双华住在你的隔壁，你们是邻居。陆晨顿时眼前一亮，他现在住在年久失修的老旧祖宅，墙皮都脱落了一大半，屋顶更是有些漏雨，生活条件相当寒碜。等住在别墅以后，生活条件一定会大幅度改善。陆晨果断下线，他刚走出门，竟然恰好撞见9月双华出现在家门口。9月双华额头顶着墨镜，俏脸露出一抹飒爽的笑容。我猜芊芊姐一定也给你打电话喊你搬家了，所以我就直接过来找你了。9月双华指着身后的大货车说道：诺，我的家具已经全部搬到大货车上了，把你的家具也一块搬到车上运过去吧，这样能让你省不少事儿。司机师傅，过来帮忙搬下东西，等会给你加钱。好嘞。司机大叔一听9月双华要加钱，顿时喜笑颜开的从驾驶座上跳了下来，进屋帮忙搬家具。陆晨从小缺爱，别人对他稍微有一点点好，他就会记很久很久。9月双华处处为他考虑，就连搬家都顺带过来给他帮忙。9月双华要是没来帮忙，陆晨还得想办法去找货车司机，还得谈搬家费，还得搜索云顶天宫别墅的位置，一大堆麻烦事。9月双华让陆晨直接省了不少事。没等陆晨开口，9月双华已经领着货车师傅进屋搬运家具了。陆晨屋里的家具都是10几年前的老破旧，电视机还是最落后的大屁股电视，桌子断了2个腿，用石板在下面垫着，就连床也是几块木板拼成的破旧木床。总之，陆晨的家里无论哪里都是破破旧旧，到处突出一个简陋和穷酸。但9月双华一点没嫌弃陆晨的家具破旧，还帮着陆晨叠被子、叠衣服，全都叠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抱着陆晨的衣服和被子跳到货车后厢，将叠好的衣服被子全部归置到他的衣柜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突出一个体贴能干和贤惠持家。你柜子不够用，先把衣服被子放我柜子里了哈，等搬家之后还给你。九月双华笑着说道。陆晨感觉心里暖暖的，甚至心里有一丝感激。谢谢你，双姐。听到陆晨喊自己双姐，九月双华突然愣了一下。这是陆晨第一次喊她姐，这代表陆晨彻底认可了她这个姐姐。九月双华莞尔一笑，说道：客气什么，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以后说不定有什么事情我还得麻烦你嘞。有九月双华的帮忙，陆晨搬家的效率快了不少。将所有家具搬上车后，司机师傅便开着大货车朝着云顶天宫别墅区一路进发。陆晨则是骑上了他的破旧小电驴，在大货车后面跟着。九月双华也不知怎么想的，不开他的保时捷卡宴，也不坐大货车副驾，非要蹭陆晨的小电驴。陆晨无奈，只好让九月双华坐在小电驴后座。九月双华身材高挑，一双玉腿更是笔直修长。他坐在小电驴后座，陆晨都替他感觉挤得慌，但九月双华却丝毫不在意，双腿夹着陆晨的臀部，双手环抱着陆晨的腰部，防止自己不会掉下去。陆晨载着他穿梭在拥挤的商业街，九月双华看着拥挤的车道堵得水泄不通，甚至还悠哉悠哉地哼起了小曲。小奔驰、大路虎一堵就是一下午，大红旗、小奥迪两眼一瞪，干着急，干着急走不了，这样低生活真美好。九月双华哼到一半，声音突然戛然而止，因为两人突然被一名气质高贵的白衣妇人拦住了去路。这名妇人身高竟有8尺，丰腴高挑，她身穿华贵的白色制服长裙，雪白的天鹅颈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头上戴着洁白的精致礼帽，穿着锋利的高跟鞋，浑身一尘不染到甚至有些洁癖。只是她的眼睛微微有些猩红，唇角无意间勾起的邪异笑容，竟让人有一丝恐惧。8尺妇人弓下丰腴的身子，从沉甸甸的胸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猩红色钻戒，笑容有些怪异地看向陆晨：先生，买下这枚挚爱钻戒，送给后座上愿意陪你吃苦的那个女孩吧，她一定会深深爱上你的。陆晨客气地笑了笑，便婉拒了：阿姨，我们只是普通朋友，钻戒就不必了。8尺妇人笑容有些沙哑：普通朋友也是能变成情人的，前提是你送她这枚钻戒。陆晨没再理他，直接绕过8尺妇人离开了。坐在后座一直没吭声的九月双华，眼神竟隐隐有一丝失落，只是他很快便掩饰了过去。8尺妇人转头看了一眼离去的陆晨和九月双华，嘴角勾起一抹阴诡的笑容，真是有意思的两个小家伙，好想掰开他的脑子，尝尝他年轻鲜美的脑浆啊。8尺妇人轻轻舔舐着猩红的唇角，眼神里透露着阴冷和诡诈。恰恰此时，连第2钻戒都不舍得跟我买，也好意思说爱我？滚滚滚，我不想再看见你。一名姿态高傲的女孩看着一脸卑微跪在她面前的男生，冷冷质问道。男孩结结巴巴地说道：倩倩，我在工地搬砖，1个月赚了5000块，省吃俭用才存了4700，左拼右凑才给你买了苹果17 Pro Max， 可一枚第2钻戒至少也要2万元，你再给我一些时间好不好？求求你了。男生神情满是心酸，卑微地哀求道。但女孩根本毫不关心男生的心酸和不易，她狠狠一脚将跪在地上的男生踹翻在地，然后板着冷脸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男生一脸苦涩地趴在地上，心酸的满脸沾满泪水，痛哭了起来。可就在男生正抹着眼泪痛哭的时候，气质雍容优雅的8尺妇人走到男生面前，将原本递给陆晨的猩红色钻戒递到了男生面前。她露出一抹有些疯狂的笑容：你就算送他第2钻戒，他也不会爱上你的，只会对你要求更加严苛，提出你更加无法满足的要求。但你这样将这枚挚爱钻戒送给他，他一定会掏心掏肺的爱上你的。第62章，我闺蜜都收集13枚第2钻戒了，我才收到了3枚。真的？男生抬起头看向8尺妇人，眼神里透露着清澈和愚蠢。8尺妇人笑着点了点头，当然是真的，我只要你5000块。男生明显是大学刚刚毕业，对这个社会的险恶还不了解，正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他有些跃跃欲试地接过了8尺妇人的挚爱钻戒，然后将身上仅有的5000块全部付给了8尺妇人。男生鼓起勇气，朝着女孩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很快便追上了女孩。女孩有些不耐烦地盯着男生，咆哮道：我就想要第2钻戒，你不给我买，我就让别的男生给我买。你给我滚啊！我不想看见你。男生厚着脸皮，一脸卑微的淫笑说道：倩倩，我虽然买不起昂贵的第2钻戒，但我给你买了一枚其他的钻戒，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钻戒，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它的。女孩冷着脸说道：滚滚滚，别拿杂牌子的便宜钻石糊弄我。第2钻戒每个男生一生只能够买1枚，多浪漫啊！我闺蜜都收集到13枚不同男生送给她的第2钻戒了，我才只收集了3枚，天天被我闺蜜嘲笑，根本抬不起头。
你要是不买第二钻戒，我是不会再见你的。女孩转身就要离开，男生咬了咬牙，从怀里将挚爱钻戒从怀里取了出来，递到他面前。女孩正准备一脚踹开男生，可当她无意间瞥到男生手里的钻戒上，眼神便瞬间惊住了。天啊！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精美绝伦的钻戒，那猩红妖异的血钻，那蛇纹般扭曲的戒环，简直完美到宛如是天造之物。女孩仅仅看到挚爱钻戒的一眼，便被这枚钻戒深深的吸引住了，眼睛再也移不开了。什么狗屁第二钻戒，在这枚猩红色钻戒面前，再名贵的钻戒也全得显得一文不值。它实在太美丽了。女孩迫不及待地接过了男生递来的挚爱钻戒，然后戴在了无名指上。可就当女孩戴上钻戒的那一刻，钻戒上隐隐迸发出一股猩红诡异的光彩。女孩浑身猛然一颤，脸上的神情完全变了。男生见女孩情况有些不对劲，连忙问道：倩倩，你怎么了？那名叫倩倩的女孩突然抬起头，看向男孩，眼神竟投射出浓烈到极致的爱意。她温柔地抚着男孩的脸庞，无比深情地说道：宋航，之前是我太任性了，我突然意识到了你有多么爱我，但此时我对你的爱意胜过你爱我10000倍。男孩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激动地说道：倩倩，真的吗？我做梦都在等这一天，我竟然真的梦想成真了。女孩突然一脸愧疚地说道：因为我很深爱你，所以有些事情我不能瞒着你。我从小被养父玷污过，后来又交往过50多个男友，还堕过12次胎，我每周都要去医药治疗爱病，甚至我还参加过富二代的特殊聚会。我想和你坦白这些，是因为我想以后好好的和你在一起，你一定能原谅我的，对不对？男孩瞬间瞪大眼睛，目瞪口呆。你竟然有爱病？我起初只是以为你身边男性朋友多些，没想到你私生活竟然这么乱。你都把自己彻底玩烂了，还想我原谅你？我接受不了如此糜烂的你。男孩满眼是泪，内心更是痛到了极致。他转身直接选择了离开，可女孩却瞬间慌了。她向男孩坦白一切，只是为了和男孩好好开始一段感情，因为她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男孩，爱到了无法自拔。女孩无名指上的挚爱戒指在微微闪烁着诡异的血芒，她眼神变得有些癫狂。宋航，你可能还无法理解我对你爱的有多么深刻，我现在就向你证明我到底有多么爱你。女孩竟然快步闯进一家厨具店，偷偷揣起了一把剔骨尖刀。她然后快步来到一座豪华的别墅区，敲开房门。一名满头碎发的富二代少年推开房门，见到女孩，一脸邪笑说道：倩倩，昨晚是不是没让你爽够，今天又来找爸爸了？女孩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无比，突然从怀里掏出剔骨尖刀。富二代少年根本猝不及防，噗呲，瞬间便被女孩一刀刺穿了心脏，血液飞溅，浸红了洁白的地毯。富二代少年满脸惊骇，彻底生机断绝，倒在了血泊中。他做梦也没想到，昨晚还在他身下承欢的倩倩，今天突然会要了他的命。女孩笔记本上记录着30多个名字，她将富二代的名字轻轻在笔记本上划去，然后来到一名胡子拉碴的中年大叔家里。倩倩，你来的真是时候，我老婆和女儿正好去逛街了，快来我的房间。女孩仍旧毫无感情，见面就是一刀，噗呲，中年大叔满脸骇然，身亡倒地。女孩干净利落的离去，继续赶赴第3个昔日情人的地点。她约见了一名满头金发的外籍教授，见面后直接一刀带走。紧接着第4个，她又约见了一名刚上初中的稚嫩男孩，又是一刀毙命。转身继续约见第5个曾经与她欢爱过的情人，然后一刀抬走，利落离去。她宛如索命的恶鬼，不断的约见情人，然后挥刀杀人，继续约见下一个情人，如此不断循环。与此同时，陆晨和9月双华刚刚抵达云顶天宫的别墅区，陆晨和9月双华的手机便同时显示了一道信息，是杜芊芊发来的紧急消息：云顶天宫别墅区附近突然爆发一场连环杀人案，死者身上全都沾染着诡异可怕的黑暗气息，一定是痛苦女王又在作乱。死的人越多，黑暗精神病毒就越强盛，黑暗精神病毒马上就要在全市集体爆发了，到时候全市人民，甚至是全省人民，更甚至全国人民都要被黑暗病毒所杀死。穆天尊、9月双华、洛水市军方恳请你们立即行动，一定要阻止这场巨大的危机，揪出这场连环杀人案的幕后真凶。第63章，他们舍生忘死，只为家国大义。好，我们接受这次任务。陆晨和9月双华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回应道。这座城市里生活着很多让陆晨在乎的人，9月双华、杜芊芊、二舅、昔日的班主任，是这些人让从小缺爱孤独的陆晨感受到了爱和亲情。也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让陆晨感觉自己努力变强是有意义的。随着现实与游戏不断融合，地球将会变得越来危险，
甚至可能沦为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末世。陆晨要努力变得更强，他想用生命去守护那些值得他去守护的人。他要让落水市的万家灯火永亮不息，他的愿望是世界和平。与此同时，落水市殡仪馆前，一个身材瘦弱的女生扛着一个比她体型大几十倍的麻袋走进了殡仪馆。这女生正是戴上挚爱钻戒的倩倩。殡仪馆接待员礼貌地走上前去，拦住了她：“小姐，如果没有预约，殡仪馆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倩倩盯着接待员，眼神异常平静：“我要预约火化。我深爱的那个男人认为我对他不够忠诚，所以我要向我的挚爱宋航证明我有多么忠诚于他，痴情于他。有些不该继续存在这个世界的故人，他们应该永远的灰飞烟灭。”接待员绞尽脑汁也没能理解倩倩话里的意思，只好说道：“小姐，请问您要为谁预约火化呢？”倩倩轻描淡写的将扛在身上的麻袋卸了下来。这个麻袋宛如一座山丘般庞大，里面隐隐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倩倩轻轻一用力，直接将整个麻袋里所有东西全部都搂了出来。啊！可接下来的这一幕却让接待员瞪大眼珠，脸上尽是恐惧和惊骇之色，吓得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摔倒在了墙角。就连其他工作人员和办理家属火化的陌生人们，全都被接待员的惊恐无比的尖叫声吸引了过来。可当他们看到倩倩麻袋里抖搂出来的一大堆东西后，全都吓得站都站不稳了，更是有不少人当场吓尿了裤子。因为倩倩从巨大麻袋里抖搂出来的一堆东西，竟然是一堆腥臭惊悚的尸体。准确来说，这简直就是尸山血海啊！甚至这一大堆尸体拎到殡仪馆的时候，他们流淌出来的血还是热的，甚至有的尸体明明已经断气，手指还在微微动弹，大腿还在抽搐。很显然，这群尸体全都刚死不久，血还未凉透，身体还能条件反射般做出轻微的动作。你到底要干什么？接待员惊恐地盯着倩倩，嘴皮子都在哆嗦。倩倩眼神平静地盯着接待员：“请把这些人全部火化。”接待员浑身都在抽搐颤抖，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瘦弱娇小的女孩，竟然是扛着50多具尸体，闲庭信步般走进来的。就算每具尸体只有60公斤体重，这50多具尸体也有足足3000多公斤重啊！别说是世界级举重冠军了，就算是成年大象，也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啊！眼前这个女孩的表现，哪里像是人类啊，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怪物。接待员突然想起一个无比惊悚的事情：这么多刚刚死去的尸体，到底是哪里来的？难道说……接待员浑身一直在哆嗦，连说话都说不利索了。这些人都是你杀的？倩倩竟然出乎意料的承认了，一脸平静的说道：“对，刚杀的，还热乎着呢。”接待员瞬间崩溃了，眼前这个女孩已经不能用怪物来形容了，简直就是个杀人恶魔啊！接待员突然想起了新闻上刚刚报道的连环杀人案，这个看似瘦弱的女孩，竟然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啊！天啊！她杀人之后，竟然不躲避警察的通缉逮捕，还大摇大摆的来殡仪馆给受害者们进行火化。她对受害者们也太体贴入微了，她真的让我哭死！接待员已经吓得说不出半句话来，身体蜷缩在墙角里，疯狂颤抖抽搐。他就害怕万一不小心惹得女恶魔心情不悦，直接小命就 GG 了。就连围观的其他工作人员和陌生人们也全都被深深震撼住了，满脸都是惊骇之色，久久说不出半句话来。突然，一个女工作人员压低声音拨打了报警电话，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在云城区殡仪馆，请快点派武警队前来支援。可他开口的一瞬间，便被倩倩注意到了。倩倩摇了摇头，叹息道：“哎，真是麻烦，是你们逼我的。”随着挚爱戒指轻轻闪烁起一抹猩红的光泽，倩倩双眼骤然变得血红无比，她的身影宛如鬼魅，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倩倩手中的剔骨尖刀泛着噬人的寒芒，噗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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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速度极快无比，快到可肉眼根本无法捕捉的地步。倩倩每出现一个人的背后，便有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无情收割。一时之间，惨叫声接连不断响起，整个大厅内鲜血疯狂飞溅，一颗颗被切割下来的头颅疯狂翻飞。这一刻，他诠释了真正的杀戮艺术。他那行云流水的杀戮方式，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暴力美学。一场充满血腥的杀戮过后，倩倩终于停下了杀戮的脚步。只是整个殡仪馆已经变得血流成河，宛如被恶魔屠戮过的人间地狱。刚刚还人流拥挤、热闹非凡的殡仪馆，此刻竟再无一人生还。一颗颗被斩断的头颅，全都满脸惊骇地瞪大着双眼，全都死不瞑目。倩倩拍了拍脑袋，突然有些犯愁：我好笨啊，怎么把殡仪馆的人全都杀完了？他们都死了，谁来给我的前男友们进行火葬啊？我必须要向我最爱的宋航哥哥证明，
我以后心里只有他一个人。为了他，我可以让所有前男友全部从这个人世间彻底消失。倩倩歪着脑袋，正在苦思冥想解决办法。她突然看到远处厨房里有人在生火做饭，顿时眼前一亮，有办法了喽！倩倩直接纵身飞跃到那家3楼厨房上，然后直接抓爆厨师的脑袋，然后双肩扛起厨房里的2个大煤气罐，狠狠朝着殡仪馆投掷了过去。当2个大煤气罐落地的那一刻，产生无比剧烈的碰撞巨响，顿时2个大煤气罐全部炸裂开来，剧烈摩擦地面产生的短暂高温，瞬间点燃了罐子里泄露出来的煤气。砰！一时间火光四溅，火势迅猛无比，急速蔓延开来，整个殡仪馆被汹涌无比的巨大火海瞬间吞噬。突然之间，一排排的武警车迅速冲进火海弥漫的殡仪馆内，殡仪馆内传来一道临危不乱的指挥命令声音：1队火速救火，2队把还没咽气的伤者火速送进医院急诊，3队、4队、5队全力搜捕犯罪人的下落。命令下达之后，迅速得到一道道坚毅的响应声：1队收到，2队收到，3队收到。一名名身穿军装的武警战士悍不畏死地闯进了火海之中，那是火势最为迅猛的危险之地，迅速进行灭火、救人、搜寻犯罪人。武警们并非不怕死，也并非不怕痛，也并非不知道闯进火海有多么凶险。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父母，也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有的还有妻子和孩子在家里做好热腾腾的饭菜等着他们。但他们更清楚，这万家灯火总要有人来守护，他们甘愿不计生死奔赴火海，他们舍生忘死，只为家国大义。第64章，虽然我堕胎约骗，但我知道我是个好女孩。倩倩站在房顶，看着一名名武警悍不畏死的奔赴火海，竟咯咯的笑了起来。一群小傻瓜，永远都别想抓到我。不过任务已经完成了喽，是时候该向我最爱的宋航哥哥交差了。倩倩掏出手机，拨通了宋航的电话，语气卑微讨好的说道：宋航哥哥，凡是碰过我的前男友们，全都已经死光光了，求求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宋航的心早就凉得透透的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他朝思暮想的女神终于爱上他之后，却早就已经被人玩烂了。就像是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自行车，还舍不得骑呢，却发现竟是一辆早就被无数人站起来猛蹬，已经被蹬到快报废了的50多手事故车。他接受不了，只能蹲到墙角偷偷抹眼泪痛哭。宋航有些欲哭无泪：大姐，你别骗我行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之前对你的付出就当是我喂狗了，咱俩从此一拍两散就是了，谁也别再打扰谁。倩倩听到宋航拒绝了自己，顿时眼睛都红了，她难受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满脸沾满泪水，哭得梨花带雨。航，求求你接受我吧，求求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虽然我之前堕过胎、约过屁、染过疫，但我知道我是个好女孩啊。实在不行，你给我一次，让我做一次你的女人，一次就好。宋航感觉自己快被倩倩折磨疯了，他没想到倩倩会如此死皮赖脸的缠着他。宋航一脸不耐烦的说道：好好好，你是好女孩，你没问题，都是我的问题，行了吧？我其实是个阳痿，我不举，我给不了你想要的快乐，求求你放过我吧。宋航真的快崩溃了，他为了摆脱倩倩的纠缠，甚至编出了一个让任何男人都觉得无比耻辱的谎言。他都这么作践自己了，倩倩总该放过他了吧？可倩倩竟然眼前一亮，阳痿是可以治的啊，不举也是可以治的啊，我有陪你一起治好阳痿和不举的决心。宋航彻底无语了，直接将电话挂断了。倩倩却直接奔赴中医馆而去，一名老中医正坐在屋里。倩倩快步走了上去，直接问道：老爷爷，我想替我的朋友问问，怎么治疗阳痿和不举？老中医笑呵呵地说道：有句老话叫吃啥补啥。倩倩顿时眼神闪过一道金光，那就是吃肾补肾了。可牛肾阳肾就算再好，也比不上人肾。倩倩眼睛里闪烁着寒光，朝着老中医步步逼近。老中医被他盯得有些浑身发毛，心里更是有点发慌。你要干什么？倩倩拔出剔骨尖刀，咯咯娇笑道：你是你说的吃啥补啥吗？为了我心爱的男人，借你的肾一用。老中医瞬间被吓得汗毛竖立，一道寒芒划过，老中医瞬间毙命。倩倩将他的肾脏从身体里挖了出来，却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嫌弃地说道：年纪这么老，肾都已经萎缩了，还是找点年轻的肾给宋航哥哥炖汤喝。倩倩走出中医馆，环顾街上的路过行人，却发现路上的男生全都一副撸多了的肾虚相，这么虚的肾，就算熬汤恐怕也不够滋补。倩倩歪着脑袋，突然想到什么，为什么要让宋航哥哥吃别人的腰子呢？我自己就有2颗腰子啊，如果连自己的腰子都不愿意熬汤给宋航哥哥补身体，又怎么好意思说爱他呢？倩倩掏出剔骨尖刀，朝着自己身体右腰一划，
顿时一颗鲜活的腰子被他从自己体内挖了出来。倩倩又觉得一个腰子显得有点诚意不够，她又对着自己左侧腰部猛然一划，又一颗腰子被她从自己体内挖了出来，刚好凑成一对，象征着我和宋航哥哥一生一世。嘻嘻，倩倩如获珍宝般捧着自己的2颗腰子走进中医馆的熬药间。10分钟后，倩倩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腰子汤，一脸欢欣地跑到了宋航家。敲开门后，倩倩露出一脸恐怖的笑容：“宋航哥哥，我把我的腰子挖了出来，给你补肾吃，2颗都给你了哦。”宋航突然注意到倩倩腰部2道狰狞无比的巨大伤口，正在不断滴答滴答地淌着鲜血，就连他路过的楼梯上，到处都是他腰间疯狂喷溢出来的鲜血。倩倩那扭曲疯狂的诡异笑容，更是显得惊悚无比。宋航瞬间眼神惊恐无比，浑身汗流浃背，救命啊！第65章，为了你，我愿毁灭这个世界，创造一个只有你的世界。倩倩舔舐着唇角的鲜血，眼神贪婪地朝着宋航扑了过去。宋航瞬间被吓得双腿发软，连忙退回屋内。他反手将倩倩锁在门外。好险啊，他一定是疯了。宋航躲在门后，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他庆幸自己没有放倩倩进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可正当宋航感到无比庆幸时，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惊骇万分，内心更是恐惧到了极点。砰！他隔着猫眼竟然看见倩倩用手在硬掰他家的防盗门，那无比坚固的钢制防盗门在倩倩面前竟然脆得像纸一般。他仅仅轻轻一掰，那金刚锻造的防盗门便瞬间被倩倩的撕开一道巨大的缝隙。倩倩顺着缝隙爬着钻进屋内，眼神无比贪婪地盯着宋航，舔舐着猩红的唇角：“宝贝，我们又见面了，再给你一次重新回答我的机会，你到底爱不爱我？”倩倩脸上露出扭曲的狞笑，直接扑到了宋航的身上，锋利的指甲轻轻抵在宋航脖颈大动脉上，像是示爱，但更像是胁迫。宋航顿时慌了，眼神满是骇然与恐惧，顿时吓得汗流浃背，不觉间裤子竟然湿了一大片，颤颤巍巍道：“我爱你。”倩倩顿时笑得无比癫狂，笑得花枝乱颤：“宝贝，我也爱你啊，让我们融为一体吧。”倩倩突然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宋航吞进了肚里，无比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甜美的笑容：“亲爱的，你终于可以和我永远在一起了。”下一刻，倩倩眼神里突然露出一抹歇斯底里的疯狂笑容：“这个世界让我感到很失望。好，为了你，我愿毁灭这个世界，创造一个只有你的世界。”倩倩任由宋航在她的肚子里疯狂挣扎，嘴角始终洋溢着笑容。她纵身一跃，跳到了楼顶，俯视着街道上拥挤的人群，如蝼蚁般卑微渺小。倩倩抬起无名指，那颗猩红妖异的挚爱戒指此刻迸发出夺目耀眼的血红色妖芒。骤然之间，整个天空顿时变成了无边无尽的血色，就连天空之中高悬的那颗太阳竟也都变成了深红的血色。周围突然刮起血腥浓郁的腥风，就连天空降下的雨滴也变成了嫣红的血滴。诡异，实在太诡异了。此刻宛如末世降临，所有人都置身于血腥地狱之中。很快便有人感觉到了不对劲，有人呼吸着血腥刺鼻的腥风，表情突然变得扭曲狰狞，身体开始抽搐起来。有人被深红色的血滴落在身上，肉身都在疯狂腐烂，甚至腐烂到白骨都裸露出体外。更有人仅仅只是抬头望了一眼天空的血日，便如行尸走肉一般，开始疯狂游荡在大街上，见人就咬，被咬的人也沦为了失去意识的行尸走肉。乱了，彻底乱套了。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行尸走肉，甚至集体暴毙。几乎是天空发生异变的一瞬间，杜芊芊便迅速赶往指挥室，脸色无比凝重地看向父亲杜将军。天哪！血日当空，丧尸感染，腥风血雨，末世要来临了吗？该死的痛苦女王，一定又是她在暗中布局谋划。杜将军目光死死盯着监控屏幕，突然捕捉到了楼顶上的倩倩正举着一枚诡异无比的血红色戒指，似乎是在进行献祭。连环杀人案、殡仪馆爆炸案，还有这一次的末日事件，这个行踪诡异的女孩全都在现场。她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会爆发诡异事件。召集所有武警，立刻动身，不惜一切代价击毙这个楼顶上的女孩。杜将军的命令刚一发布，无数特种武警便火速包围了倩倩所在的整个楼房。30名身经百战的狙击手，全部手持号称大炮的巴雷特 M821狙击步枪，潜伏在了倩倩附近所有楼房的各个角落。所有狙击手已全部就位，立即火力覆盖，击毙楼顶的红衣女孩。随着暗号一响，轰轰轰轰轰，一发发蕴含着恐怖力量的 7.62 毫米子弹从四面八方全方位火力覆盖，如狂风暴雨般
疯狂朝着楼顶上倩倩瘦弱的身影爆射而去。可倩倩就是无比平静的在那里站着，嘴里甚至还发出了咯咯咯的诡异笑声。子弹，玩具而已。倩倩一边娇笑着，一边张开血盆大口，一滴滴刺鼻腥臭的鲜血从她口中喷了出来。所有射来的 7.62 毫米狙击子弹竟然全都被她喷出的鲜血包裹，将子弹融为了血色。下一刻，发生了让所有亲眼目睹之人都无比骇然的一幕：所有被染红的子弹竟然全都在天空中划过一个华丽的弧度，然后回敬给所有射出子弹的狙击手。砰砰砰砰砰！哪怕是身经百战的狙击手，也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手段啊！一发发染成血红色的子弹正中所有狙击手的眉心。下一刻，狙击手全都变得双眼赤红，纷纷从万丈高楼上跳了下去，嘴里发出诡异的哭泣声。这一幕不仅让特种武警们都深深震惊了，就连远在指挥室里盯着监控的杜将军和杜芊芊也满脸都尽是难以置信之色。这些狙击手都是即将退役的老兵啊，他们都已经办理好了退休手续，本该回老家安享晚年，却因为突然爆发丧尸危机，这群老兵临时请命，自愿承担起了狙击手的重担。却没想到他们退役前的最后一战，竟然全都坠楼身亡，沦为了为国捐躯的最后绝响和余晖。杜将军眼神冷冽，雷厉风行地命令道：“50架歼16战斗机全部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全体瞄准楼顶那个红衣女孩，给她轰成肉泥！”杜将军一声令下，骤然之间，密密麻麻的最新式战斗飞机带着尖锐刺耳的呼啸风声，全都从远处的天边飞掠而至。1号机已就位，2号机已就位，3号机已就位，所有市民驱散完毕，立即执行毁灭计划。成群的高精尖战斗机如漫天蝗虫般密布在倩倩的头顶，一发发蕴含着极高浓度烈性炸药的漆黑导弹全部瞄准锁定倩倩，疯狂急掠而至。轰轰轰轰轰！第66章，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不曾见过光明。倩倩似乎也感受到了歼16导弹的恐怖威慑力，她身影轻盈一跃，从楼顶跳跃到另一个楼顶，然后跳向第3个楼顶。倩倩那恐怖的弹跳力竟能支撑她在相隔几十米远的楼顶之间不断弹跳，以无比诡异的速度飞速撤离。但让她没想到的是，歼16导弹自带追踪功能，不管倩倩怎么逃跑，歼16导弹群都始终精准无比地追在她的身后，不断朝她逼近。可倩倩却是朝着居民最为密集的市中心方向飞掠而去。不行，不能让歼16导弹群在市中心爆炸。那附近居住着8000多名市民，就算他再该死，也不能让8000多名无辜市民同他一起陪葬啊！杜芊芊死死盯着监控画面，顿时脸色无比焦急。杜将军眼神却无比决绝，没有其他办法了。他非常狡猾，是故意往人多地方钻的，就在赌我们不敢在市中心引爆导弹。血日和腥风血雨覆盖的范围正在疯狂扩张，如果再不将它迅速灭杀，会有几千万人死亡或沦为丧尸。一向性格刚毅的杜将军却在此时眼眶含泪，脸上满是愧疚之色。他无比清楚，这8000多名无辜市民一旦殉葬之后，将会导致几千个无辜的幸福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他宁愿背负骂名，也必须为数千万名市民的安危负责。漫天的腥风血雨和血日余晖马上就要彻底扩散开来，不仅仅是洛水市将沦为无人生还的末世，就连邻近的几个城市也同样在劫难逃。杜将军重重叹息一声，朝导弹爆炸按钮按了下去。这一按，8000多名市民将陪同红衣女孩一起陪葬。等等，父亲，先别按，8000多名市民不用死了。杜芊芊突然眼含热泪，激动无比地叫道。杜将军骤然抬头看向监控画面，只见一名背后绽开着烈焰翅膀的少年骤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红衣女孩的背后，他一把掐住红衣女孩的脖子，引领着歼17导弹群朝着人工湖泊的方向飞掠而去。杜芊芊顿时眼神充满了激动，指向挥舞着烈焰翅膀的少年说道：“是穆天尊，绝对是他！他要将红衣女孩带到人工湖泊里去，让歼17导弹在人工湖泊里对目标进行毁灭打击。这样损失的仅仅只是一个人工湖泊，却可以保全8000多人的性命。他真是太帅了，这一次又救了8000多人的性命啊！”杜芊芊对陆晨越发崇拜，眼神里透露着一丝爱意的情愫。杜将军却摇了摇头，重重叹息道：“你想的太单纯了，穆天尊远远比你想象的要伟大得多。他是要用自己的命去换8000多市民的命啊！”杜芊芊顿时疑惑了：“啊？为什么啊？”杜将军神情沉重地说道：“穆天尊正在朝我们招手，示意我们直接引爆导弹，将他和红衣女孩同时毁灭。他如果抛下红衣女孩去躲避导弹群，红衣女孩必然也会立即逃走。想要杀死红衣女孩，就必须付出一些人的生命为代价。
他这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换取8000多名市民的生命啊！我说句发自内心的话，洛水市可以没有这8000多市民，但绝对不能没有他穆天尊啊！随着灾难不断爆发，像他这样的超级强者实在太珍贵了，他不该这么做啊！杜芊芊更是满眼含泪，哭得泣不成声。不，我不想让他死。杜将军更是感到痛心疾首。这时，陆晨却对着监控大声吼道：“杜将军，你快他娘的快开炮啊！我快控制不住他了。”杜将军眼神心情格外难受，但腥风血雨和血日正在疯狂扩散，每拖1秒就有数万人殒命，不能再拖了。杜将军咬紧牙关，猛然按下了引爆导弹群的按钮。随着按钮按下，足足50发霹雳导弹如狂风骤雨般朝着陆晨和红衣女孩的位置开始进行无差别毁灭打击，疯狂进行轰炸。砰砰砰砰砰！瞬间，整个人工湖泊被炸得翻腾起万丈浪涌。那震耳欲聋的导弹爆裂声，让人耳膜撕裂般刺痛，甚至灵魂都在疯狂震颤。恐怖，大恐怖！整个湖泊的湖水顷刻间被全部蒸发，那已经干枯的人工湖泊竟然被炸出了一个漆黑无比的万丈深坑。一切结束了吗？穆天尊，他是不是也？杜芊芊眼睛死死盯着深坑位置，深坑内除了冒出缕缕黑烟之外，再无一丝气息。他绝望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眼泪滴答滴答，止不住的直往下流。穆天尊，你怎么这么傻啊？我本以为的世界早已一片黑暗，是你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思念，什么是魂牵梦绕的想念一个人。你带着英雄和烈士的名义离去了，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杜芊芊这时突然明白了那句话的意义。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不曾见过光明，她经历过一段无比黑暗的婚姻，彻底击碎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在遇到陆晨之前，她时常活在黑暗和压抑之中，直到陆晨的出现，才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动力和追寻爱的勇气。可如今，她的梦彻底碎了。杜芊芊埋着头，眼泪滴答滴答地落在地板上，她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将自己蜷缩在墙角里，任由杜将军怎么喊她，她都无动于衷。没了，一切都没了。我已经不知道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哀大莫过于心死。杜将军叹息一声，他很清楚自己女儿的性格，劝都是没用的。突然传来飞行员的呼叫声：“紧急报告！紧急报告！”深坑里发现了一道身影，有人还活着。杜将军猛然抬起头，急切地大声问道：“是谁？活着的是穆天尊，还是红衣女孩？”杜芊芊娇躯骤然一震，刚刚暗淡的眼神里重新唤起了一丝希望的光彩。第67章，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巨大的深坑内，烟尘滚滚，浓雾缭绕，一道隐约模糊的身影从人工湖泊的深坑内爬了出来。不仅仅是监控室内的杜将军和杜芊芊，还有在香场的8000多名武装特警，所有人心情全都无比紧张，深深地捏着一把冷汗。所有人目光全都聚集，死死盯着深坑内那道模糊的身影。他们都想努力看清楚，从导弹群毁灭打击之下活下来的到底是陆晨，还是红衣女孩？上天保佑，活着的一定要是穆天尊啊！是啊，穆天尊可是英雄啊，他绝不会被区区的红衣女孩打败的。红衣女孩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他必死无疑。武装特警们全都朝着深坑靠拢，纷纷议论着。杜将军站在监控室前，更是不断将监控画面进行放大，想要努力看清烟尘里的身影到底是谁。就连一向沉稳果决的杜将军，此刻心情也无比紧张地悬着。杜芊芊更是直接跪在地上，浑身发颤地祈祷着。她俏脸上早就哭成了泪人，一双杏目死死盯着监控屏幕，期盼着陆晨能安然活下来。只要陆晨能活下来，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她都心甘情愿。此刻，附近的无数市民竟然纷纷走出了家门，朝着深坑的位置聚拢了过来。他们眼神里透露着感激，透露着崇拜，但更多的是敬重。市民们纷纷议论着：“我们刚刚躲在家里，其实一直在关注着这里的情况。军队为了对付红衣少女，不惜动用了战机导弹，可红衣少女却故意将导弹往我们这边引。是啊，眼看着导弹就要在我们附近引爆，我和妻子女儿全都内心绝望无比。我们紧紧抱在一起，那一刻真的只能闭着眼睛等死。没想到就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穆天尊竟然出手了，直接力挽狂澜，将红衣少女强行带到了了无人烟的人工湖泊附近。我们都感到无比庆幸，又对穆天尊充满了感激和敬重。但我们没想到的是，穆天尊拯救我们的代价竟然是选择献祭他自己。唉，穆天尊英雄救了我们，却毅然决然地带着红衣少女同归于尽。不，穆天尊一定不会死的，他一定还活着。没错，该死的一定是红衣女孩，死的一定是她。
市民们早已热泪盈眶，哪怕明知深坑内可能存在巨大危险，也仍要第一时间赶往深坑，因为那是穆天尊为了拯救他们，甘愿赴死的地方。武警们纷纷疏散着不断靠近深坑的市民，劝导着大家的心情，我们警方都可以理解，但深坑里面活着的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危，请大家先撤离这里。可仍有武装武警们多么苦口婆心的劝导，却没有任何市民愿意撤退离开，全都心甘情愿地朝着深坑方向汇聚。穆天尊都愿意为我们赴死，我们又怕什么？我们愿意为穆天尊冒这个险。如果穆天尊还活着，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向他施以援手，看看能帮他做点什么。对啊，就算为救穆天尊死在这里，我们也认了。反正我们这条命也是穆天尊救下来的。此刻，杜芊芊和杜将军，还有市民们和武警们的心情全都高高悬着，眼神更是充满了紧张。一名市民突然大声惊呼道：“快看，那个活着的人已经走出来了！”此话一落，所有人都凝目远望，纷纷无比关切地盯着深坑里走出来的那道人影。烟尘浓雾逐渐散尽，一道清瘦的身影满身是血的走了出来，而那竟是一道鲜红妖异的少女身影。活着走出来的竟然是红衣少女，而不是陆晨。此刻周围所有市民全都骇然无比，无法相信这个残酷的现实。不可能，这不可能！活下来的怎么会是那个女恶魔啊？她活下来了，那穆天尊英雄岂不是牺牲了？苍天啊，你有眼无珠啊！你为什么带走了穆天尊英雄，却让这个女恶魔活了下来啊？完了，彻底完了！连歼16战机导弹都无法杀死这个女恶魔，那还有什么能制裁得了她？一时之间，所有市民全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眼神满是骇然和苦涩。特种武警们赶紧驱散周围的市民，他们很清楚，红衣少女一旦活下来了，必将引发一场更大的灾难。指挥室内，杜将军心情变得沉重无比，重重的叹息一声。即便动用了所有歼16战斗机的导弹轰炸，也没能将红衣少女杀死，甚至还赔上了穆天尊的性命，让杜将军内心生出了一股深深的愧疚和无力感。杜芊芊更是彻底傻眼了，她呆呆地站在原地，闭上眼睛，一滴滴眼泪连成珠串顺着她的脸颊滑落。先是深坑里走出来的人影给了她一丝希望，却没想到走出来的竟是红衣少女，让她彻底绝望了。没了，一切都没了，她没了，这个城市也彻底没了。杜芊芊垂丧着头，眼神里再无一丝光亮，神情一片黯然。而此时，浑身沐浴着鲜血的倩倩满脸都是残忍的狞笑，她犹如虎入狼群一般，疯狂地冲入了人群。劫！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倩倩挥动尖锐的利爪，犹如挥舞镰刀，疯狂收割人命的死神。所过之处，无数市民带着满脸骇然和惊恐的神色，被瞬间洞穿了身体。噗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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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犹如进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屠戮着一条条无辜的人命。这群人都是为了营救陆晨而来，却被倩倩毫无人性的疯狂杀戮着。而就在此刻，一道厉喝之声骤然响彻天穹：“该死的女恶魔，你今日必须得死！”第68章，这一剑蕴含了我30年寿命，就问你挡不挡得住？远处突然响起的厉喝之声，让杜将军和杜芊芊，还有市民们和武警们全都齐刷刷地望了过去。难道是他？难道他还活着？杜芊芊抬起头望向了监控画面，盯着远处飞掠而来的那道身影。就连红衣少女也顿时停住了杀戮，目光冷冷地盯着猛袭而至的杀意。不对，不是穆天尊，那是一道英姿飒美的女人身影，悍然踏剑杀来。她那凌厉到极致的剑意，宛如要将整个天地劈开。她是9月双华。刚刚她和陆晨分开行动，陆晨却先他一步找到了这红衣少女的下落。但等他好不容易抵达到这里时，却打听到陆晨为了营救8000多名市民，竟然选择和红衣少女同归于尽了。9月双华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如遭五雷轰顶。他不敢相信天资纵横的陆晨竟然会死在这里，他更无法割舍内心对陆晨深深的依赖情绪。直到听说陆晨身亡的那一刻，9月双华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早已离不开那个性格清冷却心怀大义的少年。而此时，那个陆晨宁愿同归于尽也要杀死红衣少女，竟然从歼灭导弹轰炸之中活了下来，这让9月双华如何能不愤怒？妖女，今日你必须为陆晨弟弟陪葬！9月双华那冷冽如刀的眸子迸发出浓烈到极致的杀戮剑意，他以献祭自身寿命为代价，毫不犹豫地斩出了远超他自身实力的一剑。这一剑不为别的，只为给陆晨报仇雪恨。天穹之上，
一道道九霄玄雷骤然劈了下来，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足足连续9道九霄玄雷疯狂倾泻下来，汇聚成9道夺目耀眼的庞大雷柱。哗！那宛若青天的紫白色雷柱，庞大到遮天蔽日，绚烂无比，竟然最终全都汇聚在了九月双华手中的3尺长剑之上。九月双华以燃烧自身寿命引来的9道九霄神雷所蕴含的浩瀚能量，这一刻竟然全都附着在了他的长剑之中。九月双华眼神毫无感情，挥动雷电环绕的长剑，悍然挥出这一剑。这一剑将九霄神雷蕴含的所有能量全都倾泻而出，怒斩到红衣少女的身上。妖女，这一剑蕴含了我30年寿命，就问你挡不挡得住？红衣少女顿时瞪大双眼，眼神更是骇然无比。她拼了命的想逃，想避开九月双华这不惜损耗寿命的禁忌一剑之威，但这一剑实在太快了，携着撕裂虚空的刺耳嘶鸣声，狠狠斩在了红衣少女的脖颈之上。咔嚓！一股嫣红妖异的鲜血如泉涌般从红衣少女的脖颈之中喷涌而出，红衣少女的头颅和身体被轰然切割开来，顿时头颅翻飞，鲜血飞溅。红衣少女的脸上带着骇然和不甘之色，随着脑袋已经轰然坠地。她的脑袋哪怕已经落地，竟然也拼命的想要朝着她的身体方向翻滚过去。必须用你的鲜血祭奠陆晨弟弟的在天之灵。九月双华眸子里蕴含着浓烈到极致的恨意，又岂会任由他重新接上头颅复活？他悍然又是一剑狠狠斩下，月白色的剑芒瞬间便将红衣少女的头颅吞没，瞬间便将红衣少女的头颅斩成灰烬，化为虚无。终于结束了。九月双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满脸都是虚脱和憔悴，甚至连眼皮都有些撑不住了，意识恍惚地瘫倒在了地上。为了挥出刚才那一剑，他耗尽了所有力气，更耗掉了30年寿命。九月双华再也撑不住了，只想大睡一场，更想用沉睡来掩盖内心对陆晨死亡的深深悲痛。可突然之间，一道阴厉狰狞的笑声突然响彻了起来：结，蠢女人，你以为你能杀死我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审判我，更没有人能够杀死我。九月双华眼神惊颤，努力撑起疲惫不堪的眼皮，朝红衣少女死去的方向望了过去。他却骇然发现，那具失去脑袋的无头身体竟然在一脸嘲讽嚣张地摇摆着身体，发出得意的笑声。这怎么可能？脑袋都被斩成灰烬了，怎么还能活着？九月双华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这具无头尸体的笑声顿时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癫狂得意。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谁告诉你我只有一颗脑袋的？爱情可以赋予我永生不死的力量。无头尸体突然身体开始剧烈颤抖扭曲，然后空空荡荡的脖颈被斩断之处竟然重新钻出了一个新的脑袋。但让所有人都骇然无比的是，这颗新的脑袋竟然不是倩倩的脑袋，而是一个男孩的脑袋。杜将军死死盯着重新长出男孩脑袋的诡异身体，他的脸色更是凝重到了极点。为了击杀这个红衣少女，先是穆天尊阵亡牺牲，紧接着九月双华竟然也身负重伤，陷入濒死状态。红衣少女终于被斩去了头颅，却竟然变成了另一个红衣男孩。他是红衣少女热恋的那个男生。红衣少女竟然将他吃掉之后，让他融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杜将军顿时冷静下来，进行着战局分析。可接下来这一幕更是让所有人都彻底震撼住了。红衣男孩竟然开始疯狂地吞吃周围死去市民的尸体，大快朵颐地疯狂吞咽着一块块鲜红的血肉，然后他的身体竟然开始疯狂扭曲变异，一根根新的手臂竟然不断从他的身体各处长了出来。他浑身的手臂越长越多，浑身沐浴着鲜血，浑身长着无数只手臂，成为一头不折不扣的千手厉鬼。红衣男孩仍旧疯狂地吞吃着尸体，实力也在不断变强。他仅仅只是往前踏出一步，竟然周围大地都在疯狂震颤，地面上不断崩裂出蛛网般的裂痕。我们低估他了，他已经进化成了千手厉鬼，实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得多。红衣女孩之前无比疯狂地追求他，甚至临死前将身体都奉献给了他。他的目的恐怕就是将他孕育成千手厉鬼。这头千手厉鬼实力比刚刚的红衣女孩实力至少强10倍，乃至100倍。杜将军此言一出，所有特种武警脸上全都骇然无比。红衣女孩的实力已经如此可怕了，千手厉鬼竟然比红衣女孩还要更加强大100倍，那岂不是彻底完了？骤然就在此时，千手厉鬼狞笑一声，猛然踩踏地面，嘣！周围大地宛如超级大地震一般，瞬间楼房尽数坍塌，无数居民疯狂四处逃窜，就连周围的无数特种武警也全都被尽数震得倒飞出几10米远。所有人都充斥着深深的绝望。
充斥着极其浓烈的恐惧。就连9月双华都无比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心情苦涩地等待着死亡来临。而恰恰此时，一只手竟然悄无声息地扼住了千手厉鬼的脖子，那冷冽如刀般的沙哑声音突然响起：“你真以为我死了吗？我就等你暴露真身呢！可怜的千手厉鬼！”陆晨死死掐住千手厉鬼的最脆弱的命门，声音充斥着淡漠。千手厉鬼顿时庞大的身躯竟然在瑟瑟发抖。第69章，穆天尊是真正的英雄啊！我们的英雄竟然还活着！千手厉鬼不禁怎么拼尽全力的愤怒挣扎，却始终挣脱不开陆晨的束缚。陆晨的大手仿佛死神的铁钳，死死地扼住千手厉鬼的喉咙。其实在导弹爆炸的那一刻，陆晨就已经通过瞬移能力躲避到了安全地点。他刚刚一直没出手，就是因为早就预料到了倩倩体内一定藏着一只可怕的鬼物。果然不出陆晨所料，这只千手厉鬼就是潜伏在他体内的鬼物。哪怕这只千手厉鬼终于现身之后，陆晨也仍旧在藏匿在暗处。他宛如经验丰富的猎人，等待猎物最放松的时候，直接找准猎物的弱点，给予一击必杀。而刚刚终于让陆晨等到了千手厉鬼最松懈大意的时候。陆晨骤然挥动赤炎圣翼，疯狂斩击在千手厉鬼的脊背之上。砰砰砰砰砰！千手厉鬼浑身被赤焰圣翼抽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千手厉鬼却突然露出一抹扭曲疯狂的狞笑：“你杀不死的，你是不可能杀死我的，哪怕我的身体只剩一滴鲜血，我也仍旧能复活过来。”陆晨却不以为然，冷笑道：“是吗？你猜我会不会信你的鬼话？”陆晨骤然伸出大手，竟然直接伸进了千手厉鬼的胸腔之中，然后一阵翻腾搅动，竟然掏出一颗血淋淋的心脏。陆晨狠狠一用力，将千手厉鬼的心脏直接捏碎，竟然爆出了一颗血红色的鬼丹。终于被我找到了，这颗鬼丹就是你无限复活的依仗吧？你鬼丹都被我掏没了，你还怎么复活？千手厉鬼却满脸不在乎的嘲讽道：“你就算拿走了我这颗鬼丹，又能如何？这枚鬼丹比你们地球上最坚固的物质还要更坚固10000倍，只要我想，随时都能复活过来。”陆晨却笑了：“是吗？那你复活给我看看。”陆晨竟然直接将这只千手厉鬼的鬼丹扔进了超级合成器内，然后又将宠物及冰地铠鬼也放入了超级合成器内，将及冰地铠龟、宠物、秘银级和千手厉鬼、鬼丹品级未知，需消耗2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1672天，竟然这么贵！陆晨顿时有些惊住了。不过往往消耗的寿命越多，合成出来的新宠物也就越加强大。陆晨眼神一凝，没有丝毫犹豫，果断进行合成。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超级合成器内竟然迸发出一股无比玄妙的强大神力。千手厉鬼的鬼丹化作一道血红色的光芒，及冰地铠龟化作一道幽蓝色的光芒，一红一蓝两道光芒彼此交织融合，竟然汇聚成了一股暗黑色的妖异光芒。骤然之间，竟有一道系统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由于极冰地铠龟和千手厉鬼的鬼丹都拥有自我意识，你需要做出以下选择：一、抹除极冰地铠龟的意识，保留千手厉鬼的意识，合成后的新宠物对你忠诚度为99%，暗藏祸心，是主率100%。二、抹除千手厉鬼的意识，保留极冰地铠龟的意识，合成后的新宠物对你忠诚度为99%，忠心事主，誓死永不背叛。陆晨眼睛微微一眯，果然连系统都如此明确地提醒自己了，只要千手厉鬼的意识不死，就后患无穷啊。两种选择对宠物进化后的实力有影响吗？陆晨多了个心眼，问了一嘴。有影响的。极冰地铠龟有更强大的进化欲望，希望进化出更强的实力守护主人，所以如果选择保留极冰地铠龟的意识，比保留千手厉鬼的意识进化出的新宠物品级更高一阶。陆晨顿时笑了，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直接无脑选2。随着陆晨声音落下，千手厉鬼似乎感受到了超级合成器内足以磨灭一切的无上神力，正在对他的意识进行彻底摧毁。千手厉鬼眼神露出极致的惊恐之色，满脸尽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不，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拥有神的力量？求求你不要杀我，我愿意奉您为主，做您的奴仆，终生侍候您。陆晨笑容依旧冰冷，他可不相信千手厉鬼的鬼话，这种鬼物向来不会有任何诚心可言。陆晨更不会将千手厉鬼这种随时都会背叛自己的定时炸弹留在身边。这只出生就跟着自己，忠心护主的小龟龟，绝对比千手厉鬼可靠得多。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宠物——爆裂暗铠龟，钻石级。陆晨瞬间眼神掠过一抹惊喜之色。小鬼龟这次进化，
竟然直接连升3阶，从秘银级直接跨越了黄金、铂金、翡翠3个级别，突破到了钻石级。如此恐怖的宠物品阶提升速度，恐怕也就只有超级合成器能做到了。爆裂暗铠龟品阶钻石级等级，8法术攻击力，1200防御力，10000生命值，32000技能1，反伤刺甲，将受到伤害的100%返还给敌人。技能2，爆裂暗刺，发射出大量的暗刺，每道暗刺对敌人造成1000点伤害，并且眩晕敌人2秒。爆裂暗铠龟的实力竟然蜕变得如此惊人，原本1000的防御力竟然直接翻了10倍，飙升到了足足10000防御力，就连法术攻击力和血量也更是翻了几十倍。最为关键的是，原来的极冰地铠龟只能依靠挨打返还伤害，在拥有了新技能爆裂暗刺之后，爆裂暗铠龟不仅拥有了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甚至还附带2秒眩晕的强大控制能力。爆裂暗铠龟的这一波进化绝对是翻天覆地的超级蜕变。而此时周围所有武警和市民全都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眼神里全都带着无比浓烈的震撼、崇拜、敬重，还有更多的是所有人发自内心的无比感激。英雄，穆天尊是真正的英雄啊！真是没想到我们的英雄竟然还活着。是啊，穆天尊不仅没死，甚至还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站了出来，力挽狂澜，拯救了千万人的性命啊！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穆天尊真是国士无双的大英雄啊！是啊，如果没有穆天尊，我们根本不可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他才是我心中的救世主啊！甚至很多未婚少女悄然向陆晨投来花痴般爱意的目光，满眼都是崇拜的小星星。天啊，穆天尊真是太帅了，他简直完美符合我心中的男生形象。我一直都挺喜欢穆天尊的，他刚刚镇杀千手厉鬼的一幕真的超帅，要是能嫁给他，就算天天被他打针，我都觉得超级幸福。姐妹，大白天的你咋就开始做梦了？穆天尊和9月双华才是我最磕的一对好吗？有9月双华姐姐在，你们这群莺莺燕燕都得靠边站。是啊，他俩真是太般配了，穆天尊帅的同时还强得过分，9月双华姐姐更是又飒又美，风华绝代。我同意这门亲事。一时间，无数爱好磕 CP 的女生们竟将目光齐齐地投在了陆晨和9月双华的身上。这时9月双华偷偷瞟了陆晨一眼，脸颊早已一片霞红。第70章，让你当僚机，你却近水楼台先得月。9月双华刚刚燃烧寿命，使用了禁术，身体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本来他再也撑不下去，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到来。就在他最绝望无助的时候，却喜极而泣地发现陆晨不仅没死，甚至还在绝境之中站了出来。他的出现直接让整个战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相当于打游戏14个队友全嘎了，5个敌人正准备推水晶，打野却突然秒切复活甲站了起来，豪取5杀，还反手推了对面水晶的那种感觉，那种绝境翻盘的激动和喜悦，绝对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陆晨弟弟，有你的感觉真好。9月双华喃喃自语的轻声说完，便彻底体力不支，直接失去意识，昏迷了过去。陆晨见到9月双华如此憔悴，已然累到瘫软昏迷，心中顿时有一丝心疼。双姐，他快步走了过去，将昏迷倒地的9月双华抱了起来，然后轻声呢喃道：“一切都结束了，我带你回家。”陆晨轻轻拍着9月双华的后背，眼底竟无意间流露出一抹男人独有的温柔。当着无数市民和特种武警的面，抱着9月双华离开回家。一名特种武警的长官却在这时突然走到了陆晨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穆天尊先生，你暂时还不能走，请麻烦您随我回军事基地一趟，有些事情需要向你进行了解。没有等陆晨开口，远在监控指挥室的杜将军却语气斥责的命令道：“你他娘的狗犊子，谁允许你这么跟穆天尊说话了？穆天尊是我们上级特封的少尉军衔，给我放尊重点。”武警长官却被杜将军对得有些不服气，说道：“我还是中尉军衔呢。”将穆天尊带回军事基地了解战事过程，完全符合军纪要求。他当时明明没死，却突然悄悄撤离了战场。如果他早点站出来，我们损失的可能会更小。杜将军顿时怒了：“你狗屁的中尉！从现在开始，你的上尉军衔被我撸了，重新从大头兵开始干起。要是不服气，你可以直接卷铺盖滚蛋。我告诉你，强者理应受到尊重和优待，而不是被你这样心胸狭隘的苛责。”武警长官咬牙切齿说道：“杜将军，你虽然是我的直属上司，但你别忘了，我父亲是军部总纪委，论级别比你还高半级。我父亲让我来这里是为了历练我，而不是受你的鸟气。我只认一句话，军法大于天。你不按规章办事，强行直接让他们离开，回去我必定让我父亲参你一罪。区中尉，小爷我不当也罢。杜将军，你就等着上面找你问话吧。”
武警长官冷笑一声，竟然直接将一身军服脱了下来，然后如同丢弃垃圾一般，随手扔在地上，撒手就要离开。杜将军眼神一寒，当场向其他特种武警命令道：“随手丢弃军装，便是侮辱军人这个职业，给我拿下他，将他带入审讯室。他父亲若是敢来问罪，一切责任我来承担。”是。其他武警立刻响应命令，直接将这名武警长官押进警车。杜青山，你这狗娘养的，快放开我！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武警长官被强行戴上手铐，愤怒地叫嚣道。杜将军隔着监控屏幕，一脸歉意地看向陆晨。穆天尊，是我老杜对不起你，是我管教下属不严，让你见笑了。你放心，这次你为咱们洛水市又立下一次大功，我会向政府总部为你请功，一定要为你争取到一笔丰厚的国家奖励。陆晨轻轻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件事不怪杜将军，甚至杜将军还因为他不惜得罪了一个大人物。走，咱们先回家。陆晨抱着昏迷不醒的九月双华，直接绽开赤炎圣翼，腾空而起，飞掠回家。这一幕着实让在场的无数人都惊艳到了。好帅啊！这火红色的大翅膀，穆天尊抱着九月双华离开的那一幕，真的男友力爆棚啊！本萌妹刚才心里甚至在幻想，如果穆天尊怀里抱着的是我，该有多好啊！几个菜啊，让你喝成这样，尽享美式了。这火红的大翅膀，别说女生没有任何抵抗力了，我一个男生都超级实名羡慕。是啊，这可比超级跑车都帅多了。此刻，只有杜芊芊仍旧在痴痴地看着陆晨抱着九月双华离去的身影，他眼神里充满了激动和惊喜，甚至隐约间还有一丝的醋意。陆晨弟弟还活着，就是我心中最大的好消息。他真是越来越强了。可像他这么强的男人，以后身边会不会围绕着很多女人啊？双华妹妹啊，我是让你帮忙照顾着点陆晨弟弟，但没让你和他这么亲密啊。咱俩虽然是闺蜜，但如果成了情敌的话，我可一点都不会让着你的。杜芊芊无奈叹了口气，她突然就有点后悔把九月双华安排到陆晨身边当队友了。她本想将九月双华放到陆晨身边当他的僚机，结果九月双华却去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先搂上了，实属太过分了。咦，这是什么？杜芊芊突然注意到千手厉鬼死去后掉落的那枚猩红色挚爱戒指，竟然悄无声息地钻入时空裂缝之中，瞬间消失不见了。糟了，这枚戒指才是孕育出千手厉鬼的罪魁祸首啊！若不将这枚戒指销毁，后祸无穷啊！第71章，直接一发入魂，让她怀孕了。陆晨抱着九月双华回到了云顶天宫别墅区内，九月双华仍旧在昏迷沉睡着，只是陆晨没有他家的钥匙，只能先将九月双华带到自己家里。不得不说，云顶天宫绝对称得上是洛水市最豪华的别墅区了。整个别墅区坐落在孤高耸立的云顶山上，放眼望去，别墅区外便是连绵不绝的雪山山脉。这座山脉也因常年不化的雪山而得名，周围到处都是皑皑白雪，宛如银装素裹的佳人般风情绝美。陆晨走进自己的别墅内，整个别墅上下竟然有足足10层，布局更是极尽奢华精美，翻毛坯的芙蓉地毯，市价千金的紫檀木地板，就连吊顶的水晶灯竟然都是一整颗一整颗的水晶镂空打造而成的。这种级别的顶尖别墅已经不是花钱能买到的，而是必须为国家为百姓立下赫赫功勋，才会得到国家的光荣赠予。所以能住在这座别墅区的邻居们几乎都是为国家立过大功或者身份极为尊贵之人。陆晨抱着九月双华走进卧室，将她轻轻放在自己的席梦思大床上，然后将被子给她盖好。隐约间，陆晨还能听到她轻微的鼾声。陆晨会心一笑，离开了卧室，找到一处静谧的房间，直接启动创世网游，回到了游戏世界。他看了一眼时间，距离巫妖王率领大军进攻滨海城还需要再等一些时间。陆晨决定先顺路去吸血鬼女帝的巢穴一趟，看看能不能从她哪里顺走点东西。想到这里，陆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展开赤焰圣翼，朝着吸血鬼女帝巢穴飞掠而去。他刚抵达吸血鬼女帝的巢穴，便感受到了一股无比强大的战斗波动。一头体型庞大到遮天蔽日的亡灵古龙不断喷吐寒霜冰息，朝着吸血鬼女帝疯狂轰击。陆晨一眼便认出，这头巨大的亡灵古龙正是进阶后的巫妖王。准确来说，以后他便是巫妖龙了。巫妖龙眼神狞笑地看着吸血鬼女帝，口吐人言道：姐，你虽然突破到了女帝境界，没想到却竟然怀上了身孕。你怀着身孕，连1成实力都发挥不出来。你们母女俩可是大补之物，我将吞吃之后，实力必定能再次提升一个大层次。等到那时，别说是滨海城了，我要吃掉这个国家所有人类，所有人类都将成为我进化之路的养料。巫妖龙那残忍放肆的笑声不断在周围回荡着。吸血鬼女帝因为顾忌体内的胎儿，一直只能被动防守，被巫妖龙疯狂火力压制着，
生命气息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弱。照如此下去，不仅吸血鬼女帝体内的胎儿保不住，就连她自己也必将被巫妖龙活活吃掉。陆晨也不知自己是为何，一听到巫妖龙说要吞吃掉吸血鬼女帝肚里的胎儿，内心就莫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保护欲。我只不过是被吸血鬼女帝强行要了一次，总不能这么离谱吧？直接一发入魂让她怀孕了？不可能吧？绝对不可能！陆晨始终觉得这件事情让他有点难以置信。但不管怎样，吸血鬼女帝毕竟和自己有过一夜之欢，顺手救她一命也是应该的。巫妖龙如今的实力已经非常恐怖了，陆晨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巫妖龙吞吃掉吸血鬼女帝母女俩，继续蜕变进化变强。一旦让巫妖龙能够进一步蜕变，恐怕整个人类王朝都将毁在他手里，这是陆晨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无论如何，陆晨都得救吸血鬼女帝。眼看着吸血鬼女帝就要被巫妖龙活活打死，陆晨骤然大手一挥，爆裂暗铠龟骤然被他召唤而出。小龟龟上！爆裂暗铠龟仰天一呜，表示响应了陆晨的命令。他浑身漆黑如墨般的倒刺在他疯狂抖动之后下，这一根根尖锐无比的倒刺竟然从爆裂暗铠龟身上弹射而出，然后携着呼啸的风声撕裂层层虚空，狠狠爆射在巫妖龙的身上。巫妖龙猝不及防，猛然吃痛，顿时陷入了眩晕之中。强大的实力境界让巫妖龙仅仅一瞬间便解除了眩晕状态。他盯着悍然冲来的爆裂暗铠龟，龙眸中迸发出浓烈的怒意。卑微的蝼蚁也敢招惹本王，找死！巫妖龙狠狠甩动龙尾，如同一根布满锋利龙鳞的巨型长鞭，狠狠拍击在爆裂暗铠龟的龟壳之上。砰！骤然之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巨响。爆裂暗铠龟哪怕防御力极为惊人，正面承受了巫妖龙的龙威甩击，也绝不好受。整个龟躯直接倒飞出了几十米远。反观巫妖龙更是满眼都是震撼之色。刚刚那一道龙尾梳甩击伤害极为恐怖，没想到这只卑微的小龟竟然能将伤害返还到他的身上，让巫妖龙自己的血量竟然也掉了不少。但巫妖龙却冷笑一声，猛然张开龙嘴，爆发出一股无比强大的吸扯之力，将远处正在练级的一群玩家硬生生吸进了嘴里，直接将几十名玩家全部吞噬，为巫妖龙自身源源不断的补充损失掉的生命值。吞吃掉一批莫名躺枪的无辜玩家之后，巫妖龙的血量竟然又回到了满血状态。可怜的蝼蚁，就算你能反弹伤害又能如何？我可以源源不断的吃人回血，而你只能被动的挨打，所以你还是死路一条。巫妖龙根本不在乎自己血量，仍旧疯狂的进攻着爆裂暗铠龟。爆裂暗铠龟虽然一直被动挨打，却为陆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陆晨果断催动隐身戒指的隐身效果，他的身影瞬间化为虚无。陆晨骤然绽开赤焰圣翼，悄无声息地飞掠到吸血鬼女帝身旁。此刻吸血鬼女帝满身是伤，却仍旧拼尽全力地将腹中胎儿保护着。她虽然在一开始时曾想过要放弃这个胎儿，但随着这个胎儿在她体内不断生长，她发现自己对胎儿越来越舍不得。内心不断滋生的母爱让吸血鬼女帝逐渐适应了母亲的身份，越来越在乎腹中的胎儿。你别反抗，我带你逃走。陆晨低沉的声音让吸血鬼女帝娇躯一颤，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他不知道是谁在和自己说话，但只要能让自己的宝宝活下来，他就愿意配合。第72章，我要吃掉吸血鬼女帝。陆晨将怀有身孕的吸血鬼女帝抱在怀里，他触碰到吸血鬼女帝的一瞬间，隐身戒指的隐身能力也随之覆盖在了吸血鬼女帝的身上。陆晨轻轻挥动翅膀，直接飞掠到了天穹之上。他抱着吸血鬼女帝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这里。与此同时，巫妖龙正一脸狞笑地盯着爆裂暗铠龟。你敢惹本王，本王就先拿你开刀，然后再吃掉吸血鬼女帝。眼看着爆裂暗铠龟被打得已经伤痕累累，就剩下一丝血，已然陷入濒死状态。巫妖龙骤然挥动龙爪，狠狠朝着爆裂暗铠龟镇压而下。只要这一击落在爆裂暗铠龟身上，爆裂暗铠龟必死无疑。可接下来让巫妖龙无比骇然的一幕发生了。就在巫妖龙的龙爪即将轰击在爆裂暗铠龟身上的那一刻，爆裂暗铠龟竟然瞬间消失了。这让巫妖龙的龙爪轰击直接落空，轰了个寂寞。这让巫妖龙彻底傻眼了。他左顾右盼，却根本找不到爆裂暗铠龟的一丝气息，甚至就连吸血鬼女帝也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消失了。啊！该死的乌龟！别让我逮到你，我一定要将你宰了炖乌龟汤喝。由于爆裂暗铠龟的捣乱，让巫妖龙的计划彻底落空。巫妖龙愤怒无比，发出震天狂笑的怒吼之声。而爆裂暗铠龟之所以突然消失，是因为陆晨离开之后，顺手将它收回了宠物空间之内。而此时，陆晨已经抱着吸血鬼女帝来到了一处极为隐秘的悬崖洞穴之中。这里距离巫妖王有500多公里远，
他不会找到这里的。你在这里好好养胎吧。陆晨将吸血鬼女皇放在石阶上，然后转身就准备离开。等一下，吸血鬼女帝已经认出了陆晨的身份，认定了他就是害自己怀孕到处逃难的小贼。一想起他，吸血鬼女帝就恨得有些牙痒痒，恨不得咬他2口。但又一想起他毕竟是自己孩子的父亲，顿时又有些心软了。吸血鬼女帝心里也很清楚，如果不是陆晨出手相救的话，自己恐怕早就被巫妖龙给吃掉了，就连肚子的宝宝也绝不可能幸免存活。有事？陆晨转头看了他一眼。吸血鬼女帝犹豫了一下，但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了一枚漆黑如墨般的矿石。这个送给你。你送我块破石头干什么？陆晨顿时有些疑惑。可当他拿到这块平平无奇的破黑石头，看到其属性介绍的一瞬间，他瞪大双眼，顿时惊住了。亡灵噬魂神石，品阶伪神级，作用：这是亡灵女神海拉死后所化作的神石，一旦将它制成亡灵系神器，你将获得掌控亡灵的神力，能剥夺一切亡灵系敌人的力量。巫妖龙就是亡灵系的呀。巫妖龙虽然实力很可怕，但在亡灵女神海拉面前，他连屁都算不上。哪怕只是亡灵女神海拉死后化成的神石，都能将巫妖王克制得死死的。只是前提是要将这块矿石锻造成亡灵系神器，才能发挥它的威力。这是我准备用来对付的巫妖龙的最后底牌。只是我现在怀孕了，就算将亡灵系神器锻造出来，也很难发挥出它的威力。所以我将它送给你了，但你要帮我杀死巫妖王。吸血鬼女帝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亡灵噬魂神石说道。叮！你触发了吸血鬼女帝的神器隐藏任务，请你前往滨海城附近的矮人部落，让矮人部落的铁匠大师帮你把这块亡灵噬魂神石锻造成亡灵神器，并用它来杀死巫妖王。任务奖励：你将永久获得这件亡灵神器，并且自动触发后续史诗及隐藏任务。将这块矿石锻造出来的亡灵系神器，竟然不是短暂任务神器，而是永久获得的神器。陆晨顿时内心一阵惊喜。他知道有些特殊的任务装备只能短暂持有，时间限制到了之后就会自动消失。但这件克制一切亡灵的神器装备一旦打造出来，他以后就再也不惧怕任何亡灵系 BOSS 了。甚至陆晨都有些想去闯一闯亡灵族的老巢冥界。冥界存在了数万亿年，里面蕴藏的财富丰厚到根本无法想象。这个任务我接了。陆晨毫不犹豫地接下来任务。他知道巫妖龙的下一步的计划必定是率亡灵大军进攻滨海城，到时候必然会掀起一场亡灵大军与光明圣殿大军的大战。陆晨要想在这场大战中谋取丰厚的利益，就必须拥有击败巫妖龙的实力，而这件亡灵系神器就是击败巫妖龙的最关键宝物。先去矮人部落锻造出这件亡灵系神器。陆晨想到这里，果断朝着滨海城附近的矮人部落飞掠而去。仅仅花了10几分钟，陆晨便顺利抵达了矮人部落。矮人虽然实力弱小，但却极其擅长锻造武器装备。这个世界上80%的极品武器装备基本都是出自于矮人之手，因此矮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极其受人尊敬的。但是陆晨进入矮人部落后，却发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一幕。一群群的矮人竟然如同奴隶一般被圈养在了狗窝之中，被一群身穿极品装备的魂殿玩家严厉地看管着。魂殿公会竟然霸占了矮人部落，并且还奴役了这里所有的矮人，显然是在逼迫着矮人铁匠们源源不断地为魂殿公会打造极品装备。魂殿公会掌握了矮人部落，简直就像是掌握了一个摇钱树，不仅给每个魂殿玩家全身都配置了极品装备，甚至还将大量极品装备拿出去售卖，赚得盆满钵满。魂殿玩家们手里拎着皮鞭，眼神残忍地监督着矮人们不断锻造装备。矮人锻造速度哪怕稍慢一点，就要被鞭子狠狠抽打。王爷，魂少帝，你们可真会找摇钱树啊！怪不得你们魂殿越来越富有，原来都是榨取矮人们的血汗累积起来的财富。不过一切都到此为止了，你们从矮人身上赚到的所有钱财都归我了。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浓烈的笑容。第73章，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大人们，求你们饶过我们吧，我们每天已经工作20个小时了，竟然还要加班。你们再这么压榨下去，我们矮人族所有工匠全都要猝死在这里了。为首的矮人铁匠大师可怜兮兮地恳求着魂殿玩家，但魂殿玩家神情却冷漠无比。你们干活慢，关我屁事，不想干活就去死。魂殿玩家的鞭子狠狠抽打在矮人铁匠大师的身上，抽得他皮开肉绽，已然奄奄一息。上天啊，你是要亡我们矮人一族吗？矮人铁匠大师眼神充满了苦涩和绝望，蜷缩在地上。其他矮人们根本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生怕引得魂殿玩家恼怒，也要将他们活活抽死。可魂殿玩家仍旧不依不挠，仍旧疯狂地抽打着满身是伤、
蜷缩在地上的矮人铁匠大师。他是想杀鸡儆猴，将矮人铁匠大师活活打死，逼着其他矮人铁匠们无休止的加班干活。让你话多，给爷死！这名魂殿玩家似乎很享受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感觉，他满脸都是狰狞冷笑之色，突然拔出一柄战斧，狠狠劈向矮人铁匠大师的头颅。此刻，其他矮人铁匠连看都不敢看过去一眼，只能纷纷将脑袋埋低，更加拼命的干活。矮人铁匠大师更是绝望的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到来。而恰恰就在此时，让所有魂殿玩家和矮人铁匠们全都无比震撼的一幕发生了。砰！一道泛着金色圣光的救赎之剑悄无声息地射穿了那名魂殿玩家的头颅。魂殿玩家劈向矮人铁匠大师的斧子还未落下，血量便瞬间被清空，带着满脸骇然和震惊，直挺挺地倒在了原地。秒杀！一剑秒杀！全身极品装备的魂殿精英玩家竟然被一剑瞬间秒杀！叮！你击杀了玩家魂殿善良，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120天寿命。玩家魂殿善良损失120天现实寿命。是谁胆敢来魂殿公会的地盘找事？真是找死！这名魂殿玩家刚刚被秒杀暴毙，便有无数魂殿精英玩家瞬间聚集了过来，目光冷冷盯着陆晨。甜造！陆晨懒得跟这群渣子废话，抬手就是一记治疗链，撕裂无尽虚空，携着呼啸风声，瞬间朝着魂殿精英玩家们迸射而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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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链瞬间贯穿了一名又一名魂殿精英玩家的身体，在绝对的属性压制面前，哪怕只是一记普通的治疗链技能，瞬间就能要了所有魂殿精英玩家的命。仅仅一瞬之间，所有魂殿玩家便尽皆暴毙，全都死在了治疗链的群体伤害之下。叮！你击杀了14名魂殿公会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1680天寿命。死亡的14名魂殿公会玩家各自损失120天现实寿命，又是一大波寿命入账。美滋滋！这种顺手除恶，随手就能捡到的寿命值，无论来多少，陆晨都不嫌多。就连这群魂殿精英玩家死后留下的尸体，陆晨也没放过，将他们所有人的尸体全部摸了个遍，将他们掉落的所有装备和金币全部搜刮得一干二净。叮！你捡起了翡翠级装备沙漠长鹰枪。叮！你捡起了铂金级装备奔狼刺客之靴。叮！你捡起了铂金级装备狂暴时刻腰带。叮！你捡起了2889枚铜币，总共得到了1件翡翠级武器和2件铂金级装备，总体收获还不错。这些装备的属性虽然都不太适合陆晨，但却是用来合成装备的绝佳材料。陆晨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将超级合成器取了出来，然后将3件装备全部扔了进去，将沙漠长鹰枪翡翠级和奔狼刺客之靴铂金级和狂暴时刻腰带铂金级进行合成，需消耗15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6172天，确定合成。陆晨目前不缺寿命，果断进行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水元素手镯钻石级。叮！由于你幸运地触发了合成暴击，你的刚刚合成出的水元素手镯钻石级意外进化成了更高阶的冰。你获得了新的装备海皇之怒手镯星耀级。海皇之怒手镯星耀级，治疗强度加390法术攻击力加360施法速度正200%移动速度正30%佩戴要求20级。附加效果海皇护卫，召唤出一只实力强大的40级海皇护卫为你作战。当海皇护卫进入海洋或河流时，战斗力将翻3倍。星耀级装备的属性果然强大，如果进入海里，这个海皇之怒手镯将会发挥出无比恐怖的威力。这让陆晨突然有了进入海洋龙宫寻找遗迹宝藏的想法。有了这个手镯，他有很大把握能从海洋龙宫之中寻找到丰厚的宝藏，甚至是上古龙王的尸体。如果能将上古龙王的尸体搞到手，上古龙王的极品龙血必然能让龙神蛋发生不可想象的蜕变进化。陆晨刚将海皇之怒手镯戴在手上，便有一群矮人铁匠纷纷围在了陆晨的身旁，一脸感激地说道：尊敬的勇士，感谢您愿意慷慨出手解救我们，只是魂殿的实力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可怕，他们的会长王岩很快就会过来疯狂报复，您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陆晨瞬间有些惊异，王岩是魂殿会长，他不就是个只会跟着魂殿会长魂少帝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跟班小弟吗？一名白胡子的老矮人叹息说道：勇士，您说的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就在昨晚，魂少帝赏赐给王岩一本极其珍贵的隐藏职业转职书，王岩转职成为了强大的7星隐藏职业暗影刺客。
但王岩转职成暗影刺客之后，竟然恩将仇报，反手是主，将魂少帝给当场杀死了。然后王岩就顺利接手了魂少帝的所有势力和财富，成为了新一任的魂殿会长。只是这王岩比魂少帝还要残忍得多，他比魂少帝压榨我们的更狠。锻造的装备，只要他稍微不满意，我们就会被他用鞭子活活抽死。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前世的王岩可不是这样的。没想到随着自己重生之后，多次重创了魂殿公会，竟然让王岩趁机杀死了魂少帝，窃取了魂殿会长之位。不过这也很符合王岩的狠辣行事作风，果真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可骤然之间，一股无比冰冷的寒意让陆晨瞬间回过神来。一群开启隐身的刺客竟然已经悄无声息地围在他的身旁，他们挥动淬毒的匕首，纷纷从四面八方朝陆晨刺了过来。穆天尊，今天我便让你明白一个道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之前你杀过我一次，但我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达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而你接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王岩那残忍的笑容瞬间响彻在陆晨耳边。第74章：莫欺少年穷，莫欺中年穷，莫欺老年穷，死者为大。可面对王岩的威胁，陆晨根本不怂他，毫不客气地回怼道：还莫欺少年穷？真把自己当爽文主角了？你除了莫欺少年穷之外，还有莫欺中年穷，莫欺老年穷，死者为大。王岩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厉喝道：穆天尊，你这是在找死！谁杀死穆天尊，我重赏300万！王岩的高价悬赏让这群刺客瞬间兴奋无比，纷纷更加拼命地朝着陆晨进攻而来。陆晨脸上却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你们不是喜欢抽人吗？也让你们感受下被抽打的滋味。陆晨背后骤然绽开一对火红色的巨大赤焰圣翼，他挥动翅膀，狠狠抽击在这群主动贴脸的刺客身上。啪啪啪啪啪！凡是被烈焰翅膀触碰到的刺客，全都被瞬间秒杀。赤炎圣翼的伤害是何等恐怖，碰谁谁死。这群刺客哪怕只是被赤炎圣翼稍稍蹭到衣角，都会被瞬间秒杀。叮！你击杀了28名魂殿公会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1680天寿命。死亡的28名魂殿公会玩家各自损失150天现实寿命。看着不断倒账的寿命，陆晨嘴角勾起一抹嘲讽般的弧度。蝼蚁再强，也终究只是稍微强壮点的蝼蚁，在我眼里，你只是个玩具而已。王岩眼睁睁看着手下的精英刺客全部团灭在陆晨手里，甚至陆晨看向自己的眼神还充满了嘲讽，他眼神里尽是愤怒无比的恨意。我可是7星隐藏职业暗影刺客啊，我不信你能比我强。王岩眼神愤恨到了极点，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于无形。他足足隐身了10几分钟，都一直蛰伏在暗处没有现身。直到陆晨有些放松警惕时，王岩瞬间暴起，泛着浓烈死亡气息的短笔狠狠刺入陆晨的头顶。眼看淬毒的死亡之笔即将刺入陆晨头顶，王岩脸上露出一抹无比畅快之色，满脸都是得意的笑容。我身为暗影刺客，解除隐身这一击可是有足足3倍伤害，惹你实力强大又能如何？只要被我抓到机会，一击就能将你送走。给爷死！王岩大吼一声，匕首瞬间就要刺入陆晨后颅之中。可骤然之间，一头浑身布满黑色倒刺的小乌龟突然趴到了陆晨的头顶。王岩的死亡之笔没能刺入陆晨的颅脑，而是撞击在了爆裂暗铠龟的龟壳上。砰！匕首撞在龟壳上，宛如剑与盾的碰撞，瞬间激起无比清脆的锐响之声。一道飘红的伤害数字在小乌龟的头顶飘出。Miss！ 伤害不足，无法破防。王岩瞬间目瞪口呆，眼神尽是骇然之色。他的死亡之笔可是钻石级武器，刚刚更是动用了他引以为傲的暗影刺客必杀技暗影割喉。王岩无比自信的致命一击不仅被小乌龟给挡住，甚至连小乌龟的防御都没破，这让王岩瞬间心态爆炸，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但爆裂暗铠龟的反伤刺甲效果却已经触发了。死亡之笔的致命一击虽然没能破小龟龟的防御，但不代表这一击的伤害很低，只能说小龟龟的防御力实在太离谱了。当反伤刺甲的反伤效果触发在王岩身上之时，砰！负2999，伤害返还。惊人的伤害数值瞬间便清空了王岩的血量。王岩带着满脸的惊骇和震撼，被瞬间当场秒杀。直到临死时，他眼神里都尽是难以置信之色，最终却只能直挺挺的倒下，沦为一具冰凉的尸体。王岩引以为傲的7星隐藏职业，在陆晨面前被秒得稀碎。因为他不知道的是，陆晨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10星至高神职隐藏职业啊！叮！你击杀了玩家魂天炎，
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200天额外寿命。死亡的魂天炎玩家损失200天现实寿命。果然是实力越强大的玩家，能够自己提供的寿命就越高。击杀别的玩家只能给陆晨提供120至150天寿命值，击杀王岩却给陆晨提供了足足200天寿命。并且让陆晨更加惊喜的是，王岩竟然还将他的核心武器死亡之笔爆了出来。死亡之笔钻石级，物理伤害加444暴击率正 10%， 暴击伤害正 25% 等级要求，10级附加效果，你每获得 1% 暴击率就额外增加 2% 暴击伤害。属性还真不错，不愧是王岩花费重金才锻造出来的极品钻石级武器。不过到了陆晨手里，这件装备就是被合成的命。除了这件钻石级的死亡之笔外，王岩还爆出了一件暗夜猎杀者斗篷，钻石级。这2件都是钻石级装备，足够为自己的成长神器不死金身之杖进行合成升级了。陆晨直接将击杀王岩爆出的这2件装备和成长神器不死金身之杖全部扔进了超级合成器内，已经将死亡之笔钻石级和暗夜猎杀者斗篷钻石级指定为合成材料。为成长神器不死金身之杖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2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5097天。第75章女教皇，陆晨的玩具而已。成长神器进化一次消耗的寿命竟然如此惊人，让陆晨有些肉疼，但该合成还是要合成。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泛着幽暗黑光的2件装备化作2股无比纯粹的黑暗能量，迅速涌入成长神器不死金身之杖内。骤然间，原本赤金色的不死金身之杖竟然爆发出一股妖异霸道的暗黑魔威。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新的成长神器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神器3星。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当前品阶神器3星，可成长。法术攻击加600治疗效果加600治疗暴击率正 15%， 治疗暴击效果正 15%， 生命值加1500，法力值加1500。神器技能1不死金身，开启后你将在3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效果。神器技能2暗黑之威，你的所有技能都将变成黑暗属性，并且额外提升 30% 伤害。原来合成后的神器属性竟然受合成装备影响。陆晨将2件黑暗属性的装备融合进成长神器之中，竟然将这件成长神器进化成了黑暗属性的神器。原本一把灿金色的法杖，此时竟然变成了一把散发着暗黑幽芒的十字架。陆晨将十字架背在身后，看似是信仰光明的虔诚牧师，实则一出手，所有技能全都变成了黑暗系属性。陆晨顿时有些好奇，这把暗黑十字架能把自己的技能变成什么模样？勇士，万万没想到您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感谢您击败了魂殿公会，解救了我们矮人一族，知恩图报是我们矮人族的良好美德，如果有能用到我们的地方，请尽管开口。刚刚还奄奄一息的矮人铁匠大师，此时脸色已经恢复了一些，一脸感激地看向陆晨说道。矮人铁匠大师如此懂得感恩，让陆晨对矮人族的好感瞬间高了不少。陆晨将亡灵噬魂神石取了出来，直接说道，我前来拜访你们矮人族的确是有目的的，希望你能帮我把这块矿石打造成一件适合我的装备。矮人铁匠大师接过亡灵噬魂神石，拍着胸脯自信满满的说道，找我们打造装备，你算是找对地方了，放心吧，包在我们身上，无论你想要什么装备，我都能给你打造出来。那就好。陆晨笑着点头道，我先看看你这块矿石的成色。矮人铁匠大师拿起亡灵噬魂神石准备研究一番，可当他目光落在亡灵噬魂神石上的第一眼，瞬间便瞪大眼睛，满脸尽是难以置信之色。天哪，这既然是黑暗系的神级矿石，这种级别的神级矿石如果让普通铁匠去打造，那就是暴殄天物，必须得由最好的铁匠来打造才行。陆晨打量着矮人铁匠大师说道，你不就是你们这最好的铁匠吗？矮人铁匠大师无奈的苦笑道，我目前的确是矮人族最好的铁匠大师，但我的手臂刚刚已经被魂殿公会的人斩断了，我有心帮你打造神器，但身体却无能为力啊。陆晨这才注意到矮人铁匠大师的双臂部位全都空荡荡的，赫然是一个无臂人，一定是王岩干的。刚刚王岩派一群刺客围杀自己，他自己却残忍地斩断了矮人铁匠大师的双臂。很显然，王岩已经看出了自己来矮人部落必然是为了打造装备，王岩就是要故意恶心自己。他故意斩断了矮人铁匠大师的双臂，然后将毫无用处的矮人铁匠大师留在这里恶心自己。陆晨眼里悄悄泛起一抹杀意，王岩他是真的在找死了。陆晨骤然展开翅膀，就要朝着魂殿公会的驻扎点杀去。矮人铁匠大师却突然说道，勇士别急，还有办法。论锻造装备的技术，矮人王远远胜过我，
但矮人王被王岩献给了光明圣殿，应该是被囚禁到了光明圣殿的分部。如果你能解救出矮人王，相信他一定能完美锻造出一把为你量身打造的神器。陆晨眼睛微微一眯，光明圣殿分部离这里正好不远，他原本就打算去光明圣殿一趟，将巫妖龙派大军进攻滨海城的消息告诉光明圣殿，从而激起光明圣殿和巫妖龙大军展开一场大决战，让他们彼此狗咬狗，咬到两败俱伤，方便陆晨自己从中榨取丰厚的利益。既然要去光明圣殿解救矮人王，那就顺道将两件事情一起办了。好，我去解救矮人王。陆晨点头答应道。定，你收获了矮人族的好感加300。无论任何 NPC 对你的好感度越高，就越愿意牺牲自己利益为你做更多的事情。感谢勇士再次慷慨出手。如果您能解救出我们的矮人王，矮人王将会带领所有矮人当您最忠心的小弟。矮人铁匠大师激动地说道。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魂殿工会强行压榨矮人族，会让矮人族失去打造装备的灵感，只能打造出一堆烂大街的低阶装备。但如果是矮人族衷心投靠自己，会让矮人们自愿的为自己打造出更优秀的装备，真诚的结交才是发挥矮人族作用的最好方式。陆晨果断展开赤炎圣翼，朝着光明圣殿分部的方向飞掠而去。光明圣殿分部离矮人族部落很近，仅仅只用了5分钟时间，陆晨便抵达了光明圣殿分部。光明圣殿周围有一群披着圣铠的光明骑士严密把守着，哪怕一只蚊子都很难飞进去。但这根本难不住陆晨，他直接催动隐身戒指的隐身能力，陆晨的身影瞬间化为虚无，悄无声息地遁入了光明圣殿内。可刚走进光明圣殿的殿堂内，陆晨便碰见了一个老熟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岩。王岩正一脸痛心疾首地跪拜在一名身披金袍、头戴教皇冠的女人面前，痛哭道：“教皇大人，是穆天尊坏了您的大事。我本来打算将矮人族全部调教好之后一起送给您，但穆天尊却强行杀了我们工会所有人。他甚至还出言侮辱您，说您就是他的玩具。”第76章亵渎重显威。女教皇的信任，妈的，这王爷也太不要脸了。陆晨可从来没说过这话，他一眼便认了出来，眼前这个气质雍容华贵的女人竟然是光明圣殿的副教皇啊。副教皇脸色有些愠怒，那个叫穆天尊的小子真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王岩一脸悲愤地说道。副教皇冷笑一声：“你以为你这拙劣的谎言能欺骗得了我？是你和穆天尊结了仇，所以想找我借刀杀人吧？蠢货，竟然敢在我面前耍心眼，给我打入天牢！”副教皇一声令下，一群圣骑士便直接一拥而上，将王岩强行抬走，押往天牢内。他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盯着陆晨所在的方向，突然说道：“穆天尊，你以为你的隐身能瞒得过我？既然来了，就直接现身吧。”见副教皇识破了自己的隐身，陆晨脸上却并无慌乱之色。他的隐身技能等级有限，骗外面的骑士还行，但却不可能骗得过光明圣殿的副教皇，这一点他也是清楚的。陆晨直接现实出来，笑着说道：“教皇大人果然慧眼识珠，我可不会蠢到说出那种辱骂您的话来。只是我和王岩结了仇，他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不过我这次来，正是有一件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您。”“哦，说说看。”副教皇眼神微微一眯，他想看看陆晨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陆晨也不犹豫，直接将巫妖龙发布给他的任务展露在了副教皇面前。巫妖龙给我发布了隐藏任务，让我配合他进攻滨海城。我知道那里是光明圣殿的重要据点，一旦被巫妖龙侵占，那么巫妖龙将会在滨海城布置出黑暗传送阵，到时候源源不断的黑暗势力大军就会疯狂扩张，不断侵吞光明圣殿更多的地盘。陆晨此话一出，女教皇的脸上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她虽然对陆晨有一定警惕心，但陆晨直接将任务栏亮了出来。巫妖龙亲自发布的任务却是造不了假。女教皇警惕地盯着陆晨，问道：“你既然接了巫妖龙的隐藏任务，为什么要来找我告密？你得罪了巫妖龙，可没什么好处。”陆晨笑着说道：“你也看到了，我的职业是牧师系隐藏职业。我一个牧师职业，自然是要站在光明圣殿这一边的。如果我不是心向光明，又怎么会选择牧师职业？”女教皇对陆晨的回答有些满意，说道：“很好，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心向光明，但巫妖龙向你发布的隐藏任务却做不了假。你放心，我会亲自率领圣殿大军驻守滨海城。巫妖龙只要敢来进攻滨海城，我一定让他有来无回。不过，你既然心向光明，那就表明一下你的诚意吧。”女教皇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骤然纤手一挥，一颗蕴含着信仰胜利的光明种子从她口中轻轻吐出，然后强行送入了陆晨体内。骤然之间，一道系统提示骤然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你受到了光明种子的精神入侵，
由于你的身体受到亵渎虫的庇护，因此你可以做出以下选择：一、拒绝光明种子入侵，但会被女教皇瞬间警觉，对你产生恶意，后果不可预料；二、吸收女教皇的光明种子，并且转化为亵渎虫的养料，亵渎虫将会反馈给你丰厚的奖励。此选项不会被女教皇察觉，她会以为真的控制了你思想。这有什么好犹豫的？直接选二。陆晨果断将女教皇喂给自己的光明种子吸入体内。叮！你体内的亵渎虫吞噬了女教皇的光明种子，你获得了特殊能力——高级火焰免疫。你将完全免疫所有低于50级怪物的火属性攻击。陆晨顿时内心一阵欣喜，但他脸上却露出一抹呆滞的表情，故意演成已经被女教皇精神控制了的模样。陆晨眼神无比尊敬地看向女教皇说道：“尊敬的教皇大人，我是您最忠诚的仆人，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女教皇顿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你放心，我已经感受到了你的忠诚，我不会亏待忠诚于我的人。你有什么愿意，尽管提出来，我可以满足你。”陆晨垂着头说道：“能为教皇大人效命，就是我最大的愿望，除此之外，别无奢望。”女教皇顿时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浓郁，她刚刚这番话就是对陆晨的试探，因为真正被精神控制了的人是不会再有其他思想杂念，只会一心效忠自己。很好，看来你的确是真心向往光明。你将矮人王带回矮人部落吧，我需要他帮我打造出一批专门克制亡灵大军的装备。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女教皇吩咐道。“遵命。”陆晨内心一阵欣喜，他正想着该怎么解救出矮人王呢，没想到女教皇倒是直接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女教皇顺手赐给了陆晨一身红衣大主教的圣袍，有了这身圣袍，陆晨可以随意出入所有的光明圣殿。他穿着红衣大主教的圣袍，大摇大摆地来到天牢之中。刚走进天牢，便遇见了被送进来的王岩。王岩看见陆晨的一瞬间，顿时目瞪口呆，满脸都是难以置信之色。“穆天尊，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你竟然还穿着红衣大主教的衣服！”陆晨顿时笑嘻嘻地说道：“我是教皇大人亲自敕封的红衣大主教啊，当然要穿着这身衣服。你这家伙敢欺骗教皇大人，真是找死！给我严刑拷打！”陆晨一声令下，所有光明刑罚官全都一拥而上，纷纷提着刑具对王岩进行严刑拷打。光明圣殿的刑罚官手段一向残酷到了极点，各种千刀万剐的绞刑瞬间便让王岩哀嚎连连。而这时，陆晨却走到了角落处，打开了囚禁矮人王的牢笼。第77章，获得神器九幽龙袍，召唤幽冥黑龙。矮人王正浑身遍体鳞伤的蜷缩在牢笼墙角，陆晨面带笑容的走到他身旁：“矮人王，跟我走吧，你的族人还等着见你呢。”矮人王脸色有些难以置信：“你要放我回去？”陆晨没有说话，直接将矮人王身上的锁铐全部解开。矮人王有些难以置信，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有离开的一天。临走之前，陆晨不忘吩咐这群刑罚官们一定要好好招待王岩。王岩眼神怨毒地看着陆晨领着矮人王离去，但他不知道的是，陆晨已经彻底对他动了杀心。在陆晨眼里，他已经是一具死尸了。离开光明圣殿后，陆晨绽开赤焰圣翼，带着矮人王迅速回到了矮人部落。矮人铁匠大师将王岩如何欺压他们，陆晨出手团灭整个魂殿的全部过程如实告知了矮人王。矮人王顿时眼神充满了感激，拍着胸脯说道：“穆天尊大佬，听说您想打造一件神器，请问您要打造什么类型的神器？”陆晨想了想，他的武器部位已经是一件成长神器，除了武器部位，最重要的便是衣服部位。帮我打造一件牧师系的上衣部位吧。陆晨将亡灵噬魂神石取了出来，交给了矮人王。矮人王眼神顿时变得十分严肃，陆晨是他们矮人的恩人，他要尽全力为陆晨打造一件最好的神器。他抱着亡灵噬魂神石走进了超级锻造室内，为了锻造出一件最为精美的装备，他不惜动用了矮人宝库里各种珍贵无比的顶级材料作为锻造上衣的辅料。不知过了多久，矮人王从超级锻造室内走了出来，捧着一件绣着九爪黑龙纹路的黑色长袍，眼神欣喜地送到了陆晨面前。叮！你获得了成长神器九幽黑龙袍。陆晨接过矮人王递来的黑色长袍，瞬间有些惊住了。一条威压霸道的九爪黑龙在黑袍上盘踞着，暗金色的锦绣纹路更是显得这件长袍尊贵不凡。这黑龙长袍竟然像极了古代大秦帝国秦始皇所穿的黑龙袍，实在太霸气了。九幽黑龙袍，神器一星，治疗效果加500法术伤害，加500防御力，加1000受到所有暗属性伤害负30%佩戴要求，20级附加效果，召唤幽冥黑龙。召唤出一头亡灵系的幽冥黑龙为你作战。幽冥黑龙曾经是亡灵女神海拉的坐骑，它不仅实力强大，更是一切亡灵系敌人的克星。陆晨看到这件成长神器，
顿时有些惊住了，他眼神顿时掠过一抹期待之色，毫不犹豫地将九幽黑龙袍穿在了身上。无形之间，一股霸绝天地的强大龙威竟然从他周身爆发开来。身旁的矮人王和矮人铁匠们看到这一幕，眼神更是瞪大了眼睛。矮人王眼神充满了激动，帝王之威，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威啊！我起初还有些担心这件装备设计的有些极端，穿出来可能会有些怪异，万万没想到你竟然能将这件衣服的帝王之威展现得淋漓尽致。紧接着，矮人王突然说道：“穆天尊，你救了我们矮人一族的全族性命，是我们矮人一族的大恩人，我想认你当大哥，以后矮人族的一切尽听你的调遣。”叮，你是否接受矮人王认你为大哥？你将获得矮人族全体族人的效忠。接受。陆晨等的就是这个。以后随着黑暗势力大军不断入侵现实，仅只靠陆晨一个人是根本顾不过来的。陆晨必须要组建出一支强大的势力，而这群矮人就是最好的后勤部队，能为他源源不断的提供强大装备。收服完整个矮人族后，很快陆晨便对矮人族有了全面的了解。原来，矮人族的先祖虽然极为辉煌，曾经一度占据过这片大陆的半片江山，但随着矮人族逐渐没落之后，便只剩下这区区几百人的小部落。最近，矮人族更是不断遭到食人魔一族的骚扰。食人魔一族早已投靠了亡灵势力，并且开始疯狂屠戮周围的人类和矮人，来为即将入侵而来亡灵势力收集大量尸体作为亡灵军粮。如果附近的食人魔一族不被清除的话，矮人族就永远不可能清静下来打造武器，那就先将食人魔一族清剿了。不仅解决了矮人族面临的隐患，并且还能截断亡灵大军的军粮供应。最重要的是，食人魔的经验是同级别怪物的3倍，能让我快速升级。陆晨想到这里，顿时眼神闪过一抹金光。清剿食人魔一族，真是一举3得的好事。正好还能试试九幽黑龙袍所召唤的幽冥黑龙战斗力。这件装备不仅属性极为优秀，更是竟然能召唤出一头幽冥黑龙。陆晨大手一挥，骤然启动召唤幽冥黑龙技能。随着一道黝黑的光芒迸现出来，一头浑身泛着黑暗幽光、布满黑色龙鳞的幽冥黑龙瞬间便被召唤了出来。好，好，好！幽冥黑龙眼神冷厉阴森，充满了霸道暴力的气势，甚至盯着矮人们的目光犹如盯着一堆美味的食物，龙眸里竟然流出了垂涎的目光，吓得这群矮人顿时瑟瑟发抖，无比紧张地抱在了一块。可当陆晨抬起头，目光盯向幽冥黑龙时，幽冥黑龙的气势瞬间变软了下来，一脸委屈巴巴地趴在陆晨面前，龙爪指着自己小腹，似乎在说自己好饿。你再饿也能吃这群矮人，等会我带你吃去食人魔，他们肉质肥嫩多汁，一定能让你吃到爽。陆晨拍了拍幽冥黑龙硕大的脑袋说道。好，好！一听到有美味的食物，幽冥黑龙顿时眼神充满了激动，不断挥动着龙爪，表示已经迫不及待。好，我现在就带你去吃好吃的。陆晨凌空一跃，直接跳到了幽冥黑龙的龙背上。他轻轻一声低喝，幽冥黑龙顿时便听话的扭动龙躯，腾飞到了高空之中。一人一龙朝着食人魔部落飞掠而去。让陆晨有些惊讶的是，幽冥黑龙真不愧是神器所召唤出来的巨龙，飞行速度竟然比陆晨的赤炎圣翼还要快上许多。仅片刻之间，幽冥黑龙便在着陆晨抵达了食人魔部落的高空。刚抵达食人魔部落，陆晨便听到一阵凄惨的哭喊声。啊！求求你不要吃我，我不想死啊！啊！我的手臂！一名稚嫩的少女竟被一名身体壮硕的食人魔强行抓住脑袋，然后硬生生扯断了她的手臂，顿时鲜血喷涌，少女发出凄厉的痛哭声。少女身旁还有数百名稚嫩的女孩，全都被绑在树架上，全都被这无比血腥的一幕吓得瑟瑟发抖。她们心里都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沦为食物的少女一样，终究难逃一死。所有少女脸上都充满了恐惧、痛苦和绝望。食人魔扯断少女的手臂之后，竟然一口将扯下来的断臂吃了下去，脸上还露出了无比享受的神情，实在太美味了。老人的肉质太柴，男人的肉质太硬，还是这种青春少女的肉质最为鲜嫩可口。周围其他食人魔见他吃得如此享受，瞬间也都按耐不住，纷纷扑向了那群被绑在树架上的少女。而接下来的画面必然是一幕血腥无比的吃人惨象。第78章，多行不义必自毙。找死的人是你！但就在此刻，陆晨骤然大手一挥，一发发救赎之剑骤然爆射而去。咻咻咻！救赎之剑在神器暗黑十字架的加持下，变成了更为强大的暗黑属性剑士，威力更加恐怖。仅是一瞬间，便狠狠洞穿了3名食人魔的头颅。啊，好痛！3名食人魔发出痛苦的嚎叫声，鲜血不断喷涌，很快便气绝身亡。
叮！你击杀了3名食人魔，获得9000点经验值，你获得3000天额外寿命，3道经验值瞬间到账。食人魔的经验果然丰厚无比，仅击杀3头食人魔的经验值便让陆晨提升了1级。恭喜，你升到了27级，有嫡系。是哪个不长眼的，竟然敢偷袭伟大的食人魔一族？周围其他食人魔瞬间便注意到了身旁同伴的暴毙哀嚎声，纷纷惊醒过来，全都暴怒无比地环顾着周围。食人魔们反应极为迅速，很快便注意到了天空上的骑着幽冥黑龙的陆晨。该死的小子，有种你下来！食人魔力大无穷，最为擅长的武器是狼牙棒，他们从来不惧与敌人硬碰硬，但碰到他们够不到的敌人，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面对食人魔们的嘲讽，陆晨却笑了：小黑，上！他们就是最美味的食物，让我看看你的实力。一听到食物，幽冥黑龙顿时眼眸大亮。吼吼！幽冥黑龙张开大嘴，一股森白色的幽冥雷焰骤然喷吐而出。幽冥雷焰乃是何等霸道，仅是轰击在食人魔身上的一瞬间，便将食人魔瞬间燃烧成了灰烬。幽冥黑龙顿时急得嗷嗷直叫，他没想到这群食人魔竟然这么不经烧，竟然直接被幽冥雷焰烧成灰了，这还怎么吃啊？幽冥黑龙眼神掠过一抹凶残的光芒，直接俯身扑了下去，然后犹如虎入羊群一般，他挥动龙爪，猛然抓住一头食人魔，然后直接填进嘴里，一口吞吃掉。幽冥黑龙顿时眼神露出一抹兴奋的神色，他似乎对食人魔的味道很是满意，然后便开始疯狂吞噬，抓住一个吞吃一个，然后再抓住一个又吞吃一口。叮！幽冥黑龙吞吃了一头食人魔，攻击力永久加2。叮！幽冥黑龙吞吃了一头食人魔，血量永久加10。叮！幽冥黑龙吞吃了一头食人魔，防御力加3。陆晨顿时眼前一喜，没想到幽冥黑龙吞吃敌人，竟然还能获得永久属性，这也太美滋滋。也就是说，这头幽冥黑龙可以不断成长，随着陆晨不断对它进行喂养，它的属性值极有可能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值。很快，成群的食人魔便纷纷沦为了幽冥黑龙的食物。幽冥黑龙吃得十分欢快，陆晨的经验值也在疯狂暴涨。叮！你击杀了17名食人魔，获得51000点经验值，你获得17000天额外寿命。恭喜，你升到了28级。恭喜，你升到了29级。恭喜，你升到了30级。这升级速度实在太爽了！这一波屠戮食人魔不仅让陆晨疯狂连升3级，更是额外收获了17000天额外寿命，美滋滋。而就在此时，那群被绑在树架上的少女更是被眼前这一幕深深震撼住了。他们本来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没想到竟然会有一个如此帅气的少年骑着黑龙来拯救他们。这群少女眼神充满了感激，甚至还隐隐带着爱慕的神色，眼睛全都落在陆晨身上，一刻也移不开。他好帅，他帅就算了，还强得过分。没想到童话里英雄救美的情节竟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你们说我要不要以身相许啊？你想得美，就算是以身相许也轮不到你。刚刚被吓哭了的少女们此刻眼神里全都是崇拜的小星星。砰砰砰！恐怖的大地震颤巨响突然从远处传来，那疯狂席卷的恐怖气势瞬间让所有少女都闭上了嘴。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敢杀我的族人，你在找死！一名身躯宛如山丘般庞大的巨型食人魔，脸上带着无比愤怒的神色，他拎着巨大的金环刀朝着陆晨悍然袭杀而来。这名巨型食人魔体重极为恐怖，仅只是挪动脚步就能引动大地不断崩裂，脚下布满蛛网般的裂痕。这巨型食人魔赫然就是食人魔之王。食人魔之王骤然挥动巨大的金环刀，骤然一股恐怖的金色刀焰喷涌出，哗！恐怖的刀焰所过之处，就连整个大地都被劈开了2半，露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恐怖沟壑，吓得一群少女瞬间吓破了胆。而这时，陆晨的声音却更为霸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找死的人是你。第79章，谁敢动陆晨，我连骨灰都给他扬了。食人魔之王劈砍出的金色刀焰携着呼啸暴躁的狂风，已然将陆晨那渺小的身躯所淹没。少女们此刻心情更是凉到了谷底，她们本以为终于有机会能逃出险境，却没想到食人魔之王的实力竟然如此可怕。眼看着陆晨被狂暴汹涌的金色刀焰吞噬，少女们纷纷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她们不愿眼睁睁看着陆晨被刀焰碾成灰烬。但少女们没注意到的是，陆晨脸上始终洋溢着淡淡的笑意和风轻云淡的从容。他连巫妖龙都不惧，又怎会畏惧巫妖龙麾下的食人魔之王？碾碎，碾碎！得罪本王的代价就是灰飞烟灭！嘎嘎嘎！
食人魔之王耸动着肥硕的身体，发出得意洋洋的放肆笑声，只是这笑声格外刺耳难听。你在想屁吃呢，蠢货！只是一道冷漠的声音突然响起，让食人魔之王瞬间瞪大眼睛，眼神里涌动着难以置信之色，就连他那放肆嚣张的笑声也瞬间戛然而止。只见陆晨周身泛起一抹银白色的弹鞘状护盾，将他包裹其中，任由外界刀焰多么汹涌暴动，陆晨都始终不受任何影响，甚至连头发丝都未曾伤及一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食人魔之王瞳孔里涌动着一抹震撼神色，但很快便被他掩饰过去，挥动着燃烧烈焰的金环刀，朝着陆晨暴斩而下。哗！这一刀斩在陆晨身上的一瞬间，他才骇然发现自己斩断的竟然仅仅只是陆晨身上的一道残影。与此同时，食人魔部落的边缘地带，一名浑身携着浓烈剑意的碎发少年挥动手中血剑，疯狂地挥出一刀又一刀，不断地攻击着一名最普通的食人魔战士。虽然他的伤害很刮痧，但胜在刮得够快，花费足足半个小时，终于将这头普通食人魔斩于马下。这名碎发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剑北玄。之前魂少帝委托他击杀陆晨，却趁他和陆晨单挑时，魂少帝悄然布置杀阵偷袭陆晨。剑北玄却认为魂少帝这样做不公平，他要和陆晨真正的1v1单挑定生死，所以反手杀了魂少帝。此刻剑北玄脸上难掩兴奋之色，心情别提有多畅快了。这可是30级的高阶怪物食人魔，都被我击败了。穆天尊，你又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对手？如今的我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穆天尊最好别让我再碰见你。解。可剑北玄的声音还没落下，远处便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厮杀之声。剑北玄凝目远望，脸上露出一抹吃惊之色。天啊，那竟然是食人魔之王！普通食人魔的实力都已经无比恐怖，那这头食人魔之王的实力恐怕只能用逆天来形容了。哪怕远隔数里，剑北玄都能感受到食人魔之王那暴怒滔天的恐怖气势。可越是感受到食人魔之王的恐怖实力，剑北玄的好战之心就越蠢蠢欲动。能碰见食人魔之王 BOSS 可不容易，就算我打不过他，也一定要去见识一下他的恐怖实力。剑北玄眼神有些兴奋，飞快朝着食人魔之王的方向追踪过去。可当他看到食人魔之王的一瞬间，瞳孔却骤然一缩，彻底惊住了。剑北玄竟然看到一名食人魔之王正在和一名玩家进行战斗。食人魔之王的力量简直只能用恐怖来形容，随便踏出一步，脚下大地便随之塌陷。他随手挥出一刀，便有山川树木被尽数拦腰斩断。恐怖，实在太恐怖了。更让剑北玄震惊的是，那个正在与食人魔之王交战的少年，他竟看着无比眼熟，竟然是他，是穆天尊。他的实力竟然面对食人魔之王都有一战之力。我以为我的实力已经提升很快了，没想到穆天尊的实力提升速度竟然比我还恐怖。剑北玄眼睛瞪得发直，内心那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瞬间被陆晨眼前的表现所狠狠碾碎。陆晨实力提升的速度如此恐怖，让剑北玄内心极度不平衡。剑北玄甚至充满了不甘心和挫败感。可骤然之间，食人魔之王突然猛踩一脚，周围大地都在疯狂震颤。这一击所产生的恐怖气势瞬间便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来。剑北玄仅仅是被食人魔这一击的余波稍微蹭到，竟然血量就已经被瞬间清空。他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带着满脸的骇然和绝望回到了滨海城的复活点。剑北玄由于之前杀过不少人，身上罪恶值很高，死掉一次身上装备竟然爆得一干二净。等他回到复活点时，身上竟然只剩一个光秃秃的裤衩子。剑北玄懵逼地站在复活广场上，内心充满了震惊。我怎么也没想到食人魔之王的实力竟然恐怖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仅仅只是站在远处吃个瓜，竟然就被瞬秒了。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好消息是，食人魔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实力，穆天尊也肯定不可能苟活的了。他估计也已经食人魔的超级大招所秒杀，回到复活点来陪我了。想到这里，剑北玄突然感觉内心平衡了许多。在超级 BOSS 面前，众生平等，无论谁都是要死的。可剑北玄拼命伸直脖子，左顾右盼，也没在复活点看到陆晨的身影。这让剑北玄内心微微有些疑惑，怎么找不到穆天尊的身影啊？难道他被杀到别的复活点了？可骤然一道全服通告提示瞬间打断了剑北玄无比疑惑的思绪。叮！玩家穆天尊成功单杀食人魔之王，40级妖将阶 BOSS， 奖励自由属性点加30，并且成功触发特殊隐藏任务。叮！玩家穆天尊成功单杀食人魔之王。同样的游戏全服通告在全服所有玩家面前连续响起3次，瞬间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剑北玄更是满脸都是目瞪口呆之色，眼神里尽是难以置信的极尽震撼，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天哪，穆天尊的实力竟然已经恐怖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
之前我和穆天尊虽然实力也有差距，但至少我还有希望能追赶上。可这段时间过去，我的实力明明都已经提升很多了，却绝望地发现我和他的实力差距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甚至差距还变得越来越大。以他现在的实力，碾死我恐怕不比碾死一只蚂蚁困难多少。他实力强到让我窒息，让我永远都追赶不上他。他已经是我永远只能仰望的神一般的存在了。剑北玄眼神里不再有挫败和不甘，取而代之的是崇拜和敬重的目光。人往往就是这样，你实力比别人强一点，别人会嫉妒你；但你实力比别人强很多时，别人对你就只剩下崇拜了。剑北玄突然注意到，有人在附近频道里发布悬赏公告，100万重金悬赏穆天尊的性命，谁能杀死穆天尊，可以来魂殿公会找会长王岩领取100万赏金。剑北玄看到悬赏通告时，瞬间瞳孔一缩，脸色变得有些狰狞。他快速地找到了大肆发布悬赏通告的魂殿公会玩家。魂殿公会玩家疑惑地看向剑北玄：“你是要领悬赏任务的吗？”剑北玄突然狠狠挥出一拳，狠狠将魂殿玩家脑袋砸得粉碎。领什么悬赏任务？老子是来要你命的！从今天开始，穆天尊是老子的偶像，谁敢动我的偶像，我连骨灰都给他扬了。剑北玄仍然有些不放心，又赶紧给陆晨发过去了一条消息：“穆天尊大佬，王岩刚刚对你发布了100万悬赏通缉令，你一定要小心啊！”第80章，陆晨刚刚斩杀掉食人魔之王 BOSS， 正在拾取战利品。叮！你击杀了食人魔之王，40级妖将阶 BOSS， 获得6万点经验值，你获得3000天额外寿命。恭喜！你升到了31级。恭喜！你升到了32级。恭喜！你升到了33级。这次击杀食人魔之王，不仅收获了2件钻石级装备，甚至还爆出了一份钻石级能力提取药水。陆晨果断掏出超级合成器，将刚刚获得的2件钻石级装备全部投入超级合成器内进行合成，将虎啸山灵拳套钻石级和银月金刚太刀钻石级进行合成，需消耗12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7797天，确定合成。陆晨眼中闪过一道金光，直接进行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混乱之源长裤，星耀级。混乱之源长裤，星耀级，治疗效果加600法术伤害，加600生命值，加3000法术防御，加800佩戴要求，30级。附加效果：混乱，敌人对你发动攻击时，有 30% 概率陷入3秒混乱状态，混乱状态的敌人将会疯狂攻击他的友军，冷却时间10秒。装备的技能很不错，陆晨正好缺一件高质量的裤子装备，有了这件星耀级长裤，顺利补齐了全身装备。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好友消息在跳动，是剑北玄发来的消息：穆天尊大佬，王岩刚刚对你发布了100万悬赏通缉令，你一定要小心啊！陆晨打开全服频道一看，竟然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王岩命令所有魂殿玩家发布的悬赏通缉令，全都是在高价悬赏请各路高手击杀他。他眼神微微一眯，顿时涌起一股凌厉无比的杀意。王岩，之前我一直没时间动你，你却一直在得寸进尺的找我麻烦，今日便是取你性命的时候。陆晨取出钻石级能力提取药水，直接一饮而尽。叮！你现实中获得了1星神器九幽黑龙袍。叮！你现实中获得了3星神器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叮！你现实中获得了星耀级装备混乱之源长裤。叮！你现实中获得了星耀级装备海皇之怒手镯。叮！你现实中获得了额外基础属性，增加了1000点法术攻击，1000点治疗强度，3000点生命值，800点物理防御，800点法术防御。喝下能力提取药水后，陆晨便直接选择下线。刚一下线，他便感受到了有源源不断的属性涌入体内，2件神器和2件星耀级装备也全都浮现到了现实之中。陆晨感受到了自身现实中的实力获得了进一步的蜕变。前世魂少帝常年在市中心的医药大厦内居住，王岩取代他之后，应该也是居住在那里。陆晨想到这里，骤然绽开赤炎圣翼，从云顶别墅的房顶直接腾空飞掠而起，顺着云顶山脉俯冲而下，朝着市中心的医药大厦飞掠而去。与此同时，王岩正在医药大厦的顶层办公室内，周围站着的全是魂殿公会的精英骨干。由于游戏里的他被囚禁在了光明圣殿的天牢之中，他只能被迫下线。王岩目光扫过身边的2排魂殿精英，叫你们来是要吩咐你们2件事。第一，有个叫陆晨的家伙，我从小就看他不顺眼，最近不知道躲哪里去了，给我将他带回来，并且卸掉他双腿双脚，我要好好折磨他。第二，穆天尊一直欺我太甚，我已经全服悬赏重金追杀他，我不仅要在游戏里杀他，更要在现实中灭了他。你们也负责找到穆天尊现实中的身份和下落，我要亲手杀了他。
你们听到没有？王岩声音落下，却迟迟没听见回声，这让他顿时无比生气，怒声咆哮道：你们都哑巴了吗？谁要是不服从我，就赶紧滚蛋！一名魂殿精英突然满脸惊恐的颤声说道：老大，你快看你的背后！王岩这才注意到，这群魂殿精英竟然全都眼睛盯着自己身后，仿佛被吓傻了一般。他下意识转头看去，竟然看见一袭挥舞着巨大火红翅膀的少年身影，宛如浴火凤凰一般，携着熊熊燃烧的超高温烈焰，竟然朝着自己暴袭而来。轰！那合金锻造而成的钢化落地窗，在这少年面前，竟然脆弱的如纸一般，瞬间便被撕得粉碎。少年宛如杀神一般，悍然朝着王岩扑杀而至。这一刻，王岩骇然万分，他身后的魂殿精英们也全都满脸尽是惊恐之色。第81章，你很小时候就被街上的野狗咬掉了筋儿。这飞掠而来的少年肯定不是别人，正是陆晨。王岩眼睁睁看着陆晨朝自己袭杀来，对方身上携着汹涌滔天的恐怖杀意，让他心情瞬间凉到了谷底。他的实力怎么如此恐怖？明明都是从创世网游中提取出来的实力，我和他的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王岩眼神满是惊骇，浑身竟然止不住的发颤。哪怕他也拥有创世网游的超凡力量，但面对眼前的少年，他竟然感受到了犹如天堑般的巨大差距。虽然这少年浑身被黑袍所笼罩，王岩有些认不清他的面容，但仍然被少年身上那宛如战神般的超然气势所震撼。王岩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在眼前的少年那霸绝天地的恐怖气势所笼罩下，自己简直脆弱的蝼蚁一般，在少年面前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眼看眼前的少年竟是冲着自己而来，这无比巨大的实力差距让王岩完全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念头。王岩内心只剩下了一个想法，那就是逃，逃得越远越好。王岩竟然快速地躲到了其他魂殿玩家身后，然后大声喊道：快，考验你们忠诚的时刻到了，只要你们拦住这个家伙，我给你们重重有赏。这群魂殿精英玩家们瞬间脸都绿了，谁都不是傻子，谁都看出眼前这个黑袍少年实力有多么恐怖，而且这少年完全是冲着王岩来的。王岩说出这话，意思就是让他们顶在前面送死啊！这群玩家加入魂殿公会，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谁都不想为了一份工作去主动送死啊！可王岩却是狠到了骨子里。王岩冷笑一声，说道：别忘了，你们家人都在我的掌控之下，你们如果敢临阵逃脱，你们的家人一个都别想活。王岩这话一出，让所有魂殿精英玩家全都浑身一颤，纷纷停住了撤退的脚步。他们这才想到，王岩将他们家人安排在公司的家属院，原来竟是为了控制他们的家人，竟然拿着他们家人的命来威胁他们，好狠毒的心啊！为了家人能活下去，这群魂殿精英玩家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顶了上去。可当这群魂殿精英玩家冲上去的那一刻，他们才骇然地发现，他们竟然还是远远低估了陆晨的实力。陆晨大手一挥，一头遮天蔽日的巨大黑龙竟然从时空裂缝之中被强行召唤了出来。这头浑身布满尖锐鳞甲的黑色巨龙猛然甩动龙尾，砰！整个医药大厦竟然被拦腰斩断。这个楼层中的所有人全都从几十层高的万丈高空中急速下坠。别说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魂殿普通玩家了，就算是这群魂殿精英们也全都吓破了胆。陆晨站在黑龙头顶之上，看着无数魂殿玩家全都从万丈高楼中坠下，所有人脸上都全是恐惧和绝望。但陆晨的眼神仍旧平静如故，静静地看着这群魂殿玩家坠楼身死，他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因为这群魂殿玩家哪怕是为了养家糊口，却也做了许多伤天害理、恃强凌弱的恶事。助纣为虐，本就有罪。幽冥黑龙突然朝着陆晨投来请求的目光，龙爪指着自己干瘪的肚子，似乎意思是自己饿了。陆晨笑着点了点头，去尽情的吃吧。这群魂殿玩家死不足惜，与其让他们活活摔死，倒不如废物利用，让他们成为你的食物。幽冥黑龙眼眸骤然一亮，猛然朝着坠落的魂殿玩家扑了过去，犹如虎入羊群一般疯狂地吞吃起来。叮！幽冥黑龙吞吃了一名魂殿玩家，攻击力永久+5。叮！幽冥黑龙吞吃了一名魂殿玩家，防御力+10。叮！幽冥黑龙吞吃了一名魂殿玩家，血量永久+20。幽冥黑龙完全进入了自助餐模式，属性也在疯狂暴涨起来。而幽冥黑龙疯狂吞噬魂殿玩家的同时，就连陆晨自己的属性值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增长着，力量+3，体质+2，智力+4。哗！陆晨突然听到一阵隐身逃遁的脚步声，声音非常微弱，但还是被陆晨听到了。陆晨骤然大手一挥，想跑？想得美！陆晨冷笑一声，前世无比丰富的战斗经验让他仅仅通过听声辨位
就能瞬间判断出敌人的位置。一道胜利交织的光之囚笼骤然从天穹之上镇压而下，瞬间便将一道虚无缥缈的身影拘禁在了圣光牢笼之中。圣光牢笼的强控制之下，让这名刺客瞬间原形毕露，现出了真身。这刺客竟然恰恰就是王岩！王岩眼神充满了惊骇之色，眼神更是惊颤不已。他竟然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陆晨的面前：“大佬饶命啊！大佬千万别杀我！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大佬您，如有得罪的地方，我愿意重金补偿。我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全靠我养活，求大佬放我一条生路吧。”看着王岩满脸委屈的向自己求饶，陆晨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更加浓烈。王岩，这句话你骗别人还行，你骗到了我吗？你爹是缅国皮条客，你妈是拐卖小孩的牙婆子，你们全家没一个好东西，你们全家做的全都是丧尽天良的恶事，可能是上天有眼，所以你很小时候就被街上的野狗咬掉了筋儿，你连生育能力都没有，哪来的孩子？王岩瞬间目瞪口呆，呆若木鸡的看向陆晨，结结巴巴的说道：“怎么对我这么了解？你到底是谁？”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他摘下了连面容都被一起遮盖住了的黑袍，露出了他的真实面容。看到陆晨面容的一瞬间，王岩瞬间瞪大了眼睛：“我的天啊，你竟然是陆晨！”王岩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浑身都在止不住的站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陆晨的实力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王岩一直以为陆晨只是一个被他随意玩弄的傻小子，却没想到他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傻子。第82章，你说姐姐该怎么感谢你呢？王岩似乎突然想到什么，眼神里震惊之色突然变得更加浓烈。你实力如此之强，不可能一直如此低调。你和我的另一个仇人身影很像。陆晨突然笑了，你说的是穆天尊吧？陆晨突然绽开烈焰双翼，将王岩深深地扼在了无尽烈焰的焚烧之中。王岩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一脸淫笑的奉承道：“陆晨，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啊！之前我是有些对不住你的地方，不过你肯定不会和我较真的。以后咱们两兄弟联手，一商一武，未来的成就不可想象啊！”陆晨顿时笑了。王岩是什么人，他再清楚不过了。出尔反尔，见利忘义，自私自利，不讲武德，卑鄙无耻。谁要是跟他合作，那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被他干倒的魂少帝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陆晨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格外残忍，犹如这世间最狰狞可怖的恶魔。想和我合作？你也配？你配几把？陆晨背后的赤炎圣翼骤然化作一道烈焰之爪，狠狠抓住了王岩的脑袋，然后猛一用力，啊呀！狗日的陆晨，是沈雪儿背叛了你，你不该将账算在我身上，有种你去找沈雪儿报仇啊！王岩发出歇斯底里的痛苦惨叫，但他的惨叫刚刚响起一半，便瞬间戛然而止，因为王岩的脑袋已经被烈焰之爪骤然捏爆。轰然之间，王岩脑壳碎裂，血浆飞溅，一具无头尸体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陆晨挥动烈焰翅膀，瞬间便将王岩的尸体燃成灰烬。王岩从此彻底魂飞魄散，尸骨无存。陆晨朝着王岩的骨灰狠狠踩上一脚：“你先第一个入土，接下来就是沈雪儿。沈雪儿的账我会找他清算。”没过多久，医药大厦的废墟旁突然围聚了一排排的警车。市中心突然爆发出如此巨大的事故，就连几十层高的医药大厦都坍塌了，警察们自然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陆晨见下方围满了警察，他不愿和警察们纠缠浪费时间，直接开启隐身状态，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回到了云顶山庄的别墅之中。刚一回到家，陆晨竟然看见9月双华已经醒了。他头发湿漉漉的，身上披着洁白的浴巾，露出白嫩的玉足，盘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显然是刚刚洗过澡，刚刚从浴室里走出来。9月双华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着新闻电视，看上去神情很是放松。见到陆晨回来，9月双华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陆晨弟弟回来了，正好赶上吃姐姐刚切的水果，这雪梨可甜了。”9月双华用叉子夹起一块雪梨，穿着啪啪兔拖鞋一路小跑走到陆晨面前，喂到陆晨嘴边。陆晨张嘴咬了一口，清脆可口。哎呦，这梨子还真挺甜的，是吗？我也尝尝。9月双华随手将陆晨咬了一半的梨子毫不避讳地吃了下去。他笑嘻嘻地说道：“是挺甜的，我最爱吃雪梨了。”陆晨顿时有些想笑：“我咬了一口的雪梨，你也吃啊？”9月双华顿时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我刚刚用的叉子，你不也用了吗？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间接接吻了？”陆晨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你是这样诡计多端的双姐。你想接吻可以和我直说。真的？这可是你说的。9月双华俏脸上露出一抹挑逗的笑容，朝着陆晨贴了过来。他轻轻闭上眼睛，踮起脚尖，
那秀美的樱唇轻轻朝着陆晨嘴唇贴了过去，眼看四唇就要融在一起，电视机上却突然紧急插播了一条新闻：市中心医药大厦突然坍塌，导致数百人死亡，死亡者全部都是魂殿工会的超凡能力者，就连魂殿会长王岩也死于这场事故之中。此事官方初步判断是人为事件，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然而，这道新闻刚刚插播之后，各大视频平台的新闻专栏纷纷争相报道，更有无数观众纷纷弹幕评论道：对于魂殿会长王岩的死，我只想用4个字来形容，干得漂亮，真是大快人心啊！王岩带着魂殿工会作恶多端，害死了多少无辜玩家，他要是不死，简直天理难容。是啊，像王岩这种万恶之人，谁杀他就是在替天行道，老天爷都得给他记一笔大功德。我姐就是被王岩给折磨凌辱后，又被他给害死的，谁杀了王岩，谁就是我的大恩人啊！希望政府部门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追究杀人者的过错，毕竟公法也得讲私情啊。王岩这种大恶人早就该死了。是啊，就算找到了杀人者，也没必要罚得太重，随便罚2块钱得了。一时间，无数舆论纷纷一边倒的站在了陆晨这边。9月双华更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一脸惊讶的看着陆晨。陆晨弟弟，这件事该不会是你干的吧？不然呢？陆晨笑着说道。9月双华顿时给陆晨竖起了大拇指。弟弟干得漂亮，王岩这个狗腿子可没少在游戏里干坏事。自从他篡位了魂殿会长之后，更是玷污了无数无辜女孩的清白，甚至就连我和芊芊姐都被他给盯上了。那次幸亏弟弟你及时出手，不然我和芊芊姐可就惨了。你说姐姐该怎么感谢你呢？9月双华突然眼神迷离的陆晨，那眼神简直又撩又欲。他身上哪怕披着的是一件宽大的浴袍，却仍然难掩他那丰润饱满的丰韵身材。浴袍半遮半露之处，将他那雪白的天鹅颈和完美无瑕的娇嫩肌肤展露得淋漓尽致。9月双华任由湿漉漉的秀发披肩垂落，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朝着陆晨贴了过来。他如同一块甜嫩可口的小蛋糕，主动送到了陆晨的嘴边。第83章，亡灵大军攻城，全城危机。看着9月双华主动凑过来，陆晨有些懵住了。他一时之间不知是该主动还是该闪躲。9月双华见陆晨左右为难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弟弟你真是个小呆瓜，姐姐逗你玩呢，嘻嘻嘻。9月双华在陆晨脸上轻轻啄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开了。陆晨看着他跑出别墅的方向，看样子他是跑回隔壁他自己的别墅了。陆晨一时之间心情有些复杂，他不清楚自己对9月双华是什么感觉，是把她当成姐姐，还是当成恋人，或是其他。想不明的事情，那就留着以后再想，先升级变强才是王道。陆晨慨然一笑，然后回到房间，带上创世游戏指环，重新回到了游戏之中。刚回到滨海城，陆晨便感受到了滨海城的气氛有些不同往日。玩家们都在行色匆匆地购置着各种药物和装备， NPC 们也都在神情警惕地穿着铠甲，似乎要准备应战。听说马上要亡灵大军攻城了，大家齐心协力，要加油啊！是啊，听说亡灵怪物攻城既是危难，也是机遇。若是我们守住了滨海城，那么所有人都能得到集体好处，但若是守城失败了，所有滨海城出生的玩家全部都要集体掉10级。我去，掉10级？这么狠，看来是想躲也躲不过呀。兄弟们都要加油啊，咱们可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对，不管咱们之前有多少矛盾，现在咱们所有人都必须万众一心，攻克难关。此时此刻，无数玩家全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就连 NPC 也全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陆晨顿时心里明白，看样子是光明圣殿分部的那名女副教皇已经做好了战前部署，将亡灵大军攻城的消息已经提前告知了所有 NPC 和玩家。只是这女教皇果然不是什么好人。要知道，怪物攻城是可以设置所有玩家惩罚等级的，如果守城失败，最低设置掉落0级，最高设置掉落10级。这女副教皇真是够狠，直接将失败惩罚拉满了，输了所有玩家集体掉10级，这谁受得了？就连陆晨也是在滨海城所属麾下的新手村出生的，也同样也被牵扯其中了，这让陆晨心里有些不爽。那就先搞死巫妖王，然后再找副教皇这个老女人算账。轰隆隆，骤然之间，天空变得一片漆黑昏暗，天空中不断降落着腐蚀之雨。腐蚀之雨，凡是被腐蚀之雨击中，每秒都会损失少量生命值，并且物理防御力和法术防御力将会大量衰减。整个滨海城已经全部都被腐蚀之雨笼罩。腐蚀之雨虽然掉血不多，大概每秒5到10点的样子，但这是持续掉血啊。在成功击杀亡灵攻城所有怪物之前，
腐蚀之雨都会一直持续。瞬间便有无数玩家开始骂娘了。妈的，这雨水又酸又臭，真是太恶心了。这可是持续掉血啊，要想不被杀死，就得一直喝药。要是腐蚀之雨持续的稍微久一点，老子买药都得买到穷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冲了。杀了这群亡灵怪物，咱们一起拿守城成功奖励。滨海城内所有玩家纷纷互相加油打气。如果选择躲在屋里或者直接下线，是可以不受腐蚀之雨影响的。但若是大家不同心协力，都想着退缩，那就等于任由亡灵怪物攻城，结果必然是所有玩家因为守城失败集体掉10级。10级的巨大差距会让滨海城和其他城池出生的玩家拉开巨大差距，等级低走到哪都会被人欺负。这个账号几乎等于彻底废了，就连现实中所提取出的超凡力量也会随之衰减，彻底沦为低人一等的废人了。此时，第一批攻城的亡灵怪物已经率先开始攻城。弓箭手玩家们成排站在城墙上，纷纷拉弓射箭。咻咻咻咻咻，一道道锋利的箭矢如狂风骤雨般射进一头头骷髅骑士的身上。打先锋的骷髅骑士天生皮糙肉厚，还有骨质盾牌可以抵挡物理伤害。基本上这群箭矢射过去，只有少部分高等级的弓箭手玩家可以勉强破防，打出少量伤害。大部分普通弓箭手玩家连骷髅骑士的防御都破不了，纯刮痧了。仅仅是第一波交锋，便让所有玩家脸色凝重无比。这才只是第一波亡灵怪物啊，防御力竟然都已经如此夸张，这伤害打过去纯刮痧啊，太夸张了，根本就是摆明了不可能赢啊。也许是骷髅骑士克制弓箭手呢，换法师上去试试，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玩家们全都站在高楼上，围观着滨海城外围的战况。可仅仅只是第一波交锋，就让玩家们瞬间心凉了半截。随着成群的骷髅骑士不断靠近城门，弓箭手们纷纷退下，换法师们出手。法师的法术射程虽然没有弓箭手远，但胜在技能威力更大。随着法师们开始挥动法杖，吟唱各种五花八门的法术技能，各种冰箭术，各种火球术，各种锋刃术，数之不尽的各种属性法术技能像不要钱一样疯狂朝着越来越逼近的骷髅骑士们轰了过去。骷髅骑士们虽然克制物理攻击，但明显更惧怕法术攻击。法师们的法术攻击倾泻在骷髅骑士的身上，骷髅骑士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滑落。虽然伤害不算特别高，但起码能打得动骷髅骑士了。法师们见状心情大喜，纷纷更加卖力地丢出各种法术技能，一边疯狂喝蓝药，一边疯狂丢技能。率先冲锋打头阵的100名骷髅骑士们，在几千名法师的围攻之下，等冲杀到城门前时，已经死掉了将近一半，只剩下50多头残血的骷髅骑士。这让守城的玩家们顿时士气大涨。这群狗娘养的骷髅骑士，干死他们！法师们没少出力，咱们近战职业也不能怂啊！兄弟们，咱们直接杀出城去，让他们看看咱们战士职业的真男人们是怎么勇猛杀敌的。第84章，杀一怪升一级，升级盛宴。这一刻，无数战士职业玩家群情激愤，各种五花八门职业的战士玩家纷纷冲出城门，与骷髅骑士激战到了一起。可刚与骷髅骑士们交战开始的一瞬间，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骷髅骑士们的强大实力。战士的物理攻击在他们身上很难破防，也只有少数魔战士类的隐藏职业能与骷髅骑士勉强有一战之力。仅仅只是一群残血状态的骷髅骑士，都让这群战士吃尽了苦头。可更让他们绝望的是，他们勉强撑住了骷髅骑士的进攻，但第二波的10项鬼蝙蝠大军竟然铺天盖地的如蝗虫般冲了过来。乌拉乌拉乌拉！这群10项鬼蝙蝠大军发出难听刺耳的尖笑声，朝着战士玩家们发起了围剿进攻。10项鬼蝙蝠飞在高空中，不断喷射出腥臭的毒液。但凡是被毒液沾染的战士玩家，不仅速度大减少，血量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暴跌。仅仅是10项鬼蝙蝠袭来的一瞬间，便有大量的战士玩家们纷纷殒命，被送回了复活点。这一次，弓箭手玩家的箭矢攻击虽然能够奏效，但10项鬼蝙蝠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天空中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全都是10项鬼蝙蝠，发出的刺耳噪音让所有玩家全都感到头皮发麻。就连光明圣殿的牧师 NPC 们也在此时加入了战局。除了陆晨这样拥有特殊天赋的超级杀戮牧师以外，其他绝大多数普通牧师都不具备什么战斗力。牧师们的圣光之力虽然无法对普通怪物和敌人造成任何伤害，却唯独能对亡灵系敌人有额外的杀伤力。无数牧师奋力参战，虽然消灭掉了不少的10项鬼蝙蝠，但仍有海量的10项鬼蝙蝠从城墙高空飞掠而过，涌入城内，开始了疯狂猎杀。城里的玩家和 NPC 无人能够幸免，
石像鬼蝙蝠见谁咬谁。由于腐蚀之雨让所有玩家和 NPC 的防御力全都暴跌，导致石像鬼的撕咬和毒液攻击杀伤力极高。一时之间，整个滨海城犹如人间地狱一般，到处都是蝙蝠追着玩家和 NPC 满街逃窜，大街上的尸体更是堆积的到处都是。而这一刻，陆晨也不可能坐视不管。成群的石像鬼蝙蝠突然盯上了正坐在酒楼上喝茶的陆晨，纷纷涌了上来。你们惹谁不好呢？非要来惹我？陆晨微微叹了口气，他抬手就是一记治疗链，迸射而出。治疗链的圣光力量瞬间贯穿了一只又一只的石像鬼蝙蝠。这群石像鬼蝙蝠瞬间有些懵住了。他们之前杀其他玩家和 NPC 时，犹如砍瓜切菜一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但眼前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少年，却随手一记治疗法术，就瞬间秒杀了一大群他们的同伴。这群石像鬼蝙蝠纷纷露出凶残的眼神，他们清楚靠硬拼是打不过眼前的少年，竟然果断选择纷纷自爆。砰砰砰砰砰！这群石像鬼蝙蝠犹如一个个自爆兵，纷纷飞向陆晨，选择引爆自己的身体。一时之间，血肉横飞，尖啸不断。陆晨果断开启神圣护盾，挡住了这群石像鬼蝙蝠的自爆伤害。但让陆晨感到无比惋惜的是，蝙蝠自爆属于自杀行为，不会给陆晨提供任何经验值。只有陆晨先前用治疗链击杀的8只石像鬼蝙蝠，给陆晨提供了一些经验值。叮！你击杀了8只35级石像鬼蝙蝠，获得7000点经验值，你获得700天额外寿命。等级越高，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也就越多。8只石像鬼蝙蝠提供的这点经验值，根本不足以满足陆晨目前升级所需的经验值。这群石像鬼蝙蝠更是穷得叮当响，除了爆了几枚可怜的铜板之外，便再无任何战利品。一群穷鬼！陆晨撇了撇嘴，这几只蝙蝠让他杀得并不尽兴，甚至有些意犹未尽。陆晨挥动赤炎圣翼，飞掠在高空中，突然看到有几头亡灵猛犸象冲破了城门，在大街上不断横冲直撞，疯狂屠杀。这几头亡灵猛犸象和别的亡灵工程怪物不同，它们属于 BOSS 级怪物，经验和奖励一定更加丰厚。就是你们了！陆晨眼神掠起一抹战意，果断朝着这群猛犸象冲了过去。他挥动翅膀，疯狂斩击在亡灵猛犸象的身上。轰轰轰轰轰！在他狂风骤雨般的袭杀之下，一头亡灵猛犸象还未反应过来，血量就已经被瞬间清空。呜！这头亡灵猛犸象发出凄厉的哀嚎声，然后庞大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悍然倒地。叮！你击杀了40级 BOSS 亡灵猛犸象，获得10000点经验值，你获得1000天额外寿命。骤然之间，炫白色的升级光芒从陆晨上泛起。恭喜，你升到了34级。听到升级提示音，陆晨心头微微一喜，果然还是杀 BOSS 升级来得更快。这一头亡灵猛犸象 BOSS 提供的经验值都比一群石像鬼蝙蝠要高多了。仅仅杀死一只亡灵猛犸象，就让陆晨直接升了1级。如果将这群亡灵猛犸象全部杀死，经验还不升到飞起。甚至亡灵猛犸象 BOSS 还爆出了一些战利品，战利品正压在亡灵猛犸象 BOSS 的尸体下，暂时还看不清爆出的是什么。不过眼下不是捡宝物的时候，其他亡灵猛犸象纷纷愤怒地冲了上来，看样子是要为死去的那头亡灵猛犸象报仇。亡灵猛犸象技能死亡冲撞，冲撞一段距离，并且对沿途所有敌人造成巨额伤害和 1.5 秒击飞效果。一只亡灵猛犸象施展死亡冲撞，或许还有机会躲避攻击。但一群亡灵猛犸象一起开着死亡冲撞，前仆后继地朝陆晨冲了过来，简直犹如绞肉机一般，那是相当凶残，相当血腥。陆晨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危机，眼神变得凝重起来。第85章，疯狂升级，丰厚收获。这群亡灵猛犸象显然已经进入了愤怒状态，哪怕以命搏命，也要将杀死陆晨为同伴报仇。陆晨纵身轻轻一跃，翅膀挥动之间便飞掠到了高空之中。眼下这成群的亡灵猛犸象全都目光凶残地盯着自己，陆晨只要敢进入他们的攻击范围，立马就会遭到他们的疯狂报复。跟这群亡灵猛犸象去硬碰硬，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那就只有动用那一招了。神焰天征，范围杀伤型禁咒，一旦开启，周围所有敌人都将受到每秒1000点圣光伤害。自从获得这个禁咒技能之后，陆晨一直没有机会使用，但现在神焰天征禁咒在黑暗神器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作用下，不仅转化成了黑暗属性禁咒，并且还足足提升了 30% 的威力。陆晨骤然抬起高举暗黑十字架，一股气势汹涌的黑暗之威骤然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被吸扯到他头顶的高空之中。一时之间，陆晨头顶竟然形成一道巨大的黑暗漩涡，漩涡内幽深邪鬼散发着恐怖的魔威。
黑暗版神焰天征。陆晨轻轻一声低吟，周围天穹之上竟然弥散出无边恐怖的黑气，将整个天空完全遮盖下来，就连天空的红日和白云竟然都被染成了漆黑之色。一股无比恐怖的邪鬼气势骤然从天穹之上扩散开来，吓得无数滨海城玩家全都齐齐抬头望向了高空。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黑暗能量？难道是亡灵大军的大 boss 在幕后酝酿大招？思思，有这么恐怖的大招吗？这么恐怖的黑暗能量，难道是要直接将整个滨海城摧毁吗？完了，这下彻底完了。 boss 一个禁咒要是将滨海城都毁了，咱们还守个屁啊！别说守城了，这个黑暗禁咒打下来，别说滨海城要被毁了，咱们城里所有玩家和 NPC 恐怕一个都活不了。一时之间，所有滨海城玩家全都陷入了极度恐惧的紧张情绪之中。不仅仅是滨海城的玩家们，就连 NPC 们神情也全都骇然万分，内心更是感受到了发自灵魂深处的绝望和战栗。NPC 们和玩家不同，玩家死了虽然掉级掉装备，但起码还能复活，但 NPC 死了那就是真的死了，所以 NPC 其实比玩家更怕死。就连滨海城主和光明圣殿的女副教皇，此时脸上的神色也变得无比凝重。亡灵龙这么早就现身了，可这不像是亡灵龙的技能啊！亡灵龙擅长的是亡灵法术，而这是黑暗禁咒法术，还是有本质上区别的。说不定是亡灵龙临时找来的帮手，毕竟亡灵龙活了上千年，能拉来一些黑暗阵营的强力队友，还是极有可能的。如果亡灵龙找来帮手的话，我们的胜算恐怕就小了很多。该死，情报竟然有误，情报上根本没有提及亡灵龙会找来强力帮手。我们总店离滨海城太远了，就算临时请求支援，也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但愿祈祷亡灵龙请来的帮手实力不要太恐怖。女副教皇脸色变得无比沉重。她虽然是光明圣殿的副教皇，但她也只是负责管理滨海城附近的几座城池。像她这样的副教皇，光明圣殿其实有很多，所以她哪怕挂着光明圣殿副教皇的虚衔，其实在光明圣殿的地位也不算特别高。如果滨海城一旦失守，被黑暗势力所侵占，女副教皇根本无法向总部交代，而且必然会遭到光明圣殿的严惩。一想到光明圣殿那血腥无比的刑罚手段，女副教皇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一旦遭受总部真正的酷刑，那简直比死了还难受啊！我会与滨海城共存亡。女副教皇看了滨海城主一眼，咬牙说道。滨海城主没有说话，他脸色无比凝重的死死盯着高空中的黑暗禁咒。他很想知道这股莫名而来的黑暗禁咒究竟来自哪位黑暗大能之手。轰隆隆，骤然之间，天穹之上的黑暗漩涡犹如蓄满了洪水的池子，直接冲破水槽，彻底爆裂开来。无穷无尽的黑暗能量携着恐怖滔天的气势，瞬间朝着整个滨海城吞噬而来。哗！一时之间，成群的石像鬼蝙蝠仅仅是被黑暗版神焰天征吞噬的一瞬间，便瞬间被碾成飞灰，血肉飞溅，魂飞魄散。石像鬼蝙蝠虽然被玩家们竭力奋战之下一命搏命杀死了不少，但石像鬼蝙蝠的数量仍旧数百只之多。可这数百只石像鬼蝙蝠根本承受不住黑暗版神焰天征的恐怖神威，瞬间便被全部团灭，死得干干净净。叮！你击杀了120只35级石像鬼蝙蝠，获得105000点经验值，你获得10500天额外寿命。这才仅仅只是黑暗版神焰天征的第一波攻势，就瞬间屠灭了所有石像鬼蝙蝠。这一刻，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石像鬼蝙蝠尸体全都涌出一道道灰白色的经验值，蜂拥般涌向陆晨。海量经验值疯狂涌入陆晨体内，让陆晨自身的经验值疯狂暴涨，经验槽不断拉满，升到新的等级。紧接着，经验槽又被瞬间拉满，又升到新的等级，如此不断往复。恭喜，你升到了35级！恭喜，你升到了36级！恭喜，你升到了37级！恭喜，你升到了38级！恭喜，你升到了39级！虽然等级高了之后，所需升级的经验值需求成倍增加，但这波磅礴丰厚的经验值也让陆晨连续突破了足足5级，瞬间达到了39级。哪怕是距离40级，也仅仅只差一丝丝经验，只剩一步之遥。而这才仅仅只是黑暗版神焰天征的第一波攻势，紧接着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的攻势。那群皮糙肉厚的亡灵猛犸象，虽然凭借恐怖的肉身防御力扛住了第一波攻势，却没想到他们即将迎接的还有后续的更多波攻势。砰砰砰砰砰！黑暗能量如洪流般疯狂撞击在亡灵猛犸象的身上，亡灵猛犸象们纷纷发出凄厉无比的咆哮声。那一座座如山丘般庞大的象躯瞬间肉身变得支离破碎，
鲜红的像血不断喷涌而出。第86章，抢我多少装备，全部都给我加倍吐出来！哪怕是亡灵猛犸象，防御再强，血量再厚，也完全扛不住黑暗版神焰天征禁咒的恐怖冲击。所有亡灵猛犸象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剧烈暴跌，哗哗哗哗哗！面对黑暗版神焰天征的恐怖攻势，这群亡灵猛犸象根本毫无还手抵抗之力，只能目光愤怒滔天地盯着高空之上的陆晨，发出悲愤无比的无能狂怒。这群亡灵猛犸象最终再也顶住黑暗版神焰天征的冲击波，最终伴随着一声声凄惨的哀嚎声，最终血流成河，所有亡灵猛犸象全都含恨而亡。叮！你击杀了8头40级 BOSS 亡灵猛犸象，获得8万点经验值，你获得8000天额外寿命。这群亡灵猛犸象的身亡，又给陆晨续了一大波经验值。丰厚的经验值源源不断涌入陆晨体内，让陆晨经验值疯狂暴涨。一阵阵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陆晨的等级再次接连突破。恭喜你升到了40级，恭喜你升到了41级，恭喜你升到了42级。猛犸象虽然单体经验高，但数量实在太少了，总体算下来还没有杀死所有10项鬼蝙蝠提供的经验值多，但也足足让陆晨又连升了3级。紧接着陆晨还没来得及欣喜，又有一道系统提示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由于你突破了40级，你的杀戮牧神天赋发生了进化，你的伤害技能和治疗技能全都对敌人造成7倍伤害，你的伤害技能和治疗技能全都对敌人造成8倍伤害，又提升了1倍。也就是说，陆晨只要随便扔出一个伤害破1000的技能，轻轻松松都能打出过万的伤害。这个天赋实属有些过于逆天了。而这还没有结束，陆晨突然发现皓日星君这个职业的第2个专属技能图标出现了一个任务按钮，完成皓日星君的专属任务就能领悟皓日星君的第2个专属技能。是否领取专属技能任务？领取后需在1天内完成该隐藏任务，可以额外获得特殊奖励。陆晨想了想，决定先将怪物工程这一难关先解决了，再去接这个职业专属隐藏任务。而此时陆晨则开始了快速收割战场上的战利品。叮！你捡起了星耀级装备亡灵复苏戒指。叮！你捡起了钻石级装备亡灵之怒腰带。叮！你捡起了钻石级装备死尸操纵法袍。叮！你捡起了1233枚铜币，一口气收获了3件极品装备，甚至还有一件是星耀级的亡灵复苏戒指，星耀级，攻击力加800，物理暴击率正 20%， 生命值加2000，生命恢复速度提升 240%， 法力恢复速度提升 240%， 佩戴要求40级，附加效果亡灵复苏，指定一只怪物尸体，将它复活过来，听你驱使，尸体最多可存活60秒。这件星耀级装备虽然技能很不错，但可惜世家的物理系属性比较适合战士和刺客佩戴，跟陆晨并不契合。但这对于陆晨来说不是难事，只要将装备丢进超级合成器内进行熔炼一番，就极有可能合成出契合陆晨属性的新装备出来。想到这里，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刚刚爆出的3件装备全都扔进了超级合成器内，将亡灵复苏戒指、星耀级和亡灵之怒腰带、钻石级和死尸操纵法袍、钻石级进行合成，需消耗4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47997天。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他没想到合成一次星耀级装备所需要的寿命竟然足足40年，这可是一个普通人半辈子的寿命啊！不过幸好陆晨合成装备一直用的都是别的寿命，不然陆晨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干。既然消耗别人的寿命就能提升自己装备，那就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凡是被陆晨杀死的人基本都是罪大恶极的坏人，甚至用渣子形容这些人都一点也不过分。确定合成，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选择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3道璀璨夺目的绚烂合成光芒突然从3件准备合成的装备之中涌了出来。最终3件装备在超级合成器的强力熔炼下，成功完美契合到了一起，成功将其合成为了一件更高阶的新装备。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财源滚滚腰带王者级。财源滚滚腰带王者级，治疗强度加800，法术攻击力加800，生命值加3000，生命恢复速度提升 300%， 法力恢复速度提升 300%， 佩戴要求40级，附加效果财富掠夺。戴上这件腰带后，你击杀敌人能够爆出更多的宝物，击杀怪物掉宝率额外提升 100%， 击杀玩家爆率额外提升 400%， 杀怪爆率翻倍。
杀玩家爆率翻5倍。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这件装备技能虽然没提供战斗属性，但却是提供了比战斗属性更加珍贵的掉宝属性啊！杀玩家爆率直接翻5倍，以后谁要是被陆晨杀一次，这不得底裤都得被爆出来啊！陆晨眼神一喜，果断将王者级的财源滚滚腰带戴在了身上。对了，这才仅仅只是击杀亡灵猛犸象爆出的战利品，而10项鬼蝙蝠被自己杀了数百只，爆出的所有战利品积累起来，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陆晨想到这里，眼神骤然一亮，他挥动翅膀，飞在高空中，开始到处搜刮数百只被他杀死的10项鬼蝙蝠战利品。而此时，就在滨海城中新街道那里，是10项鬼蝙蝠尸体堆积最多的地方，却有无数玩家在那里疯抢10项鬼蝙蝠掉落的宝物。这么多宝物，老子发财了呀！别抢，都是我的，是我的！哈哈，捡到这么多宝物，血赚啊！一时之间，满地掉落的宝物让周围许多玩家都陷入了疯狂的抢掠之中。陆晨飞在高处，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眼睛微微一眯，露出一抹浓烈的寒意。我的装备也是你们能白嫖的，抢我多少装备，全部都给我加倍吐出来！刚刚获得了杀玩家爆率翻5倍的装备技能，这群玩家就撞在枪口上了，那陆晨可就却之不恭了。第87章，这样的圣母婊就该死！眼看着一群玩家正飞快地扑向10项鬼蝙蝠爆出的宝物，陆晨随手就是几发救赎之剑，咻咻咻咻咻！救赎之剑虽然只是陆晨最基础的法术技能，但在超高的面板属性加持下，伤害已经达到了远远不是这群玩家能够理解的范畴。凡是被救赎之剑射中的玩家，哪怕仅仅只是蹭到一丝衣角，都会被瞬间清空血量，碰到就是直接秒，丝毫不讲情面。啊呀！有人偷袭！几名玩家接连发出无比凄惨的哀嚎声。叮！你击杀了8名滨海城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1600天寿命。死亡的8名滨海城公会玩家各自损失200天现实寿命。这一刻，瞬间便有玩家注意到了身旁有玩家不断暴毙，顿时忍不住惊呼道：“抢装备就抢装备，别杀人啊！就是为了抢装备杀人，就太过分了啊！抢装备各凭本事，抢不到装备就杀人泄愤，纯纯就是恶心人行为。谁要是再因为抢不到装备就杀人，咱们一起联手先将他杀了。没错，这种毒瘤玩家绝不能让他溢价独大，必须铲除。”一时之间，无数争抢装备的玩家群情激愤，竟然全都联合了起来。这时，突然一名玩家站了出来，指着高空上的陆晨斥责道：“就是他！我刚刚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这个天空中飞的掉毛，出手杀死了那几个玩家。”这话一出，周围所有玩家的目光齐刷刷的全都看向了陆晨，甚至有玩家认出了陆晨的身份，他是穆天尊。卧槽，原来是穆天尊大佬啊！可就算他是穆天尊，也不能因为抢不到装备就动手杀玩家吧，实在太过分了。自己拿不到就直接杀人抢别人手里的，这跟强取豪夺有什么区别？就是，就算他是穆天尊，我们这里有多这么人，也根本不必怕他。陆晨见这群玩家竟然在厚颜无耻的指责自己，顿时笑了。我抢你们的装备，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你们难道没看到吗？这群10项鬼蝙蝠都是我杀的，是你们在抢我的装备，我拿回本属于我的自己装备，这也有错？陆晨这话一出，这群玩家瞬间纷纷瞪大眼睛，出声质问道：“这么多的10项鬼蝙蝠是你杀的？你有什么证据？”陆晨反手直接掏出了击杀100多头10项鬼蝙蝠的经验值截图，当众截图了出来。这群玩家见到截图的一瞬间，全都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惊住了。我的天啊！一次性获得了10多万经验值，这也太牛批了！我的天啊！这么多经验值，我连做梦都不敢想。他得到的可是10多万经验值啊！就算只给我1/10的经验值，我也能连升好几级了。等等，有些不对劲。这群10项鬼蝙蝠明明是被刚刚那个黑暗禁咒群体秒杀的，难道刚刚那个几乎覆盖了全城的黑暗禁咒是穆天尊大佬释放的？卧槽，那还争个屁啊！赶紧把装备还给穆天尊大佬啊！万一惹得他发怒了，再放出一个禁咒来，咱们全都得完蛋。你想多了，禁咒威力的确强，但禁咒冷却时间也同样长的离谱，他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放出第2个禁咒出来。没错，根本没必要怕他，只要他没有禁咒，咱们用人海战术，有人吐一口唾沫也能将他淹死。我觉得吧，这群10项鬼蝙蝠就算是穆天尊杀死的，但也不见得装备就得归他，装备是从10项鬼蝙蝠身上掉出来的，谁捡到就是谁的。没错，
想得到极品装备，靠的不仅仅是实力，更多的是要靠运气。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要我说啊，穆天尊的这个截图，说不定就是 P 的。P 图谁不会啊？他不就 P 了个10万经验值的图出来吗？我反手 P 一个100万经验值的截图给他。哈哈，你这么说，我可就太认同了。他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这图不是 P 的？一听说禁咒的冷却时间巨长，这群玩家瞬间变得有恃无恐起来。俗话说，法不责众。他们认定陆晨只要这回杀不了他们，等到怪物工程一结束，所有人都会各奔东西，销声匿迹。陆晨根本就不可能再找到他们所有人，再将他们逐个击杀。他们虽然畏惧陆晨的强大实力，但得知陆晨的实力暂时发挥不出来之后，瞬间便膨胀嚣张了起来。这群玩家完全就是摆出了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再告诉陆晨，我们就是看准了你的禁咒，短时间内放不出第二次，我们就是要贪你的装备了。有本事你来咬我们啊！就像是陆晨明明只吃了1碗粉，他们却非要诬陷陆晨吃了2碗粉，还叫嚣着有本事有剖开肚子，证明给我们看你到底吃了几碗粉。对于这种行为，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恶心！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而此时，有一名身材瘦小的女玩家突然弱弱地说道：我相信那个禁咒就是穆天尊哥哥放的，咱们还是将装备还给他吧，毕竟是人家凭实力爆出来的。女玩家颤颤巍巍地捧着一件铂金级装备走到陆晨面前，满脸歉意地说道：穆天尊哥哥，我刚刚真不知道这些装备是你的，我看他们都在捡，我才跟着捡的。我刚好脚下有一件铂金级装备，我就捡起来了。我可以给你看录像回放，我真的就只捡了这一件装备。可这女玩家这话还没说完，瞬间便被周围的一群玩家乱刀砍在身上，直接被乱刀砍死了。女玩家站在人堆里，杀她的那群玩家离她实在太近了，陆晨就算有心想帮她，也根本来不及了。让你话多，让你话多，你不想要装备可以给我们啊？谁让你出来丢人现眼了？这样的圣母婊就该死。没错，杀得好，杀得痛快。女玩家满脸惊恐地倒在血泊之中，周围那群冷漠的玩家甚至还在拍手叫好。这一刻，陆晨眼神冰冷如刀，你们真的不配活着。陆晨浑身杀意沸腾，眼神里的寒意更是浓烈到了极致。第88章，原谅你们是上帝的事情，我只负责送你们去见上帝。这一刻，陆晨卸下了暗黑十字架武器，原本的暗黑版神焰天征已经重新变回了火属性的神焰天征，并且技能重新刷新。这是陆晨一个换装的小技巧，陆晨前世悄然间发现的。火属性的神焰天征虽然伤害威力比暗黑版神焰天征威力要弱一些，但秒杀这群渣子玩家却是足够了，甚至陆晨都不需要动用神焰天征禁咒，都能随便秒杀他们。但陆晨还是要用禁咒，就是为了打他们的脸。随着陆晨大手一挥，神焰天征技能骤然启动，这一刻，天空之上的黑色漩涡骤然被驱散开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尽燃烧的赤红之色，在天穹之上不断扩散，最终弥漫到整个滨海城都被笼罩其中。上次陆晨释放禁咒时，设置了只对怪物造成伤害，但这一次陆晨直接锁定了所有敢抢他装备的玩家，谁敢抢他装备，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别想活。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玩家瞬间目瞪口呆，眼神满是惊骇，甚至脸上每个人的脸上都难掩恐惧之色。这又是一个禁咒级别的大招，怎么会这样？刚刚是谁说的禁咒冷却时间长到离谱，短时间内只能释放一次的？是啊，咱们被他坑了呀！面对无数玩家的纷纷指责，玩家白小通瞬间有些欲哭无泪。禁咒冷却时间长是官网资料上写着的啊，这个绝对是事实。听到这话，顿时有玩家质问道：那他能连续释放出2次禁咒，这你怎么解释？白小通彻底绷不住了，面对众玩家的质问，当场竟然直接哭了出来。一个禁咒的确短时间内只能释放1次，但是如果穆天尊有2个禁咒技能呢？刚刚那个禁咒是暗属性的，而现在这个禁咒是火属性的，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白小通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玩家全部都傻眼了。卧槽，伤害这么逆天的禁咒技能，穆天尊竟然有2个，这也太变态了。穆天尊这样的玩家出现在游戏里，简直就是在破坏游戏平衡。对，这太不公平了。我们这么多玩家，连一个禁咒都没有，凭什么他一个人就有2个？我们要向官方投诉，打不过就要向官方投诉。陆晨顿时笑了，公平？你们抢我装备的时候怎么不去讲公平啊？你们仗势欺人，明知道禁咒就是我放的，非赖着不承认的时候，怎么不去讲公平啊？那个小女孩只不过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你们就群起而攻之，将她乱刀杀害的时候，
怎么不去讲公平啊？你们的道德尺度标准怎么如此灵活？当你欺负别人的时候，觉得理所应当；当你欺负了别人，又发现打不过别人时，你们才觉得不公平。我就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陆晨声音落下，这群玩家彻底瞬间背对的说不出半句话来，因为陆晨这番话，他们根本无力反驳。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陆晨只是将他们无耻行为给说了出来。这一刻，就连远处的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脸色也瞬间变得复杂起来。女副教皇顿时松了一口气，说道：“现在的好消息是，刚刚的黑暗禁咒并不是亡灵阵营释放的，而是我们这边的友军释放的。”滨海城主脸上却难掩震惊之色，真没想到咱们滨海城竟然卧虎藏龙，竟然还有能释放大范围的黑暗禁咒之人。女副教皇摇了摇头，说道：“不，他所能释放的禁咒可远远不止这一个。看到天空之上的巨大火焰漩涡了吗？他又在酝酿第二个禁咒，而这一个禁咒是火属性的。”滨海城主抬头望着天空上恐怖无比的巨大烈焰漩涡，顿时有些大吃一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掌握一个黑暗禁咒都让我非常难以置信，没想到他竟然还是双禁咒掌握者。女副教皇仍旧摇了摇头：“你这句话恐怕还是低估他了。他能连续释放2个禁咒，不代表他只掌握2个禁咒。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谁都不会在一开始将所有底牌全部交出来啊！”滨海城主顿时脸上露出一抹激动之色，这样的强力队友，一定要拉拢他和咱俩一起联手。如果有他相助，哪怕是巫妖龙清零，咱们也丝毫不惧。女副教皇赞同的点了点头：“对，咱们眼下当务之急是立刻去拉拢他加入我们。眼下正是最危机的时刻，只要他愿意加入我们，我们甚至可以给他一些令他足够心动的好处。”想到这里，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便一起朝着陆晨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与此同时，禁咒的恐怖威力已经瞬间倾泻而下，那炽热恢宏的烈焰陨石携着恐怖到了极点的超高温度，从高空之中疯狂砸落。轰轰轰轰轰！啊！我们错了，求求大佬放过我们吧！我们把捡到的装备都交出来，别杀我们啊！你把我们杀了，谁来帮你对抗亡灵大军入侵？就是，你杀了我们，只会增加你的罪恶值，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穆天尊，真的劝你善良，你要是杀了我们，我就将你恃强凌弱的视频发到网上，到时候你的名声可就彻底臭了。这一刻，这群玩家全都慌了，有人求饶，有人苦心劝导，甚至还有人出言威胁，但这一切都已经完了。陆晨眼神早已冰冷无比，操纵着神焰天征禁咒，疯狂轰击着眼前这群无耻的玩家。原谅你们是上帝的事情，我只负责送你们去见上帝。第89章，超级合成，成长神器进化，烈焰火雨疯狂倾泻而下。这群抢了陆晨装备的玩家们，全都被陆晨锁定为了重点打击对象。砰砰砰砰砰！这一刻，周围所有玩家才骇然发现，他们远远低估了陆晨的恐怖实力。哪怕只是普通版的神焰天征，也根本不是这群玩家所能抵抗的。任何玩家，哪怕只要是被烈焰火雨稍稍溅射到，瞬间便被烧得痛不欲生。周围所有玩家血量瞬间被清空，所有得罪了陆晨的玩家全都带着绝望和惊骇的惨叫声，纷纷当场暴毙，直挺挺地倒在了原地。叮！你击杀了46名滨海城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9200天寿命。死亡的46名滨海城公会玩家各自损失200天现实寿命。此刻，陆晨俯视下方战场，房屋坍塌，地面崩裂，无数玩家和石像鬼蝙蝠的尸体如尸山血海般堆积在街道上。往日热闹沸腾的滨海城商业街，此刻变得充满了血腥恐怖的景象。击杀这群无耻行径的玩家，虽然让陆晨涨了不少罪恶值，身上已经弥漫着浓烈的血气，就连他的 ID 名字穆天尊，此刻也变成了极其浓烈猩红的红色大字。虽然陆晨做这件事只是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但他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名玩家，但也让他获得的无比丰厚的寿命值和近乎堆积如山的战利品。而接下来便是收割战利品的时候。陆晨看着满地的战利品，光靠他自己去捡战利品太浪费时间，效率也很低，天天把你们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该出来干活了。陆晨大手一挥，骤然之间，召唤光芒法阵接连不断的涌现，裁决天使、爆裂暗铠龟、幽冥黑龙，甚至是圣邪双女莉莉丝和威古斯都被陆晨召唤，全部召唤了出来。幽冥黑龙和爆裂暗铠龟负责捡装备，裁决天使和圣邪双女负责捡金钱和其他好东西。陆晨将工作全部分配下去，然后他等着收账就可以了。
裁决天使、爆裂暗凯龟和幽冥黑龙倒是很乖乖听话，毕竟他们都是陆晨的宠物或者召唤物，完全效忠于陆晨的。但圣邪双女却一副天生反骨的模样，莉莉丝和威古斯仍然在喋喋不休的互相撕逼，根本不顾陆晨的命令。莉莉丝，你个贱货，赶紧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威古斯，你个狗东西，我只想杀了你，替我母亲报仇。陆晨也是感到非常头疼。圣邪双女毫无疑问是陆晨4个召唤物中最强的一个，但也是最不听话的一个。要想让他俩老老实实听自己话，那就得等自己等级达到70级以后，等级才能足够收服他们为宠物。毕竟宠物等级不能高于自己10级才能收服，而圣邪双女的等级是80级。没过多久，3只召唤物就将所有战利品全部收集好，送到了陆晨的面前。看着自己面前堆积如山的装备，陆晨着实吓了一大跳。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收获竟然会如此丰厚。这次收获的装备数量竟然足足有上百件之多。准确来说，一共收获了203件装备和10621枚铜币，还有32件用途不明的神秘材料。这203件装备中，有1件钻石级装备，有11件是翡翠级装备，有32件是铂金级装备，剩下的全是黄金级以下的破烂货。这一大堆装备之中，也就这1件钻石级的恶灵面具，陆晨能看得上眼。恶灵面具，品阶钻石级，防御力加500，生命值加1500，生命恢复速度正100%，脱离战斗后移动速度正200%。佩戴要求30级，附加效果恶灵掩面。戴上这个面具后，任何人都无法洞察到你的真实面容和你的游戏 ID， 这个用来遮掩面容倒是很不错。最重要的是，面具类装备很稀有少见，能找到1件钻石级面具装备，比找到1件星耀级的其他装备都要难得多。陆晨将这件恶灵面具收了起来，以后或许有能用上它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至于剩下的一大堆装备，如果卖掉，肯定可以换一大笔钱。但陆晨并不缺钱，而且他的背后根本不够装下这么多的装备。这一次，在财源滚滚腰带5倍爆率的加持下，毫无疑问是将这群玩家身上所有的装备全部都爆了精光。不管是他们从石像鬼蝙蝠身上捡的装备，还是他们原本就有的装备，全部都归陆晨所有了。而眼下，陆晨想到了一个处理这堆装备的绝好办法。既然装备太多，不足以带走，那就直接用这堆装备进行合成。陆晨直接将202件装备全部丢入了超级合成器内。这202件装备虽然品阶都很低，但胜在数量足够多。这一次，陆晨直接选择将这202件装备作为合成材料，为他的成长神器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进行合成。已经将有11件是翡翠级装备，有32件是铂金级装备，46件黄金级装备，53件密银级装备，60件赤铜级装备指定为合成材料。为成长神器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3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33247天，成长神器进化一次消耗的寿命竟然如此惊人，让陆晨有些肉疼，但该合成还是要合成。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数百件装备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引导下，化作数百道颜色各异的能量光束，迅速涌入成长神器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内。骤然间，原本通体漆黑的灭世者的暗黑十字架竟然爆发出一股蕴含着上古莽荒气息的混沌之威。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第90章诬陷陆晨开挂，集体被封号。你获得了新的成长神器混沌圣耀仙杖，神器4星。混沌圣耀仙杖，当前品阶神器4星，可成长。法术攻击加1000，治疗效果加1000，治疗暴击率正18%，治疗暴击效果正18%，生命值加3000，法力值加3000。神器技能1，不死金身，开启后你将在3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效果。神器技能2，混沌之威，你的所有技能都将变成混沌属性，并且额外提升50%伤害。神器技能3，混沌弱化，指定一个目标敌人，瞬间削弱敌人50%全属性。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进化后的神器属性竟然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从原本的黑暗属性直接蜕变成为了高阶隐藏属性混沌属性。混沌是万物之灵，可能是由于这件神器融合了所有属性的装备，所以才意外进化出了珍贵的混沌属性。混沌属性之所以无比珍贵，是因为它有一个极为逆天的能力，那就是无视防御。哪怕敌人的防御力有1000亿，在混沌属性面前也是地点。因为混沌属性打出来的所有伤害全部都是真实伤害，而这件混沌圣耀仙杖竟然能陆晨的所有技能转化为混沌属性，并且还多了一个混沌弱化的逆天技能，直接削弱敌人全属性50%，等于让敌人的伤害、防御力
移动速度，所有一切属性全都暴跌一半。这个技能一旦丢过去，敌人直接废了一半。有了这个技能，陆晨在接下来的怪物工程之中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他这一个技能丢出去，直接就能让胜利的天平瞬间扭转。陆晨若想让亡灵龙赢，亡灵龙就能赢；他若想让女副教皇赢，女副教皇就不可能输。胜负完全在陆晨的一念之间。这样一来，这场攻城战才变得更加有趣了嘛。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浓烈的笑容。此时，所有趁火打劫抢装备的玩家全部都被陆晨斩尽杀绝，而那名愿意主动交出装备却被无数玩家乱刀砍死的小女孩，却在复活后的第一时间就跑了过来。穆天尊哥哥，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抢你装备的，我现在就把装备还给你。小女孩一脸歉意的双手捧着一件铂金级装备递到陆晨面前，陆晨却摆了摆手说道：不必了，你能站出来帮我讲几句公道话，就说明你是个有良知的人。这件装备就当你刚刚被杀死的补偿吧。小女孩顿时有些愣住了，她连忙说道：那怎么能行啊，我是被别人杀的，又不是穆天尊哥哥你杀的，我得把装备还给你。可陆晨说完之后转身直接离去了，只留下小女孩呆呆地望着陆晨飞掠离开的背影，喃喃自语道：他也太帅了呀。而此时那群被陆晨杀死的玩家纷纷复活之后，脸色全都变得难看无比。天哪，我身上的装备怎么全都曝光了？我也一样。卧槽，我可是有一件翡翠级装备啊，我他妈的竟然连我自己的翡翠级装备都爆没了。兄弟，你一件翡翠级装备就别说了，我玩这游戏砸了3000多万，一口气弄来了3件翡翠级装备，结果复活之后我瞬间想死都有了。我他妈身上3件翡翠级装备全部给我爆没了，连一件都没给我留下。嗨，你们再惨也没我惨啊，我做隐藏任务好不容易才获得了一件钻石级装备，我还没暖热乎呢就直接被爆出去了。老子捡的2件黄金级装备爆出去，老子不心疼，但老子自己的钻石级装备都没了呀，老子这会心都在滴血。不对劲啊，正常情况下就算死掉一次最多也就爆1-2件装备，穆天尊怎么杀我们一次能把我们身上所有装备和宝物全部曝光？我怀疑穆天尊篡改了游戏数据，他一定是开挂了。对，凭什么被他杀一次就直接倾家荡产了？他绝壁是开挂了。我们一起联名向官方投诉，一定要将穆天尊这个挂壁封号。这群玩家全都被爆的连底裤都不剩了，浑身光溜溜的站在复活广场上，集体向官网举报陆晨的开挂行为。他们集体发起联名举报，向创世官网进行投诉。这个游戏做的太垃圾了，数据都被穆天尊篡改了都不知道，他凭什么一个牧师能够释放禁咒，还连续释放2次？他又凭什么杀我们一次就把我们所有人身上的装备全部都曝光了？穆天尊这个挂壁实在太离谱了。你们官方要是不管这件事，我以后退游，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退游+1，退游+2，退游加10086。这群玩家纷纷以退游来威胁，疯狂要求官方对陆晨账号进行封禁。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创世游戏完全是由一颗超级主脑进行运转掌控。超级主脑不受任何人控制，完全就是自主运行。超级主脑没有丝毫感情，更不会在乎任何人的威胁。很快，这群玩家纷纷收到了超级主脑的投诉反馈。可当看到反馈内容的一瞬间，这群玩家全都傻眼了。创世网游不会存在任何 bug， 更不可能被任何人篡改数据。玩家穆天尊一切数据正常，玩家穆天尊的一切行为合规合法，但你们诬陷诋毁穆天尊玩家的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群玩家看到超级主脑发来的消息，瞬间愤怒无比，他们纷纷对超级主脑进行了疯狂辱骂。什么垃圾官方人员，老子玩你这个游戏是给你面子，不是让你来恶心你爹的。垃圾游戏，早点倒闭吧。可他们的辱骂消息还没来得及发出，他们就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叮，你被强行踢出了游戏，你被封号10万年，距离账号解封99999年23小时59分钟59秒。这群玩家瞬间心态彻底崩了，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封号了10万年，估计等账号解封那一天，他们连骨灰都不剩了。这让这群玩家全都后悔到炸废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游戏里的实力是能提取到现实之中的，谁能在游戏获得强大的实力，就代表谁能在现实中享受到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顶奢待遇。权力、财富、美人，所有一切资源全都归真正的强者所有，而他们将永远的失去了成为强者资格，注定只能沦为现实世界的最底层，获得连狗都不如的那一种。他们后悔不该以退游来威胁创世官方，更没想到完全不用等到他们退游，直接就被官方封号了。
但不管他们怎么后悔，以后在这个超凡能力横行的时代，他们这群人彻底全都沦为最废物的普通人了。该死的穆天尊，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我们倒是要看看接下来的怪物工程你怎么守得住。呵呵，他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守城必然失败。他遭受掉10级惩罚之后，账号跟废了没多大区别，他也不会比我们强多少。在直播平台上就能看滨海城亡灵工程直播，我就想看看穆天尊死得有多惨。这群被封号的玩家还在不停地嘲讽着陆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没有他们抢怪抢经验，陆晨刷怪不知道能有多爽。第91章，陆晨这一战30万人观战。这群被封号的玩家一时气愤无处发泄，便商量好了一起在抖音直播平台上观看滨海城亡灵工程的直播现况。像这种大型工程活动是有专业的直播间进行全程直播，而当这群玩家涌入亡灵工程直播间时，恰好赶上了第4波怪物工程。这次攻城的是憎恶屠夫大军，一头头浑身泛着可怕凶悍气息的憎恶屠夫，身体是由各种尸体缝合而成，臃肿的身体上长着3头6臂，手里拎着的屠刀更是沾满了可怕的血腥气息。我好饿，我要吃人肉，我要把你们都吃光，我要吞掉一切。成群的憎恶屠夫纷纷拎着沾血屠刀，朝着滨海城发起了集体冲锋。这群憎恶屠夫全都是等级高达50级的高阶怪物，品阶更是高到勘察不到其他任何信息。让所有玩家和 NPC 都没想到的是，这群憎恶屠夫实力碾压之前的一切工程怪物，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可怕。城墙上的弓箭手们不断朝着憎恶屠夫大军发射各种属性的箭矢，枪 miss 未破防 miss 未破防 miss 未破防。箭矢射在憎恶屠夫们的身上，竟然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这群憎恶屠夫的皮肤竟然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坚硬，无数道箭矢射在憎恶屠夫身上，竟然无法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这让参与守城的弓箭手玩家们彻底心态崩了。紧接着又换法师上场，这一次法师们为了振奋士气，纷纷全都使出了自己的底牌大招，各种地狱烈焰，各种冰咆哮，各种山崩地裂术。法师们的所有进阶大招全都毫无藏私地丢到了成群的憎恶屠夫们身上。这一次的确是对憎恶屠夫们造成了一定量的伤害，-22、-39、-41。虽然伤害微乎其微，但的确打出了少量的伤害。见到这一幕，甚至领头的大法师玩家还主动站出来开始鼓舞士气。法师兄弟们，咱们加把劲！虽然咱们伤害的确有点刮痧，但起码比连刮痧都刮不动的弓箭手们要强多了。咱们只要刮痧刮得够快，就一定能将这群憎恶屠夫怪物给刮死。可他的话音还没落，紧接着就发生了令所有法术都无比崩溃的一幕。这群憎恶屠夫受到伤害后，竟然全都停住了脚步，站在原地开始大快朵颐地吞吃着地上的尸体。他们吞吃尸体的过程中，自身血量也开始了疯狂恢复，加500，加500，加500。这吞吃尸体带来的血量恢复速度，让所有玩家彻底心态崩了。他们一个冷却10几秒的法术大招丢过去，也就只能打掉憎恶屠夫30滴血左右。但憎恶屠夫通过吞噬尸体，竟然每秒都能恢复500滴血，累死累活打半天，人家随便吃口，尸体血满了，这还打个屁啊！最后是一群近战玩家们冲上了战场，准备与憎恶屠夫们进行殊死搏杀。刺客凭借超高移速，率先开着隐身冲到憎恶屠夫们的背后，狠狠刺了下去。miss miss miss， 就连刺客引以为傲的爆发伤害都无法击破憎恶屠夫们的防御。每个憎恶屠夫都长有3颗脑袋，他们无需回头便洞察到了刺客们的存在。一群跳蚤，你们是在给我挠痒痒呢？接下来可就是我的回合了。结！憎恶屠夫挥起沾血屠刀，狠狠一刀劈下，硬生生被劈成2半。这群刺客玩家根本就不是憎恶屠夫的对手，仅仅一个回合便全军覆灭。其他的战士和骑士玩家也没好到哪去，哪怕是骑士用盾牌去挡憎恶屠夫的屠刀劈砍，可那沾血屠刀瞬间就将盾牌砍成了2截，骑士们直接被憎恶屠夫连人带盾一起劈死。战士们更惨，身穿厚重的铠甲，竟然都能让憎恶屠夫一巴掌拍成肉泥。碾压，这绝对是一面倒的碾压。而此时，那群被封号的玩家们看着守城的玩家在憎恶屠夫面前被杀得溃不成军，别提有多幸灾乐祸了。他们那一脸窃喜的模样，嘴角简直比 AK 后坐力都难压。哈哈，咱们虽然被封号了，但这群逼们也没比咱们好到哪去。亡灵大军干得漂亮啊！憎恶屠夫们加油，把这群菜逼们狠狠拿下！别忘了还有穆天尊那个逼，
我想亲眼看看穆天尊被亡灵怪物杀死的凄惨死相。穆天尊简直就是个缩头乌龟，憎恶屠夫都要攻入城门了，他都不愿意站出来。穆天尊原来就是个怂货，欺负我们玩家的时候要多牛逼就有多牛逼，可真正面对亡灵大军的时候，他要多怂逼就有多怂逼。没错，穆天尊恐怕早就藏在某个犄角旮旯的地方躲起来了。穆天尊太有心机了，他这么做纯粹就是置大局于不顾，尽量让自己的损失最小化。他肯定是很清楚自己打不过憎恶屠夫大军，早就藏起来了。就是他的大招全都拿来对付我们了，哪里还有技能来对抗憎恶屠夫大军？穆天尊心里聪明着呢，他现在出去死一次先掉1级，等到攻城失败之后还是要再掉10级，还不如直接等着攻城失败只掉10级。他不该起穆天尊这么霸气的名字，要我看他就应该叫缩头乌龟。哈哈，说的太对了。这群被封号的玩家在抖音上的滨海城直播间疯狂的开始刷弹幕，他们将所有对陆晨不满和憎恨的情绪全都转化为了在弹幕上对陆晨的辱骂、贬低和言语攻击。这群被封号的玩家甚至开始疯狂给滨海城亡灵工程的直播间投斗加，花重金给这个直播间疯狂引流。他们就是为了让所有玩家都看看穆天尊到底是个多么窝囊的缩头乌龟。他们要让陆晨成为全国玩家耻笑对象，要让陆晨在全国玩家面前彻底抬不起头来。随着这群玩家开始疯狂投斗加给滨海城直播间引流，滨海城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开始疯狂暴涨，从原本的不到1000人观看，一直冲到了1万多人观看。这群被封号的玩家觉得仍不知足，他们就是让更多人看到陆晨遇到大事要多么靠不住，到底有多怂。最终在这群玩家继续花重金投斗加引流之下，滨海城的直播间人数竟然直接突破到了10万加，观看直播的人数实际已经突破到了30万加，并且观看人数还在继续提升。此时这群被封号玩家正准备告诉在场的30多万观众穆天尊到底有多怂的时候，一道浑身泛着可怕混沌气息的少年身影挥舞着灰白相间的庞大翅膀突然冲了出来，朝着成群的憎恶屠夫们悍然飞掠而去。这道霸绝天地的少年身影不是别人，正是陆晨。第92章，陆晨到底是何方神圣，实力竟然如此深不可测。天哪，是穆天尊，他站出来了。我相信穆天尊的人品，无论如何他都会站出来力挽狂澜。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游戏里，你都永远可以相信穆天尊。穆天尊永远低神，谁诋毁穆天尊，老子给他往死里骂。就是刚刚谁说穆天尊不敢站出来的，人家穆天尊大佬那是在等待合适的出手时机，现在不是已经站出来了吗？这群玩家就是在尬黑，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时有很多被引流进来的观众纷纷站了出来，替穆天尊打抱不平。但刚刚那群被封号的玩家眼看着舆论竟然逐渐一面倒的站在了穆天尊那边，他们全都有些急了。这群被封号的玩家搞事能力还真不是吃素的，他们又开始花钱大量雇佣水军，疯狂的对陆晨进行诋毁贬低，目的就是要将舆论拉回到对穆天尊不利的方向。他们很清楚一点，绝大数的吃瓜群众都是跟着舆论走的，舆论偏向哪边，吃瓜玩家们就会跟着站在哪边。这时候被雇请来的大量水军纷纷开始了弹幕语言攻击。穆天尊就算站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就是真正的大战还没开始呢，他直接把自己大招全交了，他现在就是一外强中干的货色，冲上去也是白给。穆天尊也就擅长欺负玩家，真正碰到怪物攻城他连屁都不如，他就算站出来了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就在这看着，连续2个大招都进入冷却时间的穆天尊是怎么冲进憎恶屠夫堆里送死的。穆天尊真是太自负了，他竟然一个人往憎恶屠夫堆里冲，送人头也不是他这么送的。一时之间水军们的言语攻击力实在太过于猛烈，任何替陆晨说好话的玩家都会遭到水军们的疯狂辱骂和问候家人，逼得那群替陆晨打抱不平的玩家们敢怒不敢言，气得说不出半句话来。就在这一刻，陆晨浑身携着极其浓烈可怕的混沌气息骤然杀入了憎恶屠夫大军之中。在混沌圣药仙杖的加持下，他的赤炎圣翼已经变成了黑白相间的混沌属性，那对半黑半白的翅膀缠绕着神秘可怕的上古混沌气息，宛如一把经历无尽岁月沉淀的古神战刃，狠狠劈砍在憎恶屠夫最脆弱的心脏之处。负9999，弱点暴击。负9998，弱点暴击。负9999，弱点暴击。陆晨仅仅10刚一出手，一连串的恐怖伤害瞬间便将直播间所有观众全部看得目瞪口呆，满脸都是极度震撼之色。穆天尊的实力也太恐怖了啊，这伤害我简直不敢想，随便一出手竟然都是过万的伤害啊！
我刚刚看了工程回放，就算是伤害最爆炸的法师玩家们，打在憎恶屠夫们的身上，也就仅仅只有30-40的伤害，简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木天尊大佬 YYDS 真是太凶悍了呀！刚刚那群黑木天尊大佬的小黑子们怎么不敢站出来了啊？木天尊大佬随便一出手，就把你们所有人的脸全部都打肿了呀！然而，那群被封号的玩家们和雇请来的水军们仍然在毫不客气地回怼道：“急什么啊？他伤害这么高，又能如何？不还是秒杀不了憎恶屠夫吗？就是，这么多的憎恶屠夫，要是让他这么一个个杀，他就算是累死也杀不完。哈哈，估计等不到他累死，他马上就要被憎恶屠夫们乱刀砍死了。这么多的憎恶屠夫，就算一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把木天尊给活活淹死了。这种级别的亡灵工程，凭他木天尊一人根本不可能挡得住。这场工程必然以失败告终，木天尊也必定会遭到掉10级的失败惩罚。他掉10级之后，就瞬间会被无数玩家赶超等级，到时候他就彻底废废的了。陆晨刚刚的那波恐怖伤害，无疑是招来了大量的观众站在他这边，坚定的选择相信他，支持他，但也遭到了无数水军玩家的疯狂诋毁反扑。一时之间，整个直播间形成了支持木天尊和踩低木天尊的两股势力，双方互不相让，针尖对麦芒。而下一刻，整个直播间全都鸦雀无声的闭嘴了，因为陆晨的这一次出手，让所有观众全都震惊的说不出半句话来。陆晨横踏虚空，身影傲然屹立于高空之上，混沌版神焰天征骤然启动。要知道，黑暗版神焰天征也仅仅只是提升 30% 的伤害威力和技能范围，但混沌版神焰天征可是在黑暗版圣焰天征的基础上，足足又提升了 50% 的伤害威力和技能范围，并且打出来的还是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那蕴含着万古岁月气息的混沌气息疯狂在天空之中凝聚成型，而这一次比之前2次还要更加可怕的多，不仅气势更加恢宏狂暴，并且覆盖范围也更加巨大。整个天空之中凝聚着狂暴混沌气息的巨大龙卷气旋，似乎要将天地之间所有的灵气全都吸入其中，转化为极致狂暴的混沌之力。此时此刻，混沌版神焰天征的威力有多么恐怖，让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深深的被震撼住了。不仅仅是守城的玩家们和直播间的观众们，就连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亲眼目睹这一幕，都为之瞳孔一缩，深深的惊住了，久久说不出半句话来。他竟然还有第3个禁咒技能，并且这个禁咒的杀伤威力和覆盖范围，竟然比先前那2个禁咒更加恐怖。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实力竟然如此深不可测。第93章，陆晨绝境翻盘，100万人观战。女副教皇看着天空之上不断蔓延的强大混沌气息，不断酝酿成型，随时都可能爆发开来。他忍不住和滨海城主对视一眼，说道：“咱们得尽快与这名禁咒强者取得联系，并且让他加入我们。以我对巫妖龙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去联系这名禁咒强者，想法设防的将他拉入亡灵阵营之中。一旦这名禁咒强者加入了亡灵阵营，后果将不堪设想。”滨海城城主听完女副教皇的话，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是啊，一旦让他加入亡灵阵营，后果将不堪设想。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让他成为我们的队友。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达成意见共识之后，两人直接朝着陆晨所在的战场之上飞掠而去。而此时，陆晨所召唤出的禁咒般神焰天征已经完全酝酿成型，蕴含着恐怖混沌之力的至高力量，朝着憎恶屠夫大军疯狂倾泻而下。轰轰轰轰轰！原本嚣张霸道的憎恶屠夫们，却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混沌系禁咒所带来的恐怖压迫力。他们虽然是亡灵生物，但也仍旧怕死。死亡面前，众生平等。这群憎恶屠夫眼睁睁看着混沌之力朝着自己压附而下，浑身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内心深处只剩下了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但无论憎恶屠夫们有多么绝望，在绝对的力量碾压面前，都注定只有死亡才是他们的归宿。混沌之力倾泻而下的那一刻，无数道憎恶屠夫们的哀嚎声顿时疯狂尖笑起来，瞬间便将无数憎恶屠夫碾成飞灰，魂飞魄散，尸骨无存。原本嘶吼声震耳欲聋的战场之上，此刻犹如创世神按下清空键一般，变得万籁俱寂，再无一丝一毫的声音，全场竟是死一般的寂静。而远在城墙之上观战的玩家们，此刻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满脸都是震撼之色。太牛了，这才是真正的超级强者呀！哪怕是我们最强的技能打在憎恶屠夫们的身上，伤害也非常刮痧，而他随手一个禁咒的伤害，却竟然足以将所有憎恶屠夫全部秒杀，这伤害也太夸张了。穆天尊真是永远的神，好强的男人。
他帅的同时却又强的过分。完了，我们都成背景板了。这下整个亡灵工程的战场完全成为了他的主场，只要他一个人在疯狂表演，我们都成了衬托他强大实力的小丑了。坏了，我一直都开着直播，本想在这场亡灵工程大战中一战成名，结果我出手的时候直播间只有10几个人，等到穆天尊一出场，好家伙，直播间瞬间暴涨到几万人。穆天尊才是先天直播圣体啊，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都是流量的代名词啊，他的实力太强了。穆天尊要是随便开播一下，直播间分分钟绝对10万加观众，他的实力太强了，说他是滨海城第一高手，绝对是实至名归。是啊，要是没穆天尊的话，我真不知道亡灵工程的怪物实力如此变态，咱们该怎么守？如果这次亡灵工程能守下来的话，咱们所有人都欠穆天尊大佬一份天大的人情。没错，如果不是穆天尊大佬的话，咱们别说拿守城奖励了，所有人全都得掉10级。一旦等级掉落10级，在这个竞争如此内卷的时期，账号算是彻底废了，等级永远都要落后别的玩家一大截。一时之间，无数在城墙上观战的玩家看向陆晨的眼光全都充满了崇拜和敬重。除了少数忘恩负义的玩家之后，其实绝对大多数玩家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不仅仅是滨海城的玩家们看到了陆晨一招秒杀所有憎恶屠夫的恐怖伤害，就连滨海城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此刻全都亲眼目睹了这无比震撼人心的一幕。随着陆晨这次出手之后，那惊艳无数人的恐怖伤害瞬间在全网引起热议，引起全网无数玩家疯狂追捧和崇拜，甚至掀起了一波圈粉100万的狂潮。无数玩家在刷到穆天尊刚刚的出手视频之后，纷纷疯狂涌入了滨海城的亡灵工程直播间。直播间的观众人数竟然再一次实现了疯狂暴涨，从原本的30万加观众人数仍在疯狂暴涨飙升，涨到50万加观众人数，又涨到70万加观众人数，最终直接突破了100万观看人数大关。一个原本只有几百粉丝的小小直播间，同时在线观看人数竟然一路飙升到了惊人的163万人，这是多少大网红终其一生都无法达成的目标啊！却在这个原本早已凉透了的小直播间内，因为穆天尊的出现彻底爆火起来。这一刻，直播间内100万观众现场极为火爆，弹幕更是疯狂刷了起来。黑子们，给我说话！我作为穆天尊的第一波粉丝，从刚开服第一天我就开始关注他，并且喜欢上他了。穆天尊不仅实力强，三观正，最关键的是他心中有民族大义、国家大义啊！他不仅在洛水市最危难的关头站了出来，拯救了危在旦夕的洛水市，如今更是在滨海城即将沦陷之时站出来力挽狂澜，逆天改命，为滨海城的亡灵工程实现惊天翻盘。我是穆天尊的粉丝，穆天尊大佬刚刚那一波惊天神威足以让所有小黑子闭嘴了，我们白子们终于有能大声说话的一天了。穆天尊大佬牛逼 YYDS。 说实话，穆天尊刚刚那波劲咒的恐怖伤害，我估计我就算升到100级都不一定能打出那么高的伤害。穆天尊大佬一个散人玩家，既没有加入任何公会，也没有加入任何势力，能有如今的实力全靠他自身的努力，这才是我真正佩服他的一点。我真是无法想象他一个散人玩家是如何拥有如今这么恐怖的实力，只能说穆天尊大佬实在太牛了，他是真正的超级天才，是我永远都只能仰望的神。第94章，女教皇，把头发给我盘起来！那群被封号的玩家和被雇请来的水军们，看着直播间的弹幕上全都是盛赞和崇拜穆天尊的声音，他们全都彻底傻眼了。尤其是那群被封号的玩家，他们本来想捧火这个直播间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看着陆晨当众出丑，却没想到陆晨竟然还藏有一个如此恐怖的强大底牌，瞬间便将直播间无数观众彻底深深震撼住了，让在场无数崇拜穆天尊的粉丝顿时对他疯狂摇旗呐喊，发出狂热崇拜的最高敬意。就连原本对穆天尊并不了解的路人观众们，也因为陆晨刚刚那波的惊天恐怖伤害，以及帅到爆炸的秒杀全场憎恶屠夫大军的画面，彻底被穆天尊所深深圈粉了。总结来说，就是路人变粉丝，粉丝变超级狂热粉丝。对于那群被封号的玩家来说，这波属实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与此同时，陆晨杀死所有憎恶屠夫之后，击杀怪物所获得的经验值和寿命奖励已经全部到账。叮，你击杀了80只憎恶屠夫，获得16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6000天额外寿命，足足16万经验值涌入陆晨体内，让陆晨的经验值疯狂暴涨，身上接连泛起炫白色的升级光芒，等级开始疯狂飙升。恭喜你升到了43级，恭喜你升到了44级，恭喜你升到了45级，恭喜你升到了46级。这笔丰厚的经验值让陆晨一口气连升4级，
直接飙升到了46级。陆晨已经习惯了宠物帮忙捡装备的操作，省时又省力。裁决天使和爆裂暗凯龟刚被召唤出来，便瞬间领会了陆晨的目的，纷纷收集起了战场上的战利品。让陆晨有些惊喜的是，这一次击杀憎恶屠夫们带来的装备收获，竟然比滨海城内击杀10项鬼蝙蝠和猛犸象 BOSS 加起来的收获还要更加丰厚。在财源滚滚腰带的爆率翻倍增幅下，竟然足足收获了300多件装备，仅仅钻石级装备就足足收获了12件，翡翠级装备35件，铂金级装备68件，铂金级以下装备更是多到不计其数。这么多的装备对陆晨来说，全部卖出去虽然能换一大笔钱，但并不划算。性价比最高的方式还是用来作为升级神器的合成材料。想到这里，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这312件装备作为合成材料全部投入超级合成器内。而这一次，陆晨发现已经是神器4星的混沌圣耀仙杖，想要升级到神器5星级别，竟然需要至少王者级的装备才能作为合成材料。果然是神器品阶越高，进化所需的材料也越高阶。既然混沌圣耀仙杖用不了这些装备进行合成，那就用这些装备来进化升级我的另一件成长神器九幽黑龙袍。陆晨心意已决，直接将九幽黑龙袍放入超级合成器的进化栏里。已经将有12件钻石级装备，35件是翡翠级装备，有68件是铂金级装备，88件黄金级装备，109件秘银级装备指定为合成材料。为成长神器九幽黑龙袍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3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38297天。虽然九幽黑龙袍目前只是1星神器，但合成的材料质量却是更高。神器进化一次就要消耗30年寿命，属实让陆晨有些心疼。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这数百件装备全部化作一道道璀璨耀眼的能量光束，涌入九幽黑龙袍内。九幽黑龙袍吸收了数百件装备的所有能量之后，竟然爆发出一股妖异无比的炫紫色雷霆神威。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神器2星雷玉紫龙袍。雷玉紫龙袍神器2星，治疗效果加1000法术伤害，加1000防御力，加1500，受到所有雷属性伤害负 35%， 受到其他所有属性伤害负 15%。 佩戴要求40级附加技能1，召唤雷玉子龙，召唤出一头雷霆系的雷玉子龙为你作战。雷玉子龙是雷霆世界的霸主级存在，掌握着各种恐怖霸道的雷霆力量，实力比幽冥黑龙更加强大。附加技能2，雷电环绕，任何靠近你的敌人都将受到每秒15000点雷电伤害，并且陷入 1.5 秒麻痹控制时间。拿到雷玉子龙袍的一瞬间，陆晨眼眸瞬间一亮。新的雷玉子龙袍不仅属性获得了大幅度提升，并且还能召唤出更加强大的雷玉子龙，这波合成升级太值了。陆晨将雷玉子龙袍披在身上，便有无数道雷霆之威在他周身环绕。任何胆敢靠近他的敌人，不仅遭受高达1万多点的巨额伤害，并且还会陷入麻痹僵直状态。穆天尊，没想到竟然是你！原来你的实力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一道深感震惊的女人声音骤然在远处响起，这道声音正是来自光明圣殿的女副教皇。女副教皇之前将光明种子植入了陆晨体内，自以为已经控制了陆晨的思想，但她万万没想到，陆晨体内会有亵渎虫这样逆天改命的珍贵宝物，不仅帮他免疫了女副教皇的精神控制，更是将其转化为了奖励，获得了高级火焰免疫的能力。但此刻女副教皇已经彻底明白过来，陆晨一直都在欺骗她，陆晨从来都没有被受到过她的控制，一切都是陆晨所扮演出来的假象。真正被控制的傀儡根本不会对主人有任何隐瞒，更不会隐藏自己的实力。陆晨笑嘻嘻地说道：“教皇大人，好久不见啊。”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在热情地打招呼，但实际上女副教皇却能感觉到陆晨是在挑衅自己。她自以为自己掌控了陆晨，实际却是陆晨一直都在玩弄她，这让女副教皇眼神掠过一抹愠怒之色，但她很明白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拉拢对方加入自己阵营，就算她对陆晨有再多怨气，也只能强行压下怒火。女副教皇脸上挤出一抹热情的笑容，说道：“穆天尊，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我诚邀你加入我们光明势力阵营，只要你能加入我们阵营，我愿意满足你的一切条件。”陆晨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什么条件你都愿意满足？那你先把头发给我盘起来，其他条件日后再说。”第95章，你能给出的这点诚意并不足以收买我，头发盘起来，日后再说。女副教皇脸上露出一抹疑惑之色，她从未接触过互联网，也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女副教皇智谋过人，仅仅从陆晨那充满玩味的笑容上，便能感觉到这2句话是对自己的亵渎。她眼神里的愠怒之色一闪而过，随后竟然笑盈盈地说道：“穆天尊，
请你自重，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份见面礼，作为我们的诚意。女副教皇玉手一挥，一本泛着灿金色圣光的技能书送到了陆晨面前。天使之体，品阶王者级技能书，作用开启之后，你的身体将转化为天使圣体，短时间内攻击力加3000，法术攻击加3000，治疗强度加3000，防御力加3000，生命值加10000，并且领悟到天使专属战斗技能。副作用未知。女副教皇一出手，竟然直接就是一本王者级技能书。陆晨眼睛微微一眯，一旦掌握了天使之体技能，绝对能让他的战斗力大幅度提升。但是这本技能书却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这个技能还写着副作用未知，显然是女副教皇故意将副作用给刻意掩盖了。副作用被掩盖，并不代表副作用消失了，而是不想让陆晨察觉到这个技能书的副作用罢了。这种技能书的副作用，哪怕女副教皇不说，陆晨重活一世也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转化为天使之体，身体就必然会被光明神所掌控。光明神所降下的神性控制，那就远远不是亵渎虫所能化解的了，自己必然沦为光明神的奴隶。女副教皇真是打得好算盘啊！陆晨眼睛微微一眯，女副教皇如此有心机，但陆晨也有自己的应对之法。天使之体技能书虽然陆晨不可能直接使用，但作为王者级技能书，却可以作为合成材料。陆晨面无表情地接过天使之体技能书，直接就将其丢入了超级合成器内，又将自己很少用到的治疗链技能也融入超级合成器内，将两个技能进行融合进化。将天使之体、王者级技能书和治疗链高级技能进行合成，需消耗2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7347天。确定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技能圣龙不灭体，王者巅峰级。圣龙不灭体，品阶王者巅峰级技能书，作用开启之后，你的身体将转化为天使圣体，短时间内攻击力加5000，法术攻击加5000，治疗强度加5000，防御力加5000，生命值加12000，并且领悟到圣龙不灭体专属战斗技能，无任何副作用。陆晨骤然眼前一亮，合成后的圣龙不灭体不仅能获得更多的战斗属性，并且还彻底清除了副作用。女副教皇还以为能在关键时候控制住我，那我就直接将计就计。陆晨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看向女副教皇说道：技能我已经学了，但你能给出的这点诚意并不足以收买我。女副教皇眼神里隐隐露出一抹厌恶之色，但脸上却依旧笑盈盈的说道：你放心，等击杀巫妖龙之后，你想要什么奖励尽管提，我都会帮你去向伟大的光明神大人去申请。女副教皇果真是心机深沉，她这句话几乎等同于空头支票，没有任何意义。先不说她会不会真的去向光明神为陆晨申请奖励，就算她申请了，光明神有没有回应还真不一定。陆晨也不惯着她，直接摇了摇头说道：既然教皇你没什么诚意，那我就只能考虑加入黑暗势力了。陆晨说完之后，根本不给女副教皇任何开口的机会，直接挥动翅膀飞速离开了。一直未曾开口的滨海城主突然盯着女副教皇说道：穆天尊如果真的加入了黑暗势力，咱们麻烦可就大了，你应该拿出更多的好处来挽留他。女副教皇却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浓烈的笑容。穆天尊就算加入了黑暗势力也无济于事，只要他一旦施展出那个技能，就会彻底沦为光明神大人的奴仆。看着女副教皇无比自信的模样，滨海城主悬着的心情也终于沉了下去，微微点了点头。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陆晨早已看穿了女副教皇的伎俩，并且已经做好了将计就计的计划。与此同时，陆晨挥舞着赤焰圣翼，朝着亡灵大军的大本营急冲而去。他的速度极快无比，快到下方无数的亡灵怪物根本来不及阻拦他。可当陆晨即将赶到巫妖龙所在的大本营之时，4头气势凶厉的暗黑古龙骤然扇动着翅膀，挡在了陆晨的面前。小子，你屠了我们亡灵势力这么多生命，还敢往我们大营来冲，真是找死！4头暗黑古龙根本不给陆晨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一拥而上，朝着陆晨扑杀而至。那锋利无比的幽古龙爪狠狠朝着陆晨的头部暴抓下去。陆晨无奈摇了摇头，看来想见巫妖龙一面都不是那么容易，眼下已经免不了又得进行一场大战。不过这样对陆晨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极好的选择。这4头暗黑古龙是黑暗势力高层派来协助巫妖龙的大将，而非巫妖龙的麾下。就算陆晨杀死他们，巫妖龙也不会有多心疼，甚至正好还能向巫妖龙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顺便还能再捞一笔丰厚的经验值，何乐而不为？想到这里，陆晨直接催动瞬影挪移墓穴的瞬移能力，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导致这4头暗黑古龙的联手致命一击轰然落空。我在这里呢，4头蠢龙！陆晨挥动混沌属性的赤焰圣翼，
那恢宏磅礴的混沌之力化作吞噬一切的恐怖刀刃，狠狠斩在离他最近的一头暗黑古龙身上。嘶啊！暗黑古龙突遭重创，瞬间发出凄厉的龙啸之声。他的龙眸瞬间变得狰狞愤怒起来，疯狂扭动着龙躯，竟然用身体死死缠住陆晨，进行强行绞杀。第96章，巫妖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而当暗黑古龙的龙躯狠狠缠住陆晨身上的那一刻，陆晨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暗黑古龙便已经僵直在了原地。这正是陆晨身上的雷玉子龙袍的2技能生效了。技能2雷电环绕，任何靠近你的敌人都将受到每秒15000点雷电伤害，并且陷入 1.5 秒麻痹控制时间。雷电环绕的恐怖雷电神威让暗黑古龙瞬间陷入了麻痹状态，甚至他的生命值在雷电的洗礼下开始疯狂暴跌。负15000，负15000，负15000。陆晨仅仅是站在原地不动，雷电环绕的恐怖伤害便将这条暗黑古龙当场格杀。叮！你击杀了一头55级暗黑古龙，获得5万点经验值，你获得5000天额外寿命。恭喜，你升到了47级。仅仅击杀一头暗黑古龙，便收获了足足5万经验值和5000天额外寿命，顺便还升了1级。这让陆晨瞬间惊喜不已，目光转头看向了另外3头暗黑古龙。见到同伴刚刚凄厉无比的死相，这3头暗黑古龙瞬间眼神变得有些骇然。这3头暗黑古龙对视一眼，竟然选择了扭头逃跑。想跑？都是白花花的经验值，岂能让你们给溜走了？陆晨冷笑一声，骤然一道道蕴含着强大混沌之力的救赎之剑从他手中迸射而出。咻咻咻咻咻！随着恐怖的伤害疯狂倾泻而下，瞬间便追杀死了第2头暗黑古龙。紧接着，陆晨又追向了第3只和第4只。虽然暗黑古龙的飞行速度很快，但陆晨的赤炎圣翼飞行速度更快，尤其是在混沌之力的加持下，不仅让赤炎圣翼的伤害威力大涨，甚至就连飞行速度也提升了许多。陆晨随手将幽冥黑龙召唤出来，一人一龙开始对疯狂逃跑的2头暗黑古龙进行围追堵截。可眼看着即将就要把2头暗黑古龙活活追死。够了，停手吧！一道冷厉威严的声音骤然从亡灵大本营内响彻开来。只见一道伟岸庞大的黑色巨龙身影骤然飞掠而去，那赤红如血的龙眸携着气势凌人的恐怖压迫力，朝着陆晨狠狠压附而来。这恐怖的巨龙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巫妖龙。巫妖龙目光冷冷地盯着陆晨，眼神里充满了浓烈的杀意。穆天尊，你背叛了我，你是要和那个贱女人一起来对付我吗？陆晨顿时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我是铁了心想投靠滨海城和女副教皇，我就不会来找你了。女副教皇的确在竭力拉拢我，但我还没有决定好要加入哪一方。巫妖龙眼神顿时警惕无比，目光冷冷地盯着陆晨。你的话对我而言没有丝毫信服力，我怎么能确定你不是女副教皇派来的卧底？陆晨耸了耸肩，无所谓地说道，你别忘了，我可是帮你截杀过光明圣殿的骑士团，甚至刚刚滨海城的玩家都被我杀了一大批。我若真是铁了心投靠光明势力，又岂会杀光明势力的自己人？我接下来要帮谁，完全取决于你们双方给我的诚意。巫妖龙顿时冷笑连连，好一个趁火打劫！不过你这话倒是有几分信服力。巫妖龙大手一挥，一本泛着幽暗黑光的技能书扔到了陆晨面前。亡灵噬魂斩，技能书，品阶星耀巅峰级，作用召唤出一道亡魂，对敌人发起吞噬攻击，若吞噬成功则造成15000点暗属性伤害，若吞噬失败则造成5000点暗属性伤害。吞噬的敌人等级越高，失败率就越高，吞噬同等级成功率为 80%。 技能很不错，虽然给的只是一本星耀巅峰级技能，但却比女副教皇明显要有诚意的多。起码巫妖龙没在这本技能书上做任何手脚，陆晨直接学了就能掌握这个星耀巅峰级的伤害技能，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但陆晨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将这个技能进行合成之后才能放心使用。救赎之剑这个技能好久都没有合成进化了，伤害显得多少有些不足。陆晨决定将救赎之剑这个技能进行合成进化一番，看看能合成出什么样的新技能。将亡灵噬魂斩、星耀巅峰级技能书和救赎之剑超稀有技能进行合成，需消耗2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30047天。确定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技能敌魂之剑王者级。叮！你的新技能在进化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变异，获得了2次进化。你的敌魂之剑进化为更强的新技能斩魂圣矛王者巅峰级。斩魂圣矛，品阶王者巅峰级技能，作用
斩魂圣矛不仅能斩灭敌人的灵魂，也能救赎友军的伤势。当对友军释放斩魂圣矛时，能恢复友军10000加100百分号治疗强度的血量，并且增加友军1000加10百分号治疗强度的物理防御力和法术防御力。当对敌人释放斩魂圣矛时，能对敌人造成15000加100百分号法术攻击的光属性伤害，并且削弱敌人15000加10百分号法术攻击的物理防御力和法术防御力。斩魂圣矛作为王者巅峰级技能，伤害显然远远不是救赎之剑所能比拟的。简单来说，斩魂圣矛就是救赎之剑的超级强化版，伤害绝对是恐怖到了极点。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斩魂圣矛和圣龙不灭体两大王者巅峰级技能直接进行领悟学习，瞬间多了两大强力技能，让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而恰恰就在此时，砰砰砰砰砰，无数道道泛着璀璨金芒的圣剑突然如狂风骤雨般从天穹之上暴斩下来。陆晨眼神骤然一惊，连忙催动瞬移技能，远远撤到一旁。他转身却看见两道熟悉的身影，携着浓烈的寒意骤然杀来，正是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巫妖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随着女副教皇声音落下，一道巨大的结界骤然凝聚而出，他竟然将陆晨和巫妖龙一起封锁在了结界之内。第97章，穆天尊这种人太可怕了。好很多的娘们，陆晨眼眸里掠过一抹寒意。女副教皇将他和巫妖龙囚禁在一块，就是要将陆晨也卷入这场决定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未来剧情走向的大战之中。但陆晨心里同样也有自己的盘算计划，他虽然要插手这场大战，但也绝不是现在，更不可能直接和巫妖龙先斗个你死我活，让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坐收渔翁之利。陆晨眼睛微微一眯，一抹寒光从他的眼神中一掠而过。想让我先上去当炮灰？做梦！陆晨瞬间催动瞬影挪移墓穴的瞬移技能，一股强大的混沌之力瞬间爆发开来，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消失于无形之中。若是普通的瞬移能力，还真无法逃脱女副教皇的结界限制。但陆晨的所有技能在混沌圣药仙杖的加持下，全都变成了混沌属性的技能。混沌属性乃是至高属性，不仅能无视敌人的防御，还能无视敌人的控制效果。转化为混沌属性的瞬移能力，让陆晨能够随意穿梭一切结界和障碍，任何人都无法囚禁困住他，他无论在哪都能够随意横行无忌。女副教皇亲眼目睹这一幕，一双绝美的凤眸里顿时闪动着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这怎么可能啊？穆天尊为何能够突破我的圣光结界？这不可能啊！我曾经试验过，就算是100级的超级 BOSS 都无法从我的圣光结界之中挣脱出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瞬间便从我的结界之中消失？滨海城主顿时也有些不敢相信。对于女副教皇的实力，他是见识过的，绝对是个实力极为恐怖的女狠人。陆晨就算实力提升飞速，等级也仅仅只有40多级，怎么可能从女副教皇手里如此轻易的挣脱出去？滨海城似是想到什么，突然说道：穆天尊有没有可能是隐身起来了？在你的圣光结界之下，就算是能撕开时空裂缝的超级强者都不可能逃脱。我绝不相信陆晨能从你的圣光结界之中脱身逃走。女副教皇摇了摇头：不，就算穆天尊进入隐身状态，在我的圣光结界之中也无处遁形。圣光结界之中任何一丝风吹草动，我都能轻易察觉出来。我只能说，穆天尊这个人实在是太神秘了，就连我也看不透他，谁也不清楚他到底还藏有多少底牌和手段没有施展出来。滨海城主听到这话，脑海里突然想起了穆天尊曾经主动找过他，还告诉他女儿失踪身亡的下落。但那个时候穆天尊明明才只有20级啊，而如今才没过多久，穆天尊的境界竟然已经升到了40多级，马上就快要突破到50级了。滨海城主很清楚自己达到如今的实力，可是花费了足足几十年的时间，而穆天尊拥有他如今的实力，却只用了仅仅几天的时间。滨海城主简直无法想象穆天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穆天尊这种人太可怕了，要么一击毙命，彻底杀死他，要么就只能结交他，成为他的朋友。否则以他如此惊人的实力提升速度，如果一旦得罪了他，还让他活着，那后果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巨大灾难。滨海城主喃喃自语道。可骤然之间，巫妖龙却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的厉色，磨磨唧唧，要打便打。一股庞大的亡灵气息从巫妖龙周身骤然扩散开来，他的身形竟然直接变得了数百倍。此时的巫妖龙宛如一头太古洪荒凶兽，体型宛如擎天巨柱，撼天动地。他的头颅凌驾于云霄之上，脚下却踩踏着广袤无垠的大地。巫妖龙猛然挥动龙爪，携着汹涌狂暴的亡灵之力，瞬间便将女副教皇的圣光结界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然后巫妖龙张开大嘴，竟然喷出一股森白色的亡灵火焰，宛如汹涌澎湃的江海般，狠狠涌向女副教皇。女副教皇见状，先手猛然一挥，一道圣光交织凝聚而出的巨型圣光盾牌挡在了巫妖龙的面前。那汹涌狂暴的亡灵火焰撞击在巨型圣光盾牌上，瞬间激起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声。二者碰撞之间所产生的恐怖气势足以撼天动地，就连天空之上的云霄都在纷纷退散，似乎要为这股霸绝天地的气势所让步。仅仅是那撞击之后所扩散出去的冲击余波，都让周围无数树木纷纷湮灭为灰烬，房屋高楼尽数坍塌成沙砾，就连远处那座连绵不绝的山脉都被溅射出去的冲击余破所拦腰斩断。恐怖，实在太恐怖了！周围无数亡灵生物纷纷避让开来，生怕沦为这场旷世大战的无辜炮灰。方圆几十里内所有的鸟兽怪物更是吓得四散逃离，根本不敢在这周围再停歇半刻。也只有陆晨这个老六正挥动着翅膀，隐身在云霄之上，幸灾乐祸地看着女副教皇和巫妖龙正斗得不可开交。陆晨的目的也很简单，只要能坐收渔翁之利捡便宜的时候，他才会骤然出手杀过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是绝对不可能干的。滨海城主眼看着巫妖龙正在不断轰击女副教皇，顿时也有些坐不住了。碧蒂斯，我来助你！滨海城主一声猛笑，顿时一只黄金狮鹫从天边飞了过来。他骤然掠向高空，骑在黄金狮鹫拎着一把雷霆战锤，朝着巫妖龙悍然轰击而去。他那把雷霆战锤猛然挥舞，一道炫紫色的雷电瞬间从战锤之中喷涌而出，化作一道狂暴霸道的雷电冲击波，朝着巫妖龙的头颅狠狠轰击过去。轰隆隆！正在全力攻杀女副教皇的巫妖龙，突然遭受滨海城主出手袭击，顿时头颅竟然被滨海城主强行击穿一个血淋淋的大洞。巫妖龙遭受重创，骤然一声凄厉的低吼。若是别的怪物头颅被击穿一个大洞，恐怕早就暴毙身亡了。但巫妖龙身为亡灵系大 BOSS， 别说是脑袋被击穿一个窟窿，就算是脑袋被碾碎，他都能重新恢复过来。堂堂滨海城主竟然出手偷袭，我要你们死！巫妖龙突然龙爪一挥，竟然将龙爪伸向了滨海城外围的玩家们。他的龙爪仿佛一个漩涡黑洞，拥有极其恐怖的吸扯之力。滨海城无数玩家瞬间被巫妖龙强行吸入龙爪之中，然后巫妖龙竟然张开巨大的龙嘴，将所有被吸扯过来的倒霉玩家全都吞入腹中。这一刻，这群倒霉玩家顿时陷入无尽的恐惧之中，疯狂的哀嚎求饶着。啊！我不想死啊！第98章，巫妖龙，立即给我一笔让我无法拒绝的好处。这哪里是亡灵工程啊，分明就是上古黑暗龙兽要毁天灭地，这还打个屁啊！太恐怖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亡灵工程幕后的大 boss 竟然庞大到宛如擎天巨柱，这也太变态了！这么恐怖的亡灵大 boss， 滨海城能守住个鬼啊！这要是都能守住，老子倒立洗头！肯定不可能守住啊！要能守住我直播吃翔，我也不信能守住。能守住我直接绕市区裸奔3圈。一时之间，无数玩家全都陷入了极其绝望的情绪之中。虽然他见识了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的强大实力，也深知穆天尊的实力有多么深不可测，但奈何巫妖龙的战斗力实在太逆天了，仅仅是那撼天动地的庞大身躯都仿佛已经直接杀死了比赛。而此时，巫妖龙吞噬了一大群倒霉玩家之后，他头颅上的伤势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恢复着。仅仅只是片刻之间，巫妖龙头颅上的伤势便已经完全恢复如初，就连他的血量也已经逐渐恢复到了满值。这便是巫妖龙的恐怖恢复能力，只要能吃到血肉生命，就能源源不断的为他恢复伤势和生命值。看着巫妖龙毫发无伤的模样，女副教皇顿时皱紧了眉头。那就只有施展那一招了。伟大的光明神啊，请容许您最卑微的仆人向你借助一丝丝的神力，让我诛杀眼前这个邪恶无比的亡灵恶徒。女副教皇骤然闭上眼睛，顿时金发飞舞，浑身散发着无比高贵圣洁的气息。旋即一缕灵魂兽元从她体内被强行抽离出去，她的脸色顿时略显苍白。可等她骤然睁开双眼的那一刻，一股至高伟岸的光明神力骤然从天穹之上垂落下来。女副教皇浑身沐浴着璀璨夺目的金色圣辉，宛如披着一身灿金色的神圣金铠，浑身散发着镇压万物的强大气势。她纤手轻轻一挥，周身环绕的圣光竟然凝聚成一把凌厉无比的圣剑。女副教皇低声吟唱道：“吾以光明神之名，执手中圣剑，诛杀眼前邪祟。”圣光斩！随着女副教皇挥动圣剑，一道月光般唯美的圣光剑意骤然从圣剑之中迸射而出。这道绝强的圣光剑意看似唯美优雅，却蕴含着难以想象的伟岸圣力。那伟岸磅礴的至高圣力朝着巫妖龙的身体轰然劈砍过去。巫妖龙体型庞大的缺点在这一刻终于体现了出来。
面对女副教皇燃烧灵魂换来的光明胜利攻击，巫妖龙那庞大的身躯根本无处躲避。巫妖龙那幽冷的眼瞳之中却闪烁着诡诈和狡猾，他竟然不再选择躲避圣光剑意，而是伸出龙爪，猛然扑向了滨海城内。巫妖龙又要吃人，他想通过吃人迅速恢复伤势，来抵消我的圣光剑意。女副教皇眼神顿时变得冷冽无比，转头看向了身旁的滨海城主。滨海城主顿时心领神会，眼神里透露着疯狂和无情。与其让他们当你的血包，倒不如让他们死在我的手里。滨海城主冷笑一声，他骤然挥动雷霆战锤，爆发出恐怖绝巅的范围型雷电威势。这股浩瀚磅礴的雷电之威，瞬间便朝着整个滨海城压覆而下。滨海城主这是要杀我们？滨海城内无数玩家和 NPC 瞪大眼睛，亲眼目睹着范围型雷电之威瞬间无差别吞噬了整个滨海城，将滨海城内所有玩家和 NPC 全部尽数抹杀。这一招好狠！为了阻止巫妖龙吃人回血，滨海城主竟然直接先一步杀死了滨海城所有人。他宁愿牺牲掉滨海城所有人的性命，也要杀死巫妖龙啊！陆晨站在云巅之上，看到这一幕也深深有些被惊住了。若是别人这么做，陆晨还能理解，但他可是滨海城主啊，对待自己的百姓和子民竟然如此心狠手辣。就连女副教皇都有些看不下去，转头看向滨海城主：你这么做牺牲未免也太大了，真的值得吗？滨海城主脸上却露出一抹疯狂的笑容，死掉所有人也比滨海城沦陷了要好得多。若是滨海城被侵占，我就再也不是滨海城主了，但若只是滨海城人全部死完，我只要从外城再招一批人过来，很快就能恢复滨海城的生机。听到滨海城主这么说，陆晨顿时都有些忍不住了。这种禽兽也配当城主？这是完全不把自己的百姓子民当人看啊！他的眼里永远只有自己的利益。滨海城主杀死城内所有百姓的时候，竟然连眉头都不眨一下。可不得不说，他这一招虽然狠辣，但却极为奏效。巫妖龙找不到血肉吞噬的目标，他就无法再恢复血量和伤势。磅礴恐怖的圣光剑意瞬间便将巫妖龙的庞大身躯吞噬。啊！痛！太痛了！巫妖龙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咆哮，他的生命值在飞速暴跌，甚至就连灵魂也在迅速衰弱。见到这一幕，陆晨便再也坐不住了。他虽然不想看到巫妖龙取得胜利侵占滨海城，但也绝不想看到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如此轻易的取胜。只有双方斗得两败俱伤，才是对陆晨最有利的处境。也唯有双方斗得两败俱伤，陆晨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巫妖龙暂时还不能死。陆晨抬手就是一记圣光护盾，笼罩在巫妖龙的身上，然后将巫妖龙设为队友，不断射出斩魂圣矛，为他恢复血量。巫妖龙感受到陆晨的善意相助，眼神里涌动起激动的光芒。巫妖龙万万没想到，陆晨竟然会在他身处绝境之时出手相助，这才是雪中送炭，患难见真情啊！可巫妖龙还没来得及出口感谢，陆晨接下来的话让他瞬间心态崩了。巫妖龙，立即给我一笔让我无法拒绝的好处，不然我就不管你了。第99章，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当我的敌人？巫妖龙瞬间瞪大眼睛，果然穆天尊就是来敲诈好处的，哪来什么雪中送炭，这分别就是趁火打劫呀！他刚刚心中对陆晨升起的好感，瞬间在这一刻彻底磨灭了。但巫妖龙眼下正处于危难之际，如果得不到穆天尊的援助，他就必死无疑。要是连性命都保不住，宝物留着又有何用？巫妖龙只能忍着肉痛，从怀里扔出一本泛着浓郁亡灵气息的技能书，落到陆晨面前。我只能给你这个了。陆晨眼神顿时一亮，猛然接过巫妖龙扔来的技能书。召唤地狱三头犬，品阶王者巅峰级，学习限制只有黑暗系召唤师职业的玩家才能学习。作用：开启技能后，召唤出一头王者巅峰级品阶的地狱三头犬，拥有各种强大的近战厮杀技能，召唤出的地狱三头犬等级与你自身等级相同。大难当头，巫妖龙果然舍得下血本，连王者巅峰级的技能书都给送了出来。如此珍贵的王者巅峰级召唤技，如果不是职业限制，巫妖龙无法进行学习，恐怕他自己都将这个技能给学了，根本轮不到自己。不过这个技能书职业限制太苛刻，就连陆晨也学不了，但他一点都不慌，学不了这个王者巅峰级技能书，不代表这个技能书没用，学不了的技能书直接扔进超级合成器就是了。陆晨突然想起自己的召唤裁决天使技能已经很久没有进行升级了，再不升级一下，这个技能由于品阶太低，根本参与不了目前这个级别强度的战斗了。正好召唤裁决天使和召唤地狱三头犬都是召唤系技能，将这二者进行合成，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陆晨发现，两个相同的品系的技能或装备进行合成进化，
合成出来的一定还会是这个品系的技能或装备。只有2个品系不同的技能或装备进行合成，融合产生的新装备或新技能则是品系随机的。而陆晨现在恰好正需要一个强力的召唤系技能来召唤出一个强大的召唤物帮自己作战。想到这里，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超级合成器取了出来，将召唤地狱3头犬、王者巅峰级技能书和召唤裁决天使稀有技能进行合成，需消耗3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2747天，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召唤地狱3头犬技能图标顿时化作一道漆黑如墨的能量光束，而召唤裁决天使技能则化作一道赤白耀眼的能量光束。2道本不相容的敌对属性光束，竟然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作用之下，交汇相融到了一起，最终竟然凝聚成了一道看上去诡异无比的暗紫色技能图标。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技能召唤毒液蛛皇，荣耀级。毒液蛛皇，品阶荣耀级技能。作用：开启技能后，召唤出一头荣耀级品阶的毒液蛛皇召唤物为你作战，它拥有超乎想象的剧毒伤害和蛛丝控制能力，召唤出的毒液蛛皇等级与你自身等级相同。毒液蛛皇有点意思，这可是荣耀级召唤技，召唤出的怪物实力绝对不会差。陆晨脸上不由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帮巫妖龙作战，而是将目光打量在了女副教皇的身上。陆晨脸上带着浓烈的笑容，看向女副教皇说道：巫妖龙可是给了我一件王者巅峰级技能书，女副教皇你呢？你可有什么表示？陆晨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就是摆明了要再敲诈女副教皇一道。如果女副教皇不拿出诚意更足的宝物，可就别怪自己出手去帮巫妖龙一起对付他了。女副教皇脸色顿时变得冷冽无比，冷笑道：我已经不惜燃烧灵魂，获得了光明神大人的神力赐予，就连巫妖龙都不是我的对手，更别说是你了。我劝你还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你要是敢插手，我就将你和巫妖龙一起宰了。女副教皇的声音显得格外嚣张放肆。她之前拉拢陆晨是想以最小的代价来击毙巫妖龙，但如今她被迫无奈之下，已经选择了燃烧献祭自己的部分灵魂，她便自认为不再需要陆晨的援助了。好，这可是你说的。陆晨冷笑一声，便也不再留手，骤然挥动赤炎圣翼，朝着女副教皇疯狂暴斩而去。砰砰砰砰砰！陆晨的攻势极为迅猛，伤害疯狂轰向女副教皇，但滨海城主却在此时杀意浓烈的冲了过来，朝女副教皇喊道：你只管对付巫妖龙，这小子交给我来对付。区区一个40多级的小子，再强也强不到哪去，我随手便可将他镇压。滨海城主骑着施救骑士骤然杀来，挥舞着手中的雷霆战锤，他手中的雷霆战锤不断有雷电能量凝聚而来，骤然将所有汇聚过来雷电能量化作一道巨大的雷霆战锤虚影，朝着陆晨狠狠轰击而下。轰！这道雷霆战锤虚影还没轰击而下，便有一道蕴含着强大混沌之力的护盾骤然覆盖在陆晨周身。这是陆晨的神圣护盾技能，在混沌属性的加持下，技能防御力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增幅。雷霆战锤虚影轰然锤在陆晨那混沌属性的神圣护盾之上，轰然将陆晨的神圣护盾撞击的裂痕密布，眼看护盾就要碎裂。滨海城主见到这一幕，顿时寒光大盛：小子，你的死期到了！滨海城主继续挥动巨大的雷霆战锤虚影，朝着陆晨即将碎裂的神圣护盾继续砸了下去。眼看滨海城主气势汹汹的杀来，陆晨也绝不会坐以待毙，他骤然启动圣龙不灭体技能。当圣龙不灭体开启的那一刻，陆晨体内骤然爆发出一股恐怖至强的圣龙咆哮嘶吼之声，他的属性值和实际战力在这一刻疯狂暴涨，攻击力提升5000点，法术攻击提升5000点，治疗强度提升5000点，防御力提升5000点，生命值提升12000点，并且还掌握了圣龙不灭体的专属技能圣龙碎天机。开启圣龙不灭体技能后，陆晨的身影骤然体型变得庞大无比，浑身散发着汹涌恐怖的圣龙之威。陆晨骤然睁开眼眸，竟然一把抓住滨海城主砸来的雷霆战锤虚影，然后拿起手中仙杖当成近战武器，狠狠砸在滨海城主的身上。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当我的敌人？陆晨眼神冷漠如冰，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龙威杀意。滨海城主是很嚣张，但陆晨比他更嚣张。圣龙不灭体在混沌属性的加持下，实际提升的战斗力比面板属性的提升更加恐怖。混沌圣耀仙杖毕竟是神器级别，一拐杖砸在滨海城主脑门上，瞬间把滨海城主砸得头破血流，满眼冒金星。可这还没完，陆晨紧接着拎起混沌圣耀仙杖，又是几拐杖狠狠砸在滨海城主脑门上。砰砰
砰砰砰！滨海城主顿时头晕眼花，人都快被砸成智障了。第100章，帮我杀死巫妖龙，给你一件神器，让你跳出来装逼，我让你跳出来装逼！陆晨挥动混沌圣药仙杖，疯狂砸击在滨海城主脑门上。虽然陆晨是牧师职业，但在圣龙不灭体的巨额属性加持下，他的攻击力也同样极为可怕。哪怕只是拿着混沌圣药仙杖进行平 A， 但陆晨也是杖杖直击要害，将滨海城主打的血量疯狂暴跌。滨海城主顿时人都有些傻了，他本以为陆晨最多也就擅长一些大范围的禁咒技能，却没想到陆晨身为一个牧师，近战伤害竟然也如此恐怖。滨海城主一时也有些顶不住了，被陆晨揍得狼狈不堪，只能骑着黄金狮鹫拼命逃窜。逃跑就算再丢人，至少也比丢了性命强啊！陆晨转头将目光落在女副教皇身上，一脸冷笑道：“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好拿出什么宝物来收买我？”女副教皇眼神顿时闪过一抹震惊之色，就连她都没想到，陆晨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力竟然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蜕变。昔日那个任他拿捏的人类少年，此时竟然就连滨海城主都不是他的对手。女副教皇脸色顿时变得阴沉无比，脸上却笑盈盈的说道：“既然你有这么强的实力，一切都好说，只要你帮我杀死巫妖龙，我就给你一件神器，怎么样？”神器虽然无比诱人，但在陆晨看来，女副教皇这句话显然就是一句口头支票。等巫妖龙死了之后，以女副教皇的心性，她就算手里掌握着一件神器，也绝不愿意交给自己。看来你并没有什么诚意啊。陆晨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抹惋惜之色。他也懒得再跟女副教皇废话，直接抬手就是几道斩魂圣矛技能，朝着女副教皇迸射而去。灿金色的斩魂圣矛作为救赎之剑的超级升级版技能，本身就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光明之力，如今还被混沌圣药仙杖赋予了神秘强大的混沌之力。斩魂圣矛携着势大力沉的锐响之声，所过之处虚空不断被撕裂坍塌，轰然射向女副教皇。咻咻咻咻咻！女副教皇正在与巫妖龙进行激战，虽然燃烧灵魂所获得的光明神力让她占尽上风，但巫妖龙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哪怕身受重伤，也能和女副教皇斗得有来有回。两人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恰好陆晨就成为了那个最不稳定的变数。斩魂圣矛疯狂轰击在女副教皇的身上，轰得女副教皇圣铠崩裂，身体接连遭受重创。在陆晨的突然出手袭击之下，原本占据上风的女副教皇血量疯狂暴跌，反倒让巫妖龙乘胜追击，对女副教皇疯狂挥动龙爪，狠狠斩击。女副教皇顿时眼神变得有些惊骇，战斗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出乎了她的预料。她万万也没想到，原本以她献祭灵魂后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杀死巫妖龙只是时间问题，却因为陆晨的加入，一度让她落入了下风，被陆晨和巫妖龙联手暴打。而这时，滨海城死去的 NPC 虽然已经无法复活，但死去的玩家们却纷纷复活了过来。可当他们看到天空之中的激烈大战时，瞬间所有玩家全都瞪大眼睛，深深的惊住了。天哪，穆天尊也太恐怖了吧，竟然就连滨海城主都被他打得还不了手。打得好啊，滨海城主简直太可恨了，他身为滨海城的掌权人，不去对付巫妖龙，竟然将我们所有玩家全都杀了一遍。可即便这样，穆天尊大佬也不该帮着巫妖龙区对付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啊，他这不是叛敌吗？穆天尊大佬糊涂啊，就算滨海城主再可恨，他也不该去帮巫妖龙啊。要是巫妖龙击败了女副教皇和滨海城主，咱们所有人都会受到守城失败惩罚，所有集体掉10级，等级要是掉10级，账号跟废了没区别。你们都想多了，穆天尊大神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要是滨海城真的被亡灵大军所侵占，他身为滨海城玩家，也是要受到掉10级惩罚的。他不可能傻到去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可万一穆天尊与巫妖龙达成某种协议，就算亡灵大军赢了，他也不会受到失败惩罚呢。是啊，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滨海城主都能抛弃我们，穆天尊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我们。我觉得穆天尊不是这样的人，滨海城内一定也有他的朋友和熟人，他绝对不会这么无情。就凭穆天尊愿意舍生取义地挽救落水市灾难，我都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对，我也愿意相信穆天尊，我也相信他。哼，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别等穆天尊把你们都卖了，你们还帮他数钱。这一刻，滨海城内的无数玩家全都观望着陆晨、巫妖龙和女副教主的这场旷世大战。就连滨海城的抖音直播间此刻也变得火爆无比，人气越来越火爆。此刻观看直播的人数再度飙升，竟然同时在线人数从30多万人突破到了足足367万人。
直播观看人数已经顶到了抖音直播榜第1名，并且远远甩了第2名一大截。而恰恰就在此时，巫妖龙竟然再度将贪婪的目光盯向了滨海城的玩家们，他挥动龙爪，狠狠抓向滨海城玩家。在巫妖龙眼里，这群玩家都是可以帮他回血的续命血包啊！这一刻，所有滨海城玩家眼睁睁地看着巫妖龙的庞大龙爪朝他们压附而来，所有滨海城玩家全都充满了深深的绝望和恐惧。第101章，穆天尊才是决定这场大战输赢的关键人物啊！这一刻，无数滨海城玩家全都眼神慌乱，眼神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完了，我才刚刚复活啊，这特么又要被秒了呀！咱们当玩家的好惨，先是被滨海城主秒了一遍，又要被巫妖龙这个亡灵大 boss 秒一遍。怪物工程期间是不允许强行下线的，就算强制切断游戏，人物角色也会强制保留在复活广场上挂机。再这么死下去，不等怪物工程失败，我这账号就已经彻底报废了。谁让咱们实力弱呢？谁都能在咱们头上踩2脚。巫妖龙和滨海城主都没把咱们当人看，他们斗得不可开交，咱们却在一边遭殃啊！所有滨海城玩家眼睁睁看着巫妖龙那宛如擎天巨柱般的庞大龙爪悍然压附而下，纷纷绝望地闭上了双眼。眼看所有玩家都命悬一线之时，巫妖龙，够了，放过他们！陆晨那淡漠的声音瞬间响彻在所有人的耳膜边，无数玩家纷纷惊愕不已。这声音也太霸道了！穆天尊已经强到能使唤巫妖龙的地步了吗？就连女副教皇和逃到远处的滨海城主，此时也满脸都是震撼之色。穆天尊竟然会有如此霸气的一面，他竟然会袒护滨海城那群无辜的玩家们，不让巫妖龙对他们动手。但是巫妖龙真的会听穆天尊的话吗？巫妖龙转头看向陆晨，说道：“这是你别掺和，吃了这群蝼蚁，我才有更强的实力。”女副教皇果然，巫妖龙并没有将陆晨的话听进去，他仍旧自顾自地挥动巨龙之爪，朝着滨海城所有玩家们压附而下。可下一刻，让所有人无比震撼的一幕发生了。陆晨反手一巴掌狠狠呼在巫妖龙脸上，直接将巫妖龙呼的整个龙躯倒飞出去，踩着巫妖龙的脑袋，冷声呵斥道：“帮你打回点优势，你就飘了，连我的话都敢不听了？你给我记住了，给你面子才帮你出手，不给你面子，我让你入土！”陆晨朝着巫妖龙脑袋上狠狠吐了口唾沫，直接抡着他的龙尾，竟然将嚣张到不可一世的巫妖龙如同扔死鱼一般扔到了女副教皇的面前。然后陆晨摊了摊双手，无所谓的说道：“我给他面子，可他不给我面子啊！给他机会，他也不中用啊！剩下的恩怨，你们自行解决吧。”嚣张，实在太嚣张了！所有人这才终于看清谁才是真正的爷啊！尤其是滨海城玩家，此刻更是目瞪口呆，满脸都是震撼之色。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早已做好了被杀的心理准备，却被穆天尊硬生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卧槽！竟然是穆天尊大佬救了我们！穆天尊大佬太牛逼了！当巫妖龙要杀我的那一刻，我早就抱着必死的心情了。滨海城主都不在乎我们的生死，就更不可能有人能救得了我们。但万万没想到，穆天尊大佬却出面站了出来，局势瞬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反转。又是穆天尊大佬，每次遭遇大难，无论是现实中还是游戏里，都是穆天尊大佬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他简直就是我们所有玩家的守护神，穆天尊大佬就是我的偶像，他简直太帅了，我爱死他了！此刻，所有滨海城玩家全都望向天穹，看着陆晨那傲然屹立的伟岸身影，所有人眼神里全都充满了感激、崇拜和敬重。所有滨海城玩家都很清楚，是穆天尊又救了他们一次。如果不是穆天尊大佬，他们所有人都得被巫妖龙吞入腹中，沦为巫妖龙的血包。不仅仅是滨海城的玩家们，就连抖音直播间的数百万观众，此刻也全都热血沸腾了起来。看着陆晨刚刚那霸气侧漏的强势一幕，彻底给所有直播间观战看得浑身燃了起来。卧槽，穆天尊这波操作简直霸气侧漏啊！给巫妖龙一巴掌，直接给抡傻了。就连滨海城主都靠不住，但你可以永远相信穆天尊，太牛了！亡灵龙可是让所有人闻风丧胆的亡灵工程大 boss 啊，竟然被穆天尊大佬像条死虫一样拿捏。本以为亡灵工程是咱们所有滨海城的灾难，没想到竟然成了穆天尊大佬的个人表演秀。真是，穆天尊大神真是太牛了，简直秀得我头晕眼花，头皮发麻。真是应了那句话，滨海城乱不乱，穆天尊大佬说了算。此刻，陆晨刚刚那一幕的强势操作，彻底将直播间气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此刻直播间所有观众全都在议论纷纷，直播间弹幕更是滚动的快到飞起。最为恐怖的是，直播间人数竟然再一次实现了惊天突破。本来的最高在线人数360多万人，
已经创下了抖音直播间最高人数记录，但陆晨刚刚创下的记录，竟然又被陆晨自己给突破了，直播间人数直接飙升到了580多万人，这让多少千万粉丝的大网红都为之自惭形愧。哪怕是粉丝上亿的超级网红小杨哥，都从未有过如此庞大惊人的直播间在线人数。而他们更清楚的是，这还是穆天尊在没有开通抖音账号的亲自下场的直播情况下。如今创世网游横空出世，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超级游戏。上至80岁老太太，下至刚刚满月的啼哭小儿，全都听说过创世这款超级网游，几乎可以是说如雷贯耳，再熟悉不过了。这么一款人气爆棚的超级网游，如今又从中诞生出了穆天尊这样人气爆棚的超级偶像。如果穆天尊一旦亲自下场直播，恐怕会瞬间吸走整个抖音绝大多数的流量。他们这群靠抖音吃饭的网红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得凉凉。此时此刻，就连滨海城主也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万万没想到，这场蓄谋已久的旷世工程大战，最后的胜负决定权竟然掌握在穆天尊的手里。穆天尊想让巫妖龙活，巫妖龙就能活；穆天尊要是想要巫妖龙3更死，巫妖龙绝不可能活得到5更。他，穆天尊才是决定这场大战输赢的关键人物啊！第102章，逆天反庄，竟然一切都是陆晨的布局。女副教皇此刻更是被陆晨刚刚的举动给深深震撼住了。谁也没想到，之前一个丝毫不起眼的人类小子，此刻竟然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是我之前低估他了呀！女副教皇眼神满是不可思议之色，忍不住喃喃自语道。但下一刻，女副教皇眼神里便闪过一抹浓烈至极的杀意。他目光森冷地盯着面前的巫妖龙，骤然挥动圣剑，悍然斩去。一切都结束了，只要将你杀死，一切都结束了。但他在挥剑斩向巫妖龙之时，目光竟然瞥了远处的陆晨。在他眼里，此子绝不可留。不仅巫妖龙要杀，穆天尊更要杀。滨海城绝不允许有穆天尊这妖牛逼的人物出现。先杀巫妖龙，随后便顺道将穆天尊也给灭了。就算穆天尊身为玩家能够复活，只要将他连杀几十次，将他杀回0级，他也就彻底沦为废人了。这一刻，女副教皇手中的圣剑蕴含着绝强的光明神力，狠狠斩向巫妖龙的头颅。这一击蕴含着女副教皇体内剩余的所有光明神力。她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和决心，嘴角更是勾起一抹冷厉的弧度。巫妖龙，你的死期已经到了，这一击你必死无疑。女副教皇手中的圣剑狠狠撕裂巫妖龙的脖颈，将巫妖龙的身躯轰然搅碎。她看着巫妖龙的生机已经荡然无存，脸上竟然露出一抹疯狂的笑容。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最后的胜利者是我啊！女副教皇眼神杀意凛冽地看向了陆晨，此刻凶残的神情已经原形毕露。穆天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可没少给巫妖龙办事。巫妖龙一个人上路太寂寞，你也去黄泉路上陪他吧。女副教皇起身就要挥动圣剑，狠狠斩向陆晨，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彻底人傻了。巫妖龙那生机散绝的龙躯竟然骤然开始膨胀起来，就在女副教皇离他最近的时候，轰然炸裂开来。砰！巫妖龙刻意将爆炸的威力汇聚于一点，狠狠贴在女副教皇身旁，爆发出最恐怖的爆炸威力。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没死？女副教皇瞪大眼睛，满脸都是难以置信之色。但她的身躯几乎承受了巫妖龙的龙躯自爆所有极尽的威力。女副教皇整个身躯轰然倒飞出去，浑身鲜血淋漓，伤势更是惨不忍睹。她的半边身体都被炸没了，另外半边身体更是被炸得焦黑。几乎这番爆炸下来，女副教皇仅仅就只剩下半条命苟延残喘了。震惊，实在太震惊了！一旁的滨海城主差点人都给看傻了。他本以为有了女副教皇这个强力队友就能够轻松躺赢，没想到女副教皇竟然被巫妖龙反手阴了一刀，瞬间形势再度发生惊天大逆转。女副教皇要是一死，他又怎么可能活得下去？滨海城主顿时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眼神更是充满了骇然和绝望。所有滨海城玩家和直播间的观众们更是被眼前这一幕给看傻了。女副教皇明明将巫妖龙一剑杀死了啊！巫妖龙被抹杀灵魂，连生机都断绝了，怎么还能爆炸身体，将女副教皇炸成重伤？我的天啊！巫妖龙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啊？巫妖龙到底死了还是没死？这不仅是所有滨海城玩家和直播间观众的疑问，更是女副教皇心中的疑问。她目光死死盯着巫妖龙的尸体，似乎不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她连死都不会瞑目。轰隆隆，万丈云霄之上骤然浮现出一具漆黑狰狞的巨龙虚影，那道巨龙身影看上去熟悉无比。女副教皇瞬间瞪大双眼，这怎么可能？巫妖龙竟然还活着？那我刚刚杀死的到底是谁？
一旁的陆晨顿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女教皇大人，你刚刚杀死的当然是巫妖龙啊，只不过死去的仅仅只是巫妖龙的一具分身罢了。云霄之上的巫妖龙猛然俯冲而下，眼神更是充满了戏谑和玩味。可怜的女副教皇啊，你以为刚刚是我和穆天尊内讧了，其实只是给你设下的圈套。若是我俩刚刚不演那场戏，你又怎么会松懈大意，又怎么可能会给我贴身靠近你进行自爆的机会？那具身体是我用几十万吨爆裂石锻造而成的，是穆天尊故意对着我那具爆裂身躯疯狂蹂躏，让你放松警惕，然后扔到你面前的。就连我也没想到穆天尊竟然如此机智近妖，在我都没提前和他商量的情况下，就瞬间看出了我刚刚那具身体是爆裂石锻造而出的假体，便故意配合我演了一场好戏。结啊！此刻所有滨海城玩家瞬间看傻了。刚刚巫妖龙要吃人回血，反手被穆天尊疯狂暴打，扔到女副教皇面前的一幕，竟然是穆天尊和巫妖龙互相配合的一场表演，甚至还是穆天尊临时设想出的一个坑杀女副教皇的计划。卧槽！穆天尊这智商也太妖孽了吧！这种坑杀女副教皇的计谋，他都能想得到。刚刚女副教皇将所有光明神力全部汇聚到了攻势之上，让他彻底疏忽了自我防守保护，这才让巫妖龙的自爆分身彻底打满了伤害。而这一切竟然是穆天尊临时起意的一个计谋。穆天尊竟然在战斗如此激烈的情况下，还能想到如此缜密周全的计划，甚至就连女副教皇都没能看出其中的端倪，从而上当受骗了。这件事简直不敢细想，越想越觉得穆天尊大神真是太牛逼了。连女副教皇这个活了数百年的 NPC 都没看出巫妖龙刚刚那个身躯是假的，穆天尊竟然一眼就看出了巫妖龙故意丢出了爆炸假体，并且还临时想出了一套能够配合巫妖龙坑杀女副教皇的完美表演。妖孽，实在太妖孽了！此时此刻，所有滨海城玩家彻底对陆晨心服口服。他们没想到陆晨不仅实力如此可怕，就连智谋都如此妖孽逆天。不仅仅是滨海城的玩家们，就连斗鹰直播间的粉丝们此时更是彻底沸腾了起来。因为陆晨刚刚那一波惊天布局和完美演技，斗鹰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竟然再度飙升到了890多万人，眼看就要突破单直播间1000万同时在线人数的大关。就连九月双华和杜芊芊，甚至还有杜将军，此刻全都将目光凝聚在陆晨身上。他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陆晨的整场战斗，此刻他们满眼都是极尽震惊之色，心情更是激动到了极点。第103章女教皇，当我女奴。九月双华亲眼目睹了陆晨刚刚击败滨海城主，并且和巫妖龙联手重伤女副教皇的一幕。他和杜芊芊目前都有政府军方身份，因此对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都有所深入了解。他们都很清楚，光明势力只是表面上的伪善，其实和黑暗势力一样血腥、残忍、邪恶。所以无论是巫妖龙和女副教皇哪一方失败身亡，对于人类政府来说都是减轻压力的好事。甚至人类政府更希望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能同归于尽，这样就最好不过了。所以九月双华和杜芊芊丝毫不会认为陆晨联手巫妖龙有什么问题，他们十分相信陆晨有自己的谋划布局。尤其是刚刚看到陆晨设下计谋配合巫妖龙坑杀女副教皇的一幕，杜芊芊看得目瞪口呆，九月更是叹为观止，惊叹不已。两女脸上全都露出了浓烈的震惊之色。天哪，这才刚刚过去多久时间，陆晨弟弟的实力竟然达到了如此逆天的地步。是啊，滨海城主怎么说也是一城之主啊，实力更是强到没话说。可就是这样一位城主级强者，竟然会被陆晨弟弟吊起来打。这并不是滨海城主的实力弱，而是陆晨的实力太强了。我发现不管我怎么努力变强，我和陆晨弟弟的实力差距都丝毫没有变小，实力差距反倒是被陆晨弟弟越拉越大了。只是不知道陆晨弟弟接下来会怎么选择，他是继续和巫妖龙虚与委蛇，混入黑暗势力内部，还是想要坐收渔翁之利，将巫妖龙和女副教皇一起通吃拿下。杜将军此刻眼神更是惊喜不已，望着屏幕里陆晨那伟岸傲然的强大身影，赞叹连连。穆天尊真是太给咱们落水市官方争脸了，他竟然能凭一己之力搅动的黑暗势力和光明势力双方斗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更是能凭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左右了整个亡灵工程战役的输赢。我要立即向上级高层汇报，要求上级高层提升对穆天尊的重视程度，提高他的待遇和身份阶级。想到这里，杜将军立即要求下属送来纸笔，亲自书写一份为穆天尊请功的纸面材料，上交到省级政府高层。而就在此时，巫妖龙却是得势不饶人，疯狂乘胜追击，已经将女副教皇打得节节败退，她的肉身已经近乎崩溃。女副教皇眼神逐渐变得暗淡，生命气息更是在不断衰减，眼看着女副教皇就要命悬一线，即将身亡。
陆晨突然大吼一声：“副教皇碧蒂斯，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听到这话，女副教皇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惊喜之色，眼神里充满了对活下去的渴望。穆天尊，你能救我？只要你若是能救我，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此刻，在女副教皇眼里，再重要的宝物都远远没有活着重要，只有活下去，才有无限的希望。巫妖龙听出了陆晨似乎有心要救女副教皇的意思，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穆天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话。女副教皇碧蒂斯向来说话出尔反尔，不讲信用，千万不要被他无辜可怜的外表所欺骗了。我现在就将他彻底抹杀，以绝后患。巫妖龙眼神里迸发出浓烈的杀意，骤然使出底牌绝技，朝着女副教皇碧蒂斯悍然杀去。你以为就你会召唤啊？来比比谁的召唤物更强！陆晨直接开启瞬影挪移木靴的瞬移能力，骤然一个滑步，瞬间挡在巫妖龙的身前，抢先一步抢到了女副教皇碧蒂斯的灵魂命脉。叮！你掌握了光明圣殿女副教皇碧蒂斯的灵魂命脉，吸收之后，你能掌控她的所有想法和生死，是够吸收她的灵魂命脉精血。陆晨眼神闪过一抹喜色，他布局那么久，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确定吸收。陆晨声音落下之后，这滴蕴含着女副教皇碧蒂斯灵魂命脉的鲜血，成功被陆晨吸入体内。陆晨瞬间便洞悉了女副教皇碧蒂斯的所有过往经历和他知道的事情，在陆晨这里，他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穆天尊大人，女奴碧蒂斯听候您的差遣。曾经高傲不可一世的女副教皇碧蒂斯终于低下了她那高贵的头颅，向陆晨是以最高档次的礼节跪伏在陆晨面前，亲吻他的脚尖。见女副教皇碧蒂斯如此识相，陆晨感到很是满意。陆晨既然已经收她为奴，便不能再看着她受死。小子，你这是在找死！你敢挡在他面前，那我就宰了你！巫妖龙的眸子里满是浓烈的杀意，就连脸色都变得狰狞无比。他骤然喷出一道森白冰冷的超低温明火，携着无比恐怖的威势，朝着陆晨狠狠震杀而去。眼看着巫妖龙的明火之拥技能已经压附过来，陆晨也丝毫不怂，直接召唤出一道神圣护盾，将自己和奄奄一息的女副教皇碧蒂斯一起包裹其中，保护了起来。神圣护盾不仅受到了混沌属性的额外加成，更是有着杀戮牧神天赋，让护盾值足足提升了8倍之多。哪怕是巫妖龙无比愤怒之下喷出的亡灵明火，也仅仅只是将神圣护盾堪堪击碎，却未能伤及陆晨和女副教皇碧蒂斯一丝一毫。陆晨则是趁机疯狂给女副教皇碧蒂斯进行回血，一发斩魂圣矛直接射了女副教皇碧蒂斯一脸。在队友模式下，原本用来杀敌的斩魂圣矛就已经切换成了回血效果惊人的治疗神技。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副教皇碧蒂斯，在战魂圣矛的疯狂洗礼下，血量疯狂暴涨。加28618，主仆羁绊加成，回血翻倍。加28617，主仆羁绊加成，回血翻倍。加28620，主仆羁绊加成，回血翻倍。女副教皇碧蒂斯的血量开始疯狂暴涨。虽然她刚刚燃烧灵魂所带来的灵魂受损，暂时还无法恢复，但起码她现在已经恢复了全身时期的5成战斗力。巫妖龙眼看着女副教皇碧蒂斯在陆晨的滋润下疯狂开始回血，他再也坐不住了。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你们所有人都得死！巫妖龙眼神瞬间变得更为狰狞，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之声。他骤然挥动龙爪，狠狠撕裂虚空，一道蕴含着浓烈亡灵气息的巨大传送门竟然被巫妖龙召唤了出来。吾的子民们，你们为吾效忠的时刻到了，降临吧！万鬼横行！随着巫妖龙声音骤然落下，无数亡灵怨魂蜂拥般从亡灵传送门中冲了出来。在巫妖龙的命令之下，成百上千只亡灵怨魂纷纷龇牙咧嘴的朝着陆晨扑杀而去。眼看着无数只亡灵怨魂大军已经将陆晨和女副教皇碧蒂斯彻底包围，陆晨冷笑一声：“你以为就你会召唤啊？那就比比谁的召唤物更强！”陆晨骤然大手一挥，一道道泛着璀璨光芒的召唤法阵在他面前成型。他催动2星神器雷狱子龙袍技能，召唤出雷狱子龙，又召唤出裁决天使合成进化而成的毒液蛛皇，最后又将爆裂暗铠龟召唤而出，再加上他刚刚收服的奴仆女副教皇碧蒂斯，4道身影镇守在陆晨周围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他们然后疯狂开始对奔袭而来的亡灵怨魂大军进行屠戮绞杀。先是爆裂暗铠龟疯狂召唤出一道道地下暗刺，将成群的亡灵怨魂不断掀飞到高空。紧接着毒液蛛皇不断吐出蕴含浓烈剧毒的蛛丝，将无数亡灵怨魂粘在蛛网上，完全动弹不得。雷狱子龙更是霸道无比，疯狂吐出雷霆雷息，将所有胆敢靠近他的亡灵怨魂全部轰成灰烬。女副教皇碧蒂斯虽然拥有自我思想，但她聪慧无比，
他很清楚自己的小命掌握在陆晨的手里，他非常识时务地帮助陆晨进行战斗，不断挥动仙手，召唤出一道道圣光爆弹，对准漫天成群的亡灵怨魂进行无差别狂乱轰击。在这4名陆晨的得力助手联手之下，无数的亡灵怨魂被疯狂屠戮，一只只亡灵怨魂带着满脸的痛苦和惨叫，纷纷魂飞魄散，生机断绝。叮！你击杀了656只亡灵怨魂，获得168000点经验值，你获得16800天额外寿命。由于他们4个都归陆晨所管，他们击杀得来的经验值也全部归于陆晨帐下。海量的经验值和寿命值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陆晨体内。恭喜，你升到了48级！恭喜，你升到了49级！越到后期，升级所需的经验值就越庞大，收获了足足16.8万经验值，也仅仅只是让陆晨升了2级。经验虽然没想象中那么多，但让陆晨没想到的是，亡灵怨魂的装备爆率却异常之高。这群亡灵怨魂死后爆出的装备竟然足足高达500多件，平均下来，每只亡灵怨魂都爆出了至少1件的装备。一下子收获这么多的装备，发财了呀！陆晨眼神掠过一抹狂喜之色。可骤然这时，巫妖龙却满脸都是狰狞无比的寒意，朝着张开大嘴猛然吞向陆晨。穆天尊，你杀我这么多亡灵族子民，你这是在找死！我要生吃了你！第105章，你又不是361成熟美妇，有什么好追的？眼看着巫妖龙携着恐怖至极的威势骤然杀来，陆晨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给我弄他！随着陆晨一声令下，爆裂暗铠龟和雷狱子龙猛然一拥而上，毒液蛛皇战和女副教皇碧蒂斯则站在后排提供源源不断的输出、控制和治疗能力。毒液蛛皇喷吐出的蛛丝不仅能大幅度削减敌人的防御力和血量，并且还能稳定地控制住巫妖龙。女副教皇碧蒂斯则负责主力输出和兼职治疗奶妈，能输出还能奶队友。看着4只手下正在为自己卖力的厮杀，与巫妖龙斗成了一团，陆晨则是趁着这个机会将地上爆出的装备全部搜罗一空。足足562件装备，在超级合成器的作用下，足以能让陆晨的战斗力再度提升一个巨大的档次。最让陆晨惊喜的是，这562件装备之中，竟然有足足2件王者级装备，分别是修罗战铠魔靴和鹰眼爆射弓弩2大王者级装备。虽然这2件装备陆晨都用不上，就连修罗战铠魔靴主要提升的也是物理攻击力和攻击速度，但丝毫不影响陆晨进行废物利用，将这2件王者级装备和其他560件装备一起融入超级合成器内，为成长神器混沌圣耀仙杖进行升阶充能。已经将2件王者级装备、36件是翡翠级装备、109件是铂金级装备、178件黄金级装备、237件秘银级装备指定为合成材料，为4星成长神器混沌圣耀仙杖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5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39547天，4星成长神器合成一次，竟然需要足足50年寿命，还真是贵的有点离谱。但陆晨不可能因为贵就放弃合成，该合成还是要合成的。尤其是陆晨已经发现了超级合成器进行合成的规律，合成所需消耗的寿命越高，合成出来的装备就越强大。确定合成，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足足562件装备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引导下，化作数百道颜色各异的能量光束，迅速涌入成长神器混沌圣耀仙杖内。骤然间，原本浑身泛着暗灰色光泽的混沌圣耀仙杖，其中的混沌气息竟然被逐渐掩盖了下来，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股充满诡异神秘的时间法则气息。时间法则气息没有任何颜色，也没有任何形状，甚至是虚无的。但这看不见的时间法则，往往才是最为恐怖诡异的。时间法则作为4大至尊法则之一，拥有着让人闻风丧胆的可怕能力。它能让一个人瞬间老死，也能让一个人瞬间回溯变成婴儿，甚至是胎儿或卵细胞。所以，但凡见识过时间法则恐怖之处的人，绝对会对时间法则拥有者充满尊敬，丝毫不敢招惹。就在此刻，数百道装备金翠光芒已经全部融入成长神器之中，拥有时间法则气息的全新成长神器已经完全孕育出来。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新的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神器5星。时空长河圣杖，当前品阶神器5星，可成长，法术攻击加2000，治疗效果加2000，治疗暴击率正 20%， 治疗暴击效果正 20%， 生命值加10000，法力值加10000。神器技能1不死金身，开启后
你将在3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效果。神器技能2：时间法则，你的所有技能都将变成时间属性，并且额外提升 70% 伤害。神器技能3：混沌弱化，指定一个目标敌人，瞬间削弱敌人 50% 全属性。神器技能4：时空倒退，指定一个目标，使其回到1分钟前的状态。指定的目标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友军，也可以是敌人，甚至可以是一件装备或者宝物。竟然是时空指定倒流的能力，任意指定一个目标都能让其回到过去。陆晨瞳孔一缩，瞬间有些惊住了。这个能力看似鸡肋，但他重活一世，甚至这个技能有多么实用，有多么逆天。比如陆晨开一个宝箱，开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满意，直接使用时空倒退技能，就能让宝箱回退到未开启的状态，然后重新再开一次。由于宝箱里开出的宝物属于随机，第二次开出来的宝物说不定就远远好于第一次开出的宝物。就算第二次开出来的宝物仍不满意，陆晨还可以重新回退宝箱，开启第3次，就这样无限循环往复，直到开出满意的宝物为止。再比如陆晨甚至可以玩送死流，提前设置好时空回溯时间，然后主动送死一波，跟敌人以命搏命。敌人死了就是真的死了，而陆晨死了之后却能回溯到1分钟前的满血状态。可以说这个技能一旦用好了，将会非常变态。不仅如此，进化之后的时空长河圣杖自身基础属性也更是暴涨了一大截。恰恰就在此时，滨海城主趁着陆晨正和巫妖龙斗得不可开交，他心知自己这边败势已定，已经再无力翻盘，他竟然骑着黄金狮鹫选择转身直接逃遁而去。眼看着滨海城主想趁机逃跑，陆晨冷笑一声：想趁机逃跑？做梦！滨海城主身为一城之主，却屠了滨海城所有 NPC 和玩家，他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如今更是想弃城逃跑，陆晨岂会放他逃走？可反观滨海城主，此刻脸上却露出一抹嘲讽般的笑容，轻蔑地转头看向陆晨：废物，早点不来抓我！你现在反应过来已经晚了，想杀我，下辈子吧！滨海城主仗着黄金狮鹫的惊人飞行速度，趁着刚刚陆晨合成装备的时间，已经逃遁到了100里之外。如此远的距离，就算陆晨插着翅膀，也不可能追得上他。更何况陆晨还要应对巫妖龙，根本分不出精力去花费大量时间追他。而这就是滨海城主敢于嚣张嘲讽的原因。追你？谁说我要追你了？你又不是36亿成熟美妇，有什么好追的？陆晨冷笑一声，骤然挥动刚刚合成出来的时空长河圣杖，直接将滨海城主标记为时空倒退的目标。回来吧，你！第106章，他穆天尊有没有资格做我的男朋友？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一股诡异神秘的时间法则之力骤然将滨海城主锁定。滨海城主瞬间感觉自己像是被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突然浑身完全动弹不得。他眼神骤然一缩，脸色顿时露出一抹浓烈的惊骇之色。骤然之间，滨海城主感觉自己瞬间被一股神秘可怕的未知力量所笼罩。等他重新恢复意识，清醒过来之时，滨海城主骇然发现，竟有人狠狠扼住了他的脖子，让他根本动弹不得，就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当他看清眼前扼住他脖子之人的面容时，顿时瞪大眼睛，满脸尽是难以置信之色。穆天尊，竟然是你！你怎么会这么快就追上我了？可滨海城主这话刚刚说完，便发觉了事情有些很不对劲。自己离穆天尊可是足足数百公里的距离啊！他就算是速度再快，也不可能1秒跨越数百公里的距离啊！让我追你，你也配？是你自己主动回来送人头的。陆晨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但这抹和蔼可亲的笑容，在滨海城主眼里，却也简直比地狱里恶魔还要恐怖10000倍。不对，我明明逃回了数百公里之外，这不是我刚刚逃走的地方，我竟然回到了滨海城上空的战场上。滨海城主这才骇然发现，自己竟然刚刚那股神秘法则力量强行拉扯回到了原本的战场上。他根本不用去想，便知这是陆晨强行将他带回了这里。滨海城主满脸都是骇然之色，这到底是什么惊天手段啊？竟然随便挥挥手就将自己给抓了回来。滨海城主要是早点知道陆晨有这么可怕诡异的手段，那还跑个屁啊！早点主动投降求饶得了。但现在就算投降求饶也已经晚了，他已经从陆晨的眼神里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意，让他浑身猛然一颤，内心都在发慌。而滨海城内的无数玩家更是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更是纷纷目瞪口呆，眼神充满震撼。卧槽，这是什么逆天能力啊？竟然能将滨海城主强行从数百公里之外拽回来！我的天啊，这神鬼莫测的手段，难道也是穆天尊大佬的技能？这也简直太离谱了！我原本以为穆天尊大佬身为一个牧师，能瞬间召唤出一大堆实力强大的召唤兽，
就已经很离谱了。没想到他竟然还有一个如此诡异莫测的手段，一直藏着，直到现在才使用出来。真的不敢想象，穆天尊大佬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技能。同样都是玩家，我和穆天尊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啊？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简直和人和狗之间的差距都大，离谱！别人都拥有一个瞬移自己的技能，都已经很变态了，穆天尊竟然还能瞬移别人，将滨海城主从足足100公里之外强行拉扯回来。如此变态的技能，简直只能用离谱来形容了。一时之间，无数滨海城玩家眼神全都弄满了浓浓的震惊之色。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滨海城的玩家们目光变得无比骇然，刚刚还兴奋不已的心情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只见滨海城主自知穆天尊不可能放过自己，竟然骇然选择以命搏命。穆天尊，这是你逼我的！滨海城主的坐骑黄金狮鹫竟然瞬间变得眼神赤红无比。黄金狮鹫那灿金色的身躯骤然开始不断膨胀，它似乎要疯狂爆炸一般。黄金狮鹫带着即将自爆的前兆，轰然朝着陆晨扑了上去。他为了保护主人滨海城主，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黄金狮鹫铁了心要和陆晨同归于尽，想用自爆的方式和陆晨1换1，根本不会给陆晨任何逃走的机会。看到这一幕，所有滨海城玩家和观看直播的玩家全都为陆晨揪心不已。完了，完了！那头黄金狮鹫坐骑是要自爆，拉上穆天尊一起同归于尽啊！黄金狮鹫坐骑可是65级的超级坐骑啊！一旦自爆，恐怕至少能爆发出10几万的伤害值。这么恐怖的伤害，任何玩家都不可能抗得住。可黄金狮鹫一直追着穆天尊不放，穆天尊根本逃脱不了。直播间的无数观众全都目光死死地盯着正朝陆晨袭去的黄金狮鹫。有的直播间观众是为陆晨感到深深的担忧，但也有少部分的观众，尤其是先前投诉陆晨开挂而被系统封号的那群玩家，更是眼睛兴奋地盯着这一幕。他们巴不得看着陆晨被黄金狮鹫自爆杀死。而此时，还有一名极为眼熟的少女也突然饶有兴趣地关注着黄金狮鹫要和陆晨自爆同归于尽的情景。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打算和陆晨退婚的沈雪儿。虽然王岩已经暴毙身亡，但沈雪儿自从进入创世游戏之后，见识了许多有钱有势的玩家，她越发觉得陆晨根本就配不上自己。哪怕王岩死了，她也能找到一个更优秀、更般配自己的男人。而要说起优秀的男人，在她眼里，眼前的穆天尊绝对就是她见过最优秀的男人，没有之一。穆天尊不仅身材很帅，最重要的是实力超强。要是他能做我的男友，我看谁还敢惹我。只不过穆天尊到底能不能度过这一劫，还真不好说。万一他要是死了，亡灵工程也必然以失败告终，滨海城所有玩家都要跌落10级，就连穆天尊他自己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这一战一旦输了，穆天尊就要连掉11级，他也就泯然众人，沦为普通玩家了。他穆天尊有没有资格做我的男朋友，还得看他这一战能不能打赢，我才能决定。沈雪儿眼里闪过一抹异彩，目光死死盯着穆天尊那傲然的身影。就在这时，黄金狮鹫已经狠狠地撞在了陆晨身上，瞬间血肉爆裂，产生的恐怖威势响彻天穹，震得周围虚空不断坍塌，大地都在疯狂崩裂，就连陆晨的身体竟然也随之碎裂开来。第107章，我们要做陆晨背后的女人。眼看着陆晨肉身逐渐碎裂开来，在黄金狮鹫以命搏命的自爆之下，一人一鹰全都肉身崩溃，化为漫天的血雾。滨海城主亲眼目睹着陆晨肉身爆炸，眼神里涌现出一抹狂喜之色。哈哈，穆天尊，你终于死了！你做梦恐怕也不会想到，竟然会死在我的黄金狮鹫之下吧？虽然黄金狮鹫死了对我损失很大，但只要能将你杀死，也是完全值得的。滨海城主脸上的笑容变得格外浓郁，他却再度将目光落在滨海城上。穆天尊，我知道你能重新复活，但如果我将滨海城毁掉，你就无法能在滨海城内复活了，只能复活到数百公里外的其他城池点。最重要的是，滨海城被毁，就意味着这波守城彻底失败，你将和其他玩家一样，全都等级跌落10级，所有属性全部暴跌，实力也必定暴跌。到时候，我想捏死你，犹如捏死一只蚂蚁。巫妖龙正在与女副教皇碧蒂斯激战，却也注意到了陆晨被黄金狮鹫炸得尸骨无存。巫妖龙顿时眼神骤然一亮，盯着滨海城主的目光仿佛是找到了新的盟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巫妖龙突然朝着滨海城主大声喊道：滨海城主，你尽管毁掉滨海城，随后你可以加入我们黑暗势力。等我们黑暗势力占领滨海城之后，滨海城可以继续交给你掌管。想到巫妖龙这话，滨海城主眼神里露出一抹浓烈的兴奋之色。很显然，巫妖龙向滨海城主投来的橄榄枝让他心动了。毁掉现在的滨海城，等同于他加入黑暗势力的投名状。
不仅可以得到黑暗势力的庇护和赏赐，更是可以让穆天尊因为守城失败连掉10级，彻底废了穆天尊，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天大好事。想到这里，滨海城主便不再犹豫，脸上带着狰狞残忍的笑容。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滨海城内才刚刚复活的玩家们，眼神带着嘲弄，甚至有些略带怜悯。可怜的蝼蚁们，你们虽然尽力守城了，但你们仍然有罪，实力弱便是你们最大的原罪。就由我这个滨海城主用雷霆之力来净化你们身上的罪孽吧，死亡即是你们的归宿。他挥动雷霆战锤，疯狂凝聚雷电能量，等雷电能量蓄满之后，恐怖的雷霆之威足以摧毁整个滨海城。这一刻，所有滨海城玩家全都眼神骇然，甚至眼神里闪烁着恐慌和绝望之色。完了，滨海城主竟然要杀我们！穆天尊已经尽力了，他能将局势扭转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是啊，如果不是穆天尊，第一波怪物攻城时，咱们恐怕就已经失败结束了。穆天尊一死，那就更不可能有人能替咱们撑腰了。真没想到，他身为滨海城主，竟然能干出如此过分的事情。不仅要杀死我们，摧毁整个滨海城，更是要投靠黑暗势力。这一刻，所有滨海城玩家全都面露无比绝望之色。与此同时，斗鹰直播间内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谁都不会想到，这次亡灵攻城事件竟然会发展到如今的地步。谁也不会想到，滨海城主竟然会选择投靠黑暗势力，要与辛辛苦苦守城的滨海城玩家为敌，不惜杀死所有滨海城玩家。而那群因为投诉陆晨而被系统封号的玩家，更是在这时幸灾乐祸地跳了出来。这群被封号玩家开始疯狂煽风点火，对陆晨发出了质疑，怂恿观众们对陆晨进行打压和诋毁。笑死！这就是你们视为神明偶像的穆天尊？就这，穆天尊别说打滨海城主了，就连滨海城主的坐骑都给他搞死了，纯是个玩具。穆天尊也不过如此吗？人家一个坐骑都给他秒了，我上我也行。什么穆天尊，徒有虚名罢了，他只不过是一个被热度捧红的小丑而已。滨海城彻底废了，连滨海城主都叛变了，穆天尊拿什么手？滨海城玩家拿什么手？一起等死就完事了。这群因为陆晨而被封号的玩家，带着一大群花钱雇来的水军，极其擅长煽风点火，带偏舆论风向。在他们疯狂轰炸式的弹幕刷屏，对诋毁进行陆晨，让许多直播间观众对陆晨的实力也开始产生了质疑。眼看着滨海城主就要将雷霆能量释放出来，对整个滨海城进行毁灭性打击。滨海城一旦被摧毁，所有滨海城玩家的守城任务将自动宣告失败，穆天尊和所有玩家都将自动宣告失败，连掉10级。从此，穆天尊也将实力暴跌，他那昔日的辉煌也必将不复存在。而此时，九月双华和杜芊芊同样也是滨海城内的玩家，他们眼神也全都有些绝望和担忧。他们不仅担忧滨海城即将被滨海城主摧毁，更担忧陆晨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亲眼目睹陆晨被炸成飞灰，杜芊芊眼神变得有些黯然。我账号掉10级也不要紧，但陆晨的等级可不能掉啊！我宁愿我自己的账号掉到0级，也不愿陆晨弟弟的实力下滑。无论是对于滨海城玩家，还是对于整个落水市来说，他都太重要了。杜芊芊说到这里，声音便停了下来，只是心里最后一句话没能说出来。陆晨对于落水市固然重要，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他不愿看着一个如此骄傲且意气风发的少年就此落寞。九月双华看出了杜芊芊眼里的担忧之色，突然拍了拍杜芊芊的肩膀，他眼神里突然泛起一抹坚定不移的光彩，一字一顿地说道：陆晨弟弟不会这么轻易就失败的。他呀，就如同故事里主角一般，他犹如横空出世的绝世天骄，像这般优秀的天才，绝不会如此轻易就落寞下去。我相信他不仅这一战会赢，更相信他未来必将登顶世界巅峰，成为全世界都为之仰望的至高存在。九月双华的这番话让杜芊芊重新燃起了内心的希望。杜芊芊坚定地点了点头，与九月双华彼此对视。双妹，你说的对，就算全世界都在质疑穆天尊，我们也要做他背后的女人，永远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相信他。第108章，只收女奴，男奴不要。不仅仅是九月双华和杜芊芊，还有一个熟悉的女人在一直关注着陆晨，那便是沈雪儿。沈雪儿亲眼目睹了陆晨被黄金狮鹫炸成血雾的一幕，顿时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失望之色。没想到穆天尊的实力也不过如此，正如斗鹰弹幕上说的，他不过是斗鹰热度捧红的一个小丑罢了。当站在风口上时，猪都能起飞，而穆天尊毫无疑问就是那个站在风口上被吹起来的猪。我终究还是选择了男人，他不是我的良配，也配不上我的喜欢。我应该找比穆天尊更优秀的男人，才配做我的男朋友。
沈雪儿眼神充满了失望和不屑，似乎在庆幸自己还没有对穆天尊发起追求攻势。万一要是穆天尊爱上了自己，而他的实力却配不上自己，自己还要想办法甩掉他，实在太麻烦了。可就在这一刻，天穹之上骤然迸发出一股恢宏璀璨的金色光芒。这股金色光芒如同初升的耀阳，照耀了无边无垠的大地，更照耀了整片辽阔无际的天穹。这一刻，所有人全都目光死死地盯着滨海城的上空，全都露出了目瞪口呆之色，眼神更是震撼不已。尤其是九月双华和杜芊芊，眼神里更是露出里激动喜悦的光彩。只见那金光璀璨的圣芒笼罩之下，一道熟悉的少年身影竟然毫发无伤地横踏虚空，站在那里。那少年不是别人，正是陆晨。陆晨刚刚没有刻意去躲黄金施救的爆炸伤害，就是为了试验时空倒退的能力。他在自己身上提前设置了时空倒退的时间标记，就是想看看时空之力能不能复活自己，让自己回到1分钟前的状态。陆晨之所以敢这么大胆的尝试，是因为1级的经验值对他来说真的已经不算什么。滨海城主是60级强者，巫妖龙是70级超级强者，只要击杀滨海城主和巫妖龙，他的等级都将突飞猛进，快速飙升，一切都是值得的。而结果也果然正如陆晨所料，时空之力果然复活了自己，并且将自己倒退回了1分钟前的满血状态，这让陆晨感到有些惊喜。这个能力果真是太逆天了，只要自己在被杀前不断给自己设下回到过去的标记，那自己岂不是就能无限复活？再强的 BOSS 都不可能杀得死自己。这一刻，滨海城主更是满脸难以置信地望着陆晨，差点吓得人都傻了。这怎么可能？我明明亲眼看到你被我的黄金施救自爆炸死了呀！你怎么可能又活了过来，并且竟然还是满血状态？就算是你有神圣复活术这样的神级技能，也得100级以后才能施展出来啊！你一个连50级都不到的小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滨海城主眼神掠过一抹狠厉之色，眼下他也只要放手一搏，骤然将刚刚酝酿而成的雷电能量凝聚压缩成恐怖的一道超高电压雷球，将原本欲要毁灭整个滨海城的雷电能量全都汇聚起来，轰击向陆晨一人身上。你复活过来又能如何？我就不信你还能复活第2次，只能说你复活的不是时候，你仍旧还是得死。滨海城主眼神充满了凶厉之色，狠狠攻向陆晨。这一刻，所有滨海城玩家全都震撼不已，全都为陆晨感到无比担忧。是穆天尊大神，穆天尊大神竟然真的没有死！天哪，他又一次救了我们！穆天尊大佬就是我心目中的救世神，可千万别高兴得太早。穆天尊大佬虽然救了我们，滨海城主却要将原本对我们发起的超级雷咒转头轰击向穆天尊一人身上。穆天尊大佬能不能抗下这一击，还真不好说。泪目了，穆天尊大佬选择在这个时候现身，就是为了替我们挡下这毁天灭地的雷霆一击啊！我愿意以身相许，嫁给穆天尊大佬，以报他的救命之恩。大姐，你这体重都有300斤了吧？穆天尊大佬虽然救了你，你也没有必要恩将仇报吧？唉，别说那些没用的屁话了，穆天尊大佬如今正大难临头，还是先看他能不能度过此劫吧。一时之间，所有滨海城玩家全都目光死死地盯着陆晨，众人都为陆晨即将面临的危机感到无比担忧。陆晨此刻神情却是异常的淡定从容。就在滨海城主酝酿许久的雷霆一击即将轰在陆晨身上之时，陆晨身影却骤然开启瞬移技能，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陆晨的声音骤然在滨海城主的背后出现，他伸出手，悄无声息地扼住了滨海城主的脖子。在圣龙不灭体的加持下，他的力量属性和肉身力量已然恐怖到了极点，根本就不是早已身负重伤的滨海城主所能承受的。滨海城主满脸都是绝望和恐惧之色。陆晨身为玩家，死了可以无限复活，但滨海城主作为土著 NPC， 死了那就是真的死了，彻底魂飞魄散，灰飞烟灭。所以滨海城主比任何人都更怕死。穆天尊大人，求求您别杀我，只要您愿意放过我，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滨海城主眼神充满了讨好和曲意逢迎，完全失去了刚刚的轻蔑和傲慢神色，但陆晨脸上却露出一抹残忍无比的笑容。现在想让我放过你，晚了。滨海城主连忙说道，我也可以像女副教皇碧蒂斯那样投靠你，奉你为主。陆晨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男的不要。这话一出，让滨海城主彻底绝望了。男奴不要，只收女奴，没想到竟然就连穆天尊也搞性别歧视，真是气都冷。气愤无比的滨海城主正要开口说话，却骤然感觉一阵撕裂般的剧痛。陆晨已经彻底拧断了他的脑袋。第109章，我要领着穆天尊一起去找陆晨退婚。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陆晨的身上。只见陆晨狠狠扼住滨海城主的脖子，直接应声折断。滨海城主眼神满是置信的惊骇之色，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穆天尊身为牧师，近战物理伤害怎么会如此恐怖？这么高的近战物理伤害，就算是他身为骑士职业，都根本不可能做到啊！他突然无比后悔，自己不该得罪穆天尊，更不该与穆天尊为敌呀！但此刻一切都已经晚了。随着滨海城主的脖子被陆晨猛然拧断，一颗血淋淋的脑袋应声坠落在地，顿时人手分离，鲜血喷涌，一代滨海城主就此陨落，死于陆晨之手。叮！你击杀了 LV60 滨海城主，获得20万点经验值。由于滨海城主是 LV60 王者巅峰级强者，你击杀滨海城属于越级击杀 BOSS， 额外获得 50% 经验加成，额外增加1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2万天额外寿命。陆晨眼神掠起一抹惊喜之色，没想到击杀滨海城主竟然还有额外经验加成，原本击杀所获得的20万经验值竟然提升到了30万，这让陆晨的经验值一路暴涨，炫白色的升级光芒不断从他身上泛起。恭喜，你升到了50级！恭喜，你升到了51级！恭喜，你升到了52级！哪怕升到50级后，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已经大幅度提升，这30万经验值也仍然让陆晨的等级接连突破3级。此时此刻，所有人望向陆晨的目光全都惊呆了，尤其是滨海城内的所有玩家，此刻看向陆晨的目光不仅充满了震惊和敬佩，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穆天尊大佬，这也太生猛了！穆天尊大佬简直 YYDS！ 你可以永远相信穆天尊，如果不是穆天尊大神，咱们滨海城内所有玩家有一个算一个，所有人都得凉凉。谁能想到啊，让我们无数人感到恐惧绝望的滨海城主，竟然在穆天尊手里连一回合都撑不下去，就直接被秒杀了，真是太震撼了！要是能当穆天尊大佬的小弟就好了，好想抱紧他的大腿。去，连滨海城主想当穆天尊大佬的小弟都被穆天尊大佬毫不留情的拒绝了。你在想什么美事？就算穆天尊大佬也收手下，肯定也优先收我们这样的漂亮妹子，不仅乖巧听话，还能暖被窝，绝对能把穆天尊大佬照顾得舒舒服服的。9月双华和杜芊芊同样也是滨海城玩家，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在意陆晨的安危。当他们看到陆晨在黄金施救的自爆之中灰飞烟灭时，眼神里满是失落和绝望；而当他们看到陆晨竟然能复活过来而不死时，两女脸上满是惊喜和激动。随后他们竟然又看到了陆晨不仅毫发无伤，竟然还反杀了滨海城主，两女更是激动到喜极而泣，紧紧地相拥到了一起。陆晨弟弟不仅没有死，竟然还反手秒杀了滨海城主，没想到他的实力竟然已经强大到这般地步了啊！双妹妹，你说的没错，陆晨弟弟往往都能在任何绝境之中都能创造奇迹，我们要永远相信陆晨弟弟。与此同时，沈雪儿也在一直关注着陆晨的存在，他的神情更是显得无比复杂。是我低估了穆天尊的实力，没想到穆天尊竟然能在黄金施救的自爆袭击之中还能毫发无伤的活过来。早知道他有这么强的实力，我说什么也不会放弃追求他。不过现在一切都能不晚，只要我用自己的魅力去追求他，他一定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矢志不渝的爱上我。沈雪儿想到这里，眼神骤然一亮，眼神里闪烁着无比浓郁的自信光彩。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要去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将穆天尊追到手。穆天尊穆镜长得帅，实力还强，比陆晨强太多太多了。不对，不能这么比较，陆晨根本就不配和穆天尊比较，这是对穆天尊大神的侮辱。就此，沈雪儿亲眼见识了穆天尊的实力有多么强大之后，对穆天尊的强大实力已经彻底心服口服了。哼，陆晨那个废物竟然还敢不接我电话！等我将穆天尊大佬追到手之后，我要领着穆天尊一起去找陆晨退婚。我要让陆晨看看得有多么优秀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我沈雪儿，像他那样的废物连给我提鞋都不配。沈雪儿甚至都没看出，他心目中无比仰慕崇拜的穆天尊其实就是陆晨。他甚至还在期待幻想着自己领着穆天尊上门去退婚打脸陆晨的一幕。而此时陆晨完全没有注意到沈雪儿的存在，更不会在意沈雪儿到底在想什么。重活一世，他就已经对沈雪儿失去了感情，更加不会在意他的死活。眼下最让陆晨在意的是，巫妖龙果然隐藏了自己的实力。他在吞吃了无数亡灵怨魂的尸体之后，实力竟然在短时间内变得异常强大，甚至比刚刚献祭灵魂状态下的女副教皇碧蒂斯还要更加凶悍恐怖。巫妖龙将女副教皇碧蒂斯打得节节败退，甚至根本无法还手。眼看着女副教皇碧蒂斯一直被巫妖龙穷追猛打之下，血量疯狂暴跌。女副教皇碧蒂斯毕竟已经成为了陆晨的女奴，陆晨不仅要击败巫妖龙，
更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女副教皇碧蒂斯被杀死。第110章，巫妖龙全力一击，竟然破不了穆天尊的防御。但此刻，陆晨决定尽快将滨海城主死后的战利品尽快收集起来，然后再腾出手对付巫妖龙。他迅速开始收集战场上滨海城主死后所掉落的装备。叮！你捡起了9816枚铜币。叮！你捡起了王者巅峰级装备不死君王的戒指。叮！你捡起了王者巅峰级装备黄金施救项链。果然，在财源滚滚腰带的加持下，击杀怪物的爆率变得格外之高。仅仅滨海城主一人，竟然就爆出了2件王者级装备，收获还真不错。不死君王的戒指，王者巅峰级，物理攻击力加1000，法术攻击力加1000，生命值加5000，法力值加5000，生命恢复速度提升350%，法力恢复速度提升350%。佩戴要求50级，附加效果：召唤不死君王。催动技能后，你能召唤出一只 LV50的亡灵系不死君王 BOSS 为你作战。黄金施救项链，王者巅峰级，物理攻击力加1000，法术攻击力加1000，攻击速度正30%，移动速度正15%，物理暴击率正15%。佩戴要求50级，附加效果：施救自爆术。催动技能后，你将瞬间引爆自己的身体，并对周围所有敌人造成相当于你最大生命值的固定真实伤害。2件装备的属性都还不错，但陆晨为了精益求精，果断将这2件装备全部投入超级合成器内，将不死君王的戒指王者巅峰级和黄金施救项链王者巅峰级进行合成，需消耗35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41297天，立即合成。陆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进行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施救王项链，荣耀级。叮！由于你意外幸运地触发了2次进化选项，你可以选择保留当前的荣耀级装备，或者将额外花费35年寿命，该荣耀级装备进化为更加高阶的装备。竟然还有2次进化！第2次进化不仅不需要额外的装备，并且仅只用花费35年寿命，明显2次进化的性价比极高。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确定将施救王项链进行2次进化。进行2次进化，随着陆晨声音落下，施救王项链爆发出一股无比璀璨耀眼的圣耀光芒，随着逐渐进化，成为了更加高阶的崭新装备。恭喜，你的施救王项链2次进化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施救圣皇项链，荣耀巅峰级。施救圣皇项链，荣耀巅峰级，治疗强度加2000，法术攻击力加2000，生命值加5000，治疗暴击率正25%，治疗暴击效果正50%。佩戴要求50级，附加效果：施救超级自爆术。催动技能后，你将瞬间引爆自己的身体，并对周围所有敌人造成相当于你最大生命值的30倍固定真实伤害。30倍自爆伤害，陆晨瞬间惊住了。原本的施救自爆术只能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的同等伤害，接连进化2次之后，竟然爆炸伤害足足提升了30倍。陆晨目前的生命值是53189点，自爆造成30倍真实伤害，那就是能瞬间造成足150万的真实伤害啊！而最为恐怖的是，别人使用这个技能需要献祭自己的生命，但陆晨根本不用啊！他可以给自己设置时间倒流标记之后，再毅然使用自爆技能，不仅能给予敌人无比恐怖的致命一击，并且自己还能利用时间倒流技能完好无损的复活过来。自爆技能属于不到万不得已就根本用不上的超级竞技技能，但陆晨却能利用时间倒流技能毫无顾忌的随意使用超级竞技技，而不会受到任何损失。2个技能配合起来简直太逆天了。陆晨对刚刚合成出来的荣耀巅峰级新装备十分满意，他没有丝毫，直接替换掉了原本的钻石级冰封项链，将新装备戴在了身上。此刻，陆晨将目光望向远处的巫妖龙，有了这个底牌技能，将要杀死巫妖龙简直轻而易举。巫妖龙也注意到了陆晨的目光，眼神带着嘲弄的打量着陆晨，狞笑道：“小子，你要么赶紧滚蛋，要么乖乖向我跪下投降，不然等我吃了碧蒂斯之后，下一个要吃掉的对象就是你。”巫妖龙一边说着，一边喷吐着冰冷的亡灵之火，疯狂侵蚀着女副教皇碧蒂斯的肉身。由于巫妖龙一口气吞吃了无数只亡灵怨魂的尸体，并且将吃掉的所有能量全部爆发出来，转化为了当下极致强大的战斗力，所以此刻的巫妖龙变得异常强大无比。在他的疯狂攻势之下，就连女副教皇和3只战宠联手都被巫妖龙打得节节败退。陆晨却在此刻露出一抹冰冷的笑容，这句话该我对你说才对，如果不跪下向我投降认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巫妖龙感受到了陆晨的嘲讽之意，他的眼神顿时变得凶厉无比。小子，你这是在找死！巫妖龙骤然放弃进攻女副教皇碧蒂斯，转头朝着陆晨攻杀而至。他必须要让眼前这个狂妄的小子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但面对猛然攻杀而来的巫妖龙，尤其是巫妖龙还携着比先前强大10倍不止的亡灵杀伐气息，陆晨脸上却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眼神更是如古井无波般平静。他眼看着巫妖龙的龙爪就要朝着压腹而下，陆晨轻轻一挥手，直接使用了时空长河圣杖的混沌弱化技能。神器技能3混沌弱化，指定一个目标敌人，瞬间削弱敌人 50% 全属性。这个技能正是用来对付超级 BOSS 的绝佳技能，用来对付此时的巫妖龙简直再适合不过了。一股蕴含着无形压迫力的混沌光芒骤然悄无声息地飞快钻入巫妖龙的体内。巫妖龙骤然感觉身体被什么脏东西掏空了一般，身体瞬间变得虚弱无比，不仅速度骤然变慢了许多，就连力量和法力斗瞬间被削弱了足足一半。最让他为之惊骇的是，他原本满额的生命值竟然瞬间也被削减了足足一半。怎么会这样？小子，是你在暗中捣鬼！巫妖龙瞬间明白过来，一定是陆晨对自己动了手脚，也只有陆晨才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底牌，让人根本防不胜防。巫妖龙恼怒无比，一龙爪狠狠拍在陆晨身上，却见陆晨身上早已布好了一层灿金色的神圣护盾。由于他的身体被混沌弱化技能大幅度削弱，巫妖龙这充满愤怒的一击，甚至连陆晨的盾都没破，这让他顿时惊骇万分。更让沈雪儿、9月双华和杜芊芊乃至滨海城和直播间的无数观众再一次瞪大了眼睛，眼神里满是震撼之色。巫妖龙的全力一击竟然都破不了穆天尊的防，穆天尊的实力竟然已经夸张到这种地步了吗？第111章完美组合技，超级自爆加时间倒流。巫妖龙全力一击，陆晨竟然毫发无伤，这让巫妖脸色骤然阴沉下来。他知道自己实力被陆晨削弱了，但没想到竟然被削弱了这么多，自己竟然已经弱到连陆晨的防御都破不了。巫妖龙眼神阴冷，浑身散发着浓郁可怖的亡灵死气。吾修炼亡灵之道数千年，没想到竟被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逼到如此地步。你很好，很好啊！巫妖龙声音咬得很重，显然他已经彻底恼怒了。就连女副教皇碧蒂斯都被他击溃了，眼前这个人类小子却敢站出来阻止他侵占滨海城。巫妖龙那庞大身躯骤然开始剧烈缩小，从原本遮天蔽日般的庞大身躯竟然缩小到了仅几乎微不可见的地步。他的身躯变得实在太小了，小到几乎纳米级的地步，甚至比细菌和草履虫还要更微小。虚空之中回荡着巫妖龙狂妄的声音：穆天尊，你太高看自己了，真当只有你才有底牌吗？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你能找得到我算你赢。巫妖龙之所以嚣张，他自然是有他嚣张的依仗。他将自己缩小到纳米级的体型，人类肉眼根本不可能察觉到他的存在，就算真能察觉到他的存在，也不可能杀得死他。就像是一把斧子砍死一头牛很容易，但想用一把斧子砍死一只蚂蚁，难度就大了许多。如果是砍死一只比蚂蚁还要小1万倍的生物呢？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变态的是，巫妖龙体型缩小100万倍之后，他的防御力也暴涨了100万倍。巫妖龙自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近乎无敌的状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偷袭陆晨，只要陆晨稍有不慎就会被他击杀。但陆晨想击杀他绝对不可能。此刻无数滨海城玩家见到这一幕彻底傻眼了。我的天，这巫妖龙打不过穆天尊，竟然开始玩赖的。巫妖龙将体型缩小100万倍，谁还能找得到他啊？巫妖龙太猥琐了，他这更隐身有什么区别啊？如果巫妖龙只是隐身，那还有能够破解隐身的办法，但巫妖龙是体型缩小100万倍啊，这拿什么破解？完了，如果巫妖龙不死，怪物工程便不能算是结束。除非穆天尊愿意一直守在滨海城，只要滨海城一走，巫妖龙绝对立马出手摧毁整个滨海城。可穆天尊不可能一直守在滨海城不去练级啊！巫妖龙能等得起，穆天尊可配不起啊！要是就这样对峙3-5个月，穆天尊就一点等级都练不了，不用巫妖龙杀他，他的等级都会被绝大多数玩家超越。是啊，3-5个月都守在滨海城不去练级，他的账号跟废了几乎没区别。巫妖龙这一招玩得太赖了，他就是看准了陆晨不可能配他耗得起，才如此嚣张得意。就在陆晨和巫妖龙对峙的这个时候，抖音直播间的人数竟然再度开始暴涨，直播间人数从原本的890多万人，竟然再度暴增到了1008万人，毫无悬念的又一次破了抖音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记录，达成了史无前例的1000万人同时停留在同一个直播间观看直播的记录。
此刻，直播间的观众们此刻更是目瞪口呆，全都瞪大了眼睛。在抖音直播软件的科技手段下，直播视角给到了巫妖龙的身上，并且将直播画面放大了100万倍，终于找到了巫妖龙的身影。巫妖龙这么玩，也就咱们直播间的科技手段才能找到它的存在，但穆天尊光凭肉眼根本无法找出巫妖龙在哪里啊！看来巫妖龙要赢了，再这么耗下去，穆天尊除了投降，不会有更好的办法。可怜的滨海城玩家们，就连穆天尊也救不了你们了。穆天尊就算再强，他也只是个普通玩家。穆天尊能坚持到现在的地步，他已经尽力了。这个亡灵工程实在太变态了，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阶段的玩家所能抵抗的。要是没有穆天尊，滨海城早就巫妖龙侵占，彻底凉了。就连九月双华和杜芊芊此时也皱紧了眉头，他们很清楚眼前这个局势对陆晨来说有多么不利。但此时，陆晨却冷笑一声：“雕虫小技而已，随手便可破解。”陆晨抬手便是一记时间倒流，时间倒流的目标锁定巫妖龙之后，巫妖龙的身躯在时间倒流的影响下，身体状态再度回到了1分钟前的庞大身躯。趁着这个机会，陆晨直接悍然出手，抬手便是一记记斩魂圣矛，疯狂轰击在巫妖龙的身上。-19285，属性克制。-19288，属性克制。-19286，属性克制。咻咻咻咻咻！巫妖龙的血量骤然暴跌，他的眼神顿时变得惊骇万分。巫妖龙万万没想到，陆晨竟然能用这种方法破解他的缩小身躯之术。趁他病，要他命。陆晨挥动着赤炎圣意，一缕缕时间法则之力在他周身流转。在时间法则之力的加持下，赤炎圣意的伤害威力足足提升了70%。携着时间法则之力的赤炎圣意化作赤炎刀刃，疯狂暴斩在巫妖龙最脆弱的腹部。噗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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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6，弱点击破。-22385，弱点击破。-22389，弱点击破。疯狂一刀刀暴涨在巫妖龙的身上，陆晨挥意如刀，越斩越快。可巫妖龙的血量实在太厚了，纵使陆晨每一刀都能带走巫妖龙1-2万的血量，但巫妖龙总血量高达500万，并且他还能吃人回血。巫妖龙眼看着自己被陆晨疯狂暴斩之下，血量不断暴跌，他再次将目光落在了滨海城的玩家们身上。只要吃了这群玩家，他无论损失多少血量都能立刻补回来。想到这里，巫妖龙眼神不由迸发出一抹狞笑之色，他挥动龙爪，朝着滨海城玩家们狠狠压腹而下。这一次，巫妖龙竟然开启了霸体状态。在霸体状态下，无论陆晨对巫妖发起任何攻击，都无法阻止他吞吃滨海城玩家进行回血。这一刻，滨海城所有玩家全都瞪大眼睛，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完了完了，巫妖龙怎么又冲我们来了？不是吧，我们又要凉了。唉，终究还是沦为炮灰了。可就在这所有人都无比绝望的时刻，陆晨身上骤然迸发出璀璨夺目的圣金色光芒，他悍然朝着巫妖龙迎面撞去。第112章，轰动全球，合成神器，全服公告。恭喜玩家穆天尊成功击杀攻城 BOSS 巫妖龙，奖励1000点自由属性点，100枚银币，1银币等于1万铜币，3000点声望，1份神性宝箱，1份核心隐藏任务卷轴。恭喜滨海城所有玩家守城成功，全体玩家集体获得100点自由属性点，1万点经验值，100点声望。同样的全服通告，一连通告了3次，但这次的全服通告跟之前的全服通告性质完全不一样。之前的全服通告只是龙国境内的全服通告，这次的全服通告是全球性质的，全球所有登录创世的玩家全部都能看到这次通告。这道全服通告刚响起在樱花国服务器内，瞬间便引起了一片巨大的轰动。八嘎！我们本田公会的伊藤太郎已经率先突破到了40级了啊！凭什么攻城 BOSS 的首杀不是我们的？不公平！亡灵怪物攻城为什么没有刷到我们樱花国玩家境内？要是刷到我们这里，这份荣耀就是我们樱花国的了。该死的龙国，该死的穆天尊，这对我们樱花国玩家根本不公平。每个国家的玩家都被分配在了不同的大陆，游戏内国土大小也是由现实国家国土大小决定的，所以哪怕到了创世游戏内，也是毛熊国玩家所处的大陆面积最大，而大韩民国的玩家大陆面积则小得可怜，这让大韩民国的玩家愤怒无比。大韩民国玩家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处于宇宙中心，不仅不应该将他们的大陆面积调到最小，甚至应该将他们的大陆面积设置成全球第1大，这才符合他们的预期。而此时，
大韩民国的玩家们看到了全服通告之后，更是瞪大了眼睛，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甘。思密达，首次怪物工程胜利的荣誉应该是属于我们大韩民国的，是龙国人剽窃了我们的胜利，龙国玩家一定是开挂了，才抢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工程 BOSS 首杀。我们要举报龙国玩家，我代表我们大韩民国强烈谴责龙国玩家，尤其是穆天尊，我们有权要求穆天尊将工程 BOSS 首杀奖励还给我们大韩民国。而世界第一强权的鹰将国内，刚刚的全服通告更是一度引起了鹰将国排行前10的所有超级工会一起召开了紧急会议。fuck， 我们鹰将国10大超级工会联手，足以横扫整个创世世界所有玩家。我们上帝之手工会更是砸了数万亿美金，一度成为世界级霸主工会。工程 BOSS 首杀凭什么不是我们上帝之手工会的？我建议给穆天尊一个加入我们鹰将国国籍的机会。他要是加入我们鹰将国，这个奖励可以让他拿着。但他要是固执到不愿改变国籍，那就别怪我们鹰将国不客气了。我们10大超级工会的联合制裁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时之间，陆晨刚刚击杀巫妖龙引起的世界性全服通告，瞬间便引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巨大轰动，更是引来无数强者和很多超级工会密切关注此事，甚至开始调查穆天尊的情报信息。与此同时，陆晨则开始盘点起了这一次的收获奖励。他先是将巫妖龙死后掉落的战利品全部捡了起来。叮，你捡起了12枚硬币。叮，你捡起了荣耀巅峰级不死之魂战铠战士类装备。叮，你捡起了荣耀巅峰级青鳞云凤战靴刺客类装备。叮，你捡起了荣耀巅峰级血屠灵盾巨盾骑士类装备。陆晨突然感觉自己脸够黑的，击杀巫妖龙爆出了足足3件王者巅峰级装备，竟然全都不是自己牧师类的。虽然这3件装备自己也能硬带，但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不是自己职业类的装备，就算自己带上，属性也跟自己不契合，还不如将3件装备投入超级合成器内，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想到这里，陆晨果断决定利用这3件荣耀巅峰级装备，将自己的成长神器进行升级一番。但陆晨突然发现，神器5星升到神器6星，竟然需要传说级的装备才能进行合成升级。目前装备品阶分级为荣耀级、传说级、史诗级、圣域级。既然5星级别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用不了这些装备进行合成，那就用这些装备来进化升级我的另一件成长神器雷狱紫龙袍。陆晨心意已决，直接将9幽黑龙袍放入超级合成器的进化栏里，已经将荣耀巅峰级不死之魂战铠、荣耀巅峰级青鳞云凤战靴、荣耀巅峰级血屠灵盾巨盾这3件荣耀巅峰级装备指定为合成材料。为成长神器雷狱紫龙袍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5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45747天，成长神器进行合成一次所需消耗的寿命果然巨大。不过还好陆晨刚刚击杀巫妖龙，收获了一大笔寿命，不然还真有点承担不起。眼下寿命和合成装备都已经具备，陆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进行合成升级。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这3件荣耀巅峰装备全部骤然化作黑、白、红3道夺目耀眼的光芒，涌入雷狱紫龙袍内。雷狱紫龙袍完全吸收了3件荣耀级装备的能量之后，骤然爆发出一股炽盛灼热的深红色烈焰圣威。隐隐之中，崭新的神器圣袍之中竟然还传出了上古圣兽烈焰凤凰的鸣啸之声。那充满莽荒圣威的凤鸣声，让人为之神魂战栗，让人心生畏惧。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第113章被囚禁的吸血鬼女帝，巨大的惊天秘密。你获得了神器3星烈焰圣黄袍。烈焰圣黄袍神器3星，治疗效果加3000，法术伤害加3000，防御力加2000，受到所有火属性伤害负 40%， 受到其他所有属性伤害负 20%。 佩戴要求50级。附加技能1，召唤烈焰凤凰，召唤出一头火焰系的烈焰凤凰为你作战。烈焰凤凰是上古莽荒世界的强大圣兽，掌握着威势恐怖的烈焰力量，实力比雷狱子龙更加强大。所召唤出的烈焰凤凰等级等于你的当前等级。附加技能2，烈焰环绕，任何靠近你的敌人都将受到每秒2万点烈焰伤害，并且陷入 2.5 秒眩晕控制时间。附加技能3，凤凰涅槃，当你被击杀之后，不会掉落装备，不会损失经验值，并且自身生命值永久提升1000点，法术攻击永久提升300点，治疗能力永久提升300点，每天仅可生效1次。这个成长神器的新属性倒是有点意思，死了竟然没有损失，并且还能增加这么多永久属性，这样岂不是在鼓励我每天都去送死一次？陆晨瞳孔一缩，有些惊住了。
每天死一次永久加1000血量，加300法术攻击，加300治疗能力。看上去不算多，但如果每天都死一次，1个月之后，那就能叠加30次永久奖励啊！那就是足足加30000血量，加9000法术攻击，加9000治疗能力。那如果是1年呢？收益岂不是更恐怖了？看来自己要没事多找超级 BOSS 挑战一下，输了刷凤凰涅槃奖励，赢了拿怪物掉落奖励，怎么样都不吃亏啊！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合成升级后的烈焰圣黄袍穿在了身上，浑身犹如披着一身赤红的烈焰，散发出炽热可怕的威势。陆晨将一件如此炽热的神器装备穿在身上，非但没有感到有任何不适之感，反倒感觉浑身暖洋洋的，很是舒服。巫妖龙豹的装备处理完之后，还有全服通告获得的游戏系统奖励，击杀巫妖龙获得的1000点自由属性点，外加守城成功的100点自由属性点奖励，一共就是1100点自由属性点。自由属性点可以分配在智力、力量、敏捷、体质、耐力5大属性上。智力影响法术攻击、治疗效果、法力值上限、法力回复速度；力量影响攻击力、攻击速度；体质影响生命值、生命恢复速度；耐力影响物理防御力、法术防御力；敏捷影响攻击速度、移动速度。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110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投入在智力上，让属性面板上的法术攻击力和治疗能力全都提升了1100点。陆晨当前角色面板为沐天尊，职业牧师系10星职业，等级57级，当前经验值110688170000，法术攻击16812，治疗能力18876，物理攻击10259，生命值56178，法力值86690。装备时空长河圣杖，5星成长神器，烈焰圣黄袍3星成长神器，混乱之源长裤，星耀级，财源滚滚腰带，王者级，瞬影挪移木靴，钻石级，施救圣皇项链，荣耀巅峰级，海皇之怒手镯，星耀级，隐身戒指，翡翠级。技能斩魂圣矛，圣龙不灭体，赤焰圣翼，神焰天征，召唤毒液蛛皇，神圣护盾。紧接着陆晨又将目光落在了3000点声望上。声望可以用来建立工会，也可以建立势力。工会只能招收玩家，建立工会只需要100点声望，势力却能招收玩家和 NPC， 建立势力则需要10000点声望。未来黑暗势力和光明势力都对地球位面虎视眈眈，未来必定会打破次元壁，降临现实世界，大举入侵地球。陆晨很清楚，自己就算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庇护得了整个龙国。要想在未来守护好自己的家乡，不受外来势力侵犯，他就必须组建出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强大势力。玩家们的实力毕竟有限，仅仅组建起一个工会，仅靠玩家们根本抵御不了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的大肆入侵。唯有组建起一股强大的势力，将 NPC 和玩家一起联合起来，未来才有一线希望，能够庇护家国山河安然无恙。紧接着，陆晨开始开启神性宝箱。他拥有前世记忆，深知神性宝箱有多么珍贵。前世但凡获得过神性宝箱的玩家，几乎全都成为了未来的顶级高手，皆是因为但凡神性宝箱内开出的奖励，能让玩家自身获得无比丰厚的收获。叮，是否开启神性宝箱？立即开启。陆晨眼神闪过一抹金光，毫不犹豫的直接选择开启。开启成功，你获得了神性无限成长。神性无限成长，每次释放技能都能永久增加你100点生命值，并且你的所有伤害技能额外附加你1%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陆晨顿时眼前一亮，这个神性太适合自己了啊！简单来说，这个神性就是只要不断释放节能，就能不断提升生命值，并且自己的生命值越高，技能伤害也就越高。不仅是个成长型技能，并且最重要的是，还能同时提升自己的血量和伤害，是攻守兼备的完美技能啊！陆晨前世获得的神性是固定提升50%的治疗效果。前世这个神性在游戏前中期时作用还算不小，但等到了游戏后期之后，就逐渐变得乏力起来。而这一世所获得这个神性技能，虽然前期作用不会特别明显，但却是一个无限成长的神性啊！一旦拖到了游戏后期，这个神性能给陆晨提供的收益将丰厚到不敢想象。甚至陆晨只要足够有耐心，仅凭这个神性，就让陆晨的未来实力上限被无限拉高。这个神性简直太强了！是否确定领悟神性无限成长？立即领悟！陆晨眼神闪烁着金光，一刻也不愿耽误。恭喜你领悟了神性无限成长！神性无限成长图标出现在陆晨的被动技能栏里。最后，陆晨目光注意到了全服通告获得的最后一份奖励，也是最重要的奖励。
核心隐藏任务卷轴。任务内容：狼族的银月狼帝最近性情大怒，连续摧毁了龙腾公国13座城市，此时似乎和吸血鬼女帝有关。请你拯救出被银月狼帝囚禁的吸血鬼女帝，她身上似乎牵连着一个巨大的惊天秘密。任务奖励：进阶神性宝箱，进阶神性卷轴，比普通神性宝箱更加强大。陆晨顿时瞳孔一缩，瞬间惊住了。天啊，又是一个神性宝箱，并且还是更珍贵的进阶型。要是再拿到一个进阶神性增益，陆晨简直不敢想象自己未来的实力会有多么恐怖。第114章，菜就多练，逞什么英雄？菜狗一个。提醒：该核心隐藏任务卷轴一旦死亡，100%必定掉落。突然弹出的系统提示让陆晨顿时一惊。不管如何，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解救出吸血鬼女帝之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毕竟这个核心隐藏任务实在太重要了。一旦完成任务，拿到进阶神性卷轴奖励，对陆晨的势力提升绝对大到难以想象。并且，吸血鬼女帝还是这一世第一个与陆晨有过男女之欢的女人。虽然她只是一个 NPC， 并且陆晨还是被强迫的，但创世游戏完全不同于别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的 NPC 比现实中的地球人类还要更加聪明，并且等到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彻底融合之后，他们就是完全真实的拥有血肉和灵魂的生命。吸血鬼女帝被银月狼帝囚禁，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招惹了银月狼帝，从而引起了对方的震怒。不管是为了完成任务得到进阶神性卷轴，还是为了救出这个曾经一夜之欢过的女帝，陆晨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完成这个任务，最好是现在就去。砰！轰然之间，一道漆黑如墨的巨大魔手从天空中压附而下，速度快到陆晨根本来不及反应的地步。-999999，陆晨完全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便肉身轰然碎裂，被瞬间秒杀了。我靠！陆晨瞬间有些懵住了，心情顿时阴沉了下来。他连时间倒退的节点都没有来得及设置，就被直接杀死了。对方不讲武德呀！陆晨临死之前，只是隐约听到一句狂妄狰狞的声音：“小子，你以为你杀死了我，其实只是杀死了我的一道分身，而这一切都在我的布局之中。我故意被你杀死，让你拿到奖励进阶神性宝箱的任务卷轴。而我的真正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占领滨海城，而是得到这个进阶神性宝箱。”结。那让人熟悉的鬼笑声音让陆晨瞬间心情沉到了谷底。他完全能听出，那就是巫妖龙的声音。不，准确来说，他是亡灵大冥王。被自己杀死的巫妖龙只是亡灵大冥王的一道分身，而亡灵大冥王是亡灵界的至尊存在。陆晨前世知道亡灵大冥王的存在，他不仅毁掉了龙国10几座城市，更是杀死了无数龙国百姓。亡灵大冥王实力强到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以亡灵大冥王的真实实力，已经完全不会在乎滨海城的一城得失，他想要的是自己刚刚得到的进阶神性任务卷轴啊。5分钟后，陆晨站在滨海城的复活广场上，他复活过来之后，第一时间就是查看自己的背包，自己的进阶神性任务卷轴果然没了。陆晨顿时心情肉疼无比，自己不仅中了亡灵大冥王的圈套，并且对方夺走了自己的进阶神性任务卷轴。陆晨很清楚，自己必须尽快将进阶神性任务夺回来，否则一旦等到亡灵大冥王拿到进阶神性宝箱，让他融合了进阶神性之后，陆晨就再也得不到进阶神性宝箱了。并且亡灵大冥王一旦融合进阶神性，他的实力必将有突飞猛进的巨大提升。等入侵现实世界之后，必将给龙国人民造成更加难以承受的巨大毁灭性灾难。但是陆晨很清楚的是，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是亡灵大冥王的对手。对方可是超越100级的超级存在啊！自己要想夺回进阶神性任务卷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快速提升自己实力。唯有实力足够强大，才能击败亡灵大冥王，夺回进阶神性任务卷轴。这时，陆晨第一个想到快速实力的办法是完成昊日星君职业专属任务，获得昊日星君第2个专属技能。由于这个专属任务限定必须在1天内完成，才能获得额外奖励。陆晨之前一直忙于防守怪物工程，没有顾得上接取这个任务。眼下正是接取这个专属职业任务，提升自己实力的时候。想到这里，陆晨果断点开昊日星君职业的专属技能任务图标，完成昊日星君的专属任务，就能领悟昊日星君的第2个专属技能。是否领取专属技能任务？领取后需在1天内完成该隐藏任务，可以额外获得特殊奖励。接受任务，陆晨果断接下专属职业任务。专属职业任务：组建属于你的势力，并且需要将势力提升到2级势力。当你成为2级势力的主攻时，便能得到昊日星君的第2个专属技能，
以及1天内可得额外特殊奖励。1天内建立一个2级势力，陆晨顿时有些惊住了，这个难度可不小啊！截止目前为止，全世界各地都有超级公会的存在，但却连一个由玩家建立的势力都没有。也就是说，陆晨必须在1天内成为第一个势力主，并且还要将势力提升到2级，任务难度可真不小。但陆晨有种预感，皓日星君作为全球唯一的实心超级职业，他的专属技能必定是凌驾于所有玩家职业之上。尤其是这个任务的难度如此巨大，自己一旦完成专属职业任务，所获得的实力提升和额外奖励必将超乎自己的想象，到时候击败亡灵大冥王便不是问题。而这时，哪怕滨海城的亡灵工程已经结束了，斗鹰直播间内仍旧聚集着1000多万的玩家。陆晨之前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无疑是震撼了直播间的绝大多数观众，从而赢得了一大批粉丝，但也引来了一批因为各种原因就是对陆晨无比反感厌恶的小黑子。陆晨名气大到如此地步，招来一群小黑子也是很正常的。他不是人民币，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他。有人讨厌陆晨，陆晨也同样能接受。但这群小黑子此时却在直播间内目睹了陆晨被亡灵大冥王秒杀的一幕。小黑子们瞬间纷纷高潮了起来，立马上起了嘴脸，在直播间里全都上起了嘴脸。穆天尊还守成英雄呢？就这，总有那么多人爱捧穆天尊的臭脚，穆天尊也不过如此。我还以为穆天尊有多牛呢，结果还不是中了幕后 BOSS 的圈套，笑死！只有蠢货才会去崇拜穆天尊，在我眼里，穆天尊就是一个小丑，菜就多练，逞什么英雄？菜狗一个！一时之间，整个千万观众的滨海城直播间充斥着无数讥讽诋毁陆晨的弹幕，而恰恰9月双华和杜芊芊也在关注着滨海城直播，看到弹幕上对陆晨的言论攻击，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第115章，神雪儿，穆天尊大神，我真是太喜欢你了。9月双华顿时面如冷霜，看着弹幕上小黑子们对陆晨疯狂嘲讽，他便再也忍不下去，直接发弹幕回怼道：穆天尊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至少他守住了滨海城，保住了所有滨海城玩家不用掉10级，导致废掉账号。换做你们恐怕早就城破人亡了，根本撑不到现在。喷子们，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们积点德吧。可9月双华此言一出，不仅没能堵住喷子们的言论攻击，反倒让喷子们找到了攻击对象，纷纷将火力对准了9月双华，对9月双华进行疯狂炮轰谩骂。哎呦，还真有母狗站出来护犊子，替穆天尊说话啊！我们喷穆天尊，管你什么事啊？穆天尊实力菜，还要站出来出风头，我们喷他有什么错？凡是替穆天尊说话的傻狗们，别在弹幕里逼逼赖赖了，有本事就让穆天尊击败亡灵大冥王啊！切！穆天尊要是能击败亡灵大冥王，我就把我的创世登录戒指当场吃掉，那可是超越100级的超级 BOSS 啊！他要是能击败亡灵大冥王，我倒立洗头。穆天尊要是击败亡灵大冥王，我绕着京都5环裸奔10圈。他要是做到了，我跳进黄浦江里冬泳。他要是做到了，我粪坑里蝶泳。一时之间，整个直播间内所有喷子们竟然纷纷带着嘲讽轻蔑的态度，在直播间内疯狂立 flag， 甚至还有喷子出言挑衅道：刚刚那个替穆天尊说话的母狗呢？我们都立 flag 了，你敢吗？你要是不敢，就乖乖闭嘴别说话，更别说是穆天尊的粉丝，以后给我夹起尾巴做人。9月双华看着喷子们嚣张跋扈的态势，顿时气愤不已，他再也忍不住了，毫不客气地回怼道：不就立 flag 吗？我就赌穆天尊能做到。亡灵大冥王虽然实力强，但我觉得穆天尊弟弟身上有一股绝不服输的韧性，他一定能击败亡灵大冥王。他要是击败不了亡灵大冥王，我就把你们所有人立的 flag 全部做一遍。一听到9月双华这话，直播间的喷子们纷纷眼神里闪烁着金光，全都兴奋了起来。这可是你说的，我立的 flag 是绕着京都5环裸奔10圈。要是穆天尊击败不了亡灵大冥王，你就去裸奔吧，我给你录视频现场直播，你还得跳进黄浦江里冬泳，你还得跳进粪坑里蝶泳。一时之间，整个直播间内无数小黑子们纷纷口嗨起来，全都等着陆晨失败之后看9月双华出洋相。这件立 flag 事还一度上了抖音热度榜第1名，一度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引来了无数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就等着看是喷子们被啪啪啪打脸，还是9月双华当着所有人的面出洋相。而与此同时，陆晨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打算，前往巨猿峡谷。巨猿峡谷里居住着无数力大无穷的恶魔巨猿，他们疯狂劫掠屠杀临近城池的百姓居民，而前世的第一枚势力建立令牌就是在巨猿峡谷的 BOSS 恶魔巨猿王身上爆出来的。恶魔巨猿王的实力无比强大，比之前陆晨遇到的所有 BOSS 都要强大得多。
若是陆晨单独去刷巨猿峡谷，他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击败恶魔巨猿王。但他知道恶魔巨猿王有一个巨大的弱点，那就是一旦看到一丝不挂的裸女，就会激动得浑身颤抖，甚至口吐白沫，短暂时间内失去战斗力。所以陆晨必须找到一个愿意牺牲自己色相的女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将恶魔巨猿王给强行硬控住，这样他能更顺利地击败恶魔巨猿王，将势力建立令牌拿到手。但是谁会愿意帮我牺牲色相，色诱恶魔巨猿王？陆晨突然有些犯难了。他认识的关系最好的2个女人是九月双华和杜芊芊。如果自己向九月双华求情，并且说明情况，九月双华没准心一软，会答应自己的求情。但也有更大的可能是他反手给自己一个大耳巴子，骂自己耍下流无耻。但陆晨发自内心来说，他还是不愿意让九月双华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九月双华是个值得被尊重的女人，她为人仗义，前世更是为了守护国家安危，不惜献祭自己生命。陆晨去找九月双华求情，让她做这种事情，陆晨自己都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可就在陆晨一筹莫展之时，一道熟悉的少女身影突然走到了陆晨的面前。这少女不是别人，竟然是沈雪儿。由于陆晨游戏里的长相和现实中故意调出了差异，再加上脸上还戴着恶灵面具，沈雪儿只是看着陆晨身影觉得有些熟悉，但根本联想到陆晨就是穆天尊。此刻沈雪儿眼神崇拜地看着陆晨，满眼都是崇拜的小星星，竟然主动走上来，激动地说道：穆天尊大神，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真是太喜欢你了，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你能不能带我升级啊？沈雪儿眨着大眼睛，一脸期待地看向陆晨。陆晨顿时觉得有些可笑，这个女人真是个让人厌恶的绿茶婊，明明是自己的未婚妻，却在外面勾搭王岩。如今王岩死了，又想着勾搭穆天尊，他却不知穆天尊就是他的未婚夫陆晨。但陆晨现在对他已经没有丝毫感情，不过眼下却正好可以利用他，让他牺牲色相去色诱恶魔巨猿王。这一世，陆晨认定了一句话：好女人别辜负，坏女人别浪费。像沈雪儿这样的坏女人，当然要物尽其用的好好利用一番。想到这里，陆晨便面带笑容地说道：带你升级可以，但你需要付出一点身体上的代价，你愿意吗？第116章，我愿意为你破例，牺牲一次自己的身体，付出身体上的代价。沈雪儿顿时有些懵住了，她身为成年人，第一时间就猜想到了陆晨话里的含义。沈雪儿心情顿时变得有些为难，她接近穆天尊的确是为了让他带自己升级，但更大的目的是为了抱紧他的大腿，让他罩着自己，甚至是当他的男人。但沈雪儿本以为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没想到陆晨竟然就这么赤裸裸地提了出来，瞬间给沈雪儿有点整不会了。不过沈雪儿认为是自己的魅力已经完全征服了穆天尊，这才让穆天尊如此迫不及待就对自己提出肉体上要求。但沈雪儿觉得对于男人来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自己若是这么容易被穆天尊就得到，穆天尊未必会珍惜自己，所以他还想再钓一钓穆天尊，不知是刻意还是无意。沈雪儿脸色露出一抹羞涩的微红，然后柔声说道：穆天尊大佬，我们这样是不是发展的有点太快了？我们才刚刚认识第一天呀。陆晨内心有些发笑，很显然沈雪儿误会了自己刚刚的意思。他深知沈雪儿的为人之后，可不会再对这样薄情寡义的女人有任何想法，甚至完全对沈雪儿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兴趣。陆晨提出身体上的代价，完全就是为了利用她。不，你想多了，我可不是要睡你，而是让你帮我做一件事。陆晨将让沈雪儿色诱恶魔巨猿王的事情告诉了他。沈雪儿顿时眼神闪烁着惊异的神色，阴唇微微张大，眼神写满了不可思议。穆天尊大佬，你是说让我色诱恶魔巨猿王？你是不是把我当成那种很随便的女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做得出来啊？沈雪儿神情显得微微有些气愤，甚至有些失望和失落。沈雪儿宁愿陆晨是对她身体有欲望，想迫不及待地要她，这样至少证明了她还是足够有魅力的。以穆天尊的身份，肯定见过无数非常漂亮优秀的女人，如果穆天尊还能对她心动，这能让沈雪儿产生极大的优越感，满足她的虚荣心。但穆天尊偏偏不是，穆天尊对她的要求竟然是让她去色诱恶魔巨猿王，那就说明对方只是在利用她，而不是对她有情欲上的想法。而且色诱恶魔巨猿王这种事情，是任何一个女人只要愿意豁得出去都能做到的，而不是非她不可。见沈雪儿如此扭扭捏捏，陆晨也懒得在她身上继续浪费时间。陆晨摆了摆手说道：不愿意就算了，你不愿意，有的是女人愿意。再见。陆晨根本不给沈雪儿任何犹豫的时间，
直接转头就离开了。沈雪儿看着陆晨如此果决离去的身影，顿时心情觉得无比委屈。自己不就是犹豫了一下，又没说不愿意，对方竟然就这么离开了。沈雪儿顿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甚至有些不服气，也不服输。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接近穆天尊的机会，自己若是就这么放弃了，下次再想找到他，恐怕不知道就要到什么时候了。沈雪儿咬了咬牙，眼神闪过一抹决然之色。她抹掉委屈的泪水，一路小跑的朝着陆晨离去的方向赶忙追了过去。沈雪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穆哥哥，我愿意，你等等我。”陆晨太了解沈雪儿的性情了，说白了，她就是纯粹的贱。沈雪儿这样的女人，你越对她好，她越不知好歹，甚至嫌弃你；但你对她爱答不理的时候，她反倒对你越热情，甚至会主动愿意倒贴。陆晨虽然转身离开的很果决，但离开的脚步却放得很慢。他就是看准了沈雪儿一定会追上来。陆晨顿住脚步，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打量着气喘吁吁追了过来的沈雪儿：“怎么，你又愿意了？”沈雪儿低垂着头，脸颊微微有些泛红，双手紧紧相扣着说道：“我是一个很正经的女人，这种难为情的事情，我肯定是不愿意的。但凡事都有例外，你愿意为了保护落水市，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愿意为了守护滨海城，战至最后一刻，哪怕你最后败给了亡灵大明王，我也仍然你觉得你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我沈雪儿最钦佩的就是你这样优秀的男人，所以我愿意为你破例，牺牲一次自己的身体。”沈雪儿微红的脸颊娇羞欲滴，像极了含苞欲放的水莲花。陆晨内心有些发笑，装还在那里可净装清纯。沈雪儿是什么样的女人，陆晨跟她相处了10-20年，比她亲爹亲妈都要了解她。但陆晨眼下没必要戳破她的伪装，本就是为了利用她，看她演清纯能演到什么时候。那就走吧。陆晨骤然绽开赤焰双翼，抓住沈雪儿的腰肢，直接腾空一跃，飞掠向云霄高空。骤然猝不及防的起飞，让沈雪儿吓得惊呼出声。陆晨甚至只是随意的抓着她的腰部，根本就没有好好用力抓紧，这就给了沈雪儿一种随时有可能从天上坠落下去的恐慌感。沈雪儿吓得心脏砰砰直跳，哆哆嗦嗦的抓住陆晨的手臂：“我的速度很快，你忍耐一下。”陆晨随口提醒了一下，然后骤然开始加速。沈雪儿瞬间被吓得花枝乱颤，娇躯更是瑟瑟发抖。但她虽然肉体上很痛苦，却极大的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毕竟在沈雪儿看来，能有机会被穆天尊送上天，这是多少崇拜仰慕穆天尊的女粉们求之不得的事情。沈雪儿甚至还不忘拍张留念，她故意偎依到陆晨的怀里，想要和陆晨拍摄一张亲密的合影。但陆晨不愿给她这个机会，轻轻一松手，砰！沈雪儿直接从高空中坠落了下去。啊！沈雪儿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身体在高空中急速下坠。这要是落到地上，绝对能让她以最凄惨的方式活活摔死。第117章怪物入侵现实，末世降临！救命啊！穆哥哥！沈雪儿顿时俏脸煞白，吓得说话都在哆嗦。看着沈雪儿不断下坠，陆晨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陆晨虽然不在意沈雪儿的死活，但眼下需要利用沈雪儿来击杀恶魔巨猿王，眼下还不是看着他死的时候。他挥动翅膀，骤然俯冲直下，飞到急速坠落的沈雪儿身旁，一把抓住沈雪儿的玉腿。我都说了让你抓紧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陆晨责怪道。沈雪儿刚刚惊魂未定，哪里敢反驳陆晨的话，只能打碎了委屈往肚里咽，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不起，穆哥哥，是我太不小心了，让你因为我耽误了时间，我后面一定小心。陆晨没有继续理睬他，拽着他继续朝着巨猿峡谷飞掠而去。陆晨在赤焰双翼速度全开的模式下，他的飞行速度快到了极致。一路上，沈雪儿被甩得头晕眼花，浑身气血翻滚。等两人抵达巨猿峡谷后，沈雪儿已经头晕目眩，连站都站不稳了。陆晨没有理睬他，而是冲进巨猿峡谷中开始疯狂练级。他可不愿让沈雪儿蹭自己的经验。组队最低经验分配模式是91分，如果组队模式下，就算将沈雪儿经验获取压榨到最低，他也能拿到1成经验值。但陆晨连这1成经验值都不愿意分给他。还没等沈雪儿向他发起组队邀请，陆晨便已经直接冲进了成群的恶魔巨猿之中，根本不给沈雪儿组队的机会。陆晨放眼望去，整个巨猿峡谷内遍地都是恶魔巨猿。这群恶魔巨猿全都身高3米，浑身肌肉虬结，长满雪白密实的毛发。陆晨刚飞入峡谷内的一瞬间，恶魔巨猿们便注意到了陆晨的存在。恶魔巨猿眼神露出嗜血的凶光，对吃人肉有着疯狂嗜好的恶魔巨猿来说，陆晨简直就是送上门的美味佳肴。但陆晨前来可不是给他们送菜的，
而是送上了一发发蕴含着强大光明胜利的斩魂圣矛。斩魂圣矛虽然蕴含了时间法则之力的额外增幅，但本质上还是光明属性的技能。这些恶魔巨猿都是恶魔属性的怪物，光属性的斩魂圣矛对恶魔属性的恶魔巨猿有属性克制关系，能额外多造成 50% 伤害。一发发斩魂圣矛撕裂无尽虚空，引来剧烈的呼啸风声，朝着成群的恶魔巨猿疯狂轰炸而去。咻咻咻咻咻！哪怕是恶魔巨猿天生皮糙肉厚，防御极高，也经不住斩魂圣矛的恐怖伤害。-19786，属性克制，伤害增幅。-19787，属性克制，伤害增幅。-19789，属性克制，伤害增幅。斩魂圣矛刺入恶魔巨猿身体的一瞬间，恶魔巨猿的血量便开始疯狂暴跌。陆晨的突然出手袭击，无疑是引起了峡谷内所有恶魔巨猿的愤怒。该死的人类，竟然偷袭伟大的恶魔巨猿！我要将你大卸八块，吃你的肉，啖你的骨！恶魔巨猿们发出愤怒无比的咆哮声，震得整个巨猿峡谷不断震颤。他们的体魄力量实在太过于强大，仅仅只是迈动脚步奔向陆晨，那恐怖的力量便让地面不断崩碎，地面上不断震颤出密布的蛛网状裂痕。砰砰砰砰砰！绝大部分的恶魔巨猿全都凶神恶煞地朝着陆晨奔袭而来，但也有少部分的恶魔巨猿盯上了峡谷高处的沈雪儿。恶魔巨猿天性好淫，尤其是喜欢漂亮的人类女子。他们见到沈雪儿的一瞬间，便瞪大了眼睛，深深地被沈雪儿的美貌所迷住了。这么漂亮的人类女人，肉质一定很娇嫩吧？这群恶魔巨猿们顿时目露凶光，猛然飞跃而起。他们的弹跳力只能用恐怖来形容。恶魔巨猿们猛然一跳，竟然跳到了足足几十米高，从峡谷底部直接飞跃到了沈雪儿面前。恶魔巨猿们捶动着毛发密实的胸膛，朝着沈雪儿疯狂扑杀过去。沈雪儿哪里见过这么凶残的怪物啊？她只不过才刚刚升到32级，面对这群70级的恶魔巨猿，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沈雪儿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浑身瑟瑟发抖。啊！救命啊！陆晨仅仅只是瞥了他一眼，见沈雪儿正被一群恶魔巨猿追得满峡谷乱跑，别提有多狼狈了。陆晨没有管他，只是疯狂挥动着赤焰圣翼，斩杀着自己附近的恶魔巨猿们。赤焰圣翼疯狂挥舞，宛如死神的镰刀，斩向恶魔巨猿们最脆弱的心脏之处，疯狂收割着恶魔巨猿的生命。-24691，弱点击破，伤害增幅。-24693，弱点击破，伤害增幅。-24696，弱点击破，伤害增幅。在陆晨的疯狂进攻之下，恶魔巨猿们根本扛不住陆晨的恐怖伤害，仅仅只是转瞬之间，便有大量的恶魔巨猿不断被赤炎圣翼斩成了碎尸万段的肉块，带着凄惨不断的哀嚎声，不断有恶魔巨猿倒在了血泊之中。叮！你击杀了38只恶魔巨猿，70级精英怪物，获得38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9000天额外寿命。高达70级的精英级恶魔巨猿提供的经验值相当丰厚，每只怪物都能给陆晨提供足足1万点经验值。丰厚的经验值涌入陆晨体内，使得陆晨经验值疯狂暴涨，身上不断涌起炫白色的升级光芒。恭喜你升到了58级，恭喜你升到了59级。陆晨接连突破2级，升到了59级，距离60级也仅仅只差一步之遥。而这时，系统消息里突然弹起一道系统提示：恭喜你即将成为全球首个达到60级的玩家。一旦升到60级之后，游戏将会进行全面版本更新，彻底打通游戏与现实之间的通道。游戏里的怪物和 NPC 也能够降临到现实世界，击杀降临到现实世界的怪物将会额外得到特殊奖励。这对于人类来说，既是灾难，也是巨大的机遇。看到系统弹出的提示，陆晨瞬间眼神骤然一凝。他知道这一天终究是要来的，就算自己不升60级，别的玩家也会升的，倒不如自己率先升到60级，还能拿到首冲60级的丰厚系统奖励。那就好好准备迎接接下来怪物肆虐、秩序崩塌、强者享受一切的乱世吧。陆晨眼神闪过一抹金光，他骤然大手一挥，蕴含着恐怖时间法则之力的禁咒盛焰天征骤然启动爆发，禁咒的恐怖威力瞬间笼罩了整个巨猿峡谷。第118章，沈雪儿，我一定要让穆天尊不能自拔地爱上我。随着无尽的火焰能量从天地之间被不断抽离，最终汇聚到陆晨头顶的高空之中。陆晨头顶高空上的火焰能量越聚越多，
最终汇聚成了一股蕴含着恐怖超高温的庞大火焰漩涡。这股火焰漩涡随着不断快速聚集，最终由浅黄色竟然硬生生凝聚成了极致的深红色。这一刻，无尽浓郁的深红色神焰之力从陆晨头顶的火焰漩涡之中爆发开来，轰隆隆，神焰之力宛如滔滔江水般疯狂倾泻而下，瞬间便将整个巨猿峡谷吞没。这一刻，整个巨猿峡谷到处尽是一片哀嚎，疼死老子了！啊！该死的人类小子，竟然敢杀害伟大的恶魔巨猿！我们的恶魔巨猿王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无数的恶魔巨猿被如江水般滚滚翻涌的神焰所吞噬。-44491，-44493，-44499。在神焰天征的疯狂高温炙烤之下，无数恶魔巨猿的血量被瞬间清空。恶魔巨猿们带着滔天的愤怒和不甘，最终纷纷被烧成灰烬。叮！你击杀了108只恶魔巨猿，70级精英怪物，获得108万点经验值。你获得54000天额外寿命。在神焰天征的群体无差别的疯狂轰杀之下，整个巨猿峡谷所有恶魔巨猿几乎全都被陆晨清扫一空。恶魔巨猿所提供的经验值本就丰厚无比，哪怕是普通恶魔巨猿都能提供足1万点经验值。陆晨一个劲咒直接杀掉了100多只恶魔巨猿，海量的经验值疯狂涌入陆晨体内。这一刻，陆晨的经验值彻底犹如江水泄洪般疯狂暴涨，白色的升级光芒更是疯狂不断的在陆晨周身涌现。恭喜你升到了60级，恭喜你升到了61级，恭喜你升到了62级，恭喜你升到了63级，恭喜你升到了64级。海量的经验值让陆晨一口气连升5级，直接飙升到了64级。60级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60级以后每升1级都能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陆晨这波一口气获得了5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上，使技能伤害再度略有提升。一直惊魂未定的沈雪儿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他眼神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仅仅一头恶魔巨猿都能把他追得满峡谷乱窜，而陆晨却随随便便一出手就把整个峡谷内所有恶魔巨猿全部清空了。只是唯一让他感到略有不满的是，刚刚穆天尊竟然都没和自己组队，也就是说，这所有被击杀的恶魔峡谷，他连一丝一毫的经验值都分不到。要是穆天尊和他组队的话，这笔经验值哪怕是只给他分1成，都能让他的等级瞬间突飞猛进。以他的低等级，就算连升10级都不是不可能。不过沈雪儿眼神并无任何埋怨之色，而是十分理解穆天尊的这样行为。穆天尊答应过要带我的，他肯定是忘记了开组队模式。我不能让他感觉我对这件事有意见，万一要是惹他生气了，以后不再带我了，我可就亏待了。沈雪儿甚至已经开始自己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肯定是穆天尊忘记和自己组队了。他甚至不敢向穆天尊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情绪，因为沈雪儿知道，只要自己能取悦了穆天尊，让他喜欢自己，爱上自己，那穆天尊就一定会带自己升级，根本不差这一波的经验值。沈雪儿就是这样的女人，非常现实，也非常双标。陆晨前世对她好到无微不至，沈雪儿都对陆晨吹毛求疵，甚至感觉厌烦。现在穆天尊对她爱答不理，甚至利用她，连经验都不给她分，她却表现得百依百顺，甚至对穆天尊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满的情绪。而此时，沈雪儿再次看向陆晨的目光，眼神里闪烁着贪婪的金光。如今亲眼目睹了陆晨的恐怖实力之后，让他再度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要让穆天尊不能自拔地爱上我。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而我要征服的男人就是眼前的穆天尊。只要得到了他，我想要什么都可以找他要。沈雪儿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但是陆晨根本不在乎沈雪儿是怎么想的，他无论经验值还是战利品都不会给沈雪儿分任何一点，纯纯把她当成了随意压榨的工具人。如果沈雪儿还善于给自己洗脑的话，那压榨起来就更舒服了。陆晨不想给沈雪儿任何占便宜的机会，他直接召唤出一堆召唤物，将战场上所有战利品全部一扫而空。看到恶魔巨猿爆出的丰厚战利品，陆晨顿时两眼放光。第119章，游戏融合现实，末世开始。陆晨盘点完所有战利品，一共收获了足328件装备，13925枚铜币，还有一大堆毛皮材料。最能提升陆晨实力的战利品自然是这328件装备。不得不说，恶魔巨猿的装备爆率是真的高，平均每头恶魔巨猿都爆出了至少3件装备。虽然这是在财源滚滚腰带的增幅下，但爆率也非常惊人了。陆晨果断将这328件装备全部投入超级合成器内。由于这堆装备的品阶不算高，无法用来升级合成进化成长神器，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来升级其他装备。
陆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升级隐身戒指这件装备。虽然隐身戒指的隐身功能很实用，但品阶却太低了，仅仅只是翡翠级，必须要将这个装备进行合成升级一番。已经将2件荣耀级装备、6件王者级装备、39件是星耀级装备、52件是钻石级装备、101件翡翠级装备、128件铂金级装备指定为合成材料。为翡翠级隐身戒指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8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00497天。看到合成所需的寿命值，陆晨瞬间瞪大了眼睛。合成一件翡翠级装备，竟然要我这么多寿命值！你明明可以直接抢我的寿命值，为什么还要帮我合成一件装备？陆晨微微有些不满，合成一件翡翠级装备，消耗的寿命都够买几百件翡翠级装备了。但愿这次合成不要让我失望，不然我真的会骂人。好在陆晨的寿命足够多，足足有超过10万天的寿命值。陆晨咬了咬牙，最终点了下合成键，确定合成。随着陆晨确认合成之后，足足328件装备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引导下，化作数百道颜色各异的能量光束，疯狂涌入隐身戒指内。骤然间，原本只是翡翠级的隐身戒指，竟然瞬间迸发出极致夺目耀眼的恢宏神光。翡翠级装备进化，怎么可能有这么夺目耀眼的光芒？陆晨瞬间有些惊呆了。而下一刻，一道道清脆悦耳的合成提示声音骤然在陆晨脑海里响起：恭喜！你的隐身戒指进化到了钻石级，恭喜！你的隐身戒指进化到了星耀级，恭喜！你的隐身戒指进化到了王者级，恭喜！你的隐身戒指进化到了传说级，恭喜！成长神器已完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神隐匿无形戒指，传说级；神隐匿无形戒指，当前品阶传说级，法术攻击加3000，治疗效果加3000。治疗暴击率正 30%， 生命值加10000，移动速度正 30%， 要求等级60级。技能隐匿无形，启动后你将进入透明状态，敌人不仅看不见你，更无法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并且免疫一切控制，持续10秒。陆晨看到隐匿无形戒指的属性，瞬间眼神有些惊讶。他设想过进化后的隐身戒指会很强，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强。不仅属性异常强大，最重要的是，这个隐匿无形的效果太变态了。一旦开启之后，敌人不仅看不见自己，更打不到自己，而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对敌人进行输出，等于是10秒钟完全无敌，免疫伤害加无视控制加完全隐身，属实有点太无解了。陆晨眼神露出一抹满意之色，果断将隐身戒指戴在手上，瞬间便感受到了属性上的暴涨，并且还多了一个隐匿无形的技能图标。而就在这时，一道全服通告竟接连响了起来。恭喜玩家木天尊成为全服第一个升到60级的玩家，获得遥遥领先系统奖励大礼包1份。3分钟后即将开启时空裂缝通道。这道全服通告在全球所有玩家面前一起接连响起了足足3遍，瞬间便让所有玩家全部都深深惊住了。卧槽！我才刚刚升到30级，木天尊大佬竟然都已经升到60级了。我是和木天尊都是开服第1天就进入游戏的呀，差距怎么这么大？楼上的兄弟，你是有多想不开啊？竟然要和木天尊大佬去比升级速度，你这不是自找难受吗？木天尊大佬已经完全超越了普通人的范畴，他在我心目中就是神的代名词啊！不是我们不努力升级，而是木天尊大佬实在太强了啊，强到我们根本无法与之比拟的地步，他是我们永远只能仰望的存在。不过最值得庆幸的是，木天尊大佬是我们龙国人，西方世界无数大家族花费1000亿甚至万亿美金投入到了创世世界内，就是为了培养出一大批超级高手用于统治世界，没想到却被我们木天尊夺得头筹，成为了第一个突破60级的超级强者。不知欧美那些大家族此时是何感想啊？只能说木天尊大佬实在是太强了，凭借一己之力压制的西方无数氪金大佬抬不起头来。一时之间，无数龙国玩家一提起木天尊，眼神里全都充满了崇拜和仰慕的神色，但国外那些大家族的强者们却在此时脸色全都阴沉无比。樱花国玩家八嘎，又是这个龙国的木天尊，凭什么他一个龙国人能达到全球等级第1？我们樱花国强者见到天下第1，真正的全球第1强者应该是我们樱花国人才对。大韩民国玩家阿西吧，世界等级第1人应该是我们大韩民国人才对，遥遥领先大礼包也应该是我们的大韩民国的。阿三国玩家，只有喝过恒河水的玩家才能成为创世超级强者，木天尊一定是偷喝了我们最珍贵的恒河水，否则他怎么可能升级升得这么快？为了尽快追赶上他的等级，我们以后也得抓紧多喝包治百病的恒河水。
毛熊国玩家，放眼过去，龙国只不过是被我们照顾的一个小老弟，如今龙国却已经早已脱胎换骨，更是诞生出了一名全球等级最高者，真是令人唏嘘啊！鹰将国法克，在创世这个游戏里，绝对不允许有这妖牛批的龙国人存在。龙国人不配登顶世界之巅，龙国人不配成为世界巅峰强者。世界上最强大一批超级强者，必须都是我鹰将国人。最终称霸世界的，也必须是我们鹰将国。一时之间，刚刚响起的一则全服通告，瞬间震撼了全世界的玩家，也让全世界所有玩家注意到了龙国诞生出了一尊名为穆天尊的超级强者。他不仅登顶了等级榜第一，更是以率先突破到了60级。正当全世界各地的所有玩家全都对穆天尊议论纷纷之时，紧接着竟然又有一道全服通告在全世界所有人耳边响起：时空裂缝通道开启成功，并且游戏将即刻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游戏里怪物可以通过时空裂缝穿越到现实世界，请玩家们尽快购买力量提取药水，将游戏力量提取到现实，用以对抗入侵现实的强大怪物。怪物入侵现实，既是可怕的灾难，也是不可想象的丰厚机遇。这一刻，全球所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满脸都是难以置信之色。这一次不是全球所有玩家，而是全球所有人，哪怕是没有玩过创世游戏的人，竟然也听到了这段不带丝毫感情的冰冷系统声音。正当人们有些疑惑这道声音到底是谁发出的恶作剧，可轰然之间，天穹之上竟然雷声轰鸣，漫天弥漫着可怕的无尽血气，血染苍穹，漫天异象。天穹之上竟然骤然被撕开一道亿万万万里长度的巨大裂缝，裂缝大到从南极方向一直贯穿北极方向，几乎贯穿了整个天穹。无尽愤怒、贪婪、疯狂的邪恶咆哮之声瞬间在时空裂缝之中不断传出，仿佛是已经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充满了诡异和不祥的惊悚征兆。所有人齐刷刷地望向天空，全都被天空中那恐怖的惊天异象所深深震撼住了。惊骇、震撼、恐惧。第120章，游戏融合现实，黑暗势力入侵。正当无数人为天穹之上的恐怖异象感到无比震惊之时，天空中那道时空裂缝却骤然被不断撕开，越撕越大，最终一道血红色的光柱从天穹之上直接贯穿到地面，汇聚成一道道实质化的血红色桥梁。无数亡灵势力的僵尸、骷髅、怨魂，面容扭曲而又癫狂，他们全都踏着血红色的桥梁从天穹之上疯狂涌向地面。无数黑暗势力的蝙蝠、飞龙、飞蝗挥动着猩红色翅膀，那树丛里更是闪烁着嗜杀的目光，密密麻麻地扑向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城市。无数地狱势力的三头犬、恶鬼、牛头马面，眼神里更是透露出贪婪和疯狂，全都挥舞着黑气浓烈的刀枪戟叉，朝着涌向全球各地。一时之间，无数人望着天穹之上无数黑暗势力怪物疯狂涌向地面的一幕，全都深深被震撼住了。天哪，这是高科技电影 CG 吗？也太逼真了呀！这些怪物看着像真的一样，他们不会真要冲向我们吧？别傻了，这些怪物就算再逼真，也不可能是真的。现在都2056年了，谁还相信什么妖魔怪谈啊？要相信科学。许多人都虽然对天空中的景象无比震惊，但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只当是某个科技公司又研发出了什么高新科技的 CG 技术。但接下来，入侵而来的黑暗势力怪物们却啪啪啪的狠狠打了所有质疑之人的脸。密密麻麻的黑暗势力怪物们刚冲到地面上，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疯狂厮杀。救命啊！天啊！这些怪物不是 CG 技术，都是真怪物啊！啊！我的手臂！完了！我的手臂被僵尸咬断了！完了！真的完了！骷髅兵差点一刀把我捅死！一时之间，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人们全都陷入了一片恐惧和慌乱之中。这群从创世世界穿越而来的黑暗怪物，个个拥有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超凡力量，哪怕只是最低阶的骷髅兵，也足以砍翻3-5个成年人。当黑暗怪物入侵到现实世界那一刻，完全就是彻彻底底的降维打击。全世界无数人类被黑暗怪物疯狂屠戮斩杀，无辜的百姓们有的被骷髅兵乱刀砍死，有的被3头犬咬死吞吃，有的被吸血蝙蝠活生生将血吸干而死。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但每一种死法都凄惨无比，血腥淋漓。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军队也全都发起了最高级别的警报，将眼下这场黑暗浩劫视为末世降临。政府和军队第一念头是使用热武器对抗黑暗怪物，但这时却骇然发现，自从游戏与现实融合，末世降临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热武器竟然全都失效了，哪怕就连最普通的警用手枪竟然都无法发射出子弹。也就是说，
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肉身力量去对抗入侵的黑暗怪物。最终，所有国家政府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黑暗怪物们都是从创世世界涌进来的，唯有使用创世世界的力量，才能对抗这股庞大的黑暗怪物军队。一时之间，无数政府和军队都在疯狂召集拥有创世超凡力量的玩家。曾经这些沉迷游戏的玩家被人视为不务正业的混子，如今却成了对抗黑暗势力、担负着拯救全人类命运的中流砥柱，真是令人唏嘘。与此同时，陆晨也察觉到了黑暗势力的涌动。前世游戏融合现实世界是发生在1个月后，因为我重生归来，竟然硬生生让黑暗势力入侵现实，提前了足足1个月时间。陆晨眼神有些凝重，喃喃自语道：游戏融合现实，黑暗势力入侵需要达成2个前提条件。第一，有玩家率先升到60级。第二，升到60级以上玩家必须为评级9星以上的隐藏职业。陆晨的隐藏职业皓日星君评级为全球唯一10星职业，而陆晨却提前达成了，让末世提前降临了1个月。这场末世因为我提前了，我至少要担起属于我的一份责任。陆晨知道，这场末世灾难里蕴含着今天的机遇，尤其是一直在暗中蛰伏、谋划秘密的痛苦女王 BOSS， 一定正在现实世界之中悄然肆虐作乱，而他的身上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神器宝箱。神器宝箱开出来最差的也是神器级别的宝物，更是拥有无限的可能。陆晨对神器宝箱绝对势在必得，但要想拿到这份机遇，也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行。陆晨为了万全起见，至少要拿到一份星耀级能力提取药水，将最近积累的实力提取到现实世界，再回到末世降临的现实世界探索机遇和秘宝。而就在此刻，陆晨站在巨猿峡谷之中，周围尽是恶魔巨猿的尸体，整个峡谷内所有恶魔巨猿全部被陆晨一个劲咒扫荡一空，到处都是恶魔巨猿的尸骸，尸迹如山，血流成河。恶魔巨猿的血水不断渗透进峡谷地面的裂缝之中，随着血水越积越多，峡谷地面裂缝之中竟然爆发出一股血紫色的妖异光芒。紧接着，整个峡谷便开始疯狂震颤起来，砰砰砰！随着峡谷震荡越来越剧烈，这股血紫色的妖异光芒越来越庞大。轰隆隆！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之声，一头撼天动地的庞大怪物竟然硬生生将整个峡谷地面掰开一道足足有数万米长的巨大沟壑。这头怪物是一副巨猿模样，但体型足足有几百米高，浑身肌肉虬结，身躯如钢铁浇灌一般，浑身散发着霸道凶厉的气势。这头体型巨大的怪物 BOSS 正是恶魔巨猿王。恶魔巨猿王缓缓转头，神情冷漠地盯着陆晨。仅仅是静静地盯着陆晨，那恐怖的杀意便已经扑面而至。这些巨猿都是我的子嗣，你杀了他们，等于让我断子绝孙。你说我该用多残忍的方法将你折磨死，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恶魔巨猿王挥出一拳，朝着陆晨轰了过去。仅仅只是他的拳头，都犹如一座小型山丘，足足有万钧之重。他那拳势所过之处，就连虚空都为之坍塌破碎，露出斑驳的底色。而这恐怖的巨拳正朝着陆晨头顶轰然镇压而下。第121章，女人，女人，女人，我要女人！眼看着恶魔巨猿王的恐怖巨拳已经轰然而至，陆晨骤然一个瞬移，堪堪躲开恶魔巨猿王这致命的一拳。恶魔巨猿王顿时目露凶光，小子像个泥鳅一样就会躲，我看你能躲得了我几拳。紧接着，恶魔巨猿王的巨拳又轰然而至，而这一次恶魔巨猿王的拳头又快又密，一拳接着一拳，根本不给陆晨任何反应的机会。陆晨开启赤焰双翼，不断躲闪，但有好几次都被恶魔巨猿王的拳风刮到，血量骤然疯狂暴跌，一拳都差点将陆晨的血量全部清空。幸好陆晨本身是牧师系职业，随手放个加血技能，便将自己血量重新拉回满值。陆晨不甘示弱，大手骤然一挥，一发发救赎之剑疯狂朝着恶魔巨猿王轰击而去。咻咻咻咻咻，如同狂风骤雨般的救赎之剑不断轰击在恶魔巨猿王的身上。-12192，防御过高，伤害削弱。-12196，防御过高，伤害削弱。-12199，防御过高，伤害削弱。伤害数值3万多的救赎之剑射在恶魔巨猿王的身上，竟然仅仅只能打出1/3的伤害。恶魔巨猿王的防御力实在太高了，防御力还不知恶魔巨猿王最恐怖的地方，他不仅防御力超高，血量恢复能力更是恐怖到令人发指。加10000，加10000，加10000，他每 0.5 秒都能恢复1万生命值。
如此恐怖的血量恢复速度，陆晨要想杀死他，不知要磨到猴年马月去了。并且，恶魔巨猿王也不可能站着不动给陆晨白打，他那恐怖的巨拳伤害更是高到离谱。陆晨还得不断凭借意识和走位去躲恶魔巨猿王的拳头轰击，他需要一边躲闪一边进攻，这就让陆晨的技能释放频率大打折扣。但陆晨也根本不慌，他转头骤然朝着躲在峡谷石缝里的沈雪儿大喊道：“快出来，该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沈雪儿看着那体型庞大如洪荒巨兽般的恶魔巨猿王，顿时眼神充满了恐惧，根本不敢靠前。但他生怕遭到穆天尊的嫌弃和反感。就连沈雪儿也很清楚，现实世界之中的末世已经降临，这是家里人告诉他的。现在现实世界已经充满了危险，随时都有大批人不断死去。而末世的降临让沈雪儿更加坚定了要跟随穆天尊的想法。他知道穆天尊在现实之中同样拥有无比强大的恐怖实力，他要想在末世之中好好活下去，甚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优越感，就必须抱紧穆天尊的大腿。想到这里，沈雪儿咬了咬牙，果断冲了出来。他知道这是为了赢得穆天尊好感必须去做的事情，但他不知道的是，陆晨早就对他充满厌恶，他只有被利用的价值，而没有被保护的价值。沈雪儿用眼睛不断瞟向陆晨，却发现陆晨根本不去看他。他感觉自己心里有些委屈，在你眼里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我都开始脱衣服了，你却都不看我一眼。可陆晨越是对他身体不在乎，就越能引起沈雪儿的好胜欲，他就越想勾引穆天尊，将穆天尊征服到手。于是沈雪儿继续在脱衣服，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去，就连内衣也解了下来，浑身一丝不挂的裸露在峡谷之中。但沈雪儿却更加绝望地发现，穆天尊压根对他没有丝毫兴趣，反倒是恶魔巨猿王注意到了他的存在。女人，女人，女人，我要女人！恶魔巨猿王眼神里露出贪婪的目光。当他的注意力落在沈雪儿身上的那一刻，那执着的贪念就如同硬控一般，让恶魔巨猿王为再也顾及不了其他。就趁现在这个时候，陆晨骤然开启混沌弱化技能，将弱化目标锁定为恶魔巨猿王。瞬间一股无形的神力侵蚀进恶魔巨猿王的体内，这一刻恶魔巨猿王的属性开始疯狂暴跌，他的攻击力降低 50%， 他的防御力降低 50%， 他的生命值降低 50%， 恶魔巨猿王的所有一切属性全部骤然暴跌一半。紧接着陆晨又开始召唤战斗宠物，爆裂暗凯龟、烈焰凤凰、毒液蛛皇和女副教皇碧蒂斯全都被陆晨召唤而出。而这头烈焰凤凰是成长神器烈焰凤凰袍附带的召唤物，原本召唤出来的雷玉子龙进化之后召唤出来的是现在品阶更高、实力更强大的烈焰凤凰。烈焰凤凰不断尖啸高鸣，不断喷吐出蕴含着极度恐怖高温的凤凰射线，疯狂轰击在恶魔巨猿王的身上。砰砰砰砰砰！恶魔巨猿王似乎正好是被凤凰射线的火焰高温所克制，再加上混沌弱化，硬生生将他的防御力削减了一半。每道凤凰射线轰击在恶魔巨猿王的身上，都能带走恶魔巨猿王5万多的血量。再加上爆裂暗凯龟、烈焰凤凰和女副教皇碧蒂斯的疯狂围攻，就算恶魔巨猿王的回血量惊人，也根本经不住一群召唤物的疯狂围攻。就连陆晨也在一旁挥舞着赤炎圣翼，不断斩击在恶魔巨猿王的身上，使得恶魔巨猿王的血量一度暴跌。恶魔巨猿王瞬间意识到眼前的女人只是给他设下的一个美人计圈套，他骤然勃然大怒，眼神里似乎要喷出愤怒的火焰。女人只会让我败北，我恨你，我要吃了你！恶魔巨猿王的欲望本能让他看见全身裸露的女人就挪不开眼睛，迈不动脚步，他只能挥起铁拳，狠狠一拳砸在沈雪儿的身上。啊！穆天尊，救我！沈雪儿顿时满脸骇然，花容失色。但陆晨好像没听见一般，仍旧自顾自地对着恶魔巨猿王疯狂输出，根本不拿沈雪儿的求救声当回事。第122章丰厚收获，等级突破。恶魔巨猿王乃是何等恐怖的伤害！那山丘般的巨拳，拳头还未砸到沈雪儿身上，仅仅只是拳风刮到沈雪儿，便已经将沈雪儿那少到可怜的血量瞬间清空。沈雪儿满脸都是骇然和恐惧，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硕大的拳头碾向自己，瞬间便将他碾成飞灰。啊呀！穆哥哥，你是不是把给我忘了？沈雪儿声音还未落下，他便眼前猛然一黑，被送回了复活点。过了许久，他才终于从复活点复活过来。沈雪儿仍旧有些难以置信，穆天尊明明离自己那么近，为什么刚刚不选择救自己？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得罪穆天尊，对方没必要见死不救。可能是他的进攻节奏太专注了，所以才没有注意到我吧。沈雪儿只好如此安慰自己。
但他突然骇然发现自己身上的装备竟然掉了一大半，就连他身上2件最珍贵的钻石级装备竟然也全都死后被爆了出来。沈雪儿不仅等级掉了1级，就连身上值钱的装备也全都掉没了，导致他从原本一个还有些装备的小资玩家瞬间跌落成了最普通的平民玩家。沈雪儿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心情更是肉疼无比。过了许久之后，他肉疼的心情才终于稍稍缓解。沈雪儿很快便想到了弥补自己损失的办法，他要从陆晨身上将这笔损失补回来。他咬了咬牙，心中暗道：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我这一大笔损失全当是为穆天尊投资了。等我将穆天尊狠狠拿下之后，我要从他身上榨干所有的财富和油水，不仅我的所有损失100倍、1000倍乃至万倍的从穆天尊身上索要回来。沈雪儿眼神变得冷漠而又冷厉，但很快他便将这股极端的负面情绪强行掩盖了下去。沈雪儿突然给穆天尊发语音消息，声音更是娇滴滴的，充满了撒娇和暧昧。穆哥哥，我刚刚死了之后，身上的星耀级装备都掉了5件，不过我一点都不觉得心疼，因为穆哥哥是真正的高手，只要我好好跟着穆哥哥，穆天尊哥哥一定不会亏待我的。沈雪儿对自己的温柔甜腻的声音感觉非常满意，便将这段语音消息发给了穆天尊。此时陆晨正在联合4大召唤物对着恶魔巨猿王疯狂输出，被属性削弱后的恶魔巨猿王要容易对付了许多。他很快便将恶魔巨猿王的血线压到了10%以下，将血防高到变态的恶魔巨猿王硬生生打成了濒死状态。陆晨突然注意到了自己的好友消息图标在跳动，他打开好友消息便看到了沈雪儿发来的语音消息。沈雪儿发来的这段语音消息充满了心机，就是故意将陆晨的逼格抬高，为了让他因为挪不开面子不得不补偿沈雪儿的损失，甚至还得加倍补偿他。陆晨看到这则语音消息完全就是嗤之以鼻，沈雪儿竟然说他损失了5件星耀级装备，陆晨简直想笑。陆晨将他全身上下用目光扫一遍，就知道他全身装备值多少钱。别说是5件星耀级装备了，就算把他身上所有装备全部卖了，都不值1件星耀级装备的价钱。沈雪儿还想用这种套路从自己身上套取利益，还真是个心机婊啊！陆晨冷笑一声，直接将沈雪儿的消息屏蔽了，然后继续催动救赎之剑，对濒死状态的恶魔巨猿王进行疯狂输出。咻咻咻咻咻！-39162，弱点击破，伤害增幅；-39165，弱点击破，伤害增幅；-39169，弱点击破，伤害增幅。恶魔巨猿王终于再也承受不住陆晨和4只召唤物联手的疯狂输出，最终血量被彻底清零。啊！我好恨啊！我堂堂恶魔巨猿王怎会败给一个如此卑贱的人类小子？我不甘心啊！我好不甘心！在陆晨的轰击之下，恶魔巨猿王最终肉身崩裂，意识逐渐模糊，最终含恨而亡，直挺挺的轰然倒地。叮！你击杀了恶魔巨猿王70级王阶 BOSS， 获得12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2000天额外寿命。恶魔巨猿王真不愧是70级王阶 BOSS， 竟然足足给陆晨提供了高达120万点经验值。如此丰厚的经验值疯狂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经验槽不断暴涨，白色的升级光芒更是疯狂不断的在陆晨周身涌现。恭喜你升到了65级，恭喜你升到了66级，恭喜你升到了67级，恭喜你升到了68级，恭喜你升到了69级。海量的经验值让陆晨一口气连升5级，获得了50点自由属性点，果断将这5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投入在智力上，增加自身技能伤害。而此刻陆晨距离升到70级也仅仅只差1丝经验值。紧接着陆晨开始收获战利品。叮！你捡起了荣耀巅峰级装备恶魔的遗忘战靴。叮！你捡起了荣耀巅峰级装备巨猿王的玄钢战铠。叮！你捡起了103枚银币，2588枚铜币。恶魔巨猿王爆出了足足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这让陆晨感到有些惊喜。1件荣耀巅峰级装备的价值顶得上10件荣耀级装备的价值，也顶得上100件星耀级装备的价值。得到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哪怕不是适合自己用的，也绝对是赚翻了。陆晨有了超级合成器之后，从不在乎爆出的装备是不是自己职业带的，他只在意爆出的装备品阶是不是足够高。只要爆出的装备品阶够高，然后使用超级合成器合成一番，立马就能进化成自己完美契合自己的装备。等等，陆晨突然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千里迢迢过来击杀恶魔巨猿王，是为了报势力建立令牌啊！如今恶魔巨猿王已经杀了，
甚至整个峡谷内所有恶魔巨猿全部都被陆晨杀光了。但势力建立令牌去哪了？陆晨顿时有些郁闷。不过势力建立令牌并非只有这里才报，陆晨还知道另外一个报势力建立令牌的副本，但那个副本 BOSS 的击杀难度要比击杀恶魔巨猿王要难10倍都不止。陆晨知道的所有报势力建立令牌的地方，只有这个恶魔巨猿王是陆晨目前唯一有把握击败的，这让陆晨颇感头疼。若是在这里没爆出实力建立令牌，那么就很难在1天内建立起2级势力，获得职业专属任务的额外奖励了，并且就连他的运营节奏也会被大大拖慢。陆晨觉得有些不甘心，他决定在这个巨猿峡谷中寻找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出势力建立令牌的踪迹。于是他便绕着整个巨猿峡谷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势力建立令牌的下落。不过意外的是，陆晨在峡谷最深处找到了一个隐秘的洞穴，洞穴很是狭小，就连陆晨的体型想要挤进去都异常不容易。但洞穴内幽幽深深，很可能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可怕存在。陆晨想到这里，心情不由谨慎了几分。第123章神器进化。聪明的墨菲特，为了势力建立令牌，不管这个洞穴有多么凶险，陆晨都必须进去闯一闯。但为了保险起见，陆晨决定先把自己装备提升一番。最能快速提升实力的装备部位自然是武器。陆晨决定将恶魔的遗忘战靴和巨猿王的玄钢战铠这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用于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的合成进化。想到这里，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和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全部投入超级合成器内。已经将恶魔的遗忘战靴荣耀巅峰级和巨猿王的玄钢战铠荣耀巅峰级指定为合成材料，为5星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9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83297天，眼下正是需要迫切提升实力的时候，陆晨很舍得用寿命换取装备提升，反正这些寿命又不是自己的，用别人的寿命来提升自己的装备实力，何乐而不为呢？确定合成，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恶魔的遗忘战靴和巨猿王的玄钢战铠这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引导下，化作一黑一红2道能量，迅速涌入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内。骤然间，原本那股诡异虚无的时空长河圣杖骤然爆发出一股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强大生命气息。而当陆晨看到这股强大生命气息的那一刻，瞬间瞳孔一缩，有些惊住了。天啊，这是至高生命法则的力量！生命法则和时间法则一样，同为4大至尊法则力量之一，但4大至尊法则也是有强度排名的，而生命法则的实力强度甚至要比时间法则更高。时间法则作为4大至尊法则之一，拥有着让人闻风丧胆的可怕能力。生命法则能赋予一个普通物品强大的生命力，比如生命法则能给一棵普通的大树赋予灵智，让这棵大树瞬间进化为千年树精，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深邃的智慧，更能让一个普通的鲤鱼瞬间点化成一头蛟龙。甚至据说对着尸体使用生命法则进行点化，更能发生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情。而就在此刻，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的所有精粹能量已经全部融入到了这件成长神器之中。拥有生命法则和时间法则的双至尊成长神器已经完全孕育出来。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新的成长神器生命恩赐神杖，神器6星。生命恩赐神杖，当前品阶神器6星，可成长。法术攻击加3000，治疗效果加3000，治疗暴击率正 25%， 治疗暴击效果正 25%， 生命值加20000，法力值加20000。神器技能1不死金身，开启后你将在3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效果。神器技能2时间法则，你的所有技能都将变成时间属性，并且额外提升 70% 伤害。神器技能3混沌弱化，指定一个目标敌人，瞬间削弱敌人 50% 全属性。神器技能4时空倒退，指定一个目标，使其回到1分钟前的状态。指定的目标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友军，也可以是敌人，甚至可以是一件装备或者宝物。神器技能5生命恩赐，赋予一个平凡之物新的生命，你可以用这个技能点化任何东西，说不定会给你意外的惊喜。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有了这件进化后的神器，果然可以使用生命法则的力量。陆晨有些好奇，这件新成长神器生命恩赐神杖的生命法则之力到底能发挥到什么地步。他随手将生命恩赐技能释放在离他最近的一块岩石上，墨绿色的生命光芒瞬间将这块岩石所覆盖包裹。轰隆隆，骤然之间，这块平平无奇的岩石开始剧烈颤抖，最终这块巨大的岩石逐步分崩离析，
开始发生蜕变，在生命法则力量的作用之下，竟然形成了双手、双脚、身体和脑袋，竟然形成了一具深棕色的石头人形态。石头人身体极为庞大，足足有近100米高。刚刚拥有意识的石头人，此时还处于懵懂的婴儿时期。他伸手挠了挠脑袋，目光好奇地打量着陆晨。叮！你给这块巨型花岗岩赋予了灵魂和意识，让它获得了生命意志。你有权利将它收为奴仆，是否确定收服？收服为奴仆。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选择收服这个花岗岩石头人为奴仆，然后顺手将其命名为墨菲特。没有别的原因，纯粹就是这个名字随口起的，比较好记。石头人看向陆晨，突然好奇地问道：“主人，俺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为啥不是猴子呢？”陆晨顿时有些想笑，这石头人竟然还知道华夏神话里孙悟空的典故，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墨菲特啊！而就在此刻，眼前的洞穴竟然开始剧烈震动起来，一股邪诡无比的强大气息骤然从洞穴里爆发而出，瞬间整个巨源峡谷都被这股邪诡力量凝聚而成的结界所封印。陆晨此刻就算想离开，也无法从结界之中出去。陆晨瞬间眼神一凝，这股邪诡气息，来者不善啊！自己要面对的不仅是一场机遇，恐怕还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啊！第124章，复活精灵女尸，精灵长公主。墨菲特，去前面送人头，不对，去前面探路。陆晨向石头人墨菲特发起命令。好的，俺知道该怎么做。墨菲特捶了捶自己坚实的胸膛，随着他意念一动，竟然将自己体型瞬间缩小了几十倍。原本100米身高的石巨人，此时竟然比陆晨还要矮半头。变小后的石头人墨菲特仗着自己体型矮小，悍然朝着狭窄的岩石洞穴钻了进去。有墨菲特在前面充当炮灰，陆晨也稍稍放心许多。他跟随在墨菲特也钻进了岩石洞穴之中，一探究竟。整个岩石洞穴幽幽深深，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过这难不倒陆晨。陆晨骤然绽开赤焰圣翼，赤红色的烈焰火光瞬间驱散了整个洞穴之中的黑暗，将洞穴照得明亮清晰。他循着洞穴深处望去，却发现整个洞穴并不深邃，没走多远便已经走到了洞穴的尽头。只是洞穴的最深处竟然存放着一座青铜棺木，青铜棺材之上龙飞凤舞地篆刻着9条面目狰狞的黑龙。9龙拉棺，好霸气的棺木啊！陆晨看到这座棺木的一瞬间，便认定了这座棺木极其不凡。能住得起这种级别棺木的主人，生前必然非富即贵，绝对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并且这座棺木被存放在巨源峡谷之中，甚至就连恶魔巨源王都在镇守着这座9龙青铜棺，足以证明这座9龙青铜棺里很有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墨菲特，打开这座石棺。陆晨知道，凡是摆放棺材的墓洞内都有可能存在着凶险，还是让墨菲特先去当炮灰。遵命，俺的主人。墨菲特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大摇大摆地走上去，就要去掀这座9龙青铜棺的盖板。可墨菲特刚触碰到棺材盖板的一瞬间，整个洞穴便骤然涌现机关的转动声，咻咻咻咻咻，无数道淬了致命毒液的箭矢撕裂虚空，疯狂朝着墨菲特爆射而去。墨菲特瞬间被无数道利箭穿透，浑身躯体竟然崩裂开来，好凌厉的淬毒箭矢，竟然连墨菲特的防御都能击溃。陆晨眼神一震，只见就连墨菲特都被剧毒箭矢瞬间秒杀。墨菲特一声哀嚎，彻底失去生命气息，重新变成了一块普通的花岗岩石。不过好在陆晨掌握了生命法则之力，只需意念一动，将生命法则之力再度加持在花岗岩上，就能将墨菲特重新复活过来。陆晨想了想，还是将这块花岗岩收进了背包里。虽然它只是一块普通的花岗岩，但毕竟替自己卖命而死，等以后陆晨找个时间再复活它就是。而此时陆晨确定洞穴内不再有危险后，这才走到9龙青铜棺前。他轻轻翻开棺木盖板，发现棺木内存放着一具女尸。当陆晨看清女尸的面容时，顿时瞳孔一缩，眼神涌现出一抹深深的震撼之色。好美啊，这也太美了！眼前棺木里存放着的女尸，哪怕已经死去，却仍旧美得让人感觉惊心动魄。她那精致的容颜，雪白的肌肤，金色的如瀑般长发，尖尖的精灵莞尔，修长玲珑的身材，处处彰显着高贵卓越的气质。这一看便是一具精灵族的女尸，并且这具尸体的身份一定是精灵皇族的高贵血统。而当陆晨注意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金色项链时，更是深深的惊住了。女尸脖子上挂着的金色项链篆刻着一个精致的十字，竟然是势力建立令牌。没想到巨源峡谷的势力令牌竟然是戴在了这具精灵女尸的脖子上。陆晨眼神骤然一凝，这也足以证明了这具精灵女尸的含金量。
陆晨打量着棺材里的精灵女尸，丝毫不慌。既然想要探知这具精灵女尸身上的秘密，那就必须得让这具女尸开口话说。想让一具尸体开口说话，别人或许没办法，但陆晨恰好表示这题我会啊。陆晨挥动生命恩赐神杖，催动技能5分生命恩赐，一股墨绿色的生命之力从生命恩赐神杖中迸发而出，最终将这具精灵女尸包裹了起来。随着精灵女尸逐渐将这股生命法则本源之力吸收之后，她的身体竟然逐渐有了知觉。她眼皮微微颤动，嘴里不断呢喃着：“我，精灵皇嫡长女夏娜，绝对不会背叛精灵皇族，就算死也绝不。”陆晨明白过来，原来她叫夏娜，身份不仅是来自精灵皇族，更是精灵皇的嫡女，精灵族长公主。随着夏娜逐渐睁开眼睛，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少年，顿时有些茫然。不是被银月狼帝杀死了吗？怎么会还能醒来？难道是我的灵魂到了地府？陆晨微微一笑：“你的确已经死了，但这里并不是地府，是我救活了你。”夏娜睁大眼睛，突然注意到了陆晨身上散发着强大的生命法则本源气息，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之色。生命本源法则之力，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在陆晨脑海里骤然响起：“叮！你复活了精灵族长公主夏娜，让她重新获得了新生。但由于夏娜身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暂时无法奉你为主，但可与你签订平等契约，并视你为救命恩人，铭记你的恩情。等她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之后，将会主动与你签订主仆契约。平等契约是仅次于主仆契约的第2大契约。平等契约能让夏娜继续保持自己的自主意识，但也会很自然地亲近陆晨，只是不像主仆契约那样，奴仆行为处处受到主人限制。”我接受。陆晨欣然接受。他接下来要做的任务是击败亡灵大冥王，并从银月狼帝手里救出吸血鬼女帝。没想到这个精灵长公主夏娜竟然也是被银月狼帝所杀。很显然，精灵族与银月狼帝同样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陆晨突然想到，可以利用精灵族的力量帮助自己击败银月狼帝，从而拿到进阶神性宝箱啊！一旁的精灵长公主夏娜突然莞尔一笑，看着陆晨说道：“不管你是什么来历，我的命都是你救下的，我必须承你这份恩情。以后你的事情便是我的事情。似乎你对我的项链很感兴趣，那就把它送给你吧。”夏娜突然摘下她的项链，递给了陆晨。而这个项链吊坠正是势力建立令牌。第125章，带着精灵公主一起回到现实世界。陆晨接过精灵公主夏娜递来的项链吊坠，刚接过项链吊坠的一瞬间，势力建立令牌竟然便直接被激活了。建立势力的前提条件已达成。条件1，获得势力建立令牌；条件2，自身声望值达到1万。声望值是通过做各种任务和自己名声曝光积累下来的，此时陆晨刚刚好达到了1万出头，所以自动触发了实力建立的条件。你是否要使用势力建立令牌，建立一座属于你的势力？确定。陆晨果断回应道。无论是为了获得第2个皓日星君专属技能，还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陆晨都没有理由拒绝。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这只吊坠骤然碎裂开来，一个正白色的十字在陆晨面前骤然凝聚成型，投影在虚无之中。请为你的势力进行取名。牧神殿。势力取名成功。您的势力名为牧神殿，当前势力评级为1级势力，最高可容纳100人加入势力，玩家或 NPC 皆可加入。势力 buff： 力量加100，智力加100，敏捷加100，体质加100，幸运加50，高层可享受3倍 buff 效果，你可享受10倍 buff 效果。陆晨顿时眼神一亮，建立势力比建立工会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势力有专属 buff 加成，而工会没有。只要自己亮出加入自己势力，便可享受全属性加100，这一点就能吸引无数玩家前仆后继的加入自己。但目前1级势力的招收人数上限少得可怜，最多只能招收100人，这就让陆晨必须得想办法尽快将牧神殿势力提升到2级。陆晨突然注意到了势力升级所需的任务，需要势力声望达到10万，可升级为2级势力。陆晨瞳孔骤然一缩，没想到建立势力才只需要1万点声望，升级2级势力竟然需要足足10万点声望。不过这里需要的声望是势力声望，势力声望就是势力内所有人的声望叠加在一起。比如势力内有100个人，每个人有100个人声望，那积累到一起就是10万势力声望。升级到2级势力，不仅能让势力容纳人数大幅度提升，并且还能提升实力 buff 效果。仅仅只是1级势力，就让陆晨获得了全属性加1000的增益效果。如果是2级势力，提升的属性必然更加惊人。最重要的是，升级到2级势力，陆晨才能获得皓日星君职业的第2个专属技能。陆晨目光突然看向精灵公主夏娜，出声问道：“有什么能帮我快速提升声望的办法？”
夏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精灵族一直都在遭遇银月狼族的入侵骚扰，只要能帮我们击溃银月狼族，我可以将任务的声望值奖励给你拉到最高。”听到夏娜的回答，陆晨顿时眼前一亮。跟 NPC 关系好就是有这点好处， NPC 是能自行控制任务奖励的幅度。夏娜将自己视为救命恩人，自己帮他守护精灵族，他必然在奖励上不会亏待自己。叮！精灵长公主夏娜向你发起任务，守护精灵族。任务内容：将入侵精灵族的所有银月狼族全部驱逐击杀。任务奖励：8万点声望奖励，1件传说级装备宝箱，1件传说级技能宝箱。陆晨瞬间眼神有些惊喜，他想过夏娜给自己的任务奖励很丰厚，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丰厚。夏娜一个任务竟然就给了自己足足8万点声望值，并且还有传说级装备和技能宝箱各一个，简直是奖励拉满到不能再满了。好，你的任务我接了。陆晨果断接下任务。不过眼下陆晨需要先下线一趟，他要先看看现实世界在游戏与现实融合之后，怪物已经入侵到什么地步了。陆晨目光看向夏娜，突然试探性地问道：“你这里有能力提取药水吗？”夏娜想了想，有些迟疑地说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不过品阶有些低，只能凑合着用一下。”夏娜从怀里掏出了一瓶紫色的药水。陆晨目光一凝，对方手里的竟然是王者级能力提取药水。好家伙，你管王者级能力提取药水叫凑合着用？能力提取药水和装备技能可不一样，尤其是现实与游戏融合之后，能力提取药水的价格更是被炒到了天价。毕竟如果没有能力提取药水，就算在游戏里实力再强，回到现实里仍旧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菜鸡。要是在现实里被人杀死了，那就是真的死了。所以一份同品阶的能力提取药水价值已经被炒到了同品阶技能装备的几十倍价格，甚至是100倍价格。即便已经如此昂贵，能力提取药水仍旧是有价无市。多少钱拿着钱就想换一瓶能力提取药水，却想买都买不到。尤其是钻石级以上的高品阶能力提取药水更是一药难求。如今现实中正处于灾难时期，唯有将现实自身实力拉到最满，才能在现实中最大程度保证自己的安全。陆晨果断接过夏娜的王者级能力提取药水，然后一饮而下。叮！你现实中获得了成长神器、生命恩赐神杖、神器6星。叮！你现实中获得了成长神器、烈焰凤凰袍、神器3星。叮！你现实中获得了传说级装备神隐匿无形戒指。叮！你现实中获得了荣耀级技能召唤毒液蛛皇。叮！你现实中获得了额外基础属性，增加了5000点法术攻击、5000点治疗强度、3万点生命值、3000点物理防御、3000点法术防御。随着自身实力暴涨，并且将一大堆装备、技能、属性全部增幅到现实世界之后，陆晨万事俱备，果断决定下线，回到现实世界去会现实世界的黑暗怪物们。见陆晨要离开，一旁的夏娜突然说道：“你是要回到属于你的现实世界吗？我可以陪你一起去的。”夏娜突然抱住了陆晨的手臂，眼神似乎对陆晨有些一丝不舍。第126章于现实中疯狂屠戮，穿越位面的神器。你能跟我一起回到现实世界？陆晨顿时有些惊异。黑暗势力能入侵现实世界，那是因为他们掌握着一种能穿梭时空的超神器，而类似拥有穿越能力的超神器，光明势力同样也有一件。但这种拥有穿越世界能力的超神器极为珍惜，除了这2大势力之外，陆晨没听说别的势力有这种超神器。夏娜突然微微一笑，说道：“像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那样能够同时容纳100万大军进行位面穿越的超神器，我们精灵族肯定是没有的。不过我恰好有一件残缺的穿越型神器，它做不到带那么多人穿越世界，但容纳我一个人进行位面穿越却是足够了。”夏娜从怀里取出一块精致的怀表，只是这块怀表的表针上却有断裂的痕迹。很显然，这块怀表是损失之后进行2次修复过的，只是修复怀表的手段并不高明，导致这块怀表最多只能发挥原本不到1/10的威力。损坏的空间次元怀表，品质损坏的半神器，攻击力加1000法术强度加1000治疗强度加1000生命值加1500法力值加1500等级要求，50级以上可以佩戴。技能位面穿越，启动后可使用空间次元之力穿越到其他的世界，但必须有人带领引导。果然只是个残缺的穿越型神器，不仅只能容纳1人穿越，并且还必须得有人带领引导。不过有总胜过没有，虽然这只是一件损坏的穿越型神器，但起码具备穿越能力。只要陆晨使用超级合成器将其进行合成升级，就一定能将其蜕变成真正的穿越型超神器。陆晨将精灵公主夏娜容纳进这块怀表内，然后他果断带着次元怀表下线。
等回到现实世界后，果然夏娜公主和陆晨一起回到了她的云顶天宫别墅之中。可刚回到别墅内，陆晨便听到小区里不断有黑暗怪物的吼叫声和玩家们的喊杀声。陆晨隔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群人面龙身的黑暗飞龙正在手握钢叉追杀着小区里的居民。云顶天宫别墅区作为洛水市最顶级的别墅，自然不乏安防力量的保护，甚至还有不少拥有超凡力量的玩家在竭力抵抗黑暗飞龙的入侵。但这群黑暗飞龙全都是70级以上的精英怪物，这群玩家的伤害打在黑暗飞龙身上，根本就是在给黑暗飞龙挠痒痒。黑暗飞龙反手一记飞叉，却能要了这群玩家的命，根本就是一面倒的碾压。凡是被黑暗飞龙抓到的人，瞬间就会被他那恐怖的巨力捏成粉碎。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便直接被瞬间秒杀，一命呜呼。一时之间，整个云顶天宫到处血流成河，尸迹如山，到处都是断肢残臂，腥臭的血肉味道弥漫整个云顶天宫别墅区。原本极尽豪华的超顶级别墅，此刻却犹如人间地狱，到处一片惨烈无比的景象。云顶天宫作为洛水市安保能力最强的超豪华小区，情况尚且如此惨烈，陆晨不敢想象其他没有超凡玩家庇护的地区会是何等惨烈的景象。不过眼下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先将这群黑暗飞龙解决掉再说。此刻正在抵御黑暗飞龙的这群超凡玩家，眼神全都有些绝望和无奈。这些黑暗飞龙实力也强得太过离谱了。是啊，我堂堂一个42级弓箭手，在洛水市也是能排得上号的高手，却连黑暗飞龙的防御都破不了。这群黑暗飞龙不仅防高血厚，伤害更是高到离谱啊！我一个46级圆盾骑士，在举盾状态下都差点被黑暗飞龙一叉子给秒了。这群玩家都很清楚，现实跟游戏是完全不同的。在现实中，一旦被杀死，那就是真的死了。以他们的实力，面对黑暗飞龙根本毫无胜算，但他们毫无悔意。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仍旧在竭力与黑暗飞龙进行交战，因为他们知道这座别墅里住着的全都是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功勋英雄和功勋家属。他们做不到保下这里所有居民，但至少这群黑暗飞龙得从他们尸体上踏过去。黑暗飞龙仍旧在疯狂进攻，每次进攻都能带走好几名创世玩家的性命。但这群黑暗飞龙不理解，这群玩家为什么明知不敌却不愿撤退。而就在此刻，就当这群玩家正处于绝望之时，一道挥舞着赤红翅膀的消瘦少年骤然从天台上飞掠而下，竟然直接朝着这群黑暗飞龙最密集的位置悍然杀去。小心啊，兄弟，千万别想不开，冲上去就是送死啊！这群玩家深知黑暗飞龙的可怕实力，连忙提醒眼前的少年，面对这群黑暗飞龙，绝不能仗着自己有点超凡实力就骄傲自大。可他们的话还没来得及落下，少年就已经杀入了黑暗飞龙最密集的位置。可接下来的一幕完全让所有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人们全都惊呆了，脸上全都深深的震撼之色。只见那赤焰之翼少年冲进黑暗飞龙群内，简直犹如狼入羊群一般。那双赤焰圣翼犹如一对燃烧着炽热火焰的战刃，疯狂旋转挥舞，一道道极度高温的圣焰不断从赤焰圣翼之中喷涌迸射而出。凡是被圣焰沾染的黑暗飞龙，全都被瞬间斩为灰烬，彻底魂飞魄散。他以1敌100，打的还是一群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暗飞龙。这群玩家满脸都是难以置信之色，他们是亲眼见过这群飞龙实力有多么可怕的，怎么到了这少年这里，杀黑暗飞龙比杀鸡还要轻松，简直就是手起刀落，一刀一个。叮！你击杀了58只黑暗飞龙，70级精英怪物，获得58万点经验值，你获得29000天额外寿命。恭喜，你升到了65级！恭喜，你升到了66级！恭喜，你升到了67级！海量的经验值让陆晨一口气连升3级，碾压，完全就是一面倒的碾压。近100只黑暗飞龙几乎是转瞬之间便被他一刀刀屠戮殆尽。剩余侥幸存活的黑暗飞龙见少年实力如此恐怖，哪里还敢靠近，纷纷四散而逃。但陆晨怎会给黑暗飞龙们逃跑的机会？他们逃到其他地方，岂不是又会祸害其他百姓？一道道斩魂圣矛从陆晨双翼之间疯狂迸射而出，咻咻咻咻咻！第127章，穆天尊竟然被怪物 BOSS 给吃掉了。斩魂圣矛疯狂轰击向四散而逃的黑暗飞龙身上。这群黑暗飞龙哪怕是拼命逃窜，速度却也远远比不断斩魂圣矛的飞行速度。斩魂圣矛在陆晨娴熟的施法下，宛如自带追踪功能一般，每一发圣矛都能精准的贯穿黑暗飞龙的肉身。一道道斩魂圣矛不断射出，最终将所有黑暗飞龙全部屠戮殆尽。这时，有人突然认出了陆晨的身份，
惊喜的大喊道：“他是穆天尊啊！天哪，我竟然亲眼见到穆天尊大佬出手了！”此话一出，瞬间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人眼神惊喜地望着陆晨，满脸都是崇拜和震撼。他们都是在网上见过陆晨的战斗视频，但只有亲眼目睹了陆晨出手秒杀黑暗飞龙的那一幕，才深深地感受到了陆晨的实力已经强大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我说，怎么会有人的实力如此变态？原来是穆天尊大佬啊，那就不奇怪了。穆天尊大佬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我仅仅一个照面就被黑暗飞龙差点秒杀。穆天尊大佬面对成群实力如此恐怖的黑暗飞龙，却犹如杀鸡一般简单。我已经将刚刚穆天尊大佬战斗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了，刚上传不到3秒，点赞量竟然都已经破万了。穆天尊大佬的这个战斗视频绝对要大火呀，起码破亿的播放量。刚刚出手以一敌百的一幕，简直帅爆了！一时之间，无数幸存的人们望着陆晨那疯狂屠戮黑暗飞龙的声音，眼神充满了震撼和崇拜，纷纷拍视频进行记录，更是争相发到了网上。很快便又给陆晨带起了一抹巨大的热度。此时，陆晨将剩余四处逃窜的黑暗飞龙也已经全部屠戮殆尽，丰厚的经验值疯狂涌入陆晨体内。叮！你击杀了39只黑暗飞龙，70级精英怪物，获得39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9500天额外寿命，恭喜！你升到了68级，恭喜！你升到了69级。连续2道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泛起，陆晨此刻距离突破到70级也仅仅只差一丝经验值。这时，陆晨突然注意到地上竟然爆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宝箱。骤然之间，一道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由于你击杀了97头黑暗飞龙，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传说级随机技能宝箱一件。传说级技能宝箱，陆晨顿时眼神闪过一道金光。他眼下最缺的就是技能，没想到随手宰掉一群黑暗飞龙，就能得到一份传说级随机技能宝箱。果然应了那句话，黑暗势力入侵地球，既是不可想象的巨大灾难，也是地球人类崛起的机遇。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传说级技能宝箱打开。叮！是否确定打开传说级宝箱？确定打开。陆晨果断回应道：开启成功，恭喜！你获得了传说级技能影分身。影分身能够召唤一道和你一模一样的分身为你作战，分身等级与你相当，但血量和属性值只有你的一半。影分身技能有点意思。陆晨果断将影分身技能进行学习，然后果断启动技能。一道和陆晨长相身高一模一样的影分身出现在陆晨的身旁。影分身技能进行分身的时候，竟然能将陆晨的所有装备和技能全都复制过去。只是影分身的装备只是模拟装备，无法丢弃，模拟装备的属性也只有陆晨本身装备的一半。虽说影分身的战斗力只有陆晨的一半，但陆晨却能利用这道影分身去做很多事情。比如陆晨可以将影分身留在现实之中，保护云顶天宫别墅区不受怪物侵犯，而陆晨自己则可以继续在游戏内完成隐藏任务，快速发展势力和提升实力。有了影分身的帮忙，以后很多琐碎的事情都不用陆晨再去亲自处理，只要让影分身替自己去办就可以了。而正当陆晨还在思考怎么最大化利用影分身的能力，骤然一道巨大的鬼面飞龙面容狰狞，眼神赤红的朝着陆晨杀气腾腾的俯冲而来。真是一群废物！这么多黑暗飞龙去围剿区一个人类小区，竟然都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我倒是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有什么手段，竟然能杀了我这么多手下。鬼面飞龙的体型比黑暗黑龙要庞大几十倍，一副狰狞扭曲的鬼脸模样，嘴角的獠牙更是显得无比阴森可怖。鬼面飞龙手中竟然握着一根鬼杖，浑身爆发出一缕缕鬼哭狼嚎般的怨魂鬼气。这一缕缕漆黑如墨的鬼气不断涌现陆晨。陆晨本意想要闪躲来袭的鬼气，但却发现无论怎么闪躲，鬼气都能自动追踪般追上自己。叮！鬼气即将侵入你的身体，一旦被鬼气侵蚀，你的防御力将会被削弱1000点，并且血量将会以每秒1万点的速度被不断削减，每秒掉1万点血。陆晨顿时瞪大眼睛，这么恐怖的持续伤害，谁能遭得住啊？他目前血量只有6万多点，也就是说，一旦被鬼气侵入，他最多抗7秒便会直接暴毙。不过就在此时，陆晨突然注意到了影分身的存在。影分身突然扑了过来，悍然挡在陆晨面前，替陆晨抗下了袭来的鬼气。没过多久，影分身便被鬼气彻底瓦解，但影分身消散的同时，也带着这股致命的鬼气一起消散。鬼面飞龙目睹这一幕，顿时有些惊愕，猩红的树瞳里闪动着难以置信之色。他不太敢相信自己向来无往不利的致命鬼气，竟然被眼前的少年如此轻易便挡了下来。
鬼面飞龙眼神骤然冰冷无比，就算你能挡得了我的鬼气入气，你也必死！鬼面飞龙骤然张开獠牙大嘴，竟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吸扯之力，强行将陆晨吸入了腹中。望见这一幕，周围所有人全都眼神惊骇无比。完了，穆天尊竟然被怪物 BOSS 给吃掉了。第128章，丰厚收获，军事基地危机。亲眼目睹巨型鬼面飞龙张开血盆大口吞掉穆天尊的一幕，所有人全都眼神骇然无比。他们全都很清楚，此刻的穆天尊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若是穆天尊活着，他们便不会有事；但若是穆天尊死了，他们全都要葬身怪物腹中，给穆天尊陪葬。所以这群人全都无比希望陆晨能活下来，但他们全都清楚葬身怪物腹中意味着什么。换做他们任何人，一旦被怪物吞下，都将必死无疑。即便被怪物吞下的人是穆天尊，那也凶多吉少。而此刻，巨型鬼面飞龙 BOSS 脸色狰狞无比，树瞳里泛着森冷的光泽，那布满獠牙的巨嘴里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小子，你宰我几十名族人，还想活？可笑！这就是得罪我们黑暗飞龙一族的代价。巨型鬼面飞龙脸色显得有些得意，他吞吃过无数人类，被他吞吃过的人类，就算没有10万人，起码也得有7、8万人。而这些被他吞吃过的人，全都被他的胃液腐蚀殆尽而死，无人可以生还。正当巨型鬼面飞龙 BOSS 正洋洋得意之时，他体内的身躯竟然变得无比扭曲，似乎有一尊极为庞大的存在正充斥在他的胸腔之中，越膨胀越大。巨型鬼面飞龙的身躯本来已经不小，但存在他腹中的那个怪物，竟然比他的身躯还要庞大100倍，俨然是将他身躯撑爆的态势。砰砰砰砰砰！随着巨型鬼面飞龙的体型越长越大，他的脸色变得无比痛苦扭曲，他的腹部肿大了近100倍，显然比10月怀胎待产的孕妇还要更加夸张，更加痛苦。见到这一幕，下面所有人全部都惊呆了，眼神全都是震撼的目光。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刚刚巨型鬼面飞龙吞下的只有穆天尊大佬啊，难道是穆天尊大佬在里面不断膨胀？嘶嘶，没想到穆天尊大佬竟然能变得这么大。不过有一说一，穆天尊大佬是怪物吗？这也变大的太夸张了吧！卧槽，穆天尊大佬竟然还在带着鬼面飞龙继续膨胀，再这么膨胀下去，都快要撑到九霄云上了。随着巨型鬼面飞龙越胀越大，他的身躯再也承受不住内部空间的疯狂撑胀，最终轰然爆开。砰！伴随着一道剧烈的震响声，巨型鬼面飞龙的身躯骤然碎裂开来。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巨型鬼面飞龙身躯爆开之后，从他身体里钻出来的竟然不是穆天尊，而是一尊体型巨大、撼天动地的石巨人。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深深震撼住了。这石巨人是怎么回事？不会又是一个新的怪物吧？不对啊，刚刚被吞进去的明明是穆天尊大佬，出来的怎么一尊石巨人？一时之间，正当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疑惑之时，那尊体型撼天动地的石巨人竟然躬身朝着远方发出敬畏无比的声音：“主人，俺不负所托，顺利完成了您的任务。”石巨人此话一出，无数人更是惊呆了。这石巨人看上去已经如此凶悍强大，没想到他竟然还有主人。众人循着石巨人膜拜的方向望去，顿时眼神震撼无比。只见石巨人膜拜的方向竟然傲然屹立着一道削瘦的少年身影。这道浑身沐浴着盛宴的削瘦少年身影看上去很是眼熟，他不是别人，正是穆天尊。天哪，这只石巨人竟然是穆天尊大佬的仆从，怪不得穆天尊大佬面对巨型鬼面飞龙即将要吞吃自己，都如此从容不迫。原来他早就提前想好了应对的计策。以巨型鬼面飞龙的强大实力，要想正面击杀他，恐怕还要大费周折，毕竟他的防御力实在太强了。但穆天尊大佬却想到故意被巨型鬼面飞龙吞下，然后召唤出石巨人，从内而外的将巨型鬼面飞龙的身体直接撑爆。而这恰好是对抗巨型鬼面飞龙最好的手段啊！毕竟巨型鬼面飞龙就算外表防御再强大，他的体内防御力都是0，从内击溃巨型鬼面飞龙，恰恰好就是快速击杀巨型鬼面的最好手段啊！话虽如此，但也不得不敬佩穆天尊大佬的魄力。是啊，这可不是在游戏里，而是在现实世界啊！要是一旦不小心死亡，那就是真的死翘翘了。穆天尊大佬为了杀死巨型鬼面飞龙，竟然毫不犹豫地任由巨型鬼面飞龙吞入腹中，实在太勇猛果断了。这一刻，所有人投向陆晨的目光全都充满了仰慕和敬佩之色。而刚刚陆晨在被巨型鬼面飞龙吞下的那一刻，一点都不慌，因为他知道自己完全不可能死。被巨型鬼面飞龙吞掉的一瞬间，他就直接开始召唤石巨人墨菲特。
然后石巨人墨菲特被召唤出来之后，陆晨就直接启动瞬影魔衣木靴的瞬移能力，直接逃离了巨型鬼面飞龙的体内。在陆晨看来，巨型鬼面飞龙吞吃敌人这一招，对上其他敌人极有可能一招杀死敌人，但在陆晨这里就等于是白白送人头，被他的技能手段天克。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骤然响起：叮，你击杀了巨型鬼面飞龙，75级降阶 BOSS， 获得15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高阶 BOSS， 额外获得 50% 经验值加成，额外获得了75万点经验值，总计收获225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5000天额外寿命。巨型鬼面飞龙真不愧是75级降阶 BOSS， 竟然足足给陆晨提供了高达225万点经验值。如此丰厚的经验值疯狂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经验槽不断暴涨，白色的升级光芒更是疯狂不断的在陆晨周身涌现。恭喜你升到了70级，恭喜你升到了71级，恭喜你升到了72级，恭喜你升到了73级。这一刻，陆晨的等级开始疯狂飙升，一口气升到了73级。可就在此刻，天空中弥漫着无尽血云，而血云的漩涡中心竟然是杜芊芊所在的官方军事基地的方向。无数的亡魂、丧尸、骷髅骑士竟然乘坐着一艘血红色的云艇，朝着洛水市官方军事基地的方向悍然撞去。陆晨顿时瞳孔一缩，眼神有些发惊。末世之时，军事基地是一座城市的命脉，到底是谁向黑暗势力泄露了军事基地的所在位置？军事基地绝对不能出事。恰恰就在这时，陆晨耳边响起一道系统声音：叮，由于你击杀了巨型鬼面飞龙75级降阶 BOSS， 为守护人类世界做出了贡献，你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第129章美艳女鬼，以阳气为食。你得到了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一件。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刚刚击杀近100只黑暗飞龙，也才只获得了一件普通传说级宝箱，而击杀一头巨型鬼面飞龙 BOSS， 竟然获得了一件传说巅峰级宝箱。陆晨顿时目光一亮，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这个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打开。叮，是否要开启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确认开启。陆晨果断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一道绚丽耀眼的灿金色光芒骤然从这件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上爆发而出，紧接着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骤然响彻陆晨耳边：开启宝箱成功，恭喜你获得了传说巅峰级装备踏浪飞龙神靴。踏浪飞龙神靴，品质传说巅峰级，移动速度正 30%， 生命值加10000，治疗效果加5000，法术伤害加5000，防御力加3000，佩戴要求70级。附加效果：踏浪飞龙启动后，你能召唤出一头海洋飞龙为你作战，海洋飞龙还能作为你的坐骑。又是一个召唤类装备。陆晨眼神骤然一凝，不过陆晨身上已经有鞋子装备了，就是这个自带瞬移技能的瞬影魔衣木靴，它虽然只是钻石级装备，提供的技能却是异常实用，使得陆晨哪怕遇到了比他品阶高出许多的新装备，也不舍得换掉它。不过为了物尽其用，陆晨想了想，决定将踏浪飞龙神靴传说巅峰级和瞬影魔衣木靴钻石级这2件装备进行合成，并且陆晨还是以瞬影魔衣木靴钻石级为主要合成装备，而传说巅峰级的踏浪飞龙神靴只是作为合成辅助材料。这是因为陆晨想保留瞬影魔衣木靴的瞬移技能，还想让它钻石级的低廉属性有所提升。想到这里，陆晨果断将踏浪飞龙神靴和瞬影魔衣木靴一起丢进超级合成器内，已经将踏浪飞龙神靴传说巅峰级指定为合成材料。为瞬影魔衣木靴钻石级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10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13947天，确定合成。陆晨现在储存寿命越来越多，用起来也毫不心疼，反正这些寿命都是从别人或者怪物身上报的，所以陆晨用起来也一定都不带心疼的。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一股绚烂耀眼的合成光芒骤然从踏浪飞龙神靴和瞬影魔衣木靴这2件装备身上泛起。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驱使下，踏浪飞龙神靴骤然化作一道蔚蓝色的神光，飞快涌入瞬影魔衣木靴内，使得原本只是一件平平无奇钻石级装备的瞬影魔衣木靴瞬间迸发出璀璨耀眼的炫紫色光芒。骤然之间，让瞬影魔衣木靴瞬间有了质变般的进化，使得这件装备身上迸发出原本不属于它的耀眼光芒。恭喜你的瞬影魔衣木靴蜕变进化成功，成功蜕变成了史诗级新装备紫影迷踪神靴。紫影迷踪神靴，品质传说巅峰级，移动速度正 35%， 生命值加15000，
治疗效果加6000，法术伤害加6000，防御力加5000，佩戴要求70级。附加效果：紫影迷踪，催动后你能瞬间移动到100米内的任何位置，并且下一次技能伤害额外提升300%。该技能可连续释放2次。看到新装备的属性，陆晨骤然眼前一亮，这个新技能紫影迷踪完全就是瞬影挪移的升级版啊！不仅瞬移的距离从原本的10米直接提升到了100米，并且伤害增幅也从100%增幅提升到了300%。最重要的是，还能连续释放2次。这次装备升级进化，无疑是让这件装备获得了大幅度的质变提升。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这件新装备紫影迷踪神靴穿在了脚上。而此时，天空之中的怪物仍旧在源源不断地冲向落水市的军事基地。陆晨顿时眼神一沉，如此海量的黑暗大军全都直奔军事基地冲过去，显然是知道一旦这里的军事基地被毁，整个城市必将瘫痪，无论是通讯设备还是军防力量都将丧失，整个落水市必将沦为任由他们黑暗大军宰割的羔羊。为了落水市的安危，为了守护这个生我养我的家乡，我必须保下落水市军事基地。陆晨眼神掠过一抹决然之色，他背后的赤焰圣翼骤然绽开，挥动着巨大的翅膀，骤然朝着落水市军事基地的方向疾驰而去。赤焰圣翼的速度骤然无比，仅仅片刻之间，陆晨便抵达了落水市军事基地的外围。可刚抵达这里，一群身穿猩红长袍、披肩散发的美艳女鬼便挥舞着锋利的尖爪，朝着陆晨纷纷扑了过来。好俊俏的少年郎，来和姐姐缠绵一次吧，姐姐保证让你对我魂不守舍。咯。这群美艳女鬼的声音极为空灵，听上去仿佛百灵鸟在歌唱。她们的声音虽然无比悦耳，但眼神却冰冷到了极点，望着陆晨的目光甚至充满了沸腾的杀意，显然已经将陆晨视为已经到了嘴边的鲜肉。陆晨很清楚，任何男人只要着了美艳女鬼的道，都会在短时间被他们吸干阳气，沦为人干。一想起这群美艳女鬼那杀人不见血的残忍手段，陆晨不由打了个寒战。第130章，快速斩杀，实力提升。眼看着一众美艳女鬼正气势汹汹地朝着自己冲了过来，陆晨也丝毫没有犹豫，果断使用影分身技能，召唤出一道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影分身，和自己并肩作战。陆晨抬手就是一发斩魂圣矛，朝着这群美艳无比的怨魂女鬼们迸射而去。斩魂圣矛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光明圣力，而光明圣力本就对亡灵怨魂类生物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咻！斩魂圣矛疯狂迸射在怨魂女鬼们的身上，瞬间便将怨魂女鬼们的身体射穿。-43912，属性克制，伤害增幅。-43915，属性克制，伤害增幅。-43917，属性克制，伤害增幅。恐怖的伤害值根本不是这群怨魂女鬼所能承受的。要知道，这群怨魂女鬼仅仅只是入侵的黑暗怪物中最普通的一类，以他们的实力，哪里能扛得住斩魂圣矛的恐怖伤害？斩魂圣矛的伤害倾泻到怨魂女鬼们身上的一瞬间，便将这群怨魂女鬼尽数震杀。与此同时，陆晨的影分身也在疯狂地射出斩魂圣矛，对残余的怨魂女鬼不断进行输出进攻。影分身的伤害虽然不如陆晨本尊，但至少也有陆晨本尊一半的伤害。-21932，属性克制，伤害增幅。-21933，属性克制，伤害增幅。-21935，属性克制，伤害增幅。陆晨射杀怨魂女鬼仅仅需要一发斩魂圣矛，而影分身射杀怨魂女鬼则稍微费事一些，但也只需要2发斩魂圣矛。陆晨和影分身联起手来，那恐怖的伤害以及近乎变态的收割速度，让所有扑上来的怨魂女鬼全都傻眼了。他们完全不曾想到，眼前这个看似孱弱无比的人类少年爆发出来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此刻，在陆晨和影分身的联手疯狂杀戮之下，残存的怨魂女鬼们的神情已经从原本的嚣张张狂变得惊骇战栗。几乎转瞬之间，所有扑上来的怨魂女鬼便已经被陆晨全部屠戮殆尽。叮！你击杀了103只黑暗飞龙，72级精英怪物，获得103万点经验值。你获得20600天额外寿命。一番疯狂屠杀之下，陆晨的经验值不断暴涨，不断有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泛起，他的等级也在随之飙升。恭喜，你升到了74级！恭喜，你升到了75级！恭喜，你升到了76级！紧接着，陆晨的收获还不止于此，一道清脆悦耳的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由于你击杀了103只怨魂女鬼，72级精英怪物，
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传说巅峰级随机技能宝箱一件。刚刚击杀巨型鬼面飞龙 BOSS 也才获得一件传说巅峰级随机装备宝箱，没想到击杀这一群怨魂女鬼，又让自己获得了一件传说巅峰级随机技能宝箱。一般来说，同品阶的技能书是要比同品阶的装备价值更高一些的，毕竟装备再强，也只是用来提升技能的伤害，掌握更强的技能才是增强实力最直接的手段。陆晨目光落在刚刚获得的传说巅峰级随机技能宝箱上，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其打开。叮！是否打开传说巅峰级随机技能宝箱，可随机获得一件传说巅峰级技能书。确定打开，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选择打开。旋即，一道幽蓝色的光芒从技能宝箱之中迸发而出。叮！恭喜你获得了新的传说巅峰级技能书——疾冰寒风斩。疾冰寒风斩，类型：战士职业技能，品阶：传说巅峰级，作用：聚集周围的极寒冰霜灵力，汇聚到你的刀刃之上，随后竭尽全力将这股极寒冰霜之力爆发出来，轰击眼前的所有敌人。限制：只有战士类职业才能学习。看到这个开出的技能竟然是战士类技能，陆晨多少有些无奈。不过幸好他有超级合成器，可以将这个技能作为辅助升级原料，用来升级进化自己的其他技能。想到这里，说搞就搞。眼下正处于怪物与现实融合的末世之中，每多增加一份实力，就能多一分力挽狂澜的胜算。陆晨直接取出超级合成器，将这个刚刚获得的战士类传说巅峰级技能疾冰寒风斩毫不犹豫地投入超级合成器内。他想了想，最终决定将自己的小禁咒技能神焰天征进行合成进化一番。这种范围型的小禁咒技能，如果能继续进行提升，不知能不能带来意外的惊喜。想到这里，陆晨果断将神焰天征技能也投入进装备合成器内，将神焰天征、传说巅峰级技能和疾冰寒风斩、翡翠级技能需消耗105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当前额外寿命剩余98047天，立即合成。陆晨眼神闪过一抹金光，目光始终盯着超级合成器内的变化。只见超级合成器内骤然爆发出一股恢宏耀眼的蓝色光焰，将这本技能书全都融入其中。但这一次，陆晨没有选择将这两个技能以谁为本体进行合成，而是任由超级合成器进行随机合成。这样进行合成，虽然无法确保合成出来的会是什么技能，但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往往却也代表着无限的可能。并且即便让超级合成器进行随机合成，所合成出来的技能书也必定是匹配陆晨的牧师系职业的，只是能合成出什么样的牧师技能不确定而已。骤然之间，一道清脆悦耳的系统声音随之在陆晨脑海里响起：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技能第131章灭世威力的禁咒，少女的震撼。你获得了新的禁咒技能冰天雪地史诗级。冰天雪地开启之后，可以召唤周围地区所有的极寒能量汇聚到眼前，将冻结所有敌人，并对眼前所有敌人造成极其恐怖的高额伤害。冻结敌人控制时间为3到10秒，时间长短由敌人等级决定，敌人等级越高，控制时间越短。范围性高额伤害加群体控制，这个技能可以说是很完美了。陆晨眼神闪过一抹亮光，果断将这个技能进行学习。旋即，陆晨继续朝着落水市的军事基地内飞掠而去。此刻，杜将军正在军事基地的指挥室内进行战斗部署。只是这一次，陆晨在遇到军事基地的特种战士们时，发现所有特种战士全都拥有了创世游戏内的超凡力量。很显然，这是政府军方统一组织所有特种武警战士进入创世游戏内经过特训培养。由此可见，政府军方已经提前预知了一旦现实与游戏进行融合，必将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性战争。但即便如此，政府军方还是远远低估黑暗势力入侵怪物们的实力，也说明了政府军方虽然预见了即将爆发一场现实中怪物与人类的战争，但做出的准备并不足够，导致许多城市面临黑暗怪物的疯狂入侵进攻，全都纷纷溃败，城市内几乎沦陷。黑暗怪物们在各个沦陷的城市内疯狂屠杀，而落水市目前虽然还未沦陷，但以怪物如此猛烈的进攻程度来看，最终被怪物击溃而失守，恐怕是迟早的事情。而眼下，率先冲进军事基地内的黑暗丧尸们已经与特种武警战士们开始了疯狂搏杀。这群黑暗丧尸最大的特点就是皮糙肉厚，并且根本悍不畏死，任由武警战士们的尖刀刺入黑暗丧尸的体内，黑暗丧尸却根本感受不到疼痛，仍旧带着残忍的狞笑疯狂进行回击，导致武警战士们的死伤程度极其严重。虽然也击杀了不少黑暗丧尸，但武警战士们的死掉的更多。一时之间，整个军事基地内到处都是武警战士们拼命的喊杀声，以及黑暗丧尸们疯狂狰狞的嚎叫声。
到处都是尸骸和血水，显得极为凄惨和壮烈。而在这无比惨烈的战场之上，一道鲜艳亮丽的身影正在快速地游离在战场之上，找到一只又一只正在与武警战士们进行激战的黑暗丧尸。然后这名少女冷酷无比地挥动匕首，趁着黑暗丧尸们无暇顾及到她，将泛着寒光的匕首狠狠黑暗丧尸们最脆弱的心脏部位。噗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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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呲。她的伤害虽然不足以秒杀黑暗丧尸，但胜在攻速够快，快到她挥舞匕首的速度都几乎快使出了残影。短短片刻之间，便有3、4头黑暗丧尸倒在了她的匕首之下。而这道英姿飒爽的身影，陆晨看着觉得有些陌生。这少女明显是隐藏刺客职业，并非是9月双华，也更不可能是杜芊芊。干得漂亮啊，小莫！远处原来杜芊芊鼓舞的声音，陆晨这才注意到杜芊芊也在远处与黑暗丧尸与怪物进行交战。只是杜芊芊显然实力要比这刺客少女稍差一筹，跟一头黑暗丧尸缠斗了好半天，才终于斩杀了一头黑暗丧尸。而这时，杜小莫却仍旧有些不满意，说道：“9月双华姐姐都已经击杀4头黑暗丧尸了，我才只击杀了3头，不行，我一定要超过她。”杜芊芊却有些无奈地说道：“小妹啊，你还是这么争强好胜。人家9月双华在创世游戏出现之前就已经是全国剑术冠军了，而你只是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研究生，仅仅体质上就有短时间内无法弥补的巨大差距。你能做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陆晨这才明白过来，杜小莫原来是杜芊芊的妹妹。杜芊芊、杜小莫，这起名倒是有点意思。陆晨挥舞翅膀横踏在高空之中，喃喃自语道。这时陆晨也注意到远处9月双华仍在手持飞剑，以一敌十的疯狂对抗着黑暗丧尸的围攻。见所有人都在如此努力地对抗着黑暗丧尸群的进攻，陆晨也没打算摸鱼，毕竟他早1秒出手，就有可能多挽救一名特种武警战士的性命。陆晨大手一挥，也不藏私，直接启动刚刚获得的冰天雪地技能，并且他将这个禁咒技能设置成了仅对怪物有效。随着陆晨将冰天雪地技能启动之后，刚刚原本是烈阳高照的天气，此刻却爆发出了无穷无尽的寒霜能量。这些寒霜能量都是从周围数百公里的天地之间提取出来的，最终疯狂汇聚到陆晨的头顶高空之上，最终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寒霜漩涡，不断抽离着周围的寒霜空气。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随着寒霜之力在高空之中越聚越多，很多武警特种战士下意识地望向高空，突然注意到了高空之上的巨大寒霜异象。快看天上！天啊！那是什么？我的天啊！这是禁咒吗？明明还未释放出来，我却有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战力。完了完了，这个技能砸下来，我们是不是都要死？不对，你们快看高空之中聚集禁咒的那道身影，看上去很是熟悉啊。虽然看不清面容，但那招牌性的烈焰翅膀我认识啊。是穆天尊大神，是穆天尊大神就好。这个禁咒要是敌人放出来的话，我们绝对死翘翘了。一时之间，当武警战士们认出陆晨的身份之后，悬着的心情才终于放了下来。所有武警战士们看向陆晨的目光也全都充满了仰慕和崇拜之色。就算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武警战士，看向陆晨的目光也同样充满了敬重。就连资历较老的军官们，此刻望着陆晨的身影，也不得不感叹一句：真是后生可畏啊！有穆天尊这样的强者诞生在我们洛水市，真是我们全市人民的幸运。他也是我们全市人民的骄傲。而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杜小莫，此刻看向陆晨的目光却充满了诧异。他看上去没比我大多少岁啊，一个如此年轻的少年，实力能有多厉害？很显然，他对陆晨的实力和名声并不了解。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杜小莫深深的被震撼住了。第132章，破碎吧！禁咒瞬间群体秒杀，天空之中的寒霜能量不断凝聚，最终竟然汇聚成了一座连绵不绝的巨大冰山虚影，汇聚在天穹之上。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随着天空中的寒霜气息越聚越多，最终这片虚空再也承受不住庞大的寒霜能量，便开始疯狂坍塌崩陷。一时之间，无穷无尽的寒气骤然朝着四面八方喷涌爆射而出。这群黑暗怪物似乎也感受到了一股恐怖至极的冰霜能量，正朝着他们疯狂倾泻而来。黑暗怪物们眼神里闪过一抹恐慌之色，就连身躯都在不断站立，纷纷不再恋战，轰然四散而逃。陆晨的眼神始终冷漠如冰，俯视着下方的黑暗怪物大军不断四散逃离。想逃，可没那么容易。冰天雪地的范围能覆盖周围近100公里，任由这群黑暗怪物逃跑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转瞬之间从禁咒中心地带逃离出近100公里。一时之间，无尽的冰雪疯狂从天空中飘落之下，
这些冰雪看上去柔弱无害，实际上却是冰冷到了极致。晶莹剔透的冰雪，哪怕只是飘落到黑暗怪物身上一片，瞬间便能将黑暗怪物冻结成冰雕。可面对漫天无穷无尽的冰雪飘落下，这群黑暗怪物根本无处可躲，无论他们逃窜到何处，最终还是被密集的雪花所击中。最终周围所有黑暗怪物全部都冻结成了一块块冰雕，顿时让周围所有特种武警战士看得目瞪口呆，眼神难掩震撼之色。不对啊，穆天尊大佬的禁咒技能不是火焰系的吗？怎么变成冰雪系禁咒了？禁咒属性怎么可能发生改变？肯定是穆天尊大佬又掌握到新的禁咒了。我的天啊，穆天尊大佬掌握个新的禁咒，怎么感觉比我们吃饭喝水还要简单？谁让人家是穆天尊呢？除了穆天尊之外，还有谁能被所有人心服口服的喊一声大佬？是啊，永远不要去用看待普通人的标准去看穆天尊大佬，他的天赋和实力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能理解的范畴。穆天尊大佬简直就像小说故事里的天命主角，实力增长速度实在是太逆天，太变态了。随着所有黑暗怪物全部都被冻成了冰雕，九月双华和杜芊芊也纷纷停手，目光落在了陆晨的身上。就连九月双华想要击杀一头黑暗怪物，也要费不少周折，更别说是实力稍弱些的杜芊芊了。两女亲眼目睹陆晨只是随意丢出一个禁咒，竟然便将全部黑暗怪物集体控住，全都动弹不得。他们美眸之中更是写满了震惊和崇拜之色。而这还没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所有人都深深震撼住了。只见陆晨轻轻打了一个响指，轻声低吟道：“破碎吧！”这道轻描淡写的声音，却如一道宣判所有怪物死刑的杀伐之音。周围所有被冻成冰雕的黑暗怪物们，在这一刻全部轰然碎裂。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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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之间，那碎裂炸响的声音接连不断，宛如鞭炮连鸣一般，一声接着一声，此起彼伏，连续而绵长。此刻，不仅是所有认识陆晨的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深深震撼住了。要知道，这可是现实世界，而非游戏之中啊！随手一道禁咒冻住所有黑暗怪物，再随手打个响指，便让无数黑暗怪物接连破碎。试问谁能做到？就连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杜小沫，此刻也那双美眸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陆晨，眼神里不断泛起流光璀璨的异彩。他沉默许久，忍不住喃喃自语道：“我原本以为国外那些创世里的超级强者已经很厉害了，没想到国内竟然也有如此厉害的强者，实在太厉害了。甚至他的实力已经完全不逊色于国外那些神鬼莫测的超级强者了。真想看看他和国外那些强者进行切磋一番，到底是国外那些强者更厉害，还是他更厉害？”此刻的陆晨却并不在意下方无数人仰望他的目光。身为重生穿越者，若是做不到万人仰慕，那还算什么重生穿越者？叮！你击杀了52只黑暗丧尸，70级精英怪物，获得52万点经验值。你获得25600天额外寿命。叮！你击杀了75只饥饿僵尸，72级精英怪物，获得75万点经验值。你获得37500天额外寿命。叮！你击杀了103只3头地狱犬，75级精英怪物，获得103万点经验值。你获得51500天额外寿命。一时之间，由于被陆晨的禁咒冰天雪地所击杀的怪物实在太多了，海量的经验值和寿命值蜂拥般涌入陆晨体内。这一刻，陆晨的经验值开始疯狂暴涨，白色的升级光芒不断从他身上泛起，陆晨的经验值也在不断飙升。恭喜，你升到了77级！恭喜，你升到了78级！恭喜，你升到了79级！恭喜，你升到了80级！恭喜，你升到了81级！等级越高，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也在随之大幅度飙升。但由于这波陆晨得到的经验值实在太多了，各种怪物的经验值类似起来，足足有数百万经验值多。这笔丰厚的经验值让陆晨的等级不仅突破了80级，更是进一步升到了81级。紧接着，这次的宝箱收获更是惊人，竟然一次性在陆晨面前爆出了足足5件金灿灿的宝箱。叮！由于你击杀了52只黑暗丧尸，72级精英怪物，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传说巅峰级随机装备宝箱1件。叮！由于你击杀了75只饥饿僵尸，70级精英怪物，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传说巅峰级随机装备宝箱1件。叮！由于你击杀了103只3头地狱犬，75级精英怪物，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传说巅峰级随机装备宝箱1件。第133章5件史诗级装备，实力惊人蜕变。看着足足5件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出现在自己眼前，
陆晨顿时都有些愣住了。他已经料想到一次性击杀这么多黑暗怪物所能获得的奖励会很丰厚，但也没想到这次的收获竟然会丰厚到这种地步。眼下正处于游戏与现实刚刚融合的末世降临阶段，每多一分实力便能多一分自保的胜算，也多一分拯救人类世界的希望。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武剑传说巅峰级随机装备宝箱全部打开。叮，是否要一起开启武剑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确认开启。陆晨果断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连续5道绚丽耀眼的灿金色光芒骤然从武剑传说巅峰级装备宝箱上爆发而出，紧接着5道清脆悦耳的声音骤然响彻陆晨耳边。开启宝箱成功，恭喜你获得了传说巅峰级装备黑暗本源腰带，恭喜你获得了传说巅峰级装备风暴之怒手镯，恭喜你获得了传说巅峰级装备双之哀伤长裤，恭喜你获得了传说巅峰级装备无尽愤怒戒指，恭喜你获得了传说巅峰级装备彗星天陨项链。骤然之间5件泛着璀璨各异光芒的传说巅峰级装备全部出现在陆晨眼前。陆晨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断还是打开了超级合成器。不是这些传说巅峰级装备用不起，而是合成升级之后再拿来用更有性价比。不过陆晨这一次为了收益最大化，选择拿出了混乱之源长裤、星耀级、财源滚滚腰带、王者级、施救圣皇项链、荣耀巅峰级、海皇之怒手镯、星耀级、神隐匿无形戒指、传说级这5件对应的装备，与刚刚获得黑暗本源腰带、传说巅峰级风暴之怒手镯、传说巅峰级双之哀伤长裤、传说巅峰级无尽愤怒戒指、传说巅峰级彗星天陨项链、传说巅峰级对应的这5件装备分别进行合成。叮，是否确认将财源滚滚腰带、星耀级和黑暗本源腰带、传说巅峰级进行合成？合成需要消耗100年寿命。确定合成，这是第1件，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装备财源天降腰带史诗级，财源天降腰带史诗级，治疗强度加2000，法术攻击力加2000，生命值加3500，生命恢复速度提升500%，法力恢复速度提升500%。佩戴要求80级，附加效果财源天降。戴上这件腰带后，你击杀敌人能够爆出更多的宝物，击杀怪物掉宝率额外提升300%，击杀玩家爆率额外提升800%。由于是以财源滚滚腰带为合成模型，所以合成出来的新装备等同于财源滚滚腰带的升级版。杀怪爆率从原来的2倍提升到了翻3倍，杀玩家爆率从原本的5倍提升到了翻8倍，属性更是得到了极大的蜕变提升。陆晨对此感到很是满意，果断将财源天降腰带戴在了身上。紧接着陆晨开始合成第2件装备。叮，是否确认将混乱之源长裤、星耀级和双之哀伤长裤、传说巅峰级进行合成？合成需要消耗100年寿命。确定合成。陆晨眼中闪过一道金光，直接进行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迷乱本源长裤史诗级，迷乱本源长裤史诗级，治疗效果加3000，法术伤害加3000，生命值加15000，法术防御加1000。佩戴要求80级，附加效果迷乱，敌人对你发动攻击时有 35% 概率陷入3秒迷乱状态，混乱状态的敌人将会疯狂攻击他自己，冷却时间10秒。新技能效果迷乱比原本的混乱效果更加实用。混乱效果是敌人陷入混乱后疯狂攻击自己友军，只有在敌人有友军时才能触发。迷乱效果是敌人陷入迷乱后疯狂攻击自己，任何时候都能触发。显然让敌人攻击自己，这个效果更加实用，并且触发概率也从原本的 30% 提升到了 35%， 并且装备属性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陆晨对这件新装备还是很满意的。叮，是否确认将海皇之怒手镯、星耀级和风暴之怒手镯、传说巅峰级进行合成？合成需要消耗100年寿命。确定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风神的无尽之怒手镯史诗级，风神的无尽之怒手镯史诗级，治疗强度加3000，法术攻击力加3000，生命值加10000，施法速度正300%，移动速度正30%。佩戴要求80级，附加效果召唤风暴护卫，召唤出一只实力强大的80级风暴护卫为你作战。当风暴护卫在狂风中作战时，战斗力将翻5倍。80级风暴护卫想必实力一定强于原本40级的召唤物。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将封神的无尽之怒手镯戴在身上。叮！是否确认将施救圣皇项链、荣耀巅峰级和彗星天陨项链、传说巅峰级进行合成？合成需要消耗100年寿命。确定合成。陆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进行合成。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神星爆裂项链，史诗级。神星爆裂项链，史诗级。治疗强度加3000，法术攻击力加3000，生命值加20000，治疗暴击率正 35%， 治疗暴击效果正 100%。佩戴要求80级。附加效果：神星爆裂。催动技能后，你将瞬间引爆自己的身体，并对周围所有敌人造成相当于你最大生命值的100倍固定真实伤害。合成之后获得的竟然还是自爆技能，但最恐怖的是，爆炸伤害从原本的30倍提升到了100倍。也就是说，陆晨现在10几万的生命值，随便自爆一下就能造成1000多万的恐怖真实伤害，并且陆晨还能利用时间回溯技能，毫无损失的将自己复活过来。这个组合技经过这次进化之后，实在太逆天了。陆晨眼神闪过一道金光，果断将神星爆裂项链戴在了身上。第134章，痛苦女王出现，对战痛苦女王。最后便是神隐匿无形戒指传说级和无尽愤怒戒指传说巅峰级这2件戒指类装备了。陆晨丝毫不墨迹，果断将这2件戒指装备投入进超级合成器内。叮！是否确认将神隐匿无形戒指、荣耀巅峰级和无尽愤怒戒指传说巅峰级进行合成？合成需要消耗100年寿命。确定合成。陆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进行合成。随着他的声音落下，一股绚烂耀眼的璀璨虚无光芒骤然从超级合成器中迸发而出。哗！让陆晨意想不到的是，连续进行了4次使用超级合成器进行合成，但这次的合成却与之前4次完全不同。之前每次合成都是很快便蜕变成了新的装备，而这一次却足足耗了10多分钟，简直比陆晨前4次合成加起来所花费的时间都要多得多。这让陆晨稍微起了疑心，难道这次合成出来的装备与之前4次合成出来的装备都不一样？陆晨目光一直死死盯着不断震动且爆发出绚烂光彩的超级合成器，但超级合成器内却一直在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合成。轰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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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足耗时将近半个小时，超级合成器才终于停了下来。骤然之间，原本的2件装备随着2道光芒不断流转交织，最终汇聚成了一件暗紫色的新装备，最终爆发出一股霸绝天地的伟岸神力。此刻，一道清脆悦耳的系统声音骤然在陆晨脑海里响起：恭喜，合成成功！你获得了新的装备——仙魔隐匿戒指，史诗级。叮！由于你的新装备仙魔隐匿戒指，史诗级，在合成过程中意外发生了额外变异进化，你获得了新的装备——神宗无影戒指，史诗巅峰级。神宗无影戒指，当前品阶史诗巅峰级，法术攻击加5000，治疗效果加5000，治疗暴击率正 30%， 生命值加30000，移动速度正 35%， 要求等级80级。技能神宗无影启动后，你将进入透明状态，敌人不仅看不见你，更无法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并且免疫一切控制。在透明状态持续时间内，你的所有技能冷却时间额外缩短 50%， 持续20秒。陆晨看着神宗无影戒指的属性和技能，顿时有些惊住了。不仅属性高到离谱，仅仅生命值就提升了足足3万点，法术攻击和治疗效果更是提升足足5000点，这属性简直太变态了。但这些属性还不是最逆天的，最逆天的是这个技能。升级之后，不仅开启技能后的透明无敌时间从10秒提升到了20秒，并且最为逆天的是，透明持续时间内竟然所有技能冷却时间额外缩短 50%， 这等于陆晨在这20秒内不仅彻底无敌，并且伤害还足足翻了1倍。神宗无影戒指真不愧是史诗巅峰级装备啊！这件装备的属性和技能简直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而就在此时，小家伙，有点意思，那姐姐就陪你玩玩吧，但愿你能多撑一会，让姐姐尽尽兴。一道猩红的挑逗声音逐渐浮现于虚空之中，陆晨感受到一股极大的生命危险感，下意识地抬头望向高空，只见一道绝美且鲜红亮丽的女人身影浮现在高空之中。这女人面若桃花，眼神宛如一汪清澈动人的春水，极为勾人心魄。但陆晨看着高空之上的女人，丝毫不敢松懈大意，甚至他的神经比以往面对任何一个敌人时都要更加紧绷。因为陆晨的第六感告诉他，眼前这个女人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她的实力已经恐怖到了极点。难道是
痛苦女王。陆晨瞳孔一缩，突然想到了一个久远的名字。前世的痛苦女王可是搅得整个龙国不得安宁，甚至让龙国政府高层都感到头痛无比。她无论走到哪里，哪个城市都必将死掉大量的市民，并且这些市民还不是被她直接杀死，而是全都以极其诡异的方式自杀而亡。市民们的死相极其痛苦，很显然是受过了无穷无尽的极致折磨，最终迫不得已之下，只能用自杀的终结自己的性命，使得龙国很多城市都被痛苦女王祸害得民不聊生，无比凄惨。尽管痛苦女王如此可恨，但她在前世竟然还是活到了人类世界大灾变的后期，甚至后期的痛苦女王在不断成长之下，最终竟然登上了神阶，凝聚了神格，成为了一名强大的下位神明。而这一世，陆晨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痛苦女王所造成的悲剧再度上演，更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登上神阶，给全球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祸害与灾难。陆晨目光死死盯着祸害女王，他心里很清楚一点，要想杀死痛苦女王，那就得越早期越好。因为痛苦女王的成长性极强，一旦让她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死亡时，就会朝着虚无暗影的方向去进化。一旦让她进化成了虚无暗影魂体，那么她就能免疫绝大多数的法术伤害和一切物理伤害，等到那时再想杀死她就极难极难了。所以哪怕陆晨现在明知痛苦女王的实力目前已经极其强大，也要再抓住这次机会，在人类大灾变的前期将她杀死。此刻陆晨杀心已起，但他丝毫不敢拖大，必须全力以赴。陆晨直接将所有能召唤出来的召唤物全部都召唤了一遍，风暴护卫、爆裂暗凯龟、烈焰凤凰、毒液蛛皇和女副教皇碧蒂斯全都被陆晨召唤而出。上！给我围杀眼前这个红衣女人！随着陆晨一声令下，5只召唤物顿时疯狂一拥而上，朝着痛苦女王杀了过去。面对来势汹汹的5只召唤物，痛苦女王那性感的唇角却始终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小子，要比召唤物是吗？但愿你不要后悔。痛苦女王骤然纤手一挥，一头头浑身漆黑的痛苦獒犬疯狂从时空裂缝里钻了出来。这些痛苦藏獒看上去和普通怪物没什么两样，但当陆晨注意到痛苦藏獒的等级时，瞬间瞪大眼睛，直接惊住了。痛苦藏獒100级精英怪物。第135章痛苦女王的强大实力。召唤兽的对决，他召唤的痛苦藏獒竟然是100级怪物，并且还一次性召唤出了100头。陆晨眼看着无穷无尽的痛苦藏獒从时空裂缝里不断窜出，然后横踏虚空，蜂拥般的朝着自己围攻而撞到了一起。风暴护卫不断挥动着风杖，迸发出一道又一道的风暴刀刃，疯狂轰击在痛苦藏獒的身上。爆裂暗凯龟也同样召唤出一道接着一道的爆裂暗刺，无数道爆裂暗刺从地上投射而出，将一只只痛苦藏獒击飞到了高空之上。烈焰凤凰的输出方式更是简单粗暴，不断挥舞着火凤凰之翼，喷吐出一道道烈焰射线，不断撞击在痛苦藏獒的身上。毒液蛛皇更是开始布置起了毒液蛛网，将陆晨周围保护的无比严实，凡是敢靠近过来的痛苦藏獒全都被紧紧地粘在了毒液蛛网上，不断被毒液蛛网消磨血量。女副教皇碧蒂斯的光明技能本身就对痛苦藏獒有克制作用，她的光明圣剑斩在痛苦藏獒的身上，直接能造成双倍伤害。在5名召唤物的疯狂奋力搏杀之下，这才堪堪挡住了100头的痛苦藏獒的疯狂进攻。但让陆晨完全没料想到的是，痛苦女王竟然还有后手。只见她纤手猛然一挥，一股血红的光线骤然迸射而出，最终这道血红光线竟然分裂成上百道血红色光线，最终这些血红光线全都链接在每一头痛苦藏獒的身上。血之奴役，愤怒狂化。随着痛苦女王面带笑容，轻轻低吟，上百头痛苦藏獒骤然变得疯狂起来。它们不仅体型膨胀了好几倍，就连身上的毛发也变得坚硬无比，浑身肌肉更是变得求节狂暴。呜呜呜！这些痛苦藏獒浑身变得赤红无比，竟然能从毒液蛛皇的毒液蛛网上强行挣脱开来，然后不顾一切的疯狂冲向陆晨。眼看上百头痛苦藏獒疯狂围攻而至，陆晨迫不得已之下，只能开启刚刚获得的神隐无踪戒指技能。神隐无踪开启，陆晨的身体骤然变得虚无透明化。上百头痛苦藏獒疯狂扑向陆晨，然后正准备对准陆晨进行狂暴撕咬，似乎是要将陆晨分而食之。但当这上百头痛苦藏獒扑到陆晨身上的一瞬间，却纷纷骇然发现自己竟然扑了个空。无数痛苦藏獒一击落空，然后全都撞在一起，撞得他们头晕眼花，龇牙咧嘴。而此时陆晨则是果断抱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疯狂释放斩魂圣矛技能，对准这群痛苦藏獒进行疯狂轰击。咻咻咻咻咻！一道道斩魂圣矛不断撕裂虚空，疯狂轰击在一头头痛苦藏獒的身上。痛苦藏獒果真不愧是100级 BOSS，
哪怕他们仅仅只是精英怪物，防御力也是极为不俗。斩魂圣矛射在他们身上，竟然都无法将他们秒杀，而是需要好几发圣矛一起射中同一头痛苦藏獒才能将其射杀。若是击中痛苦藏獒的其他部位，则需要3发斩魂圣矛才能将其射杀。但若是击中痛苦藏獒的弱点部位，则只需要2发斩魂圣矛便能直接将其射杀。不过好在陆晨20秒内处于神隐无踪技能的透明状态，不仅自身处于完全无敌，并且冷却时间还缩短了足一半。一发斩魂圣矛在陆晨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之下，精准的射击在痛苦藏獒的身上。一只痛苦藏獒在身中数箭的情况下，饶是带着满腔的愤怒与不甘，最终也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有了第一只痛苦藏獒被射杀，紧接着就有第2只、第3只。而与此同时，陆晨的5只召唤物也同样没闲着，在陆晨吸引了所有火力的情况下，他们全都肆无忌惮地开始了对准痛苦藏獒进行疯狂输出。砰砰砰砰砰！一只痛苦藏獒接连含恨倒下，化作了一笔笔丰厚的经验值，不断涌入陆晨体内。骤然之间，熟悉的系统声音也随之不断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你击杀了49只痛苦藏獒，100级精英怪物，获得196万点经验值。你获得49000天额外寿命。随着痛苦藏獒只是召唤物，往往召唤物的经验值是要低于正常怪物的，这是为了防止玩家们为了卡 bug 升级而囚禁一个 BOSS， 让他无限召唤出召唤物为玩家提供经验值。但让陆晨没想到的是，这些痛苦藏獒作为召唤物，竟然提供的经验值比起其他怪物差不了多少，甚至比正常8、90级的怪物提供的经验还要更加丰厚许多。恭喜你升到了82级，恭喜你升到了83级，恭喜你升到了84级。仅仅是屠杀了痛苦女王不到一半的召唤物，竟然都让陆晨的等级连升3级。哗哗哗，足有3道炫白色的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紧接着，陆晨的收获还不止于此，一道清脆悦耳的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由于你击杀了49只痛苦藏獒，100级精英怪物，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史诗级随机技能宝箱1件。史诗级随机技能宝箱。陆晨听到系统提示的一瞬间，骤然眼前闪过一抹金光。仅仅击杀掉一部分召唤物，都有如此丰厚的奖励。那如果是将痛苦女王的所有召唤物全部击杀光呢？甚至如果是将痛苦女王这个幕后 BOSS 直接杀死了呢？那收获岂不是更加丰厚的多？想到这里，陆晨目光顿时变得炽热无比。他继续开始释放技能，对准剩余的痛苦藏獒进行疯狂收割。而就在这时，这剩余的51只痛苦藏獒竟然突然开始异变，所有活着的痛苦藏獒开始朝着一起汇聚，竟然是要融合进化。仅仅是融合进化开始的一瞬间，陆晨便从痛苦藏獒的合成体身上感受到无比致命的危险气息，一定要阻止它进行合成。陆晨顿时有些担忧。第136章，获得史诗级技能。轰隆隆，轰隆隆！眼看着剩余的51只痛苦藏獒疯狂扑到一起，然后疯狂融合为一体，合成为一具更加庞大、实力更加恐怖的巨型痛苦藏獒。很显然，这些痛苦藏獒都是被痛苦女王所操纵的傀儡，他们宁愿牺牲自我，也要融合成一具强大的个体，诛杀眼前的陆晨。这个巨型的痛苦藏獒集合了51头100级痛苦藏獒的所有能量与实力，显然实力已经可怕到了极致。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挥动赤焰圣翼，化作一对燃烧着烈焰的利刃，疯狂地斩击在巨型痛苦藏獒的身上。-16869，巨型状态，伤害大幅度减免。-16866，巨型状态，伤害大幅度减免。-16861，巨型状态，伤害大幅度减免。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这群痛苦藏獒合成为巨型状态后，防御力竟然如此恐怖。陆晨现在技能面板数值已经达到了7万多的水准，但打在巨型痛苦藏獒的身上，竟然只能打掉1万多血量，这伤害削减的也太夸张了。陆晨有些难以置信，小子，你是在给我的宠物刮痧的吗？合成之后的痛苦藏獒之王可是拥有超过1000万的血量，并且生命恢复速度非常恐怖，你对痛苦藏獒之王造成的这点伤害，还没他回的多啊。痛苦女王脸上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神情极为高傲的她完全就没将陆晨放在眼里。在她看来，陆晨的实力甚至都不配他亲自出手，以痛苦藏獒之王的实力都足以将陆晨轻松击杀。陆晨顿时眼神变得有些阴沉，以眼下这种情况，别说是对付痛苦女王了，就算是想击败巨型痛苦藏獒之王都是难以完成的事情，那就只有试试这个了。
看看能不能给点惊喜。陆晨目光落在了刚刚获得的史诗级随机技能宝箱上，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选择将其开启。叮，是否开启史诗级随机技能宝箱？开启后，你能随机获得一个史诗级技能，立即开启。陆晨直接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一股璀璨夺目的耀眼光芒骤然从暗金色的史诗级随机技能宝箱上爆发开来。叮，史诗级技能宝箱已开启，恭喜你获得了新的史诗级技能破晓诛仙剑。破晓诛仙剑召唤出一道光属性的破晓诛仙剑，无视敌人防御，对10平米范围内敌人造成30000加100分号法术伤害，正100%治疗效果的真实伤害。冷却时间1秒，史诗级的连续伤害型技能，伤害竟然如此恐怖，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这个新的史诗级技能仅基础伤害竟然都高达3万点，并且还是法术伤害和治疗效果满额双加成。此时杀戮牧神的天赋也达到了足9倍伤害增幅，3万点基础伤害足翻9倍，那就是27万基础伤害啊！并且法术伤害和治疗效果也能享受9倍伤害加成，最终伤害会有多么恐怖，可想而知。最为恐怖的是，这个破晓诛仙剑打出来的竟然还是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高伤害加无视防御，简直无解。有了这个技能，陆晨顿时对击败巨型藏獒之王充满了信心。你血量高是吧？我有恐怖的高伤害。你防御高是吧？我真实伤害无视防御。你还拿什么跟我斗？陆晨目光打量在巨型藏獒之王身上，眼神里迸发出炽热的战意。巨型藏獒之王此时似乎也感受到了陆晨正打量着他，并且对方眼神里还充满着挑衅的意味，这让巨型藏獒之王顿时感到无法忍受。他不能接受眼前这个弱鸡人类小子在他面前如此嚣张。巨型藏獒之王瞬间怒了，他猛然化作一道骤快无比的残影，朝着陆晨飞掠而至。但当他飞掠到陆晨面前时，陆晨的身影却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傻大个，我在你头顶呢！陆晨冷笑一声，发出轻蔑的声音。巨型藏獒之王顿时有些盛怒，骤然喷出一道黑色烈焰，朝着头顶方向迸射而去。这股气势汹汹的黑色烈焰，伤害可谓是恐怖到了极致。黑色烈焰所过之处，周围不断炸响，虚空寸寸坍塌，露出黑白斑驳的底色。但当黑色烈焰轰过高空之时，却让这头巨型藏獒之王瞬间有些傻眼了。他的头顶空空如也，连个人影都没有。刚刚蓄力喷出的黑色烈焰这一杀招，更是扑了个寂寞呀！小子，你在坑骗我！陆晨顿时眼神闪烁着金光，笑嘻嘻地说道：“真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傻大个呀！我说我在你头顶，你就相信啊？我如果说你是我孙子，你是不是还得喊我声爷爷啊？挑衅，完全就是赤裸裸的挑衅！”9月双华和杜芊芊见陆晨竟然敢如此大胆地挑衅巨型痛苦藏獒之王，并且还将巨型藏獒之王玩弄于股掌之间，顿时眼神有些震惊和欣喜。巨型痛苦藏獒可是超过100级的超级 BOSS 啊！陆晨弟弟竟然都能如此轻易自如的应对，简直是恐怖如斯啊！杜小沫眼神更是泛起一抹异彩。他之前一直看不上国内的男人，因为他一直觉得国内的男人实力又弱，而且长相还磕碜。但陆晨的出现却完完全全刷新了他对国内男人的刻板印象。在杜小沫的眼里，此刻的陆晨实力简直太可怕，不仅气质超然，身影帅气，最重要的是他的实力还强得过分。杜小沫此时内心甚至有些思念，姐姐似乎和穆天尊关系很不错呀，看来我要让姐姐帮忙牵线搭桥，认识一下穆天尊了。只有这样超帅的同时又强得过分的男人，才是我的梦中情郎。杜小沫眼神充满崇拜的小星星，眼神落在陆晨身上，完全已经挪不开了。就连痛苦女王此时也对陆晨的发挥颇为诧异。小子，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嘛！不过在绝对的实力碾压的面前，你玩的那点小套路完全不值一提。接下来一切都结束了，你仍旧必死无疑。在痛苦女王的驱使下，巨型痛苦藏獒之王挥动着修长的四肢，疯狂地朝着陆晨扑杀而至。第137章，又得2个史诗级技能。面对来势汹汹的巨型痛苦藏獒之王，陆晨也丝毫不怵，抬手就将刚刚习得的破晓诛仙剑迸射而出。咻咻咻咻咻！-532918，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32925，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32929，真实伤害，无视防御。破晓诛仙剑蕴含着极为恐怖的伤害，泛着暗金色的璀璨光芒，疯狂轰击在巨型痛苦藏獒的身上。每一发破晓诛仙剑都能造成足50多万的伤害值。几发破晓诛仙剑射下去，
瞬间就让巨型痛苦藏獒的血量跌掉了将近小一半。如此恐怖的伤害，简直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甚至就连痛苦女王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满脸尽是不可置信之色。巨型痛苦藏獒之王更是眼神大怒，身体受伤反倒彻底激怒了他，不顾一切的疯狂朝着陆晨扑来。陆晨见神隐无踪戒指的神隐无踪效果冷却时间已经转好了，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再次开启神隐无踪技能。技能启动的一瞬间，陆晨的身体便变成了透明状态。巨型痛苦藏獒之王扑到陆晨身上，却再次扑了个寂寞。这次他明明精准命中了陆晨，却仍旧无法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但神隐无踪的效果可不仅仅是免疫伤害和控制，更重要的是还能让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全部降低一半。这无疑是让陆晨本就伤害极为恐怖的破晓诛仙剑技能伤害再度翻倍。-532915，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32921，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32925，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32927，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32929，真实伤害，无视防御。每半秒一发破晓诛仙剑，每发破晓诛仙剑都能造成足足50多万的恐怖伤害值，相当于陆晨每秒都能打出100多万的伤害。如此夸张惊人的伤害，就连巨型痛苦藏獒之王也根本不可能扛得住。短短不到5秒时间，巨型痛苦藏獒之王那剩余的500多万血量便瞬间被清扫一空。巨型痛苦藏獒之王最终再也扛不住陆晨的恐怖伤害，最终骇然倒在了原地。骤然之间，熟悉的系统声音也随之不断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你击杀了巨型痛苦藏獒之王，110级王阶 BOSS， 获得2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110级王阶 BOSS， 额外获得 50% 经验加成，额外活动了100万点经验值，击杀该 BOSS 总计获得30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5万天额外寿命。巨型痛苦藏獒之王真不愧是110级王阶 BOSS， 不仅提供的基础经验值高达200万点，并且还有额外100万点额外经验值加成。要知道，哪怕和成为了巨型痛苦藏獒之王，但它本质上也仍旧只是召唤物的范畴。通常召唤物提供的经验少到可怜，但巨型痛苦藏獒之王提供的经验值却极为丰厚，甚至丰厚到有些夸张。随着击杀巨型痛苦藏獒之王后获得的丰厚经验值源源不断的疯狂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经验值在这一刻开始了汹涌澎湃的疯狂暴涨。恭喜你升到了85级，恭喜你升到了86级，恭喜你升到了87级，恭喜你升到了88级，恭喜你升到了89级。陆晨有些没想到的是，仅仅击杀一头痛苦藏獒之王 BOSS， 竟然让他足足连升了5级。哗哗哗哗哗，足足有5道炫白色的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紧接着，陆晨的收获还不止于此，一道清脆悦耳的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由于你击杀了巨型痛苦藏獒之王110级王阶 BOSS， 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史诗级随机技能宝箱2件。史诗级技能宝箱还是2件？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史诗级宝箱现在已经变得这么不值钱了，原本极为珍惜的史诗级宝箱，竟然在陆晨这里连续爆了足足3件。陆晨目光打量着这2件传说级技能宝箱，眼神顿时变得一片炽热，果断决定直接将其打开。他很清楚，虽然自己击杀了巨型痛苦藏獒之王，但巨型痛苦藏獒之王仅仅只是痛苦女王的一头宠物，他的实力甚至要比痛苦女王弱上好几倍。要想用击杀巨型痛苦藏獒之王的方式再去击杀痛苦女王，显然是极为不现实的事情。因为陆晨知道，痛苦女王有着无数诡异莫测的底牌技能，要想战胜痛苦女王，唯有将希望寄托在这2件史诗级技能上。刚刚获得的史诗级技能破晓诛仙剑就让我非常满意，希望开出的这2件史诗级技能不要让我失望。陆晨目光死死盯着眼前2件史诗级宝箱，果断将它们进行开启。叮！是否要一起开启2件史诗级技能宝箱？确认开启。陆晨果断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连续2道绚丽耀眼的灿金色光芒骤然从2件史诗级技能宝箱上爆发而出。紧接着5道清脆悦耳的声音骤然响彻陆晨耳边。开启宝箱成功，恭喜你获得了史诗级技能血之抽取。血之抽取，史诗级技能，选择一个目标进行血量抽取，每秒抽取对方1000000加100百分号法术强度正100%治疗效果的生命值，并且将抽取到的生命值全额100%转化为自身生命值。
如果你的生命值处于满值时，抽取到的生命值将会转化为你的护盾，但护盾会在脱离战斗后逐步衰减。恭喜，你获得了史诗级技能血之盛宴。血之盛宴，史诗级技能，你每用血之抽取技能抽取到10000生命值，你的自身生命值就已经提升100点，最多可累计为你叠加1000万点额外永久生命值。第138章，时间回溯，强势复活。看到这2个技能的一瞬间，陆晨有些惊住了。没想到这2个技能还是一个组合技，只可惜这2个技能都不属于牧师技能，陆晨就算想学这2个技能，因为技能限制也无法学习。技能再好，学不了也等于没任何意义。不过2个技能正好能进行一次技能合成，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陆晨目光盯着宝箱里开出的2个史诗级技能书，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取出超级合成器，将这2个史诗级技能书全部丢入超级合成器内进行合成。将血之抽取史诗级技能和血之盛宴史诗级技能进行合成，需消耗15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92822天。陆晨之前连续合成5次装备，一度导致储存寿命已经变得枯竭。不过好在刚刚击杀巨型痛苦藏獒之王和一群痛苦藏獒，给他提供了一大笔寿命值，让他已经见底的寿命值再度补了回来。寿命这玩意，只要杀敌就能获得，该花就花。只有把寿命花在刀刃上，用来提升实力，以后才能源源不断的获得更多的寿命。陆晨眼神涌动着一抹炽热，果断回应道：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2股绚烂耀眼的合成光芒骤然从血之抽取史诗级技能和血之盛宴史诗级技能这2本技能书上泛起。这2股从史诗级技能书上迸发出来的光芒，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驱使下不断进行交织汇聚，最终成功融合为一体，蜕变成了一本更高阶的崭新技能书。叮，合成成功！恭喜你获得了新的史诗巅峰级技能书圣血是天机牧师系。圣血是天机史诗巅峰级，启动技能后对敌人造成3次伤害，每次造成1500000加150百分号法术强度正 150% 治疗效果的光属性伤害，同时治疗自身等额血量。每治疗自身10000点生命值，就能永久提升自身100点生命值，可无限叠加。看到圣血是天机熟悉的一瞬间，陆晨目光顿时一震。这个融合所获得的新技能，明显有2个合成所用的史诗级技能的影子。只是这个史诗巅峰级技能，要比之前那2个史诗级组合技加起来都强出太多了啊！不仅伤害有了大幅度提升，并且通过治疗所积累的永久生命值，竟然还能无限叠加，实在太逆天了。也就是说，只要陆晨有足够耐心的话，就凭这个无限叠加永久生命值的技能特性去无限刷血量，陆晨迟早都能彻底实现血量无限，永久不死，彻底无敌。想到这里，陆晨目光顿时变得炽热起来。他拿起刚刚合成出来的圣血是天机技能，果断将其学习。叮，学习成功，你已习得圣血是天机史诗巅峰级技能。陆晨刚刚学完技能，便听到一股冰冷愠怒的声音：小子，敢杀姐姐的狗宠，那你就乖乖当姐姐的狗宠吧。痛苦女王那双纤细的玉手骤然变得血红无比，就连她那双手指尖的指甲顿时也变得锐利无比，隐隐闪烁着噬人的寒意。痛苦女王骤然挥动血爪，狠狠刺向陆晨。血爪所过之处，就连虚空都被轻易撕裂，而那血爪之上携带的浓烈的血气，将周围空气都染成了血红之色。面对痛苦女王这来势汹汹的一击，陆晨丝毫不敢大意，他抬手就是一发发破晓诛仙剑，狠狠射向痛苦女王。痛苦女王万万也没想到，明明是他先发制人，出手攻杀，但陆晨的回应却不是被动防御，而是以命搏命般的互相换血。痛苦女王脸色顿时冷笑连连，愚蠢的小子，是姐姐高看你了，就算给你10倍血量，你也不配和姐姐换血。就连痛苦女王的宠物巨型痛苦藏獒之王血量都高达1000万，更别说是痛苦女王本尊了，她的血量更是远远超过巨型痛苦藏獒之王。看到陆晨要和她以血换血，痛苦女王嘴角笑得比 AK 都难压，她果断毫不犹豫地朝着陆晨加快速度地扑杀了过去。砰砰砰！由于破晓诛仙剑的射速实在太快了，连续3发破晓诛仙剑竟然后发先至，率先轰击到了痛苦女王的身上。咻咻咻咻咻！-522918，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22925，真实伤害，无视防御。-522929，真实伤害，无视防御。破晓诛仙剑蕴含着极为恐怖的伤害，泛着暗金色的璀璨光芒，
疯狂轰击在痛苦女王的身上。每一发破晓诛仙剑都能造成足足50多万的伤害值，但痛苦女王的血量高达2000多万，这区不到200万血量的伤害值，痛苦女王还是能扛得住的。痛苦女王一声不吭地抗下这3发破晓诛仙剑，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利爪狠狠刺穿陆晨的肌肤，洞穿了他的心脏。-999999，真实伤害，无视防御。一时之间，陆晨胸腔鲜血喷涌，就连心脏都被痛苦女王强行掏了出来，握在了手里。痛苦女王轻轻舔舐了一口从陆晨胸腔里掏出的心脏，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更加玩味和肆意。小子，还想跟姐姐斗？可惜你还是太嫩了。你的这颗心脏，姐姐是直接生吃了呢，还是生煎一下再吃比较好？骇然，实在太骇然了。军事基地内的所有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眼神充满了惊骇和恐惧。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陆晨竟然就这么死在了他们面前。我的天啊！穆天尊大佬竟然被杀了，这怎么可能？穆天尊实力如此强大，怎么可能说死就死了？如今身处末世，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痛苦女王是超越100级的超级精锐 BOSS， 穆天尊能击败他的宠物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穆天尊死了，我们也就彻底完了。是啊，就连穆天尊大佬都挡不住痛苦女王，我们就更没有人能再挡得住他了。完了，彻底完了。第139章，一刀千万血。痛苦女王惊骇绝望。这一刻，军事基地内所有人全都感到无比恐慌和绝望，就连陆晨都死在了痛苦女王的手里，他们又怎么可能从痛苦女王的手里逃生？九月双华和杜芊芊眼神更是担忧无比，他们彼此对视一眼，心情却极为沉重。九月双华始终有些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陆晨弟弟难道真的死在了痛苦女王的手里？杜芊芊亲眼目睹陆晨死去，眼神变得通红，提起长刀就要朝着痛苦女王冲了过去。我现在就去杀了痛苦女王，给陆晨弟弟报仇。九月双华连忙将杜芊芊拉回来，瞪着他说道：你傻不傻？陆晨弟弟都打不过他，你冲上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杜芊芊却眼睛通红的说道：陆晨弟弟死了，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再看看天空上。九月双华突然指着高空上说道。杜芊芊抬头望去，却骤然看到高空中突然爆发出一抹璀璨耀眼的圣光，那股圣光之中蕴含着无比恢宏强大的时间法则之力。实际上陆晨早已算到了自己根本扛不住痛苦女王的这一击，但他有着时间回溯这一逆天技能手段，又怎会畏惧一死？陆晨果断提前给自己设置了时空回溯的标记，等到痛苦女王将他一击秒杀后，时间法则之力却能运转无上法则神力，强行将他回溯到1分钟前的状态。此刻痛苦女王却是直接傻眼了，她手里抓着的热气腾腾的心脏突然消失于无形之中。当痛苦女王感到无比诧异之时，却在抬起头时发现了一件更令她感到无比惊骇的事情：被她亲手击杀的陆晨竟然完好无损地复活在她的面前。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做到的？痛苦女王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陆晨，满眼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她此刻的心情更是犹如翻江倒海一般，久久无法平静下来。陆晨见痛苦女王由于过度震惊而愣在了原地，他立马抓住机会，抬手就是一记刚刚掌握的强大杀招圣血式天机。技能开启的一瞬间，陆晨浑身骤然缠绕起一道道血红色的圣芒，这一道道血红色圣芒在陆晨周身不断环绕，越聚越多，直到将周围所有能量全部都抽取一空，全部转化为了最纯粹的圣血能量。陆晨大手骤然一挥，所有抽取而来的圣血能量骤然汇聚到一起，凝聚成极其恐怖的一点。轰隆隆，这道无比恐怖的圣血能量最终汇聚成一道泛着浓烈血芒的圣血十字剑，狠狠朝着痛苦女王暴斩而下。圣血十字剑的威势实在太恐怖了，速度也同样快到可怕。当痛苦女王反应过来的那一刻，她想躲已经完全来不及了。装神弄鬼，就算抗你一剑，也不过给我刮痧罢了。痛苦女王哪怕已经躲闪不及，脸上也始终带着轻蔑和冷笑。她的防御力和血量都远远胜过巨型痛苦藏獒之王，根本丝毫不惧陆晨的进攻。但当陆晨的圣血式天机轰击到痛苦女王身上的那一刻，痛苦女王却彻底傻眼了。-3194671，属性克制，伤害增幅。-3194673，属性克制，伤害增幅。-3194679，属性克制，伤害增幅。那飘红的恐怖伤害数字顿时让痛苦女王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恐怖伤害啊？一刀砍掉我将近1000万生命值，仅仅一刀便将痛苦女王的血量瞬间清空一半。痛苦女王浑身满是剧痛，显然就算是强大如她这般，也完全扛不住陆晨如此猛烈的强攻。
反观陆晨，施展完这一击之后，反倒变得更加精神奕奕，容光焕发。他这一击对痛苦女王造成了将近1000万生命值的伤害，瞬间便将陆晨自身的生命值瞬间拉到满值，甚至还让陆晨永久获得了伤害量 1% 的永久生命值。别小看这 1% 的永久生命值提升，这一击造成了足足1000万点伤害，相当于给陆晨自身提供了足足10万生命值的永久提升啊！这是何等惊人的血量增长速度！别人辛辛苦苦堆一身极品装备，血量都不可能堆到10万点，到了陆晨这，好家伙，随手一个技能砸过去，自身血量直接永久多了10万点。只能说这个技能真不愧是史诗巅峰级技能，技能真是太逆天了，不仅伤害极其恐怖，附带的永久生命值提升效果更是强到变态，恐怖，实在太恐怖了。痛苦女王看着陆晨实力竟然在悄然之间又强大了几分，顿时眼神变得更加难以置信，在战斗之中竟然不断增长实力，人类小子，你到底还有多少底牌和手段，是我不知道的。痛苦女王眼神顿时变得狰狞无比，她万万没想到事情发展变到如今的地步。原本在痛苦女王看来，陆晨就是一个任她拿捏，随手就能抹杀的玩物，她不过是想慢慢的将陆晨折磨而死，这才召唤出巨型痛苦藏獒之王慢慢陪他玩。结果玩着玩着，却发现自己的巨型痛苦藏獒之王竟然被陆晨给玩死了。这本来就已经让他十分生气了，决意要立马抹杀陆晨，但却没想到陆晨一直在藏底牌。但痛苦女王不知道的是，陆晨其实压根就没有藏底牌，从来都是有什么用什么。那些被痛苦女王当作是藏底牌的技能，都只不过是陆晨刚刚才获得的而已。痛苦女王狠狠扑向陆晨，浑身携着浓烈到极致的血气，她背后骤然绽开一对血红色的巨大翅膀，这对翅膀竟然卷起陆晨，她用身体裹挟着陆晨，狠狠飞跃到了高空之上。哗哗哗！痛苦女王飞掠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陆晨根本猝不及防。你要玩飞天 play， 那就陪你玩一把。陆晨冷笑一声，他骤然将赤炎盛焰绽放而出，一对巨大的火红色翅膀顺势裹在了痛苦女王的身外，等同于是将痛苦女王反包围了起来。第140章反杀痛苦女王，震撼所有人。眼看着陆晨竟然用翅膀将她反包围了起来，痛苦女王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冷笑，她骤然挥动翅膀，狠狠激荡出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撞向陆晨的翅膀。砰砰砰砰砰！很快，陆晨的翅膀便被痛苦女王炸得皮开肉绽，他浑身伤痕累累，鲜血淋漓。眼看着陆晨血量已经被他全部清空，直接将陆晨压制到了濒死状态。痛苦女王脸上露出一抹扭曲的笑容，你以为你有对翅膀就能凭借翅膀反制我？你这种做法纯属是自寻死路，受死吧！我要你给我的痛苦藏獒们陪葬！痛苦女王挥动尖爪，狠狠拍向陆晨，这一击蕴含着无比可怕的血之能量，那挟着的狂暴血气激荡的周围空气都溅起了层层涟漪。砰！这一击狠狠命中陆晨的天灵盖，那锋利的尖爪竟然直接洞穿了陆晨的头颅。亲眼目睹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脸色全都骇然无比。这怎么会这样？痛苦女王竟然如此歹毒！然而下一刻，陆晨竟然突然睁开眼睛，冷笑一声，然后狠狠抱住了痛苦女王。痛苦女王也被陆晨的举动惊得有些猝不及防。你要做什么？痛苦女王眼神顿时变得有些难以置信，对方明明已经被她打成濒死状态了，为什么还能自由行动？但下一刻，陆晨用自身行动给了她答案。砰！陆晨的身体涌动着幻象分身的残影，然后轰然启动超级施救自爆术，轰然自爆开来。超级施救自爆术的伤害本就恐怖到了极点，再加上还有杀戮牧神天赋的9倍伤害加成，伤害可谓是恐怖到了极致。砰！负4999999，真实伤害，无视防御。痛苦女王头顶瞬间飘起一道血红的恐怖伤害数字，将她的血量瞬间压低到了 25% 以下。此刻的痛苦女王只剩下不到500万的血量。你在耍我？痛苦女王抬起头，突然注意到了远处毫发无伤的陆晨，正满脸笑意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这才反应过来，刚刚陆晨自爆的竟然只是她的一道分身。痛苦女王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陆晨早已设下的圈套。从一开始，她抓取到的就只是陆晨的分身，并且陆晨还故意用翅膀将他包裹起来，故意在他面前展露出自己的破绽，为的就是让自己麻痹大意，然后在自己最猝不及防的时候轰然引爆分身。痛苦女王越想越觉得陆晨极为可怕，眼神骤然变得有些阴沉无比。好缜密的心机，好毒辣的手段！痛苦女王眼神变得狰狞无比，她早已浑身伤痕累累，
已是强弩之末。他眼神微微一眯，冷声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找你复仇的。”痛苦女王骤然速度变得极快无比，狠狠捏碎一张位面传送卷轴，然后布置出一道传送回创世游戏世界的传送法阵，朝着传送法阵悍然冲了过去。眼看痛苦女王转身要逃，陆晨不由冷笑一声：“想逃？我说过放你走了吗？”痛苦女王冷笑一声：“你还想拦住我离开不成？你有这个能耐吗？”眼看着痛苦女王已经钻入传送法阵之中，距离传送离开仅仅只剩下半秒左右的时间，并且传送法阵还附带有免伤 50% 效果，他的血量看似只剩下500多万，实际上能扛得住1000万以上的伤害值。也就是说，陆晨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并且这一击还必须把痛苦女王一击必杀。圣龙不灭体，陆晨在开启圣龙不灭体的一瞬间，骤然属性开始暴涨，攻击力加5000，法术攻击加5000，治疗强度加5000，防御力加5000，生命值加12000。在圣龙不灭体的加持下，他释放其他技能才能伤害最大化。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在这时使用他的最强爆发伤害技能圣血式天机。砰砰砰！圣血式天机那恐怖到近乎变态的伤害，再加上圣龙不灭体的属性加持，让陆晨这一击的伤害拉到了最满。陆晨将酝酿好的这一重击狠狠轰杀到痛苦女王的身上。-299467属性克制，伤害增幅。-299467属性克制，伤害增幅。-299479属性克制，伤害增幅。恐怖的高额伤害瞬间便将痛苦女王的身体所摧毁。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死在一个人类小子手里？痛苦女王眼神惊骇无比，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圣血式天机的恐怖威力将她的身体所捏碎，就连位面传送阵竟然都被陆晨的恐怖伤害所击穿一个深深的大洞。位面传送阵被毁，痛苦女王也瞬间身死。这一幕无疑是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此刻，军事基地内所有人脸上全都是无比浓郁的震撼之色和敬畏之色，就连超过100级的超级 BOSS 痛苦女王都死在了陆晨的手里，甚至陆晨血量仍旧处于巅峰状态。这便是牧师的好处，只要不被秒杀，反手就能将血量瞬间拉回来。第141章，丰厚到极致的收获，赚得盆满钵满。骤然之间，熟悉的系统声音也随之不断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你击杀了痛苦女王，120级黄阶 BOSS， 获得4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110级王阶 BOSS， 额外获得 50% 经验加成，额外活动了200万点经验值，击杀该 BOSS 总计获得60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6万天额外寿命。痛苦女王身为120级黄阶 BOSS， 不仅提供的基础经验值高达400万点，并且还有额外200万点额外经验值加成。随着丰厚的经验值不断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经验值在这一刻开始疯狂暴涨。此刻，不断有绚烂耀眼的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恭喜，你升到了90级！恭喜，你升到了91级！恭喜，你升到了92级！恭喜，你升到了93级！恭喜，你升到了94级！恭喜，你升到了95级！恭喜，你升到了96级！痛苦女王所提供的经验值实在太丰厚了，以至于陆晨哪怕已经突破到了90级，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极高。这足足600万的经验值，也让陆晨一口气连升了7级。升到90级后，每升1级能提供20点自由属性点。陆晨将这14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点了在智力上，用以增长法术技能伤害值。而紧接着，陆晨耳边突然响起一道熟悉的系统通告声：叮！由于你击杀了痛苦女王120级黄阶 BOSS， 为保护地球和平做出了贡献，得到了天道赏赐。你得到了史诗巅峰级装备宝箱3件，竟然一次性获得了足足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宝箱。陆晨骤然眼前一亮，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这3件史诗巅峰级全部取出点开。叮！是否要一起开启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宝箱？确认开启。陆晨果断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连续3道绚丽耀眼的灿金色光芒骤然从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宝箱上爆发而出。紧接着3道清脆悦耳的声音骤然响彻陆晨耳边：开启宝箱成功！恭喜，你获得了史诗巅峰级装备黑暗破剑者之弩。黑暗破剑者之弩，当前品阶史诗巅峰级，物理攻击加3000，攻击速度正 35%， 物理暴击率正 15%， 物理暴击效果正 15%， 生命值加1500，法力值加1500。佩戴等级要求：
80级以上可佩戴。佩戴职业要求：射手类职业。装备附加技能：破剑者。当你身边没有队友时，造成的所有伤害额外提升 30%。恭喜，你获得了史诗巅峰级装备狂暴烈焰战神锤。狂暴烈焰战神锤，当前品阶史诗巅峰级，物理攻击加3500，生命恢复速度正 100%， 物理吸血正 25%， 物理暴击率正 12%， 物理暴击效果正 12%， 生命值加1500，法力值加1500。佩戴等级要求：80级以上可佩戴。佩戴职业要求：骑士类职业。装备附加技能：烈焰熔炉，每秒对周围造成你 3% 最大生命值的火属性伤害，并且你周围的所有敌人血量恢复速度降低 50%。恭喜，你获得了史诗巅峰级装备紫炎裂痕战刃。紫炎裂痕战刃，当前品阶史诗巅峰级，物理攻击加5000，生命恢复速度正 100%， 物理吸血正 18%， 物理暴击率正 20%， 物理暴击效果正 20%。佩戴等级要求：80级以上可佩戴。佩戴职业要求：战士类职业。装备附加技能：紫炎之痕，你每释放一次技能，下次普攻附带你 10% 最大生命值的火属性伤害。冷却时间3秒。看着眼前的3件史诗巅峰级武器，陆晨顿时有些无语了。好家伙，开出来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竟然没有一件能用的。不过有一说一，就算开出了适合陆晨的武器，陆晨也不会去用，因为史诗巅峰级武器再好，也不可能好得过成长神器。而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无疑是将这3件史诗巅峰级全部投入到超级合成器内。陆晨果断将恶魔的遗忘战靴和巨猿王的玄钢战铠这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用于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的合成进化。想到这里，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2件荣耀巅峰级装备和成长神器时空长河圣杖全部投入超级合成器内。已经将黑暗破剑者之弩史诗巅峰级和狂暴烈焰战神锤史诗巅峰级和紫炎裂痕战刃史诗巅峰级指定为合成材料，为6星成长神器生命恩赐神杖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18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98072天，确定合成。陆晨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回应道。随着陆晨声音落下，黑暗破剑者之弩和狂暴烈焰战神锤和紫炎裂痕战刃这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引导下，化作一黑一红2道能量，迅速涌入成长神器生命恩赐神杖内。骤然间，原本那蕴含着强大生命气息的生命恩赐神杖骤然爆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空间法则气息。神器附加的第3个至高法则力量竟然空间之力。陆晨瞳孔一缩，顿时有些惊住了。而就在此刻，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的所有精粹能量已经全部融入到了这件成长神器之中。拥有空间法则、生命法则和时间法则的3至尊成长神器已经完全孕育出来。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新的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神器7星。无限空间地障，当前品阶神器7星，可成长。法术攻击加10000，治疗效果加10000，治疗暴击率正 30%， 治疗暴击效果正 100%， 生命值加30000，法力值加30000。神器技能1不死金身，开启后你将在3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和控制效果。神器技能2时间法则，你的所有技能都将变成时间属性，并且额外提升 70% 伤害。神器技能3混沌弱化，指定一个目标敌人，瞬间削弱敌人 50% 全属性。神器技能4时空倒退，指定一个目标，使其回到1分钟前的状态。指定的目标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友军，也可以是敌人，甚至可以是一件装备或者宝物。神器技能5生命恩赐，赋予一个平凡之物新的生命，你可以用这个技能点化任何东西，说不定会给你意外的惊喜。神器技能6空间掌控，你能随意出现在100公里内任意地点，也能将敌人强行锁定在某个位置动弹不得，甚至还能将敌人强行拉入你的伤害范围之内。总之，掌握这个技能，你能随意掌控你的位置和敌人的位置，你将掌握绝对的主动权。陆晨瞬间有些惊住了。这个技能虽然不带任何伤害，但却比之前陆晨掌握的任何一个技能都要恐怖得多啊！有了这个技能，别人的伤害陆晨想躲就躲，但陆晨扔向敌人的技能却是必中。就算技能扔歪了也没关系，把敌人强行拖拽到技能伤害之内就可以了。而就在此时，陆晨还没来得及欣喜，一道绝美的身影从天空中飞了过来。穆天尊，我总算找到你了！看见这道绝美身影的一瞬间，在场所有人全都惊呆了。第142章，
拯救精灵少女，精灵之森的灾难。穆天尊，我总算找到你了。看见这道绝美身影的一瞬间，在场所有人全都惊呆了。陆晨抬头望去，发现从天空中飞来的竟然是精灵公主夏娜。陆晨帮她建立了位面穿越渠道之后，往后她就能自由穿梭在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两大位面之间了。不过精灵公主夏娜和陆晨签订了平等契约，本质上陆晨就是她最亲近的人，甚至比对她的父母还要更亲近，所以陆晨对她还是绝对放心的。夏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的这个空间次元怀表可能是出了点问题，把我穿越到了离你几百公里外的距离。我是刚刚看到了这里有战斗的痕迹，我猜想到应该是你，这才赶紧赶了过来。对了，父皇刚刚向我发来情报，银月狼帝已经派出了大量狼族战士，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精灵族，他希望我能尽快赶回去支援。陆晨微微点头，这里的事情也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就和你一起去精灵族，帮你镇守精灵族。不过我需要的声望值奖励你可别忘记了。精灵公主夏娜眼神有些惊喜，连连点头说道，穆哥哥你放心，这次的危难对于精灵族来说极为关键，这次精灵族只要能存活下来，我会让父皇加倍给你赏赐和奖励。有了精灵公主安娜这句话，陆晨就放心了。想要让他的10星级职业获得进一步提升，并且掌握更强的职业技能，就必须得建立起2级势力，而声望值恰恰又是将势力提升2星的最关键之物。所以哪怕陆晨不是为了营救精灵族，就算是为了提升自己声望和提升势力星级，也都必须前往精灵族一趟。帮助精灵族驱逐银月狼族就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并且吸血鬼女帝到现在还被囚禁在银月狼族内，后续的一系列剧情任务大概率也是要围绕着银月狼帝所展开的。想到这里，陆晨与9月双华和杜芊芊等人告别一番之后，便飞快带着精灵公主安娜回到了创世世界内。陆晨的赤炎圣翼飞行速度极快，并且还有精灵公主安娜帮忙做向导，原本极为隐秘的精灵森林，短短不到1个小时时间便顺利抵达了。刚飞入精灵族内，陆晨便望见了到处焚烧的烈焰和精灵族族人们那痛苦凄厉的惨叫声。啊！该死的银月狼族，为什么要毁掉我们平静的生活？妈妈，我们精灵族要被摧毁了吗？这些银月狼族的无耻之徒，除了烧杀劫掠，你们还会干点什么？啊！可恶的银月狼人，我和你们拼了！女儿，你死得好惨啊！你这卑劣的狼人，你杀了我女儿，我要和你同归于尽！一时之间，原本静谧平静的精灵之森，此刻在银月狼族的铁蹄攻伐之下，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战火和凄惨无比的哭喊声。陆晨亲眼目睹一群毛发灰白的灰脊狼人正在疯狂地追赶一群逃跑的精灵族孩子。这群精灵族孩子年纪最大的看上去也只有7、8岁孩子的模样，年纪最小的看上去只有3、4岁的样子。他们这群幼童哪里是灰脊狼人的对手，只能拼命地逃，但他们论起奔跑能力就更不是灰脊狼人的对手了。很快灰脊狼人便追上了一名跑在最后面的精灵族少女，这名精灵少女看上去约莫6、7岁的模样。精灵少女之所以跑得最慢，是因为她要照顾自己年幼的妹妹，她的妹妹才刚刚会走路，根本跑不快，她没有选择舍弃妹妹逃跑，而是选择挡在妹妹身后，勇敢地帮妹妹断后。但她尽管非常勇敢，但眼神里却充斥着极为浓郁的恐惧和绝望。眼看着灰脊狼人残忍地朝着自己扑来，精灵少女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泪目簌簌地说道，妈妈，我已经尽力保护小囡囡了，等我在黄泉路上遇见您了，希望您不要怪我，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也不想死。可正当少女感到无比绝望之时，她突然睁眼发现那头扑向自己的灰脊狼人竟然变得一动不动了，一只泛着金色璀璨圣芒的光芒直接洞穿了灰脊狼人的胸膛。灰脊狼人至死都不敢相信，这片精灵森林里竟然有一击能将他瞬间秒杀的超级强者。精灵少女这才注意到，一名横踏在高空之中的少年正挥动着熊熊燃烧的羽翼，不断投掷着金色圣矛，轰杀着一名又一名的灰脊狼人。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陆晨。很快，在陆晨的疯狂轰杀之下，一大群灰脊狼人全部被陆晨屠戮殆尽，成大片的灰脊狼人纷纷痛苦绝望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叮！你击杀了50只银月狼族灰脊狼人，100级精英怪物，获得2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怪物，额外获得50%经验值加成，额外获得了100万点经验值，总计获得30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3万天额外寿命。陆晨刚刚接触灰脊狼人的一瞬间，便发觉银月狼族的势力果然不容小觑。灰脊狼人仅仅只是银月狼族血脉最低阶的战士，等级竟然都高达100级，怪不得银月狼帝如此横行霸道，果然是有嚣张的本钱啊！不过他撞上了陆晨，注定是要结局悲催的。随着丰厚的经验值不断涌入陆晨体内，
陆晨的经验值在这一刻开始疯狂暴涨。此刻，不断有绚烂耀眼的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恭喜，你升到了97级！恭喜，你升到了98级！恭喜，你升到了99级！此刻，陆晨在连升3级之后，已经达到了99级，89.12%经验值，距离升到100级仅仅只差一步之遥。陆晨知道，所有职业升到100级之后都能进行职业觉醒，星级越高的职业，觉醒后就越强大。陆晨是最高阶的10星职业皓日星君，更是前世从未出现过的职业。他很期待自己的职业觉醒之后，自己能蜕变提升到何等强大的地步。第143章丰厚的收获，实力蜕变。陆晨击杀完所有灰脊狼人之后，轻轻从高空中飞掠而下。与他一起从高空中飞落下来的，还有精灵公主安娜。刚刚被获救的精灵少女，这才终于注意到了精灵公主安娜的存在。精灵少女眼神惊喜地说道：“安娜公主殿下，原来是您回来了，真是太好了！这个帅气的哥哥是你请来的救兵吗？”精灵公主安娜微微点了点头。陆晨则趁机将战场清点了一番。灰脊狼人作为100级的精英怪物，爆出的战利品还是很丰厚的。叮，你捡起了1286枚银币，9868枚铜币。叮，你捡起了传说级装备狼之传说项链。叮，你捡起了传说级装备不灭狼魂战袍。叮，你捡起了传说级装备奔狼极速长靴。最终盘点下来，这50头灰脊狼人总共爆出了3件传说级装备，8件荣耀巅峰级装备，19件荣耀级装备，26件王者巅峰级装备，49件王者级装备。如此海量的极品装备，不用来提升一下装备实力，实属可惜了。陆晨先是试了一下，将刚刚获得所有战利品全部用来为7星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进行合成进化，已经将3件传说级装备、8件荣耀巅峰级装备、19件荣耀级装备、26件王者巅峰级装备、49件王者级装备指定为合成材料，请选择您要用于合成进化的装备。7星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陆晨毫不犹豫地回应道：“叮，合成材料品阶不足，无法进行合成。若要将无限空间地障进行升级合成，请选用史诗级以上装备。”干！既然材料品阶不够，连给无限空间地障合成进化都用不了，陆晨感到有些无奈。既然7星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用不了这些装备进行合成，那就用这些装备来进化升级我的另一件成长神器烈焰圣黄袍。想到这里，陆晨果断将烈焰圣黄袍放入超级合成器的进化栏里，已经将3件传说级装备、8件荣耀巅峰级装备、19件荣耀级装备、26件王者巅峰级装备、49件王者级装备指定为合成材料。为成长神器烈焰圣黄袍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15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62372天，如此海量的寿命消耗，若非陆晨之前击杀了大量怪物来掠夺寿命，还真是有点遭不住。但哪怕陆晨的储存寿命已经非常高了，但随便合成一下，还是能将他所剩的储存寿命全部消耗一空。不过眼下陆晨有太多事情要做，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完成这些事情，所以陆晨没有别的办法，唯有通过海层装备进行提升实力。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进行合成升级。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这3件传说级装备、8件荣耀巅峰级装备、19件荣耀级装备、26件王者巅峰级装备、49件王者级装备全部骤然化作五彩缤纷的耀眼光芒，涌入烈焰圣黄袍内。烈焰圣黄袍完全吸收了所有作为合成材料的装备能量之后，骤然爆发出一股幽暗深蓝的冰晶烈焰极寒之威。隐隐之中，崭新的神器圣袍之中竟然还传出了上古圣兽冰晶麒麟的鸣啸之声。那充满霸气威严的麒麟高啸之声，让人为之神魂战栗，让人心生畏惧。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获得了神器4星极寒麒麟袍。极寒麒麟袍神器4星，治疗效果加5000，法术伤害加5000，防御力加3000，生命值加1000000，受到所有冰属性伤害负50%，受到其他所有属性伤害负30%。佩戴要求80级。附加技能1，召唤冰晶麒麟，召唤出一头寒冰系的冰晶麒麟为你作战。冰晶麒麟是上古莽荒世界的强大圣兽，掌握着威势恐怖的烈焰力量，实力比烈焰凤凰更加强大。所召唤出的冰晶麒麟等级等于你的当前等级。附加技能2，烈焰环绕，任何靠近你的敌人都将受到每秒2万点烈焰伤害，并且陷入2.5秒眩晕控制时间。附加技能3，凤凰涅槃，
当你被击杀之后，不会掉落装备，不会损失经验值，并且自身生命值永久提升1000点，法术攻击永久提升300点，治疗能力永久提升300点。每天仅可生效一次。附加技能4：冰晶封印。指定一个目标，将其封印在冰晶之中。如果是敌人，将在冰晶中每秒承受30万点冰属性伤害；如果是友军或自己，在冰晶中每秒恢复30万点血量。冰晶可封印10秒，敌人被封印在冰晶内将承受双倍伤害，自己或友军封印在冰晶中则处于无法被选中的无敌状态。极寒麒麟袍。陆晨骤然眼前一亮，这件进化后的衣服全身带着幽蓝色的精致纹路，看上去要比之前那件烈焰凤凰袍要帅气得多。烈焰凤凰袍浑身呈现赤红色，上面绣的是火凤凰图案；极寒麒麟袍浑身呈现幽蓝色，上面绣的是冰淇淋图案。但烈焰凤凰袍看上去有点偏女性化，还是这件极寒麒麟袍看上去霸气尊贵，充满强势的威严感。陆晨看见极寒麒麟袍的第一眼，便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件极寒麒麟袍的做工质感非常符合他的审美，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极寒麒麟袍穿在了身上。一旁的精灵少女和精灵公主安娜都有些看得惊呆了。好帅啊！木哥哥，你穿上这件衣服，看上去也太霸气了。论霸气程度，都足以媲美父皇那件精灵黄袍了。陆晨也对这件极寒麒麟袍感到非常满意。好看是一方面，最主要是合成进化之后，这件成长神器的属性提升了许多。而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从森林深处扑了出来，朝着精灵公主悍然偷袭而来。陆晨顿时眼神一沉，厉喝道：“小心，快躲开！”第144章至强至威的撼天一击。眼看着这道黑影携着狰狞凶狠的气势，朝着精灵公主安娜扑杀而至。陆晨凝目一望，只见这道黑影竟是一头浑身漆黑的巨型狼人。只是这头狼人竟然长有2颗头颅、4个手臂、9条尾巴，看上十分狰狞可怖，让人望而生畏。竟然是双头黑脊狼人！140级王级 BOSS， 实力极为凶悍。双头黑脊狼人竟然口吐人言，声音带着贪婪和疯狂。长相这么甜美的小妞，今天让本大爷来宠幸你吧！结！精灵公主安娜这才注意到双头黑脊狼人的存在，她顿时吓得有些花容失色。由于双头黑脊狼人的奔袭速度实在太快了，已经逼近到了她的眼前。陆晨骤然抬手，召唤出一道神圣护盾，庇护在精灵公主安娜的周身。砰！神圣护盾刚一落下，双头黑脊狼人的锋利铁爪便已经狠狠拍在了神圣护盾上，顿时将神圣护盾拍得支离破碎，布满裂痕。但这道神圣护盾也挡下了双头黑脊狼人这沉重犀利的一击。精灵公主安娜见到一幕，吓得有些胆颤，但也庆幸陆晨出手及时。她朝陆晨投来感激的目光，多谢木哥哥出手救我。精灵公主安娜也并非花瓶，她的职业不擅长战斗，但却是辅助的一把好手。她先手轻轻一挥，一道木属性的辅助法术落在了陆晨身上，给他带来了大量的战斗增益效果。顿时，一道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响起：叮！你获得了枯木逢春 buff 增益效果，持续120分钟。你的生命值提升了10万点，你的生命恢复速度提升了1000%。叮！你获得了木之盾甲 buff 增益效果，持续120分钟。你的物理防御力提升了1万点，你的法术防御力提升了1万点，你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20%。叮！你获得了木之祝福 buff 增益效果，持续120分钟。你的物理攻击力提升了1万点，你的法术攻击力提升了1万点，你的治疗效果提升了1万点。叮！你获得了木之攻伐 buff 增益效果，持续时间120分钟。你的物理暴击率提升了50%，你的物理暴击伤害提升了100%，你的法术暴击率提升了50%，你的法术暴击伤害提升了100%，你的治疗暴击率提升了50%，你的治疗暴击效果提升了100%。叮！你获得了木之迅捷 buff 增益效果，持续时间120分钟。你的攻击速度提升了100%，你的施法速度提升了100%，你的移动速度提升了100%。一连串的辅助增益 buff 全部施加在陆晨身上，让陆晨的实力瞬间暴涨了一个巨大的层次。陆晨眼神一亮，这种实力暴增的感觉真是异常美妙啊！他骤然挥动赤炎圣翼，狠狠朝着前方疯狂拍击。精灵公主安娜看到这一幕，顿时有些懵逼不解：木哥哥这是在干什么？拍击空气吗？但下一刻，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精灵公主安娜深深的震撼住了。只见陆晨瞬间催动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的空间掌握技能，双头黑脊狼人竟然瞬间被一股悄然无形的空间法则之力吸扯到了陆晨面前。然后迎接双头黑脊狼人的便是赤炎圣翼
化作一对燃烧着烈焰的尖刀，疯狂斩击在双头黑脊狼人身上。砰砰砰砰砰！赤焰圣翼的伤害本就极为恐怖，再加上精灵公主安娜世家的一大堆 buff 增益效果，让赤炎圣翼的威力更是如虎添翼，伤害暴涨一大截。-5929138，弱点暴击，伤害翻倍。-5929141，弱点暴击，伤害翻倍。-5929145，弱点暴击，伤害翻倍。-5929149，弱点暴击，伤害翻倍。-5929158，弱点暴击，伤害翻倍。恐怖的伤害不断倾泻到双头黑脊狼人 BOSS 的身上，瞬间便将双头黑脊狼人血量斩击到见底的程度。双头黑脊狼人 BOSS 顿时有些发怒了，他双目变得赤红无比，疯狂仰天长啸，呜呜呜呜呜！但恐怖的是，双头黑脊狼人每仰天长啸一次，不仅他的血量都能恢复一大截，就连他的力量、敏捷、体质、智力4大基础属性全都在疯狂暴涨。短短片刻之间，双头黑脊狼人就恢复了大半血量，并且实力和气势也翻了1倍，这让一旁的精灵公主安娜瞬间有些惊骇。这还怎么打？木哥哥的伤害量已经很惊人了，但双头黑脊狼人的恢复速度却是更加夸张啊！下一刻，双头黑脊狼人眼神带着嗜血的目光，凶狠地朝着陆晨扑杀而至。他挥起磨盘大的黝黑铁爪，狠狠拍向陆晨。砰砰砰砰砰，一爪又一爪的疯狂攻向陆晨。但下一刻却让双头黑脊狼人有些傻眼了。陆晨大手一挥，直接运转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的空间掌握技能，将双头黑脊狼人挪移到了100米之外。这让双头黑脊狼人的疯狂攻击顿时全部扑空，对着空气暴打了一顿。陆晨冷笑连连，怎么想不开了？拿空气泄什么愤啊？陆晨的这番嘲讽让双头黑脊狼人顿时气急攻心，愤怒到不顾一切的要扑杀过来，撕碎陆晨。但双头黑脊狼人每次扑过来，都会被陆晨使用空间之力传送回原地，使得双头黑脊狼人无论跑得多么努力，最终都只是在原地踏步。空间法则之力真是打这种笨 BBOSS 最好用的能力啊！双头黑脊狼人只有近战能力，没有远程输出手段，他就只能被我的空间法则之力疯狂戏耍，这就是拉扯的艺术啊！陆晨脸上露出一抹浓郁的笑容。然而，接下来一切都该结束了。陆晨抬手骤然施展出最强杀招圣血式天机。圣血式天机本身就高到离谱，如今还有精灵公主安娜的各种 buff 增益效果加成，转化为至强至威的撼天一击。陆晨这一出手，顿时撕裂周围无尽虚空，爆发出气势恢宏的轰鸣之声，朝着双头黑脊狼人悍然震杀而下。砰！第145章合成进化，意外晋升。刺耳的轰鸣声携着无与伦比的强大威势，悍然朝着双头黑脊狼人压附而下。双头黑脊狼人顿时感受到一股威胁生命的剧烈危机感，他眼神变得惊骇无比。可当双头黑脊狼人拼命想要逃离躲开这致命一击的时候，却骇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一股神秘伟岸的空间之力禁锢到动弹不得。他只能闭上眼睛，绝望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砰！-10592891，弱点暴击，伤害翻倍。-10592895，弱点暴击，伤害翻倍。-10592899，弱点暴击，伤害翻倍。鲜红的恐怖伤害数字不断从双头黑脊狼人头顶飘出。双头黑脊狼人哪怕经过狂化之后，防御力和血量已经大幅度增加，但仍旧扛不住如此恐怖的高额伤害。他的血量被瞬间清空，最终骇然地倒在了原地血泊之中。叮！你击杀了双头黑脊狼人，120级黄阶 BOSS， 获得6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140级王阶 BOSS， 额外获得 50% 经验加成，额外活动了300万点经验值，击杀该 BOSS 总计获得90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9万天额外寿命。双头黑脊狼人身为140级王阶 BOSS， 不仅提供的基础经验值高达600万点，并且还有额外300万点额外经验值加成。随着丰厚的经验值不断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经验值在这一刻开始疯狂暴涨。此刻，不断有绚烂耀眼的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恭喜，你升到了100级！恭喜，你升到了101级！恭喜，你升到了102级！恭喜，你升到了103级！恭喜，你升到了104级！这笔海量的经验值不仅让陆晨顺利的突破了100级，并且还足足连升5级，一口气达到了104级。升到100级后，
每升1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足高达100点。陆晨连升5级，仅靠升级就获得了足500点自由属性点。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这50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投入到智力上，用以增加法术伤害和治疗效果。不过让陆晨意外的是，双头黑脊狼人死后，他身下竟然爆出了一颗漆黑如墨的结晶内丹。陆晨好奇地走了上去，拿起这颗结晶内丹查看了一番。双头黑脊狼人的凶怨结晶，品阶圣域级。描述：这颗凶怨结晶是双头黑脊狼人带着滔天的愤怒与不甘而死之后，才有极低概率爆出来的。爆率 0.0001%。作用：将这颗结晶炼化之后，就能获得双头黑脊狼人的专属能力无限杀戮。无限杀戮，你每击杀一名敌人或怪物，就能随机获得永久属性值。你每击杀一头 BOSS， 就能获得更多量的永久属性值，可无限叠加。陆晨顿时目光一亮，眼神里涌起一抹狂喜之色。这绝对是好东西啊！这种凶怨结晶是只有 BOSS 在极其憋屈愤怒的状态下死亡，才有极低可能获得，但这种概率实在太低了，要想满足这个条件，实在太艰难了。陆晨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双头黑脊狼人的凶怨结晶，最大的功劳得归功于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的空间掌握技能。他运用空间掌握能力，将双头黑脊狼人疯狂戏耍，气得双头黑脊狼人空有一身强大的实力，却被空间之力死死地限制在原地，根本发挥不出来，最终带着滔天的怨念和仇恨而死，最终反倒更加便宜了陆晨，还给陆晨留下了一颗蕴含着他强大天赋的凶怨结晶。如果双头黑脊狼人泉下有知，恐怕他得活活被气死了。但陆晨可不管这些，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将这颗双头黑脊狼人的凶怨结晶选择炼化。恭喜，你成功炼化了双头黑脊狼人的凶怨结晶，你获得了新的本命天赋无限杀戮。无限杀戮，你每击杀一名敌人或怪物，就能随机获得永久属性值。你每击杀一头 BOSS， 就能获得更多量的永久属性值，可无限叠加。骤然之间，一道无限杀戮的金色被动技能图标出现在陆晨的技能栏里，而随后陆晨仍然没有放过双头黑脊狼人，在双头黑脊狼人的尸体下一顿狂摸。嘿，还真别说，真让陆晨给摸到一东西了，并且还不少。叮，你从双头黑脊狼人尸体里摸出了2000枚硬币。叮，你从双头黑脊狼人尸体里摸出了史诗级装备暴怒之牙腰带。叮，你从双头黑脊狼人尸体里摸出了史诗级装备愤怒之眼长靴。2件史诗级装备，陆晨想了想，决定将这件2件装备进行合成一番，看看能合成出什么装备来。想到这里，陆晨果断将超级合成器取了出来，然后将暴怒之牙腰带和愤怒之眼长靴投入到超级合成器内。将暴怒之牙腰带史诗级和愤怒之眼长靴史诗级进行合成，需消耗12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52372天。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一股绚烂耀眼的合成光芒骤然从暴怒之牙腰带史诗级和愤怒之眼长靴史诗级这2件装备身上泛起。旋即，2件本就价值不凡的装备，最终在超级合成器的神力驱使下，合成为了一件崭新的装备。恭喜，新装备合成成功，你获得了史诗巅峰级新装备无尽迷影神靴。可这道合成光芒还没结束，紧接着竟然又有一道系统提示声音在陆晨脑海里骤然响起。叮，由于暴怒之牙腰带史诗级和愤怒之眼长靴史诗级在融合的过程中过于完美契合，意外触发了额外进化条件，因此这2件装备发生了第2次蜕变进化。你的新装备成功进阶晋升为第146章装备进化嘎腰子的缅国人。你的新装备成功进阶晋升为无尽神怒圣靴圣域级。无尽神怒圣靴，品质圣域级，攻击速度正100%，施法速度正100%，移动速度正50%，生命值加30000，治疗效果加10000，法术伤害加10000，防御力加12000，佩戴要求100级，附加效果无尽神怒，催动后你将进入无尽神怒状态，技能伤害额外提升100%，法术吸血额外提升至100%，法术暴击伤害额外提升100%，法术暴击率额外提升50%，生命恢复速度额外提升300%，持续120秒。这个靴子竟然连续经历了2次进化，从史诗级直接跨越了史诗巅峰级，进化到了圣域级。陆晨看到无尽神怒圣靴的属性和技能，瞬间眼神便变得欣喜起来。这装备技能实属有点太过于强了。
仅仅是这个无尽神怒的技能效果，一旦开启，直接就能让陆晨的伤害值和战斗力瞬间暴涨好几倍，简直恐怖如斯。而此时，陆晨突然听到了一阵有些沙哑的男人声音。这些精灵族女人，个个肤白貌美的，长得可个个都比现实中的大明星还要漂亮得多。她们可是那些中东那些国家的土豪们点名要的女人。现在正好趁着精灵族危难之际，咱们也能悄悄劫掠点精灵族女人，不仅能自己爽爽，爽完还能卖给中东土豪们，发一笔横财。嘿嘿，陆晨听觉极为敏锐，哪怕远处传来的声音十分轻微，但照样被陆晨听得一清二楚。他转头凝目望去，发现远处灌木草丛里竟然潜伏着一群身穿黑衣的玩家们。这群玩家都有着统一的工会 ID 前缀北冕。看到这个前缀，陆晨顿时瞳孔一缩，怪不得他们看着模样和国内玩家极为相似，但声音却充满了外国人蹩脚的国语口音。原来他们竟然都是缅国人。缅国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国家，北缅地区更是一个四不管的荒乱山区，那里盛行着黄、赌、毒、诈，甚至是人口买卖。只是没想到，缅国人的人口买卖生意竟然业务都拓展到创世游戏里来了。陆晨对这群缅国人可没一点好感，有多少无知的国人被他们诈骗到缅国嘎腰子，又有多少国人因为误信了他们的电诈而被骗得倾家荡产。而此时，他们竟然将手伸到精灵之森这里来了。陆晨突然注意到，这群缅国玩家个个背着一个巨大的麻袋，麻袋里似乎还有精灵少女发出呜咽的呼救声。很显然，这群缅国玩家一旦将精灵少女们从精灵之森掳走，那么这群无辜的精灵少女必将遭受根本无法忍受的玩弄和折磨。见到这一幕，精灵公主安娜瞬间有点慌了。可她就算有心想救这些可怜的同族少女，但她毕竟只是辅助职业，根本不擅长战斗。精灵公主安娜只好向陆晨目光投来恳求的目光。陆晨微微点头，他还指望从精灵族这里获得足够的声望值来提升势力等级呢。顺手从这群缅国人渣手里营救出一群无辜的精灵族少女，何乐而不为呢？想到这里，陆晨便直接动手了。他大手骤然一挥，无限空间地障的空间法则之力骤然催动，一股虚无缥缈的空间之力瞬间便将所有装有精灵少女的麻袋全部强行拉扯到了陆晨的身旁。丢失麻袋的一瞬间，便引起了这群缅国玩家们的警觉。不对，我的麻袋呢？麻袋刚刚还在这呢，怎么我会丢了呢？我的也丢了呀！我的麻袋里可是装着2个精灵族女人呢，还是一对母女啊！我的里面装的也是2个精灵族女人啊！我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我的里面装着2个精灵族风韵美妇呢，差点都快给老子馋哭了！就这么说丢就丢了。一时之间，这群缅国玩家到处搜索身边各个位置，可扫遍周围各个角落，却连一个装有精灵族女人的麻袋都没找到。嗨，我就奇了怪了，我的装人麻袋到底跑哪了？难道是被人悄悄偷走了？不应该啊！我的麻袋刚刚我还背着呢，就算被人偷走了，也不可能我一点警觉都没啊！真是奇了怪了，难道大白天的见鬼了不成？一时之间，所有缅国玩家都感到郁闷不已。突然有一名眼尖的缅国玩家突然注意到了远处陆晨身旁放置着一大堆麻袋，他连忙大声喊道：快看啊，麻袋就在那里，是那个人偷了咱们的麻袋，他要抢咱们的生意。这名眼尖的缅国玩家刚一放话，顿时便引起了周围所有缅国玩家的注意。这一刻，所有缅国玩家纷纷将目光投向陆晨，他们终于确定了陆晨就是偷到他们麻袋的小偷。这群缅国玩家纷纷面面相觑，眼神有些震惊，越发觉得这件事过于不可思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在我们所有人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们的麻袋全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移到那么远的地方？别忘了，这是创世世界，各种诡异的技能手段层出不穷，他就算用出再诡异的手段，也一点都不足为奇。这个人太可恨了！这些精灵族女人都是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从精灵之森各处强行掳走的，他却想如此轻而易举地窃取我们的劳动成果，简直是痴心妄想！兄弟们，弄死他！必须得让他们知道得罪我们缅国果敢人的下场。此言一出，瞬间引起了周围所有缅国玩家的一致同意。这群缅国玩家纷纷手里拎着各自的武器，蜂拥般的朝着陆晨扑了过来。小子，你在找死！我们缅国人的东西你也敢动？老子不仅要嘎你腰子，还要挖你眼珠子！一时之间，这群缅国玩家全都面露凶狠之色，气势汹汹的纷纷挥动手里武器，朝着陆晨疯狂劈砍而至。第147章，实力绝对碾压，无伤秒杀全场。面对这群来势汹汹的缅国玩家，陆晨的神情却始终显得淡漠至极，那种淡漠是透进骨子里的蔑视和冷淡，他根本就没有这群缅国玩家放进眼里。砰砰砰！
砰砰，一道道疯狂的进攻，各种法术技能源源不断的轰击在陆晨身上。Nice， 未破防，无伤害。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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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破防，无伤害。一群缅国玩家拼死累活的对着陆晨猛对老半天，结果连陆晨的毫毛都没弄掉一根。不是一个缅国玩家对他没伤害，而是所有缅国玩家加起来的进攻都没能让陆晨掉一丝血。震撼，实在太震撼了！这一刻，所有缅国玩家全都面面相觑，眼神里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骇然之色，内心更是犹如掀起惊涛骇浪一般，久久无法平静下来。他明明也是玩家啊，怎么可能这么强？老子可是66级烈焰射手啊，就连60级 BOSS 都杀过不少，凭什么我这么高的伤害打在身上，他能一丝血都不带掉的？别说你这个66级烈焰射手了，我是68级雷电法师啊，我的雷击术伤害都快近万伤害了，竟然破不了他的法术防御。我想知道他的法术防御到底高到有多离谱？他是不是开挂了？感觉他的防御数值也太离谱了。不对劲啊，我的侦查术丢到他身上，竟然连一丝信息都勘察不到。我用神圣侦查术才终于勘察到了他身上的信息。他 ID 是穆天尊，你们猜猜他多少级？游戏到现在也才开服没多久，他能有多少级？顶到天也就60-70级吧。不，那是你太低估他了。我刚刚用神圣侦查术从他身上探查到的信息，他竟然已经104级了。等等，你说他多少级？104级？我没听错吧？这怎么可能？老子天天没日没夜的玩命练级，到现在也才不到70级。你跟我说他104级了？离谱，简直太离谱了！你的神圣侦查术不会是失灵了吧？或者是你看错了？不，你没来过龙国，恐怕还不知道穆天尊。他既然叫穆天尊，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他不仅拯救过游戏里的一座城池，更是在现实中拯救过现实中的一座城市。他在龙国也是有头有脸的超级强者。其他任何人能在这个时间段突破100级，我都会怀疑他开挂。但穆天尊现在能升到104级，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是啊，他这个人太诡异莫测了，根本无法用看待常人的标准去揣测他。此时此刻，这群缅国玩家已经萌生了退意。通过刚刚出手，他们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陆晨那恐怖到了极点的实力，但仍有一部分缅国玩家仍旧舍不得放弃好不容易掳走的装有精灵族女人的麻袋。别忘了，你们家人都在老大手下关押着，咱们要是完不成老大的任务，咱们家人都得被老大送到公海医疗船上被割器官。一名缅国玩家眼神变得愤怒凶狠，悍然选择燃烧自身寿命，挥起锋利的尖锐短刀，朝着陆晨疯狂扑杀而至。而这名缅国玩家的话，瞬间让其他缅国玩家的心情全都跌到了谷底。是啊，自己家人还被老大关押着呢，自己要是任务没完成，被老大毒打一顿不要紧，但家人可就狠狠遭殃了。现在由于现实世界暴乱，就连很多富豪都受伤了许多，导致公海医疗船上的器官生意更加供不应求。老大可是亲自下了命令，要趁着银月狼族大举进攻精灵之森，要他们趁火打劫，顺势悄悄掳走一大批精灵族女人。他们要是完不成任务，家人们可就全都惨了。这群缅国玩家全都面露决然之色，纷纷选择燃烧寿命，竟然祭出了七杀殒命阵。所有缅国玩家全都自愿燃烧寿命，也要跟陆晨同归于尽。一共27名缅国玩家，每名缅国玩家都至少燃烧了30年寿命。要知道，他们燃烧的寿命跟陆晨使用的寿命可不一样。陆晨使用的寿命都是从别人身上掠夺来的，用起来根本毫不心疼。但这群缅国玩家可没有杀戮牧神这样能够掠夺寿命的逆天天赋，他们的寿命全都是他们的自己的，燃烧自己30年寿命，那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至少要少活30岁。原本一群30多岁缅国玩家，激活这个技能的一瞬间，便变成了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头子，看上去全都变成了60-70岁的老头子。激活七杀殒命阵的代价如此之大，献祭了足足27个缅国玩家的每人至少30年寿命。这阵法的威力更是恐怖至极。一时之间，陆晨周围被一股腥臭刺鼻的血气所缭绕，然后陆晨便发觉自己被封锁在了一道血之囚笼之中。无数道血箭在这一刻疯狂迸射穿梭，如狂风骤雨般疯狂轰击到陆晨的身上。砰砰砰砰砰砰砰，这一道道血箭威势无比浩荡，但当这狂风骤雨般的血箭不断轰落到陆晨身上的那一刻，却让在场所有付出极大惨痛寿命代价的缅国玩家全都眼神骇然，脸上全都是难以置信的震撼之色。Nice， 未破防，无伤害。Nice，
未破防，无伤害 ，miss， 未破防，无伤害 ，miss， 未破防，无伤害 ，miss， 未破防，无伤害。哪怕是他们竭尽全力燃烧寿命所献祭而成的联手至强杀招，却仍旧无法对陆晨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陆晨眼神傲然，神情淡漠至极，负手而立，目光睥睨地扫过这群脸色苍白、内心骇然的缅国玩家，淡淡说道：“你们闹够了吧？既然闹够了，那我就送你们上路吧。”陆晨此言一出，所有缅国玩家全都眼神充满了骇然之色，绝望，绝望到了极点。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他们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和绝望。第148章，意外收获惊喜，神器进化。陆晨骤然大手一挥，一发发展魂圣矛轰然不断的迸射而出，咻咻咻咻咻！这一发发展魂圣矛撕裂虚空，携着刺耳轰鸣的音爆之声，如狂风骤雨般轰击在一名名缅国玩家的身上。负39472，伤害碾压，瞬间秒杀。负39477，伤害碾压，瞬间秒杀。负39479，伤害碾压，瞬间秒杀。负39481，伤害碾压，瞬间秒杀。负39489，伤害碾压，瞬间秒杀。即便是用陆晨最普通的技能斩魂圣矛来击杀这群缅国玩家，都显得有些小题大做，杀机如用牛刀。这群缅国玩家血量最高的也才堪堪破2万血，而陆晨的最低保底伤害都足足将近4万。等同于陆晨随手一个技能砸到他们任何一个缅国玩家身上，不仅能轻易将他们瞬间秒杀，他们还得倒欠陆晨2万血。恐怖，实在太恐怖了。当斩魂圣矛的伤害倾泻到这群缅国玩家身上的那一刻，此刻在场的所有缅国玩家眼神全都是极致的绝望和惊恐。他们就算是想求饶都没机会了，因为陆晨的恐怖伤害对于他们来说，出手即是秒杀。所有在场的缅国玩家纷纷在斩魂圣矛的无差别轰击下，纷纷被瞬间秒杀，当场毙命。一时之间，血流成河，满地都是尸体。叮！你击杀了27名北缅公会玩家，触发杀戮牧神天赋效果，你获得13500天寿命。死亡的27名北缅公会玩家各自损失500天现实寿命。杀戮牧神天赋随着陆晨不断升级，击杀玩家所获得的寿命已经从200天提升到了500天。但27名缅国玩家属实有点不够陆晨杀的，哪怕杀戮牧神天赋的击杀玩家奖励已经大幅度提升，也仍旧只获得了13500天寿命，还不够陆晨随意杀一波怪物获得的寿命多呢。不过这群缅国玩家可就惨了，先是为了布阵击杀陆晨燃烧了足足30年寿命，结果不仅没能杀死陆晨，还反倒又损失了足足500天寿命。这群缅国玩家今天这短短片刻时间就让他们少活了半辈子的事件，真是亏到爆炸了。击杀完这群缅国玩家之后，陆晨不忘将战场清理一番，收割一下场上掉落的战利品。虽然这群缅国玩家看上去个个都称不上富裕，但胜在财源天降腰带的装备效果能让陆晨击杀玩家的收益足足提升8倍，几乎等同于只要哪个玩家敢被陆晨杀死，那他身上东西就得被爆得一干二净，等复活过来连裤衩子都得爆没了的那种。想到这里，陆晨便开始将战场上掉落的战利品全部一一捡起。叮！你捡起了2915枚银币，你捡起了9135枚铜币。叮！你捡起了史诗级装备苍水青龙手镯。叮！你捡起了史诗级装备踏雪白玉腰带。叮！你捡起了史诗级装备无限雷法项链。当捡起一件件缅国玩家爆出的战利品那一刻，陆晨目光不由变得明亮起来。这不搜不知道，一搜全是惊喜啊！这群缅国玩家比陆晨想象的要富裕得多啊！一下子就爆出了足足3件史诗级装备。这3件史诗级装备虽然不够品质来提升7星成长神器无限空间地障的品阶，但用来合成升级极寒麒麟袍却是足够了。想到这里，陆晨果断将这3件刚刚获得的史诗级装备放入超级合成器的进化栏里，已经将苍水青龙手镯史诗级和踏雪白玉腰带史诗级和无限雷法项链史诗级指定为合成材料，请选择您要用于合成进化的装备。4星成长神器极寒麒麟袍。陆晨毫不犹豫地回应道，为4星成长神器极寒麒麟袍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15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122072天。经过刚刚之前2波疯狂收割，陆晨的寿命再度已经突破了10万大关。
如此海量的寿命，尤其还是从别人身上掠夺来的，陆晨没道理不进行利用一番，果断将其用来快速提升装备和实力。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进行合成升级。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苍水青龙手镯、史诗级和踏雪白玉腰带、史诗级和无限雷法项链、史诗级，这3件史诗级装备全部骤璀璨夺目的耀眼光芒，涌入极寒麒麟袍内。骤然此刻，陆晨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清脆的系统提示声音：叮！你意外触发了进化分支选择。选择1，让这件成长神器蜕变，随机成为其他属性。选择2，让这件成长神器朝着冰属性的防线继续升阶，有极低概率获得意外蜕变。陆晨眼神骤然一亮，没有丝毫犹豫，果断选2。极寒麒麟袍完全吸收了所有作为合成材料的装备能量之后，骤然爆发出一股更加阴森至暗的幽暗深蓝的冰晶烈焰极寒之威。这股极寒的圣兽之威，比之前的极寒麒麟袍更加凶悍霸道，不怒自威。随着合成的光芒褪去，一股崭新装备光芒从超级合成器内迸发而出。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的极寒麒麟袍神器4星，成功进化为了新的神器。第149章精灵皇陨落，精灵公主继位。你的极寒麒麟袍神器4星，成功进化为了新的神器冰幽麒麟袍。你获得了神器4星冰幽麒麟袍。冰幽麒麟袍神器5星，治疗效果加10000，法术伤害加10000，物理防御力加12000，法术防御力加12000，生命值加20000，受到所有冰属性伤害负 55%， 受到其他所有属性伤害负 35%。 佩戴要求100级。附加技能1，召唤冰晶麒麟，召唤出一头寒冰系的冰晶麒麟为你作战。冰晶麒麟是上古莽荒世界的强大圣兽，掌握着威势恐怖的烈焰力量，实力比烈炎凤凰更加强大。所召唤出的冰晶麒麟等级等于你的当前等级。附加技能2，烈焰环绕，任何靠近你的敌人都将受到每秒2万点烈焰伤害，并且陷入 2.5 秒眩晕控制时间。附加技能3，凤凰涅槃，当你被击杀之后，不会掉落装备，不会损失经验值，并且自身生命值永久提升1000点，法术攻击永久提升300点，治疗能力永久提升300点，每天仅可生效1次。附加技能4，冰晶封印，指定一个目标，将其封印在冰晶之中，如果是敌人，将在冰晶中每秒承受30万点冰属性伤害，如果是友军或自己，在冰晶中每秒恢复30万点血量。冰晶可封印10秒，敌人被封印在冰晶内将承受双倍伤害，自己或友军封印在冰晶中则处于无法被选中的无敌状态。附加技能5，冰魄之甲，启动后一层冰魄护盾将会包裹你的周身，使你的物理防御力提升2万点，法术防御力额外提升2万点，并且减免所有受到伤害的 30%。当敌人对你造成伤害时，将会被降低 30% 攻击速度、30% 施法速度、50% 移动速度。当这道系统提示响起之后，陆晨第一时间便去查看合成后的新装备属性。但当看到蜕变升级后的新装备时，脸上不由显得有些失望。倒不算是真的失望，而是装备在升阶过程中并没有触发那极低概率的意外蜕变。不过毕竟系统已经提示了，只是极低概率才有可能蜕变，没有触发就没有触发吧。陆晨安慰自己道。可陆晨的声音还未落下，紧接着又有一道系统声音骤然在他的脑海里骤响起来：叮！恭喜你意外触发了极低概率的意外蜕变进化，你的5星神器冰幽麒麟袍正在发生2次进化。听到系统提示的一瞬间，陆晨顿时有些绷不住了。原本他都以为自己没触发意外进化的概率呢，没想到竟然是2次进化来得太慢了，足足等了半刻钟的时间，这2次进化才响应起来。随着一道璀璨耀眼的光芒骤然在冰幽麒麟袍神器5星上骤然泛起。你的冰幽麒麟袍神器5星，成功进化为了新的神器凛冬魔灵袍。你获得了神器6星凛冬魔灵袍。凛冬魔灵袍神器6星，治疗效果加15000，法术伤害加15000，物理防御力加20000，法术防御力加20000，生命值加30000，受到所有冰属性伤害负 60%， 受到其他所有属性伤害负 40%。佩戴要求100级。附加技能1，召唤冰晶麒麟，召唤出一头寒冰系的冰晶麒麟为你作战。冰晶麒麟是上古莽荒世界的强大圣兽，掌握着威势恐怖的烈焰力量，实力比烈炎凤凰更加强大。所召唤出的冰晶麒麟等级等于你的当前等级。附加技能2，烈焰环绕，任何靠近你的敌人都将受到每秒2万点烈焰伤害，并且陷入 2.5 秒眩晕控制时间。附加技能3，凤凰涅槃，当你被击杀之后，不会掉落装备，不会损失经验值，
并且自身生命值永久提升1000点，法术攻击永久提升300点，治疗能力永久提升300点，每天仅可生效1次。附加技能4：冰晶封印，指定一个目标，将其封印在冰晶之中。如果是敌人，将在冰晶中每秒承受30万点冰属性伤害；如果是友军或自己，在冰晶中每秒恢复30万点血量。冰晶可封印10秒，敌人被封印在冰晶内将承受双倍伤害，自己或友军封印在冰晶中则处于无法被选中的无敌状态。附加技能5：冰魄之甲，启动后，一层冰魄护盾将会包裹你的周身，使你的物理防御力提升2万点，法术防御力额外提升2万点，并且减免所有受到伤害的 30%。当敌人对你造成伤害时，将会被降低 30% 攻击速度、30% 施法速度、50% 移动速度。附加技能6：凛冬之怒，在指定的目标区域内聚集起一股强大的冰雪风暴，对周围敌人造成每秒35000加150百分号法术攻击力正 120% 治疗效果的冰属性伤害，并降低指定区域内所有敌人 90% 的移动速度。当敌人在指定区域内超过3秒钟仍然未离开，将会从陷入长达 3.5 秒的冰冻时间。看到进化后的成长神器凛冬魔灵袍，神器6星的一瞬间，陆晨眼神顿时亮了起来。仅仅只消耗了3件史诗级装备，就让这件成长神器连续进化升阶了2次。毫无疑问，这波绝对血赚。陆晨果断将刚刚进化出来的凛冬魔灵袍穿在了身上，瞬间不仅属性暴涨了一大截，并且就连装备技能都额外多出了2个。陆晨顿时感到很是满意。而此时，精灵公主安娜也将被束缚在麻袋里的精灵族的女子一个个解救了出来。陆晨目光扫过这些精灵族的女子，发现这些女子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有豆蔻年华的少女，也有风韵多姿的美妇，但无一例外，这些精灵族女人的颜值都出奇的高。怪不得缅国人能将人口贩卖的生意做到创世游戏里来，这些精灵族女人的颜值和身材绝对是领先现实中女人一大截啊！就连那些现实中被奉为女神的明星和大网红们，一旦比起颜值，见到这些精灵族女人都得自惭形愧啊！是这位木哥哥救了你们！精灵公主安娜突然说道。这些被解救下来的精灵族女人们一听到这话，顿时全都向陆晨投来感激和崇拜的目光。而就在这时，一名刚刚被绑架获救的精灵少女突然走到精灵公主安娜面前，急忙说道：“公主殿下，精灵皇陛下刚刚与银月狼族这一战身负重伤，眼看已经奄奄一息，陛下希望你能回去继承他的精灵皇之位。”听到这话，精灵公主安娜顿时眼神变得焦急，她看向陆晨，连忙说道：“木哥哥，我们快去看看我父皇吧。如今精灵族正遭逢大难，我父亲要是陨落了，精灵族恐怕就真的完了。”陆晨顿时眼神一缩，走，我们现在就去精灵皇宫。第150章，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两人丝毫不墨迹，陆晨直接展开翅膀，朝着天空中飞掠而去。而精灵公主安娜也轻轻召唤出了一对蝴蝶翅膀般的透明羽翼，飞行速度同样迅捷无比。她飞到了陆晨的身前，为陆晨在前面引路。两人飞行速度非常之快，短短不到10分钟时间，陆晨和精灵公主安娜便抵达了一座巨大辽阔的参天大树面前。这座大树极为茂盛，装饰的也精致无比。精灵公主安娜转头看向陆晨说道：“可别小看这座永恒之树，这座巨树里藏着一个单独存在的独特位面，我们的精灵宫殿便藏匿在这座永恒之树内。木哥哥，快跟我来！”精灵公主安娜拉着陆晨的手，轻轻一跃，便踏上了永恒之树的树枝。顺着永恒之树那宽广健壮的树枝一路前行，很快便看见了一个十分隐秘的传送门。精灵公主安娜从怀里取出一个月牙状的铃铛，轻轻晃动几下，这个传送门很快便焕发出璀璨夺目的银白色光彩，一股空间传送光芒从传送门中显现出来。精灵公主安娜立即拉着陆晨进入了传送门内。随着一阵光芒变换，陆晨只感觉两眼一黑，一股强烈的失重感涌上他的心头。等他再度睁开眼睛时，那股剧烈的失重感才缓缓退去。陆晨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一片新的世界，这里到处都是精致典雅的树屋，路过的精灵妹子有的穿着铠甲拎着长剑，有的骑着角鹰手里拿着弓箭，有的骑着黑豹手里握着月刃。虽是一片安静祥和的乌托邦，如今却到处都是全副武装四处警备的肃穆之感。而最中心的精灵宫殿更是由一座最为庞大精美的树屋构建而成。这座构建精灵宫殿的巨树足足有半个滨海城那么辽阔，看上去非常典雅华贵。精灵公主安娜刚一进入精灵宫殿，周围路过的精灵女骑士们纷纷向精灵公主恭敬行礼。见过尊贵的公主殿下，陛下正在内阁等着您呢。公主殿下里面请。精灵公主安娜微微点头示意，领着陆晨快步走进了精灵宫殿内。刚一走进殿内，便看到一名身穿金色纱裙的美妇人正在翘首以盼地望向殿外。美妇人气质雍容华贵，身材玲珑有致，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种不可亵渎的典雅气质。
这名宫装美妇看到精灵公主安娜的一瞬间，便直接焦急地迎了上来，紧紧拉住精灵公主安娜的手。天哪，真是月之女神保佑，你能平平安安地回到精灵之森，真是所有不幸中的万幸。这位是……宫装美妇突然看到精灵公主安娜身边站着一名陌生少年，也就是陆晨，顿时感到有些疑惑。精灵公主安娜连忙介绍道：“母后，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我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精灵公主安娜将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全部讲述了一遍给宫装美妇听，顿时宫装美妇眉头紧蹙，听得心惊肉跳。我的天啊，你竟然已经杀死过一次了，还被人封印在了巨猿峡谷的棺材之中，竟然是这位少侠强行将你从棺材里复活了过来，并且救了出来，真是太惊险了啊！真得好好感谢这位少侠。宫装美妇在看向陆晨的目光顿时充满了感激和尊敬。少侠，真是多亏有你出手相救，我的爱女才能平平安安的归来。恳请您留在我们精灵之森暂住一段时间，有任何条件您尽管提出来。等我们精灵族这一仗打完，我会竭力满足您的一切条件。陆晨微笑道：“伯母您客气了，安娜是我的好朋友，帮她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次我还打算帮她一起为精灵族抵御银月狼族的入侵呢。”听到陆晨这话，宫装美妇顿时端详地看着陆晨。她实际上就是精灵族的皇后，也是精灵公主安娜的母后。精灵皇后虽然看上去只有30来岁的模样，看上去气质典雅，风韵华贵，但她实际上已经1000多岁了。只不过是对于精灵族动不动就是近万年的寿命来说，1000多岁的她的确只相当于人类20多岁的年龄。精灵皇后不是糊涂人，她自然明白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不图回报的付出，所以她猜想陆晨一定是喜欢她的这个乖女儿，并且自己这个乖女儿愿意将她带到精灵宫殿来，说明她也是对这个少年很有好感的。真是年少英姿，一表人才啊，和我家安娜的确挺般配的。精灵皇后上下打量着陆晨，顿时有种丈母娘看女婿的眼神，越看越觉得满意。实力强，长得帅，关键是还有责任心，不仅出手救了自己女儿，还愿意帮自己女儿赶来精灵之森，替精灵族抵御银月狼族入侵的危机。这样的好男人，还真不失为自己女儿的好归宿啊！精灵公主安娜听到这话，哪还不明白自己母亲这是什么意思，顿时脸颊泛红，清脆道：“母后，您在乱点什么鸳鸯谱啊？我们两个压根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父皇如今还在命危之中，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父皇吧。”精灵皇后哪还不懂自己的女儿的心思，她要是看不上的男人，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更不会领到精灵之森来。不过女儿既然不愿意挑明自己的心思，她这个当母亲的自然也得揣着明白装糊涂。对，正事要紧，咱们先去看你父皇。少侠，你也一起进来吧，都不是外人。精灵皇后便直接领着精灵公主安娜和陆晨一起来到了皇宫内殿。刚一走进内殿，陆晨便看见老态龙钟的精灵皇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皇榻上。这名精灵皇看上去英武刚毅，气质卓越，只是他脸色非常苍白，满头华发已经花白，身上散发出来的生命气息极度衰微，随时都有可能断气。安娜，你终于回来了，朕已经快撑不住了，你一定要接替皇位，替朕守住精灵族这波灭族入侵的灾难危机，一切都靠你了呀。第151章，我俩从竞争皇位，最终却成为了夫妇。看着精灵皇奄奄一息的模样，精灵公主安娜顿时感觉内心沉重不已。她哭着跑到精灵皇的床榻边，说道：“父皇，你一定不会有事的，一定有办法能治好你的。”精灵皇却是脸色苍白的摇了摇头，说道：“治不好的，朕身上受的伤固然能治好，但朕为了挡住银月狼族的入侵，献祭了自身所有寿元，布置下了月之献祭星阵。我的灵魂已经苍老垂危，这是任何法术都可能治愈的必死之症。我注定是要死在这一刻的，我一直压着一口气没死，就是为了等你回来。”听到精灵皇这么一说，陆晨和精灵公主安娜顿时全都眼神一震。是啊，哪怕受再重的伤势，都有治疗法术能治愈，但献祭了自身的灵魂和寿元，这就算是使用时间法则之力逆转，也无法弥补回来的。所以精灵皇已然垂死，无法可依。精灵皇颤颤巍巍地从怀里取出了一件月牙状的钥匙，递到了精灵公主安娜面前，用这把钥匙去打开精灵皇密室的大门。只要得到月之女神的认可，你就能成为新的精灵皇了。快去吧，只有你继任成为了精灵皇，我才能安心死去。见精灵皇已经这么说，精灵公主安娜眼睛红红的，但坚毅地点了点头，接过了精灵皇手里的钥匙。然后精灵皇后便领着精灵公主安娜和陆晨一起前往到精灵宫殿的后宫密室。整个密室幽深隐秘，不知走了多久，三人才终于来到了一座人形古树面前。
精灵皇后看向精灵公主安娜说道：“将月神钥匙放进月之古树内，然后将你的鲜血滴上去。只要你的鲜血唤醒了月之女神，就说明你得到了月之女神的认可，便能继任成为新一任的精灵皇。”精灵公主安娜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依着精灵皇后的方法照做，将钥匙放入月之古树内，然后开始滴血，试图唤醒月之女神。滴一滴血滴了进去，月之古树轻轻颤动了一下，有反应了。月之女神果然眷顾着你。精灵皇后眼神惊喜万分，激动地抱住了精灵公主安娜。但下一刻，精灵皇后还没来得及欣喜多久，月之古树便又重新归于沉寂。等了许久都不再有任何动静，精灵公主安娜顿时有些慌了。精灵皇后连忙安慰道：“别慌，千万别紧张。精灵古树既然有了动静，就说明月之女神依然存在，只是可能月之女神沉睡太久了，刚刚的力度还不够将月之女神唤醒。你再滴一滴鲜血进去试试，这次滴得多一点。”精灵公主点了点头，听话开始照做。她用力咬破指尖，强行从嘴里滴出好几滴嫣红色的鲜血，最终这7、8滴鲜血汇聚到了一起，凝聚成了一枚大血珠。整个大血珠全部没入了月之古树内。月之古树这一次开始剧烈震动，比刚刚第一次滴入鲜血时的回馈要更加剧烈。但尽管回馈的更加剧烈，没过多久，很快就又重新归于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这让精灵公主安娜顿时有些更泄气了。精灵皇后连忙安慰道：“乖女儿，别紧张，不用紧张。至少这一次月之古树给的回馈更加剧烈了。月之古树给的回馈越剧烈，就越容易唤醒月之女神。只要将月之女神唤醒，她就会为你加官进免，助你登基成为精灵皇。这次咱们再滴更多的鲜血进去试试。”精灵公主安娜顿时小脸一片煞白，刚刚那一下就没少让她出血，这次又要让她滴出更多的鲜血，顿时让精灵公主安娜有些心生畏惧。但她咬了咬牙，还是选择照做。精灵公主安娜用牙齿狠狠咬破手腕，开始狠狠地放血，哗哗哗，顿时她的手腕血流如注，哗啦啦的往月之古树内流入。鲜血越流越多，这已经不是血滴了，而是数千毫升的往月之古树内硬灌。够了，够了，这要是再不行，滴再多也没用了。精灵皇后顿时看着精灵公主安娜手腕上鲜血哗哗流，顿时感到十分心疼，连忙说道。紧接着，精灵皇后和精灵公主安娜全都死死盯着月之古树，希望精灵公主安娜如此诚意巨大的献血能打动唤醒月之女神，为其加冕。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精灵公主安娜和精灵皇后全都大跌眼镜。精灵公主安娜滴出了如此海量的鲜血，全部灌入月之古树内。可这一次，月之古神竟然连一丝动静都没有了，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精灵公主安娜顿时绝望了，她向精灵皇后投来求助的目光：“母后，我这该怎么办啊？”就连精灵皇后也是感到无比绝望和无奈，摇了摇头说道：“月之古树，每个人最多只有3次滴血唤醒月之女神机会。如果3次滴血都没能唤醒月之女神，那就说明这个人永远都无法唤醒月之女神了。”听到这话，精灵公主顿时有些慌了：“母后，那该怎么办啊？这个精灵皇我可以不当，但总得有个人去当啊。如果偌大的精灵族连个能登基的精灵皇都找不到，那精灵族就彻底群龙无首，彻底亡了。”精灵公主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连忙说道：“如今整个精灵族内拥有精灵皇室血脉的也就只有父皇、母后和我了。母后，要不你试试？”精灵皇后顿时有些哑然失笑，说道：“当初我是和你父亲一起进行月之女神滴血唤醒的仪式的。当初我要是唤醒了月之仪式，坐上精灵皇位的就是我了，而不是你父皇。而事实是，我那时候就已经3次机会全部失败了，而你父亲再3次唤醒是成功了，所以我才成为了他的皇后。我俩从竞争皇位，最终却成为了夫妇，真是令人唏嘘。”精灵公主安娜和精灵皇后此刻四目对视，全都苦笑不已。难道天要亡我精灵族吗？若是没有新的精灵皇，精灵族必亡无疑啊！精灵皇后眼神满是苦涩和绝望，精灵公主安娜更是无比自责，黯然神伤。可就在这时，陆晨体内的龙神传承似乎在封印松动，在不断的疯狂颤动，这让陆晨顿时有些疑惑。他突然想到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龙神传承在这个时候开始疯狂晃动，难道是想让我试试能不能唤醒月之女神，登基成为精灵皇？第152章，你俩的孩子仍旧是流淌精灵皇室的血脉？不会吧，就连拥有精灵皇族血脉的精灵公主安娜都无法唤醒月之女神，更无法登基成为精灵王。我一个连普通精灵血脉都没有的人类玩家，怎么可能唤醒得了月之女神？可尽管陆晨内心感到无比疑惑，
但他体内的龙神传承却在一直颤动，仿佛是在催促着陆晨尽快去唤醒月之女神。而一旁精灵皇后的叹息连连，正为刚刚精灵公主安娜唤醒仪式失败的事情感到无比神伤，更为精灵族未来群龙无首的前途感到很是担忧。精灵公主安娜更是一脸沮丧，满脸都是羞愧和难过。精灵族不可一日无主啊，可若是得不到月之女神的认可，便没有资格成为精灵皇了。没想到精灵族延续了数千万年，却要毁在了我们这一代手里了吗？精灵公主安娜心情格外沉重。就在这时，陆晨突然说道：“要不我试试？”“你试试？”“木哥哥，你莫不是在开玩笑？”精灵公主安娜顿时摇了摇头。“木哥哥，我知道你是不想我难过下去，想帮精灵族渡过难关。但只有越是与月之女神血脉亲近的人，才更有可能唤醒沉睡中的月之女神。在精灵历这3000多万年的记载之中，从外有精灵族皇室以外的成功唤醒过月之女神。”陆晨却耸了耸肩，直接朝着月之古树走了过去。“不试试怎么知道呢？”陆晨直接从背包里取出一把锋利的小刀，轻轻割破手指，一滴嫣红的鲜血滴落在月之古树上。哗！月之古树将陆晨这滴鲜血吸入体内，却许久都未发生任何动静，依旧平静如故。精灵公主安娜顿时说道：“木哥哥，我都提醒你了，不是我们精灵族皇室成员，是不可能唤醒月之女神的。”精灵皇后在一旁打圆场道：“人家也是好心嘛，试一试虽然失败了，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好了，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咱们得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了。”精灵皇后的话还未落下，骤然之间，她背后的月之古树突然开始剧烈颤动起来。哗！原本只有1米多高的月之古树突然开始快速生长起来，1米、2米、3米，最终足足长到了将近10米高的高度。从一棵娇嫩柔弱的小树苗，竟然在短短片刻之间迅速生长成了参天巨树。这一幕让精灵公主安娜顿时看得惊呆了。她指着背后那参天蔓延的巨型月之古树，顿时连说话都变得有些结结巴巴了。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月之古树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巨大？怎么突然长高了将近10米的高度啊？月之古树的成长过程虽然迅猛，却异常静谧，连一丝丝的声音都未曾发出来，以至于精灵皇后由于是背对着月之古树，却到现在都未曾发觉到月之孤身突然发生的巨大变化。精灵皇后却看了精灵公主安娜一眼，摇了摇头说道：“安娜，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月之古树存在了数千万年，都未曾生长过一丝一毫，怎么可能会短短片刻间生长到10米的高度？你就算是想安慰母后，也不该是用这种方式。”精灵公主安娜却坚持说道：“母亲，月之古树是真的突然长到了10米高的距离，不信你转身看一眼。”精灵皇后虽然仍旧不相信精灵公主安娜的话，因为她所说的月之古树突然从1米高度长高到了10米高度，完全颠覆了她的常识。但精灵皇后还是叹了一口气之后，转身去看了一眼。她不为别的，只为戳破精灵公主安娜的谎言，看看自己这个女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当精灵皇后转头看向月之古树的一瞬间，顿时瞪大了眼睛，深深的震撼住了。她眼神满是难以置信之色，连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天哪！月之古数千万年都未曾有过这种巨变啊！就连上一任精灵皇唤醒月之女神时，也仅仅只是让月之古神多生长出了一只细小的嫩芽，便足以唤醒了月之女神。如此惊人的巨变，月之女神是100%必定会被唤醒的。可安娜，你的3次滴血仪式已经失败了啊，是不可能会让月之古树发生如此惊人的巨变啊！精灵公主安娜眼神有些难以置信，突然说道：“难道说是木哥哥刚刚滴下鲜血，才使得月之古树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变？”精灵皇后顿时有些更加不敢相信，她并非是我们精灵皇室中人，怎么可能让月之古树如此快速生长？可不管精灵公主安娜和精灵皇后有多么难以置信，月之古树上突然焕发出一股璀璨夺目的金色圣芒，这股璀璨耀眼的圣芒竟然自动照耀在陆晨的身上。骤然之间，一道玄之又玄的恢宏声音在陆晨耳边响起：“叮！你成功唤醒了月之女神，是否接受精灵皇的试炼？”精灵皇的试炼？接受试炼，就算失败了也没有任何损失，万一成功了，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惊喜和奖励。陆晨没理由拒绝：“我接受试炼。”随着他的声音落下，一道虚拟的意志投影出现在陆晨眼前，那是一个清冷绝美的女子，清冷到犹如不食人间烟火一般，仿佛不染一丝纤尘。可当月之女神出现的一瞬间，精灵公主安娜和精灵皇后顿时满脸震撼，眼神死死地盯着陆晨。天哪，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虽然不清楚木哥哥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真的唤醒了月之女神。精灵公主安娜突然转头看向精灵皇后，问道：“母后，如果木哥哥通过了月之女神试炼，你会答应让他登基成为精灵皇？”
精灵皇后眼神除了满是震惊，更多的则是惊喜。她看向精灵公主安娜说道：“孩子，如今精灵族城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外有银月狼族大举入侵，内有精灵皇无人可以继任。他如果能通过月之女神的试炼，我必然全力支持他登基成为新一任的精灵皇。到时候你和他举行大婚，你便是他的皇后。以后你俩的孩子仍旧是流淌精灵皇室的血脉，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情啊！”精灵皇后那绝美的目光一直打量着陆晨，她越看越觉得顺眼，越看越觉得满意喜欢。第153章，陆晨联姻精灵公主，大婚举行。而就在这时，月之女神的意志投影分身突然开口了：“年轻人，这具投影意志分身只有我本体10万分之一的实力，你能击败我这具分身，便算你通过试炼。”月之女神的话简单干脆，不给陆晨任何拒绝的机会。他骤然拉动弓弦，射出一发蕴含着月神之力的光剑，穿透无尽虚空，悄无声息地射向陆晨。空间转移，陆晨低喝一声，一股强大恢宏的空间法则之力瞬间迸发而出。当月神箭矢即将射在陆晨身上的一瞬间，空间法则之力骤然将月神箭矢包裹其中，月神箭矢瞬间被空间法则之力所吞噬，直接消失于无形之中。而下一刻，月神箭矢竟然瞬间出现在月之女神头顶部位，骤然透体而下，负99999999，伤害压制，瞬间秒杀。月之女神顿时眼神有些错愕，但月神箭矢的恐怖的威力已经瞬间将她的意志投影分身所瓦解。骤然之间，一道清脆的系统声音在陆晨耳边突然响起：“叮，你击败了月之女神，投影意志分身，获得5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败月之女神，投影意志分身，额外获得50%经验加成。额外活动了250万点经验值，击败月之女神，投影意志分身，总计获得75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75000天额外寿命。”让陆晨完全没想到，击败月之女神的意志投影分身，竟然也能有如此丰厚的经验值奖励。随着丰厚的经验值不断涌入陆晨体内，他的经验值开始疯狂暴涨。这一刻，不断有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泛起，他的等级接连突破。恭喜，你升到了105级！恭喜，你升到了106级！恭喜，你升到了107级！连升3级，让陆晨直接获得了300点自由属性点。陆晨直接将这30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投入在智力上。而这一刻，精灵公主安娜和精灵皇后更是眼神充满了震撼。就连上一任精灵皇都足足试炼了3次，才勉强通过月之女神的考验，而他竟然连任何伤害技能都没用，直接将月之女神的月神箭矢折射回去，用月之女神自己的技能将月之女神秒杀了。而此时，月之女神的身影已经消失，而月之古树上却响起了一道苍老恢宏的声音：“你已成功通过月之女神的精灵皇试炼，但由于你体内并不存在精灵皇族血脉，所以你需要和精灵皇室成员进行通婚联姻，才能登基成为精灵皇。当前通婚联姻进度02。”这道声音不仅响起在陆晨耳边，同样也响起在了精灵公主安娜和精灵皇后的耳边。精灵公主安娜顿时脸色微红，她自然明白月之古树的这段告示意味着什么。精灵皇后却心情极为高兴，月之古树的这段告示一下子圆满了她最重要的2件心事：第一，精灵族终于有了新的精灵皇；第二，女儿嫁给了一个很优秀的男人。精灵皇后顿时有些喜笑颜开，开口说道：“既然月之古树已经发话了，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今天下午便为你们举行大婚吧，不耽误今晚你们入洞房。”精灵公主安娜顿时脸色有些羞红：“母后，哪有那么赶的？这样会不会太快了？我还没征求木哥哥的同意呢，人家答不答应还不好说呢。”精灵皇后一脸正色地说道：“这哪里快了？一点都算不快。如今精灵族正遭逢外族入侵，你们1日不完婚，他就无法登基成为精灵皇，总不能因为你的难为情耽误了精灵族的大事吧？”精灵皇后突然用精灵族的名义来压精灵公主安娜的话，顿时让精灵公主安娜有些无力反驳她，要是再推脱，就显得她不顾精灵族的安危，显得她有些不懂事了。精灵公主安娜突然抬头，直勾勾地看着陆晨，开口问道：“木哥哥，那你愿意娶我吗？”陆晨顿时有些无奈，他本来只是想在精灵族完成一下任务，获取一些声望值，用来提升势力等级，顺便获得一下职业专属技能。结果这下倒好，连自己终身大事都被安排上了。不过当上精灵皇，娶了精灵公主安娜，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精灵公主的颜值和身材，如果放在地球上，那绝对是碾压世界上所有最顶级的超模和明星。精灵族人一向以颜值出众而出名，不然也不会引得免国玩家冒着生死危险，也有来掠夺精灵族女人要卖给土豪去。而精灵公主安娜的颜值
更是比普通的精灵族人更加惊艳，更加漂亮。能与精灵公主安娜的颜值所媲美的，也就只有她的母后精灵皇后了。精灵公主安娜属于青春洋溢、可爱娇美的美少女类型，而精灵皇后则是风韵成熟、高贵典雅的美妇类型。二者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千秋。不过让陆晨感到有些疑惑的是，通婚联姻不就是一个步骤吗？为什么会显示进度02？当前通婚联姻进度02，这让陆晨很是疑惑不解。不过眼下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精灵皇后已经领着精灵公主安娜和陆晨离开了精灵皇宫密室，回到了皇宫正殿之中。而三人刚刚回来，却发现精灵皇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已经去世了。为了冲喜，精灵皇后决定将陆晨和精灵公主安娜的婚事提前办理，直接喊来精灵宫殿的几名女长老，一起商议着为两人筹办婚礼。很快，整个精灵皇宫便充满了大婚仪式的喜气。精灵公主安娜穿上一袭红装，戴上红盖头，显得身姿绰约，美的格外诱人。第154章大婚典礼。入洞房，美，实在太美了。虽然隔着红盖头看不清精灵公主安娜的面容，但陆晨早已见过她的颜值，哪怕隔着红盖头，陆晨也能脑补出她的绝美模样。下面，我作为精灵族大长老，正式宣布穆天尊与安娜公主大婚典礼开始。随着精灵大长老的声音落下，所有精灵族人全都聚集在了精灵宫殿之中，参加陆晨和精灵公主安娜的婚礼现场。吃瓜和八卦是女人们的天性，就连精灵族的女人也毫不例外。成群的精灵族少女们和美妇们望着陆晨牵着精灵公主安娜的手，两人站在大婚典礼上。所有精灵少女们眼神充满了羡慕和期待。公主选的这个男人还挺帅的嘛。那可不仅仅是帅，听说实力也是相当强大。我听说要与安娜公主成婚的这个少年，可是通过了月之女神的精灵皇之试炼啊！我的天啊，这怎么可能？月之女神的精灵皇试炼不是只有精灵族皇室血脉才能参加吗？是啊，别说我不清楚了，就连咱们皇后都感到无比疑惑。但事实就是如此，那少年不仅能参加精灵皇之试炼，并且还成功击败了月之女神的意志投影。你说厉害不厉害？难道说，你说这个少年会不是上一任精灵皇遗落在外面的私生子啊？不然这件事根本说不通。他能参加月之女神的精灵皇之试炼，那就说明他极有可能身上流淌着精灵皇的血脉。可上一任精灵皇一向兢兢业业，从未有过任何花边新闻啊，甚至他都很少出精灵之森，他怎么可能会有私生子呢？既然精灵皇不可能的话，那你们说他会不会是精灵皇后的私生子啊？不仅上一任精灵皇拥有精灵族皇室血脉，而精灵皇后也同样拥有精灵族皇室血脉啊。要知道，咱们精灵族的外交接待一向是由精灵皇后负责的，万一他和某个人类外交使者大臣一见钟情，从而暗地里有了一个私生子，也不是不可能啊。不许胡说，咱们精灵皇后一向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我跟在她身边侍候了几百年，从未见过她有过任何越界的举动，对待任何人都是温文尔雅、大方得体，她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那既然上一任精灵皇不可能有私生子，精灵皇后也不可能有私生子，难道私生子是精灵公主安娜的？你要不要看看你说的是人话吗？精灵公主安娜是要和这个少年成婚的，这少年怎么可能是她的私生子？精灵皇后一向家风甚严，对精灵公主安娜的教育从来也都是循规蹈矩，安娜公主更不可能和外面的男人有任何越界的接触。是啊，我觉得安娜公主是最不可能的，因为她不可能会和自己私生子成婚，而上一任和精灵皇和精灵皇后也几乎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那就奇怪了，既然他们三个人都不可能，那这个少年的精灵皇室血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总不可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一时之间，台上陆晨和精灵公主安娜的大婚仪式仍旧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台下这群女精灵们一边叽叽喳喳的八卦个没完。很快，整个婚礼仪式便顺利的举行完毕。夜色渐渐深了下去，陆晨牵着精灵公主安娜的手步入了洞房。陆晨轻轻拂去精灵公主安娜头顶的红盖头，露出她那娇羞可人的绝美容颜。精灵公主安娜一袭红装，如同含苞待放的花蕊，别提有多迷人了。陆晨轻轻触碰着精灵公主安娜那精致可人的红润脸蛋，脸上始终洋溢着淡淡的笑意。安娜，你今天格外漂亮迷人，勾得心里直痒痒。你说怎么办吧？精灵公主安娜自然也听出了陆晨话语里调情的意思，俏脸顿时霞红一片。穆哥哥，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我知道真正有本事的男人身边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我不会一直束缚着你，我只想在这一刻完完全全的拥有你。在这一刻，你完全属于我的，我也完全属于你的。我会一心一意的对你，跟着你，永远做你的贤内助。精灵公主安娜的这番话让陆晨顿时内心感觉格外温暖，还是异世界的女人思想觉悟高啊。
可能也正是因为创世世界到处都是战乱和斗争，很多女人想要安安稳稳都十分困难，只想找个强大的男人庇护着自己。有这样想法的女人实在太多了，而拥有强大实力的男人又太少了，这就导致强者有些不够用了。女人们之间也会不断竞争，不断内卷，最终创世世界就形成了强者拥有更多的女人，弱者一辈子都没碰过女人的思想风潮。不仅男人们习以为常，女人们更是早已接受了这种思想传统，甚至认为自己的男人就该拥有更多的女人，这样才足够证明自己的男人实力足够强大，能吸引来并且庇护住更多的女人。精灵公主安娜那勾人的眼神如春水般荡漾，直勾勾地看着陆晨。陆晨顿时被她撩拨的内心躁动，大手骤然一挥，直接将房间的蜡烛熄灭，然后便将精灵公主安娜毫不留情地直接推倒。两人大行周公之礼，沉浸在了温柔乡之中。第155章，实力突飞猛进，属性暴涨。等一觉醒来，天已经蒙亮了。陆晨刚刚睁开眼睛醒来，就发现身边的精灵公主安娜正眨着她那动人的眼睛，端详地看着陆晨。夫君，你醒了，我刚刚熬好的木灵莲子粥，你喝一点充充饥吧。精灵公主安娜从桌子上端过来一碗软糯香甜的莲子粥，轻轻舀起一勺，送到陆晨嘴边。感受到莲子粥的香甜气息，陆晨不由食欲大动，轻轻尝了一口。爹，你喝了一口精灵公主安娜精心熬制的秘制木灵莲子粥，你的法力值永久提升了100点，法力恢复速度提升了10点每秒。陆晨顿时有些惊住了，喝口粥竟然都加永久属性。精灵公主安娜，这粥是用什么做的？竟然这么神奇，让陆晨忍不住端起莲子粥的木碗，又连喝了好几大口。爹，你喝了一口精灵公主安娜精心熬制的秘制木灵莲子粥，你的法力值永久提升了200点，法力恢复速度提升了20点每秒。爹，你喝了一口精灵公主安娜精心熬制的秘制木灵莲子粥，你的法力值永久提升了300点，法力恢复速度提升了30点每秒。爹，你喝了一口精灵公主安娜精心熬制的秘制木灵莲子粥，你的法力值永久提升了400点，法力恢复速度提升了40点每秒。爹，你喝了一口精灵公主安娜精心熬制的秘制木灵莲子粥，你的法力值永久提升了500点，法力恢复速度提升了50点每秒。爹，你喝了一口精灵公主安娜精心熬制的秘制木灵莲子粥，你的法力值永久提升了600点，法力恢复速度提升了60点每秒。陆晨见自身永久法力值越长越多，便大口的喝个不停，直到将一整大碗木灵莲子粥全部喝下去，他足足暴涨了1万点永久法力值。陆晨舒服地打了个饱嗝，这碗木灵莲子粥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喝着格外爽口清甜，并且还能永久提升属性，真是一举两得呀。精灵公主安娜见陆晨喝得如此尽兴，俏脸上顿时露出惊喜的笑容。刚刚我还担心夫君喝不惯我们精灵族的秘方口味呢，我们精灵族秘典上可是记载着足上万种不同的饭菜食谱做法呢。我这碗木灵莲子粥就是按照精灵族秘典上的食谱方法熬制做出来的，只要夫君爱喝，我愿意天天换着方法不重样的做给夫君喝。每天从精灵秘典上挑一种食谱来做，连做10年都不可能重样，保证夫君绝对喝不腻。见精灵公主安娜如此开心的模样，陆晨内心升起一抹暖意，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啊。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安娜、小莫，你们昨晚休息的怎么样了？母后来看你们了。门外传来精灵皇后那温文尔雅的轻柔声音。精灵公主安娜转头看了一眼陆晨，陆晨则笑着开口说道：母后你进来吧，我和安娜都已经睡醒了。随着陆晨声音落下，精灵皇后走进了婚房之中。精灵皇后轻轻一挥手，身后的一名贴身侍女送来一盒果盘，这果盘上摆放着一盘翠绿色的甜瓜，这些甜瓜看上去宛如翡翠般精致透亮，简直宛如艺术品一般。甜瓜还未切开，但里面便已经隐隐散发出了诱人的香甜气息。精灵皇后身旁的侍女脸上轻轻切开一块甜瓜，贴心地送到了陆晨面前，轻轻说道：这是咱们精灵之森特产的月灵甜瓜，是由充满灵气的月灵之水内生根发芽长出来的特有甜瓜。这种月灵甜瓜不仅吃起来格外香甜，并且对身体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只是这种月灵甜瓜的生长环境极为苛刻，所以导致也就产量极低，每100年也就只能生产出不到10斤的月灵甜瓜。听到精灵侍女的这番话，陆晨顿时有些惊住了。这种月之甜瓜100年才只能生产出不到10斤，这产量也有点太低了吧。陆晨打量着精灵侍女递过来的这盘月灵甜瓜，仅仅这一个果盘上的甜瓜，陆晨估摸着恐怕都起码有4、5斤的分量。好家伙，精灵皇后果然是出手大方啊，这一次性将月灵甜瓜50年的产量都给自己送过来了啊。既然精灵皇后如此盛情，陆晨自然也不可能推辞。多谢母后恩赐，那我就却之不恭收下了。
陆晨接过精灵侍女递来的月灵甜瓜，轻轻尝了一口。叮！你吃了一口精灵族的稀有月灵甜瓜，你的智力值永久提升了150点，法术伤害永久提升了150点，治疗强度永久提升了150点。陆晨仅仅只是咬了一小口月灵甜瓜，顿时有些惊住了。原来精灵族伙食都这么好的吗？这月灵甜瓜味道香甜清脆，好吃到没话说。最关键的是属性加的还贼多啊，并且加的还全部都是永久属性。刚刚陆晨喝下的莲子粥加的还只是法力值和法力恢复速度这种可有可无的边缘属性，但这木灵甜瓜提供的竟然是智力、法术伤害、治疗强度这种最重要的核心属性。随便喝2口粥，再吃2口甜瓜，不仅生活过得美滋滋的，同时永久属性还能嗷嗷涨，这实在有点太爽了吧！见月灵甜瓜所提供的属性如此强大，陆晨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果断开始拿起甜瓜，大快朵颐的吃了起来。叮！你吃了一口精灵族的稀有月灵甜瓜，你的智力值永久提升了300点，法术伤害永久提升了300点，治疗强度永久提升了300点。叮！你吃了一口精灵族的稀有月灵甜瓜，你的智力值永久提升了450点，法术伤害永久提升了450点，治疗强度永久提升了450点。叮！你吃了一口精灵族的稀有月灵甜瓜，你的智力值永久提升了600点，法术伤害永久提升了600点，治疗强度永久提升了600点。叮！你吃了一口精灵族的稀有月灵甜瓜，你的智力值永久提升了750点，法术伤害永久提升了750点，治疗强度永久提升了750点。叮！你吃了一口精灵族的稀有月灵甜瓜，你的智力值永久提升了900点，法术伤害永久提升了900点，治疗强度永久提升了900点。一时之间，陆晨的智力、法术伤害、治疗强度这3大主要属性在疯狂暴涨，这3样属性直接影响住陆晨的技能伤害威力。短短片刻，陆晨的智力、法术伤害、治疗强度3项属性便全部都提升了足足15000点，这绝对是翻天覆地的巨大提升啊！就连陆晨都没想到，原来在精灵族内自己的实力竟然能提升得如此迅速。而在此时，精灵皇后却是突然笑盈盈地问道：“安娜、小木，你们昨晚折腾的可不轻啊！我昨晚从这里路过，你们整个房屋都在震动。”精灵皇后这话一出，让陆晨和精灵公主安娜全都惊住了。第156章，精灵皇后的艰难抉择。精灵公主安娜顿时脸色羞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忍不住瞪了一眼精灵皇后，清脆道：“母后，你从来可不是这么轻浮的人啊！你提这一茬做什么？”精灵皇后笑着说道：“如果不是有正事要紧，母后才不会管你们这些小年轻的事情呢。母后我呀，巴不得你们折腾的越激烈越好呢，最好能给我折腾出个孙子或者孙女来。”精灵皇后这话一出，顿时让陆晨和精灵公主安娜都不知该如何应话，只能听精灵皇后继续说下去。精灵皇后目光热切地看向陆晨，问道：“小木，你和安娜已经完婚了，并且已经也有了夫妻之实，月之古树的考验任务应该也已经通过了吧？你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登基成为精灵皇了？如今精灵族正遭逢大难，正急需一个被月之女神认可的精灵皇站出来，为精灵族进行决策呀。”陆晨这才想起来这件事来，他直接将任务面板点开一看，月之古树的考验，与精灵族皇室成员进行通婚，当前通婚联姻进度1/2啊，1/2这是什么意思？陆晨瞬间有些懵住了。见陆晨脸色有些古怪，精灵皇后和精灵公主安娜全都有些坐不住了，纷纷不放心地问道：“是出什么事情了吗？看你表情有些不太对劲啊。”陆晨有些无奈，只好如实说道：“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按说我和安娜完婚入洞房之后，考验就算通过了才对，可月之古树的通婚联姻进度却显示的是1/2。”陆晨这话一出，精灵皇后和精灵公主安娜也全都懵住了。这怎么可能？陆晨见精灵皇后和精灵公主两女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便两手一摊，将任务面板共享给了两女查看。两女看到陆晨的任务面板上显示的果然是通婚联姻制度1/2，精灵皇后顿时大吃一惊，忍不住说道：“怎么会这样啊？难道联姻完婚之后还有别的步骤没完成？”精灵皇后顿时盯着精灵公主安娜问道：“你们两个昨晚不会没有进行那个吧？”精灵公主安娜顿时脸色泛红，但她也清楚精灵皇后平时是个很知书达理的女人，说话根本不会这么露骨。精灵皇后也是因为担忧精灵皇是否能顺利登基，这是关系着精灵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才会显得有些失节。精灵公主无奈说道：“母后啊，昨晚你不是都听见我们房间里的动静了吗？我被木哥哥折腾了足足3个小时，到现在2条腿还在发软呢。”精灵皇后顿时有些纳闷了。的确啊，该做的都已经做了，那月之古树的第2个任务步骤会是什么？
精灵公主安娜沉默许久，说道：“那就只剩2种可能了。第二个步骤，要么是需要我和木哥哥生一个孩子，要么是需要木哥哥再娶第2个精灵皇族的女人。”听到精灵公主这么一说，精灵皇后顿时大吃一惊。可她转念一想，又觉得精灵公主安娜说的话十分有道理。可这第2个步骤，无论是需要精灵公主安娜和穆天尊生一个孩子，还是需要穆天尊再娶第2个精灵皇族的女人，都已经十分难以实现了。首先是第一种可能，精灵公主安娜和穆天尊需要再生一个孩子，这一点就极难极难。原因是精灵族本身就极难怀孕，而身为精灵族的皇室，怀孕几率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否则，上一任精灵皇和精灵皇后成婚了数百年，也才仅仅只有精灵公主安娜这一个孩子。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上一任精灵皇才迫切需要精灵公主安娜来继承皇位，因为除了她之外，便再无其他人有资格接受月之女神的精灵皇试炼。结果恐怕就连上一任精灵皇也没想到，精灵公主安娜竟然失败了，连续滴血3次都没能唤醒月之女神。但更万万没想到的是，就连精灵公主安娜都没能唤醒月之女神，完成精灵皇的试炼，却让陆晨给完成了。不过，陆晨作为外族人，也需要额外完成与精灵族皇室的通婚联姻，才能继任精灵皇之位。而精灵族繁衍传承了数千万年，直到如今，精灵族人的数量却少到不足10000人，也正是因为精灵族天生繁衍概率低下的缘故。否则，以精灵族那悠久漫长的寿命，如果再有人类那恐怖的生育能力，恐怕这个世界早就被精灵族所统治占领了。这就所谓是创世神为你开了一扇窗户，就必然会给你关上另一扇窗户。精灵族那漫长悠久的寿命，就是用极其低下的生育能力换来的。要知道，普通的精灵族人数百年才可能拥有一个孩子，而精灵族的皇室成员更是数千年才可能生育出一个孩子。就算使用各种天材地宝，不惜成本的进行调理身子，精灵族皇室也顶多只有500年才可能生出一个孩子。而如今精灵族正处于灾难降临之际，精灵族每天都随时有可能被灭族，所以精灵族目前根本不能一日无主。老一任的精灵皇去世，就立马必须要有新一任的精灵皇继任登基。如果等500年后陆晨和精灵公主生出孩子之后，陆晨再继承皇位的话，就算陆晨能活到那一天，恐怕精灵族也早就被灭族了。所以这一点几乎等同于堵死了精灵族的未来，精灵族根本熬不到那一天。而第2种可能就几乎更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目前整个精灵族拥有精灵皇室血脉的女人，就仅仅只剩下精灵公主安娜一人了。哦对了，还有精灵皇后，也就是精灵公主安娜的母后。但这可能吗？陆晨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根本不可能。他总不能为了完成月之古树的试炼任务，为了继任成为精灵皇，就把精灵皇后给睡了吧。别说陆晨根本都不敢往这方面去想，就连精灵皇后也根本不可能同意。她一向是个循规蹈矩的传统女人，怎么可能会愿意做出这种事情来？第157章，如果导致精灵族灭亡，你能对得起先皇吗？而此时，精灵皇后一直沉默不说话，沉默了许久许久。精灵公主安娜也站在一旁，紧紧地攥着小拳头，神情似乎对此事也非常难以接受。很显然，精灵皇后和精灵公主安娜都不是傻子，陆晨能想到的，他们也都能想到。精灵公主安娜眼神变得十分难以接受，她根本无法想象，为了精灵族，一旦精灵皇后选择让步，进行妥协之后，她和精灵皇后该如何相处？她更想不明白，一旦这道红线被逾越之后，她该如何称呼精灵皇后？是继续称呼母后，还是以姐妹相称？似乎无论怎么称呼，都有些不对劲，都让人感觉别扭。无论怎么称呼，都显得有些不合情理。可不管如何，这都只是她和精灵皇后之间的私事，就算再尴尬，也只是他们2个人的事情。而如果不选择妥协，不迈出这一步，遭受影响的将是整个精灵族的所有人，甚至整个精灵族都可能因为他们2人的不愿妥协，最终无人能继任精灵皇，而群龙无首，最终被灭族。精灵公主安娜沉默了许久许久，甚至眼睛都有些泛红了。她在和陆晨结婚之前，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她会同意陆晨有其他女人，并且会支持陆晨的一切决定，安心做他的贤内助。但精灵公主安娜做梦都不会想到，陆晨的第2个女人将有可能是精灵皇后。她可以接受陆晨同时拥有其他女人，却唯独难以接受陆晨和精灵皇后发生那种关系，因为精灵皇后可是她最亲近的人啊，更是她血脉传承的血亲之人。精灵公主安娜沉默了许久许久，她内心有1万个不愿意，也不愿同意这件事情。但天平的另一端站着的可是整个精灵族的整个族群命运啊！如果精灵族一旦被灭族，她有何颜面在九幽之下去面见精灵皇族的列祖列宗？又有何颜面在九幽之下面见自己的父亲上一任精灵皇？精灵公主安娜想了许久许久，她眼睛都红了。最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却也不得不服从现实和命运，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他突然缓缓抬起头，眼眶泛红的看向精灵皇后，咬着贝齿说道：“你想好了吗？你如果真是要迈出那一步，我不会站出来反对你的。”精灵皇后怒气冲冲地瞪了精灵公主安娜一眼，带着愠怒的情绪斥问道：“你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精灵公主安娜抬头看着精灵皇后，在她眼里，精灵皇后一直都是一个情绪十分稳定的温柔女人，就连她也是第一次见精灵皇后会突然发脾气。精灵公主安娜有些不服，反问道：“你以为我想你这么做吗？我也根本不想啊。可你有别的选择吗？咱们精灵族有别的选择吗？除非你放弃掉精灵族，现在就立马逃离精灵族，到时候精灵族被灭族了也跟你没有关系。你只要藏得足够隐秘，银月狼族也无法轻易找到你的踪迹下落。”精灵皇后顿时被精灵公主安娜这番话气到不行，实在忍无可忍，挥起玉手狠狠扇向精灵公主安娜。啪！一记重重的巴掌狠狠扇在精灵公主安娜的脸上。精灵皇后狠狠地呵斥道：“安娜，你是疯了吗？你在说什么胡话？我当了整整1000年的精灵族皇后，我身上更是流淌着精灵族先皇们传承下来的皇族血脉。你说让我放弃精灵族，自己逃命？我不仅是你的母后，更是精灵族的皇后啊！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看不起了？你才会如此看低我，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就算整个精灵族被灭族了，我也一定会死在绝大多数精灵族人的前面。我宁愿陪着整个精灵族一起殉葬，也绝不可能当一个背叛族群的软弱之人。”精灵公主安娜脸上显眼鲜红的巴掌印处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感，她突然被精灵皇后扇了一巴掌，顿时情绪也有些崩溃了。那你说该怎么办？那就等着一起被灭族好了。为了守住你的贞洁牌坊，让你维护住你的纯良名声，我和整个精灵族所有族人一起等着被灭族好了。反正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又何惧再死一次？你如果觉得你的名节比整个精灵族所有族人的生死存亡都更加重要的话，那我心甘情愿和所有精灵族人一起陪你赴死。精灵公主安娜这番回怼不仅情真意切，更是充满了力度，顿时对着精灵皇后哑口无言，久久说不出半句话来，直接给精灵皇后干沉默了。精灵皇后沉默了许久许久，她眼神里满是复杂之色。她顿了一下，说道：“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怕死，但我不能对不起先皇啊！先皇才刚刚驾崩，我如果做出这种有违天伦的事情来，将来等我死了之后，让我如何在九幽之下面见先皇啊？”精灵皇后眼睛红红的，说话声音甚至都在呜咽，语气里甚至充满了委屈和苦衷。她虽是万人敬仰的皇后，可无论她外表看上去多么成熟得体，多么端庄聪慧，但她内心里也是一个柔弱的女人啊。说实话，精灵皇如果有的选的话，她情愿自杀赴死，一了百了，再无牵挂。可自杀赴死很容易，但如果她真的这么做的话，她是解脱了，但整个精灵族该怎么办呢？如此事情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她就算是选择自杀赴死，都成为了一种极其自私的决定。且不说自杀之后，她该如何面见九幽之下的精灵先皇们？她更不知在自己的殡葬典礼上，族人们会如何评价自己，是怒斥自己的自私软弱，还是理解自己的迫不得已？但无论如何，她一旦死了之后，整个精灵族必然因为没有精灵皇能够继任，而很快灭族。精灵公主安娜盯着精灵皇后说道：“你说的对，你做出这种违背天伦的事情，的确是有点对不起先皇。但你如果因为害怕违背天伦，所以导致了整个精灵族的灭亡，你又能对得起先皇吗？孰轻孰重，你心里自己去想。”精灵公主安娜这番话如同烁烁金言，直戳精灵皇后的内心。精灵皇后顿时呆若木鸡。第158章意外之喜，火山埋藏的宝藏。精灵皇后眼神复杂，心情更是犹如五味杂陈。她沉默许久，才终于说道：“给我1天时间，让我好好想想，行吗？”精灵公主安娜知道精灵皇后短时间内肯定是没办法接受这种事情的，最好还是给她时间，让她好好考虑清楚。等到精灵皇后离开之后，陆晨也没闲着，他前世记得精灵之森附近有一头暗黑精灵龙 BOSS， 如果能将这头暗黑精灵龙 BOSS 击杀，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声望值，还能收集龙血，增强龙神蛋的潜力，绝对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陆晨眼下正好有闲余时间，可以顺手将这头暗黑精灵龙解决一下。想到这里，陆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绽开赤炎圣翼，骤然疾飞而起。而这时，精灵公主安娜却跑了过来，突然喊道：“夫君，你要去哪？我陪你一起去吧。”如今正是新婚燕尔，精灵公主安娜对陆晨很是依赖。陆晨见精灵公主安娜也跟自己一起去，这也是一件好事。精灵公主安娜最为擅长的就是辅助增益法术，有她帮忙，
自己对付暗黑精灵龙就更有把握了。陆晨直接将精灵公主安娜拦腰抱起，然后挥动翅膀骤然飞掠而起，直接飞掠到了高空之上。两人来了一次浪漫的双人甜蜜飞行。陆晨和精灵公主一路上你侬我侬，甜蜜互动，不知不觉之间便已经抵达了暗黑精灵龙的巢穴。暗黑精灵龙的巢穴是一座黝黑深邃的洞穴，位于悬崖峭壁的中间，若是没有飞行能力，根本就无法抵达这里。走进暗黑精灵龙巢穴，到处都是黑漆漆的，阴暗到伸手不见五指。陆晨也丝毫不慌，直接将赤焰圣翼再度展开。那赤焰圣翼上不断缭绕着炽盛耀眼的烈焰圣芒，瞬间便将整个暗黑精灵龙洞穴照耀的漆黑发亮。只是让陆晨没想到的是，他在暗黑精灵龙巢穴扫视了一整圈，都没能发现暗黑精灵龙 BOSS 的存在。陆晨不想在这白白浪费时间，可阴暗的角落之处却骤然钻出来了一条五彩斑斓的彩色大蛇。这头大蛇浑身斑布着赤、橙、黄、绿、青、蓝各种五彩斑斓的颜色，脊背上却有一对血红色的肉翼。他眼神阴厉地盯着陆晨，不断吐着猩红的蛇信，但凡是他的身躯爬过的地方，竟然就连地面都被不断腐蚀消融，给人感觉这头五彩大蛇很是诡异，绝对充满了极其强烈的腐蚀毒性。陆晨打量着这头五彩大蛇，忍不住说道：“喂，这里明明是暗黑精灵龙地盘，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你不会是那头暗黑精灵龙的老相好吧？”陆晨这话一出，瞬间让五彩大蛇恼怒无比。他似乎能够听懂陆晨的人话，眼神变得煞气浓郁，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一滩腥臭难闻的紫色毒液。陆晨并不清楚这头彩色大蛇的实力，因此不敢拖大，直接催动瞬移能力，堪堪躲开了彩色大蛇吐过来的紫色毒液。这滩紫色毒液没能喷到陆晨身上，最终落到了后面的石壁上。可骤然之间，这滩紫色毒液喷射到石壁上的那一刻，整个石壁竟然瞬间开始被疯狂腐蚀。偌大的石壁，但凡被紫色毒液侵染的地方，竟然全部被腐蚀殆尽，融化为了齑粉。可让陆晨没想到的是，这滩毒液竟然在腐蚀掉一大块石壁之后，还在继续蔓延，腐蚀更多的石壁。砰砰砰！随着被腐蚀溶解的石壁范围越来越大，最终这个暗黑精灵龙的巢穴竟然开始坍塌崩陷。轰隆隆！随着精灵龙的巢穴疯狂坍塌，陆晨脚下的地面也开始崩解坍塌。最终，陆晨脚下猛一踩空，竟然坠入了地底之中。当陷入到地底之中的那一刻，陆晨顿时有些惊住了。他突然感觉周围无比燥热，甚至还有岩浆在四周不断流动，不断冒出的炽热火苗将整个地底完全包围。陆晨瞬间便明白过来，这里竟然是一座沉睡的活火山，怪不得暗黑精灵龙的巢穴要搭建在这里。根据陆晨前世的经验和记忆，但凡是有活火山沉睡的地方，必然能孕育出各种珍贵无比的天才地宝。而这头五彩斑斓的彩色大蛇，大概率也不会是暗黑精灵龙的老相好，它八成也只奔着这里因为沉睡的活火山而孕育出来的天才地宝才来的。这种高等级且实力强大的蛇类怪物，大多都对天才地宝的感知能力极为敏锐，所以陆晨认定这种猜测大概率是不会错的。不过陆晨能看得出来，这头彩色大蛇虽然能听得懂人话，却似乎并不会口吐人言，不断吞吐猩红的蛇信，发出的却是呲呲呲诡异的声音。陆晨已经认定了这座沉睡的活火山内必定有天才地宝存在，既然要去寻找这里的天才地宝，那就必须得先就将这头彩色大蛇解决才行。陆晨盯着眼前这头气焰嚣张的彩色大蛇，似乎这头彩色大蛇以为陆晨一直不还手，是因为被他刚刚恐怖的实力所震慑住了，所以才不敢还手。陆晨冷笑一声，直接启动斩魂圣矛技能，咻咻咻咻咻！一道道蕴含着强大光属性力量的斩魂圣矛撕裂层层虚空，携着刺耳轰鸣的音爆之声，朝着彩色大蛇疯狂轰击而去。砰！负591462，弱点击破，伤害翻倍。负591465，弱点击破，伤害翻倍。负591469，弱点击破，伤害翻倍。负591472，弱点击破，伤害翻倍。负591478，弱点击破，伤害翻倍。陆晨的伤害又快又猛，伤害如狂风骤雨般疯狂朝着彩色大蛇袭去，每一击都精准的命中的在彩色大蛇最脆弱的7寸部位，瞬间便将彩色大蛇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淋漓。彩色大蛇顿时一时之间被打得有些懵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刚刚被吓得不敢还手的小子，实力竟然强横到如此地步，恐怖，简直太恐怖了。彩色大蛇眼神顿时变得凶厉疯狂，不顾一切地张开血盆大口，那淬满毒液的獠牙疯狂朝着陆晨狠狠咬了过去。
第159章神器进化，新人的诡异蜕变，还敢还手？陆晨冷笑一声，他直接催动最强杀招圣血式天机。圣血式天机爆发出强大刺耳的轰鸣声，携着压覆天地的强大威势，悍然朝着彩色大蛇镇压而下。彩色大蛇顿时感受到一股生死间的大恐怖，他的眼神变得骇然无比。可当彩色大蛇拼命想要逃离，躲开这致命一击的时候，却骇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一股神秘伟岸的空间之力禁锢到动弹不得。他顿时开始疯狂尖笑，眼神更是变得恐慌无比。但陆晨那凌厉强势的绝强一击，又岂会因为他的恐惧和绝望而放过他？轰然之间，圣血式天机的恐怖伤害瞬间爆发在了彩色大蛇最为脆弱的7寸部位。负1159281，弱点击破，伤害翻倍。负1159283，弱点击破，伤害翻倍。负1159287，弱点击破，伤害翻倍。鲜红的恐怖伤害数字不断从彩色大蛇头顶飘出，他的血量被瞬间清空，最终眼神惊骇而死，浑身硬生生被斩成了2段，蛇血流淌满地，瞬间便被岩浆所吞噬。叮！你击杀了7彩毒灵大蛇，135级黄阶 BOSS， 获得8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135级黄阶 BOSS， 额外获得 50% 经验加成，额外活动了400万点经验值，击杀该 BOSS 总计获得120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9万天额外寿命。7彩毒灵大蛇身为135级黄阶 BOSS， 不仅提供的基础经验值高达800万点，并且还有额外400万点额外经验值加成。随着丰厚的经验值不断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经验值在这一刻开始疯狂暴涨。此刻，不断有绚烂耀眼的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恭喜，你升到了108级！恭喜，你升到了109级！恭喜，你升到了110级！恭喜，你升到了111级！恭喜，你升到了112级！这笔海量的经验值不仅让陆晨顺利的突破了110级，并且还足足连升5级，一口气达到了112级。陆晨眼中露出一抹满意之色，他走到7彩毒灵大蛇的身旁，开始收集他死后爆出的一大堆战利品。叮！你捡起了1枚金币，5123枚银币，6984枚铜币。叮！你捡起了史诗巅峰级装备无尽的愤怒巨剑。叮！你捡起了史诗巅峰级装备金色战役圣铠。叮！你捡起了史诗巅峰级装备毒液凝固妖杖。让陆晨没想到的是，这头7彩毒灵大蛇竟然还爆出了1枚金币。这1枚金币看似不多，实际上价值很高，1金币等于1万银币，等于1亿铜币。钱财虽然在游戏前期对陆晨用处不大，但陆晨一点都没有疏忽对游戏币的大肆收集，因为他很清楚，越是到游戏后期，金币钱财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到了游戏后期，甚至就连现实中的各国货币都已经失去了流通价值。现实中，全球所有国家全部都统一决定用游戏币来统一全球货币，而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自从创世游戏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由于黑暗势力的疯狂入侵，很多国家都逐渐崩溃，甚至被灭国。一旦国家被灭，这个国家的本国货币全部都变为了废纸，所以很多人都不愿冒着这个风险再去使用本国货币，更愿意使用价值更加稳定的游戏币作为交易货币。最终使用游戏币进行交易的国家越来越多，最终所有国家才统一商议用游戏币来进行现实交易。说完游戏币，再收回刚刚捡到的这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无尽的愤怒巨剑，当前品阶史诗巅峰级，物理攻击加3500，攻击速度正 30%， 物理暴击率正 20%， 物理暴击效果正 20%， 生命值加3000，法力值加3000。佩戴等级要求100级以上可佩戴。佩戴职业要求剑士类职业。装备附加技能无尽的愤怒，你每损失 10% 生命值都将额外提升 20% 的伤害和 5% 伤害免疫。金色战役圣铠，当前品阶史诗巅峰级，生命值加50000，法力值加30000，物理防御力加5000，法术防御力加5000，生命恢复速度正 100%， 法术恢复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提升 30%。佩戴等级要求100级以上可佩戴。佩戴职业要求战士类职业。装备附加技能战役涌动，启动后，你的物理攻击力提升1万点，暴击率提升 30%， 暴击伤害提升 30%， 攻击速度提升 100%， 持续120秒。毒液凝固妖杖，当前品阶史诗巅峰级，法术伤害加3500，施法速度正 35%， 法术暴击率正 30%， 法术暴击效果正 30%，
生命值加3500，法力值加3500。当你使用毒属性技能时，伤害额外提升100%，你受到的毒属性攻击将降低35%伤害。佩戴等级要求100级以上可佩戴。佩戴职业要求法师类职业。装备附加技能毒液凝固，发出一道毒液攻击敌人，如果毒液沾染在敌人身上，将会使敌人进入麻痹状态，僵直3秒时间。这3件史诗巅峰级虽然属性都很不错，但却没有一件是适合陆晨用的，要么是别的职业武器，要么就是战士类铠甲。为了物尽其用，陆晨果断用这3件史诗巅峰级装备进行升级成长神器。想到这里，陆晨果断将这3件刚刚获得的史诗级装备放入超级合成器的进化栏里，已经将无尽的愤怒巨剑史诗巅峰级和金色战役圣铠史诗巅峰级和毒液凝固妖杖史诗巅峰级指定为合成材料，请选择您要用于合成进化的装备。6星成长神器凛冬魔灵袍。陆晨毫不犹豫地回应道，为6星成长神器凛冬魔灵袍进行赋能进化，需消耗200年寿命，是否确定进行合成进化？当前额外寿命剩余232322天，确定合成。随着陆晨声音落下，一道妖异血红的诡异光芒骤然从超级合成器内爆发而出，这从未出现过的诡异一幕让陆晨瞳孔一缩，深深地惊住了。第160章活火山的天才地宝暗黑精灵龙回归，恭喜成长神器进化成功。你的凛冬魔灵袍神器6星成功进化为了新的神器血魔怒虎袍，你获得了神器7星血魔踏云虎袍。血魔踏云虎袍神器7星，治疗效果加20000，法术伤害加20000，物理防御力加30000，法术防御力加30000，生命值加50000，受到所有冰属性伤害负 65%， 受到其他所有属性伤害负 42%。 佩戴要求100级。附加技能1召唤血魔踏云虎，召唤出一头血属性的血魔踏云虎为你作战。血魔踏云虎是上古莽荒世界的强大圣兽，掌握着威势恐怖的血魔力量，实力比冰晶麒麟更加强大。所召唤出的血魔踏云虎等级等于你的当前等级。附加技能2烈焰环绕，任何靠近你的敌人都将受到每秒20000点烈焰伤害，并且陷入 2.5 秒眩晕控制时间。附加技能3凤凰涅槃，当你被击杀之后，不会掉落装备，不会损失经验值，并且自身生命值永久提升1000点，法术攻击永久提升300点，治疗能力永久提升300点，每天仅可生效1次。附加技能4冰晶封印，指定一个目标，将其封印在冰晶之中，如果是敌人，将在冰晶中每秒承受30万点冰属性伤害，如果是友军或自己，在冰晶中每秒恢复30万点血量。冰晶可封印10秒，敌人被封印在冰晶内将承受双倍伤害，自己或友军封印在冰晶中则处于无法被选中的无敌状态。附加技能5冰魄之甲，启动后一层冰魄护盾将会包裹你的周身，使你的物理防御力提升2万点，法术防御力额外提升2万点，并且减免所有受到伤害的 30%。 当敌人对你造成伤害时，将会被降低 30% 攻击速度， 30% 施法速度， 50% 移动速度。附加技能6凛冬之怒，在指定的目标区域内聚集起一股强大的冰雪风暴，对周围敌人造成每秒35000加150百分号法术攻击力正 120% 治疗效果的冰属性伤害，并降低指定区域内所有敌人 90% 的移动速度。当敌人在指定区域内超过3秒钟仍然未离开，将会从陷入长达 3.5 秒的冰冻时间。附加技能7魔虎踏天，召唤出一道庞大的魔虎虚影从天空镇压而下，对指定区域内所有敌人造成50000加200百分号法术攻击力正 150% 治疗效果的血属性伤害，并且该技能自带 100% 吸血效果，造成的所有伤害将会全额转化为自身生命值。看到进化后的成长神器血魔踏云虎袍神器7星的一瞬间，陆晨眼神顿时亮了起来。进化后的血魔踏云虎袍不仅属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并且还多了魔虎踏天这个如此高爆发的范围型伤害技能，就连许多禁咒的威力恐怕都远远不及魔虎踏天技能所能造成的伤害。而此时陆晨目光却落在脚下那川流不息的岩浆之上，很显然这岩浆全都是从地底深处的源头所蔓延出来的，活火山的岩浆源头位置才是最有可能孕育出天才地宝的地方。不会有错，顺着这个岩浆逆流的方向去走，一定能找到活火山的岩浆源头，而那里一定孕育着极为珍贵的天才地宝。陆晨正准备顺着岩浆逆流的防线一路前行，去寻找岩浆源头处的天才地宝。轰隆隆，骤然之间，整个地底世界都在剧烈震颤，一道愤怒的尖笑声音瞬间响彻整个地底洞穴。是谁？到底是谁？是谁毁了我的巢穴？敢毁我巢穴，等我将你揪出来，
必定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轰然间，一头浑身沐浴着暗黑火焰的巨龙猛然冲进了地下洞穴，瞬间注意到了陆晨的存在。小子，是你毁了我的巢穴。我明白了，你是要偷窃活火山岩浆源头位置的天材地宝。你可知道，我为了等这里的天材地宝生长成熟，等了足足9000多年，而如今这里的天材地宝终于要成熟了，却遭到你这样的外来者的觊觎。你不仅毁了我的巢穴，还要拿走属于我的天材地宝，你这完全是在找死！这愤怒的咆哮之声正是来自暗黑精灵龙。他刚刚不过外出觅食了一番，结果刚一回来就发现自己的巢穴被毁。暗黑精灵龙顿时就认准了，一定就是眼前的人类小子毁了他的巢穴，还要觊觎他守候等待了数千年才终于孕育出来的天材地宝。暗黑精灵龙眼神顿时充满了愤怒，浑身骤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黑暗龙力。砰砰砰砰砰砰砰！暗黑精灵龙的身影竟然开始不断分裂，最终竟然幻化成了7道模样完全一模一样的暗黑精灵龙。但让人惊异的是，暗黑精灵龙虽然幻化成了7道身影，但战斗力和气势却是不减反增。这7头暗黑精灵龙中的每一头都要比分裂前的单只暗黑精灵龙更加强大。这7头暗黑精灵龙那森寒阴冷的目光全都死死地盯着陆晨。骤然之间，7头暗黑精灵龙全都挥舞着锐利无比的龙爪，纷纷朝着陆晨悍然飞掠而来。地底世界的空间本就极为狭窄，这7头暗黑精灵龙几乎将陆晨周围所有方向全都包围了个遍。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堵让陆晨根本无路可逃。陆晨眼神微微一眯，毁坏暗黑精灵龙巢穴可不是自己，而是刚刚被自己杀掉的那头彩色大蛇。不过陆晨懒得跟暗黑精灵龙解释什么，暗黑精灵龙认为是自己毁了他的巢穴，那就全当是自己毁了他的巢穴吧，反正自己就是要来击杀他的。既然暗黑精灵龙自己找上门来了，那便一战就是。陆晨双眼微微一眯，眼神里迸发出一股浓烈的寒意。斩魂圣矛！陆晨大手骤然一挥，一道道泛着璀璨金色圣芒的斩魂圣矛从陆晨面前的虚空中浮现而出，疯狂轰击向离自己最近的那头暗黑精灵龙。第161章等级飙升，丰厚的战利品收获。砰砰砰砰砰砰砰！-591472，弱点击破，伤害翻倍。-591475，弱点击破，伤害翻倍。-591479，弱点击破，伤害翻倍。-591482，弱点击破，伤害翻倍。-591488，弱点击破，伤害翻倍。-591491，弱点击破，伤害翻倍。-591496，弱点击破，伤害翻倍。经过刚刚一番神器升级，陆晨伤害再度提升了一大截。哪怕是暗黑精灵龙的法术防御力极为惊人，可面对斩魂圣矛过于恐怖的伤害数值，顿时也都有些扛不住。恐怖的伤害数值从7头暗黑精灵龙身上不断飘出，让陆晨没想到的是，他的斩魂圣矛明明是集中火力轰击在暗黑精灵龙的本体身上，但造成的伤害总额却由7头暗黑精灵龙分摊了，使得每头暗黑精灵龙都只承受了1/7的伤害，使得原本致命的伤害顿时变得有些微不足道。小子，差点着了你的道！不过你这点伤害对付别人还行，要想对付我，还差得远呢。乖乖受死吧，我会给你一个痛快！暗黑精灵龙眼神里露出一抹轻蔑和狂妄，挥动着锐利的龙爪，狠狠朝着陆晨扑杀而至。砰砰砰砰砰砰砰！狭小的空间让陆晨躲无可躲，只能顶起神圣护盾，硬抗暗黑精灵龙的这波伤害。陆晨深知暗黑精灵龙的伤害极为恐怖，如今更是7头暗黑精灵龙一起围攻自己，他不敢有丝毫大意。为了提升自身防御力，直接开启了圣龙不灭体。圣龙不灭体作用开启之后，你的身体将转化为天使圣体，短时间内攻击力加5000，法术攻击加5000，治疗强度加5000，防御力加5000，生命值加12000，并且领悟到圣龙不灭体专属战斗技能。随着陆晨大手一挥，一股璀璨的金色不灭圣龙神光从他身上爆发开来。这一刻，陆晨的属性值开始疯狂暴涨，而与此同时，7头暗黑精灵龙的恐怖攻势也已经全都轰击到了陆晨身上。-105297，避开弱点，伤害削减。-105299，避开弱点，伤害削减。-105305，避开弱点，伤害削减。
-105309，避开弱点，伤害削减。-105318，避开弱点，伤害削减。当这恐怖的伤害直从陆晨头顶飘出的那一刻，他眼神顿时有些骇然。他刚刚不仅使用神圣护盾和圣龙不灭体技能，更是利用身法巧妙地卸掉了暗黑精灵龙的绝大多数伤害。但饶是如此，暗黑精灵龙的伤害仍旧让陆晨有些吃不消。这一顿疯狂围攻下去，陆晨的血量已经瞬间见底。若是对方伤害再高一点，陆晨都得被当场秒杀了。陆晨的眼神之中顿时迸发出一股浓烈的寒意。如此恐怖的伤害，还好我运气比较好，还剩了一丝血。那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出手了。陆晨骤然大手一挥，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使用刚刚习得的魔虎踏天技能。轰隆隆！骤然之间，一道晴天撼天的巨大红色魔虎虚影从陆晨骤然爆发开来。这道巨大的红色魔虎虚影挥动宛如小山般庞大的虎爪，狠狠拍向七头暗黑精灵龙。暗黑精灵龙的体型虽然已经极其庞大，但在这道红色魔虎虚影面前，却犹如7只渺小的蚂蚁在大象面前一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2859-281，弱点击破，伤害翻倍。-2859-283，弱点击破，伤害翻倍。-2859-287，弱点击破，伤害翻倍。-2859-291，弱点击破，伤害翻倍。-2859-298，弱点击破，伤害翻倍。-2859-305，弱点击破，伤害翻倍。-2859-308，弱点击破，伤害翻倍。恐怖的伤害疯狂倾泻到七头暗黑精灵龙 BOSS 的身上，那撼天震地的恐怖虎爪拍击到七头暗黑精灵龙身上的那一刻，瞬间便将所有暗黑精灵龙全部撕碎。好，七头暗黑精灵龙眼神惊骇万分，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肉身被魔虎虚影悍然击碎。所有暗黑精灵龙全都肉身崩溃，神魂湮灭。一道道熟悉的系统声音也不断在陆晨脑海里骤然响起。叮！你击杀了6头暗黑精灵龙 BOSS，150级分身幻影，获得6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150级 BOSS， 额外获得 50% 经验加成，额外活动了300万点经验值，击杀该 BOSS 总计获得90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9万天额外寿命。叮！你击杀了暗黑精灵龙 BOSS，150级黄阶 BOSS 本体，获得1000万点经验值。由于你越级击杀150级黄阶 BOSS 暗黑精灵龙本体，额外获得 50% 经验加成，额外活动了500万点经验值。击杀该 BOSS 总计获得150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5万天额外寿命。丰厚的击杀收获让陆晨顿时有些惊住了。让陆晨没想到的是，暗黑精灵龙的分身竟然还能提供经验值和寿命奖励，并且提供的寿命和经验值奖励还极为丰厚，足足提供了900万点经验值和9万天寿命，再加上暗黑精灵龙本体提供的1500万点经验值和15万寿命，那就是足足2400万点经验值和24万天寿命。随着丰厚的经验值不断涌入陆晨体内，陆晨的经验值在这一刻开始疯狂暴涨。此刻，不断有绚烂耀眼的白色升级光芒从陆晨身上不断泛起。恭喜，你升到了113级！恭喜，你升到了114级！恭喜，你升到了115级！恭喜，你升到了116级！恭喜，你升到了117级！恭喜，你升到了118级！恭喜，你升到了119级！无比丰厚的经验值让陆晨阶还足足连升7级，一口气达到了119级。如此惊人的升级速度，简直就是骇然听闻。要知道，别的玩家升级都是拼死累活，杀成千上万头怪物才能升一级，到了陆晨这里，只有越级击败一头超级 BOSS， 经验值和等级就如同不要钱一般疯狂暴涨。看着自身暴涨的等级和寿命，陆晨眼中露出一抹满意之色。他走到暗黑精灵龙 BOSS 的身旁，开始收集他死后爆出的一大堆战利品。可当陆晨注意到暗黑精灵龙死后掉落的一块血红色的神力卷轴之时，瞳孔骤然一缩，顿时惊住了。